巨大的金色厅堂，人头攒动，灯光扫过，所有人都盛装出席，精致耀眼。这里是电影金鸡奖的颁奖典礼现场，全国最高的电影殿堂。颁奖典礼已经到了尾声，也到了最重量级的奖项——终身成就奖。他是《秘密》里的暗杀者，他是寒山里被困在矿井中的矿工，他是……女主持人的声音慷慨激昂地响起。与此同时，高高的舞台金碧辉煌，大屏幕上画面滚动，镜头一闪，停顿下来，随之出在上面的是一张整个娱乐圈乃至全国上下都熟悉的面孔。他就是我们电影圈的瑰宝程毅。欢迎我们程毅老师上台领奖。掌声雷动，热浪迭起，所有人都将视线投向了聚光灯下的中年男人程毅，娱乐圈的传奇人物。农村草根出身，一路摸爬滚打，演绎过大大小小无数个角色，在跑龙套20年后，终于接到《秘密》暗杀者一角，一炮而红。自此以后，就像是开了挂，演的电影和电视剧，演一部火一部，拿奖更是拿到手软。他被写进了北影中戏教科书，一个眼神被无数人观摩惊叹，成为行走的演技标杆。聚光灯下，程毅唇角微微抿起弧度，起身理了理高定黑色西装，大步走上舞台，接过沉甸甸的奖杯，按照流程寒暄调侃了几句。那年轻女主持人一脸狂热地盯着程毅，忽然抓着话筒开口问道：“程毅老师，您出道快30年了，可是您的私生活一片空白，请问您难道没有喜欢的人吗？不考虑成家吗？”握着奖杯的程毅手指猛地一僵，脸色陡变。与此同时，下方所有大大小小的明星们都屏住了呼吸，瞪大眼，一脸惊惧地看着台上的女主持人。疯了吧，这是……程毅老师出道30年，多少大风大浪走过来，所有人都知道他性格平易近人，好说话，请教演技之类的也是有问必答，从不摆架子，在圈子内好评无数。可是独独佳人这2个字眼是他的软肋，是他的命门，他从不允许任何人提及。这女主持人疯了吗？事先没看稿子吗？果不其然，舞台上程毅脸色铁青，攥着奖杯的指关节用力的泛白，他牙关咬紧，用力的腮帮子上肌肉纹理清晰可见。他低下头盯着金色奖杯看了半晌，正准备开口，却忽然听见场内不知道哪个女明星小小惊呼了一声：“你们看，那是什么？”程毅下意识抬头，一垄光落在自己的脸上，莹莹光束如梦如纱。而此刻灯光里有3只蓝色蝴蝶轻盈跳跃着，正朝着他飞来，就像是在这纸醉金迷的服饰中，一缕拂面清风，在那沉沉黑夜里，一束明媚光束，一大两小，安安静静落在程毅的领口和肩头上。翅膀安静开合，无声无息，却在那一刹那叫程毅失了神，仿佛想起什么似的，忽然间红了眼。他试探着小心翼翼地开了口，声音沙哑，带着一丝起伏的哽咽：“清然，是你们吗？你带着孩子来看我了，对不对？”现场内所有人惊得瞪大眼，一片死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此刻3只蓝色的蝴蝶扇动着翅膀，飞起掠在了他的鼻尖，似乎是在回应着他的疑问。这一刹那，屏幕上这个刚刚拿了终身成就奖，一向寡言自矜的影帝赤红了眼，泪水汹涌而出。有谁知道他曾经也是有妻儿的？90年，他23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看了几部电视剧，瞧见演员们光鲜亮丽、万人追捧的样子，程毅心里头蠢蠢欲动，总觉得自己也能干大事，演电影出人头地。于是他一心扑在这上面，仿佛着了迷，家里的一切不管不顾，甚至不惜借高利贷，都要去地方剧组送礼讨角色，买一些所谓的时髦衣裳打扮自己。那一夜，高利贷讨债上门，妻子林清然只能连夜带着2个孩子，冒着暴雨翻着山路去找娘家借钱。那个夜里，雨下得格外的大，暴雨滂沱，闪电游走，整个程家村被笼罩在巨大的雨幕中。等到程毅再见到林清然的时候，已经是1天后了。他通体泡得发白，安安静静地躺在岸边，怀里2个小家伙像是睡着了般蜷缩在他的怀里。自那以后，程毅受了刺激，跌跌撞撞地逃离了程家村。再后来，他北上一路摸爬滚打，从跑龙套开始，疯狂麻木工作，想要麻痹自己。然而他怎么能忘？怎么敢忘？这30年来，在这个声色犬马的娱乐圈内，他单身至今。家人是他的禁忌和逆鳞，从不准任何人在他的面前提起。可这一刻，3只蓝色蝴蝶，一大两小，正轻轻地落在他的身上，像是在冥冥之中给了他些许回应，在他暗无天日的深渊中给予了一点微弱的光。高墙坍塌，情绪汹涌。蝴蝶飞走的那一刻，程毅掩面痛哭。女主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说错话，想要开口安抚。而一刹那，头顶上的灯光忽然闪烁了一下，紧接着就是一阵刺辣的电流爆鸣声响起，挂落的灯牌轰然掉落，发出巨响，场内一片惊呼：“快救人！
程毅老师被压住了，快快快，打120！天哪，怎么回事？这一刹那，耳边喧嚣吵闹声全都隐去，程毅只觉得自己陷入了无边黑暗。浓稠夜色里，他看见那3只蓝色的蝴蝶散着莹莹的光，带着他走入一片光亮。程毅再次睁开眼时，入眼的是一片黑漆漆用报纸糊住的屋顶，鼻尖是浓重的水汽，耳边传来雨滴拍窗的滴答声，贱货砸落在他的身上，冰冷又刺骨。这是一个寒春。程毅愣了愣，眼前的场景似乎有些似曾相识，他张了张嘴，愕然低头，却发现昏暗的光线下，自己一身黑色皮夹克、牛仔裤，腰上还别了一个 BB 机，黑色的款，有些老旧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脑海里昏昏沉沉，他转头看了一眼四周，一个念头浮了出来，他这是在演戏？这是片场吗？只是为什么感觉有些熟悉？思绪来不及多转，他正准备起身，忽然就听见门外响起一道阴恻恻的声音：“赶紧让你男人出来还钱！他妈的，500多块都拖了半个月了，我可告诉你，今天再不还，别怪我动你孩子了。”声音落定，紧接着就是女人绝望却又倔强的声音：“这钱我一定还给你，明天天亮了我就还，求你别动孩子，求求你了。”这声音入耳，一刹那像是锋利的刀破了冰。程毅身子陡然一颤，惊惧瞪大眼，起身的动作瞬间僵在原地。这是林清然的声音。他跌跌撞撞奔向门外，透过门缝，他瞧见了眼前场景。暴雨落在堂前，一片泥泞，林清然跪在地上，身子不住的颤抖。闪电乍现，映出他满脸的泪痕和咬破的嘴唇，血水混着雨水弥漫在他苍白的脸上，触目惊心。而他的怀里，晴晴朗朗蜷缩着小身子，惊恐地看着面前的男人，连哭都不敢发出声音。程毅混沌的脑海终于出现了清明，他松开被自己咬得血迹斑斑的嘴唇，刺痛传来，他才一点点地找回了理智。这不是梦，也不是片场，他这是重生了。眼前一幕幕熟悉重演，而他也重新回到林清然死亡的那个暴雨夜。热泪滚落，他胡乱擦去，而后猛地推开门，朝着林清然和晴晴朗朗冲了过去。齐老大吓了一跳，他一扭头就看见了一脸血污的程毅，他正死死盯着自己，眼神狠厉决然，带着他看不懂的情绪。你在家呢？我还以为你装死不敢出来呢。齐老大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呲了一声，拿出手电筒，光一打，直接逼着程毅的眼睛。出来正好，还钱，连本带利550块，一个子儿都不能少，不然的话，一条胳膊一条腿，你自己选。林清然也没想到程毅居然会忽然冲出来，他怔怔然地看着他，见他朝着自己看过来，他吓了一跳，快速地低了头，避开了他的视线。我没钱了，他红着眼小声道，那小心翼翼害怕的样子叫程毅的心里倏地一痛。他深吸一口气，到底是伸出手，轻轻地在他湿透了肩膀上拍了拍。交给我就好。察觉到程毅的触碰，他极快地瑟缩了一下，抱着晴晴朗朗往里面靠了靠。钱我没有。程毅抬头盯着齐老大，面色平静到极致，胳膊和腿我也不想给。齐老大，妈的，这小子疯了吧？他拿着电筒继续逼程毅的眼睛，被气笑了，正要放狠话，却见面前的程毅忽然转身走到墙角，没一会儿他就拎了一把柴刀过来。程毅盯着他，舔了舔上牙膛，嘴角甚至带了笑。不过我可以给你2个选择，第一，咱俩一起死，我死了拉你一起垫背，不亏。齐老大，妈的，谁要和你一起死啊？第二章，我只求你们好好的。操你妈的！齐老大低声骂了一句，脸色也狠了下来。你威胁我？第二，再给我3天时间，我连本带利一起还你600块，如何？程毅没搭腔，而是继续说完了自己的话。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齐老大，手里却将柴刀握得极紧，青筋暴起。30年的演技不是假的。闪电划破黑夜，电筒光照亮在程毅的脸上，将他眼睛里的冷静和杀意映衬得分毫毕现。即便是手里沾过血的齐老大，都感受到了一股子刺骨的凉意。他咬着腮帮子，点了一支烟，抽了几口，反复确认了几遍，又衡量了一下利益得失。良久，他吐了口烟圈，松了口。妈的，你个疯子！齐老大骂了一声，掸了掸烟灰。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3天后我再来，要是还不上钱，当心你老婆孩子。说完后，齐老大狠狠剜了他一眼，这才离开，走进漆黑雨幕里。人离开，那一直绷着的情绪陡然放松，晴晴朗朗终于哭出了声。呜呜，妈妈，晴晴害怕。小妮子抽噎着，伸出瘦小的手拽住林清然的衣摆。朗朗则是警惕恐惧地看着程毅，伸出小胳膊将林清然紧紧抱着，声音嗫嚅道：爸爸坏，凶妈妈，走开，
爸爸走开。整整30年，这一双儿女都不曾出现在自己的梦里，似乎是恨极了他。程毅高高的扬起嘴角，可是眼泪却止不住的往下落。他一把丢开柴刀，蹲下身子，颤抖着张开手，贪婪地看着他们，小声而又乞求般开口，晴晴朗朗到爸爸这里来，让爸爸抱一下，好不好？到底年纪小不记仇，从小到大，他们渴望这个怀抱无数次，如今见着一向冷漠的父亲居然要抱他们，两只小家伙神色松动，下意识就想飞扑过去，然而没迈出步子，就被林清然一把抱了回来。程毅，你到底要干什么？他赤红着眼，警惕地盯着他。你要是打孩子的主意，除非我死了。程毅一顿，旋即嘴角苦笑了一下。是啊，现在的他还是那个不着调的二混子，欠下高利贷，甚至一次次欺骗辱骂林清然，连孩子是生是死都不管的畜生，谁会信他能安好心？程毅侧头看了一眼窗外，暴风雨袭来，春雷阵阵，雨水落在墙上，打得噼里啪啦作响。他深吸一口气，起身从堂前拿了一张长条椅，将堂前门一关，横在了大门前，盯着林清然一字一句，近乎哀求开口：我什么也不求，只求你们好好的。清然，今天晚上别出去，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行吗？林清然一愣，实际上自己的确是打了心思，今天晚上出门去娘家借钱的。他心里头明白，娘家爹妈不喜欢自己，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连带着对晴晴朗朗都没有好脸色。可是即便如此，那又能怎样呢？他早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鲜血淋淋的心脏再多上一刀也无妨。他只求晴晴朗朗能平安的活着，这就够了。林清然沉默不语，程毅却赤红了眼，有些着急。他干脆走过来，又拉了一条长椅横在门前，而后自己坐了上去。不管你怎么想，今天晚上我都不会让你出去的。林清然到底是没在说话，他拉着晴晴朗朗转身回了屋子，而堂前程毅坐在凳子上，扭头看向窗外。黑夜沉沉，暴雨滂沱，春雷滚滚。上辈子他因为借了钱送了礼，对方答应给他一个话剧中的小角色而沾沾自喜，喝了酒之后回来倒头呼呼大睡。而林清然带着晴晴朗朗就在这样浓稠的夜色中走入了暴雨夜，这个杀人夜。如今重生，他狂喜之中更多的是庆幸，这一次他绝对要改变一切。天色逐渐透亮，一晚上的暴雨也停了，天空中泛起鱼肚白。长椅上，程毅揉了揉猩红刺痛的眼，一颗心终于落回了胸腔里。他起身，轻手轻脚走到房间门外，一推开门，咯吱一声响起，屋子里三人齐刷刷抬头看了过来。林清然和晴晴朗朗已经醒了，四目相对，气氛有些微妙的尴尬。实际上昨晚上程毅守了一夜，林清然也一夜未眠。他哪睡得着？一闭眼都是齐老大阴狠的脸，还有那几乎是天文数字的600块。你醒了？程毅顿了顿，旋即露出笑脸，正准备开口说点什么缓解气氛，就看见顶着一头乱糟蓬松头发的晴晴委屈巴巴的扁起了嘴。妈妈，晴晴好软软糯糯的声音，可怜极了。话说完，小家伙的肚子就发出了叽里咕噜的声音。朗朗也跟着点头，凑了过来，小声道：妈妈，朗朗饿得睡不着，昨晚上娘儿3一人就吃了一个红薯，两孩子又是长身体的时候哪儿够，于是一大早就醒了，饿得前胸贴后背，说话都有气无力。林清然心疼的在两只小家伙的脑袋上揉了揉，旋即轻声哄道：等会儿妈妈就给你们煮红薯吃，乖，再忍一忍。两个小家伙也乖，即便吃了2个月的红薯，这会儿也仍旧乖乖点头应了声。晴晴喜欢吃红薯，红薯最香了。妈妈，晴晴棒不棒？朗朗也最喜欢吃红薯了，朗朗也棒棒。瞧着两只小家伙的模样，林清然终于欣慰地露出了笑脸。淡淡的光晕透过窗，落在他的脸上，衬出细密的一层绒毛。长长的睫毛卷翘而浓密，一头黑发散开在肩头，如瀑布般包裹着他的肩头。似乎是察觉到程毅正看着自己，林清然抬头看向他，清清冷冷的眸，一如他的疏离和警惕。程毅抿了抿唇，忽然开口道：我去给你们做吃的，你带着孩子在家等我。他说完后，没等林清然做出反应，就迅速大步走了出去。程毅走到院子里，门外的院子一如记忆中的破败，到处都是堆满的杂物，昨夜被暴风雨一吹，更是乱了一地。角落里是乱七八糟堆在一起的木柴，上面盖了一层干枯的玉米杆，靠近土墙的这一边随意的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棚，里面起了2口铁锅，是最老式的那种农村土灶，泥巴糊的烟囱上面贴了一张红纸，风吹雨打褪了色，哒啦的被风刮得微微作响。程毅走过去揭开锅，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他又看了一眼油罐子，心蓦地一抽，哪有什么油？一根绳子捆着一小块带肥油的猪肉，下面已经被锅底烫得发黑，肉皮卷起，半点油水都榨不出了。程毅知道
这是林清然实在是没法子被逼出来的。炒菜要油，他没钱买，只能熬着过年紧巴巴凑点买块肥肉，用盐腌起来，能吃很久。炒菜的时候用绳子捆着，飞快在锅底抹一遍，就能见着油花了。这样一来，过年买的那1斤肥膘能吃大半年之久。至于米缸和菜，那更是空空如也，只有一篮子红薯被藏在柜子里面，怕老鼠啃了。这可是一家子的口粮。林清然这2年来想方设法攒下的钱，全都被程毅拿去买衣裳和送礼了，哪儿还有多余的钱？不给就偷，再不然就威胁发狠。如今回想起来，程毅只觉得自己真的是畜生都不如。程毅眼眶发酸，深吸一口气，揉了揉胀痛的眼，旋即拎起地上的竹篮，转身快步走了出去。挣钱要紧，也不差一顿饭的功夫。当务之急是先要让3人填饱肚子。程家沟是一处小山村，四面环山，土壤贫瘠，一锄头下去能刨出1簸箕的石块。水田更是少之又少，可怜巴巴的边边角角，各家各户都抢破了头去争。早些年分田到户，程毅家里头也分了2亩水田和大片的山头，可如今都被人变招法的占了去，一地鸡毛账。没法子，人若被人欺，程毅不着家，天天想着那些不着调的事儿，家里头就靠着林清然和2个孩子，谁不想方设法占便宜？如今这一大早，天色雾蒙蒙的，有村民扛着锄头去下田，瞧见程毅居然朝着山上走，手里头还拎着篮子，顿时吸引了少人的视线。嘿，这二混子居然拎篮子上山！昨儿个不是还见人就吹嘘，说他要当大明星了吗？这是干啥？当哪门子的明星？他哈哈笑道。身边婆娘伸手拍了他一下，狠狠瞪了他一眼。你咋这多事儿？赶紧下田插秧去！他又朝着程毅看了一眼，一脸看瘟神的模样。这小子昨天又被人逼上门讨钱了，他家那媳妇儿跟了他，也是倒了8辈子霉，迟早被他拖累死。2人的声音不小，程毅自然也听见了。要是在以前，他肯定上去和人闹一顿，可是现在他得先找到吃的再说。晴晴朗朗今年3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惜家里头顿顿红薯，导致俩孩子比同岁的孩子矮1头，身上也没有半两肉，面黄肌瘦，一眼看去就像颗豆芽菜，头发枯黄的像是一蓬草。程毅穿过田埂，裤脚背的田间的露珠打湿坠着，又冷又沉。第3章，清蒸鲫鱼、酸菜炒笋片儿，香。年轻的身体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程毅爬上山坡，一眼就看见面前成片连绵的竹林。这片山头叫2界山，早些年大队里分给了程毅他爹程兆根，一路绵延过去3里竹林，足足大半个山都是程家的。后来程毅大哥去县城教书，有出息了，带着爹妈去享福，家里头这穷山沟沟里的山和山脚下的田全都留给了程毅。俩人寻思着老了帮着大儿子带大孙子，还得回来养老。只可惜这二儿子不争气，天天往县城话剧团里钻，沉迷那些不着调的事儿，田和地都快被人抢得差不多了。程毅为此被爹妈指着鼻子骂了不知道多少顿，后来干脆断了关系。算一算日子，这都2、3个月没联系了。程毅低头看了一眼脚下被人用草堆堆起来的边界线，他抿了抿唇，一脚跨了进去。如今重生回来，他就绝不能再懦弱下去。清晨的露水打湿山路，一脚下去带起厚厚的一层泥。程毅用手抓着野蛮生长的野草，带着身子往上爬。野草上都是细密的倒刺，一用力钻心的疼，也幸好程毅年轻，咬牙忍着，没一会儿就上了小半山腰。他松口气，放眼望去，翠绿的竹林绵延波涛，而在竹林里，一颗颗到膝盖高的竹笋，黑白的壳儿带着露珠，正朝上生长。他也不含糊，眼见着天要亮了，赶紧拎着篮子走过去，双手掰着竹笋，咬牙一个用力，嘎擦一声脆响，露珠沾了一手，沉甸甸的竹笋就这么被拔了出来。程毅将竹笋放进篮子里，又拔了5颗，塞了满满一篮子。回去的路上，居然还看见了几朵野生的菌菇，他忙不迭地捡起来，用竹笋壳包着，小心翼翼地放进了篮子里。之后，这才快步沿着田埂走回家去。此刻，院子内，林清然正在带着孩子们洗漱，他刚才就听见了程毅出门的声音，心里头松了口气的同时，却又泛起一股子难以言喻的酸涩感。是啊，程毅怎么会忽然变好呢？他刚才乍现的温柔怜悯，不过是一场梦罢了。梦醒了，留给他的只有那600元的债，还有一双嗷嗷待哺的儿女。而此刻的程毅，怕又去了县城，不知道跌入哪个温柔乡了吧。林清然伸出手，用力地揉了揉脸，见晴晴朗朗正眨巴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看着自己，他一顿，旋即勉强露出笑脸。林清然深吸一口气，压下眼里的潮湿。妈妈马上就去煮红薯，是不是饿了？他给小家伙擦了把脸，起身倒水，准备洗锅煮红薯。忽然就听见院子外传来一声开门声，3人下意识抬头去看，林清然顿时愣住了。这是程毅。
他居然没走，怎么还回来了？而且手上似乎还真的拿着吃的。爸爸，3岁的小家伙穿着一双打了补丁的布鞋，胶质的底，踩在路上跑起来哒哒哒的。他张开手，高高兴兴地朝着程逸飞扑过去，眨巴着眼，一脸兴奋地看着他。爸爸，你回来了。程逸赶紧将东西放下，泥泞的双手在身上胡乱擦了擦，蹲下身子，赶紧将晴晴抱在了怀里。他有些手足无措，更多的却是兴奋和感激，身子微微颤抖着，僵硬的手抱着晴晴，不知道该往哪里放。爸爸去给你们找吃的了。程逸赶紧道，说着又指了指地上的脸盆和菜篮子，你看。小妮子侧头一瞧，2条巴掌大的鲫鱼正半躺着张嘴，嘴里头牵着一根草绳，篮子里一颗竹笋刚刚被剥了壳儿，瞧着新鲜又脆嫩。程逸柔声道，等下爸爸给你们做鱼和笋吃，好不好？晴晴馋得口水直流，她眼睛溜儿圆，蹲下身子盯着那2条鲫鱼，咂巴咂巴了嘴，又咽了咽口水。她还没吃过鱼呢，天天顿顿都是红薯，她可不喜欢吃了。可是朗朗说不能说出来，不然妈妈会伤心的。这下好了，爸爸给他们做鱼吃了。晴晴眼睛一眨一眨的，想了想，干脆起身，又噔噔噔的扭头往回跑。妈妈，爸爸说做鱼吃了。晴晴喜欢吃鱼，林清然早就看见了，他愕然站在门口，瞧着程逸抱着晴晴，还有那放在篮子里的笋和2条鲜活跳动的鲫鱼，他一瞬间只怀疑自己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程逸他转了性，心里头沉甸甸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一个人恶劣了这么多年，真的会在一朝一夕就变好吗？还是说他不过是做做样子，心里头打着更坏的心思？林清然心里头的一点涟漪瞬间平静，他唇线紧抿，拉着晴晴到了自己的身后，又叮嘱朗朗看好他，之后自己朝着程逸走了过去。程逸见他过来，没等他开口说话，就露出了一个笑脸。能帮我生火吗？这灶堂我不太会。90年这会儿，程家村家家户户都是老式烧柴的锅，又深又黑，得拿着火引子，得架空了烧，空气一旦进不去，就怎么也燃不起来。总而言之，是个技术活儿。林清然下意识就要拒绝，然而视线落在那瘦得像豆芽菜似的2个孩子身上，他到底是没吭声，走到灶堂前开始生火。全程盯着，他心里有数。孩子们已经很久没开过荤了。老式的灶台是用泥巴混着干茅草砌起来的，一共2口锅，一口给猪煮吃的，一口给人做饭。这年头猪的地位很高，自从分田到户政策实行，不再吃大锅饭后，程家村家家户户基本上都养一头，一年到头的钱都指望它了。不过自从爹妈去了县城后，家里头连猪崽子都抓不起，程逸家的这口锅就空了出来。林清然用锅盖盖着，虽然还有一点灰，但是水一冲，抹布一擦就干净了。生2口锅的火，红薯我已经煮好了，放水下锅就行。程逸说着，探身拿了一个竹篾做的篦子过来，又找了个破了口的盘子，将2条处理干净鲫鱼放了上去，生姜、葱还有盐和酱油，简单调味后就放在了锅里。下面煮红薯，上面蒸鲫鱼，大火舔舐着锅底，水一开，咕嘟嘟沸腾着，红薯的香气携裹着鲫鱼的甜香，开始顺着锅盖边缘涌了出来。晴晴饿得不行，迈着小短腿跑了过来，眨巴着眼，巴巴地扒拉着灶台往里瞧。程逸正将烧开的热水装进搪瓷缸子，当下赶紧侧着身子将它挡着，叮嘱道：“小心，热水烫，离远一点别见着了。”正在添柴的林清然一愣，抬头朝着程逸看了一眼，他的视线倏地一顿，只看见他的掌心处密密麻麻的一片红色小伤口，那是类似一种芦苇的野草疙瘩，这草在程家村土话叫做锅叶草，不小心碰着一拉，血口子就哗啦啦往外冒。林清然下地的时候被割过无数次，伤口不严重，却火辣辣的疼。他这是拔笋的时候受的伤吗？林清然心里没由来的乱了一下。程逸将笋切片，又从厨房墙角的罐子里装出一碗酸菜，从门梁上悬着的辣椒串上摘下2颗干辣椒，洗干净切碎。锅烧热，先将酸菜倒进去，炒干水分，这样吃起来味道才够酸够味儿。煸炒的差不多了，锅铲盛起，再将最后一点肥猪肉放在锅里，仔仔细细熬出一点油芯子，下葱姜蒜爆锅，香味顿时弥漫开。而后将笋片倒入，炒至断生，最后将酸菜倒进去一起混炒。一瞬间，浓浓的蒜香味儿伴随着笋的鲜甜完美融合，那香味被风一裹，涌动而来，弥漫在整个小院子里。晴晴朗朗这会儿肚子饿得咕咕叫，扒拉在灶台旁，盯着那笋片炒酸菜，馋得口水直流。来，张嘴。程逸侧头瞧着2只小奶团子，心里一瞬间柔软成了一片。他拿起筷子，夹了2片刚出锅的笋，朝着晴晴朗朗递了过去。晴晴眼睛倏地一亮，正准备踮起脚尖去接，身旁朗朗忽然轻轻拽了他一下。晴晴，妈妈没有说可以吃。朗朗小声且坚定道。
到底是孩子，馋得眼睛都离不开，但是这会儿却仍旧扭头朝着林清然看了过去。隔着灶台，那边的林清然站了起来，抿了抿唇，点头，轻声道：“吃吧。”听见林清然的话，晴晴朗朗这才踮起脚尖，赶紧张开嘴接过了笋片，入嘴微辣，随之而来的是酸爽鲜香。新鲜的竹笋是便宜而又珍贵的山鲜，对于四面环山的程家沟来说，这是最好的馈赠。山里湿气重，孩子们打小就能吃点辣驱除湿气。这笋可真好吃啊，脆脆的，酸酸的，辣辣的，叫晴晴朗朗这两个吃了大半月白水煮红薯的小家伙们鲜美的瞪大眼，仿佛吃到了什么人间美味。爸爸，好好吃！小妮子眨巴着眼，小心翼翼伸出手拽了拽程毅的裤腿，怯生生迟疑了一下，开口：“晴晴还能再吃一片吗？”他说着，举起干瘦的小手指，小声重复道：“就一片，可以吗？”程毅的眼眶忽然一酸。第4章，我会照顾好你和孩子，信我最后一次。他忽然想起有一次自己和那群朋友酒桌上回来，随手带了一点炒花生米，原本装在裤兜里，想着第2天就粥吃的，没想到喝醉了，林清然给自己收拾，花生米咕噜噜滚了一地。晴晴朗朗小心翼翼宝贝似的一颗颗捡起来揣进兜里，嗦完咸味儿才恋恋不舍的嚼碎吃了。他第2天早上醒来，就看见晴晴巴巴的扶着门框，探着毛茸茸的脑袋往里面瞧。爸爸，晴晴还想吃花生米，再吃一颗，可以吗？而那一次，程毅黑了脸，劈头盖脸一顿骂，之后怒气冲冲的离开了家。如今光影交叠，记忆不受控制浮现，程毅只想狠狠抬手给自己一耳光。晴晴显然还记得，怯生生的有些害怕。朗朗已经变了脸色，小脸蛋上一片煞白，伸出手拽着晴晴就要走。不吃了，朗朗和晴晴不吃了，爸爸不要生气，不要凶妈妈。程毅眼眶发烫，转身压下汹涌的情绪，赶紧拿了2个小碗，一人装了半碗笋片递了过去。吃，当然可以吃，晴晴朗朗想吃多少都可以。程毅红着眼眶露出笑脸，走过去将碗筷放在桌子上，又道：“鱼也熟了，咱们马上就开饭。”他说完又烧了一锅水，将洗干净的菌菇放进去熬了底汤，又走到后面的鸡窝里摸了一个刚下的鸡蛋出来。瞧见程毅拿着鸡蛋，林清然终于没忍住站了起来，他蹙着眉，咬着嘴唇，半晌才开口道：“那是要攒起来给朗朗扯不做裤子的。”你余下的话林清然说不出口，喉咙也已经发紧了。孩子们长得快，即便顿顿吃红薯，可是个子还是蹭蹭蹭的长。这会儿是春天，早晚很冷，可是小家伙们还是穿的年前的单裤，裤脚往上拔了老大一截，风一吹，冻得双腿通红，隐约泛着紫。去年入冬，娘儿3都生了冻疮，开了春都还没好透，一沾水就疼得眼泪直掉。林清然这才咬紧牙，上个月熬了大半个月的通宵，给人加工做裤子，买了1只半大的母鸡养着，就准备下鸡蛋好卖钱，给孩子们扯不做新衣裳。如今鸡蛋没存够就算了，昨晚戚老大带人上门逼债，血淋淋的撕开他最后一道防线。是啊，或许这一个鸡蛋吃与不吃又有什么关系呢？3天600块，他要从哪儿去弄这么多钱？林清然咬着嘴唇，红着眼，低头不再说话。程毅熟练将鸡蛋敲开，打散，冲入沸腾的水中，看见锅里蛋花翻涌起来，他这才平静且坚定地开了口：“清然，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来解决。”程毅拿碗盛汤，一字一句坚定道：“从今往后，我会照顾好你和孩子，你相信我这一次，哪怕是最后一次。”多说无益。程毅知道说再多也没用，对一个人的印象的改变岂是一朝一夕？他会一步一个脚印，不管是赎罪也好，还是自我安慰也罢，这辈子他难得重来，绝对不会再叫他的妻子和孩子受半点委屈。林清然果然没搭腔，他已经抹去眼泪，起身掀开了锅盖，热气腾腾中，他嘴角极快自嘲抿了一下。呵，漂亮话说的再多，他也不会再信半个字。当年他给了他无数次机会，可是最后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欺骗。如今他已经半分钱都没有了，再想要从自己身上坑走1分1毫也都是妄想。山穷水尽，除了他这颗早就千疮百孔的心。10分钟后，饭菜上桌，热腾腾熬出了蜜糖的红薯，清蒸鲫鱼，1大碗菌菇鸡蛋汤，还有1大盘笋片炒酸菜，热气腾腾，鲜香扑鼻。晴晴朗朗馋得赶紧抓起筷子，费劲儿的夹菜。程毅拿了红薯，剥开皮，仔细吹了吹，一人面前放了一个。来，吃鱼。他夹起鱼肉，挑出刺儿，放在2人碗里。春季鲫鱼素游回水田里产子，这时候最是肥美，不过刺儿多，煎鱼又费油，因此程家村里吃的人不多。程毅也是回来的路上顺手下田捉的，挑完刺在酱油里沾一沾，入口肉微甜鲜美，最是原本好味道。实在是太饿了，2只小家伙吃的头都没抬过，
只是含糊不清地说着话。真好吃，晴晴喜欢吃笋，也喜欢吃香香大鱼。朗朗吃完可以洗碗，再吃一点点。程毅心里柔软成一片。他刚拿起红薯准备吃，一抬头就看见林清然在看自己。他微微侧着头，眉头蹙着，手里攥紧筷子，用力的指关节都在泛白。见程毅看过来，他终于没忍住开口道：程毅，你到底要干什么？家里已经1分钱都没有了，你还要打什么主意？他说着，眼神落在了晴晴朗朗的身上，眸光柔和中带着决然。如果你想对孩子下手的话，除非我死了。良久，程毅呼的一笑，他包好红薯皮递给了林清然，又装了一碗菌菇汤递给了他。很烫，吹一吹再吃。他柔声道：这些鱼子你吃吧，小孩子吃了会变笨。边说着，他边拿起筷子将鱼子挑了出来，金灿灿的，诱人的紧。他并没有回答林清然的话，只是良久后才轻声开了口：我不过想你们好好的，仅此而已。一顿饭吃完，程毅麻溜洗了碗。村口赵大妈送了裤子过来，剪线头，上纽扣和拉锁，一条裤子给2分钱的工钱。瞧见程毅在家，他怯怯缩缩地扔了裤子就走，临走前还小声叮嘱林清然看好裤子，别被程毅偷了去卖钱。林清然应了声，拿出工具包开始干活，叮嘱晴晴朗朗就在院子里玩，别跑远。至于程毅，洗完碗筷后抬脚就出了门。3天600块，对于重生的程毅而言，咬咬牙应该能挣到。而且他心里已经有了想法，一路顺着泥路走到村口。程家村年初刚刚通了中巴车，1元钱一个人，单程跑县城。程家村所在的县名叫元安县，是个大县，背靠长江，在这个陆运不发达的年代，水运赋予了这座县城最大的辉煌和底气。程毅还记得自己小的时候，跟着他爹去元安县看货船下货，雾蒙蒙的长江边，大大小小的码头林立，光着膀子的纤夫喊着号子，卖力的吆喝，挥汗如雨。而码头上一个个姨太太身姿曼妙，穿着旗袍锦缎，撑着一把油纸伞，手里头拿着小花手绢，轻轻抿着红唇，美眸顾盼，等着自家男人回来。足以可见80、90年代里跑船是真挣钱。因此元安县还得了个别称，叫做清末的小上海。村口这会儿站着不少人。这些年随着思想和国家政策，再加上元安县原本就发达，因此去县城做生意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虽说还是有些不光彩，但是挣了钱，尝了甜头，也有不少人跟着干。众人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抽烟聊天。瞧见程毅一出现，顿时就有人笑了开。哟，这不是程家二小子吗？瞧瞧这行头，皮夹克，牛仔裤，这甩发可真时髦。这是要去哪儿啊？该不会是去话剧团，要当大明星了吧？这话一说完，众人顿时笑了开。可不是吗？这可是咱们程家村的大明星，多气派，多时髦。以后啊，咱们指不定都得找他要签名了。一群人闹哄哄的笑成了一片。然而程毅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们一眼，并没有说话。他心里头哪能不明白，这些人都是在找乐子，挖苦自己而已。可是上辈子自己偏偏当了真，每每听见有人这么说，他就心高气傲的不成样子，心里头止不住的得意。可不是吗？他现在村子里头也是出了名儿的，再要不了多久，即便是在这元安县说出他程毅的名儿，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于是每次遇见别人打趣自己，他总是忍不住跟着吹捧自己一波，成了村子里的笑柄。重生一次，程毅选择沉默，口舌之争他不屑也不避。周围人原本还等着程毅和他们吹牛炫耀，最好再说点什么县城里乱七八糟的事儿，好叫他们解解闷儿。没想到程毅这次居然没反应。为首的是个小青年，叫林耀生，村子里要说二流子，程毅第一，他绝对第二。他就站在程毅边上，带头起的哄，穿着一件卷了毛边的中山装外套，黑色的确良的裤子，长口布鞋，嘴头嚼着茅草根，斜睨了一眼程毅。程哥，咋？今儿个心情不好？他呲牙闷声问道。程毅抿了抿唇，笑着摇了摇头，我有正事儿要做。正事儿？林耀生一脸狐疑。咋？转了性了？还是又准备做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儿了？他正好奇，准备多问两句，就听见中巴车的鸣笛声响起。不远处，黑漆漆的尾气冒了出来，揉进白色的清晨雾气里。咔嚓！司机开了门，穿着蓝色卡其布制服套装的女性售票员探出了头，朝着外面大喊：上车了，上车了呀！东西全都自个儿拎着，丢了咱们可负不起这个责任。第5章应聘金凤凰歌厅。人群一见车来了，当下谁还顾得上程毅？早点挤上去就能够占着一个好位置，否则就只能人挤人，站在过道上。一路上经过大大小小的村庄都要上客，一刹车，一不小心没站稳，那可就能直接门牙啃车板了。
程毅也跟着人流上了车，坐在了最后一排。好巧不巧，陈耀生就坐在自己身边，屁股刚坐下，就迫不及待地开了口：“程哥，你要干啥大事情？咋？人话剧团团长王明光的闺女被你勾搭上了？还是你又找到借钱的地儿了？再不然……”程毅，他第一次知道一个大小伙子居然也能这么啰嗦八卦，他干脆闭了眼，假装睡觉不听。从程家村去元安县倒也不远，总共30多里路，只是车子一路上走走停停，居然也要开1个多小时才到元安县的汽车站。一下车，程毅赶紧甩开陈耀生，大步走出了车站。车站对面就是热热闹闹的农贸市场。出了车站口，左拐走200米就是县城一中。这年头念书可比做生意的地位高，要是一家里头出了个教书的，或者是在单位里上班的，那可妥妥的铁饭碗。家里头的金凤凰，程毅他哥程明生就是程家的金凤凰。早些年念书考上专科，出来后就直接进了一中教书，之后娶了个城里的媳妇儿，好不风光。不像是提起笑话似的程毅，但凡是提起程明生，那可是人人都要竖起大拇指夸一夸的。程毅自从早些年和家里头决裂之后，就再也没找过程明生。这一次也不是来找他帮忙，他看了一眼方向，右拐，直接朝着县城南走去。县城南是元安县最发达的地方。80年代，这里新建起了一片化工厂、纺织厂，还有一些肉联厂等等。密密麻麻的家属楼绵延一片，小筒子楼高高的，砖瓦房，外面还上了白漆，能住进去要么是吃公家饭的，要么就是职工家属，那可真是真气派。人口多，手里头有工资，也就衍生出了一片娱乐产业。卖小吃食儿的最多，面摊子、糖烙饼、角角糖，还有县城里最有名的国营饭店金华大酒楼。这里专门负责招待外宾，普通人能进去吃一次，那可足够自己吹上小半年。而这一次，程毅的目的地就是金华大酒楼旁边的歌舞厅——金凤凰歌舞厅。80年代中后期，港圈文化开始冲击大陆，那些光鲜亮丽的明星、夺人眼球电影，还有娱乐圈衍生出来的歌舞厅。元安县是个大县，水运发达，经济娱乐更是跟着一起繁荣起来。金凤凰歌舞厅最早是录像厅，后来跟着吹过来的港风，开始转变成了歌舞厅。歌手驻唱，观众们交门票钱进去听歌跳舞，再有钱的可以点一些瓜子、啤酒等零食小吃。靡靡之音一响，年轻漂亮姑娘小腰一搂，纸醉金迷，好不快活。程毅站在门口，抬头一看，就看见圆形拱门上金凤凰歌舞厅几个大字金光闪闪。门外站着一个守门门卫，正靠在柱子上抽烟，瞧见程毅似乎要进去，他赶紧将烟塞回耳朵上，挤不过来，一把拦住了他：“你干啥？这儿不准进去。”门卫指了指身上背着的黑色斜挎包，交钱10块钱一张门票。要知道90年，即便在元安县这么发达的县城，人均工资也就是90块上下，这歌舞厅门票居然要10元钱，真不愧是销金窟。程毅之前也咬牙来过几次，原本抱着来这里多认识大人物的心思，可惜后来实在是没钱，也就作罢了。他笑了笑，看了一眼那门卫，道：“我不是来玩的，再说了，这还是上午，咱歌舞厅也没开门不是？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门卫狐疑上下打量了一眼程毅，瞧见他腰间挂的 BB 机后，态度也转变了不少。“那你来干啥？这大白天的门也没开，厅里也没人呢。”程毅笑了笑，下巴一扬，伸手指了指不远处贴在墙上的告示：“我是来应聘的。”应聘？门卫愣了愣，疑惑侧头看去，就看见那张贴在墙上半个月的告示：“招人启事，聘歌手和领舞，按照场次算钱，一共要3个人，1个驻唱歌手，2个领舞的，待遇丰厚。”贴出来的时候，甚至引来不少人围观。可惜贴了大半个月，都没人能应聘上。要知道，80、90年代，家家户户都还在为温饱挣扎，文娱匮乏，唱歌跳舞这种耗时耗力的娱乐项目，就算当作消遣沾沾边儿，可真能上纲上线当做主业吃这碗饭的，那可真是少之又少。门卫盯着程毅，惊愕的瞪大眼：“咋？你要应聘？”程毅点点头，伸手将自己身上的皮夹克理了理，笑着道：“应聘驻唱歌手。哥，能麻烦你带个路吗？要是应聘上了，我给您买烟抽。”门卫见程毅态度好，寻思着也不过是顺手带路的事儿，当下也就答应了。“那成，你跟我进来，不过哥可和你提前这个事儿了，你可别抱太大希望。这2天连话剧团里都有人来应聘，都没被选上，你呀，纯来玩就当长长见识，这钱可不是那么好挣。”门卫大哥说了一路，程毅默默听着，适时应声，态度极好。门卫心里头舒坦，带着他穿过大厅，绕过卡座，又走进了一条黑漆漆的走廊，直到尽头才停了下来。程毅抬头就看见门上挂着的牌子：“经理办公室。”门虚掩着的，里面正传来响声，靠近了，仔细一听，有人正在唱歌。
唱的是87年播出大火剧《红楼梦》的主题曲，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声音浑厚，一板一眼，有力且中气十足，充满了这个时代的特色。门卫赶紧招招手，示意程毅停下来，站在门口等。话剧团来了人，来应聘歌手。你再等等。他说着，咂巴了嘴，凑过去，露出一脸感慨。瞧瞧，就这样事儿的都应聘不上，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了。程毅闻言笑了笑，没说话，心里头却已经有了数。上辈子自己一心扎在这块儿，因此对于金凤凰歌舞厅应聘歌手的事记得清楚。金凤凰歌舞厅的老板杨寿仙去年从羊城逛了一圈回来，开办了歌舞厅。因为思想先进，歌舞潮流，再加上装潢时髦等等，迅速笼络了元安县内大部分渴望自由奔放的年轻人。晚上6点开始，一直到12点才歇，挣得盆满钵满。可也正是这样，今年年初就有人在县城北开了一家好姐妹歌舞厅，据说找了个从京都来的歌手，花了大价钱，唱着一些时髦歌，吸走了一大批客源。杨寿仙熬不住，半月前就贴了招聘启事。此刻屋子里，杨寿仙坐在老板桌后，抽着一支红塔山，脸色十分不好看。身边的经理战战兢兢的瞧着面前正在唱歌的年轻人，赶紧挥挥手示意他停下。杨老板，怎么了？还是不行吗？杨寿仙脸色铁青，伸手在桌子上猛地一拍。都唱的什么玩意儿？他骂道。你们长了耳朵，自个儿去电视里听听。那哀怨婉转的调儿，怎么在你这里中气十足？你以为结婚了唱喜曲儿呢？我不要这种中规中矩的唱法，我要时髦，时髦的歌，人小年轻喜欢的那种，明不明白？杨寿成真的是要被气死了。他这歌舞厅里驻唱歌手总共3个，其中的台柱子就是实打实的传统歌手，但凡是出了个什么电视剧，那些个荡气回肠的热门金曲，他都不在话下。其余的2个气不足，音色不好，属于边唱边学跑场子了。原本倒也够用，可是人好姐妹歌舞厅里请来的台柱子，那可是从京都来的，甚至还能拽2首不怎么地道的英文歌，挣足了面子。也亏得那京都来的歌手架子大，1个礼拜就唱2天，不然的话，他这金凤凰歌舞厅非得早早关门不可。面前站着的年轻人被赤脊白脸这么一骂，面子上挂不住，黑着脸站着一边，等着喊自己出去。经理见杨寿先发了这么大的脾气，当下赶紧哄了2声，之后扯着嗓子朝着外面喊：还有人没有？要唱歌的赶紧进来。声音落定，门被推开，门外站着的程毅笑着走了进来。杨老板，赵经理，你们好，我叫程毅。他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而一旁那黑着脸的年轻人一见着程毅，顿时惊讶的瞪大眼。怎么是你？程毅一回头就看见了他。好巧不巧，这年轻人程毅认识。这年轻人叫做李启刚，是话剧团里出了名儿的面子担当。因为长了一张好样貌，加上家里头有点关系，年初年招的时候，他成功刷掉了程毅，进了元安县城话剧团。程毅不服气，私下里找过他几次，被讥讽了几句后就动了手。后来2人打了一架，这梁子就结下了。第6章，成功，拿钱买京戏粮买肉。李启刚忍不住讥讽道：怎么，瞧着进不了话剧团，来歌舞厅凑热闹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就你能被选上？程毅耸耸肩，没吭声。他看着杨寿仙，不卑不亢问道：杨老板，应聘歌手有什么要求吗？是你们指定曲目，还是我自己选？杨寿仙当然不知道程毅，倒是这赵经理对程毅那狼藉名声早有耳闻。他一脸鄙夷，却又不好在自家老板面前表现出来，当下没好气道：自己选就成，赶紧唱，别耽误时间。杨寿仙也没抱多大希望，又点了支烟，随意摆摆手，烦躁，想唱什么唱什么，反正没一个唱得好听的。程毅却仿佛丝毫不受影响，他点点头，往后微微退了一小步，旋即轻轻闭了眼。片刻后再次睁开，眼睛里的一切情绪都变了。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声音开口的第一个字就是极其标准的粤语腔。上辈子程毅摸爬滚打20年，早就能说一口标准的粤语话。他没有接受过极其正统的专业唱歌训练，但是却天生有一副好嗓子。上辈子的原声台词更是被标榜成教科书，当作典范。深情可演绎，感情更容易投入。一首80年代最流行、火遍大江南北的粤语情歌，被他用略略沙哑磁性的嗓子演绎了出来。心中所爱，满腔惆怅，一片赤诚，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办公室内，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杨寿仙瞪大眼，惊讶地看着程毅，手里的画子燃了一半，他才终于缓过神来。这小子居然会唱粤语歌，而且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唱法，居然意外的好听。他可是实打实的去过阳城，也去港城那些个光鲜亮丽的歌舞厅里混迹过的。这小子
这一把嗓子，即便是去那些个大歌舞厅，也是能上台挣一口饭吃的。李启刚更是惊呆了，他原本早就要走了，留下来不过是为了看程毅的笑话，可没想到他居然真的会唱歌，而且还是粤语歌。这首偏偏喜欢你，自己前2年也偷偷的跟着练过好几次，可粤语发音总归和普通话不一样，一些技巧更是不可能自己琢磨出来的，因此一开口，洋不洋土不土，他也就羞于唱给别人听。而程毅这一嗓子开口，就给他震惊到了，这发音居然和他在录音带里听到的一模一样。谢谢杨老板。程毅唱完最后一句歌词，鞠了个躬，笑着道：我唱完了。杨寿先缓过神来，一脸惊喜，一把将烟头摁灭，猛地站起身来。哎呀，你小子！杨寿先站起来，双手猛地搓了搓，哈哈笑着绕过老板桌过来，用力的在程毅的肩膀上拍了拍。你小子有2把刷子。杨寿先伸手从口袋里摸了华子出来，散了一只递给程毅。程毅顿了顿，笑着接了过来，谢谢老板。什么样的身份做什么样的事儿，他心里头门清。李启刚显然一脸震惊，不敢置信地盯着程毅，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一旁经理猛地瞪了他一眼。愣着干啥？这里可不管饭。李启刚从小到大都被人捧着，哪受过这种气？当下黑着脸瞪了一眼程毅，转身大步离开了。哼，谁知道从哪儿学来的一点三脚猫粤语，估计也就会这一首歌，还天天练呢。要真当了驻唱歌手，迟早出洋相。而这边房间里，杨寿先又让程毅唱了一些别的粤语歌，发音极其标准，连带着肢体语言和面部神态都叫人极其满意。杨寿先又点了一支烟，眯起眼瞧着程毅道：小伙子，来咱们金凤凰唱歌，那都是按照场子费算的，一场3小时，晚上7点到10点，80块，咋样？一晚上就能挣80块，这可足足抵得上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了。而程毅心里也清楚，金凤凰的台柱子一晚上可足足有120块，可惜自己是个毛头小子，也不知道驻场效果如何，给出80块已经是新人的最高价了。程毅心里头明白，想要谈判抬价，他得拿出对应的实力才行，而今晚就是他证明自己的时候。可以。程毅露出笑脸，态度诚恳，谢谢杨老板。杨寿先心里头顿时更加满意了。谁不喜欢听话又有本事的年轻人呢？没有仗着本事抬价，态度也好，这叫他心里头爽快极了，这些日子压在心头的石头也落了下来。程毅啊，好好唱。杨寿先心满意足地伸出手，在程毅的肩膀上拍了拍，语重心长道：只要能唱好，以后抬价少不了你的。程毅又道了谢。见杨寿先起身要离开，他顿了顿，还是迟疑着开了口：杨老板，能求您一件事吗？杨寿先心情正好，听见程毅的话，当下停下步子，扭头朝着他看过来。什么事？说来听听。我想预支20元钱，可以吗？钱就从今晚上演出的费用扣，我今晚6点半就过来，多唱半小时的场子，您看如何？原本听见程毅要预支工资，杨寿先心里头还觉着有些不舒服，毕竟哪有第一天上班就预支工资的道理。然而听见程毅后半段话，他居然能免费多唱半小时的场，这可叫杨寿先心里头乐开了花。这小子会做人。成，等会儿就让财务给你送来。杨寿先喜笑颜开，走出了办公室。赵经理也回头看了一眼程毅，露出惊讶不敢置信的神情来。这小子自己之前在街上也见过几次，吊儿郎当不着调，天天就做着子虚乌有的大梦，逢人就吹自己以后要当大明星。嘿，没想到居然还真有2把刷子。程毅在办公室里等了10几分钟，门外响起脚步声，没一会儿财务推门进来，手里拿着2张大团结，又拿着一张预支工资单子，叫程毅签了字。接过钱，程毅小心翼翼地揣进裤兜里，而后大步走出了金凤凰歌舞厅。这会儿已经是10点钟了，外面艳阳高照。程毅直奔农贸市场，那边还留着以前老旧的供销社门面，后来不用票据之后，店面留了下来，改成了百货店。附近村子来卖菜的，肉联厂里出来的肉，那边一应俱全，不比70、80年代的物资匮乏。90年代开始，居民经济增长，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好过了起来。农贸市场一片热闹吆喝声，附近几个居民家属楼里面的家属们全都出来买菜了，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程毅走进百货商店，一入眼就是各种各样装在玻璃柜子里的杂货，价格表全都写在了墙上，最标准的正楷体毛笔书写在红色的纸张贴在墙上，而旁边白色的墙壁上还用大红色油漆方方正正写着几个大字：信誉第一，顾客至上。程毅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眼价格表，而后朝着柜台走去。同志，要点什么？女售货员穿着一套8片西装、坡跟皮鞋，还有最时髦的肉色丝袜。
这年头在供销社上班可是铁饭碗，只有家里有点关系的女孩子才能被塞进来。供销社售货员当着，再到县城里找个职工单位上班的对象，这辈子就过得风光自在了。再加上铁饭碗，因此对待客人的态度不咸不淡，甚至于瞧见穿着破烂的还得摆摆脸色，一副鼻孔看人的模样。我要5斤大米，2个灯泡，3斤菜籽油，还有，这年头物价不算贵，米8毛钱1斤，灯泡1块钱1个，菜籽油算贵一点的，要2块51斤。程毅将一些必用品买了一圈，售货员干脆拿了个尼龙袋，2角钱一个，全都给他装了进去，一共14块8。程毅心里头也算了个大概，掏出2张大团结递了过去。说实话，这年头虽然家家户户条件好了起来，但是一口气买这么多的还是少见。他上下多看了程毅一眼，心里头也微微咯噔了一下。该说不说，程毅的样貌还是很帅的，1米81的个子，身形修长，五官清秀帅气，一头甩发别在耳后，瞧着几分张扬不羁，尤其是一双眼总是透着一股子和他这个年纪打扮不符合的沉稳感。找钱。程毅伸手轻轻敲了敲桌子，这才拉回了女售货员的思绪。后者一愣，面皮一燥，赶紧从抽屉里拿出零钱递了过去。那找你5块2毛钱。谢谢。程毅道了谢，接过来，而后弯下腰，一把将装满东西的尼龙袋给扛在了肩上。走出门，对面就是肉摊子，猪肉各个部位价格不一样，瘦肉1块7，肥肉1块9。这年头大家肚子里都缺油水，肥肉买回去用盐腌起来，往瓦罐里一装，能吃上好几个月。谁舍得买瘦肉？摊主正在和人聊天，见程毅过来买肉，他顺手将一块肥膘往前一推。那最后1块大肥油了，你可算是运气好了。第7章，那朗朗给爸爸抱一下好不好？程毅瞧见那白花花的肥肉，笑着摇了摇头，指了指那瘦肉带着2根排骨的位置，道：师傅，我要这个，多少钱1斤？哎，这年头买瘦肉的人就少，没想到还居然有专门买排骨的。摊主喜上眉梢，生怕程毅反悔，赶紧拿起刀子比划了一下，道：连这个一起称，算你1块61斤，要不要？程毅点头，心里算了算钱，道：要个5块钱的吧。想来想去，还是没有留坐车的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早上来的时候还不觉得1块钱有多少，这会儿瞧见居然能买大半斤肉了，程毅倒是有点舍不得了。好嘞，摊主拿起刀，手下比划了一下，而后一刀下去，快很准，1块肉带着2根排骨就下来了。他掂了掂，笑道：大差不差5块钱的量，你回去称，少了算我的。他说完，又从摊子上拿了一块猪肝，顺手往油纸包里一塞，这就算送你的了，拿去吃。程毅知道这摊主是附近闻名的一刀准，要多少钱的肉，他能精准的给你割出来，从没出错过。他笑着道了谢，又付了钱，又将包着猪肉的油纸包给塞进尼龙袋里，扛在肩头上往回走。道路两边还有不少卖吃食的小摊子。程毅刚刚走到农贸市场的出口，就嗅到了一股子油香味。他顿了顿，停下步子，侧头一看，发现是卖油炸饼的。年轻女人梳着2根又粗又黑的麻花辫，红色对襟夹袄，蓝色裤子，千层底布鞋，正笑盈盈的拿着一根铝制的长饼勺子。勺子下面是圆柱形的，将米浆和萝卜丝混合在一起，放一点碎肉丁，也有的放熬猪油剩下的油渣，再加点辣椒碎，放进菜油里一炸。没多大会儿，一个圆圆的饼子就漂浮了起来。上辈子即便程毅去了京都，还会偶尔想起这油炸饼的味道。一口下去，外头脆实，满口油香，内里绵密，鲜辣爽口，十分好吃。他停下步子，问道：多少钱一个？女人露出笑脸，仰起头看他，道：7分钱一个。程毅顿了顿，他抿唇，露出无奈的笑脸，问道：同志，我身上只有2毛钱了，能不能卖我3个？欠1分钱，我明天给你。哎呀，这有什么？那年轻女人笑了笑，双手在围裙上一擦，拿起油纸就开始包油炸饼。我原本也要收摊了，那3个饼子拿好了。程毅赶紧道了谢，接过来，付完钱后一并塞进尼龙袋里。20元钱花得一干二净，他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幸福。30里路，又背着一个大尼龙袋，程毅足足走了快2小时才到家。烈日当头，他脱了皮夹克，只穿着里面一件白色短袖，后背如湿一大片汗，咬着牙走走停停，也幸好自己身体好，年轻力壮，否则这一趟下来可真就要去了半条小命。此刻院子里，林清然正上拉练，这会儿都下1点了，晴晴朗朗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饿得肚子咕咕叫，撒着娇跑过来抱着林清然的胳膊晃。妈妈，晴晴饿了，想吃饭。他小眉头皱着，
低头指了指自己瘪了的小肚子，一脸可怜：“你看，你看，杜杜唱歌了。”朗朗虽然懂事，但是到底也是饿了，低着头不说话，小手垂在身边紧紧攥着。林清然放下裤子，想起今天早上吃剩的菜，可是不多，只有半碟子的酸菜炒笋了。家里头油彻底用完了，其余的盐和酱油之类的也都见了底儿。林清然起身将裤子和针线包放下，柔声道：“早上还剩了点炒笋片，妈妈去煮2个红薯，清清朗朗就着笋片吃，好不好？”朗朗仰头看他：“那妈妈你呢？”林清然摇头：“妈妈不饿，妈妈。”哒哒，话音没落定，门外传来敲门声，又快又急。林清然脸色蓦地一变，以为是齐老大又追上了门，下意识准备抱着晴晴朗朗躲起来，没想到就听见了程毅略略喘息的声音：“清然，开门，我回来了。”门被从里面反锁了起来。林清然一愣，下意识惊讶地瞪大了眼：“程毅，他回来了。”今天早上程毅离开家的时候，他的心如坠冰窟。做早饭、哄孩子，还有他对自己说的那些话，一切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他怎么可能还会回来？600块钱的债，他怕是做了最后一顿早饭之后就逃之夭夭了吧？可现在他居然回来了。林清然怔然，直到晴晴伸手拽了拽他的胳膊：“妈妈，是爸爸，是爸爸回来了。”小家伙眨巴着眼，高兴的眼睛都在发亮。朗朗也仰着头看他，轻声道：“妈妈，要给爸爸开门吗？”“朗朗会保护你。”林清然回过神，松开攥紧的拳头，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一切都不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坏了。他起身走到院子门口，拉开了门栓。门外，男人穿着一件汗湿的短袖，身上都是蓬勃的热气。见林清然给自己开了门，程毅咧嘴一笑，眸光熠熠：“我回来了。”他笑着道，一如久出归家的丈夫，亲昵自然。林清然的心忽然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撩拨了一下，他抿唇，鬼使神差的给他让开了位置。程毅走进院子，晴晴看见他开心极了，迈着小短腿，手里头拿着一根狗尾巴草，哼哧哼哧的就飞扑了过来。“爸爸！”他的声音奶乎乎、脆生生，跑到程毅的面前，张开手就要抱抱。“晴晴想你了，爸爸抱抱。”程毅赶紧放下尼龙带，张开手将小家伙抱了起来。朗朗跟在晴晴后面，撅着小嘴嘟囔：“朗朗是大孩子了，不喜欢抱抱。”程毅忍住笑，伸手在他脑袋上揉了一把：“那爸爸喜欢抱，朗朗可以给爸爸抱一下吗？”重生回来，自己这个儿子就一直不太待见自己。他虽然是弟弟，但是却比晴晴懂事得多，因此对自己也就更排斥。程毅却不着急，他想，只要他们在自己的身边，这就已经是上天对自己最大的恩赐了。话说完，程毅原本也没指望小家伙回应自己，没想到孩子扭扭捏捏涨红了脸，双手垂在身边，拽着打着补丁的裤子搅了又搅，这才一脸不情不愿地走了过来。“那好吧，就给爸爸抱一下，一下下。”程毅一愣，旋即乐出了声。他赶紧抱过来，拥着2个失而复得的孩子。小院子的微风一吹，他眼眶倏地一热，全身的上下疲惫都消失了。“对了，爸爸给你们买吃的了。”程毅赶紧指了指身边的尼龙袋，打开，掏出放在最上面的油纸包，里面是3个油炸饼。虽然一路走回来已经凉了，但是油滋滋的沾了一手，拿出来的一瞬间喷香诱人。2个孩子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种吃食，当下好奇又想吃，眼巴巴地看着程毅。“那一人一个。”他笑着一人递了一个过去。晴晴朗朗当下开心接过去，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哇，好好吃，好香！”朗朗也喜欢吃。2个小家伙有了吃得，显然高兴的不行。程毅看了一会儿，扭头又看向林清然，他露出温柔笑脸，将手里剩下的油纸递了过去。“还有一个，你先吃，垫垫肚子，我马上做饭。”林清然愕然。实际上，从程毅刚才进来开始，他就一直处于震惊中。孩子们其实是心思最是单纯，却也最是敏感。以前程毅也回来，也会假惺惺的对孩子们说2句好听的，不过是图以后老了孩子们能够养他罢了。可是晴晴朗朗从来都躲着他，甚至多说2句话都要被吓得直哭。然而现在，自从昨天开始，他对2个孩子的态度大变样。最让林清然惊讶的是，连带着孩子都和他亲昵了起来。他也不再只会说些好听的，做饭、抱孩子，甚至还会买油炸饼。林清然怔然接过了油纸包，没等他缓过神，程毅又再次将尼龙袋里的东西一股脑的拿了出来：猪肉、精细凉米面、菜籽油等日常用品，甚至还有一小包5颜6色的宝塔糖。林清然低头看去，瞳孔微微一缩。他这会儿半蹲在地上，他一眼就能够看见他肩膀上被沉重的尼龙带磨出的红痕，而他的牛仔裤裤脚还有皮鞋上都沾满了泥巴。要知道，他这身行头可是他的命根子。
一双牛皮鞋都要100块一双，还是程毅托了人，特意从省会买回来的。买回来的那天，朗朗好奇伸手摸了摸，手上泥巴沾了上去，结果被他一顿凶。从那之后，每次都只有重要的场合才会穿它出去，回来之后更是拿着毛巾仔仔细细擦干净，还打上鞋油，任何人都不准碰。而现在，那皮鞋上的黄泥污浊不堪，一切都仿佛变了样。林清然心里一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他盯着程毅，开口道：“你走回来的？”程毅也不瞒着，点点头，顺手将猪肉拿了出来，放进装满水的盆里。车费好贵，1块钱能买大半斤猪肉了，我没舍得，想着多买点吃的给孩子也是好的，所以就走回来了。第8章，唱歌给林清然听，他脸红了。他说完，仰头冲着林清然咧嘴一笑，就当锻炼身体了。林清然的心脏一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拨了一下，他盯着自己手里的油炸饼，又看着程毅，而后递了过去：“我不饿，你吃吧。”到底是没能狠得下心。这个男人当年自己也是满腔爱意交付过的，即便后来面具撕开，留下的只有鲜血淋漓的不堪，可是他还是会有刹那的心动和不忍。他曾经也是一直仅存希望的，只可惜终究熬到心如死灰罢了。程毅没接，他摇头，将手里头的肉掂了掂，笑道：“不吃了，我已经吃过了，这会儿留肚子吃肉，你吃吧。”林清然沉默片刻，又将油纸包好，准备留给晴晴朗朗。他走过来帮忙，瞧见地上的一大堆东西，心里头又升起了疑惑：这么一堆东西得要不少钱吧？程毅他哪来的钱？难不成又去借高利贷了？林清然的心一瞬间咯噔了一下，他脸色隐约发白，拳头攥紧，指甲嵌入掌心，疼得他保持一丝清醒的理智。现在晴晴朗朗还在，他不能当着孩子们的面问。朗朗，带姐姐去屋檐下玩，太阳晒着会晒黑了。林清然勉强露出笑脸，对着2个孩子说道。朗朗点点头，乖巧地拉着晴晴跑远了。这边程毅已经洗米下锅了。清然，我不会烧柴锅，又要麻烦你了。他转头笑道。林清然觉得四肢冰凉，他盯着程毅，只觉得一股子寒意笼罩。是啊，一个人想要改变，谈何容易？他怎么就能忘了当年程毅一次次欺骗自己，一次次亲手将他推进深渊地狱了？林清然默然不语，坐在灶堂前点火烧锅，眼神却一点点冷了下来。程毅不是傻子，只要一眼他就看出来了林清然的不对劲。他心里猜了个大概，当下笑着边切猪肉边扭头看他。我今天去县城找工作了。程毅轻声道，找了个驻唱歌手的工作，在金凤凰歌厅里，虽然名声比不上那些端铁饭碗的，但是能挣钱，一晚上有80块。这些钱是老板提前预支给我的，刚好花了20块。驻唱歌手？林清然手下动作一顿，旋即他冷冷抬头看他，道：“你什么时候会唱歌了？”程毅，你骗人能不能找个信得过的理由？说完后，没等程毅开口，他的眼圈就已经红了起来。程毅，这些钱不管你是偷来的也好，抢来的也罢，我和孩子都没钱帮你还了。一字一句清冷疏离，说不出的绝望。程毅的心跟着揪了一下，他看着林清然，想了想，决定的用直白的方式解释：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下一刻，沙哑磁性的嗓音响起，旋律动人。这是齐秦的歌曲，发布在87年的专辑里，一经发布，红遍大街小巷，深情缠绵，情意热烈。狭小的厨房内，烟火缭绕，院子里的阳光热烈，斜斜透过屋檐落下，红彤彤的灶火舔舐着锅底，米饭沸腾着传出香气儿。一点金光跳跃着落在了程毅的身上，白色的短袖牛仔裤，身上蓬勃着青春朝气，鬓角被汗水湿透，几缕头发贴着他线条分明的下颚角，而他正看着自己，眼神温柔的仿佛连人的灵魂都能沉溺。程毅是最好的演员，可此时此刻的深情和温柔却不是装出来的。眼前的林清然是极为漂亮的，一头黑发如瀑，五官清冷明艳，尤其是一双杏仁眸，如秋水剪影般明媚熠熠。她是坚韧的，即便生活对她一再打压，可是她的眼底总是野蛮生长着倔强和柔软。倔强对生活，柔软对孩子。这么好的女人，程毅想不通，她上辈子怎么就看不见呢？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余音落定，程毅嘴角扬起，笑着对林清然柔声道：“我真没骗你。”林清然愕然，他惊觉自己居然听着入了迷，这会儿仿佛被程毅抓了个现行，当下赶紧低下头来，不再去看。而程毅则是看见他脸颊上倏地冒出了2团红晕，连带着耳垂都变得粉嫩。他的心情没由来大好了起来。冬季很好，但是我想春季我更喜欢。片刻后，程毅切好肉片，下锅熬油，刺啦一声炸开的时候，
他没由来自言自语了一句话。林清然一愣，没听清，秋水般的眸子看他。什么？我说我更喜欢春季。程毅笑着道，又扭头看了一眼院墙外，草长莺飞2月天，一片春光明媚。就是现在。他喉结滚动了一下，笑着道，程毅这一顿是打算给孩子们做一顿好的。排骨单独割下来剁断，做糖醋排骨，辣椒壳用水泡开，炒猪肉最是香辣好吃。至于猪肝，程毅则是切片，用料酒生姜抓拌了一下，热水下锅，用红薯粉勾芡，出锅后撒上一把葱花，又香又好吃。最后为了荤素搭配，程毅又将今天早上摘回来的笋剥了一颗，用肥瘦相间的肉爆炒，清香扑鼻。3菜1汤，满满当当被放在了桌子上。林清然有些心疼，这么多肉，就算是过年都没吃过，要是拿回来用盐腌起来再晒一晒，能吃很久了。咸肉对身体不好。程毅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笑着给他装了一碗白米饭，递了过去。你放心，以后咱们天天都有肉吃，我不会亏了你和孩子的。他眼眶一热，没由来的心里发酸，将米饭接过来，瞧着3菜1汤，他第一反应怕自己在梦里。而此刻，隔壁院子里，程淑梅正在剁猪草，这些猪草还是她一大早去河边讨回来的，用扁担装着，讨一上午才将塞满。回来之后，家里男人去了村委会干活，而她打开铁锅，冷锅冷灶里头只有几个红薯，勉强就着井水吃下去，又要剁猪草喂猪。程淑梅是程毅最小的姑姑，程毅他爹程兆跟家里头一共3兄妹，最小的是个姑姑。不得不说，2兄弟都有出息。老大程前来自个儿在县城里找了份活计，后来经济开放，他在学校旁边开了个小餐馆，生意红红火火，累是累了点，可1年下来能挣不少钱。老二程兆根自己没什么出息，可是大儿子也就是程毅他哥程明生，虽然一条腿小时候高烧落了个病根，走路有点瘸，但是念书聪明，成绩好，一路上了中专。毕业后就分配进了县城初中教书，教书2年后又被调去高中，可谓风光无限。至于老三程淑梅就比较可怜了。老爷子程宝旺重男轻女，程淑梅小时候才上了1年级，就被拉回来做农活了。从小下田扛稻，割草喂猪，家里头不管男人的活还是女人的活他都干了。后来程宝旺也有些愧疚，托人说了一门好亲事，男人叫做叶有龙，是村子里的队长，早些年分田盗户，他出了不少力气。只可惜家里穷，不过模样长得帅气高大，程淑梅半推半就也答应了。结婚之后，程淑梅跟着叶有龙在大河口那边住过一段时候，后来日子实在是太苦了，他又带着叶有龙回来了。恰巧程宝旺2个儿子都去了县城里，没人愿意带着他，家里头空了下来，程淑梅夫妻俩住进来，顺理成章的就带着程宝旺过日子了。他也不是白带的，问自家2个哥哥每个人要15元的赡养费，否则的话按照农村里的老规矩，这老爹就该他们带着一起去县城才是。程前来和程兆根没法子，只能应了下来，每人每月拿出15元钱，加在一起就是30块。乖乖，这农村里10块钱都能吃上1俩月。程淑梅倒是半点不心虚，她甚至对程宝旺以至于自个儿的2个哥哥都恨极了。要不是当年自个儿没念着书，她用得着天天在这里剁猪草，他们可都享福去了，留自个儿在这里受苦。她越想越生气，手下用了力气，嘴里头嘀咕着，满脑子都是自己命苦。爸爸，肉肉好好吃，晴晴喜欢吃排骨。孩子脆生生的声音冷不丁的隔着一堵围墙传来，叫程淑梅一愣。啥？排骨？谁吃排骨？怪不得他总是嗅到香味儿往鼻子里钻。程淑梅狐疑的停了下来，又仔仔细细的听了听，才发现这声音是隔壁程一家院子里传出来的。程淑梅惊得眼睛瞪得溜圆。啥？他这侄子家在吃排骨？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程毅按理来说是程淑梅的侄子，但是2家关系并不好，可以说是差到极点。程兆根和叶有龙当初因为分田盗户的事情闹过矛盾，还挺大，双方汉子都拎着锄头上门，差点没打起来。因为住得近，摩擦尤其多。后来好不容易劝下来了，没想到程毅17岁那年又拎着棍子把程淑梅的儿子叶威的腿给打折了。即便后来程兆根赔钱道歉，又带着去医院治好了，可是这腿还是落下了病根子。第9章，一把抱住了他。一到下雨天，叶威就在床上打着滚儿喊疼，程淑梅简直是看一次心疼一次。后来程毅欠下高利贷，林清然和一双儿女饿得眼前发黑时，程淑梅都从来没有上门问过一声。要他说这是恶人有恶报，他巴不得呢。昨儿个下暴雨，其老大逼债上门，他可是将耳朵贴在墙壁上仔仔细细听了半宿的，心里头那叫一个舒坦。他甚至想着好歹叫其老大打断程毅的一条腿，叫他也好好尝尝自个儿儿子受的那些苦。可是没想到
打断腿他没见着，这会儿怎么还听着隔壁传来吃肉的声音了？程淑梅剁猪草都没了心思，她盯着木盆看了半晌，又仔仔细细地将耳朵凑过去听了听，甚至可劲儿地嗅了嗅，简直一肚子烦躁。想来想去，最后干脆不去管了。程淑梅觉得自己指定是瞎操心了。这小子听说欠了一屁股债，早上洗衣服的时候还听赵春花说了，足足欠了600块呢。那赵春华和齐老大又是远亲，肯定错不了。600块，看他要怎么还。即便快活这几天，到时候还不是得断胳膊断腿。哼！程淑梅想着，心里头再次舒坦起来，剁着猪草都来了劲儿。等这猪到年尾卖了，他攒点钱给儿子叶威送去，说什么都不能叫他比别人过得差。这边1小时后，晴晴朗朗吃得肚子圆圆，心满意足的下了桌。哥，晴晴打了个饱嗝，顿时被这声音羞红了脸蛋。他不好意思的捂住脸，偷偷张开手指缝，朝着程毅和林清然看去。呜，不要爸爸笑，不要妈妈笑。程毅赶紧伸手捂住嘴憋笑。好好好，爸爸不笑不笑。林清然将碗筷收拾好，剩下的菜仔仔细细的放在了碗橱里，又用盘子倒扣着，怕老鼠偷吃，这才走过来擦了擦手，对着2人道：吃饱了去睡一会儿，等下妈妈喊你们。好。晴晴朗朗齐声应了，笑得眉眼弯弯，开开心心的和程毅打了声招呼，这才赶紧去房间睡觉了。吃饱了睡一觉，能节省体力，也能长高。林清然见程毅要过来帮忙洗碗，他抿了抿唇，抬头看了他一眼。你休息一会儿吧。林清然道：我来洗碗就好。程毅点点头，也没计较。他累了一路，这会儿已经3点半了，抓紧时间睡一会儿，4点钟出发去县城。他这次去不用背东西，轻便不少，来得及。那我在堂前睡一会儿，辛苦你了。程毅说完，走到堂前，随便找了张椅子，趴着就睡了。初春有些冷，林清然洗完碗，一抬头就看见他将身子缩了缩，眉头也微微皱着。他顿了顿，到底是从房间里拿了一床被单出来，轻轻地盖在了他的身上。空气中静悄悄的，院子是明媚春光。房间里晴晴朗朗浅浅安静的呼吸声传来，和程毅粗重的呼吸声形成鲜明对比，却又奇异的和谐。他盯着程毅，眉头蹙着，神情有些恍惚。可此刻程毅却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进入了一个两世交织的梦。暴雨滂沱，漆黑如墨，他眼睁睁地看着林清然倔强地拉着2个孩子走进了暴雨夜。不要去！程毅双目赤红，焦急大喊，可是喉咙却发不出任何一丝声音。画面陡然一转，雨停了，天气却还是阴沉沉的。淋过雨的山风一吹，拂过脸，冷得如同刀割。程毅站在泥泞的山洪边，面前是泥石流混杂着倒塌的树木，胡乱散了一地，碎石嶙峋，杂乱不堪。而在不远处，林清然带着晴晴朗朗安安静静地躺在地上，尸体被雨水泡得发白，浑身被折断的树枝刮烂得不成样子。他一只手死死抓着朗朗，另一只手还呈现拥抱的姿势，将晴晴紧紧护在怀里。这一刹那，程毅只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巨大的真空地带，一切声音都听不清了。极大的恐慌袭来，他身子颤抖，耳朵里如同大鼓狂雷，叫他心脏疼痛欲裂。不要，不要啊！他嘶吼着，浑身一抖，猛地竖起了身子。林清然被他吓了一跳，四目相对，他稳了稳眼底的慌乱，这才开口问道：怎么了？你是不是……程毅却没能缓过神，他眼眶赤红的可怕，满脑子都是他躺在地上的那一幕。这会儿见到林清然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他顾不得许多，紧咬嘴唇，不发一言，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而后猛地用力。程毅！他吓了一跳，小小惊呼一声，下一刻就被他拽着拥进了怀里。好烫！程毅的怀里好烫，他紧紧搂着自己，仿佛用了极大的力气，揉得他骨头生疼。再就好！他喉咙发紧，声音颤抖，一遍遍的呢喃：你再就好。林清然愣住了，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多久没有和程毅这样拥抱过了。俩人是父母包办婚姻结婚的，甚至说的不好听一些，他是被卖给程毅做媳妇儿的。直到结婚当天，他才算是看清楚了程毅的模样，少年义气，清秀帅气，也曾待他温柔美好过。可惜日子太短暂，才不过短短半年，他就迷上了当明星，千方百计送礼，想要进话剧团当演员，自己的钱送完了就拿他的，再到后来就是借钱，亲戚借了就借高利贷，日子过得一塌糊涂。林清然曾经炙热的心一点点变冷，他也曾满怀憧憬，想要一点点操持，将这个家越过越好。可惜到最后，他连孩子一件过年的新衣裳都买不起。和程毅之间，别说是拥抱了，就连好好说上几句话，那都是几年前的事了。如今被他拥着，这滚烫的胸膛，这摩挲在自己颈项上微微粗糙的胡茬，都叫他刹那间绷紧了身子。良久，
程毅终于缓过神来，他放开了他，定定地瞧了他一会儿，才柔声道：“吓着你了吧？”林清然低下头，视线有些慌乱，唇角抿成直线。没有。过堂风穿过，浮动起他的碎发，长而卷翘的睫毛，黑白分明的眸子，还有一头黑发。程毅看了一眼天色，起身道：“我也该走了，晚上的场子得10点钟才歇，那会儿应该没车子回来了，我走路回来会有点晚，你带孩子先睡，别担心我。”林清然一愣，小声嘟囔：“谁会担心你？这些年他多久没回家睡过了？他该提醒自己，给他留个门才是。”程毅笑了笑，没多说，起身将外套随意披在身上，而后就着冰冷的井水冲了个头，随意擦了2下就出门了。身后林清然看着他的背影，一时之间心乱如麻。晚上6点，金凤凰歌厅开门了。今天是周五，职工们下了班，忙碌了1礼拜，总算是能抽出时间来歌舞厅听听歌，跳跳舞。杨寿先站在门口，招呼着手下的人写宣传标语。这年头没有什么电子打印，全都靠手写。一个中年男人拿着红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字：“今日有粤语歌，可点歌，10元1首，发音绝对纯正。另有新到炒货、瓜子、花生、啤酒、话梅。”人群陆陆续续买门票进歌厅，一抬头瞧见黑白上的字儿，免不了多看几眼。这一看，嘿，叫他们给惊住了。粤语歌？真的假的？真有会唱粤语歌的同志啊？地道不地道啊？要是蹩脚发音，我可不乐意听，还不如去听录音机呢。就是，粤语太他娘的难了。前段日子张国荣出了新歌，我学了大半个月都没学明白。我最喜欢听粤语歌了，哪儿来的歌手啊？我咋不知道？人群一下子哄闹了起来。杨寿先笑眯眯，抽着华子，卖了个关子：“是个年轻人，新来的，粤语正不正宗？你们听一听不就知道了？要是不好听，你们再砸场子也不迟啊。”哟，砸场子这话都说出来了，这评价绝对不算低。众人一脸期待，一些原本观望着要不要买票进场的，这会儿也全都乖乖掏钱进去了。而此刻，后台的程毅正在试话筒，听了几遍伴奏。这年头很多都是黑胶唱片放伴奏的，一首歌一个碟子，点了歌的将黑胶碟子放上去，伴奏一响，歌手就拿着有线话筒唱歌就行了，不像是后世还有现场伴奏电音之类的。这种老式舞厅最是简单便捷，却也最考验声音。上辈子程毅大场面见多了，这会儿到舞厅里唱歌半点紧张都没有，试音、调整节奏，还有熟悉场地和工作人员打招呼等等，一套流程下来，几个一起干活的都对这年轻人另眼相看了不少。这气场，这熟练程度，要说他是第一次上台唱歌，还真没人信。6点半的时候准时开场，伴随着红色丝绒幕布拉开，程毅穿着一件皮夹克、牛仔裤、牛皮鞋，手里抓着话筒，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哟，小伙子挺帅，瞧着才20出头吧？会不会唱啊？不错，瞧着没怯场。今天听听新嗓子也不错。第10章，到手70块。林清然的关心。人群三三两两坐在卡座里，喝茶、喝啤酒、嗑瓜子儿，见着新人出来，十分配合的鼓了掌。程毅的头上是个旋转的彩灯，老式的旋转舞台灯，球形的，12个面，用各种5颜6色的透光玻璃做灯罩子，一转起来，整个舞厅都是5颜6色的光。而舞厅顶上则是拉了各种各样的彩带，那种亮片式的叠在一起，一拉开就成了一个蓬松形状的彩带，紫红色最常见。灯光一晃过，彩带反射着光，趁着整个舞厅里简直是耀眼夺目。程毅往后退了一步，微微眯着眼，倒不是别的，只是这灯晃着眼睛实在是刺眼。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咱们金凤凰，唱得不好，各位大哥大姐请多包涵。程毅笑了笑，眼神慢慢缩寻了一圈，道：“那今儿个第一场就唱一首咱们甜歌天后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送给大家。”说完后，程毅扭头对着放唱片的工作人员点头示意了一下。片刻后，熟悉的伴奏响起，程毅微微闭了眼。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慢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这是邓丽君在83年发行的歌曲。她人美声甜，圆润漂亮的脸蛋，甜美婉转的嗓音，将这首歌唱成经典。程毅的嗓音偏沙哑，气息沉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和沉淀感。重生回来，这副嗓子比上辈子40多岁的时候音色要亮上不少，唱歌也夺人耳朵。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气息、唱法，以至于程毅微微闭起来的眼睛，甚至于一个细小的肢体语言动作，都让他们彻底沉入了这首歌里。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和在耳边响起的，那是完全不同的2个概念。一首歌唱完，下方掌声雷动，
杨寿仙一颗心也终于落回了胸腔里，他哈哈大笑，点了根华子，长舒一口气。妈的，瞧着今后谁还能从他金凤凰抢走生意？3个半小时并不是连续不断的唱，不然的话嗓子都要废了。程毅基本上唱3首，然后歇息15分钟，喝点热水，含一含润嗓子喉片，之后就是唱客人点的歌。等成为台柱子后，一首歌是可以抽1块钱分成的，一晚上10几首歌下来，也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数目了。唱歌一直到10点钟，就算是到了下班的时间。杨寿先笑得红光满面，点着烟朝着程毅迎了过来。来来来，程毅干得不错。他递了一支烟过来，程毅赶紧伸手接了。那这是70块。杨寿先也不含糊，递了7张大团结过来，10块钱算是你的奖金，今儿个唱得不错。客人反应很好，明天记得准时过来。程毅道了谢，接过钱，又和工作人员打了招呼，这才走出了舞厅。见着门卫，他将2支华子递给了他。哥，供销社关门了，暂时买不着烟，这2支先抽着，明天再还上。门卫受宠若惊，乖乖，这可是老板才抽得起的华子。他赶紧接了过来，对待程毅的态度也顿时天差地别了起来。哎呀，你这太客气了。门卫大哥咧嘴笑着，接过烟，又道：你不是在县城住的吧？回去小心些，路上不太平，要是真遇着事儿，就说是杨老板罩着。程毅点点头，和他告了别，抬腿朝着家里头走去。月光明明，澄澈透亮，趁着他的影子在路上被拉得老长。回程家村的30多里路，道路两边都是及腰高的灌木，风一吹，刷刷作响，胆子小的压根不敢走。而且80、90年代来，元安县就一直不太平，黑恶势力抱团，抢劫那些路过的商人，不知道死了多少冤魂被扔在长江里。而在这里，普通人想要挣大钱，没有点本事手段，压根不可能。别的不说，就单单金凤凰歌舞厅的老板杨寿仙，黑白两道就都有拿得出手的关系。不然的话，一天弄点小事儿，这个来检查，那个来看看，这歌舞厅压根就开不下去。程毅将钱仔仔细细地藏在鞋底，又揣了一把刀子在腰间，借着阴阴冷冷的月光，一路小跑回去。30里路，他因为跑得又快又急，居然60多分钟就跑回了家。初春料峭，冷风一吹，后背猛地一冷，他才察觉到自己出了一身的汗。院子门虚掩着，他轻轻一推，门就开了。转身将门拴落了锁，程毅这才松口气。他走到厨房，装了一碗水喝，缓了一会儿，又觉得浑身上下冒汗，黏腻腻的不舒服，干脆脱了衣服，走到院子里拎井水冲个凉。初春寒冷，可程毅却浑然不觉。一整天忙碌下来，浑身疲惫困累，可他胸腔里这颗心却越发滚烫真实起来。他回到了90年的程家村，回到了他人生转折点的这一日。而这一次，他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路。冷水浇下，程毅的思绪也越发清晰。上辈子他拿到了终身成就奖，大大小小的影帝也都拿了个遍。曾经的懵懂和天真，在肮脏污浊的娱乐圈里走一遭，也早就清洗干净了。梦想光鲜亮丽，不过都是表面罢了。那个物欲横流的地方，只有资本才是睥睨一切的王者。即便他上辈子成了高高在上的影帝，可在面对资本的时候，仍旧不过是一条任人玩弄的宠物罢了。重生一世，他站在90年这商业沉浮的风口浪尖。再过2年，邓公南下，彻底拉开了经济浪潮的序幕。多少时代精英抓住风口，商海搏击，成就一代枭雄。明年娃哈哈成立，万科挂牌上市，后年房地产开始崛起，多少大佬在这时候挣到了第一桶金。程毅知道贪多嚼不烂的道理，可是在这个遍地是空白和商机的年代，只要他能够抓住那么1、2个商机，融资到第一笔可观的资金后，他就能投进自己熟悉的娱乐领域。他不要再成为被资本控制的玩物，他程毅要成为资本。此刻房间里，林清然翻了个身，睁开了眼。窗外月光盈盈，透着窗户洒落，他轻手轻脚的给晴晴朗朗拉了被子盖上。2只小家伙横七竖八的睡着，朗朗的脚丫子踩着晴晴的小肚子，而后者正趴着睡得正酣，小脸蛋都被挤成一滩小肉饼，可爱极了。应该是今天睡觉前吃饱了，这一晚上2人睡得格外的香。林清然看了一眼窗外，忽然听见了细密的响声，像是有人在走动，还有水声哗啦。这是程毅回来了。实际上他一晚上都辗转难眠，脑海里没由来就会跳出来程毅的脸，他的温柔，他唱的歌，还有他抱着孩子时候露出幸福且满足的笑脸。这一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他在做戏？林清然脑袋里乱糟糟的，他拧了拧眉头，翻了个身，到底是睡不着，披着衣服朝着门外走去。推开门，老旧的木门发出一声吱呀的声音，在这个静谧的夜里，
显得格外刺耳。正拿着一瓢水往身上冲的程毅下意识地看了过来，四目相对，两人齐齐一愣。此时此刻，程毅全身上下衣服都脱了，只剩一条裤衩。年轻男人的身体有着薄薄的一层肌肉线条，身体矫健，像是一只矫健的猎豹。可偏偏他生了一双温柔眼，朝着林清然看过来的时候，月光落在他的眼里都多了几分温柔。清然，他笑着道：“你怎么起来了？是不是声音太大，吵醒你了？”林清然顿住了，眼前的程毅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似的。即便当年两人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用这么温柔的语气对他说过话。他固执又大男子主义，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表现自己的占有欲。别说做饭了，甚至连袜子掉下地他都不会弯腰捡起来。可现在他居然在初春这么寒冷的日子，不喊自己给他起来烧水擦澡，而是自己在院子里冲凉。林清然抿了抿唇，伸手将衣服拢了拢，快步朝着厨房走去。我帮你烧热水，天冷冲凉会感冒。他说这话的时候避开了程毅的视线，后者缓了一下，才算是回过了神。林清然这是主动关心自己了。程毅心里一喜，胡乱用毛巾在自己的身上擦了擦，也跟着小跑到厨房。不用烧热水了。他赶紧伸手拦住了林清然，我已经洗好了，一路跑回来热得很，冲个凉好睡觉。程毅边说着边指了指自己，你看看，结实得很，一点都不冷。他说的是实话，冷也就是头两桶水冲下去熬过去就好了。林清然见他咧嘴笑得开心，正准备喊他赶紧穿衣服，一低头却又看见他掌心上密密麻麻的红痕，那是早上摘笋的时候被草割伤的。洗好了就赶紧换衣服。林清然小声道，顿了顿，又别扭似的开了口，等下到我房间来一下，轻一点，别把孩子吵醒了。程毅，第11章。清然有点疼。他当然不会以为这邀请有着别的什么意思。实际上，自从林清然怀孕之后，程毅又迷上了出人头地这事儿，两人就再也没发生过关系了。林清然瞧着虽然性子温婉，但是实际上倔强极了。有一次程毅喝醉了回来，强着他要，结果将孩子弄哭了。林清然咬着牙，红着眼，拿着剪刀差点刺伤了他。从那之后，两人关系继续恶化，程毅也懒得自讨没趣，干脆卷着铺盖去了另外一间房睡觉。这会儿林清然虽然主动关心自己了，可是说到底才一天的时间，他怎么可能对自己态度发生立即转变？程毅倒也没多想，点头应了下来。他回到自己房间，从老式的柳木箱子里拿出了一件海蓝色的线衫穿上，配上一条黑色的直筒裤，最后拖着布鞋去了林清然的房间。嘟嘟，他十分有礼貌地敲了敲门。清然，我可以进来吗？屋子内，林清然点了蜡烛，抬头应了一声，程毅推门进来，他一眼就看见了床上睡得横七竖八的两只小家伙，胸膛起伏，呼吸声又沉又稳。不知是梦见了什么，轻轻翻了个身，咂咂嘴，烛光一闪，程毅就看见他白净可爱的小脸蛋上挂了长长的一道口水印子。肉丸子，啊呜，肉丸子，吧嗒吧嗒。他咂巴着嘴，在梦里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程毅顿时没忍住，扬起了唇角。这妮子，做梦都惦记着吃的。过来，坐在这里。林清然开口道。程毅走过来，老老实实地坐在了竹椅上。他凑近了一看，才算是看清楚林清然面前放着的东西。红蓝药水，一个小瓶子，外面放着一根棉花棒。他一顿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过这种药了。你的手早上被草割了，晚上又泡了水，擦一点药才行。林清然轻声道。他低着头，拧开盖子，拿着棉签进去沾了沾。见程毅没动作，他下意识地抬头，却一眼对上了程毅的眼。橙黄色的烛光跳跃，他的眼睛深不见底。清然，你在担心我吗？程毅抿唇，柔声笑道，我真高兴。林清然像是被戳穿了心思，脸蛋一点点浮现出了红晕。他飞快地侧开眸子，拿起棉签在药水里搅了搅，小声辩解道，谁关心你了？只不过你今天当了一个好爸爸而已。他说着又顿了顿，扭头看向睡得安稳的晴晴朗朗。下一刻鼓起勇气般认认真真地抬头看着程毅。程毅，我不管你到底要做什么，真的改变了也好，还是做做样子也罢，我只希望你不要伤害孩子。他说着喉咙发紧，声音已经隐约哽咽了。实在是被骗太多次了，龙凤胎难产，他费了半条命才生下来，可惜奶水不够，他拿出自己偷偷存的20元钱，让程毅去帮着买几只鸡回来炖着吃下奶。可他转头就拿去买了一条牛仔裤，说是穿的体面些，话剧团那边的人都这么穿。晴晴朗朗7个月的时候一起发烧，上吐下泻，他哭着求村医给孩子们看病，开了药，又回娘家借了10元钱，准备给孩子们买吃的补补。
可惜被程毅发现，他连哄带骗偷走了那10元钱，给自己买了一副蛤蟆镜。他说和他一起玩的人都有了，他没有不合群，太多了。他曾经也是有着一颗滚烫鲜活的心，不过都被眼前这个男人亲手拿着刀子捅了，搅得鲜血淋漓。一天的改变能证明什么？林清然的眼泪倏地就滚落了下来，落在了程毅的腿上，隔着裤子渗透进去，烫得他心头一震。清然，程毅有些手忙脚乱，他抿着唇，伸出手想要擦去他滚落的眼泪，可是这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珍珠，啪嗒啪嗒往下掉。女人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当程毅凶他骂他的时候，他没有哭，可如今他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在他用温柔的不敢置信的眼神看着自己的时候，那些曾经被他咬牙和着血泪咽下去的痛苦全都翻涌上来了，怎么压都压不住。程毅手足无措的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拍着，道：你别哭呀，清然，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是想要补偿你和孩子。我曾经是混蛋，做了很多让你伤心的事儿，也对不起清清朗朗。你打我、骂我、厌恶我都没有关系，我只是想用行动证明自己，我是真的走正道了。程毅说的又快又急，一双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抓住了林清然的肩膀。林清然终于抬了头，他眼睛红红的，鼻尖也是，白皙细腻的脸蛋上泛着一片潮红，2颗晶莹的泪珠滚在他的鼻尖，瞧着可怜又可爱。程毅的心也跟着颤了一下，见他打量自己，恨不得掏心证明，把手伸出来。良久，他终于松了口。程毅赶紧乖乖伸手，只见原本红彤彤的伤口被水一泡发了白，皮也跟着卷了起来，看着更加吓人，一点都不疼。似乎是怕林清然担心，程毅咧嘴一笑，甚至还握着拳头捏了2下。你看，男人嘛，皮糙肉厚的，明天就好了。林清然气得拍了他一下，就不能老实一点？他刚刚哭过，声音又嗔又娇俏，连他自己都惊了一下。程毅一愣，眼睛蓦地一亮，烛光映在他的眼里，雀跃着染上了一丝莫名的意味。林清然察觉到他看着自己的视线忽然有些炙热，心里也跟着轻轻颤了颤。程毅老老实实伸了手，下一刻蘸着药水的棉签带着一点夜里的凉意，擦拭着自己的伤口。说不疼，那当然是假的，尤其是自己辛苦了一天，白天忙碌的时候还能忘了，这到了晚上沉寂下来，面前带着药水在上面一擦，程毅就察觉到疼了。能忍，可他不想忍，尤其是在林清然的面前，适当的示弱会得到更好的效果。程毅眸光悠悠盯着他，小声道：清然，有点疼。林清然一愣，他明明已经很轻了呀。我再轻点。他道，说完后拿起棉签又放缓了动作，擦了一层药水。此时此刻，从程毅的角度看去，他正低着头，碎发浮动，狭长的睫毛在烛光中落下一片跳跃的阴影。他鼓起腮帮子吹了吹，抬头看他，还疼吗？程毅的心柔软成了一片。不疼了。他笑着道，有媳妇儿吹吹就不疼了。林清然，他神色慌乱，侧开头，赶紧收拾东西，耳边泛起一片潮红。翌日清早，程毅起了个大早。昨晚上一夜好睡，虽然梦里还是两世交织，但是更多的是林清然看着自己时候温柔的神情。有媳妇儿就是好啊。上辈子自己愧疚而浑噩的活着，直到快50了都没有结婚，一闭眼就是一大两小3具尸体，叫他如凌迟般痛苦。可重生回来，他们再次鲜活地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笑的、生气的、可爱的，即便是林清然那么心灰意冷、一脸防备地盯着自己，也叫他如饮蜜糖。程毅推开门，瞧见家对面的山头上云雾缭绕，夹杂着些许冷意的风拂面而来，叫他神清气爽。先将锅点上。虽说不太熟练，但是看着林清然的动作，琢磨一会儿，程毅也就会了。熬粥，洗了3个鸡蛋，隔水蒸着，又掏出一把酸菜，洗干净，榨干水分，切碎了放在一旁。昨天的猪肉没吃完，还剩下一点带肥膘的。程毅将肥膘切片，熬大油，加入干辣椒和蒜爆香，之后倒入酸菜，一瞬间喷香满院，这酸香味闻着令人食欲大开。猪油炒酸菜就白米粥最好不过。菜炒好，程毅倒扣了个盘子，放在熬粥的锅灶边，热火滚烫烫，连带着锅灶都是热乎的，保温饭菜刚好。他见柴不多了，干脆撸起袖子走到墙角边，拿起斧子劈柴。劈柴也是个技术活，找一根木柴垫在底下，将木头放上去，第一下不能用大力，得使小劲儿，找了准头劈下去之后才敢放狠劲儿，否则一斧子下去，准头没找好，落在地上，斧子折了刃，免不了一顿骂。要是落在脚背上，那后果就严重了。程毅劈柴很有节奏性，基本上顺溜没有结巴的，2斧子搞定，遇见结巴歪歪扭扭长的，3斧子也就完事儿。毕竟年轻，
累了一点，睡一晚上起来有的是力气。小院子里终于有了烟火气儿。而此刻，隔壁程淑梅也刚刚做完早饭，男人叶有龙正蹲在刷牙，瞥了一眼灶堂，眉头又是一皱。又吃红薯，这一天天的，能不能吃点好的？他有些没好气瞪了程淑梅一眼，骂道：“你是不是又给叶薇送钱了？他多大了？自个儿有手有脚，又在县城肉联厂里上班，天天吃肉。你瞧瞧他老子过的什么日子？天天红薯稀饭，你是不是非得饿死我？”第12章，爸爸带你们去抓鱼。程淑梅瞪了他一眼：“你还和儿子争呢？”程淑梅嘀咕，飞快从锅里装了一碗红薯稀饭出来。一大碗红薯，飘着几颗米，着实寒碜。还不都是你没本事？嫁给你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捞不着一口清闲饭吃，还得我自己倒贴。咱薇子怎么去肉联厂的？你心里头没点数？那是我攒了老大一笔钱送进去的。薇子多可怜，咱不为她多打算，她以后咋办？媳妇儿咋娶？说起独生子叶薇，程淑梅眼眶就红了。昨天送钱去县城，叶薇又哭着说她腿疼，要钱买补品，补一补身子才好。这几年来，2个哥哥给她赡养她爹程宝旺的费用，基本上全都贴在了她儿子的身上。内疚、后悔，程淑梅从不觉得她2个哥哥过得这么好，要不是自个儿小时候念不着书帮着做家务活，他们哪有这么清闲？至于她爹程宝旺，就更甭说了，那都是报应，欠她的。一瞧程淑梅这撒泼的架势，叶有龙顿时不吭声了，心里头骂到败家婆娘，起身去将碗端进去给程宝旺了。这边程淑梅继续装粥，忽然就听见隔壁传来一声接着一声十分有节奏的声响。哎，咋回事儿？自个儿幻听不成？程淑梅顿了顿，仔仔细细的听了听，发现这声音是从隔壁院子里传出来的。她头皮一炸，赶忙走到墙角跟，贴着耳朵仔仔细细的听。这是劈柴的声音，期间夹杂着几声男人低沉的号子声。这声音，程淑梅脑瓜子嗡嗡一炸，这不是程毅的声音，还能是谁的？他居然在劈柴！天，这简直比太阳打西边出来还叫人惊讶！哎呀，有龙，有龙，你快出来！程淑梅赶紧扭头朝着叶有龙喊道，见对方速度慢了些，她甚至气得恨不得揪着他过来。叶有龙，干啥呢？咋呼呼的？瞧你这样！叶有龙眉头拧成疙瘩，沿着碗边喝了一口粥，慢吞吞走过来。啥事儿？捡着宝贝了？程淑梅瞪了他一眼。你听听这事儿，还捡着宝贝？捡着宝贝我早就藏起来了。叶有龙没当真，凑着墙角跟听了一会儿，算是听明白了。这是隔壁老2家劈柴呢。咋了？劈个柴这么咋呼？叶有龙端着碗就要走，程淑梅气得一拍腿，拽着他的衣摆，压低声音骂道：“是程毅，程毅那臭小子，他居然在劈柴！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居然不去县城里浪荡，在家里劈柴，鬼上身了！”叶有龙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惊讶瞪大眼。也是，这些年隔壁院子里发生的事儿，村子里多多少少都知道。程毅这小子天天想些不着调的事儿，家里头媳妇孩子都快饿死了也不管。村支书上门好几次，连骂带哄，后来又找自己这个姑父做工作，说去劝，结果半点用没有。叶有龙也对当年他打断自个儿子的腿这是耿耿于怀，当下索性不管了。没想到他居然还劈起柴来了，怎么回事？程淑梅没由来想起昨天嗅着的肉香味儿，一颗心心痒难耐。瞧着程毅居然开始认真过日子了，他的心简直比死了还难受。这小子昨天还偷了赵老四家的笋，不少人都瞧见了，赵老四还追到村子里去了。叶有龙嘀咕了2声，程淑梅气得骂道：“有钱吃肉还偷笋，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吃肉？叶有龙狐疑看着他，真的假的？不是说他还欠了600块高利贷吗？哪儿来的钱？我哪知道？程淑梅没好气骂道，心里头却琢磨起来，要咋样把这事儿告诉赵老四才好。8点，太阳升起，晴晴朗朗也终于起床了。一起床，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找爸爸。爸爸！晴晴揉了揉眼睛，朝着程毅跑过来，迷迷糊糊一跑3晃，程毅赶紧放下碗，伸手去接。抱抱！小家伙撒娇，程毅弯腰抱他起来，伸手将他眼屎清理干净。朗朗则也跟了过来，2只小胳膊附在身后，别扭的在程毅的面前晃来晃去，愣是不吭声。程毅忍住笑，心里头明白，当下赶紧伸手去拉朗朗的胳膊。朗朗过来，爸爸想抱你一下，好不好？朗朗瞥了一眼，嘟着小嘴走过来，不情不愿的张开手。那好吧，就一下哦。程毅哈哈笑了一声，也将他抱了起来。灶堂的火已经退去了，还有余温，锅盖被揭开，
里面熬得浓稠的白米粥喷喷香，3个圆滚滚的鸡蛋正滚来滚去，叫2只小家伙眼睛一亮。鸡蛋粥是白粥。实际上90年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好过了起来，程家村一些会做生意有钱的已经起了砖瓦房。可是程毅家里头是真的苦，2只小家伙生下来后就没怎么吃过精细粮。瞧见2人一脸高兴的模样，程毅没由来的有些心酸。他将2只小家伙放下来，给他们装了一大碗白粥，一人包了1个鸡蛋放进去，放在八仙桌上。没等程毅招呼，2人就哼哧哼哧坐上去了。一旁林清然还在上锁扣和拉链。这是赵大娘派的活计，一条裤子能挣2分钱，这几年一家子的生计全都指望他了。媳妇儿，过来吃早饭。程毅笑着招呼。林清然抬头看了一眼，摇头，等会儿我先把裤子上好，还剩2条，上好给赵大娘送去，好算工钱。他眉头皱着，心事重重。程毅看出来了，他走过去，蹲下身子，定定瞧着他，是在担心那600块吗？林清然动作一顿，实际上这600块从昨天早上开始，就如同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太多太多了，多到令他绝望。虽说现在程毅开始挣钱了，但是要在3天内还上600块，简直是异想天开。林清然心里绝望，却已经下定了决心。如今日子好不容易好过起来，就像是浓浓黑夜中有了一丝曙光。他想，如果实在没法子，他还是回家试一试。即便遭受再多白眼和讥讽，但是能借一点都是好的。为了2个孩子，为了这个家，他什么尊严都可以放下。不要担心。程毅笑着在他的膝盖上拍了拍。他低头看了一眼他的指腹，食指和大拇指上有了厚厚的一层老茧，那是常年握针留下来的痕迹，也是他为这个家付出的证明。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剩下的交给我就好。这600块，明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带回来，你信我一次，好不好？林清然哑然。他抬头看着程毅，四目相对，他看清楚了他眼睛里的认真。心里挣扎纠结再三，片刻后林清然犹豫着点了点头，第一次选择了尝试着相信。或许就当给他，也是给自己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吃完早饭，程毅陪着晴晴朗朗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他侧头看了一眼竹篮子，笑着道：爸爸带你们去捉鱼，去不去？捉鱼？2只小家伙到底还小，长这么大玩耍的地方做多的就是在小院子里，不是没有羡慕过别的小孩，穿着开裆裤，光着屁股蛋子，跟着家里头的大人跑跳着从门前经过，去田里扔泥巴玩，又去河里捉小螃蟹。如今听见程毅的话，2人高兴得不得了，就连一向不表露情绪的朗朗也都眨了眨眼，一脸兴奋地看着程毅。捉鱼吗？朗朗可以去吗？小家伙撸起袖子跑到屋檐底下，找到自己的塑料小罐，兴奋地挥了挥。抓鱼，装进去，养大了就能吃了。说动就动。程毅笑着拍了拍手，起了身，顺手将竹篮子拎了起来。3人刚刚准备出发，就看见林清然急急忙忙拎了布袋子跑过来。我也一起去。他道，刚好把做好的裤子给赵大娘，去河里经过他家，顺路。林清然说这话的时候，目光闪躲，不敢对视程毅的正眼。程毅一愣，顿时就想明白了。这妮子感情是怕自己把孩子偷偷带着去卖了呢。林清然也的确是这个想法。他现在虽然愿意尝试着去相信程毅，但是心里头说到底还是不放心。程毅也不戳穿他，只是笑着道，行，咱们把门锁好就成。一家4口出门，迎面就撞上打猪草回来的程淑梅。瞧见程毅牵着2孩子，一时之间惊得下巴都要掉了。乖乖，这猜归猜，可是亲眼见着又是不一样。程淑梅现在算是确定了，这小子难道还真的变好了？居然赚了些。他心里头难受的要命，却还是强忍着挤了个笑脸出来，放下猪草和几人打招呼。程毅啊，这是去干啥？程淑梅道，我听人说你不是欠了齐老大钱吗？怎么不想着法子还钱，还带着孩子出去玩啊？都多大的人了，心里头也有点数，这眼见着就要到明天了，你想到什么法子没有啊？程淑梅假惺惺的关心。程毅抿唇一笑。第13章发家致富第1步。他慢条斯理的冲程淑梅笑了笑，道，姑，法子我当然想到了，你要不要听听？程淑梅眼睛一亮，啥法子？他这会儿笃定了程毅指不定是找到了什么挣钱的法子，正想听听看呢。想着他这2天不知道哪儿来的钱买了肉，程淑梅心里头就燥得直痒痒。这下探过身子，眼睛放光，一脸兴奋又好奇地盯着程毅。紧接着就听见程毅叹口气，双手一摊，道，我呀，以前不懂事，浪荡混日子，不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我现在懂事儿了，也知道长辈们都替我操心，你们可都是实打实的关心我，我心里头明白着呢。程毅说着，语气顿了顿，
紧接着一脸期待的看着程淑梅：“小姑，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我正准备去城里找我爹、我哥还有我大伯借钱呢。咱们住的最近，你又最关心我，不然你先借我点儿，等我挣到钱了，肯定第一个还你。”他说着，信誓旦旦举起3根手指，一脸真诚：“我发誓。”程淑梅，他一刹那脸色黑如锅底，难怪了，这小子感情昨天跑县城里去，是去借钱了。他就说，程毅能浪子回头，母猪都能上树，借来的钱还用来挥霍，简直是没了救。自己巴不得他也断一次腿，尝尝自己儿子遭受的苦，怎么可能还借钱给他？程淑梅心里头几个念头转过，当即打着哈哈，扭开头，装模作样的朝着自家院子应了一声：“来了来了。”我说：“爹，你咋又口渴了？我这就来。”程淑梅说着，赶紧担着扁担和簸箕进了门，紧接着猛地一关门，连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程毅。程毅却习以为常，转头冲着2个躲在他身后的孩子笑了笑，柔声道：“走吧。”几人这才继续朝着大河边走去。路上，不少人见着程毅牵着孩子，都是一副活见鬼的模样，嘀嘀咕咕的凑在一起，像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八卦似的。程毅压根不在乎，他牵着晴晴朗朗的手，等着林清然结完工钱之后，带着3人穿过绿油油的田埂，直奔河边。说是河，实际上是长江的支流，用当地话叫做夹江，不宽，深浅才到腰的位置，都是活水，鱼很多，肉很鲜美好吃。岸边有大片大的芦苇荡，芦苇花一飘，水里头就养活了一种长江里极其鲜美的鱼——刀鱼。刀鱼在程家村被叫做芦花鱼。后世里，野生刀鱼能够被卖到2、3千一斤，可是在如今的程家村却没多少人愿意吃它。芦花鱼刺儿多，味道鲜美，但是吃起来费功夫耽误事儿，比不得那些肉厚没刺儿的鲑鱼、鲈鱼。一口下去，满嘴是蒜瓣肉，当然更招人喜欢，更别说注重实惠的庄稼汉子了。程毅从小在村子里长大，摸鱼捉蟹，样样精通。他卷起裤脚，拿着篮子，又指了指不远处潜水的岸边，对着林清然道：“那边碎石块下面有螃蟹，你带晴晴朗朗去那边玩，小心一些，别去深水的地方，我捉了鱼就过来。”林清然点了点头，带着2只小家伙朝着岸边走去。程毅则是拿着竹篮下了水。这一块是芦苇荡，长在岸边，没有那么密集，水下去不深，刚好到膝盖的位置。他将篮子放在水里，捧了一把水草过来做了遮掩，之后顺手折断2根芦苇，在水里有规律和方向的拍打。这年头不比后世，后世的水受到污染，加上环境不好，过度捕鱼，水里头的鱼压根看不见多少。而在90年，家家户户还在种田下地的时代，水里头的几大家常杂鱼可是随随便便用网兜子都能捞着。几分钟后，就看见水下不少巴掌大小的银白色鱼游动了过来，寸把长，个不大，可是又多又密。等到瞧见他们成群结队的钻进了篮子里后，程毅一个箭步探过去，顺手一抄，一把将篮子给拎了起来。就看见竹篮底部7、8条芦花鱼活蹦乱跳，银色的鱼鳞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程毅擦了一把头上的汗，将芦花鱼倒入林清然带来的木盆里，之后继续去捞鱼。40分钟后，程毅就捞到了小半盆。他擦了一把汗，上了岸，歇息了一会儿后，朝着林清然看去。后者坐在石头上，认认真真的看着晴晴朗朗玩耍。2只小家伙手里头捉了2只小螃蟹，正张牙舞爪的护驾。瞧见程毅过来，还带了半盆鱼，2人当下高兴的眼睛放光，凑过来逗鱼玩了。回去了吗？林清然问道。程毅摇摇头，我还正事儿要做。他道，你带晴晴朗朗先回去，我马上就回来。太阳太大了，况且在水边，2只小家伙终究叫他担心。林清然也没勉强，点点头，端着水盆又喊了晴晴朗朗穿好鞋子。3人离开后，程毅坐在岸边歇息了一会儿，这才拿着篮子继续下了水。他这次来是真的有事要做。重生回来后，他的脑海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挣钱。程毅想起自己上辈子给一家食品公司做代言人，席间创始人喝了酒，拉着程毅硬是将自己当年摆摊秘方说了一遍。我和你说，程老弟，想当年那还是95年，我就靠着这方子买车买房了。创始人一脸通红，自豪又骄傲，摆小摊咋了？不摆摊，我能开连锁店，挣大钱。你瞧瞧，就算你这个影帝，不也照样要给我打广告？程毅那会儿也全当酒醉后的胡言乱语听了，只是无心之语却也让程毅意识到资本和明星之间的差距，因此对那次酒席上的谈话内容格外的印象深刻。倒是没想到重生能用上。程毅笑着自言自语，之后拎起竹篮下了水。那人说的方子是麻辣田螺的秘方，整整9种香料配备起来的，连1斤螺丝加多少米酒，他都能说得仔仔细细，并且指定必须得米酒，自家酿的最好，酒香混着迷香，
配上恰到好处的麻辣鲜香，一口嗦下去，汤汁带着 Q 弹爽口的螺肉，香的简直能叫人舌头都掉了。在金凤凰歌厅唱歌不过是应急之举，按照时间推算，再往后10几天样子，金凤凰歌舞厅的老板杨寿先就被调查了。起因是好姐妹歌舞厅的背后老板盯上了他，对方路子更广，认识的人更多，因此自然干不过。而歌舞厅这种地方又怎么会是纯粹干净的地儿？黄赌毒怎么也要沾点边，否则真靠收门票钱，真就亏得裤裆都不剩了。这事儿闹得挺大，还死了人，上了报纸。程毅那会儿天天琢磨这些乱七八糟的，也就顺带扫了一眼，好像是叫什么绰号三东子的小混混，再具体的程毅也就记不太清楚了。因此金凤凰歌厅绝不是久留之地，再加上天天那么晚回来，始终不安全。艺人就算了，他现在有妻子孩子，总不能拿命去赌。程毅下了水，岸边的水并不深，浅浅刚刚没入脚踝，再往前走也就是到膝盖的位置。这夹江地势有点奇特，岸边是一片碎石块，都是从上游被冲下来的，而再往前5、6米的位置就是一道裂缝，极深极险，一下子就变成了2、3米的深度，曾经淹死过不少人。不过这2年程家村在岸边立了大大小小的牌子，在临界点也打了2个桩，又拉了红线作为警戒线，因此情况好了不少。水很冷，程毅浑然不觉，他低头双手在石头上一阵摸索，螺丝很多，拇指大小，暗青色的外壳在流水中紧紧吸附在石头上，双手探过去几乎是一摸一把。螺丝好吃，可是麻烦。清水里的河螺干净一些，捡回去养一下午就能吃了。要是稻田里的田螺，个头大好几圈，但是泥巴很多，得加菜油进去，养上足足1整天才能入锅。剪掉尾部，下重油，葱姜蒜等等一样不能少。吃的时候也讲究技巧，一嗦一吸，鲜美的汤汁随着肉一起进入嘴里。要是遇上不会吃的，就更费事儿，还得拿着小竹棍子慢慢挑。这对于要干活的庄稼汉来说，实在是费时费力不讨好。因此农村里很少有人去捡来吃，除非遇见农闲没事做，或者家里来了人要下酒，他们才会去捡来炒着吃。不多大会儿，程毅就捡了整整半个竹篮，实在是太多了，一抓一把。程毅直起腰，将竹篮连带着螺丝在水中仔仔细细的洗了洗，这才起身走回岸边。已经到1点多了，做个饭，再将家门前的菜地翻一翻，他就得去县城赶场子了。程毅拎着沉甸甸的竹篮回家，路上顺带摘了几朵蘑菇。走到路口的时候，程毅撞见了刚从县城回来的林耀东，他的眼睛青了一个，高高肿起，嘴角还带着血丝儿，走路脚有些跛。瞧见程毅，他咧嘴一笑，甚至抿唇吹了一声口哨。程哥，他笑着打招呼，凑过来，探头朝着他篮子里一瞧，哟，螺丝，怎么着，捡着回去下酒喝？你可太不够义气了，有酒喝怎么不喊上我？第14章，你也吃一条。要说村子里的二流子，程毅和林耀东2人，那可真是各占一光。程毅是不着调，天天惦记着那些假大空的玩意儿，村子里大多数将他看成笑柄，茶饭之余都将他用来作为闲谈。说的好玩的地方，一众人跟着一起哈哈大笑。而林耀东就不一样了，他今年才19岁，念3年级的时候就和同学打架，逞凶斗狠，被他爹拎着耳朵回家揍得半死，干脆不去上学了。自打那时候开始，林耀东就成了村子里的小霸王，手底下揽了一帮小弟，跟着他瞎混，偷东西，进录像厅看不良录像，要么就是搞破坏，总之偷鸡摸狗的事儿他干尽了。程家村的人见了他，能躲多远躲多远，简直像见了瘟神。至于程毅，和林耀东在县城认识的，都是程家村的人。林耀东在县城被人追着揍的时候，程毅帮了一把，结果这小子每见了程毅，话就格外多，逗一逗他也会老老实实喊一声程哥。总之关系不远不近，也算熟悉。又打架了，程毅斜睨了一眼林耀东，上下扫了一眼他瘦得和马杆似的身子，马上20岁了吧？不想娶媳妇儿了？林耀东，你能娶着媳妇儿，我咋不能？他嘀咕着，见程毅似乎是想开口说教自己，当下赶紧摆摆手，示意自己要走。无聊，程哥，你这2天咋变得越来越无聊了？他叨叨着2句，越过程毅正准备离开，然而下一刻就听见程毅笑眯眯的在后面喊，想不想挣钱啊？林耀东步子顿了顿，缓了下来，不坑你，我真有钱给你，你瞧。程毅笑着道。林耀东惊愕瞪大眼，扭头看程毅，果然看见后者从裤兜里摸出一张大团结来。乖乖，林耀东虽然这些年小偷小摸，但是基本上都是偷鸡摸狗，了不得就是偷点废铁拿去卖。什么时候见过这种整张的大团结了？他搓了搓手，咧着嘴，又几步跃到了程毅的身边，盯着那张大团结，眼睛放光。哥，你发财了，这种好事你都想着我，你可真是我亲哥。他说着伸手就想去拿，
程毅动作比他快，一把就塞进了裤兜里。想挣钱，听我说完，你还想上手抢啊？程毅笑眯眯道。他拎着篮子往前走，林耀东赶紧跟上，一脸急不可耐。瞧见这螺丝没？程毅抖了抖篮子，里面发出哗啦啦的一阵响。林耀东低头一瞧，嘿，满满当当半篮子，拇指大小青黑色的螺丝，他咋不熟？瞧着了，好吃是好吃，就是费功夫，咋？程哥你喜欢啊？程毅点头，明天开始我准备收螺丝，1毛钱1斤，还得雇俩人帮着捡螺丝屁股，捡1斤也是1毛钱，咋样？林耀东瞪大眼，听着程毅的话，半晌才算是缓过来。程哥，你说真的？他伸手指了指篮子里的螺丝，又竖起了一根手指，瞪大眼道：1毛钱1斤啊，帮着捡屁股也是这个价？说实话，林耀东正为钱愁呢。他在家是中间那一个，一家3兄弟，他最不受宠，他爹林强有点不顺的气全都撒在他身上了。家里头被打怕了，林耀东干脆出来混，手底下也跟着7、8个小弟，逞凶斗狠他总是第一个上，那群小弟都服他。林耀东也莫名有了一丝骄傲和成就感，总有那么一天，他可是要成为元安县的陈浩南的。这几天，林耀东手底下的一个小弟家里头出了事儿，急需用钱，他天天往县城里跑，偷废铁，去供销社里偷东西卖。结果人早就认出他这张脸了，一瞧见他进来就赶他出去。这2天下来，钱没捞着，还惹了人，被揍了一顿。这下听见程毅说捡螺丝能挣钱，他顿时眼睛放光。1毛钱1斤，直接送我家里来就行。程毅笑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道上的规矩我懂。他这原本是打趣的话，没想到林耀东倒是当了真。他攥紧拳头，又认认真真的看了程毅一眼，把衣服往肩膀上一搭，大步朝前跑，边跑边回头喊道：程哥，我信你，明儿一大早我就给你送来，你记得把钱给准备好。程毅摆摆手笑了笑，眼见着林耀东跑远了，他拎着篮子回家，一进门晴晴朗朗就跑了过来，抱着他的腿，眼巴巴地看着他。饿了？程毅恰巧听见晴晴肚子里传来一声咕咕声，小家伙脸蛋一红，点了点脑袋，双手拽着他的衣摆晃了晃。爸爸，晴晴饿了，想吃饭。他眨了眨眼，又伸手指了指鱼，吃鱼。程毅侧头去看，就瞧见林清然已经处理好了小半盆鱼，正生了灶堂的火，将米饭煮了下去，上面盖了切开的红薯，盖上锅盖，拿起湿布条细细的将锅盖周围一圈围好，防止蒸汽跑出去。见程毅看过来，他顿了顿，开口道：这些鱼刺太多，我不知道怎么做，所以等你回来。笋我也已经切好了，剩下的过了水，晒笋干不容易坏。程毅点点头，他洗干净手，走过来，将芦花鱼拿起来，倒入搪瓷缸子里，撒进去了一把盐，紧接着又切葱姜，撒入料酒腌制，最后拿来1碗面粉，打入2个鸡蛋，全部搅匀。见芦花鱼均匀裹上面浆后，他开始往锅里倒油。芦花鱼刺多，油一炸，连骨头都是脆的，清清朗朗，吃不会卡着喉咙。油烧7成热，用筷子夹起一条鱼入锅，滋滋啦啦的油冒起，整个小院子里都飘满了油香味儿。小火慢炸，下手快要稳。锅里下满了鱼时，再拿着漏勺翻一翻，两面都要炸得精脆。3分钟后，程毅拿着勺子在鱼身上敲了敲，听见脆响声，当下抿唇，朝着身边的晴晴朗朗露出笑脸：去把碗拿来，鱼好了，可以吃了。2只小家伙早就等不及了，当下噔噔噔的朝着碗柜跑去，踮着脚将自个儿的小碗拿了下来。吃鱼？晴晴眨了眨眼，又轻轻的咽了口水，一脸小馋猫样。晴晴喜欢吃鱼。朗朗也看着程毅，虽然没说话，但是老老实实的将碗递了过去。他也想吃。程毅每人碗里都加了2条小鱼，叮嘱道：要仔仔细细的吹一吹，很烫。2只小家伙点点头，美滋滋的抱着小碗蹲在屋檐下，鼓起小腮帮子吹。啊，呼呼，吹吹呼呼，吹吹。程毅一瞧就看见2只小家伙像是小青蛙似的，眼睛又亮又圆，吹的那叫一个认真费劲儿。他没忍住一笑，正准备开口说话，却见2人又端着碗朝着自己跑过来了。他一愣，就看见晴晴捏着一只小鱼的尾巴，眨了眨眼，仰头看着自己。爸爸，你吃，你也吃。软软糯糯的声音，真挚童真的话语，一瞬间叫程毅有些愣怔住了。朗朗似乎有些不自然地低着脑袋，却也将碗往前递了递，小胳膊肘推了推程毅：那给爸爸先吃。朗朗不饿，别扭又可爱。程毅的眼眶倏地一红，他赶紧侧开头，伸出手拭去指腹的湿润。上辈子多少个午夜梦回间，他想要看一看这2个孩子的脸，可惜老天爷惩罚他，叫他眼睁睁地看着2人的背影消失在暴雨夜里，一步迈入就是永别。他一次次反复梦回，一次次饱尝那痛苦的诀别。
如今重生回来，程毅从来不敢奢想两个孩子能够原谅自己，甚至做好了被痛恨、被厌恶的准备。可是孩子的心最是干净，也最是不记仇。明明自己做了那么多的混账事儿，可在自己展露了一丁点的好后，他们还是毫无介怀地接纳自己这个父亲。程毅的眼泪忽然就汹涌的止不住，他用力地擦了2下，做了几个深呼吸，仰了仰头，终于将泪意憋了回去。旋即扭头看着晴晴朗朗，没忍住在他们的脑袋上轻轻地揉了揉。爸爸不饿，锅里还有很多，晴晴朗朗先吃。小家伙不懂大人的这些弯弯绕绕，听见程毅这么说，当下又开开心心地端着碗跑开了。程毅又深深地看了几眼，扭头将炸好的鱼捞了起来。半个小时后，鱼炸好，装在搪瓷缸子里。他又拿了碗给林清然递了几条，你先吃，还得炒菜，得饿上一会，别饿坏了。林清然侧开眸子，小声道：哪儿这么容易饿坏？程毅却执着地递过来，认真道：要是真的饿坏了，就得不偿失了。见林清然没动，他又补充道：到时候生了病，我就天天喂你吃饭，咋样？林清然，他到底是接了过来。实际上，刚才两个孩子给程毅喂鱼的时候，他看见了，心里头一瞬间复杂又感慨，瞧着程毅也终于稍稍顺眼了起来。他拿起鱼，酥酥脆脆，一口下去，刀鱼特有的鲜美和油香结合，叫人好吃的舌头都要咬掉。他吃了一条，犹豫了一下，指尖捏起一条鱼，朝着程毅递了过去。你也吃一条。第15章，他的脸红到了耳朵根。实际上，林清然也就是随口一问，刚才晴晴朗朗递炸鱼的时候，程毅都没有接，而林清然这会儿微微有些心乱，因此也就下意识地递了过去。然而下一刻却见程毅沉默了一下，居然身子微微往前一探，就着林清然的手咬住了这条鱼。嘎吱，鱼身上的面衣炸得很脆，一口下去，脆香伴随着鱼肉的鲜甜一并在嘴里化开。程毅眸光微微一亮，抬头看着林清然，抿唇露出一个笑脸。谢谢媳妇儿，他笑着道。林清然愣住了，他举着被咬了一半的鱼，看着程毅笑盈盈的眼，还没反应过来，程毅就再次探头咬了上来。震动随着仅剩下的鱼身传递到自己的手上。他的眼睛很黑，眉毛粗而密，顺畅流利，像是一把微微出鞘的剑，锋利而内敛。鼻梁微挺，嘴唇薄而有型，上扬的嘴角总是带着一丝笑意，却不达眼底，和印象中那个少年有了天差地别。就连看着自己的时候，也叫他总觉得自己仿佛被看穿了似的。咯吱，最后一点鱼被程毅用嘴唇叼了过去，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的嘴唇带着温热，触碰到了林清然的指腹。接触的一刹那，他手指一麻，下意识松开，往后缩了缩。你，他张口，嗫嚅着涨红了脸，双手垂在身侧，下意识攥紧，一个劲儿的往后躲了躲。程毅吃完，心满意足的眯了一下眼，侧头一看，却瞧见林清然从脸蛋红到了耳后根。怎么了？仿佛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程毅好整以暇的开口问道。林清然自己纠结缓了半晌，才又闷着声坐下了。没事，他小声道，用手不自在的揉了揉泛红的耳朵，低头避开程毅的视线。他也就没看见程毅那弧度越来越上扬的嘴角。炸完鱼，程毅又找了个干净的瓦罐，将炸鱼剩下的菜籽油给装了起来。锅里留了一点底油，程毅将摘来的香菇切片放进去爆炒。昨天剩下半块猪肝用来打汤，最后拿出几条炸鱼，下入豆豉、干辣椒、葱姜蒜、猪油爆炒，鲜香扑鼻，小院飘香。晴晴朗朗简直看呆了。瞧见程毅端着几个盘子过来，里面都是他们没吃过的好吃的，晴晴当下竖起大拇指，对着程毅道：爸爸，你真棒，你比二丫的爸爸还要棒。二丫？程毅一乐，想起来是对门的小丫头，比晴晴朗朗大2岁。二丫爹是在县城里的国营饭店上班，打下手做帮工的，因为管着食材，因此能捞着不少油水，隔3差5回来，每次都能装满满一篮子的各种好吃玩意儿。二丫也吃得脸蛋红红，身体圆滚滚，个子高，块头大，同龄的男孩都打不过她。晴晴朗朗平日里没什么人玩，倒是和二丫经常凑在一起，只是到底是小姑娘，又被骄纵惯了，因此没少说些扎心窝子的话。小孩子虽然小，但是很多话都听得明白，每被二丫笑话没娘管没爹疼的时候，两人都和小驴似的，咬着牙撅着骨，愣是冲上去就和人打架。也就大前天才干了一仗，3人都没讨着好，二丫气得扭头就不来了。下次再看见他，就把这炸鱼给他吃一下。朗朗扒拉着小桌子，撅着嘴，一脸愤愤，叫他还笑话咱。程毅心里头有些不是滋味儿，他给晴晴朗朗盛了饭，又认真的对着他们道：以后爸爸给你们做更好吃的，也做更漂亮的衣裳穿，好不好？两个小家伙扒拉着白米饭，吃得又香又甜，当下齐齐点头，咧嘴笑得露出一口小白牙。
程毅心里头松口气，吃了2口饭，将自己口袋里的钱掏了出来。这里是60元。程毅道：剩下的10元我怕去县城里要用着，所以就自己留着了。他老老实实的将钱的用处交代清楚。晚上会有人过来送螺丝，你用盆装了，1毛钱1斤给他们算账，捡屁股的活儿也交给他们，不过刚送来的养到明天再捡，就打发他们明天过来就行。程毅也不含糊，说了一下收螺丝的事儿。林清然动作一顿，疑惑地看向程毅，收螺丝用来卖吗？原本看见程毅拎了一大篮子回来，林清然还以为他是要自己吃，可是再一听程毅的意思，这是要拿去卖。这东西在现场农贸市场里每天都有人卖，但是买的人少之又少。程毅这是赚了兴，要做生意了。林清然心里头直打鼓，却见程毅笑了笑，伸手在他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安抚道：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反正还剩最后1天了，能不能成，你等着看就知道了。林清然鬼使神差的点了头，当下也只能选择相信。吃完饭，程毅打了一声招呼，又和3人告了别，之后赶着最后一辆班车去了县城。这一次他说到做到，去供销社花了2元钱，买了一包红塔山，递给了门卫大哥。后者高兴又有些局促，瞧见这包烟，搓了搓手，赶紧迎过来，激动道：哎呀，怎么这么客气？昨天你不是给我递了烟吗？怎么今天还给我买一包？说到做到，昨天要不是您放我进去，我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工作不是？程毅笑着道，将烟往前一推，您就拿着吧。门卫大哥当下也不再推脱，赶紧接了过来，却忍不住多看了程毅2眼。这年轻人讲礼貌又上道，以后肯定有大出息。而随着日暮降临，金凤凰歌舞厅门前人流如潮。有了昨天的预热，今天天一擦黑，这元安县里的小年轻们就哗啦啦的一窝蜂似的涌了过来。嘿，听说了没？这金凤凰歌舞厅里昨天来了个会唱粤语歌的同志，唱歌很好听，我表姐可是从阳城回来的，她都说正宗，很时髦的。是啊，昨天我就来了，是真的好听。那年轻人穿着一件皮夹克、牛仔裤，甩发，时髦的很。咱们元安县不知道啥时候来了这样一个年轻人，我咋之前没听过？别管那么多，今天听一听。这几天港城那边又有新歌了，他要是真唱得好，我就花10块钱点一首。人群热热闹闹的朝着歌舞厅里走，而人群里，李志刚也和他新交往的对象戚红秀来听歌跳舞。戚红秀也是县城话剧团新来的，他爸妈都是省城文工团的，找了关系，说是将自己闺女放在元安县锻炼锻炼。戚红秀一来，李志刚就听说了他家里头在省城有背景，要是能攀上，以后去省城肯定有靠山。李志刚长得一表人才，那是这年代传统意义上的俊美，浓眉大眼，身高挺拔，自带一股子阳刚之气。戚红秀也就是20刚出头的小女生，模样不算顶漂亮，但是够洋气，烫大卷，擦粉化妆，坡跟鞋 polo 衫，她都赶了时髦。再遇着李志刚崇尚自由恋爱的风气一吹，他一献殷勤，戚红秀立刻就昏了头。没2天，2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李志刚知道他喜欢歌舞厅这种时髦讲究的地方，来应聘歌手也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要是哄得这姑娘非自己不嫁，他目的就达成了。从此之后，一路飞黄腾达到省城，那绝不是问题。只可惜自己没被招上，倒是让程毅那2混子捡了便宜。李志刚心里头总是有些不爽的，连带着齐红秀和自己说话他都没听得太清楚。哎，李志刚，我和你说话呢，你怎么在开小差？齐红秀撅了撅嘴，小声道：你是不是不愿意陪我来啊？李志刚回过神，吓了一跳，赶紧道：秀秀，我刚才是在想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呢，怎么会不愿意？他露出笑脸，能和你在一起我不知道修了多少世的福气，你可千万不能冤枉我，我是真的爱你。情话一套一套的，哄得小姑娘团团转，心里头那叫一个美。哼，就知道你不敢。齐红秀带着李志刚找了个卡座坐下，2人又点了瓜子花生，要了2瓶啤酒。姑娘将酒瓶递过来，一脸好奇的朝着舞池里看了看，打量了一番，啧啧道：元安县还是很好的，歌舞厅里的打扮装潢也不比省城里的差，就是县城太小了，跑来跑去就是那么几个地方。他说着努了努嘴，我妈说明年托人把我调回省城，到了那时候要是咱们还在一起，我就带你去省城里的歌舞厅瞧瞧，那才叫热闹呢。李志刚听得心里头一抖，红秀，我是顶喜欢你的，心里头都是你，你要是愿意，咱们可以马上向组织汇报，我绝对不会有2心。李志刚急于表忠心，那模样给齐红秀逗得一乐。他正准备说话，忽然就听见话筒里传来了声音，扭头一看，舞池中间圆台上一个年轻男人拿着话筒，斜斜的身子站着，慵懒又随意。今天还是唱粤语歌。话筒里传来的声音沙哑磁性，
调性慵懒而抓耳。第16章，李志刚失了理智，连点7首歌。感谢各位今天来嗨捧场，我先唱2首，唱得好了大家鼓个掌，唱得不好听也请多包容，谢谢各位。一番场面话下来，程毅清了清嗓子，扭头对着放碟片的人招了招手。唱的都是粤语歌，也幸好自己当年去港城拍戏，为了拿奖足足待了快2年，专门找了老师学习说话发音的方法、腔调，甚至一些语气词和习惯都摸得一清二楚。七彩的旋转光下，程毅微微闭了眼，一首张国荣的《风继续吹》缓缓流淌而出。这首歌十分经典，张国荣更是靠着这首歌拿下港城大大小小无数奖项，成为女生们的梦中情人。此刻灯光下，程毅神情而又投入地演唱着。他的技巧不是最好的，但是音色极佳，再加上对粤语的熟悉和咬字清晰圆融感情投入，一出口的瞬间就叫舞厅里不少人抿唇吹了声口哨。真好听。齐红秀也惊讶地瞪大眼，一脸好奇地盯着上方的程毅，面露崇拜。这人是谁啊？小小的元安县城里怎么会有粤语歌唱这么好的人，而且还这么年轻？齐红秀算得上是见过世面的，在省城念书的时候，他最喜欢就是去省城里的歌舞厅闲逛，也认识不少从大城市来的歌手，可他从来没听过这么正宗的。瞧着这模样也不怯场，灯光一打，简直是叫他眼睛都移不开。李启刚的脸色顿时就难看了起来，他看着齐红秀这模样，赶紧给他剥了一把瓜子，而后道：你可别被他这模样骗了，他呀就是之前去咱们话剧团面试被赶走的那个二流子程毅，你有没有印象？程毅。齐红秀顿了顿，歪着脑袋想了一下，总算是想起来了。那天自己去话剧团面试的时候，一进门就听见里面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走进去他吓了一跳，就看见一个年轻男人被门卫拖了出来，气得腿直蹬，瞧着滑稽又好笑。齐红秀看的时候，刚好那年轻男人头发乱糟糟的挡住了脸，因此没看清。他惊讶的又多看了2眼，简直是想不到那个狼狈的男人居然就是面前这个唱歌的年轻人。他呀估计是苦练了一阵子，练会了那么2-3首粤语歌。李启刚哼了一声道：你瞧着吧，他就会这么几首，等会儿到了点歌，他指定就出洋相了。齐红秀闻言心里头也稍稍冷了一点，他原本以为是从大城市来的厉害歌手，没想到还是元安县的一个小二流子，心里头印象顿时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李启刚也说了，他估计也就练了这2首，要是多了估计得录洋相吧。心里头想着，齐红秀也将注意力放在李启刚身上了。两人聊了一会儿，时间很快过去，眨眼就到了点歌环节。而且今天程毅上台之前，杨寿先就和他打了招呼，今天唱歌给他分红，1首歌分1元钱，多唱多得。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吗？粤语的或者是英文的，我都可以试一试。程毅笑着道。下方的人还没听尽兴，而且很多都是带着女伴一起过来的，当下就有几人挨着陆陆续续点了3-4首情歌。在十分具有年代感的舞厅内，嗓音缓慢而低沉，舞池中间站着的年轻男人姿态从容，优雅且自信，上辈子摸爬滚打30年所沉淀下来的气场，一瞬间叫所有人移不开眼。齐红秀又看得呆了，能自学这么多粤语歌也是真的厉害，这要是在省城里头，他指定能混得更好，说不定被破格招进文工团都有可能呢。一旁李志刚听了顿时皱起了眉头，他向来是最看不起程毅的，两人又有过节，因此听见对象齐红秀夸他，李志刚心里头越发不舒服。破格招进文工团，就他明明连县城里头的话剧团都进不了，就学了2首粤语歌，瞧他今天怎么戳破他。来一首谁明浪子心，会不会啊？李志刚拉高了音调，大声问道。程毅站在灯光下，朝着李志刚这边看过来，压根看不清他的样子，只是觉得声音有些耳熟罢了。可以。程毅笑了笑，示意身边站着的人过去收钱。李志刚倒也大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大团结就递了过去。这首歌是王杰去年刚刚才出的，火到元安县城来也就是前2-3个月的事儿，想要练好这首歌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他就不信这种刚火起来的新歌程毅也能唱好。伴奏响起，程毅抓起话筒，踩着节拍唱响了这首堪称划时代的歌曲。这首歌以至于在往后几十年里都成为了一代人难以磨灭的经典。一首歌唱完，下方掌声雷动，李志刚脸色难看极了，再瞧一旁的齐红秀却眸光熠熠，脸上泛着红，一脸兴奋惊讶地盯着程毅。再来一首。李志刚终究没忍住，大声开口喊道，紧接着又递了钱，选了一首也是去年出的歌《千千阙歌》。程毅倒是不清楚李志刚的那点情绪，给钱他就唱歌，1首歌1块钱的提成，他巴不得对方多点几首。1首歌唱完，李志刚仿佛昏了头，他死死盯着程毅，
眼睛里都是猩红的血丝，一脸的不敢相信。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会这么多首歌？再来一首。李志刚豁然站起了身，他就不信程毅全都会。半个多小时后，舞厅里，程毅唱完最后一句歌词，对着下方众人笑着摆了摆手，道：“一轮唱完，我去休息一下，大家也请听听别人唱的歌，我马上就回来。”说完后，放下话筒就离开了。刚才李志刚一口气点了7首歌，整整70元，花了自己1个多月的工资。他红了眼，要不是掏钱的时候发现自己兜里干净了，他甚至还想继续。一旁的齐红秀也看明白了李志刚似乎和程毅不对付，他顿了顿，心里头对他也有了些看法。这人瞧着浓眉大眼，模样周正，怎么也这么不稳重。李振刚缓过神，心里又是一阵痛。操，自己居然上了头，花了整整70块，这可是1个多月的工资。这小子指定是和舞厅和起火来骗他的钱。他脸色白了又青，青了又白，要不是一旁的齐红秀还看着自己，他恨不得现在就冲到后台去叫人还钱。10点，程毅准时下班。杨寿先早早就在门外等着，瞧见程毅出来，他当下咧嘴一笑，赶紧迎了过去。哎呀，今天可真是满堂彩了，恭喜恭喜啊！杨寿先递了一支华子，自己也点了一支。他不是什么摆架子的人，打小苦出来的，也被人瞧不起过，后来赶上做倒爷挣了不少钱，这才发了小家。这2天下来，程毅的名头也算是打出去了，今晚上的营业额更是翻了1倍。照着这趋势，不出半个月，他们金凤凰歌舞厅绝对能抢占元安县80%的生意。歌舞厅的名头一响，别的灰色地带收入也都纷纷跟上，到时候这钱绝对挣得盆满钵满。现在的程毅在杨寿先眼里那就是摇钱树啊。程毅也没客气，笑着道了谢，接过烟，又大大方方的从会计手里拿了一沓钱。出场费80，然后客人们一共点了15首歌，一共95元钱，你点点看。程毅也不含糊，当着会计和杨寿先的面，仔仔细细清点了一遍这些钱。见程毅将钱收好，杨寿先吐了个烟圈，眼神斜睨了一眼站在自己身边的小秘书。小秘书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一件开叉旗袍，套着一件线衫，烫着大波浪，身上稚气未脱，却画着成熟妩媚的妆容。她挽着杨寿先的胳膊，声音娇滴滴的。见杨寿先看着自己，她当下打开自己随身带着的包，从里面拿出一张纸来。程先生，您看看，这是咱们歌舞厅起的合同，要是没问题，咱们就签个字儿。今后你就是咱们金凤凰歌舞厅的台柱子了，到底是资本家。昨天程毅来应聘的时候，杨寿先虽说看中了他的本事，但是却没贸然签他，因为只有签了正式合同，才会有1个月200块的保底工资，还有节假日送的员工福利。杨寿先留了个心眼儿，让程毅试着唱了2天，没想到今天引来的客人直接翻了倍。他害怕程毅被好姐妹那边的人盯上，当下一见他下了班，赶紧带着合同就过来了。只有签了合同，他才能安心，否则的话，自个儿发现的人被对面挖走了，那可真就得不偿失了。好兄弟，签合同，你就是我杨寿先罩着的人了，今后这元安县绝对没人敢动你。杨寿先咧嘴一笑，又指了指合同，道：你瞧，200块1个月的保底，还有这每晚上给你提到100块的场子费，还不算提成，你1个礼拜来2-3场就成，绝对轻松能挣钱。程毅仍旧抿唇笑着，神色平静，仿佛杨寿先说的这些丝毫没能让他激动似的。这不免叫杨寿先再次高看他一眼，心里头也微微感慨，这小伙子果然不一般。第17章，媳妇儿往哪儿摸呢？不过杨寿先对于自己提出的这些条件也有底气，一个新人入场子，直接给出这么高的福利待遇，他怎么可能拒绝？杨寿先又吸了口烟，美滋滋的等着程毅的回复。然而下一刻，却见面前的年轻小伙子露出了微微有些犹豫为难的神情。杨寿先一愣，啥？咋？有什么困难吗？杨寿先急忙问道。程毅也不含糊，眉头紧锁，叹了口长气，而后点头轻声道：杨老板，我也不想瞒你，我的确是有困难。程毅也没想过隐瞒自己的身份，当下将自己欠下高利贷，包括之前想要进话剧团之类的事情挑挑拣拣的说了。他叹口气，揉了揉眉心，道：年轻不懂事，总想着那些有的没的，欠了一屁股债，苦了老婆孩子。不瞒您说，前2天齐老大找了我，让我3天还600块，不然的话就要对我老婆孩子下手。杨老板，我是真的没法了。程毅眼睛猩红，看着杨寿先，声音抑扬顿挫，感情充沛，甚至于眼睛里还能够看见隐约的泪水。这一幅景象，在场几人纷纷动容。杨寿先也一脸沉重的点了点头，随手摁灭烟头，叹口气道：你说的这些事我都知道，毕竟他这金凤凰歌舞厅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招进来的。
进来之前，托人查一查这人的背景身份是否干净，又或者是对方派来的卧底等等。程毅这二流子虽然不着调，但是和别的势力没什么关系，因此他才敢放心签合同。也不瞒您说，今天上午有人去了我家，要和我签约，给出的价格丰厚，甚至还答应能先借我钱，帮我还高利贷。可是我念着是杨老板您先提拔看中我，我怎么能答应？程毅一脸信誓旦旦表忠诚，眼神真挚又感激，磨练了30多年的演技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杨寿仙哪里玩得过他这只老狐狸？当下一听见程毅这么说，顿时眉头一皱，胸口激荡，大声道：谁敢来我金凤凰歌舞厅挖人？没等程毅开口说话，他大手一挥，扭头看着会计，沉声道：赶紧点600块钱出来，我金凤凰歌舞厅的人还能被高利贷逼死？片刻后，整整齐齐6捆大团结递到了程毅的面前。杨寿仙又在程毅的肩膀上用力地拍了拍，是个好小子，知错就改，人怎么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今后就在我金凤凰歌舞厅里好好唱歌，少不了你的好处。程毅低着头，赶紧点头道谢，眼里却飞快掠过一丝吉祥笑意。真的谢谢杨老板，以后我一定好好唱歌。您放心，这恩情我一定记着。他感激的声音发颤，似乎还抬手抹了抹眼泪。杨寿仙心里头顿时受用极了，这钱借出去而已，又不是还不上，他还白得一个人情，则不亏。又嘱咐了程毅几句，杨寿仙这才带着秘书和会计离开了。程毅仔仔细细将钱藏好，刚走出门，就看见门卫大哥对着自己招手。哥，程毅笑着走过去，将刚才杨寿仙递给自己的烟递给了他。有事吗？瞧见程毅又递了烟过来，赵大红心里头美得不行，他赶紧接过来，挂在耳朵上，又伸手指了指靠在门柱子上的一辆28杠大自行车，道：这是杨老板给你的，说是晚上回去不方便，又没车，骑自行车能松快方便些。程毅一愣，就看见老旧的自行车旁还放着油纸包的肉和大米，自行车把上甚至还捆了一个老旧手电。赵大红赶紧走过去，推过来，伸手一摁，就见黑漆漆的夜色划开，露出前方一片光亮。杨老板说了，你要是好好干活，他绝对不会亏待你。我们杨老板虽然嘴巴狠，但是绝对是好心肠。赵大红将自行车推给他，嘿嘿笑道：你赶紧回去吧，别耽误了。程毅心里头有些暖，他心里也明白，这是真的欠了杨寿仙一个人情了。程毅点点头，骑上车，消失在蒙蒙夜色里。入夜，回到家，出乎意料的林清然还没睡。程毅轻手轻脚推开门，就看见院子里点了一盏煤油灯，林清然正拿着老旧的大剪子，咔嗒咔嗒的给螺丝剪屁股。听见程毅回来的声音，他扭头看去，就看见一辆28杠大自行车被推了进来。程毅身上都是雾蒙蒙的露水，头发上一片小水珠，四目相对，跳跃的橙黄色光芒下，林清然的神情格外温柔。他的心漏了一拍，这是歌舞厅老板送的28杠，肉和米都是。程毅赶紧解释。停好车，他快步走过去，初春的风还是很冷的，风一吹，灌进来透心凉。怎么做这些事？程毅道。见他一双手在井水里冻得通红，他心疼地皱起眉头。林清然一愣，没等他反应过来，程毅就已经俯下身，双手一捞，一把将他2只手扣着拉进了怀里。一路骑车回来，他的身上热气腾腾，一停下来，胸前后背甚至冒了一层的汗。林清然的手被扣着，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服贴着他的胸膛，热气氤氲，他双手紧扣住自己。林清然下意识抬头，却看见程毅飞快滚动了一下的喉结。他低头瞧着他，眼睛里是毫不掩饰的心疼。这种事明天等林耀东他们来了，给他们做就行了。你怎么自己动手了？他沉声道。初春天冷，井水更寒，你要是着凉了怎么办？程一边说着，边低头去看林清然身上的衣服。果然，一件打着补丁的棉衬衣，外面就套了一件单薄的卷着毛边的毛线衣，下面一条黑色的卡其裤，搭扣子的黑色绒面布鞋。林清然脸色涨红着，试探性的想要将自己的手抽回来，可惜使了劲儿却没抽动。他抿了抿唇，小声道：能省一点算一点，这点小事我能做。再说了，哪有这么容易感冒，都是做农活做惯了的。以前你不回来的时候，我也不是一个人做。林清然小声嗫嚅，话没说完就被程毅打断了。可是现在我回来了。程毅道。他边说着边脱下自己的皮夹克给他披上，又带着他走到堂前，顺手开了灯。我去给你倒杯热水，喝点去寒。程毅说着又去厨房暖水壶里倒了一杯热水。走回堂屋后，他将搪瓷缸子递给了他。热气腾腾，驱散寒冷，他一瞬间只觉得浑身上下都暖和了起来。林清然喝了一口，又低头看身上的皮夹克，这是程毅最宝贝的衣服了，
以前洗衣服的时候，他都仔细叮嘱自己必须剪了指甲才能帮着擦一擦，就怕自己的手糙伤了衣服。可是现在，他鼻尖忽然有些发酸，捧着搪瓷缸子，抬头正准备让程毅也喝点水，却见他忽然将手伸进了裤子，解开了皮带。林清然，她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了。当初结婚的时候，两人也曾发生过关系，不然的话，晴晴朗朗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到底是被时代束缚，两人都过于保守。而且总共就3-4个月的时间，程毅就开始不着家了，每发生关系都是黑着灯，林清然甚至压根不敢睁眼。如今堂前的灯还明晃晃的亮着，程毅居然解开皮带，林清然的脸蛋倏地红了，睫毛微颤，紧张的抓住杯子，瞪大眼看着程毅，结结巴巴道：“你干什么？”程毅，他干什么？抬头一瞧这妮子的表情，程毅就明白他指定是多想了。然而戏瘾又犯了，他没忍住长叹一口气，忍住笑，一脸无辜的看着他耸耸肩：“我脱裤子呀。”程毅一本正经道，边说着边继续解开皮带，甚至还往前走了一步，好叫他瞧清楚。老旧的白炽灯下，灯光昏暗，他脸上一层细密的绒毛都看得清楚，灯光打透了，只瞧见一片嫣红。你怎么在这里脱裤子啊？他磕磕巴巴，赶紧扭头，说话都不利索。你先回房间，我去给你打水。边说着，他边起身就要逃，只是擦着程毅过去的时候，被他一把捉住了手腕，纤纤一握，肌肤细腻，程毅有刹那间的心猿意马。他忍住笑：“媳妇儿，给你摸样好东西。”林清然，他到底在说什么？思维一旦被他带着走，脑海里混混沌沌一片，就连手脚动作都是僵的。林清然手腕被他捉着，指腹擦过裤子，甚至还触到了冰凉的皮带，一路顺着热气往下。肌肤接触的刹那，林清然整个小身子僵在原地，耳垂上粉红一片，甚至要滴出了血。他这是摸到了什么？程毅到底想干什么？媳妇儿，往哪儿摸呢？程毅终于不再逗他，拉着他的手往裤子带了一下。这一下，林清然理智终于稍稍回了笼，只觉得指腹上的触感变得绷硬而冰冷。他一愣，抬头看他，问道：“这是什么？”第18章，朗朗保护妈妈。程毅松开他的手，笑着将外面的裤子翻开，就看见腰口的位置，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缝进了一个黑色的布袋，里面鼓鼓囊囊的，似乎装了不少东西。程毅忍住笑，将袋口打开，将里面东西拿了出来。我知道你担心的睡不着，现在可以睡个好觉了吧？灯光下，光影一晃，林清然终于看清楚了这黑色布袋里面的东西，是6捆大团结，整整齐齐的放在袋子里。程毅将钱拿出来递给他，揶揄的神色褪去，神色认真了起来。他伸出手扶住林清然的肩膀，用了些力气，开口道：“这2天让你担心了，明天就把钱还给齐老大，从今往后你也不用担心的夜里睡不着觉，再也不用回娘家遭他们白眼了。”程毅一字一句，眸光灼灼地盯着他道：“从今往后家里一切有我，你放心。”话说到这里，林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咬住了自己的嘴唇，乌青一片。他松开嘴唇，上面冒着一层牙印。迎着程毅的视线，他张了张嘴，却半个字都说不出口，眼泪滚落了下来，一颗颗的落在手背上，滚烫灼人，叫他生疼。你这钱从哪儿来的？林清然哽咽开口问道。不正当的钱不能要，日子刚刚好过一点，你别犯傻。要是在，是歌舞厅老板杨寿先借我的。程毅解释，又笑着伸出手，温柔地擦去他眼角的泪。这2天因为我唱粤语歌，场子很满，客人很多，老板怕我跑走了，所以提前借我钱还高利贷。你看，这些钱是我一晚上挣的。程毅指了指他的皮夹克，伸手去拿，掏出一把钱给他看了看，又塞了回去。咱们先把高利贷还了，舞厅里的钱慢慢还就行，要不了几天我就挣够了。直白的解释叫林清然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热泪盈眶，双手用力地攥着程毅胳膊上的衣服，这才松开。对，先把高利贷还了。林清然擦去眼泪，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原本的灰暗破开，陡然间冒出一束极亮的光。他认真看着程毅道：“歌舞厅里的钱咱们可以慢慢还，只要节约一点，勤奋一点，老天爷总不能把咱们逼进死胡同的。”林清然哽咽着抹去眼角的泪，他心里激荡，说话也都带着哭腔。这么多年来，他总是在咬着牙踏出一个个深渊的时候，甚至还来不及喘口气，就被猛地推进下一个，一次又一次，他甚至绝望到麻木。这一次，程毅就像是真的变了，他找了工作，甚至还挣了很多钱，连天文数字的高利贷，他都真的想办法解决了。过堂风涌入，夹杂着初春寒夜里特有的冷，但是林清然的心是滚烫且鲜活的。翌日早上起来的时候，下了一点小雨，
没多大会儿就停了。程淑梅剁猪草的时候就一直竖着耳朵听隔壁的动静。林有龙沿着碗边喝了一圈粥，眉头皱了皱。隔壁咋回事儿？一大早吵吵闹闹的，该不会程毅那小子又干坏事了吧？难不成又偷了赵老四的笋？还是说齐老大上门讨债了？这3天来，程家村里这事儿都传遍了，都说程毅这小子欠了高利贷，3天要还600块，不然的话就要剁手剁脚哩。程淑梅最是上心，逢人就说起这事儿，跟着拍腿跺脚，感慨自己这个侄儿不争气，自己怎么对他好，他不领情就算了，还到处惹事儿等等。村子里的妇女们都纷纷安慰他，说是这下程毅恶人有恶报，报应马上就到等等。程淑梅心里头爽快极了，她剁着猪草哼了一声，道：都说恶人有恶报，他当初打断了咱们儿子的腿，这不报应就来了？你不知道吧？今天那齐老大就要上门了，600块哩，他要是还不上，就剁了他的腿，可不热闹吗？大家伙都等着看呢。叶有龙眉头皱了皱，实际上他是大队长，程毅也算是自己队里的人，按着道理说多多少少他都要护一护，但是一想着当初叶维浑身是血断了腿回来，自己媳妇哭得晕死过去的模样，叶有龙顿时又狠了心。也是，恶人有恶报，那程毅该都是报应。叶有龙喝完粥，扛着锄头准备去门前的菜地里翻一翻土。程淑梅剁了猪草，倒进锅里，加了米糠火一生，这就没心思再干别的事儿了。程宝旺坐在门口竹椅上，颤颤巍巍站起来想要出去，被程淑梅骂道：一把年纪了还出去凑什么热闹？爹，你就在家待着，要是摔着了，我可得让你俩儿子把你带走了呀。程宝旺顿时不吭声，又坐了回去。他这辈子最是重男轻女，即便知道跟着2个儿子能享福，却也不愿意麻烦他们。当下又老老实实的坐了回去。没多大会儿，叶有龙就噔噔噔的跑了进来。来了！他喘着气道。程淑梅噔的一下起了身，两眼放光，双手在围裙上一擦，就往外冲。咱们也去瞧瞧。2人赶紧跑了出去，就看见这会儿隔壁院子里已经站了不少人。程淑梅还有些纳闷，咋回事？怎么今儿个还有这么些人看热闹？都不用干活的。他当下也没多想，往人群里钻了钻，结果就看见院子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里头黑漆漆的，仔细一看，居然是螺丝。螺丝？这么多？程淑梅一脸疑惑，只是她很快就被转移了注意力，因为此刻院子中间还站着一人，是程家村村长程德根。他50多岁，精瘦，身子还算是硬朗，在程家村很有威望。早些年是个教书匠，被拉去改造过，后来出来就当了村长，因为有文化有主见，不管是道理还是别的，他都能弄得一套一套的。因此程家村的村民们不少人都很信他。程德根的面前，齐老大双手环着胸，冷冷地瞧着他。躲得了初一，躲得了15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村长，你总不能因为你们是一个村的就护着他。再说了，你能护他一辈子？齐老大冷着脸，呲了一声，双手环胸，就准备朝屋子里走。程德根也很是为难，他搓了搓手，下意识就想要去拦，没想到齐老大猛地一掉头，狠狠瞪了他一眼。咋？给你3分面子，你还真以为老子怕你？齐老大猛地拔高了声音，脸色一狠，骂道：老子可不是你程家村的，再拦着我可真连你一起揍。程德根脸色一僵，实际上这事儿他实在也是不想掺和，但是说到底程毅和他是一个本家，再加上程毅也是程家村的人，这几天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程德根总不好装作不知道，万一真的闹出人命来，可就真麻烦了。况且说到底他良心也过不去。他咬着牙想了半晌，旋即猛地往前一拦：不成，这事儿我要不知道就算了，我好歹是程家村村长，你要真找事儿，我就得拦着你。老一辈的骨头是极硬的，那股子执拗劲儿上来，谁劝都不好使。程淑梅当下大喊：村长，你快回来，齐老大可是杀过人的，你不怕死嘞？不值当。几个村民当下也跟着喊：是啊，这混小子干这事儿是他自己欠的钱，就算被打死了也是他活该。村长，咱不至于，他程毅被揍死了，咱也能给他收尸，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就是可怜他老婆孩子，跟了这么一个混蛋。人群叽叽喳喳的闹了开，甚至还有人想上来把程德根拖走。齐老大被气笑了，他一把将自己腰里头的钢棍给抽了出来，舔了舔门牙，冲着屋子里探头喊道：妈的，程毅，给老子出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今儿个再不出来，老子一把火把你家烧了，信不信？这3天齐老大简直是恨不得给自己几个耳巴子。3天600块，他程毅去哪儿凑这么多钱？因此即便按照时间算，得明天早上才满3天，可齐老大按捺不住，这一大早就跑来了。
他心里头也打定了主意，这要是再还不上，他非得拉着人废了一条胳膊，好叫他瞧瞧自个儿的厉害。再不成就卖到北边去做矿工，总比干欠着强。议论声一阵接着一阵。就在齐老大要踹门进屋子的时候，人群外一道懒洋洋的声音传来：“各位叔叔婶子，挡着路了，麻烦让一让。”众人，等等，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一群人下意识扭头去看，就看见程毅手里拎着篮子，还在往下滴水，一旁晴晴朗朗拽着他的衣角，正有些瑟缩的躲着，怯生生的看着众人。而在看见齐老大的时候，晴晴更是哇的一声就哭了。怕，晴晴怕，坏人！朗朗更是伸出小胳膊，虽然害怕的不敢去看齐老大，但是还是挡在林清潭的面前，置声置气道：“朗朗保护妈妈。”第19章，齐老大上门，村民看热闹。齐老大，程毅走进来，有条不紊地将篮子里的螺丝倒入最里面的一个红木盆里，而后洗了手，走到齐老大的面前，没等他开口，就道：“等一下。”齐老大也是奇了怪，他居然就真的听了程毅的话，站在这里不吭声了。程淑梅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把瓜子，扔进嘴里嗑着，费劲儿地往人群里挤。哎，这混小子，早早就和他说别想那些不着调的事儿，可是竟不学好。看吧，欠了一屁股债，惹了不该惹的人，我也帮不了他了。程淑梅扯着嗓子喊道，只是这声音怎么听怎么幸灾乐祸。人群一听又跟着开始议论起来。只是这一次没多大会儿，程毅就从屋子里出来了，他手里拎着一个布袋，沉甸甸的，一捆捆的形状隔着布袋透出来，叫众人愣了愣。等等，那模样咋看着这么像钱呢？那么多，不得足足几百块。程淑梅原本嗑着瓜子，手下动作一僵，当下扯着脖子瞪大眼，也没了心思。齐老大，程毅走到他的面前，将布袋子往他面前递了递，道上混，讲究守规矩，不是说好3天吗？3天到了。齐老大，他这不是怕人跑了吗？齐老大脸色不太好看，可是瞧着这钱，下意识就伸手想要去拿。程毅往后一退，虽然脸上笑眯眯的，但是神色已经冷了。今儿个坏规矩的可不是我，想拿钱，咱们这条件可得再谈一谈。齐老大瞪大眼，你别太过分啊！程毅慢条斯理打开布袋子，众人顿时齐刷刷探直了脑袋。瞧清楚里面的东西后，所有人惊得猛地咽了一口口水。乖乖，这还真是钱，足足6捆大团结，600块。他们这年头，就算是吃公家饭铁饭碗的，一个月也就是80块上下，更别提他们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了。5块钱的生活费够他们吃1个月的，这足足600块，他们怕是攒10几年都拿不出来。好小子，程毅这从哪儿发的横财？齐老大看着这些钱，眼睛都直了。他搓了搓手，盯着钱，第一次放软了声音，看着程毅道：“哎呦，只要能还钱，什么都能谈。咱们都是兄弟，抬头不见低头见，和和气气的不好吗？”程毅龇牙一笑，当着齐老大的面抽出了一张大团结来，利息少10元。他说着，将手里头的布袋子往前递了递。咋样，齐老大？说实话，这要是之前，他指定一棍子就招呼上去了。可是这几百块折腾到现在，足足快3个月了，软的硬的都来了一遍，他甚至差点以为这钱要收不回来了。少10块就少10块。齐老大也算是爽快，一把将那布袋子抽了过来，当着程毅的面仔仔细细清点了一遍，1分不少。齐老大也总算是松口气，拿着钱就要走，程毅一把拽住他，淡淡道：“欠条呢？”得。齐老大也不含糊，从兜里掏出欠条递给程毅，摆摆手道：“咱们这下两清了，谁也不欠谁。”说完后揣着钱就往外走。程毅接过欠条，打开，看着上面熟悉又陌生的字体，旋即将那字条撕得粉碎。从今往后，这件事就算是翻篇，他终于能踏踏实实的带着林清然和晴晴朗朗过日子了。人群中，林清然的眼睛都红了。程毅走过去，将钱塞进他手里，笑着轻声道：“钱收好了，到时候我没钱了，可得问你要。”林清然点了头，察觉到众人都在看自己，他有些不好意思，当下拉着晴晴朗朗往屋子里走。程淑梅第一个反应过来，又气又急，当下大声喊道：“你这从哪儿来的这么多钱？该不会干了啥犯法的事儿吧？我们老程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村长程德根的眉头也拧成了疙瘩，他走过来，瞧着程毅，一脸语重心长：“大侄子，咱都是普通人，就该脚踏实地过日子。你这老婆孩子可都指望着你呢，违法的事儿可千万不能干，会害死人的。到时候公安干警把你抓走，你让你爹妈咋办？你老婆孩子咋办？你听叔的话，咱们现在就去自首。上头说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组织肯定给你洗心革面的机会。叔保证。”程德根一脸沉痛看着程毅，
这个后辈简直是让自己操碎了心。程毅抿了抿唇，正有些头疼，要怎么解释，忽然就看见原本已经穿过人群快要进屋门的林清然停了下来。他转身定定地瞧着众人，片刻后朝着程德根道：“村长，程毅没有干犯法的事儿，他的钱是他老板借给他的，你放心吧。”众人：“他老板借的？这二流子找着工作了？关键是哪个老板这么大方，一口气借600块？”众人惊疑不定，好奇又不好意思问，憋了半晌，还是程淑梅扯着脖子骂道：“就他那样，能找着啥好工作？老板还愿意借600块钱给他？瞎了眼不成？指定是干了啥偷鸡摸狗的事儿。再不认，就叫公安机关抓起来吃枪子儿！我老程家可没你这样的混账玩意儿！”程淑梅的声音又泼又辣，程毅一听就听出来了，他倒也不生气，笑眯眯地朝着程淑梅的方向看了一眼，道：“小姑，瞧着你这么关心我，不然借我点钱。你不是说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吗？我也不要多，借我100块，咋样？”提到借钱，程淑梅脸色猛地涨红了起来。我哪有钱？你找你爹去！程毅嗤了一声。院子里众人顿时也都不吭声了。他们程家村，程淑梅没钱，谁有钱？带着一个吃不了多少的爹，每月都能拿30元的照顾费，自家男人又是队里的干部，儿子更是在县城的肉联厂上班。远了不说，就这分田到户的手，到他手里的可都是能高产的好水田，占尽了便宜。90年，程家村家家户户都穷，顶了天一家养一头猪，一年到头就指望着这头猪过日子。可他程淑梅猪圈里可有2头猪，满身肥膘，比村子里头别人家壮上一圈，谁瞧着不眼红？他程淑梅要是真的想帮着侄子，卖了1头猪就够了。大家都心知肚明，瞧着他的眼神也多多少少带了点莫名的意味。程淑梅自知理亏，面皮上火辣辣的，他生怕程毅再提借钱的事儿，当下骂骂咧咧的说了2句，扔了狠话就走了。你就可劲儿造吧，迟早进去吃枪子儿！程毅耸耸肩，就当没听见。他扭头看向程德根，神色稍稍认真了些，说：“你是好意我知道，但是这钱我真的是问我老板借来的，我要真的干了什么违法的事儿，我还不逃走，回来干啥？你就放心吧，我要真的犯了事儿，那不还有公安干警吗？”程德根顿了顿，仔细一想，这话的确有道理。他点点头，挥挥手，示意大家伙赶紧离开，都散了散了，该做啥做啥，一个个瞎看热闹。要真的犯了事儿，公安同志指定能解决，咱们就别操这个心了。有了程德根发话，众人冷静下来，一寻思也是这个理儿，转了身正准备散开，忽然就瞧见又是几个年轻人朝着这边跑过来，一个个敞着衣领口，满头的汗，手里头拎着篮子和尼龙袋，瞧着沉甸甸的，似乎装了什么东西。见人群围着堵住院子门口，最前面的林耀东顿时大声喊：“让开，让开！”村民们吓了一跳，当下赶紧侧开身子，定眼一瞧，发现这个年轻人个个眼熟。嘿，这不是程家村里有名的几个不着调的吗？平日里没个正经营生，天天偷鸡摸狗，村民们简直厌烦不胜烦。今儿个一瞧，好家伙，全都来程毅院子里头了，这绝对有问题。程德根原本也准备走，见着林耀东冲进来，他眼皮子猛地一跳，倒不是别的原因，而是这林耀东是他外孙。程德根的小女儿嫁给了林耀东他爹，算是娃娃亲开亲，生了几个孩子个顶个不错。可偏偏这个林耀东叫他头疼的不行，天天被人告状。程德根眉心猛地跳了跳，见林耀东冲进来，他当下气不打一处来，沉着脸骂道：“你小子又来干什么？是不是又被人撵着跑了？”林耀东一愣，一抬头就瞧见了自己个儿外公，他嘿嘿一笑，摸了摸脑袋，喊道：“外公，你咋也来了？怎么，你也捡了螺丝来卖挣钱啊？”程德根一愣：“啥？”林耀东闻言拎了拎手里头还在往外滴水的尼龙袋，道：“螺丝呀，程哥收螺丝1毛钱1斤，这玩意儿压秤能挣不少钱呢。”众人懵了圈，差点没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啥？收螺丝还1毛钱1斤？林耀东身后5、6个小年轻齐刷刷跑了进来，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跑到水缸旁边，用手勺了井水，大口大口的灌了几口，这才缓了过来。第20章，麻辣螺丝也太好吃了吧！他们从河边一路跑回来的，手里头螺丝得有20、30斤，可不累吗？程哥，瞧！一人咧嘴笑着道，将手里的螺丝往前递了递。那河边一摸一大把，我闭着眼都能捞着。你赶紧给我称了，我好再去。程毅也不含糊，拿着老式的秤，秤砣一挂，就帮着几人称起来。刘晓彤18斤，赵大虎23斤，李成19斤。紧接着，众人就瞧见一旁的林清然拿出草纸和铅笔，
在上面记了斤数，之后竟然真的拿出了钱给他们算钱了，1块8、2块3、1块9，到了林耀东这儿，上秤一称，足足30斤。那你的3元钱？林清然笑着递了过去。林耀东眼睛都亮了。哎，谢谢嫂子。他欢天喜地接过来，仔仔细细的将钱揣进裤兜里，而后扭头看向程德根，道：外公，我可没犯事儿，我这2天都跟着程哥后面挣钱呢。说着，没等程德根再多问2句，林耀东就抿唇吹了声口哨，招呼几个跟着自己来的小弟，又拎着篮子和编织袋冲出去了。趁着还早，多捡些，能卖一点是一点。一群人来得快去的也快，倒是院子里一群原本回家的村民们蒙了圈。啥？捡螺丝卖钱？一群人这才看清楚，程义院子里大大小小堆满了红盆，里面黑黢黢的全都是拇指头大小的螺丝。你收螺丝？1毛钱1斤？真的假的？一人没忍住开口问道。程义将螺丝倒进桶里，闻言抬头朝着那人看去，点点头道：收螺丝，准备做点小生意，1毛钱1斤，田螺也可以要。乖乖，了不得！一群人原本是想来看热闹的，万万没想到程义居然在收螺丝做生意。哎呀，最近插秧，田里头都是这玩意儿，吃又不好吃，费油又费事儿，居然没想到你还收这玩意儿。那人挠了挠头，心思活络了起来，眼睛盯着程义，泛着光激动问道：你要收，我也捡点卖给你，成不？1毛钱1斤，这东西压秤，瞧着一小袋，可沉可沉了。他们都是泥腿子，一年到头也就卖猪能挣点钱，这下好了，要是程义真的收螺丝，他们可不得挣不少补贴家用哩。程义笑着点点头道：收螺丝1毛钱1斤，来我院子里捡屁股也是1毛钱1斤，各位婶子要是有空就过来，1、2斤我都给算钱，能挣一点是一点不是？这话一出，不亚于油锅里入水。啥玩意儿？捡屁股都能挣钱了？要知道赵大娘那边给裤子上拉锁才2分钱一条呢，这价格给的实在是高。要说之前告诉他们程义收螺丝还给钱，他们指定不信，可是现在亲眼见着了之后，一个个顿时心里头活络起来，恨不得赶紧回去捡螺丝卖钱。嗨呀，程家小子，你可真是发达了，婶子之前是真误会你。李秀梅就住在程义对门，咧嘴笑了2声，赶紧伸手指了指程义院子里那一堆大大小小的盆。下午婶子得空了就过来帮你的忙，挣点算点，你可别嫌婶子手脚慢。李秀梅一说完，紧接着几个人就应了声：对，下午干完活我也来。哎呀，我赶紧回去做饭，下午早些来。人群来得快去的也快，小院子里顿时空荡荡了起来。晴晴朗朗从小见的人不多，因此十分怕生，原本扒拉在屋门后，等到院子里人都走光了，他们这才跑出来。爸爸！晴晴飞奔过来，伸出手轻轻抓着程义的衣摆晃了晃。晴晴害怕，那个叔叔坏人，是坏人。那天雨夜给小家伙带来的恐惧不轻。程义抱着他，摸了摸他的脑袋，又去看朗朗。后者攥着小拳头，抿着嘴唇，小身子绷得笔直。朗朗不怕。小家伙小声且坚定道：朗朗保护妈妈，保护晴晴。程义抿唇一乐，弯下腰，一把将朗朗抱了起来。小家伙还有些扭捏，别开脸蛋不肯去看程义，后者却毫不在意，飞快地在他的脸蛋上亲了一下。你呀，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爸爸会保护你们和妈妈，放心吧。程义笑着道。朗朗却瞪大眼，赶紧捂住脸蛋，噔噔噔赖着下了地。妈妈！他伸出小胳膊指着程义，仰头看着林清然，不给爸爸亲亲。妈妈亲亲，妈妈亲亲。林清然终于没忍住笑了出来，他无奈被朗朗拽着，只能低下头在他的脸蛋上亲了一下。后者这才心满意足，拉着晴晴去玩了。然而直起身的刹那，林清然忽然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刚才程义也亲了他这边的小脸蛋。林清然抿了抿唇，一抬头就望进了程义笑盈盈的眼里。媳妇儿！他指了指厨房，桌子上放着刚刚买回来的肉和代销店里买的干菜，中午给你做梅菜扣肉吃。林清然点头，红了脸，稍稍别开头。好，中午吃梅菜扣肉，清炒蘑菇，还有一把绿油油的青菜，最后打了一碗汤。林清然准备灭了灶堂的火喊2个孩子吃饭，却被程义阻止了。他摆了摆手，轻声道：等一下退火，还有一个菜要做，你带着晴晴朗朗先吃饭。林清然一愣，就看见程义起身走到院子里，装了满满一大盆螺丝走了过来。你要炒螺丝？林清然问道。程义点头。他一大早起来就带着林清然和晴晴朗朗去了镇子上的供销店。从程家村去镇子骑自行车10几分钟就到了。他按照记忆中的香料，还让供销店里的店员仔仔细细地称好重量，为了防止秘方泄露，他甚至故意留了个心眼儿，
跑了2家供销店才买全。豆瓣酱、7、8种香料，还有葱姜蒜等等，一应俱全。程毅倒了菜籽油，又挖了一勺猪油，最后从盐罐子里拿出一块腌制好的咸猪肥肉，放进去熬油。这是那人特意提及的秘方，咸咸好吃，能极大增香，炒出来的味道和别人的螺丝有显而易见的区别。油热，下入葱姜蒜爆香，又放入几大勺豆瓣酱，最后下螺丝爆炒。热油过了几遍，最后倒入1大碗自家酿制的米酒，将香料放入，最后又将料包也放下去一起熬煮。加清水没过螺丝，最后盖上锅盖，大火炖煮。咕嘟嘟的水一开，热气斜裹着令人食欲大开的鲜香麻辣的味道就涌了出来。晴晴朗朗抱着小碗，好奇地朝着灶堂边跑了过来，歪着脑袋，眨巴着眼盯着程毅，又猛地咽了咽口水。爸爸，好香，好香！晴晴伸出小胳膊，指了指冒着热气的锅，那是什么呀？能吃吗？晴晴也想尝尝。小丫头还很瘦，该是之前怕了，这会儿什么都想要尝尝。程毅走过去，将她抱起来，又带着朗朗回到饭桌旁坐下。当然可以，不过螺丝要煮熟，所以晴晴朗朗先吃饭，好不好？2只小家伙点点头，只是显然馋虫被勾起来了。2人扒拉了一口白米饭，又眼巴巴地朝着锅里瞧了瞧。林清然给程毅盛了一碗白米饭过来，又默不作声地给他夹菜。程毅见他还要给自己冒尖的碗里加肉，当下赶紧将碗往后一退，无奈又好笑道：“媳妇儿，我吃不下。”林清然动作顿了顿，他抬头看着他，面色平静且认真：“吃不下吗？”可隔壁李哥他们一顿都吃4碗饭。程毅，他为什么从这话中听见了一丝诡异的攀比感？不是，等等，他不干重活，哪需要吃这么多米饭？再说了，这年头家家户户肚子里没有水，可又要上山下田，体力活一重，吃不起肉，也只能猛吃碳水。程毅无奈将碗放下，认认真真的盯着林清然：“那今晚你帮我擦背吧。”林清然，隔壁李大嫂天天晚上帮李大哥擦背。好家伙！2人齐齐同时沉默不语。程毅吃完了这碗冒尖的饭，锅里头的螺丝也煮得差不多了。他起身，锅盖一掀开，一阵白气散开，顿时就瞧见锅里头红彤彤的一片红油，水干了大半，一颗颗螺丝裹着红油滋滋啦啦冒响，有些螺肉甚至都落了出来。程毅又塞了一把柴火，大火一冒，开始收汁。片刻后，麻辣螺丝终于炒好。程毅一侧头，就看见晴晴朗朗2只小家伙已经抱着碗过来了。有点辣，要拿小棍子戳出来吃，慢一点，别弄进眼睛里去了，听见了吗？程毅耐心叮嘱，边说着边用勺子一人碗里放了一勺。小家伙们小脑袋点的像是啄米，当下瞧见螺丝入了碗，赶紧就蹲下来，将碗放在小板凳上，又拉着林清然要了2个小竹棍，蹲下来开始吃螺丝。这样插进去，然后拔出来。林清然耐心地教了一遍。啊呜！晴晴将螺肉塞进嘴里，下一刻鲜香麻辣的味道在口腔里弥漫开，小家伙顿时辣出了眼泪。可是熬过最初的辣味后，剩下的就只有好吃。朗朗比晴晴能吃辣，他甚至还舔了一口汤汁。哇，好好吃！第21章出摊卖螺丝。林清然站在一旁，看着眼前这一幕，有些愣着。说实话，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做螺丝的，他极少吃这些。如今瞧着2个小家伙吃得不亦乐乎，他抿了抿唇，没忍住也拿起一颗来，放进嘴里嗦了嗦汤汁。紧接着，一股子陌生却又极其浓烈的鲜香在嘴里弥漫开，他的眼睛微微一亮，又赶紧吃了一口螺肉。Q 弹爽口，好吃极了。程毅已经吃了2颗，尝了味道了，十分满意。说实话，他倒是没想到当初随意听来的方子居然在自己重生这一事派上用场了。他之所以敢这么大肆收购螺丝，就是因为这方子可是经过验证能成功的。今天炒了一锅，试试味道，发现果然棒极了。哇，程哥，好香！门外林耀东噔噔噔的跑进来，眼睛放光的盯着程毅面前的大锅，红彤彤，油亮亮，瞧着叫人垂涎欲滴。程毅也没小气，拿了一个碗，装了小半碗递给了他，笑道：“尝尝。”林耀东赶紧跑进来，双手胡乱在身上一擦，紧接着接过碗，用手捏着一颗螺丝扔进嘴里，一嗦，螺肉就出来了。程哥，这是你的手艺，也太好吃了吧！林耀东惊讶极了，一颗接着一颗，又辣又爽。他感慨道：“这会儿要是喝上2口，可真是快活死了。”程毅笑着拍了他一下：“大好年纪不想着挣钱娶媳妇儿，天天喝酒算是个什么事儿？”他说着拿出了一个大搪瓷盆来。这年头不锈钢盆什么的还很少见，最多的就是这种搪瓷盆，里面印着大红牡丹又或者鸳鸯，十分俗气漂亮。程毅将锅里的螺丝勺了起来，全都装进去，
紧接着又往灶堂里添了火，继续炒螺丝，香味实在是太浓烈了。不大一会儿，门外就围了好几个人。林清然一瞧，发现是今天上午说要来帮忙捡屁股的婶子们，他赶紧走过去，将人迎进来。哎，我说程家媳妇儿，你男人在鼓捣什么呢？咋这么香？我在外面都闻着了。赵大娘一脸好奇问道。是啊是啊，怪香的，叫人闻着都淌口水哩，肯定下了荤油炒的吧？咋这香？李婶子说这话的时候还咽了咽口水，眼珠子一个劲儿的往正在冒烟的灶堂瞟。林清然倒也没准备瞒着，他对着几人笑了笑，侧头看了一眼满头是汗的程毅，轻声道：他瞎鼓捣呢，炒螺丝准备拿到县城去卖，劝他别做，怎么都说不听，随他去了。这话乍一听是埋怨，但是仔细一品，怎么还听出点甜蜜蜜来了？几人你看看我看看你，心里头虽然嘀咕程毅居然还真改邪归正，开始做生意了，但是还是挤出了点笑容，讪讪问道：那今儿个上午说的还算不算？不是说捡屁股1毛钱1斤吗？我们赶巧有了空，想来挣点钱补贴补贴家用，成吗？林清然赶紧点头，可以的，在这儿呢。3、4人又哗啦啦的进了院子。此刻院子里呲呲啦啦的油声作响，鲜香麻辣的味道飘了满院，这叫赵大娘他们直咽口水，眼神忍不住往这边瞧。乖乖，这程家小子怎么炒个螺丝闻起来比炖肉还香？咋做的？他们心里头甚至生出了点极其荒诞的想法，不然他们也买点回去给自家男人下酒吃。下午3点，程毅整整炒了4大盆螺丝，院子里昨天收来的螺丝全都炒完了，目测足足100多斤，放在桌子上。程毅想了想，又找了2个簸箕来，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上，2盆螺丝很沉，放进去一边一盆，稳稳当当。剩下的2盆他用盖子盖着，上面裹了一层布，又用麻绳仔仔细细的捆好，最后挂在扁担上。微微一弯腰，他就将扁担给背起来了。这年头背着扁担骑车也算不得什么绝活，只要重心稳一点，骑得慢一点，倒也没什么问题。林清然送他到门口，眉头皱着，见他一脸轻松地看着自己，心里头忽然就有些发酸。不然明天去吧。林清然轻声道：天也黑了，这么多螺丝万一卖不掉，回来都很晚了，明天早上起早，我和你一起去。程毅摇了摇头，没事。他道：赚钱不等人，能挣一点算一点，等攒够了钱，咱们就搬到县城去，以后咱们可以去省会、京都，甚至港城，你想去哪儿我就带你去哪儿。听着程毅嘴里蹦出来的这些地方，林清然忍不住惊愕地瞪大眼。对于他来说，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元安县，就像是狭小囚笼里的一只鸟，陡然间眺望到了极远的天空，他的心都跟着陡然明媚了一下。走啦！程毅对着他道，说完后就踩下自行车，稳稳当当地消失在了林清然的面前。半个小时后，县城。程毅将自行车停在金凤凰歌舞厅的门前，门卫赵大红一眼就瞧见了程毅。嘿，你今天咋来了？今天你不是休息啊？程毅点头，冲着他一笑，喊道：哥，嘴甜到哪里都受用。赵大红心里头顿时美滋滋的，他原本就是个门卫，在金凤凰歌舞厅站了好些年了，这几年里他见过不少在里面驻唱的，一个个眼睛长在头顶上，和他打招呼都当作看不见，独独没见过程毅这样的，有本事态度好，还对着自己一个门卫喊哥。哎，赵大红心窝子暖乎乎的，他见程毅端着几个大盆，当下赶紧小跑过去帮忙。这啥呀，这么沉？赵大红疑惑问道。程毅道：炒螺丝。他笑了笑，也不瞒着赵大红，当下指了指这些螺丝，道：哥，我准备做点小生意，卖点小吃，您尝尝。他拿起一个喝水的大搪瓷缸子，这是自己带来的，也是计量单位。他事前称算过，这一缸子下去，带着汤水一起2斤不到一点，红彤彤的辣油，瞧着极鲜香好吃。赵大红吓了一跳，赶紧拿了自己吃饭的搪瓷盆来接。好家伙，满满当当一大盆。赵大红赶紧尝了几颗，哎，好吃。他吃的又辣又香，一口一个嗦着，眼睛都亮了。这螺丝是真好吃，瞧不出来你居然有这个手艺。这要是再来一杯白酒，那真是神仙来了也不换呢。程毅一笑，指了指地上的盆道：哥，得麻烦你一件事儿，这2盆螺丝我不好带着，能在你这门卫室放一下吗？我等会儿就过来拿。这算什么忙？拿人手软吃人嘴短，再说了，这也的确算不上什么忙。赵大红摆摆手，撸起袖子吃螺丝，额头上辣得冒了一层汗。你尽管去，这螺丝我帮你看着，保准少不了你的。程毅点点头，又道了谢，这才走出门卫室。他倒也不担心他偷吃，这螺丝上面用麻绳困得严严实实的，一动它就能看出来。程毅挑着扁担
朝着街道尽头走去。眨眼就到了晚饭饭点。元安县靠近长江这块，水运繁忙，水利会里人很多，外面还有一个渔场，渔场的在外面有一个洗纱厂，都是县城里头的资产。家属楼林立，外面种了一排排的梧桐树，一到饭点，梧桐树下就有人挑着扁担过来卖菜，都是自家种的小菜，再要么就是一些布鞋、手帕之类的手工玩意儿。最常见的就是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卖货郎，车后面放着一层玻璃柜，一小格一小格，里头放着头花、针线、梳子、镜子等等小玩意儿。程毅挑着扁担过来的时候，这里已经不少人了。如今随着国民思想、经济开放，做生意已经不是羞于见人的事情了。但是这个年代，大家脸皮都薄，就算是出来卖东西了，可都没有人敢大声吆喝，基本上就蹲在自家菜后面，低着头，默默等着人过来问价。扭扭捏捏到不行。程毅挑着扁担，找了个空位，探头看了看，就瞧见家属楼里陆陆续续不少人走了出来，大部分年纪都是30多岁的，挎着一个针织小包，头发烫成时髦的卷，穿着坡跟鞋、长裙，有说有笑的一起走出来。麻辣螺丝，又香又好吃，3元钱一大份，2元钱一小份。程毅清了清嗓子，大声吆喝出了声。他身边几人吓了一跳，几乎是下意识的拿着东西往旁边挪了挪。这人怎么做生意还这么大声吆喝的，不觉得丢人现眼吗？然而事实证明，程毅的这一声吆喝还是很有效果的。几个年轻妇人看了过来，瞧见是个年轻小伙子，模样还周正帅气后，当下笑着走了过来。卖什么呢？元安县位置偏北，女人性子大胆泼辣，不羞怯，大大方方，不会脸红。小伙子样貌这么好，咋出来做生意？找个正经事儿做也比这个强呀。程毅只是笑了笑，他将自己背过来的螺丝掀开，又拿起一大一小搪瓷缸子，道：姐姐们尝尝吗？我自己炒的，家里传下来的秘方，又香又辣，很下酒好吃。家里大哥们累了一天，吃点下下酒，心里头一高兴，指定给你们买好看衣裳穿。第22章受空。媳妇儿，今后你可是要管钱的。程毅嘴甜，他原本长得就显小，这一口一个姐姐喊着，顿时叫几人心里头美开了花。3人低头瞧了一眼面前的螺丝，这一瞧顿时笑了。哟，这卖相很不错嘛，就是这大份3块，小份2块，价格可不便宜。家属楼里很多都是双职工的，2人一起拿工资，一个月也有100多块，再加上元安县经济发展好，福利也好，厂子里随随便便发点季度福利，那也足够他们吃香喝辣的。但是一份螺丝卖2、3块，那价格还是有点高的。要是拿去买肉的话，能买2斤呢。这螺丝和肉一个价了，实在是贵。程毅也不辩驳，只是笑着拿起竹签子递给了3人。姐姐们，你们都是识货的，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螺丝你们先尝尝味，绝对值得。3人想了想，倒也没拒绝，当下拿起竹签子，一人吃了2颗。这味道简直是叫人眼前一亮。常在水边住着，湿气重，因此元安县里的人基本上都能吃辣。一开口下去，又香又辣，口水顺着食欲一并被勾了出来。呀，这味道我家男人肯定喜欢。是啊，这味道可真好吃，我从来没吃过呢。够辣够鲜，下酒不错啊。也是，这玩意儿费功夫，从河里捡起来还得收拾，算算这价格的确不贵。3人说着，程毅又笑着道：姐姐们，这螺丝吃完了，剩下的汤汁用来下面，味道也绝对不错，这可是我祖传的秘方，保准好吃。听见程毅这样说，3人又没忍住回味了一下刚才的味道。那行，给我来一份大份的，要是我家男人喜欢吃，明儿个我还来买。我也来一份大份的，家里头刚好来了客人，我正愁吃什么菜呢。我要一份小份的吧，家里人不多，吃完再用汤下面，指定吃美了。程毅挨个应了，拿起油纸折了个漏斗的形状，挨个给他们装了起来。这可是实打实的一缸子，大的2斤螺丝，小的也有1斤多点。拿在手里头沉甸甸的，3人爽快付了钱，拿着螺丝又去买别的菜了。做生意讲究开门红，再加上程毅嘴是真的甜，吆喝了一阵子后，不少人都朝着他这边看过来。再一试吃，这味道果然鲜香好吃，当下没忍住，多多少少都买了一点。不大一会儿的功夫，一盆螺丝就见了底。1个多小时后，天色暗沉了下来。程毅正准备换个地方，却见之前买螺丝的一个大姐又朝着自己跑过来。哎，等一下，小弟，还有螺丝吗？他的手里拿了个白色的搪瓷缸子，跑得头上冒了一层汗。程毅这会儿还剩下小半盆螺丝了，见大姐过来，他当下停下步子，笑着道：有的，您还要吗？是啊。女人抹了一把头上的汗，
无奈道：“家里头来了客人，几个糙汉子喝酒，吃螺丝吃上瘾了，我买了一份大份的，没一会儿就吃完了。哎，这不喊我下来再买2份回去呢。都说你这螺丝好吃，他们在船上跑了20多年，还是第一吃到这么好吃的螺丝呢。”他说着又骂了2句，将搪瓷缸子往程毅面前一递：“再来2份大的，反正他出钱，他要吃不完，看老娘不一巴掌抽死他。”程毅也不含糊，拿起搪瓷缸子满满当当给他勺了2大桶，堆得冒了尖儿。女人付了钱，又夸了程毅2句，之后赶紧端着一大盆螺丝就回去了。半个小时后，程毅抽了空，回去将放在门卫室里的2盆螺丝又挑了过来。刚刚走到路口，一群人就围了过来，他吓了一跳，还没开口，就见最前头的男人上下看了一眼程毅：“是你在卖螺丝？”程毅点头。这男人生得高大，脸上长了络腮胡，身上满满当当都是酒气。程毅的心微微一沉，以为是来耍酒疯的，正准备开口，忽然就见那男人伸手在后面摸了一阵，下一刻一个硕大的搪瓷缸子被他拿了出来。“程毅，你这小子手艺不错，我明儿要跑船去了，今天吃了你的螺丝，味道是真香。”他咂巴了嘴道：“我来多买点，明天跑船带走，这一去就得1个月，苦啊。”男人笑了笑，又嘿嘿了2声，打了个酒嗝，手里头的搪瓷盆子拍得乒乓响。“来，给老子来个30块钱的，现在就要。”好家伙，感情是个大单。程毅也不含糊，当下结果3张大团结和他手里头的脸盆，勺了整整10份。这一下整个盆都差不多空了，就剩了个底儿。后面陆陆续续还围了几个人过来准备买螺丝的，这一瞧，乖乖顿时就不乐意了：“你这一下子买这么多，咱们吃啥呀？真是。”“就是，我也要买6块钱的呢，家里头还等着我回去呢。赶紧的赶紧的，也给我多来2份。买东西就是这样，原本还犹犹豫豫要不要买的，亦或者一开始只打算买一份小份的，再瞧见别人居然一下子快要卖空了之后，顿时齐刷刷胃口大了起来。剩下的最后一盆，程毅原本打算换个地方卖，没想到却是卖得最快的一盆。天色彻底黑透，程毅随身带着的军绿色挎包里，这会儿满满当当的装着一大袋零钱。走路的时候叮当作响，叫他骑着自行车都更有劲了些。回到家，远远就看见自家院子里的灯亮着。程毅推门进去，就听见一阵脚步声传来。刚停好自行车，2个小黑影朝着自己飞奔过来，满满当当抱了个满怀。是晴晴朗朗。2只小家伙刚洗完澡，头上还湿漉漉的，这会儿脑袋在程毅的身上蹭了蹭，叫他衣服湿了老大一块。“爸爸！”晴晴喊道，委屈巴巴的瞧着他：“你去哪里了？”“晴晴想你，朗朗也想你。”朗朗倔强涨红脸，别开小脑袋，轻轻哼了一声：“朗朗才没有。”程毅只觉得心窝子都是暖的。爸爸挣钱去了，把螺丝卖了，明天可以给晴晴朗朗买新衣裳穿了。买新衣裳？2只小家伙眼睛一亮，2人身上这会儿还穿着破了洞的旧衣服，还是去年做的，紧巴巴的贴在身上，短了老大一截。这年头很少有人会把不穿的旧衣服给别人家的孩子穿的，家家都穷，生的又多，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穿到最后一个孩子已经破得连补丁都打不下了。给别家的孩子倒不如捡了做抹布，做尿布也总比给别人强。晴晴眨了眨眼，伸出手比划了一下。晴晴想穿裙子，有好多小花，可以吗？这样的。她伸出小手，可劲儿比划。程毅居然也认认真真的看了看，旋即点头，一脸郑重其事的抱起了她。成，没问题，就买这样的。他说着又去看看朗朗。那朗朗呢？要什么样的？小家伙挺起小胸膛，一脸认真又傲娇。男子汉穿什么都可以，随便。程毅没忍住揉了一把他的小脑袋。屋子里林清然走了出来，看见程毅回来，他松了口气。晴晴朗朗回去睡觉，很晚了，明天要是起不来，谁都不准跟着去县城里。程毅一愣，莫等他问清楚，2只小家伙就扭头朝着程毅挥挥手，奶声奶气道：“爸爸，我们去睡觉喽。妈妈说明天早上可以和爸爸一起去县城里，晴晴可以帮忙。朗朗是男子汉了，可以帮你抬东西。”说完后，莫等程毅开口，就朝着屋子里飞奔过去了。程毅，林清然没吭声。他走到厨房，生火，煮沸水，下面1勺猪油，1把小葱，简单调味，最后煎一个鸡蛋，烫一把小青菜，1碗阳春面就做好了。饿了吧？林清然轻声道：“先吃面，吃完我烧水，你洗个澡，身上都是汗。”程毅抿了抿唇，也没拒绝，走过去拿起筷子开始吃面。对了，他将身上背着的军绿色挎包给拿了下来，
递给林清然，这是今天卖螺丝的钱，你点点。林清然一愣，我点吗？程毅点头，抬头瞧着他，莹莹月光下，他的眼睛黑得深不见底，一点月光沉进去碎开，潋滟出一片温柔情意。是啊，你得学会记账才行，以后要当家的，挣了钱就花，花不完就存银行去。程毅打趣道，媳妇儿，管钱可不是一件小事，辛苦你了。林清然手下的动作一僵，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实际上这2天程毅挣的钱的确都给了自己，但是林清然一分没动，全都藏在自己床底下了。他不敢花，也不敢去算，程毅给他，他就往箱子里藏，要给人结算工资，他就拿出本本记下，一分一厘都记得清楚。这钱不是他的，他不敢动，也不能动。第23章，清然，谢谢你，真的。在林清然的认知里，他和程毅还是泾渭分明的2条河。林清然赶紧将锅洗干净，准备烧水给程毅洗澡。锅里汹涌的热气熏着他的眼睛，叫他眼眶又酸又涩。程毅正将螺丝清洗干净，一抬头就看见林清然眼眶红了一圈。他一顿走过来，跟着灶台，伸手将他眼角的泪擦去。怎么哭了？他轻声道。林清然慌忙摇头，赶紧拿了桶，将烧热的水装进桶里，闷声道，没什么，热气太熏人，我眼睛有点疼。他支支吾吾找了个理由，莫等程毅开口说话，他就赶紧别开头，避开了程毅的手。一桶水放在程毅的面前，林清然问道，明天早上还要出去吗？我和晴晴朗朗跟你一起去。程毅一愣，摇头道，太辛苦了，你在家里多睡会儿，我自己一个人。一起去。林清然打断了他的话，眼神认真而真挚地看着他，这个家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和晴晴朗朗也想帮你。程毅没再拒绝，他点头答应，拎起水朝着院子的一角走去。初春还有点冷，程毅胸腔里的这颗心却滚烫烫。洗完澡后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他又将明天早上要炒螺丝准备的配料全都提前准备好。准备睡觉的时候，林清然忽然开口喊住了他，程毅，等等。程毅回头，却见林清然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斜挎包，还有一本临时用针线缝制起来的草纸本，手里头的笔也只是一截烧黑的木炭。我把钱点清楚了，这是账本，给你看看。程毅，这些钱你自己。话到嘴边又给自己咽了回去。林清然正定定地瞧着自己，昏黄色的白炽灯落在他的眼底，映衬出一片温柔的坚定。程毅叹口气，这妮子瞧着温柔，可是内心坚韧的像是那2月的杂草。他走过去，老老实实坐在桌子旁，眼神落在林清然的手上。他的手指修长纤细，偏偏掌心里一层细密的茧。仗着年轻，岁月无法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20出头的年纪越来越漂亮美丽，可这双手却没能躲过时间。冬日刺骨的冰水，夏日滚烫的灶堂，擦洗操劳，全部的困难和磨练都沉淀在了这双手上。他拿着笔，认认真真的在上面记录下今天程毅的收入，一共167元。林清然认真写下数字，将本子推到了程毅的面前，轻声道，除去成本，净赚140元。成本是真的很低，1斤2毛钱的成本，费的就是人工。程毅心里大概有数，听见这个数字，点点头，露出了笑脸。明天你们一起去县城也行，咱们去裁缝店做新衣裳，看看什么款式流行，咱们就做什么款式，就做你喜欢的。这年头，县城里头基本上还是裁缝店居多，也有一些成品衣店出来了，但是都是在京都、阳城那种大城市。林清然赶紧摇头，皱眉看着他，我有很多衣服，给晴晴朗朗做衣裳就行，我不用。很多衣服？程毅侧头打量着他，一件湛蓝色洗得发白的雀凉外套，衣摆下方还打着2个大补丁，虽然边角整齐，但是已经被洗得翻了毛边，袖口也早就磨烂了。下面的裤子是灯芯绒的材质，还是结婚那年程毅他妈给买的，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就2条裤子穿，再好再耐磨的料子也抵不住换洗勤快，薄薄的一层，快透了纱。鞋子就更不用说了，布鞋鞋底快被磨没了，大拇指的地方更是快冒了头，瞧着叫人心酸。似乎是察觉到了程毅的视线，林清然有些窘迫，他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双手微微垂着，攥紧，眼神也有些慌乱的不知道往哪里看。我没事。他小声顿了顿，轻声道，咱们先存钱，把欠的钱还清了，我再买衣服也行。程毅，你不用考虑我，完没关系的。这个家在风雨飘摇的边缘又被拯救回来，如今好不容易日子越过越好，林清然除了感激还是感激，至于别的他全都不在乎了，甚至于生出一丁点儿自己都觉得荒谬可笑的想法。他不敢要，也不能要程毅对他的好，一点点贪心就够了，多了的话
程毅觉得厌烦，会不会又再次回到当初的状态？他不敢赌，这些钱我全都会收好。你要是需要用，就告诉我，每一笔账我都会记清楚的。察觉到程毅看着自己的视线越来越滚烫，林清然匆匆忙站起来，将账本收拾好，就准备回自己屋子，却没想到下一刻，程毅忽然探出手，一把捉住了他的手腕。什么你没有关系？程毅开口，声音微沉，孩子很重要，准确来说，你比孩子更重要。林清然一愣，我一直都没有和你说，这些年你付出真的很多，以前是我混账，没做到一个父亲该做的事，你全都替我做全了。清然，谢谢你，真的。我以前总是做着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总想着每次回来你们都会在家里等我，所以就无所顾忌。可是我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孩子们大了，不再认我，你也对我死了心，到了那时候一切都会追悔莫及。程毅说得很认真，眼睛定定地盯着他。他很少剖析自己，或者准确来说，重活2辈子，他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内心剖开，血淋淋地展现在他的面前。那些不堪后悔的过去，如今终于能平静说出来了，后悔被弥补，他也终于能将他们3人牢牢地紧紧拥在怀里。清然，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再相信我一次。声音温柔暗雅，在这个夜色里显得格外抚慰人心。女人总是最奇怪的动物，决绝时能一走绝不回头，可心软时却又能泪流满面。几年来建筑的高墙在这一刹那悄然崩塌。程毅没忍住，拥住了轻轻颤抖的林清然，下巴靠在他的肩膀上，呜咽小声地抽泣着。第24章买驴车。热泪汹涌，他的眼泪落在程毅的肩头，迅速晕开，一双手轻轻地拽住程毅腰间的衣摆，用力的指关节泛白。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的回应。翌日，程毅起了个大早，骑自行车运螺丝去县城中，就太少了。炒好螺丝后，程毅用搪瓷缸子勺了一勺，直奔村长程德根家。这会儿还没到时候，程德根端了个碗，蹲在门口喝粥，细溜沿着碗边喝一圈，又吃一口小菜，滚烫烫的粥入肚，整个人都舒爽起来。他起身，正准备去再添点菜，忽然一眼就瞧见朝着自家走过来的程毅。咋？找叔有事儿？程德根起身，又将碗往程毅面前递了递，问道：吃了没？要不要吃点？程毅摇头，笑着道：叔，吃过了，我来是找你有点事儿。有事？程德根赶紧让程毅进了家门。啥事儿？是不是家里头遇见困难需要帮助了？水稻没育苗吗？刚好是插秧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在田地里插秧，可偏偏程毅家里头的那几亩田全空着，边上的邻居们这个占一点，那个挪一挪，已经被侵占不少走了。程毅一直没管。程德根听说这2天来程毅准备好好过日子了，当下一寻思，就猜着是不是为了水稻育苗的事儿。不是，说我是想来问问，之前村子里多出来的那头驴车现在在哪儿呢？程毅道：要是还在村子里，我想着能不能卖给我，反正大家都不愿意出钱，也不愿意养着，我出钱买下来，咋样？驴车？程德根一愣。实际上这驴车说起来来历还有些复杂。早些年村子里还是吃大锅饭的时候，这驴崽子还小，被抓回来，几口人喂着，好不容易拉扯大，没想到就开始分田到户了。而这头驴归谁，就成了老大的一个问题。一共6户人家，都是轮流喂的，谁都想要。程德根调解了好几年都没个结果，一个个都想要白拿，提到给钱，谁也不乐意。于是这事儿就僵持下来。驴子一直关在村委会大院里头，还是家家户户轮流喂养，只是这喂养多多少少也带了些怨气和攀比。尤其是这一年农忙起来了，喂养驴子的这6户人家纷纷懈怠起来，随便打点草就给驴子吃了，压根不够。这一瞧，驴子瘦得皮包骨，然而却还是争个不休。这事儿简直是成了程德根的一块心病。现在听见程毅提起，他眉头下意识皱了起来，瞧着程毅问道：那驴子还在呢？你问这个干啥？真是扔又不能扔，要他们买又没钱，就这样关在院子里，6户人家也不像之前那么精心照顾了，驴粪蛋蛋一大窝，臭气熏天。我想买。程毅道：那驴子放着也是放着，市面上一头驴100出头，我出120块，他们6户人家刚好平分，咋样？挣钱这方面程毅从来不扣着搜着，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那驴程毅之前也见过，浪荡不着家，实在是缺钱的时候也动过歪心思。可是那是头犟驴，脾气大，劲儿也大，明明瘦得皮包骨了，可是程毅愣是一点都牵不动。这120绝对值，带回去精心喂个几天，那坨坨一匹好能少。程德根差点没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盯着程毅瞪大眼，往前探了探耳朵，生怕自己漏听了。你说啥？你要买驴？120块。
程毅极其配合，再次重申了一遍：“对，叔，买驴，120块。”好家伙，程德根激动了，他粥也不喝了，当下赶紧跑回家，将手里头的粥往灶台上一放，招呼自家婆娘热着，等自己回来喝。说完后就跑了出来，对着程毅道：“走走走，咱们现在就去村委会大院，我去把那些人喊来。”这畜生弄得整个院子都臭烘烘的，简直成了自己的心病。这下好了，嘿，程老二家的这小子居然要买驴，他简直是求之不得。半个小时后，程毅的面前，6个庄稼汉子狐疑的瞧着他，有人手里啃着山芋，有人端着一碗粥呼啦啦的喝，还有2个甚至已经扛着锄头准备下地了。见着程毅都有些怀疑，干啥？是你要买驴？这驴可是好驴，你可别想占咱们几个便宜。就是，当初可是我去镇子里头抓来的，苗子好着呢，虽然现在瘦了些，可是力气足，一撅豹子能给你干趴下，力气大着呢。你要买，出多少钱啊？要是钱少了，我可不乐意卖。几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兴致缺缺，甚至瞧着程毅神色有些鄙夷。实际上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想要来他们手里头买驴，只是人都是自私的，都想着占便宜，开出的价格6人都觉得不满意，因此就一直耽误下来了。可即便这样，驴养在棚子里，6人也都没拉出来用过。倒不是不想，而是这驴可是公共财产，你要用，别人不可以，咋办？说来说去都是一点小心思惹的祸，结果成了烫手山芋，叫程德根等人苦不堪言。这下见6人又要吵起来，程德根赶紧上前摆摆手，又给程毅一个眼神，示意他不要说话。哎呀，老李头，你们几个怎么又吵起来了？这驴你们想不想卖了？再拖几年，驴都脱没了，到时候更是啥也没有了。程德根提高音量，无奈喊道。6人这才齐刷刷默了声。你们瞧瞧，好好的一头驴子，糟蹋成啥样？程德根从腰间抽出旱烟，点燃，吧嗒吧嗒吸了一口，眉头紧锁，真是造孽啊！这驴今天就我做主，就卖给程老二家的小子吧。6人脸色一变，刚想开口，就又见程德根伸出手，指了指那院墙角落的板车，道：“程家二小子，叔也不向着你，这驴是好驴，车也是好车，你要是真想买，这些一块全都拿走，120块，咋样？”好家伙，这话一出，连带着程毅和那6人齐齐愣住了。一个是觉得顺带挣了一辆板车，另外6个是觉得特么的捡了个大便宜。120，乖乖，可真不少。第25章，叔，还得求你帮个忙。程毅现在算是明白村长给自己使眼色的原因了，他不吭声，极其配合的装出了一副十分为难的样子，双手搓了搓，一脸纠结的看着村长还有6人道：“120，这也太多了吧？我手里头也就这些。”得，众人一听程毅手里头有这么些钱，当下一个个赶紧开口帮腔：“哎呀，120就120，程家二小子，你发了财也好叫我们几个跟着沾沾光不是？你可是大老板了，不差这几个钱。”是啊，600块都拿出来了，这120你指定也能拿。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以后你要是有啥忙需要帮的，尽管说，我指定帮你忙。我田里还有一些多余的秧苗，你要不要？你要是要，我今儿个就给你送来。开玩笑，120元，一人能够分到20块。这20块，他们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一个月也挣不来这么多啊。这驴在他们这里也成了烫手山芋，丢也不是，天天轮着过来喂食也烦人，倒不如卖了。程德根见状，当下又赶紧帮着说了几句话，之后商量好，6户人家每人都将自己田地里多育出来的秧苗拿给程毅，这才算是成交。程毅也是个爽快人，当下掏出120元钱交给程德根，程德根清点了一下，6户人家，1户人家20元钱，2张大团结拿在手里，6个庄稼汉子咧嘴笑得牙不见眼。拿了钱又写了合同，这事儿就算是定了。6人喜滋滋离开，程毅又和程德根道了谢，说：“这事儿可真谢谢你。”程毅笑着道：“不然怎么让我平白得了这么多好处？”程德根摆摆手，指了指那驴子，道：“你呀，能改邪归正，那就是好事儿。啥谢不谢的？他们这几个个个小心眼儿，当初我上门调解了好几次都不成功，愣是不答应。这下叫他们出点利息也是应该的。之前大队里头分配给你家的田，今年也该种起来了。咱们都是庄稼汉，靠天和地过日子的，有田不种，天打雷劈，对不起国家给咱们穷苦人的一片好心，是要遭报应的。听见没？”程毅的脑袋点的像是鸡啄米，老一辈就是这样，找着个由头就是开始教育长篇大论。程毅以前最喜欢顶嘴，现在重生回来，经历了一辈子才明白忠言逆耳，
什么才是真正的关心？程德根说完，见程毅难得好态度，心里头顿时欣慰极了。他伸手在程毅的肩膀上拍了拍，心满意足的说教完，准备回去，却见程毅往前走了几步，将自己手里头的搪瓷缸子一递。咋？这是啥？程德根疑惑问道。这是我自个儿做的炒螺丝，叔，您尝尝。程毅笑着道。程德根狐疑揭开搪瓷缸子的盖子，朝着里面瞧了一眼，顿时眼珠子一亮。好大的油，你可真舍得。这油滋滋亮汪汪的模样，叫程德根咽了咽口水。常年累月在村子里待着，这年头的村干部那是实打实的为群众做事，哪里有什么油水？程德根家里头甚至比一般的群众还要苦3分。程毅笑了笑，递给他道：叔，也不瞒你，我还有件事想求你。程德根一顿，好家伙，他就知道无功不受禄，吃人最短，一口螺丝肉顿时含在嘴里，咽也不是吐也不是，好不容易咽下去，顿时辣得脸上一片通红。他咳嗽了2声，有些警惕地看着程毅，生怕他提出什么乱七八糟的要求来。啥？你说？程德根道。程毅道：就是那水田的事儿，我这会儿在县城找了班上，家里就媳妇儿和孩子，他们没啥劳动力，那些田叫他们插秧，实在是够呛。叔，我也不叫咱们村子里的人吃亏，这些叔叔伯伯得了空，帮我家那4亩地种了，一人1天2元钱的工，包中午一顿吃的，咋样？这年头插秧原本都是家家户户互相帮忙，因此劳作时候基本上都会刻意错开时间。不过这种帮忙不是无偿的，基本上都是你帮我帮你，虽说没往明面上说，但是家家户户心里都有杆秤。你帮了我多少，我就回帮你多少，都还是勉强填饱肚子的年代，谁有真的那么大公无私？而程毅家就他一个劳动力，还是个不着调的，因此他干脆就开了价，2元1天工，价格算高的了。最重要的是能见着钱还包一顿饭，这条件简直是令程德根听了都心动。程德根缓过神来，当下赶紧点了头，一脸感慨的伸手程毅的肩膀上拍了拍。好小子，你可是真大方。你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找人监督这事儿，我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你不叫咱们程家村的人吃亏，我也指定不叫他们坑了你的钱。你放心吧。有了程德根的保证，程毅露出笑脸，松口气。程德根从办公室找了个油纸，装着这些螺丝回了家，留下程毅一个人在院子里牵驴。程毅走过去将驴牵出来，这犟驴一开始还不肯出，程毅没法子，只能从院子外摘了一把新鲜的草，放在驴子面前引诱了一番，后者这才慢吞吞不情不愿地走出了驴栏。程毅仔细看了一眼，发现这驴实际上骨架很大，腿骨粗，头圆，虽说瘦的皮包骨，但是仍旧是一把拉东西的好料子。他将新鲜的草递他嘴边，这驴多久没吃新鲜草了，都是吃些半黄不青的干草，如今一吃，顿时发出刺耳的叫声，咕嘎咕嘎咕嘎。跟我走，以后保准你顿顿吃新鲜的，咋样？程毅笑着拍了拍他的背。也真是奇了怪，畜生仿佛都是有灵性似的，在程毅说完这话后，那犟驴还就真朝着他瞥了一眼，而后又发出几声咕嘎咕嘎的叫声，之后拿着脑袋在程毅的胸膛前轻轻顶了一下。好家伙，程毅居然也明白了，他这是愿意跟着自己走的意思。第26章，扶着他的腰。程毅喜出望外，尝试着拉了拉绳子，果然，之前一直僵在原地不肯动的犟驴，这会儿还就真的老老实实的跟在程毅的身后，朝着院子外面走去。半个小时后，程毅终于将捆好板车的驴赶进了自家院子。晴晴朗朗也都起来了，看见程毅回来，2只小家伙当下赶紧朝着程毅飞奔过来。爸爸，你回来了。这是什么？他凶我。2只小家伙有些害怕，缩在程毅的身后，探着脑袋小心翼翼地瞧了瞧。程毅笑着蹲下身子，拉着2只小家伙道：这是驴，今天咱们去县城，就叫他背着我们去，知道吗？朗朗拧着小眉头，朗朗知道，二丫家里也有，二丫他爹说驴子是咱们的好帮手。晴晴则是伸出小胳膊指了指驴，小声嘟囔：爸爸，他好瘦，比晴晴还瘦。程毅哭笑不得，对，他是我们的好帮手，所以咱们得喂他吃饱饭才行，知道吗？小孩子总是最富有爱心的。见驴子这么瘦，晴晴朗朗当下没等程毅开口，就噔噔噔地跑到厨房，一人一个小胳膊攥着林清然包好的鸡蛋，准备往驴嘴送。驴爷不吃这玩意儿。咕嘎一声嫌弃的鸣叫声，驴大爷扭开了脑袋。程毅终于笑出了声。晴晴朗朗，过来，驴子不吃这个，他要吃青草，就咱们家对面菜地里那些带露珠的青草，就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知道了吗？啊，不吃啊。晴晴朗朗耷拉着小脑袋，默不作声的自己将鸡蛋啃了。走吧，我们去给他摘草吃，吃得饱饱的，他肯定就能跑起来了。朗朗伸出小胳膊
抡了个圆圈，眼睛亮晶晶的，有些兴奋。吃这么多，跑这么快？哒哒哒，比二丫他爹的驴子跑得快。晴晴脑袋点的像是小鸡啄米。对，比二丫爹的驴跑得快。走，2只糯米团子哼哧哼哧的就去摘草了。林清然好笑又无奈，探头正准备叮嘱2人等会儿回来喝粥，结果一眼就撞到了程毅的眼睛里。他笑了笑，走过来，自然而然地拉住了他的手。吃了没？林清然点了点头，脸颊微烫。螺丝我都装好了，盖子也封严实了，你赶紧吃2口，我去喂驴，吃饱了咱们就出发。风和日丽的清晨，他看着自己的眸光都是温柔，即便自己身上穿的破旧清苦，孩子比不过别的孩子高大壮实，但是这颗心却是热的。程毅点点头，走到桌子前坐下，看见面前一碗白粥，他拿起勺子喝着，忽然捞出了2颗白嫩剥了壳的鸡蛋，嘴角抿出一点笑容。他喝着粥，心里头热乎极了。一家子吃完早饭，驴子也吃饱了，或许是很多年没吃过这么新鲜的草了。驴大爷虽然瘦，但是扬着蹄子，发出一阵咕嘎咕嘎扯着嗓子的叫声。清清朗朗2只小家伙顿时皱着眉头，捂住耳朵，哼哧哼哧的朝着院子里跑进来。难听死了！朗朗皱眉，捂着耳朵，扭头看程毅：“爸爸，驴为什么不会唱歌？”晴晴也附和点头，小脸蛋皱巴巴，一脸疑惑。晴晴都会唱2只老虎了，他不会，晴晴更聪明。好家伙，和驴比！程毅扶额，有些哭笑不得。他先是将6大盆螺丝抱着上了驴车，之后挪出空位，让晴晴朗朗也跟着上去了。林清然正准备上去，却忽然察觉到一双手搀扶住了自己的腰。一回头就看见程毅笑盈盈地看着自己。媳妇儿，小心啊，这头驴犟，脾气不好，我扶着一点安心。说是这么说，但是搀扶着自己腰的那一双手滚烫烫，指腹粗粝，隔着一层衣料摩挲着自己的细肉，叫他心里泛起些许涟漪。我自己能行。他涨红了脸，小声道。说完后，自己抓着板车一个用力就上去了。程毅抿了抿唇，心里头忽然冒出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来，自己媳妇儿这腰可真细啊。一家子上了车，程毅又去将院子门关好，贴了张纸条在上面，大致意思是说自己要下午才回来，时间不定，收螺丝的要下午上门才行。贴完纸条，程毅这才拿起鞭子，轻轻在驴屁股上抽了一下。驴大爷识趣儿，扯着嗓子咕嘎喊了2声，抬脚往前走。吃得饱了，力气也足，明明瞧着是头瘦的皮包骨的驴，可是这劲儿真不算小。40分钟后，驴车抵达元安县，程毅照例去了家属大院。而此刻，家属大院里远远瞧见程毅过来，顿时哗啦啦蜂拥围过来了一群人。哎呦，你居然来了！我还想打听打听去哪儿找你呢。我家男人也不知道是着了什么魔，非得吃你这个螺丝。天杀的，3块钱呢，也舍得？赶紧给我来1缸子，我也来一份小的。昨天剩了点汤汁拌面，可真好吃。哗啦啦的一群人都是老主顾。程毅赶紧打开一盆，拿着搪瓷缸子装螺丝。晴晴朗朗虽然怕生，但是这会儿程毅在，胆子多多少少也大了些。朗朗是个小男子汉，已经能递油纸给程毅了。而晴晴拽着程毅的衣摆，探着脑袋打量众人。有人打趣：哟，这是你孩子呢？年纪轻轻，看不出来啊，孩子都这么大了。程毅笑着点头：是啊，姐，这是我孩子，这是我媳妇儿，好不好看？那女人顿时掩着脸笑开了。哎呦，是啊，好看，可你也不差呀。你妻子福气好，嫁给你这么个贴心的，不像我家那个死鬼，天天知道欺负人。哎，命哟！程毅没搭腔，笑着给他装了一搪瓷缸子的螺丝。当下，那女人也爽快付了钱，拎着螺丝离开了。早上人多，一些老主顾都是昨天的回头客，眨眼的功夫，2盆螺丝就卖得干干净净。而又等了一会儿，一些瞧着新鲜热闹的过来吃了2颗，当下也赶紧买了一点。1个小时后，2盆螺丝再次都收干净。第27章，刘大伟。林清然知道螺丝好卖，但是从来没想过居然这么紧俏。而且再瞧程毅，姐姐、大娘、哥、爷爷，这一口一个称呼，笑得比蜜还甜，那诚恳又认真的态度是林清然从来没想过的。实际上，程毅这人好面子，脸皮极薄，当初千方百计想要成为文艺工作者，就是想面子上有光，甚至不惜因此去借高利贷买时髦衣裳来打扮自己。曾经林清然提过做点小生意来改善家里的条件，可是都被程毅一口回绝了。原话就是抛头露面的事儿，低贱，我不许做，你也不许做丢我的脸。可是现在他却能自若淡定的做生意，甚至娴熟热情，大方和人交流。卖的差不多了，咱们换个地方。程毅将2盆螺丝又搬回了驴车上，
扭头看向林清然，笑着道：“卖完了，咱们去吃顿好吃的，你们想吃什么？”林清然还没开口，晴晴朗朗就已经眨巴着眼，举起小胳膊，一脸小馋猫样的看着程毅：“想吃肉。”晴晴咽了咽口水，开口：“二丫说她吃过甜甜的肉，好吃。”晴晴也想吃甜甜的肉。程毅一愣，旋即反应过来，这应该是甜口红烧肉。元安县来往的人很多，一条长江水运四通八达，直到黄浦江都能去。沪式红烧肉的做法也被带了过来，入口软糯香甜，鲜美无比，很是好吃。元安县不少国营饭店里都有。程毅点头，笑着道：“成，爸爸等会儿就带你去吃。”他说完，又看向朗朗：“你呢？朗朗要吃什么？”小家伙闻言，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挺起小胸膛，奶声奶气道：“男子汉，吃什么都可以。”朗朗不挑食。程毅一乐，朝着他竖起大拇指：“真棒！”他说完，弯下腰，一手一个将小家伙抱起来，上了驴车。这一次，没等程毅伸出手，林清然就已经自己爬了上去。他脸颊微红，上午的阳光明媚而耀眼，细细碎碎的落在他的眼角眉梢。见程毅看着自己，他抿唇，侧头看了过来，微风拂过他垂在耳鬓的发，温柔的不像话。怎么了？他有些不自然，又看向别处，小声道：“还不走吗？”程毅笑着爬上驴车。驴大爷十分应景的咕嘎咕嘎的扯着嗓子喊了2声：“走！”程毅笑着喊道，拉着驴大爷掉了个头，一家4口朝着街道尽头走去。而程毅没有发现的是，不远处一个正蹲在地上抽烟的男人瞧见了他，瞪大眼，一脸像是见到鬼的神情。这男人叫做刘大伟，是县役中的门卫，1个月轮休2天，今天刚好他休假，所以过来走亲戚串门。亲戚是他二舅，刚好退休在这块家属楼，昨儿个就来了，吃了一顿饭。结果二舅买了一缸子螺丝，说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来卖的，味道很不错。刘大伟一吃，乖乖就惦记上这味道了，下酒一绝啊！他被勾起馋虫，心痒难耐，这不今天又过来准备蹲一蹲，自个儿买一点回去尝尝。可没想到抽根烟的功夫，就瞧见那年轻人收拾完要离开了。他原本想要赶紧冲上前去喊住人，没想到那年轻人忽然一转头，却叫刘大伟猛地一愣。乖乖，他看见了啥？那年轻人怎么瞧着那么眼熟？刘大伟原本还不敢确定，然而在凑近了仔细看了看后，却叫他大吃一惊。那不是程兆根的二儿子程毅吗？程兆根他叔和刘大伟一样，在役中干活，不过程兆根是在食堂里做切菜师傅，他媳妇儿齐英则是炒菜的。两口子素日里见了人，那都是挺着胸膛，无比骄傲的。不为别的，就因为两人的大儿子程明生在役中教书，那可是端着铁饭碗的，谁不羡慕？因此，在役中学校里，这些个职工见着程兆根夫妻俩，谁不恭恭敬敬喊一声程师傅师娘？老两口面子上有光，说话底气也足。可是，也就只有刘大伟知道，私底下不少人编排俩人，说俩人瞧着心高气傲，大儿子争气又咋样？腿有问题。这二儿子又是个不掉糟的，听说借了一屁股高利贷，就为了做一个文艺工作者。可大家都是泥腿子出生，谁有那个天赋？结果成了全村的笑话。为这事儿，程兆根夫妻俩直接和这个二儿子断了联系。有一次，程毅来学校门口堵着俩人要钱，被刘大伟撞见过一次，因此他认得程毅。只是那会儿见着满口脏话，一脸唐突劲儿，见了谁都像是欠了他的钱似的。而现在，刚才自己也瞧见了，见着人张口就喊什么叔叔阿姨，什么大姐婶子，什么甜喊什么，只把人喊得美滋滋。尤其是那股子劲儿，完全灭了。咋回事儿？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了？刘大伟心里头嘀咕，起身想了想，还是决定跟着去瞧瞧。程毅带着林清然和晴晴朗朗一路到了县城北面。这一块早些年是坟场，听说民国时候打仗死了不少人，后来推平了就建了学校。实际上学校下面多是坟场，这话是有由头的。年轻大小伙，阳气足，火气旺，能够镇住这些。因此早个30年，元安县做规划的时候，就特意将这一块全都划出来做教学楼了，什么小学、初中、高中，包括家属楼，全都在这一块。人口极多，而且都是职工，消费能力可不小。程毅赶着驴车，找了个人多的路边，将2只小家伙抱了下来。他转身将2盆螺丝掀开，正准备开口叫卖，却没想到2只小家伙比自己还勤快。炒螺丝了，卖炒螺丝是我爸爸炒的，可好吃，可香了，好吃新鲜秘方。叔叔阿姨们，快来买一点吧。2只小糯米团子又可爱又甜，声音更是软软糯糯，脆脆的，一出口顿时吸引了不少人的视线。哎呀，这是龙凤胎吗？可真好福气，长得好可爱。一个背着布包的年轻女教师走了过来，
他看起来也就是20出头，青春靓丽，脸上打着粉底，抹着口红，头发烫成了当下最时髦的卷发，用波点发夹别在了脑袋后面。第28章，两只小家伙的出彩表现。身上穿着一件白衬衫，下面一条2片格子裙，脖跟丁字鞋，搭扣的款式时髦又洋气。他走过来，盯着两只小家伙看了一会儿，这才看着成衣板车上的2大盆螺丝。这怎么卖啊？他小声问道。我今天要去见家长，不知道买点什么，买这个会不会不像话？今天是个好日子，他要去见男方家长，一身新衣裳，准备买点东西，等他对象来接自己。程毅笑着在两只小家伙的脑袋上摸了摸，道：小姐，一家人吃饭，那当然是吃到好吃的最开心。我这螺丝可是独家秘制配方，卖了2天了，买过的没有说不好吃的。你要是拎着好吃的上你对象家里头，人家吃着好吃，指定高兴。买点试试看，一搪瓷缸子3块钱，绝对好吃。程毅说的诚恳，笑容得体。姑娘顿了顿，眨了眨眼，仔仔细细地盯着这些螺丝看了一会儿，而后点点头，道：那成，我就买一份吧，刚好我对象家就在对面这栋家属楼，要是好吃我等会儿还过来买。朗朗赶紧垫着脚尖，拿出一张油纸递给了程毅。爸爸，给你。程毅接过来，麻溜包好，递了过去。姑娘也付了钱，临走前又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晴晴朗朗。唉，这2个小家伙是真的太可爱了吧，要是自己结婚后也能够生出这么可爱的一对龙凤胎就好了。收了钱，程毅一脸自豪地对着晴晴朗朗竖起了大拇指。晴晴朗朗真棒，都知道帮着爸爸做生意了。他笑着道。2只小家伙还是第一次这么被程毅夸奖，当下开心的脸蛋红红，胆子也更大了些。他们干脆在板车上站了起来，伸出小胳膊用力地挥了挥。卖螺丝好吃的螺丝，我爸爸炒的最香了。叔叔阿姨、婶子大娘都来看看呀。这年头做生意，大家都羞羞答答，如今瞧见居然这么直接开口喊的，而且还是2个小奶娃，顿时吸引来了不少人。林清然生长于这个年代，思想还不算开放，一开始跟着出来做生意，瞧见有人看着自己打量自己，他还觉得面皮滚烫，不好意思和人对视。但是在跟着程毅身后做了几次生意后，他的胆子也跟着大了不少。瞧见有人过来，他也露出笑脸，走上前去介绍：这是我们家自己炒的螺丝，养了2天才炒的，很干净，可以尝一尝。大份3元钱，小份2元钱，尝一尝不要钱的。汤带回去，可以下面，也很好吃。不大会儿的功夫，2盆螺丝再次见了底。不远处拎着一份小份螺丝的刘大伟，心里头感慨又震惊。这程家2小子还真是变了个样，一张嘴皮子溜溜的，做生意简直了。他看了一会儿，赶紧掉头往学校跑。要知道，这年头做生意虽然普遍了起来，但是对于端着铁饭碗的人来说，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瞧不起的。他可还记得当初在学校食堂里头和程兆根聊天，说起他村子里头有个驼背罗锅，早些年娶不着媳妇儿，结果后来突然开了窍，居然做了点小吃的生意。瞧着卖煎饼没几个钱，没想到也娶媳妇儿生了个大胖小子。没想到程兆根吃了一声，一脸不屑拍了拍手。再挣钱，能有我儿子端着铁饭碗香？这可是稳定工作，只要咱国家在，老百姓在，这钱这工资就能拿着。做生意有啥好？不稳定就算了，还当街叫卖，多丢人。老子反正不羡慕，你要羡慕也做生意去吧。刘大伟被他对得一脸尴尬，心里头骂了好一阵。不就大儿子端了铁饭碗吗？至于这么神气？如今瞧着程毅居然做起了生意，而且还一点不害臊，还当街喊叫呢。哼，他非得好好瞧瞧，拿这事儿说给程兆根听听，看他怎么说。刘大伟心里头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程毅当然不知道。1个小时后，满满当当2大盆螺丝卖完了，感受到自己随身背着的挎包里沉甸甸的钱，他第一次觉得挣钱如此快乐。饿了没有？程毅笑着问道。2只小家伙今天可真是费了劲儿，又是吆喝又是递东西，那勤快的小模样简直可爱极了。饿了。晴晴低着脑袋指了指自己的小肚子，小声嘟囔：爸爸，你听杜杜唱歌了。杜杜说他想吃饭了。朗朗则是咽了咽口水，伸手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眼睛亮晶晶的瞧着程毅。那好，咱们去吃红烧肉，也下一回馆子。当即敲定，连带着驴大爷也跟着踢了踢驴踢，咕嘎咕嘎的喊了2声。国营饭店在元安县有好几个，最有名的就是金凤凰大酒店，不过那是用来招待从上头下来的公职人员的，价格极高，寻常人也不接待。程毅也没执着，带着3人拐着弯进了一旁的一家小饭馆。这小饭馆叫做巧红饭店，早几年也是国营饭店，后来经济开放，一家子下岗没了营生，兜兜转转一圈，还是开了饭馆。
因为手艺不错，加上价格实惠，分量又足，因此生意一直很好。程毅带着3人走进去，将驴大爷拴在门口。刚好赶上饭点，不大的小店里一共6张桌子，坐满了人，也算是几人运气好。一进去刚好有一桌人出来，程毅这才带着林清然和晴晴朗朗坐了上去。看看要吃点啥，东西都在墙上写着呢。老板娘笑着探出脑袋喊道：“这是典型的夫妻饭店。”老板娘就叫做赵巧红，又是帮厨的，又是服务员。见着有人来，她笑盈盈地从窗口探出脑袋喊道：“桌子上放着一叠菜票，分别标注了价格和名字，还是塑胶做的。点了菜，拿着菜票去窗口交钱，然后等着上菜就行了。这是老式大饭馆的那一套，夫妻俩显然学过来了。”程毅最先拿了红烧肉，1份5元钱，算是最贵的菜了。之后又要了一个汆肉汤，1份西红柿炒鸡蛋，干锅小杂鱼，再来一条有名的臭鳜鱼。这年头菜分量大，一家4口吃足够了。臭鳜鱼是元安县很有名的菜，顶好的材料得是长江里头的。第29章，他爹程兆根，长江鱼，天下鲜。这话在元安县最适用不过。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长江的元安县最是喜欢吃长江里头的鱼。开了春，鱼儿正肥，1斤半到2斤重的鳜鱼做臭鳜鱼最好不过。菜被端上来的时候，咕嘟嘟的冒着热气儿，连带着整个小饭馆里头都是臭鳜鱼的味道。鳜鱼肥美，在元安县最受追崇，因此价格也不低。这年头，家家户户都勉强填饱肚子，极个别的吃得起臭鳜鱼的，一碗红烧肉才5元钱，可一条臭鳜鱼可足足要8元哩。普通人哪舍得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程毅后来一路北上到了京都，甚至国外也都逛了一圈。可到了最后，最惦记的一口还是家乡臭鳜鱼的味道。来，您的菜上齐了，慢慢吃。老板娘巧红笑着道。程毅闻着这味儿，顿时眼睛一亮，忙碌了一上午，饥肠辘辘，胃口瞬间被吊了起来。然而他还没动筷子呢，就见面前的2只小家伙皱起了眉头。爸爸，好臭，好臭！晴晴捂住鼻子，小脸蛋嫌弃的皱成了一团。朗朗板着小脸蛋盯着程毅，忽然一脸沉重的看着他。爸爸，这条鱼为什么要放臭臭？你喜欢吃吗？程毅，林清然，噗嗤，到底是没忍住笑出了声。林清然抿了抿唇，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蒜瓣肉，朝着朗朗面前递了递。这叫臭鳜鱼，咱们元安县很有名的一道菜。林清然笑着道。朗朗尝尝。小家伙顿时如临大敌。朗朗不吃臭臭，不吃。晴晴也赶紧摇了摇小脑袋，捂住嘴，又拿着小手在鼻子面前可劲儿的扇了扇。不吃不吃，晴晴也不吃臭臭。好家伙！程毅无奈又好笑。臭臭，亏这2只小家伙想得出来。他自顾自地夹起一大块蒜瓣肉放进嘴里，一股子熟悉的味道伴随着浓烈的鲜香，在这一刹那汹涌进了程毅的嘴里。他发出一声极其喟叹的满足声。就是这个味儿啊！林清然瞧见，没忍住一笑。他也夹起筷子尝了尝，味道鲜美，鱼肉肥美，真是一道好菜。味道闻多了也就习惯了。晴晴朗朗眨巴着眼，盯着那盘红烧肉，费劲儿地夹起了一块肉放进嘴里。程毅看了一眼就知道，这虽然是沪式红烧肉的做法，但是显然也融入了元安县的特色。下面放上一把干竹笋，咕嘟嘟的蜡烛在锅底下烧着，竹笋的鲜味和红烧肉的肥美完美融合在一起，自有一番味道。晴晴夹了一块放进嘴里，一口下去，那黑溜溜的大眼睛顿时冒出了光。好刺，好好刺！他塞了一嘴的肉，说话都含糊不清。好不容易咽下去，又赶紧伸出小胳膊拽着朗朗去夹肉。弟弟，你吃，你也吃。朗朗一本正经，我不是弟弟，晴晴你只比我大了3分钟，不可以喊我弟弟。晴晴撅起小嘴，晴晴就是姐姐。朗朗，哼，男子汉不和女孩子计较。朗朗也吃了一口肉，到底是小孩子，喜形于色。一口吃下去，心满意足，又费劲儿笨拙的踮起脚，夹了1筷子的肉，别别扭扭的放进了程毅的碗里。那，他小声道，别开头朝这一边看去，小脸蛋有些红。你也吃，你要付钱的。程毅被逗得一乐，也不知道朗朗这孩子性子像谁。这2天虽然2人关系已经不像是之前那样紧张，但是这小家伙还是拘着，倒不是厌恶自己，而是天性使然，就是个不喜欢表达的性子。不过程毅倒是不在意，这个年代的人大多如此，即便喜欢爱着对方，也都羞于启齿，甚至喜欢用一些极端的方式表达。喜欢你，不明说，扭扭捏捏的送东西，说点调侃的话，都算是好的。要是遇着一些极端大男子主义的，他们的喜欢更要命。
早些年，程家村就发生过因为自家婆娘多看了一眼别的男人，结果被自家丈夫用锄头给敲死的事儿。后来男人吃了枪子儿，留下一个儿子，如今被爷爷奶奶拉扯着长大，估摸着也得有17、18岁了。程毅吃着红烧肉，味道对他来说算不上顶尖，但是因为是自己儿子递给自己的，却仍旧叫他笑得眯起了眼。很好吃，他笑着道：“谢谢郎朗。”小家伙动作一顿，别开眼，一本正经道：“大家都是男子汉，客气什么？”程毅，得，这儿子没法了。一中，程兆根正在备菜，他穿着一件白色长罩袍，戴着帽子，正蹲着在水里头捞洗干净的白萝卜。说是备菜员，但是实际上就是个螺丝钉，厨房里头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卸货、洗菜、切菜、洗碗等等。程兆根和媳妇儿齐英俩人都没什么文化，靠着大儿子程明生在一中教书，又是托关系，又是走后门，这才好不容易得了这个职位。然而虽然是个体力活，也不是编制内，但是走在路上，程兆根的腰杆仍旧挺得笔直。不为别的，就因为自个儿大儿子那是在一中里头教书的，铁饭碗，吃公粮，城镇户口，他儿媳也是一中的教师，走在路上，谁不喊自己一句程师傅？他老程家只有他程老两家才出了个吃公粮的，独一份。程兆根骄傲着呢，将白萝卜刚刚从水里头捞出来，程兆根擦了擦手，又拿起菜刀，准备将冻烂了的地方给挖了。这些白萝卜是去年入冬存的，元安县的白萝卜不是那种大长萝卜，而是圆圆的一个墩儿，吃起来肉质紧实不空，加上肉一炖煮，味道极其好。程兆根想起今天早上大哥程前来找自己，托自己帮着忙，说看看能不能帮着他儿子，也就是他大侄子程俊杰，在学校里头找一份正经工作。他那大侄子年纪大了，开不了清，县城里头的姑娘一听说是做小吃生意的，总觉得不体面。那些个农村姑娘，大哥程前来又看不上，拖来拖去，眼见着就要奔3了，这不着急了，赶紧来找程兆根。第30章，这一巴掌下去，肉眼可见的肿起来，看看能不能花点钱在学校里头找个事儿做，钱多钱少无所谓，体面就成。程兆根满嘴答应了下来，真想帮忙是真的，但是心里头忍不住又美又得意也是真的。他程老二也总算是混出头了呀。哟，程老哥，这是在洗萝卜呢？刘大伟抽着烟，笑嘻嘻走过来，递给了程兆根一根。程兆根眼皮子顿时一跳，这刘大伟平日里好吃懒做，手里头是出了名的紧，扣扣巴巴的，平日里谁要想从他的手里讨一根烟抽，那简直是难如登天。今儿个是咋回事？铁公鸡拔毛了？程兆根不愿意欠人情，笑着摆摆手，又甩了甩水道：没空抽，咋？你今天不是休假？我今早来干活时，看见保安亭里老杜在值守，你怎么来了？刘大伟吧嗒吧嗒吸了2口，眼神落在程兆根脸上，嘿嘿笑道：瞧着点新鲜事儿，所以来问问。新鲜事儿？程兆根好奇了起来，这人平日里和自己关系也不算好，居然见着了新鲜事儿，特意找自己说。啥事儿？程兆根狐疑问道。刘大伟又美滋滋的抽了口烟，瞧着程兆根，嘿嘿一乐。我瞧见你二儿子了，穿着皮夹克、牛仔裤，一头甩发，好不帅气威风脸。刘大伟拉长音调，瞧着程兆根，问道：是叫程毅是吧？提起二儿子程毅，程兆根脸上的神色果然微微一变。他想起半个月前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来找自己，开口就是要600块。妈的！气得程兆根当场爆了粗口，抄起棍子就准备揍人。这兔崽子想钱想疯了是吧？他大哥如今1个月在一中教书，也就是60元钱的工资，再加上各种补贴，勉勉强强80元。那钱程兆根是不敢想的。如今自己和老伴儿2人的工资都要用来补贴家里，哪还有多余的钱给二儿子程毅？程兆根心里的苦那是说都说不出的。他生了3个孩子，老大程明生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虽然治好了，但是落了点后遗症，走路的时候微微有些拐，虽然不明显，但是仔细瞧还是能够瞧得出。也幸好大儿子程明生争气，念书一直算不错，家里头咬咬牙卖了些东西，拿出钱供他念了一个师范。师范出来后包分配工作，程明生终于算是熬出头了。工作有了，接下来就是找媳妇儿的事儿。教书之后就有了城镇户口，也终于脱掉了泥腿子的身份。程明生模样周正，瞧着书生气极浓，很是受姑娘喜欢。可是人姑娘见了2次面，一瞧是个瘸腿的，10个里面9个就不愿意了，剩下的1个要么家里头是做小生意没什么文化的，要么就是农村姑娘。程兆根和齐英哪里愿意？后来程明生遇着了现在的这个儿媳，这儿媳性子强势，家里头就是元安县的，条件十分不错，自己也在一中教书。2人处了一阵子，人姑娘就咬着牙铁了心要嫁给他。姑娘家里头没法子，摆了个脸色，也就答应了，一波3折的结了婚，
程兆根和齐英在家里头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处处都要看着这大儿媳的脸色。再加上这2年两人老夫老妻感情淡下来了，大儿子念了小学，鸡毛琐事弄了一地，大儿媳的脾气也渐渐显露出来了。一吵架就拿着以前的事儿骂，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当初要不是他眼瞎，怎么瞧得上程明生这个瘸腿的？要钱没钱，要身体没身体，他倒了8辈子血霉。程兆根和齐英在2人家里头帮着他们带孩子，见这样也没法在家里头蹲着了。等到大孙子一上小学，就赶紧来一中找事儿做了，能补贴点就补贴点，只要能把日子过下去就成。大儿子这边如今勉勉强强能凑合着过，可是没曾想二儿子程毅更是个不省心的。程毅就比程明生小2岁，说起来也奇怪，早些年程毅是极聪明的，跟着程明生一前一后念了初中，程明生成绩还起伏不定，勉勉强强年级前5。可是程毅此次考试都是全校第1，甚至写了作文还得过县里头的奖状。那时的少年也是意气风发，谈起将来也曾挥斥方遒，豪言壮志，拍着胸脯说他要当大官，叫他和他妈顿顿吃肉。然而长着长着就变样学坏了。程兆根也想招法帮过一段时间，包括娶媳妇儿，帮着还钱，苦口婆心的劝，没曾想程毅走的路子越来越歪。那日程毅过来要钱，刚好被大儿媳看见，阴阳怪气的说了几句，程兆根脸上挂不住，再加上600块实在是离谱，他没忍住，气得甩了他一个巴掌，父子俩算是彻底决裂。那一巴掌打得重，肉眼可见肿了起来。程兆根心里头虽然立刻后悔了，但是碍着大儿媳的脸色，他愣是半个月没回程家村看看程毅。如今刘大伟一说，程兆根的心思就活起来了。他闷不作声地刷了2个萝卜，到底没忍住，抬头看着刘大伟，闷声道：“你咋看见这臭小子了？他干啥？该不会被人撵着揍吧？”刘大伟见程兆根上钩，顿时长叹一口气，露出一脸吃惊的神情，道：“程哥，你还不知道啊？你家老二出息了，赶着驴车在街上抛头露面做生意哩，沿街叫卖，带着2个孩子一起。你是不知道，俩孩子过得多苦，穿着破破烂烂，袖子也短了一截，简直瘦得不像话。哎，程哥，你说说，你那大儿子好歹也是咱们一中的老师，怎么那二儿子就去做小生意哩？多丢人！还带着2个孩子一起，以后要是俩孩子不爱念书咋办？再往大了说，要是被咱们学校里头的老师们知道了，可不得怀疑他搞资本主义做派。我可听说了，咱们一中今年可要评先进教师的，万一咱们程老师受到影响……”刘大伟的话没说完，程兆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他霍的一下站了起来，脸色黑青，盯着刘大伟问道：“在哪儿？做啥生意？我去瞧瞧。”刘大伟心里头得意着，随意摆摆手，将油纸包拎了起来，在程兆根面前晃了晃：“卖炒螺丝吧，还说是秘方，我还不知道程哥你家有这秘方，味儿是真不错，你要不要尝尝？”程兆根气得手一挥，低头骂了2句，他哪还有心思尝？他现在就恨当初那一巴掌打轻了，这小子太不是东西，咋就一点不考虑他哥？第31章，远安县百货大楼，有没有想过他大哥？这一家子都要被他连累了。程兆根再也没了心思，当下霍地站起来，眉头拧成疙瘩，将手里的萝卜和刷子一扔，又解了围裙就要往外走。齐大伟瞧着热闹，赶紧跟上，添油加醋的又点了几把火。程兆根原本就是个暴脾气，袖子一落，脸色黑沉沉的，快要滴出了水。大步一迈，刚走到门口，就遇见了自家婆娘。齐英正在切菜，瞧见程兆根怒气冲冲黑着脸出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刘大伟，当下吓了一跳，赶紧将菜刀一放，赶紧朝着程兆根跑过来。咋了？发生啥事儿了？脸色这么不好看？自家男人什么性子，齐英是知道的。早些年在程家村，因为田沟里的水，他都能气得半夜扛着锄头要去和人干架，要不是齐英拦下来，现在指定在哪儿吃牢饭。程兆根气得大骂：“还不是你生的那兔崽子，一天天不找正事儿干，不是做什么白日梦，就是去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成天想一出是一出，非得拖累一家子。我今儿个非得去教训教训这兔崽子，叫他好好瞧瞧谁才是他爹。”这一听，齐英就知道了，不是在说程毅还能说谁？他急得额头冒汗，赶紧搓了搓手，拽住了程兆根的衣摆。“哎呀，兆根，你咋这冲动？这可是在一中，咱们还是在上工时间呢。”齐英软声软语劝着，教训孩子也不是这个时候，要是被抓着旷工，咱们要被记本本的，可千万不能被扣工钱被娟子知道呀。娟子大名叫做赵娟，是程明生的媳妇儿，也是老两口天天捧着的人。果然，大儿媳一出来，比啥都管用。程兆根顿时像是兜头一盆冷水，彻底冷静下来了。他黑着脸不吭声，在原地站着，拳头攥紧，好半晌才一声不吭，掉头又走回了洗菜间。齐英则是眼睛红红，
想起程毅，忍不住抬手抹了一把眼泪。他是真的一点法子都没有了啊！吃完中饭，程毅带着林清然和晴晴朗朗走出饭馆，直奔百货大楼。90年的元安县百货大楼里头的东西已经很丰富了。元安县百货大楼坐落在2条主街的拐角处，正对面就是一条运河，运河往下100米是个码头，平日里上上下下运输货物十分繁忙。也正是因为如此，百货大楼的生意十分紧俏，人流量爆满。百货大楼一共2000多平方米，4层楼，灰色外墙镶嵌着这年头最时髦的巴掌大的小白砖，一整面墙下来堆砌出花样，远远就能瞧见。10大类，8000多种商品种类，在这儿都能买到，小到一针一线，大到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等等，一应俱全。瞧着这座百货商场，程毅心里头颇有些感慨。实际上，上辈子自己也抽空回来过几次。当年热热闹闹繁华的风头无两的元安县，随着水运的没落，也跟着一并沉寂下来。这座4层百货大楼曾经元安县的地标性建筑，也因为码头的关闭而门庭冷清，最后沉睡在历史的长流里。夕阳余晖，静谧美好，门口3辆孩童追逐，老人摇扇下棋。谁还记得时间往前几十年，他曾经的风光辉煌？怎么了？身旁林清然轻声问道，瞬间拽着程毅的思绪回笼。他扭头笑着摇了摇头，又伸出手在晴晴的小脑袋上揉了揉。没什么，你们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把驴拴好，马上就来。林清然点头。程毅拽着驴子朝着街道对面走去，因为对面就是运河，因此没有开店铺，岸边种着一粒的杨柳，刚好到了季节，嫩柳芽一抽，地上杂草冒了头，一片生机勃勃的绿。程毅找了一片草多的地儿，将驴大爷拴了上去。咕嘎咕嘎，驴大爷很是满意，扯着脖子喊了几声，又对着程毅哈吃了2口气，这才心满意足的低头吃草了。程毅不放心，走了2步回头看了一眼，想了想，还是给街道对面的保安递了一支烟，托他帮着照看一下。递的烟是老板杨寿先给自己的华子。保安一瞧，眼睛放光，再一看程毅，模样周正，出手大方，指定不是普通人。嘿嘿，先生，您放心，我指定给您看得好好的。程毅又道了谢，这才转身快步朝着台阶上等着自己的林清然小跑去。走吧，他笑着道。一家4口走上台阶，跟着人流进了百货大楼。晴晴朗朗2人还是第一次来百货大楼，小家伙仰着脑袋，瞧着周围光鲜亮丽的人群，下意识地缩了缩小身子。也怪不得他们，是真的没见过世面。2人的身上穿的还是打补丁的衣裳，袖口裤脚都短了一截，甚至还用了不同颜色的布接了上去。而此刻也有不少小朋友跟着爹妈来百货大楼买衣裳，最时髦的小套装、小皮鞋，一些小姑娘们甚至身上穿了乔其纱做的蕾丝边裙子，下面搭配着一双港剧里头那些小姑娘喜欢的白色连裤袜，打眼一瞧，简直是漂亮极了。晴晴低着头瞧着自己的布鞋，那是开春的时候林清然攒钱扯布那鞋底给自己做的。可是小孩子跑来跑去比较费鞋，前面的鞋底已经磨薄了一半，前面大拇指的地方也泛就冒了毛边。他抿了抿唇，伸手攥紧着程毅的衣摆，有些瑟缩的看着那些朝着自己看过来的人群。朗朗小眉头拧着，往前走了一步，轻轻拽着晴晴的小胳膊，轻声道：朗朗会保护晴晴的。林清然也有些不自在，他低着头看着地面，眼神有些紧张。自从嫁给程毅之后，他就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来过县城了。林清然早些年跟着爹妈在隔壁村长大，只可惜爹妈不喜欢他，极度重男轻女，结婚要了一笔彩礼之后就把他扔给了程毅，甚至逢年过节还变着法儿打听，要是挣了钱能拎着东西回去瞧他们了，就托人带口信过来说想他。可若是知道他现在过得苦，那就直接告诉他别回去，家里挤，吃饭都没地儿。第32章，在我眼里你比他们漂亮。这2年林清然的爹妈跟着儿子来县城生活，都没告诉林清然一声，总之是要多冷漠就有多冷漠。说到底他心里头是自卑的，再加上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幸福，他越发自闭。这3年来他不是没想过出门挣钱，可一想到孩子还小没人带，二来出门要和人打交道，他就极度恐惧。这会儿跟着程毅来百货大楼，周边沸腾热闹，他却只觉得瑟缩害怕，仿佛周围一圈人都在瞧着自己，十分不自在。林清然不知道的是，2个孩子从小跟着他长大，和人打交道这块也像极了他。他低着头，心跳微微加速，总觉得四面八方都是看自己的笑话。别怕！就在这一刹那，掌心忽然被人轻轻握住，温温热热的触感，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程毅身上熟悉的味道。他用了力，轻轻的捏了捏，见林清然朝着自己怔怔的望过来，他露出了一个安抚的笑容。跟着我就好。程毅凑近他耳边轻声道。在这个人潮汹涌的档口，耳边热气沿着耳郭打着转，顺进了他的心。好像那么一刹那，
有人在他的身边竖起了一道坚硬的外壳，将他牢牢保护在里面。林清然点了点头，没有拒绝他的手。程毅又弯下腰，将晴晴抱了起来。见朗朗看向自己，他也冲着他笑了笑。害怕吗？才不害怕。朗朗是男子汉。那好，男子汉就要保护妈妈和姐姐。朗朗能一直抓着妈妈的手保护她吗？小男子汉就是这样，就算害怕紧张，那也不能表现出来的。小家伙眸光一亮，挺起小胸膛，认认真真的点点头。朗朗要保护妈妈，保护晴晴。朗朗是小男子汉。那走吧。程毅带着小家伙往前走，直奔2楼。今天刚好是双休，人很多，整个元安县的职工们都喜欢来这里逛，总觉得这里高大上，说出去面子上倍有官。这年头元安县还没有成品衣店，大部分都是去街上找私人裁缝做衣裳。私人裁缝的手里头往往会有从杂志社或者百货大楼里头购买的样品书，里头画了各种各样的衣服图。客人选中了哪一款，就量好衣裳定做，先付定金，选好面料，最后再等上起码半个月才能拿到。价格方面也相对便宜不少。而百货大楼里头这会儿也已经有专门卖衣裳的店了，不过都是从羊城那边运送过来时髦货。羊城临近港城，隔着一条湘江，往往那边吹什么潮流风向，第一个接收到的就是港城。前2年倒爷多卖的都是羊城的衣裳，虽然小打小闹，但是也挣得盆满钵满。这2年经济开放，国家对这方面的管制松了不少，因此也开了路子，容许国营经济里头带一点洋货卖。这2家成品衣服店就是专门售卖从羊城那边运过来的衣裳，走在潮流最前线，十分时髦。元安县里头年轻姑娘最想要的就是从这里面买一件，穿出去能炫耀好些日子，多少人羡慕。一些刚刚毕业步入工作岗位的小姑娘没什么花钱的地儿，常常攒2-3个月的钱，就为了过来买一件。程毅带着林清然走到2家衣服店门口的时候，这里已经人满为患了。打眼一瞧，全都是漂亮小姑娘，烫着卷发，粉色西装，灯芯绒长裤，下面一双坡跟搭扣黑色绒面鞋，擦着白色粉底和艳色的口红，浑身上下都是青春的朝气。林清然低着头不敢瞧，程毅却再一次轻轻握了握她的手。在我眼里，你比她们漂亮。他轻声道，仍旧是凑近她耳朵，淡淡的热气舔着她的耳郭，说的却是叫她面红耳赤的情话。程毅也不逗她，带着几人挤进去，到了柜台最前面。柜台的售货员是2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这年头国营商店里头的售货员可是个香饽饽，用老一辈的话说就是脚不沾泥手不沾水，站着就有钱，那是顶快活的差事了。但凡是家里头有点关系的，都想着往国营商店里头送。因此这打眼一瞧，售货员个个都白白净净，瞧着天真烂漫，招待客人时也散漫随心，爱答不理。这是典型蜜罐里长大的姑娘。这喇叭裤多少钱啊？瞧着像是新款式，还是牛仔布料的，能拿下来我看看吗？还有这女士西装还有垫肩呢，穿着肯定显身材，能不能试试？哇，3道杠运动服，瞧着可真不错。人群哄闹，小姑娘板着脸，显然不耐烦，态度也有些随意。这些衣服都很贵的，不买的话就别试了，不然我们可赔不起。售货员冷冰冰地扔下一句话，这下可好，顿时点了油锅。你这人怎么说话呢？大家都说百货大楼里头的衣裳店衣服能试我才来的，要是不能试，买回去穿不了，那我不是白白浪费好几10块呢？就是，大家都是有单位的，谁也不比你低一等，能不能好好说话？买个衣服也叫人生气，说话真是太难听了。小姑娘脸色一板，正准备说话，却见人群里一人屈起手指，轻轻敲了敲玻璃柜台，唇角抿着，笑着看着她。这位同志，你是不是把生活情绪带到工作里来了？那人慢条斯理，说话却字字清晰，叫人心里一咯噔。语录上可说了，国家是人民的国家，那标语也明明白白写了，为人民服务，顾客至上。怎么到了这百货大楼就反着来了呢？这位同志，你是不是对组织对语录有什么意见？要真有，我们可以帮你向上级反映，毕竟带着情绪进入工作可不是一件好事儿。这人自然是诚意，他说这话的时候特意压着声儿，一顶顶大帽子扣过来，顿时叫小姑娘心里头一个机灵。她面色蓦地一白，瞧着程毅有些惧怕。我没有，只是刚才人多，我怕把衣裳弄坏了。姑娘结结巴巴挤了几句话出来，瞧着都快哭了。还是旁边年长一些的售货员反应快，赶紧过来对着程毅露出笑脸。第33章，试衣服，试衣间里的暧昧。这位同志，你要是什么衣服？这些都是羊城新来的款式，最是时髦洋气。你瞧，连衣裙和喇叭裤，还是牛仔的面料，男款女款都有。
程毅不是个揪着不放的人，也并不是真的诚心要找人小姑娘的麻烦。见另外一名售货员开了口，给大家伙台阶下了，他也就笑了笑，眼神极快的在挂着的衣服上搜寻了一遍。小孩子的衣服要这几套，后面的女士衣服就拿着一条连衣裙，碎花的这一件毛衣外套也要。程毅眼光极好，上辈子混迹娱乐圈，在那样的名利场里头摸爬滚打了一番，甚至被逼着看各种秀场，他的审美程度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甚至于后来他第一次获奖当了影帝，有人扒出了他成名之前各种大大小小的时装照片，惊叹发现这个男人仿佛踏着岁月逆流生长。程毅也上过几档关于设计服装的综艺节目，每一次都能够完美抓住设计点，引爆大大小小商家们的模仿热潮。人生总有那么一个转折点，就像是开挂，程毅便是如此。售货员见程毅一口气拿这么多衣裳，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心里头揣着忌惮，仍旧老老实实的用衣叉将这些挂好的衣服拿了下来。啊，同志，你可得小心些，这些衣服价格可不便宜，弄坏了就麻烦了。程毅点了头，顺手接过来。林清然一直在旁边站着，抿着唇，双手紧紧绞在一起，一直没吭声。直到程毅拿着衣服朝他走过来，林清然才紧着嗓子开口：“咱们去裁缝铺子做衣裳就成了，再不然就扯不回家自己做，这里实在是太贵了。”他刚才一直在悄悄打量价格，发现随随便便一件衣裳都要20元，就算是小孩子的衣裳，那也不便宜。就说程毅手上拿着的2条灯芯绒背带裤，瞧着明明也不是什么顶好顶时髦的料子，居然也要7元钱一条。要是在裁缝店，7元钱可以扯不做2条这种背带裤了。林清然是真心疼钱。程毅笑了笑道：“你要真心疼钱，那咱们就先买一套穿着，等会儿扯不回去，咱们再多做几套。”见林清然拧着眉头还想说什么，程毅下巴扬了扬，朝着2只小家伙看过去：“咱们等得了，可孩子没法等，挣了钱不给你们买衣裳，像什么话？”顺着程毅视线看去，林清然就看见了瑟缩在自己背后的2只小家伙，怯生生的瞧着人，见有人朝着他们看过来，下意识的拽了拽自己短一截的袖子。林清然心一疼，当下也就没再拒绝了。程毅带着晴晴朗朗去试衣服，他特意挑了大了2个码的衣裳，背带裤，经穿，裤脚长了往上卷一卷，里面搭配一件毛线衫，又或者是纯棉的长袖，一衣多穿十分划算。朗朗选的是藏青色，晴晴是桃红。2只小家伙还从来没有买过新衣裳，伸手接过来的时候，一脸的欣喜和小心翼翼。爸爸，晴晴可以穿吗？这衣服好漂亮，比二丫的还要漂亮。小丫头拽着程毅的衣摆轻轻晃。朗朗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小胳膊抱着背带裤和棉褂子，爱不释手。程毅瞧见2人喜欢，当下心里头也松口气。他笑着点点头，在2个小奶团子脑袋上挨个摸了一下，喜欢就买。说完后，他喊来售货员，叫他将这些衣裳包起来。那边林清然手里也拿着碎花连衣裙和一件开衫毛衣，这开衫毛衣用的是当下最时兴的料子，揉了一点羊绒进去，不像是最老式的那种毛衣，粗糙刮得人皮肤生疼。羊绒柔软，贴着肌肤十分舒适，当然价格也不便宜。林清然悄悄看了一眼价格表，发现了这衣裳的价格，实心羊绒开衫29元。他吓了一跳，手里揣着像是个烫手山芋。29元，那可是足足快20斤的肉了，买回去能吃上小半年，如今用来买一件衣裳，他哪舍得？可程毅偏偏不如他的意，他笑着拍了拍林清然的胳膊，道：“这碎花裙你去试一试，这一套搭配起来指定漂亮。”林清然嗫嚅着嘴唇，见许多人围着，他不好意思反驳，当下只能抱着衣裳走进了试衣间。然而这一进去，足足10分钟都没出来。售货员已经将晴晴朗朗的衣服装好了，就等着林清然身上的衣服一起算钱呢。程毅等了一会儿，眉头皱着，转身对着售货员道：“同志，我去看看，能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孩子吗？”售货员等得心急，当下赶紧点头：“可以的，你快去瞧瞧，那连衣裙的拉链在后背，可别卡着头发了。”程毅点头，快步朝着试衣间走去。也就只有百货大楼里头的这2家衣服店才有试衣间了。门外等了几个人，程毅也没顾得了那么多，当下直接推门进去了。林清然吓了一跳，他下意识地蹲下了身子，捂着衣服，一脸惊慌地扭头看向程毅。发现是程毅后，他脸颊虽然还泛着潮红，但是一颗心却落了下来。你怎么来了？他嗫嚅小声道。程毅无奈耸耸肩，走过来，一眼就瞧见了，果然是被拉链卡住了头发，而且这拉链在连衣裙的背后。林清然头发又黑又多，这一缠着，再一着急，胡乱扯了2下，结果绞进去一大截。我不来，你解得开吗？程毅道。林清然顿时不吭声了。程毅走近了才看见，他额头上冒着的一层细密汗珠，
颈项上裸露出大片白皙细腻的肌肤，也泛着一层薄汗。他一愣，喉结下意识地滚动了一下，眼前这一刹那只看得见一片白腻，叫他心间如沸腾的开水般咕嘟嘟地冒着热气儿。程毅，林清然察觉到程毅视线的滚烫，两人都不是未经世事的青涩男女了，当年虽然保守，但也发生过最亲密的关系的。然而此时此刻，林清然不知道为什么，程毅不过一个简简单单的视线，却叫他心跳都乱了。说话的声音隐约发着颤，眼神甚至不敢去看他。第34章，惊艳众人的林清然。你别动。程毅终于回过神来，他声线平静，压下汹涌起伏，伸手拉住了他背后的拉链。我帮你弄。林清然当下就不作声了。狭小的空间内，连空气涌动都开始变得缓慢，呼吸被拉长，带着热气彼此交融，随之伴奏的不知道是谁忽然间快起来的心跳。程毅的指腹有些粗糙，贱货擦过他后背的肌肤，撩起一簇细密的火焰。程毅的手在微微颤抖，一只手抓着拉链，另一只手在拨弄头发。林清然呼吸紧了紧，轻声开口道：怎么了？很难吗？实在不行就把头发剪了也可以，我没关系的。我有关系。程毅喉结极快地滚动了一下，黑色的眼眸深处一点暗色撩拨。细细算起来，2辈子自己只碰过她这一个女人。年少不知其味，再想伸长，他却早已经心冷，即便拿着剪刀对着自己的颈项，也不愿再和他一起。后来步入繁华娱乐圈，不是没有屈服于身体原始的欲望，也曾告诉自己放下过去，尝试着开始新的恋情。可是每每闭上眼，亦或者是下雨雷鸣，再要么瞧见乖巧可爱的孩子，都能触动他内心深处的画面，那是心急。日子如牢笼，掰着手指一日日的点着过。他曾以为林清然于他而言，终究是夏日落雪，白日升月，成了那个永不可及的梦。可如今他鲜活明媚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触之有温度，嗅之有柔香，现在更是裸着后背，背对着自己。初春的空气有些冷，他雪白的肌肤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毛孔。程毅微微闭了眼，深吸一口气。好了。指尖撩起裙子，探入里面，将拉链里面最后一缕头发轻轻拽出。程毅飞快地将她的裙子拉上，他生怕自己再多看一眼就要失态。林清然面颊酡红，低着头做了个几个深呼吸，匆匆忙掠过程毅，朝着外面走去。门外不少人在排着队，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见林清然出来，几人正准备表达不满，却没想到一抬头瞧见林清然的模样后，顿时愣了愣。这是什么款式的连衣裙啊？我刚才怎么没看见？好时髦！这条裙子的颜色真的好衬肤色。哇，原来直头发穿裙子也好漂亮，我都后悔去烫卷发了，太伤头发了。哎，刚才我怎么没瞧见这条裙子？等会儿咱们也去瞧瞧，穿起来好显身材。几个姑娘们小声讨论，林清然却半点没听见。她朝着晴晴朗朗走去，喊了一声，两只小家伙一扭头，看见林清然，顿时眼睛里放光。妈妈，是妈妈！晴晴开心的大喊，伸出小胳膊指着林清然，妈妈好漂亮。小孩子声音又脆又亮，这一声喊声顿时吸引了周围不少目光。连衣裙是明艳的黄色，在这个寒春像是一朵肆意绽放的迎春花，美得夺目清新。她的头发是真的很好，浓密柔顺，这会儿松松垮垮用鲨鱼夹住，边角难免落下一些碎发。风轻轻一吹，几缕碎发浮动，衬得她精致漂亮的眉眼越发楚楚动人。林清然是真的极美，从小到大，她或多或少知道自己长得漂亮，但是还没等她享受到美貌所带来的瞩目时，家里爹妈便对她恶言相向，诸如长得漂亮有啥用，出去叫我们抬不起头。知道村子里头人咋说的？都说你是狐狸精，女人以后都是要给别人做媳妇儿的，顶着你这样一张脸，叫你婆家怎么想？你男人指不定以为你处了多少个对象脸，不准捯饬那些有的没的，有的穿就不错了，你有啥资格爱美？这些话像是一根根针扎进林清然的心脏。漫长的年月里，这些针非但没有拔出，反而一点点生了锈，连着他的血肉一并深埋。所以对于林清然而言，他习惯性隐藏瑟缩，甚至特意散开了一点头发遮住自己的脸蛋。如今陡然间暴露在这么多人的视线下，之前程毅给自己带来的一点躁动和暧昧全都消失无踪。他手脚冰凉，站在原地，一脸无措又紧张。媳妇儿！身后忽然一阵温暖涌了过来，随之而来的是鼻尖充斥程毅身上的味道。他伸出手，笑着自然而然地揽住了他圆润小巧的肩膀，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在这一刹那为他矗立起高墙，隔绝一切危险。他的心瞬间奇异地平静了下来。这件毛衣穿上，别冷着。程毅又将那件羊绒开衫披在了林清然的身上。这是一件驼色的线衫，简型的，
肩头垂着，一路往下带一点灯笼袖款，也是今年最时髦最流行的。这一身搭配起来是真的惹眼又漂亮，尤其是林清然这一张脸，可明艳可清纯，眼波流转间叫人压根移不开眼。喜欢吗？程毅问道。实际上林清然对于衣裳漂不漂亮她并没有概念，从小到大都是捡别人的衣裳，甚至男女都不管，只要能穿就行。再大一点，受爹妈的影响，她慢慢觉得漂亮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此她甚至羞于见人，更别说学会穿衣打扮了。程毅问自己喜不喜欢这身搭配。林清然，他低着头看了看，抿唇纠结了半晌，才轻声开口：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太贵了，我穿什么都可以，扯不回家自己做衣裳也没关系。说完，见程毅眉头皱着没说话，他赶紧又补充了一句：你觉得呢？好看吗？程毅伸手拧了拧眉心，叹了口气。他现在终于发现自家媳妇儿究竟哪里不对劲了，明明生得一副极好的样貌，却总是低头不敢见人。以前见他常年额前留着2缕碎发，还以为他喜欢这个发型，现在想想，怕更多的是方便低头藏脸。程毅心里长叹一声，自己怕是捡了个大便宜。当然好看。程毅道：媳妇儿漂亮是一件好事，不用藏起来，也不要觉得她不好而介怀，我希望你能随心快乐。他说完顿了顿，又补充道：当然，你要是愿意漂亮给我一个人看，我求之不得。第35章，真是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了。林清然顿了顿，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和他说过这样的话。记得有一年他放学回来的路上被村子里头的光棍拦着骚扰，他吓急了，后来捡了块石头狠狠砸了那人的脑袋才逃回家。后来光棍捂着脑袋追来，一屁股坐在家门口，嚷嚷着要他赔钱。林清然吓得躲在门口，却被他爹林明生一把揪了出来。林清然哭得身子发抖，解释了很久，可林明生满脸不耐，说来说去都只有一个意思：你要不穿裙子，他咋会盯上你？不盯上别人？林明生推了他一把，骂道：赶紧给人道歉，小小年纪咋学会打人？我哪有钱赔？自那开始，林清然就明白，所谓的漂亮招人喜欢都是不好的。他抬头看着程毅去付钱的背影，心里头像是厚厚的一层云被拨开，陡然间乍见了一点极亮的天光。一共是98元。程毅结了账，拎着衣服出来，笑着对3人摆手：走吧，回家去。3人走下1楼，又在百货大楼的一层买了一点杂货，满满当当一大摞。程毅费劲儿地拎上了驴车，小家伙们都累了。驴车走到一半的时候，晴晴朗朗小脑袋一点一点的趴在倒扣着的脸盆上睡着了。林清然赶紧脱下外套，给2只小家伙披上了。日头正好，初春的寒意驱散，春风拂面，路两旁的杨柳抽条，柳枝浮动，一点细小的杨柳絮随风翻涌，稀稀疏疏落在这薄薄的春日里，像是一场春日飘雪。程毅扭头看了一眼，却见林清然也正好抬头看他，黑发飞舞，他笑容浅浅，2个梨涡浅显。怎么了？他轻声问道。程毅抿唇一笑，对着他眨了眨眼：没事，看我媳妇漂亮呢。说完后，程毅扭过头去，伸手在驴大爷的屁股上拍了一把，咕嘎咕嘎。驴大爷扯着嗓子嚎了2声，气得喘了2口粗气。好家伙，拿他当电灯泡拍着玩呢，这是。20分钟后，4人到家，林清然和程毅2人一人抱了一个放到床上去睡。刚走到院子里，就看见林耀生带着一群人涌了进来，手里头拎着尼龙袋和篮子，螺丝满满当当装了一大盆。瞧见程毅出来，林耀生赶紧将手里头的烟给摁灭了，见还剩下一截烟屁股，又舍不得丢，干脆挂在了耳朵上。哥，你终于回来了。林耀生嘿嘿一乐，迎上前去，将手里头的螺丝拎了拎，往前一递，道：你瞧，昨晚上我和我兄弟几个连夜去隔壁村摸的，不少呢。今天再卖一波钱，我那小弟的钱就凑够了。可多亏了你，你真是比我亲哥还亲。这小子社会上混一遭，嘴比蜜还甜，而且张口就来，叫程毅哭笑不得。现在就给你称。他笑着道，说着拿出秤，又招呼着几人排了队，一个一个来。林清然刚喝了水，又赶紧给程毅倒了一杯，端着搪瓷缸子小跑过来，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你喝点水，我来算账。程毅点头，忙了一上午的确口渴，他端起杯子灌了半杯水，手下也不空着。小六子12斤1两，李叔6斤8两，刘二姐3斤6两。对了，还带上昨天帮着捡螺丝的7斤，一共就是10斤6两的钱。程毅记性极好，想当年背台词厚厚的一大摞，他从来都是看2、3遍就能记下来。程家村人不多，拢共也就是几十口人，而且主要就是2条大路，出门一抬头见着全都眼熟，基本上都能喊出人名来。刘二姐原本还支支吾吾，不好意思提自己昨天帮着捡屁股的事儿，没想到程毅一见着自己就想起来了，
还主动给自己算了工钱，当下忍不住扬起嘴角，搓着手，瞧着程毅道：“哎，都是一个村儿的，哪这么着急？过些天算也一样。”林清然这会儿已经将钱递了过来：“二姐，一共1块6分钱。”刘二姐一瞧，眼睛一亮，激动的不知道手往哪儿放。哎呀，这多不好意思，程家二小子，以前二姐说话不中听，你可别往心里去。你可真是个好小子，挣钱都不忘带咱们程家村的乡亲。程毅笑道：“二姐，这话说哪里去了？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你挣钱也是帮了我的忙。以前我不懂事儿，干了许多混账事儿，村子里头的叔叔婶子也都照顾我不少，不和我计较，我哪能不记着？”一番话说得漂漂亮亮，叫后面一些还扭扭捏捏的程家村村民们心里头顿时舒坦了。要知道，之前几年谁没私下里嚼过他家的舌根？说的再难听的都有。如今他们一个个都要指望着从程毅这里挣钱，难免面子上挂不住，生怕程毅提起旧账，叫他们难堪。因此昨儿个捡屁股，程毅第一时间没结账，他们一个个就像是锯了嘴的葫芦，一声不吭。今儿个实在是没忍住，刘二姐才从自家田里头捡了螺丝，想着借着这个由头，怎么着也得提一提自个儿昨天的工钱。没想到自己还没说，程毅就主动提了，而且话里话外半点没有半点阴阳怪气的意思，简直是叫他们心里头顿时放下了大石头。刘二姐喜滋滋的拿着钱走出院子，一出门瞧见不少正扒拉在门口往里头瞧的人，当下拿着钱在他们的面前晃了晃。要我说，咱真是想多了。那话咋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人程家二小子如今可真是个体面人，让咱们挣钱不说，结账还痛快。我都没开口提昨天的事儿，他自个儿就给我算了钱。刘二姐感慨，这倒是叫我没眼没皮了，以前还可劲儿说他娘儿三饿的没米下锅，咱也没帮他们一把。一番话说完，几人跟着惊讶又嘀嘀咕咕了一阵，终于得出了结论，这程家二小子是真的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了。2个小时后，夕阳西沉，宛若圆盘。院子里人群散去，林清然拿着本子，低着头，认认真真的在算账。而程毅已经生了火，正在炒第一锅螺丝。他今天要去金凤凰歌舞厅上班，准备炒好螺丝提前去，卖完再工作。今天螺丝卖的不少，整整6大盆，不过也付了一笔不小的工钱，再加上买衣裳花了钱，零零总总算下来，入账只有53元6角钱。林清然抿了抿唇，心里头有些心疼，毕竟还欠了600块在歌舞厅里，虽说对方没催着还，却总不是个事儿。他想着起身准备和程毅说今天的入账，没想到就听见门外传来拍门声。程家媳妇儿在不在家？是我，乔婶儿。林清然一顿才反应过来是对面二丫他妈。二丫是家里头的小闺女，大儿子都已经工作了，乔婶儿怀上二丫的时候都已经40多了，因此年纪比林清然大不少。平日里两家走动不多，只有二丫会偶尔找晴晴朗朗玩，也怪不得林清然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他赶紧将账本收好，走过去开了门，一眼就瞧见乔婶儿拎着菜篮子，篮子里头是螺丝，个大圆乎，洗得干干净净的，还在往下滴水。一旁二丫虎头虎脑的探头往里头瞧着，手里头攥着一把小龙人糖果，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的包装。没等林清然招呼，二丫就已经跑进去了。小孩子们总归如此，吵归吵，闹归闹，第二天照样玩。乔婶儿有些不好意思，她将自己手里头的菜篮子往前递了递，道：“这螺丝你还收吗？我前些天下地捡了不少，我做了一顿，做不好吃。你常吃书没少说我，我原本寻思着扔了，结果听说你这收螺丝，你瞧瞧，我养了2天了，倍儿干净。”林清然瞧出他的不好意思，当下赶紧往后退了几步，让出位置来，笑着道：“乔婶儿，赶紧进来，我这儿还收呢。”乔婶儿当下挎着篮子赶紧走了进去，一进院子就嗅到了极其浓烈的香味儿。他自家男人姚长志也是在国营饭店里头干活的，好吃的自己也不是没吃过。在这个人人都缺衣少食的90年，乔婶儿和二丫的生活不说大富大贵，但是在吃食方面是从来没有亏待过的。因此二丫长得圆润，乔婶儿也胖乎富态，程家村的人谁瞧见不说一声羡慕。每每早上起来在家江边洗衣裳时，提起吃食，乔婶儿都是挺起胸膛，说话底气特足的。红烧肘子、炸藕片，就是那10几斤的大青鱼，他也尝过鲜。可独独今儿个嗅着院子里头的这香味儿，却叫他瞬间眼睛放了光，下意识的探头朝着冒热气儿的灶堂看去。这味儿可真香。他将篮子放在秤上，下意识的咽了咽口水，眼珠子朝着程毅面前的锅里头瞧，这是在炒螺丝哩，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做法。程毅满头都是汗，闻言笑着探头出来，喊道：“乔婶儿来了，来尝尝刚出锅的。第36章，我爸爸吃过屎，你爸爸吃过吗？”这一锅炒好，程毅也不小气，拿出家里头的海碗，装了满满当当一碗，递给了他。
你尝尝，带点回去给我姚叔下酒喝，小玩意儿吃着配点酒，姚叔应该能喜欢。要是在往常，乔婶儿肯定就拒绝了。然而家里头的男人昨天回来，也不知道着了什么魔，非得说在县城里头吃到了一种螺丝，味儿极好，非得找着。因此打发自己也炒一碗螺丝吃。没想到换了好几种炒法都不对，结果这会儿还在发脾气呢。他有些不好意思，走过去捏起一个放进嘴里，入口香辣，各种香料的味道达到了一种奇异的平衡，一口汤汁裹着螺肉，有嚼劲又爽辣，简直鲜美好吃极了。乔婶惊讶的瞪大眼，低头仔仔细细盯着那一碗螺丝看了看，又扭头朝着程毅道：“程家二小子，你这螺丝做的可太好吃了，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味道咧。”程毅笑了笑，冲着乔婶摆摆手，瞎琢磨的混口饭吃，赶巧了这么多人喜欢。乔婶抿了抿唇，没好意思再问。实际上他说这话是想要问问这螺丝的做法，而刚才程毅都说了这是吃饭的行当，他总不能把做法告诉自己，这话里话外就是拒绝的意思了。不过乔婶心里头也美得很，这一碗螺丝可不少了，够家里头男人吃一顿了。他端着碗又赶紧道了谢，扭头正准备喊自家二丫回去，一转头却见三人正凑在一起，指着螺丝在大声说话：“我爸爸做菜最好吃了，好多人喜欢吃我爸爸的炒螺丝。”晴晴哼了一声，一脸小骄傲。二丫脸涨红，叉着腰大声道：“我爸爸会杀猪，他杀猪可厉害了，大猪八戒都怕他，嗷嗷叫。”杀猪？晴晴愣住了，自己爹也不会杀猪呀。我爸爸会抓鱼。哼，那我爸爸吃过大猪腿，我也吃过猪腿。晴晴支支吾吾了半天，下一刻他眼睛倏地一亮，我爸爸还吃过屎，你爸爸吃过吗？众人，程毅，嗨嗨。程毅猛地咳嗽了一下，快步走过去，伸出手一把将小丫头抱了起来。他甚至勉强挤了个笑脸出来，揉了揉晴晴的脑袋。爸爸什么时候吃过了？晴晴眨了眨眼，一脸认真。以前爷爷说的，说爸爸捡羊屎蛋子吃，还偷偷塞兜里带回来呢。程毅沉默了，这事儿还真有。见程毅不吭声，二丫小肉脸蛋涨红了半天，支支吾吾也说不出来了。那就给你爸爸赢吧。他小声嘟囔，说完后转身拉着乔婶的手就准备走，没想到走出2步，又扭头回来，气鼓鼓的往晴晴朗朗的手里一人塞了一颗小龙人糖果。那塞完就跑。乔婶也被逗乐了，哈哈直笑，追着自家闺女跑出去了。院子里，程毅将晴晴放下，沉默半晌，伸手拧了拧眉心。林清然愕然，反应过来后捂着嘴笑了。他看着一脸尴尬的程毅，走过去轻声道：“小孩子的话别当真，你别生气。”程毅起身无奈看了林清然一眼，耸耸肩道：“我有这么小气吗？”此刻乔婶端着一碗螺丝回了家，姚长志正在生闷气。昨天在县城里头的国营饭店上班，后厨的老蒋头买了一碗螺丝回来。上完班后，几个老伙计凑在一起喝酒，就着螺丝一吃，结果几人顿时给惊艳着了。恰巧饭店经理过来，一起喝了杯酒，结果一吃螺丝也惦记上了。再加上喝了酒，愁眉苦脸，只说大家伙都要下岗了，准备找点别的事儿做吧。姚长志一辈子都在国营饭店里头干活，全家老小都指望着他一个人呢。于是赶紧递了烟，问经理咋回事儿。结果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这几年来，元安县经济发展迅速，私营经济也开始迅速冒头，不少小摊小贩，再加上一些夫妻档开始做小炒饭店，国营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差。你们是不晓得，咱们国营饭店以前大大小小20多家，这会儿就剩下6家饭店了。前些天上头喊咱们去开了个会，意思是说还得关门。经理说着叹了口气，一脸惆怅，下岗，没想到连咱们这些搞吃的也都得跟着下岗，忙活大半辈子，真是没法了。话说完，几人顿时沉默，半点胃口都没有了。这2年来，饭店里头生意的确不好，再加上这几年下岗热潮兴起，他也一直心里悬着。没想到真就到了自己头上。一行人正愁闷喝酒间，就见着经理喝了杯酒，眉头拧成疙瘩，夹起螺丝就嗦了一口。结果这一嗦，顿时眼睛就冒了光。这螺丝咋这好吃？咱元安县什么时候有这玩意儿的？嘿，真下酒！都是在饭店里干了大半辈子的人，有时候一个念头就冒出来了。经理猛地一拍脑袋，寻思着这螺丝这么好吃，买的人指定不少，要是自个儿饭店里头也安排上一道，客流量被吸引进来，再顺带点几个菜，这国营饭店不就被盘活了？越想越是这个理儿。于是经理又问了买螺丝的详细事儿，当下掉头就往外跑找人去了。可万万没想到，这螺丝实在是好卖，也就2、3个小时的功夫，再去这人就没了。甚至不少人也都在原地等，
想着再买点带走呢。姚长志是个巨嘴葫芦，话不多，但是却一心一意惦记着饭店的生意的。他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要是在这时候下了岗，可就真的啥都没了。于是回来后，喊着自家婆娘也做了几次螺丝，结果怎么做都不是那个味儿，心里头正闷着一团火呢。一转头就瞧着乔婶儿带着自家丫头就回来了。你还知道回来？他说话带着气，瞪了乔婶儿一眼。我以为咱们晚上都得喝西北风呢。乔婶儿气得一乐呵。第37章，国营饭店生意上门。姚长志，你这人说话咋这么不讲良心？乔婶儿端着螺丝走过来，啪嗒一声将碗放在了姚长志的面前，爱吃不吃。姚长志，啥玩意儿？他低头一瞧，这才发现面前满满当当一大碗螺丝。姚长志顿时愣住了，倒不是别的，而是这螺丝的卖相，不是和自己昨儿个吃的一模一样吗？他瞪大眼，这会儿连自家婆娘在耳边的唠叨声都听不下去了。他正然捏了一颗扔进嘴里，这入嘴的一刹那，味道顿时叫他眼珠子瞪得溜儿圆。这还真是那味儿，生怕自己尝错了味道，姚长志一颗接着一颗吃着。乔婶一愣，见姚长志这模样，当下也不唠叨了，伸出手在姚长志的面前晃了晃，道：咋了？这味儿还不好吗？我之前也尝过，挺好吃啊。你这都不满意，你到底满意啥样的呀？他嘟囔着。姚长志却猛地站了起来，伸出手赶紧拽住了他。你这螺丝从哪儿弄来的？他激动的不行，这味儿和我昨天吃的一模一样。乔婶儿也蒙了圈，他伸手指了指院墙外，是程家二小子炒的呀。我不和你说了，他这2天收螺丝，说是拿到县城去卖。话说到这里，两人齐齐没声了。可不就巧了吗？这是。姚长志连螺丝也顾不得吃了，当下赶紧双手在身上擦了擦，一把抓起身后长椅上盖着的外套，急冲冲直奔程毅家院子了。赶巧程毅推着自行车出门，他今晚要去金凤凰歌厅唱歌，因此只能将2盆螺丝用麻绳捆好，油纸仔仔细细包着，挂在了28大杠上。见程毅要走，姚长志赶紧急冲冲追出来，喊道：程毅，程毅，等等！程毅扭头一看是姚长志，当下摁了刹车，回头应声道：长志叔，咋了？有事儿？哎呀！姚长志一眼就瞧见了那2个印着牡丹花的搪瓷盆，一点红油从油纸里头渗出来，打眼瞧着红艳艳，风一吹，他甚至都能够嗅到里头诱人的香。你这是县城里头卖炒螺丝吗？姚长志笑了笑，搓了搓手，有些干干的问道。实际上自己常年到头在县城干活，和程家二小子不熟，每回来都是听自家婆娘在唠叨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但凡是提到程毅，那就是二流子，不屌造，天天不干正事儿的混账玩意儿。以至于姚长志现在瞅着程毅，总觉着不得劲儿，甚至一想着还得求他，难免心里头不舒服。程毅笑了笑，全当没看出来姚长志的不自在。他点点头，伸手在螺丝上指了一下，道：是啊，卖螺丝混口饭吃，之前混账不懂事儿，现在得顾着家里头了，毕竟媳妇孩子都指望着我呢。姚长志闻言顿了顿，心里头嘀咕，这小子似乎也不像是自家婆娘说的那么不着调。是这样，昨儿个我在县城里头吃到了这螺丝，味道很好，我们饭店经理想让我来问问，你这螺丝咋卖？能不能就卖给咱们国营饭店？价格啥的都好谈，只要味儿一直都这么正就成。他瞧着程毅，心里头有些发虚。实际上价格方面经理那边压根没个准头，只是提了一嘴，能不能成，又或者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思，都是姚长志自己揣摩的。他年纪大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但凡是有一丝希望能留住客人，他都愿意试一试。程毅没吭声，他盯着姚长志2辈子的摸爬滚打，叫他极其擅长通过眼神揣摩人心。要知道70、80年代以来，最好最有面的饭店就是国营饭店。可是随着时间推迟，经济发展，各种各样的小摊贩和夫妻档冒出，服务态度好，价格实惠，极快地夺走了国营饭店的客源。入不敷出的后果就是下岗关门，也就是80年代末贯穿整个90年代的轰轰烈烈下岗大热潮。就在姚长志心里头直打鼓时，程毅笑着开了口，说：这样，明天上午我去饭店找你，咱们再谈，咋样？姚长志顿时松口气，这事儿能谈就行，明天就明天。他露出笑脸，黑红的脸上淳朴，那成，明儿个我在店里头等你。说着走上前，赶紧掏出烟给程毅递了过去，是散卖的卷烟，2分钱一支，味儿大，冲得很，没点烟龄压根抽不了。程毅没敷他的面，笑着接了过来，又道了谢，这才转身骑着自行车离开了。抵达县城已经4点多了，程毅早早就到了家属楼。2天过去，螺丝的销路打开，压根不愁卖。一见着程毅过来，顿时哗啦啦的一群人围了过来，
手里头拿着搪瓷缸子，朝着程毅可劲儿喊：“哎，你可终于来了，给我来一搪瓷缸子，等了好久了，先来后到啊，这可是我先来的，排队排队，我要一份小的。”真是奇了怪了，吃了还想吃，连着吃3天了，这螺丝的味儿没吃过，可叫人总惦着。小伙子，你手艺好啊！人群热闹极了。赵娟下了班，背着一个小碎花布包，正往回走，瞧见人群闹哄哄的，她下意识瞧了一眼，里3层外3层的围着，她压根瞧不清里头的情况，只是听着吆喝声，像是在做生意。什么破烂户也来家属楼摆摊，也没人管。真是的，她嘀咕了一声，脸色越发不好看。赵娟这段时间心里头一直不爽快。早些年，她年轻，被爱情蒙蔽了眼睛，千方百计都想要嫁给程明生，爹妈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她愣是哭着不回去。总想着这男人样貌好，也是个吃公家饭的铁饭碗，再不济也能养活一家子。赵娟自个儿就不漂亮，普普通通一姑娘，长这么大也没谈过恋爱，见着程明生这个长得不错的，也就一头栽进去了。可是这些年下来，日子趋于平淡，这矛盾就越发显现出来了。到底都是些农村的，没见过世面，瞧着都叫人烦得很。第38章，你要是会跳，一首歌给你5元钱的提成。赵娟叹口气，想起前些天见着的女同学，早些年上中专的时候，两人都是一个班的，那女同学长得也一般般，甚至个头还没自己高，家里占了个城镇户口，可是穷得叮当响，比自己差远了。没想到也嫁了个好人家，烫了个卷发，化着妆，甚至是最时髦的衣裳，谈吐间去过不少地方，就连那最时髦最先进的羊城她也去逛了逛，说话还会用几个英文单词，洋气极了，简直闪闪发光，变了个人似的。再一瞧他对象，穿着西装，笔挺板正，虽然样貌普通，甚至有些丑陋，可是对他十分不错，不说别的，就那手腕上的大金镯子就能看出来了。赵娟心里头顿时不是滋味儿，想自己结婚这么些年，和程明生结婚啥也没图，结果小家里头2个老人家跟了过来，跟着自己过日子。这就算了，在学校里头工作的时候，常常鼻孔朝天，话里话外都是自己儿子多优秀啥的。几个同事打饭的时候听了几句，回来传到自己耳朵里，叫赵娟面皮上造得慌，真是丢尽了自己的脸。她甚至不住的懊悔，想着要不是自己当初瞎了眼，怎么就看上程明生了呢？她要是嫁个大老板，不，就算嫁一个家里头稍微条件好一些的，也总比这一家破烂户强。2个农村来的公婆总觉得邋遢，还有那个不着调的小叔子，更是叫她心烦，总想招法问公婆要钱，那不是相当于从他家里头拿钱吗？那些钱就该给他花，给他儿子花才是，毕竟这一家子可都欠了自己的。赵娟胸口堵得慌，回到家一开门就见着了正在和程兆根说话的程明生，2人齐齐一顿。程兆根顿时不吭声了，脸色有些难看，伸手在程明生的胳膊上拍了拍，小声道：“这事儿你别管，我回去一趟就成，你好好教书，可别耽误事儿了。”说完低着头就要走。赵娟一听，脸色就难看了起来，你们家怎么一天天这么多事儿？是不是那玩意儿又来要钱了？赵娟正在气头上，说话越发难听。她冷笑了一声，盯着程明生，嫁给你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我做牛做马到现在，享过一天福了。还有你那兄弟，一来就是要钱，真以为咱们家无底洞啊？再看看你，压根拿不出手，在路上遇着人，我都不好意思说你是我男人。程明生的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他从小残疾，可爹妈也是将自己捧在心间监养着的，因此他也极懂事，念书、娶妻、生子都按照爹妈的意思一步步来，甚至于从某些程度上来说，他隐约是有点骄傲的，自己靠着念书从程家村走出来，在城镇落下户口，成为不少人眼中羡慕的人。可偏偏就遇着了赵娟。你说话注意点。程明生声音陡然一沉，呵斥道：“别没大没小，爹妈都还在。”赵娟哪受得了程明生凶他，当下一愣，旋即往地上一坐就哭了起来。好啊，你程明生，我真是瞎了眼了，跟了你一点福没享着，还得受你的气。要不是当初我瞎了眼瞧上你，你真以为谁愿意嫁给你们家？家属楼基本上都是筒子楼。这一哭声音又大，门再一扩音，这哭嚎声顺着走廊像个喇叭似的整栋楼跑。程明生也是要面的，程兆根和齐英赶紧过来劝，一时之间乱成了一锅粥。程明生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干脆抓起衣服掉头就往外走，一口气走出筒子楼，见着门外暗沉下来的天色，耳边拂过冷飕飕的寒风，他才终于稍稍冷静下来。恰巧身边有3两同事经过，见着程明生，笑着摆摆手，冲他打了个招呼：“程老师，吃了没？”一人笑着道：“吃了，一起去歌舞厅听听歌呀。”歌舞厅听歌？程明生眉头一皱，下意识就想要拒绝，然而话到嘴边却又蓦地被自己咽了回来。
他想起赵娟前2天也是跟着同学去歌舞厅玩了一趟，回来之后就不对劲儿了，于是嘴里头的话转了个弯儿。程明生生着闷气，黑着脸点头答应了。他也去瞧瞧这舞厅里头到底有啥这么吸引人。晚上7点，金凤凰歌舞厅人满为患。程毅唱的这么几天，逐渐有了台柱子的风范，一口粤语歌再加上深情演绎，多少小姑娘被迷得五迷三道，甚至还有的小姑娘来了2天，专门盯着程毅点歌，一首接着一首，气氛逐渐被推向最顶点。中场休息的时候，程毅下台，一群小姑娘恋恋不舍地扯着嗓子喊，叫他赶紧上台回来。程毅笑着摆摆手答应了。一下台，一个工作人员赶紧递了一杯水过来，又是散烟又是恭维，一脸的恭敬。如今的程毅已经算得上是半个台柱子，在年轻人里头，领导消费能力更是1等1。杨寿仙也笑眯眯的过来，递了一只华子给了程毅。助理过来要结算钱，程毅赶紧摆手拒绝，我还欠您钱呢，就拿每天的工资扣吧，什么时候还完了再给我结账就成。哎，杨寿仙掸掸烟灰，笑得牙不见眼，怎么还这么客气？他说着，探头朝着舞池里头正在跳舞的男男女女们瞧了一眼，忽然问道：程毅，你会跳舞吗？程毅喝着水，闻言侧着头瞧杨寿仙，笑着点点头，会一点点。要是别人，杨寿仙指定觉得这人会的那一点点，指定也是在吹牛。但是落在程毅身上，他就知道这所谓的一点点，肯定不像是表面上那么简单。这年轻人水深，瞧着年纪轻轻，但是藏拙这事儿干得比谁都溜。昨天我去了一趟阳城，发现那边又流行了新花样，瞧着像是个什么舞，华尔兹、迪斯科。我反正不大会，不过瞧着那些小年轻跳起来很有一套。杨寿仙说着，将烟头塞进嘴里叼着，双手举起来，像模像样的在程毅的面前示范了一下。这僵硬古怪的动作，差点叫程毅没笑出声。你要是能跳，一首歌给你5元钱的提成，咋样？5元钱，这可比唱歌挣得多多了。第39章，令人惊艳的迪斯科。当然可以。程毅笑着道：杨老板愿意给一口饭吃，给我挣钱的机会，我哪能拒绝？他说着又顿了顿，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皮夹克，而后顺手脱了下来。他的里面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袖口扣着，领口也扣到了顺数第1个纽扣，下面搭着一条黑色工装裤、牛皮鞋，一双腿又长又直，腰线劲瘦，线条极为好看。程毅慢条斯理的将袖口的纽扣给解开了，往上卷了卷，露出手臂，而后又弄了点发蜡，稍稍打理了一下。他的审美原本就极其在线，这一身简单利落，加上他五官线条硬朗，下颚角分明，就连起伏的喉结被光一打，都透着一点莫名诱人的荷尔蒙味道。杨寿仙抽着烟，见着程毅从房间里头出来，顿时竖起大拇指，一脸惊喜。哎，有那味儿了，我前些天去阳城见着的，就是这模样。那些个小伙子还不见得有你俊呢。程毅笑了笑，又和杨寿仙聊了几句，之后舞厅里灯光一暗，就听见有人在招呼。大家总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咱们现在可是开放的时代，要一起进步的。不管是思想上还是男女关系上，咱们都要自由恋爱。还是最老实的话筒，长长的电线被拽着，穿着西装的男人说的唾沫横飞。不过这招很有效，如今的元安县青年男女们都追寻自由奔放，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来说，言论自由程度比后世还要更开放一点。自由恋爱也开始萌芽，舞厅就成了他们互相认识的地方。再加上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什么动感迪斯科、霹雳舞、交谊舞等等，这些摩登时髦的东西，他们乐此不疲。这会儿歌停了，听见主持人说又要跳舞，当下一群年轻人顿时兴奋了起来。对，光听歌多没意思，那就得跳舞才行，跳舞才有劲儿呢。我也喜欢跳舞，听说最近新出了不少歌，都好听，可带劲儿了。快快快，有没有人会跳的？带头来一个，咱都跟着学学。听歌安静，跳舞则相反。拿着话筒的男人笑了笑，随即做了个十分夸张的邀请姿势。那就让咱们舞厅里新来的歌手程毅为咱们带头跳上一曲。话音落定，众人齐刷刷一愣，扭头朝着那个从黑暗中走来的年轻男人看去。程毅，哎，那不是刚才唱歌那个吗？他粤语歌唱的那么好，咋还会跳舞？真的假的？一群人抻着脖子好奇的张望。而此刻人群中，程明生原本拿着一瓶啤酒喝着，听见那人提及程毅的名字时，他猛地一顿，差点没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不是听错了？程明生瞪大眼，放下酒瓶，站起身来，跟着人群朝着最中间的舞池里头看。年轻人带着笑，一身肆意潇洒，头发被撩起，露出光洁额头，他的袖口卷起，小臂劲瘦，肌肉线条流畅好看，五官更是绝佳，
尤其是灯光一笼，真有大明星那味儿了。程明生僵住了，他眼神死死落在程毅的身上，惊愕瞪大眼，一脸不敢置信地瞧着那人。那不是自己弟弟程毅，还能是谁？然而程毅却没瞧见程明生，灯光灰暗一片，头顶上的光球落在自己的身上，加上耳边传来富有节奏且年代感的音乐，他哪还顾得上其他？这是路灯下的小姑娘，张强的代表作之一，80年代火遍大江南北，多少著名歌手的启蒙音乐都有她。爆炸头，时髦前卫的打扮，多少年轻男女争相模仿的对象。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灵。这首歌歌词简单，节奏动感，加上迪斯科极其富有节奏的动作，叫人瞬间跟着带动情绪。迪斯科的舞蹈个性极其鲜明，动作大开大合，热情奔放，跟着音乐自由扭动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腰胯的动作丰富而富有节奏，自由又奔放，是迪斯科最鲜明的标志。程毅的动作很利落，他身段修长，跳舞的姿态极其放松，眉眼微垂，半眯着眼，肆意而潇洒，透着一股邪似的风流。他半掀了眼睑，唇角含着一抹笑，踩着音乐变换动作，曲着手指，半眯着眼，仿佛对着虚空的镜头虚摇了2下。这刹那，独属于顶级明星的风采瞬间夺目。舞池里原本不少人跟着程毅扭动身子，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渐渐的人群往后退了几步，给程毅让出了一个中心地带。所有的聚光灯都落在了他的身上，他独树一帜，一人占尽目光。一些姑娘们脸都已经开始红透了，彼此激动小声的交谈，盯着台上的程毅眼睛放光。这人是谁啊？怎么从来没见过？模样长得真周正，瞧着像是大明星。才不是，我感觉电视上的明星都没他好看。唱歌真好听，没想到跳舞也这么棒。不知道结婚了没有，肯定有不少姑娘喜欢吧。舞厅里声音闹哄哄的，程明生站在原地，脸色一阵青白。他忽然听见身边跟着一起过来的2个同事小声嘀咕，还不是靠着这张脸，要我说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人，年纪轻轻不找正经工作，来这儿骗小姑娘呢。谁不知道现在女同志好骗？就前些天咱们隔壁班的女老师，听说就是因为来了歌舞厅，被里面一个唱歌的勾引了，2人犯了原则性错误，现在正在走离职手续呢。你们说该不会就是他吧？啊，你是说刘老师吗？他不是才教学没2年，真是糊涂啊，人言可畏。程明生攥紧着拳头，这会儿连酒都没心思喝了。他没想到自己第一次来歌舞厅就见着自己亲弟弟在台上跳舞，那眼神，那姿态，哪能是什么正经职业？不知道多少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说呢。舞厅里舞跳完又换了人唱歌，之后程明陆陆续续上了几次台，时间眨眼就到了10点了。第40章，程明生的指责，你丢了我和爹妈的脸。一起教书的同事喊程明生离开，后者却摆摆手，随意扯了个谎拒绝了。其余几人和程明生关系原本就没多要好，当下没多说，也就和他告别走了。夜凉如水，舞厅里的人陆陆续续走得差不多了，程明生才终于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歌舞厅里走出来。他穿了一件皮夹克，身形修长，和门卫交流了一会儿，又递了一支烟，这才笑眯眯地推着28杠自行车离开。程毅没想到会看见程明生，他站在街道拐角，黑着脸，双手抄都看着自己。即便腿不好，可他身形依旧挺得笔直，料峭的寒风一吹，他头发有些乱。哥，你咋来了？程毅笑着道。他推着自行车走过去，仿佛压根没看见程明生那皱着的眉头。我要不来，你就准备一直干这事儿？程明生语气一沉，声音稍稍大了一些。你知不知道外面人都怎么说你？怎么说咱们程家？就因为你，我现在里外不是人，爹妈也跟着一起受连累。你就不能好好找份事儿做，找个正经班上，就非得搞这些歪门邪道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叫人说闲话？程明生的声音越来越大，神色也激动了起来。他的双颊隐约涨红，手也不自觉地从口袋里抽了出来。实际上，这些话更多的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罢了。程明生这辈子因为这条腿，不知道被多少人瞧不起，可他拼着一口气，愣是走到了如今的位置，因此也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即便赵娟找着由头和自己吵架，程明生都没有提离婚俩字儿。他要面儿，熬得生活一地鸡毛，他都不肯提离婚。程毅耸了耸肩，扶着自行车，却盯着程明生笑了出来。说闲话？能说什么闲话？程毅眉一挑，笑道：我靠我自己的双手挣钱，钱来的堂堂正正，有什么闲话能说？程明生，他没想到程毅能说出这种话。这年头，虽然经商搞私营经济合法，但是总归不体面，尤其是家里头有在体制内上班的，多多少少会受到点影响。
拿着本份工资就算了，要是想往上爬一爬，难免被人背后说些难听话。程明生也是有野心的，起码今年的优秀教师，他想争一争。这些都是捞偏门，能有什么好？金凤凰歌舞厅是什么地儿？你心里头没数？程明生急了，盯着程毅急冲冲道：“里头多是些见不得光的，你在这地方待，简直是自毁名声，叫我和爹妈都抬不起头来做人。你怎么这么自私啊？”这俩字忽然触到了程毅某一块心思，他神色有些晦暗，盯着程明生看了一会儿，眼里到底是冷了下来。我一直这么自私，大哥你难道不知道？他耸耸肩，跨坐上自行车，看着程明生道：“我靠我自己的手挣钱吃饭，不觉得有什么丢脸？你要是觉得丢了你的面儿，今后出去大可以说我和你没关系。”程毅说完，骑上自行车，径直擦着程明生离开了。夜里的风寒冷，刮着程毅的脸生疼，踩着自行车的脚又快又急。他骑在漆黑的夜路里，脑海里的陈年旧事一并翻涌了上来。10几岁的少年也曾心高气傲，尤其是在学习上也是有着聪明自豪。别人卯足了劲儿也考不了多少分，可是程毅聪明，那些功课不过随随便便看2眼，做些题目就觉得不过如此，简单。大哥从小自卑又要强，念书也不如自己，总比自己差几名，但程毅是真的喜欢这个大哥，因此常常辅导他功课，也经常劝他，虽说考不上年级第一，考个前5再咬咬牙往前爬1、2名，中专师范指定没问题。至于程毅自己，少年志在高远，惦记着上高中上大学，最好上的清华北大，出人头地，好做一回真正的人中龙凤。可独那一年除夕，家里头吃年夜饭，他从门外捡了一些碎炮仗，又想着悄悄折回偷家里头的火柴，没想到刚走到屋檐下，就听见他妈齐英在小声哭泣，哽咽而压抑。何成照跟哭道：“咋办哟？咱也没钱了，俩娃念书都好，这咋整？2人都念书，咱压根供不起，不然明儿个我去县城里头卖血，咱俩挨个卖，总不叫人瞧出来，不然的话，这一开春就要交学费了，家里头可真的是半个子儿都纳不出来了。”程照根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沉默了很久，紧接着一阵窸窸窣窣翻东西的声音响起，就听见程照根道：“明儿个我和俩兄弟商量商量，瞧着他们谁成绩好就给谁念，就供得起一个人念书，怎么着也得供个有准头的。”齐英哭道：“可明生腿不成啊，老二好歹是个全乎的，以后干点啥都不至于饿死，可咱明生……”后来的话程毅就听不清了。呜咽哭声一片，他一刹那如遭晴天霹雳，呆愣在原地，少年的骄傲心性瞬间磨灭凉透，心里头既痛恨他妈偏心大哥，明明自个儿成绩好，也是他儿子，可为啥齐英把念书的机会留给了大哥？但是不得承认，程毅心里头又认同齐英说的有道理，自己好歹是个健全人，可大哥的腿干不得重活，甚至于走路都不能走太快，他哪儿好意思还抢大哥的机会？于是在这样纠结矛盾下，程毅一言不发，也不叫爹妈为难，自个儿假装不爱念书了，和那些个混混混在一起，成绩一落千丈，这念书的机会也就给了程明生。后来少年压抑而痛苦，自己默默咽下一切，尤其是瞧着程明生念了中专回来，风光端上铁饭碗，言语之间总爱说教自己，甚至于流露出他丢了程家脸面时，程毅的心里就越发痛苦，以致他将念头打到了文艺工作上，总觉着这工作风光，只要自己干成了，也能出人头地，好叫人瞧出来，他也是干大事的好料。呼，风吹来，程毅被凉风一激灵，终于清醒了不少。夜色里，他无奈地扬起唇角，自嘲一笑。他这是怎么了？活了2辈子，怎么在听见程明生说自己的时候，还觉着心里头酸胀难受？第41章，好家伙，扔下2斤大肥膘就跑。一路骑车回家，推开院门，屋檐下亮着一盏弱瓦数的白炽灯。程毅冰冷的心稍稍一暖，知道这是林清然给自己留的。走进去，将车子停好，洗了个脸，正准备洗漱赶紧回屋睡觉，却见林清然推开窗户，对着他压低声音道：“灶堂是热的，里面留了饭，你吃点再睡。”程毅点头，冲着他一笑。盈盈夜色里，他的五官清俊线条分明，可独一双眼温柔地撞进了他的心里。那你早点睡。林清然小声道，说完后飞快关了窗户。程毅走进厨房，掀开锅盖，发现1碗白米饭，还有小半碗红烧肉和清炒白菜。忙碌了一下午，饥肠辘辘，他端起来大口大口吃了。这年头的饭菜要说好吃，肯定比不上后世，但是胜在原本好味道，又是媳妇儿给自己留的，因此吃起来格外的香。翌日，程毅起了个大早，炒好螺丝，刚推开门，就瞧见了几个上门送螺丝的村民。村长程德根也领了3人进来，3个庄稼汉子，裤脚上都是泥巴，往上卷起老大一截，
露出黝黑的肌肤，上面的青筋像蚯蚓一样蜿蜒，没入腿肚子，一双解放鞋也脏得看不出颜色。这三人程毅有点印象，是村口的老朱家的三兄弟，瞧着显老，实际上也就是30出头，为人老实本分忠厚，但是家里头爹妈死得早，没什么底子，因此三兄弟里头还有老二老三没开清。林清然赶紧过来帮忙收螺丝记账。程毅洗了洗手，朝着程德根走去，赶紧散了根烟。叔，你咋来了？程毅问道。程德根一见是红塔山，赶紧摆手拒绝，别，我抽我自个儿的烟就成。这是老朱家的三兄弟，吃苦肯干，你家的那2、3亩田叫他们3人帮忙，咋样？中午随便吃点啥都成，反正都是要给工钱的。程毅点头，又将手里头的烟塞进了程德根的手里，之后也不小气，三兄弟一人递了一支。三人又惊讶又紧张，接过来磕磕巴巴道了谢，之后不吭声，拿在手里头瞧了又瞧，谁也没舍得抽，小心翼翼挂在耳朵上了。俺们就想挣点钱，吃不吃的都没啥。站在最前头的朱老大顿了顿，小声道：钱少一点也成，实在是没法了，我这2个弟弟指望着攒钱娶媳妇儿。80、90年代，村子里头家家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程毅点头，笑着道：价钱说好了就说好了，1分都不会少。我这儿捡螺丝还缺人，1毛钱1斤，你们要有闲工夫来挣点也成，当天就能结算。朱家三兄弟顿时感激的不行，赶紧道了谢。程德根也松口气，瞧着程毅也越看越顺眼。这小子浪子回头就算了，如今还带着他们程家沟的乡亲们一起挣钱，真叫他出乎意料。门外送螺丝的人越来越多，程德根也和程毅打了声招呼，就准备带着三兄弟离开。程毅见状，赶紧跑到自家媳妇那儿要了20元钱，跑过去塞给了程德根。叔，这钱你拿着先帮我给着，我这儿忙，以后打点不过来，得指望着你帮忙了。程德根吓了一跳，哪儿用得着这么多啊？工钱也要不了这么多啊？程毅笑道：以后田里头还得除草下农药，都得安排人，这钱指不定还不够，到时候你帮我记着账，少了我再拿，成吗？程德根一愣，要是这么着算起来倒也没错，毕竟田里头下面长水道，可不是简简单单插秧下去这么简单。程德根接过来，感慨地在程毅的肩膀上拍了拍，得，这事儿包在叔身上，只要他想着好，不走歪道，程德根就算是放了心。程德根前脚刚走，门外姚长志就拎着2斤猪肉探了头。那个程家二小子咋样？啥时候和我一起去啊？昨儿个姚长志就一直在想这件事，翻来覆去睡不着，起了个大早去村子里的代销店买了点猪肉，又熬着等到程毅院子里头空闲一点了，他这才急匆匆进来，生怕程毅忘了。程毅正将驴大爷牵出来，往他嘴里头喂了2把新鲜带着露珠的草，见着姚长志，朗声笑道：长志叔，你咋来这早？他说着指了指用搪瓷盆装好的螺丝，道：我这就好了，一起去吧。姚长志一喜，拎着2斤大肥肉进来，赶忙就要塞给程毅，后者赶紧摆手拒绝：事儿还没谈成，哪能要你东西？他指了指驴车：我赶驴车过去，有些慢，长志叔你先走，我一到县城就去找你。姚长志吞吞吐吐，还是有些不放心。再过1个月就是国营饭店季度考核了，不达标就要关门，他一家老小都指望这份工作呢。姚长志不知道程毅是不是敷衍自己，万一他去了县城压根不来咋办？当下他另一只手在裤脚上搓了搓，莫等程毅反应过来，一把扔下了2斤大肥膘就往外跑。那成，我就先赶着去上工了，你要是来县城记得来找我。说着人就跑得没影儿了。程毅，好家伙，他无奈一乐，扭头看着自家媳妇儿，这肉咱就先收下，中午你看着做给青青朗朗吃，我今天有点事，可能赶不及回来。林清然应了一声，见程毅要走，青青朗朗顿时噔噔噔地跑了过来。爸爸，晴晴也想去。小妮子手里头攥着红薯，一双大眼睛里含着泪，可怜巴巴地瞧着他。朗朗没吭声，却像是小男子汉般的挺起胸膛，坚定而小声道：朗朗长大了，是男子汉了，可以帮忙。程毅心里头一暖，爸爸今天去有重要的事，要是商量定下来，以后就不用这么辛苦，每天都在街上叫卖了。他想了想，又弯下腰，2个小家伙的脑袋上揉了一把。晴晴朗朗长大了，可以帮妈妈干活了，对吗？见2个小家伙咬着嘴唇点点小脑袋，程毅又道：这样，爸爸回来给你们买东西，好不好？听见有东西，晴晴朗朗这才露出笑脸。第42章谈判第1笔生意。晴晴又恋恋不舍地赖着程毅抱了自己一会儿，这才和程毅挥了挥手再见。驴大爷吃饱喝足，劲儿也大，扬着驴蹄咕嘎咕嘎，扯着脖子喊了2声，在程毅的吆喝下走出了院子。
1个小时后，一人一驴子抵达县城。程毅一共炒了6大盆螺丝，按照他原本的打算，是先去家属楼卖了螺丝，再去国营饭店找姚长志的。可是这会儿拿人手软，他只能穿过主干道，直奔国营2店。元安县的国营饭店也有排序的，按照开店时间来喊。之前国营饭店最红火的70年代，元安县大大小小一共12家国营饭店，最多的就是在江边码头旁，10几斤重的大青鱼、草鱼，味道极其鲜美的芦花鱼，再阔绰一些的尝尝中华鲟也是有的。靠江吃江，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生意红红火火，热闹极了。如今国营经济没落，不少私营饭店兴起，不管是做菜手法还是这价格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因此曾经红极一时的国营饭店也失去了竞争力。虽说瞧着经济一片欣欣向荣，可是这几年来国营饭店一直在关门，如今就剩下了6家店铺，全都靠在江边码头旁，靠着县城里头的运输公司混日子。这会儿也是苟延残喘，全凭一口气吊着了。国营2店，姚长志正在切菜，外面大堂里经理齐润发正在和财务说话，压着声音无奈极了。哎呀，这个月的营业额怎么才这么点儿？到时候上头来了人，咱们怎么交代？差了一大截呢。对面财务的声音支支吾吾的，这会儿就像是锯了嘴的葫芦，半句话也说不出了。那不然咱们降点价。话没说完，齐润发就来了气。你瞧瞧，你说的什么胡话？这可是单位饭店，降价？我哪来这么大权力？再说了，就算是真降价了，就能保证客人来？心里头憋着一股紫气。说完，莫等财务吭声，齐润发就点了一支烟，胡乱将手一摆，往外走了出去。推开上了铁锈的门，齐润发瞧着对面开阔的江面，白雾蒙蒙，纤夫喊着响亮的号子，货船上陆陆续续下了一大群敞着膀子的船员。在江上待了这么久，饥肠辘辘，一下来就直奔饭馆。可是就没一个朝着国营2店来的。齐润发脸色更黑了几分。想当年国营2店风风光光的时候，那真是人满为患，常常饭店里头的桌子不够，还得从别处借桌子来摆。这整个县城除了国营1店，也就是金华大酒楼，谁还能有他们国营2店气派？可如今怎么就沦落到了这个下场？齐润发叹口气，叼着一支烟猛抽起来。只是这一次抽了没2口，忽然就听见脚步声伴随着嚎子声传来。抬头一瞧，发现是个年轻人赶着驴车，正笑盈盈地瞧着自己。请问是国营2店吗？程毅笑着从驴车上跃了下来。我找姚长志。找姚长志？齐润发猛地想起，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姚长志告诉自己他找到了那个卖螺丝的小伙子，今天就要来谈生意。他赶紧摁灭了烟头，起身不动声色打量了程毅一眼。你是来卖螺丝的？见程毅点头，齐润发松口气，递了一支烟过去，自我介绍道：我是国营2店的饭店经理齐润发。程毅也双手回握，笑道：我叫程毅。两人这就算是认识。将驴大爷拴在院子里的樟树下，齐润发就喊人泡茶端了过来。姚长志听说程毅来了，也赶紧从后厨跑了出来。见着程毅，再瞧见他身后驴车上的6大盆螺丝，顿时心里头松口气。齐经理，这就是程毅，左2天在县城家属楼那边卖螺丝的就是他哩。我尝了尝味道，就是那个味儿。齐润发点点头，走过去在程毅的面前坐下。他抽了支烟，瞧着程毅道：你既然来了，那咱们谈谈合作的事儿，咋样？你这螺丝卖给别人也是卖，还得你走街串巷的跑，不然卖给我们国营2店，你让点利润，薄利多销，挣的也不少。这话的意思听着好听，但是重点却是在最后一句，薄利多销，这是要压价。程毅笑了笑，侧头看了一眼自己驴车上的螺丝，道：2元1斤，减不了价。2元1斤？财务手里头的茶杯子差点跌下地。乖乖，这年头大肥膘猪肉都没到这个价呢，这就吃着过过嘴瘾的小玩意儿，居然要2元钱1斤。齐润发的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他心里头的预期顶了天也就是1块出头，要是这螺丝买来没啥利润，他这不是帮着别人做嫁衣吗？吃力不讨好，他简直是犯蠢才会干这事儿。年轻人，你螺丝卖得好，我知道，但是哪有收货价和卖货价一样的理儿？你这螺丝单卖给那些散户是2元钱1斤，怎么卖给我也是这个价？我可是你有多少收多少的啊！齐润发只当程毅不懂做生意的规矩，苦口婆心想要解释，没想到话一说完，就见程毅笑着抬头看了自己一眼。齐经理，你收我的螺丝，难道是为了挣差价？程毅屈起手指，轻轻敲着桌子，慢条斯理道：要是你奔着利润来，那这生意就没法谈了。他说着站起身就要离开。齐润发猛地一愣，忽然缓过劲儿来了。哎，等等，你等等！
他赶紧起身留人。实际上，齐润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靠着这螺丝作为噱头拉客人，但是遇着年轻的小伙子，觉着对方不懂这些弯弯绕绕，因此生意人的本能上来了，总想着争取更大的利润，巴不得求着人家帮了忙的同时，还从对方身上挣点利润。好家伙，他倒是忘了，程毅这螺丝压根不愁卖，这是他在求人家，怎么还拿起了瞧？想明白的齐润发顿时露出了笑脸，他搓了搓手，喊财务过来给程毅添了热水，赶紧拉着他坐了下来。哎呀，一切都好谈，你别冲动呀。第43章，签订合同。齐润发见对方虽然年纪轻轻，但是这话里话外生意门道显然不比自己少，当下也就不瞒着了，叹口气，将最近国营饭店的难处说了一遍，干脆打起了感情牌。我知道你这螺丝不愁卖，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这一大饭店上上下下10几个员工，可都指望着咱国营二店养老呢。你这螺丝2元钱一斤我收来，挣不着啥利润，再万一不好卖，砸在手里头，这可就真的亏大了。刘润发是真的愁，这2年因为国营饭店业绩的事儿，他头发白了不少，瞧着更是老了好几岁。虽说他瞧着螺丝是个商机，多多少少能留住客人，可是万一这路子行不通呢？刘润发和程毅说着，叹口气，想着再压一压价，却没想到程毅笑着喝了口茶，盯着刘润发道：不如这样，我提个法子，刘经理您看如何？刘润发一愣，那你说说看。程毅也不含糊，当下提出了方案。实际上这是个共赢的法子，程毅的螺丝好吃，能留住客人，这是经过时代验证的，他比谁都清楚。而他目前分身乏力，想要踏踏实实摆摊，显然不可能。而且这年头的门面房多多少少都和单位有些关系，挂靠在单位名下，那都是集体资产，没有点手段，你从哪儿弄来门面房？而流动摊位和不明确的出摊时间是很难培养起固定客户的。程毅如果将螺丝固定在国营饭店出售，那么相当于免费租用了一个摊位，而且这摊位名声够大，拥有一定绝佳的地理位置，他捡了个巨大的便宜。对于国营饭店来说，螺丝带来的人流也能够极大的增加饭店内的客流人数，一举两得，双赢局面，何乐而不为？螺丝就摆在饭店里卖，2元钱一斤，卖不出去都算我的。程毅笑着道：风险我自己担了，客流量能抓住多少，就看咱饭店自己的本事了，咋样？能当上国营饭店经理的，又哪里会是转不过弯来的人？齐润发顿时就明白了过来，当下搓了搓手，又没忍住喝了一口茶，试探性道：那这吃饭的人要不来咋办？这我们可不负责啊。程毅耸耸肩道：来不来那是我的事儿，你放心好了。听见程毅这话，齐润发的心顿时放了下来。实际上无非就是在院子里头支棱个摊位，然后匀出1名员工帮着卖螺丝罢了。这几年饭店里头的员工都闲出屁来，一个个空闲的心里发慌，生怕自己被下岗。忙一点他们巴不得的事儿，怕就怕没客人。如今听见程毅这话，也就相当于给齐润发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生怕程毅反悔，甚至赶紧招呼着拿了纸笔过来，几下就写了一份协议。你看看，这是协议，螺丝在咱们院子里头卖，场地免费给你用，卖不卖得出去，剩多少亏本，那可都不是我们管的了呀。齐润发不放心，伸出手在合同上面仔仔细细点了点。程毅看了一遍，没什么问题，爽快签字。齐润发的心终于放下，他咧嘴一乐，又探头瞧了一眼那6大盆螺丝，咋，今天就开始？程毅点头，麻烦帮忙卸个货，今天就开始。得。话说到这份上，齐润发赶紧招呼着姚长志等人过来帮忙，从大堂里头拉了一张8仙桌出来，又支棱了一个小布棚，挡一挡太阳，下面放了6盆螺丝，一个小秤，还有厚厚的一摞盘子。这摊位就算是好了。程毅也不是做糊涂账的，走之前他喊齐润发从后厨搬来了地秤，将6盆螺丝放上去称了一下，6盆一共220多斤，刨除上下浮动还有剩下汤汤水水的斤数，这6盆螺丝的价格能有400块。乖乖，瞧见这数字，饶是齐润发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400块，就这6盆螺丝啊，真能卖得出去？齐经理，这螺丝就放在这儿了，你放心，卖不出去也算我的，总不能叫你们担这个风险。程毅笑着安慰道。齐润发咽了咽口水，当下点头应了，心里头却直打鼓。没一会儿，程毅就赶着驴车离开了。他没急着回去，而是直奔百货大楼，答应了给2个小家伙带东西，这事儿总不能忘记。走进文具店，给2人买了2支中华铅笔、橡皮，还有一本厚厚的本子，之后又专门给青青挑了2个闪亮亮的蝴蝶发夹。至于朗朗，程毅挑了一个孙悟空的小人儿，虎皮衣帽，火眼金睛闪闪发光，是这个年代的孩子们最崇拜的偶像。买完东西，一共花了7元6角8分钱，主要是那个猴子玩具，
从隔壁省市过来的，花了一笔不小的费用。程毅将东西仔仔细细装好，想了想，又扭头进了一家裁缝店。他看了一眼挂在店铺里头的衣料，这年头能够供给人们选择的料子不多，大部分都是的确良、纯棉的，还有亚麻的，再时髦贵重一些的，就是呢子面料、真丝、羊绒面料。程毅扫了一圈，最后还是要选了个纯棉的，淡黄色的底色，上面点缀着一些漂亮的小花，看起来清新可人。他买了10尺布，1尺布1元钱，付了钱，他小心翼翼放在驴车上，这才赶着驴车往回走。回来的时候，因为是空车，驴大也没吃什么力，走得很快。1个小时后，一人一驴车抵达了家，正好是正午，院子里没什么人，卖螺丝的基本上都是下午有空了再来，这个点吃饭做饭的时候，只有林清然在院里头忙活。程毅走进去一瞧，才发现晴晴朗朗正卷着袖子在洗菜，2只小家伙认真极了，大白萝卜泡在水里，晴晴手里头还拿着小刷子，哼哧哼哧的刷，洗白白，洗干净，吃萝卜还有肉肉。他小声嘟囔着，洗了一下，费劲儿举起来，凑到自己的面前瞧，干净了。他开心咧嘴一笑，凑过去，在朗朗的面前晃了晃，晴晴第1名。第44章，我媳妇儿就是聪明。朗朗无奈看了他一眼，这里还有泥巴呢，你看。小丫头撅起嘴，耍起了赖，晴晴就是第1名。程毅没忍住一笑，我也看见了，晴晴在耍赖，羞羞脸。听见程毅的声音，2只小家伙猛地一抬头，爸爸，你回来了。晴晴红了脸，将白萝卜扔进水里，双手附在身后，一脸扭捏又不好意思，才没有呢，晴晴才没有耍赖。程毅抿唇笑了笑，俯下身看着2人道，把手洗一洗，等会儿爸爸来洗菜，看爸爸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2人眼睛一亮，赶紧胡乱在水里扒拉了一下，又将湿漉漉的手在身上一擦，买东西了，是礼物。礼物。晴晴想要蝴蝶发夹，昨儿个二丫过来，头上就戴了蝴蝶发夹，这可给小妮子羡慕的叨叨了一整天，那可怜巴巴看着自己的模样，哪个当爹的能拒绝？程毅将布袋子拿了下来，当着2人的面打开，漂亮金光闪闪的蝴蝶发夹在阳光的照耀下振翅欲飞，而齐天大圣的小玩偶也威风凛凛，火眼金睛，用金漆一点，简直帅气极了。一向不喜形于色的朗朗也露出了笑脸，他抓着玩偶爱不释手，兴奋地仰头看着程毅问道，这是齐天大圣吗？是给朗朗买的吗？见程毅点头，他高兴地攥着玩偶朝着林清然跑去，甚至在空气中比划了一下，虎虎生风。齐天大圣，抓妖怪！2只小家伙就这么在院子里玩了开。林清然从灶堂里头探了头出来，眸光无奈又温柔，叮嘱道，小心一些，别摔着。说完后，他又看了程毅一眼，问道，你怎么回来了？今天炒了很多螺丝，都卖完了吗？这么快？话说完，林清然又回过味儿来，眉头一皱。他虽然跟着程毅去卖过螺丝，知道这玩意儿紧俏好卖，但是这么短短的功夫就卖了6大盆，显然不可能。而且这6大盆比平日里的还要多，分量足，程毅这么早就回来，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吧？见林清然一瞬间紧张地朝着自己走过来，程毅甚至还来不及开口，就见林清然绕着自己走了一圈，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他一遍。他的心头一暖，无奈一笑，见他似乎还想上手检查自己，程毅当下只能一把捉住了他的手腕。我没事，他道，甚至还恶趣味地抓着林清然的手贴在了自己的胸前，眉头一挑，笑眯眯地盯着他，不然你摸摸看。林清然脸蛋蓦地一红，这人怎么还有心思和自己开玩笑？逗了林清然后，见他脸颊酡红，耳垂都泛着粉，程毅收了玩味的心，笑着将事情前后都说了一遍。见林清然疑惑，他甚至将其中厉害仔细解释，也就是说，咱们免费租了个门面卖螺丝，还有人帮着卖，是吗？林清然仰头问道。程毅一乐，见他眼眸黑白分明，看着自己的时候清澈干净，到底是没忍住，伸手极快地在他的鼻梁上轻轻一刮。我媳妇儿就是聪明。程毅下巴扬了扬，朝着驴车看了一眼，心扯了步，你看看想做什么衣服，天气转眼就热了，别到时候赶不及还得去百货大楼买，又要心疼钱。林清然来不及害羞，侧头看了一眼鼓鼓囊囊的尼龙袋，快步过去，扯开袋口一瞧，就看见了里面的纯棉碎花料，淡淡的黄色，点缀着一些花瓣，摸上去手感很好，绵柔贴肤。他心里头是高兴的，可是话到嘴边就成了小埋怨，声音带着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娇嗔，我衣服够穿了，你怎么又买不了？咱们钱都没还清，这些钱攒着，以后给孩子们念书。程毅嘴角扬起，顺手开始干活。以后我就不挣钱了。他揶揄道，除非你再生10个8个，那我才真的担心养不养得起的问题了。林清然蓦地说不出话了。这人
嘴皮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利索？他干脆不说了，将布料拿回房间，又牵着驴大爷出去吃草。一来一回60里路，驴大爷饿得肚子空空，咕嘎咕嘎。他驴也要吃，就要吃最新鲜的。程毅洗锅开始做饭。今天朱家3兄弟帮着自家田里头插秧，管人家一顿中午饭，那可不能亏待了人家。早上有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卖豆腐的豆腐郎，2毛钱一块的豆腐，又白又嫩。切点肥膘，入锅熬油，又将锅边撒上一层细细的盐，最后将豆腐放进去煎。煎的表皮酥脆，铲起来放在一旁，又下瘦肉，大块的那种，葱姜爆香，下瘦肉炒，放入2个八角，最后将豆腐全都倒进去，加入开水，大火开炖。千滚豆腐万滚鱼，这豆腐就得大火猛煮，越煮越嫩，这算是主菜，越炖越香。程毅又将今天早上姚长志送来的2斤大肥肉拿来看了一眼，这肥肉极多，瘦肉就0点点，要是自个儿他指定吃不下。但是干庄稼活的可不一样，尤其是朱家3兄弟干了一辈子苦力，脸朝黄土背朝天，穷得连媳妇儿都娶不起，更何况大鱼大肉。这年头多少人得了一块肥肉，美滋滋的盖在白米饭上，一片肥肉一碗饭，一口下去满口流油，香得直眯眼。这也是为什么老一辈人大多数爱吃肥肉的原因，那是骨子里的缺油。程毅切了8掌大肥肉下来，撒上盐腌制起来，之后泡了一把干菜，肥肉皮过一下油，抹上酱油，熬一点糖色，之后就盖在梅干菜上蒸。最肥的肉，最厚的油，这一口在90年的程家村，那可真是过年都比不上。2个大菜有了，程毅又炒了一点别的小菜，肉末萝卜干，清炒白菜，还有从地里摘回来最新鲜的野生马兰头。最后打了个香菇鸡蛋汤，挖上1大勺猪油，撒上一把葱花，香得叫人口水直流。到了饭点，2个小家伙也饿了，巴巴着过来，瞧着灶台上一碟碟用盘子倒扣着的菜。第45章，大肥肉是真好吃啊！爸爸，晴晴饿了，想吃饭。小妮子伸出手，指了指锅里头咕嘟嘟冒着热气的豆腐炖肉，馋得咽了咽口水，想吃这个。朗朗也跟着点点头，朗朗也想吃，好饿。程毅这次却没有拿着小碗给2只小家伙先盛，他安抚道：“咱们家今天还有叔叔要过来吃饭，所以要等叔叔一起吃，知道吗？村子里比较在乎这个。家里来了客人没上桌，要是给孩子先吃了，表面上不会说什么，可是回去之后被地里指定说孩子没家教。程毅不在乎这1、2口，却也不愿孩子被人说闲话。幸好2只小家伙也懂事，点了点小脑袋，似懂非懂的眨了眨眼看着程毅。那等叔叔来。”晴晴脆生生说完，又搬了个小板凳，哼哧的朝着门口跑去，小短腿噔噔噔，格外可爱。朗朗，你也来啊！被晴晴这么一吆喝，朗朗也跟着小跑了过去。一张小板凳，2个小奶团子一起坐着，双手托在膝盖上，认认真真的瞧着门外。别提多认真。程毅又拿了3个大碗出来，一个碗里头倒了1碗凉白开。没多大会儿功夫，就听见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又沉又稳。晴晴正探着脑袋朝着外面瞧着呢，一眼就看见了朱家3兄弟，旋即掉头，兴奋地冲着程毅挥了挥小胳膊：“爸爸，叔叔来了，叔叔来了！”朗朗也跟着起身，虽然有些腼腆，但还是仰头看着朱家3兄弟，道：“叔叔，吃饭，我爸爸做了好多好吃的。”朱家3兄弟进来，搓了搓手，低着头下意识避开看着灶堂。那个，我们先洗洗，身上脏，都是泥。朱老大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程毅道。程毅笑着端了水过来，急啥？先喝口水，我给你们打水。说完后，程毅走到院子里的井旁，拎了一大盆水上来。3人干了一上午的活，正是口渴的时候，咕咚咕咚喝完了1海碗的水，又挨个过来洗手冲脚。插秧是个体力活，卷起裤脚，踩进泥洞里，弓着腰，顶着烈日，将一根根秧苗奔进泥土里。泥巴里面都是蚂蟥，逮着机会就吸住凸起的血管，吸饱了血又粗又亮。上来之后，要是用蛮力拽，头一不小心就能断在里面，要是发了炎，那简直是感染一大片。朱家3兄弟这会儿腿上就有3、4根，之前糊了满腿泥巴没在意，这会儿水一冲就冒出来了，吓得晴晴躲在程毅的身后，伸出小胳膊指着蚂蟥大喊：“虫虫，爸爸，虫虫！”程毅也见着了，他点了支烟，过去挨个在那吃的滚长的蚂蟥身体上烫了一下，吃了疼的蚂蟥顿时全缩成一团，咕噜噜的滚了下来。他又将烟顺势递给了朱老大，又抽了2根递给老2、老3两兄弟。3人又惊讶又惶恐，到了谢又接过烟，这次没有挂在耳朵上，而是就着那根点燃的烟递了火，开始抽了起来。干完重活，来一支烟，最爽快不过。你们先抽着，我去给你们上菜。程毅笑着道。他麻溜走到厨房，将一个个倒扣着的盘子放了下来，端菜上桌。林清然也喂饱了驴，快步走进来帮忙。
端菜、上酒、盛饭。一支烟抽完，刚好吃饭。三兄弟之前一直都没好意思看今天吃的什么菜，毕竟来人家家里吃饭，若是总盯着瞧，总归不礼貌。更何况这年头家家户户都穷，就算干活吃饭，顶了天也就是一个菜里面放一点大肉。而且程家村里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是在人家家里头帮工，主人家上菜，往往最好的荤菜头2天都是不动筷子的，一顿没吃完就热一热放下一顿，直到最后一天结束了，帮工的才会动筷子吃那一碗荤菜。这是主人家和帮工特有的默契。这光景能够剁一顿肉来，已经是拼命从牙缝里挤出来了，要是一顿吃完，下一顿要怎么办？这也是这个年代主客之间最有默契的温情了。朱家三兄弟上了桌，晴晴朗朗是小孩，只能端着碗站在一旁吃饭。林清然找了一条长板凳，叫2个小家伙坐在这里，又赶紧给3人添上酒，招呼3人吃饭。这是肉炖豆腐。程毅将最大搪瓷缸子掀开，热气伴随着浓浓的肉香涌来，定睛一瞧，这菜上面漂浮着一层厚厚的油，豆腐上了酱油的颜色，泡在里面油汪汪的亮。朱家三兄弟齐齐一愣，这菜油也太大了吧！还没等3人反应过来，程毅又推了一个瓦罐过来，揭开盖子，笑着道：“这肉你们别客气，多吃，不然下一顿热了就烂乎没了。这是梅菜扣肉，而且是大肥肉，因为炖够了时间，这会儿瞧着软烂的不像话，一点晶亮的油水顺着梅菜往下流淌，伴随着阵阵香气，简直叫人香得直流口水。3人这会儿是真的惊讶了，这2个大菜也太客气了吧！一时之间，原本打定好的主意也全都乱了套。3人你看看我看看你，一时之间居然没人动筷子。晴晴朗朗就等着他们吃饭呢，一时之间委屈巴巴的瞧着程毅。好啊，他们要吃饭。程毅好笑又无奈，给了2个小家伙安抚性的眼神，而后拿起公筷，挨个给3人一人夹了一块肥肉，道：“都别客气，该吃吃该喝喝，吃饱才有力气干活不是？”见程毅主动给他们夹菜，而且还是大肥肉，当下3人也算是缓过味来。这些菜应该是真心诚意想做给他们吃的，当下又惶恐又感激，拿起筷子夹了碗里面的肉送进嘴里。这年头肥肉是真好吃啊，满口流油，软糯肥香。原本这肚子怎么吃都觉着一肚子干瘪，可是一块肥肉下去，只觉得全身上下都快活起来了。3人动了筷子，林清然也终于拿着晴晴朗朗的小碗开始夹菜。一顿饭吃着，朱家3兄弟差点没吃出眼泪。第46章，承继麻辣螺丝，国营2店有卖。你的手艺太好了，我自打生下来到现在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里，真叫你花了不少钱，这么多菜，哎，怎么这么客气，随便吃点啥都成。这些肉你留着慢慢吃，怎么就做给我们吃了？太浪费了，地里也没多少活，明儿个就能干完了，你还给咱们工钱，又给做这么些好吃的，太客气了。一顿饭下来，3人基本上都在和程毅客气。程毅大部分时候都笑着摆摆手不说话，他心里头明白，农村里的人计较清楚，心里头都是有杆秤的，该吃吃该喝喝，招待这方面别亏了人家，宁愿多花钱，都不愿欠人情。摸爬滚打2辈子，在娱乐圈那样的地方打拼，程毅心里明白，钱和人情，前者有价，后者难还。一顿饭吃完，程毅又留着3人在院子里头歇息，可是3人说什么都不肯，愣是吃饭完就下地干活去了。程毅看了一眼天色，扭头看了林清然一眼：“清然，我下午就出去一趟，傍晚直接去县城，就不回来了。”程毅推着28杠自行车往外走，笑着扭头道。林清然点头应了一声，见程毅正要离开，又没忍住开口道：“那你小心一点，骑车注意安全。”程毅点头，骑着车又冲着林清然挥了挥手，之后径直出了门。他这一趟不是去县城，而是去找人的。此刻嘉江边，林耀东正拿着一个网兜子坐在岸边洗脸喘着气儿。妈的，他爆了句粗口，刚才捡螺丝脚一滑，差点没跌进深江里，要不是自己反应快，抓着岸边的石头，这会儿估计就被水流带走了。嘉江虽然不深，但是水流却比长江里头的要急上不少，岸边都是大石块，再往里头走，石块陡然消失，就剩软绵的沙子，一脚下去陷进去，再遇上个漩涡，人指定就没了。身边3个小弟还在捡螺丝，也累得一头大汗。见林耀东在休息，当下也跟着过来，放下袋子擦了一把头上的汗，一屁股坐在了他的身边。哥，这活不好做啊，这几天捡螺丝的人越来越多，嘉江边这块水浅的地方都被捡得差不多了，钱不好挣，咱们也没存几个子儿，这下咋办？林耀东没吭声，眉头皱着，显然也愁。他顿了顿，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倒是有条路子。林耀东忽然开口道。
一旁的二胡子眼睛一亮，赶紧问道：“啥路子？挣不挣钱？能不能吃饱饭？”林耀东沉默了一下，道：“你还记不记那天咱们遇着老杨头了？”他拿起石头打了个水漂，眼睛里放着光。老杨头说需要个人去金凤凰歌舞厅里头做啥？内应。我不懂那是啥意思，不过说好了，事成之后奖金能有500块。林耀东咽了咽口水，眼睛里泛着奇异的光。他还说了，要是能成，就把我介绍去警校，到时候出来，我指不定也能风风光光的当一个大公安。二胡子听着羡慕极了，还有这种好事儿？500块奖金，这可比普通人一年挣的都多了。他急不可耐，正想多问两嘴，就听见背后有人在喊。两人扭头一瞧，发现是程毅。程哥！林耀东露出笑脸，一排白牙，伸手胡乱在屁股上一拍：“你咋来了？”二胡子也赶紧跟着起了身：“找你有点事。”程毅笑着道：“有事儿？咋？挣钱的事儿？”林耀东也就是随口一说，却没想到程毅笑着点头，也没拐弯抹角，而是开门见山道：“挣个快钱，你挣不挣？”俩人一听有快钱挣，当下脑袋点的和拨浪鼓似的。有快钱挣，谁不乐意？程毅又吆喝了其余两人，跟着自己直接去了县城。他从国营商店出来，买了一面锣，还有3个大喇叭，分别递给了4人。林耀东4人有些懵，疑惑看着程毅问道：“程哥，你这是要干啥？该不会叫哥咱们几个卖艺去吧？”程毅被他逗得一乐：“那你也得有艺才能卖。”他打趣道，说完后又指了指码头的方向，道：“喊你们帮忙做个宣传，沿街喊几声，敢不敢？”林耀东顿时挺起胸膛，喊啥？不过就是喊几声，还有他林耀东不敢的事儿。程记麻辣螺丝，国营2店有卖。林耀东愕然，就这？程毅笑着点头，他从兜里摸出几块钱来，递给了4人，一人1天2元钱，从现在开始6点钟歇息，走一条街可以休息一会儿。喊完之后，去金凤凰大酒店门口找我给你们结算工钱，咋样？4人一听这钱还不少，谁还管喊啥？当下一个个脑袋一点，就答应了下来，甚至莫等程毅开口，几人就拎着铜锣，拿着喇叭，沿着街就开始走了。当，程记麻辣螺丝，国营2店有卖。当，程记麻辣螺丝，国营2店有卖。好家伙，这一声喊的，街道上所有人齐刷刷的都瞧了过来，喊的啥玩意儿？程记麻辣螺丝？一些不明白的人只当喊的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只当4个年轻二流子在寻开心。然而明白的人愣怔了一会儿，也就瞬间缓过劲儿来了。程记麻辣螺丝？等等，他们猛地想起来，这2天卖螺丝的那个小年轻，可不就叫程毅吗？今天一天就有不少人在等着程毅出摊，然而逛了好几个家属楼都没见着，没想到这会儿居然在国营2店出售了。乖乖，可叫他们好等。于是就有人瞧见了街上诡异的一幕，原本走得好好的人群忽然开始分流，一部分人急匆匆的掉头就朝着码头那个方向走，甚至于3、3、2、2认识的还凑在一起，小声嘀咕交流着。一些刚从国营商店里打了酒出来的，更是直接掉头小跑。哎，那螺丝一口下去，鲜香麻辣的味儿，简直叫他们吃了还想吃。就这一口酒，神仙来了也不走。第47章，生意火爆。国营2店，一上午的光景过去，零零散散也就是那么几个客人，和平时没啥两样。齐润发脸色黑沉黑沉的站在门口，明明是初春，他偏偏急得满头的汗。经理，你说咱们是不是被骗了？这螺丝哪有那么好卖？这都一上午了，人都没来，咱们白白帮他搭了个摊子。一个上菜员小声在齐润发旁边嘀咕着。齐润发黑着脸瞪了他一眼，站着也是站着，总比啥也不做强。饭桌都擦干净了，有空在这里说闲话。上菜员顿时就不吭声了，他低着头匆匆忙走开，生怕又被经理骂。齐润发仰头看了一眼天空，阳光烈烈，他的心却一点点坠入冰窟。唉，难不成自己这饭店真就要关门大吉了吗？他风风光光了大半辈子，就落得个被裁员的下场。念头一闪，忽然就听见门外传来嘈杂声，脚步阵阵，伴随着男人们特有的大嗓门，大大咧咧的夹杂着些许粗话，一瞬间从门外涌进来，叫齐润发一愣，差点没反应过来。咋回事儿？发生啥事儿了？冷清了好些年，忽然来了这么多人，齐润发一瞬间没反应过来，一脸紧张如临大敌，生怕是来找事儿的。而后厨几个打下手的服务员，就连姚长志都听见声儿了，赶紧跟着跑了出来。经理，咋回事啊？听着外面闹哄哄的，好像是冲着咱们饭店来的，不会是闹事儿的吧？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搭着，齐润发甚至还来不及吭声，就瞧见乌泱泱的一群人涌入了院子里。哎，刚从船上下来，饭都没吃，有没有人啊？称2斤螺丝，来1瓶酒，再点几个菜啊？还真的在这里，闻着这味儿我就知道了。赶紧给我称1斤，再来点卤牛肉，老久没来2店，想起来这里卤牛肉的味道也不错。人呢？点菜怎么不见人？是真的一大群人。这几年饭店生意不好，基本上都是靠着附近的国营船厂里头的工人做工作餐才能勉强维持效益。至于散客，一天下来有个5、6个都算是稀罕。而现在一下子几十个人涌进来，虽说大部分都是奔着螺丝来的，但是也有不少是要点菜一起吃的。这一下子拥在一起，简直叫饭店里头的一群人惊得手忙脚乱，一下子没缓过神。哎，一个个愣着干啥？没听见客人招呼啊？还是齐润发最先缓过神来，赶紧扯着嗓子就是一声吼。一瞬间，饭店里头众人终于回过味儿来，点菜的点菜，下单的下单，就像是一台生锈的机器，上了润滑油后，再一次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所有人脸上都带着激动的笑。而门外，程毅环兄看了一会儿后，这才转身离开。眨眼就到了3天后，这3天内，程毅攒下了一笔不小的资本。他还清了杨寿仙的600元钱，除此之外，手里头零零散散攒下来的流动资金已经有了1200元。日子就像是终于从泥沼中拔出，得见一缕明月。今晚是金凤凰歌舞厅周年庆的日子，杨寿仙这歌舞厅开满2周年，挣得盆满钵满，因此早3天就放了话，周年庆的这天门票8折，瓜子茶水免费送。县城里头的小年轻们高兴坏了，一个个约好日子，就等着这天，和要好的兄弟哥们凑一凑，听歌跳舞，再要么就是带上喜欢的姑娘喝酒聊天，如果喝醉了再送回家，可不得感情又进一步。再要么就是平日里没什么钱的，好不容易等到了打8折的这天，怎么说也要来凑凑热闹。今天是程毅出风头的日子，杨寿仙早早就打了招呼，和原先的台柱子也吱了声，今儿个程毅上台，主场也是他，跳舞也得分配几场。原先的台柱子虽然满脸不情愿，但是自从程毅来了之后，歌舞厅里头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是事实。杨寿仙叼着烟，美滋滋地招呼着众人，将舞池外头的桌子挪掉了几张，其余的首尾相连拼凑在一起，以求留出更大的空间供给中间跳舞的人群。今儿个薄利多销，更多的是为了打出名声。这里，等会儿记得撒点亮片，知道不知道？瞅着气氛到了，你们带头鼓掌，听见没有？一个个都有点眼力劲儿。杨寿仙咬着一支烟，哼了一声，一脸春风。众人听了，赶紧忙活起来，打扫的打扫，确认瓜子酒水等等，所有人都像是被上了发条，忙得打转。而此刻，隔着2条街道，李志刚正带着齐红秀从裁缝店里头拿半个月前定做的衣裳。这是一条长裙子，高开叉，领口开得很低，料子选了最好的丝绸，价格可不便宜。齐红秀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0元，不过家里头给的零花钱却不少。李志刚虽说家里条件也不错，但是和齐红秀比起来就有些相形见绌了。这追人家姑娘小半个月下来，前后后花了300块多块了。他肉疼极了，可偏偏齐红秀不松口，确定2人的关系也不更进一步。李志刚这会儿只能咬着牙，硬着头皮陪着，心里头却越发烦躁。哎呀，这裙子你穿着指定漂亮，咱们余安县这可是头一条。裁缝铺子的老板娘对着齐红秀一脸谄媚道。齐红秀听着，心里头受用极了，她露出笑容，拿着衣裳在自己身上比划了一下，又对着镜子瞧了瞧，之后笑道：大姐你这手艺不错，和那些个牌子衣裳比起来也不差，下次我还来。齐红秀说完，又小心翼翼地将衣服装好，之后回头看了李志刚一眼。走吧，金凤凰歌舞厅那边要开始了，今天听说程毅还来。提起程毅，齐红秀的眼睛里就开始闪星星。这几天他一有空就会过来，不管李志刚陪不陪着，就算一个人他也过来听听歌，跳跳舞。尤其是那天程毅跳起迪斯科的时候，简直叫他惊艳极了。第48章，找事儿的来了。他前些日子回了省城，去了歌舞厅一趟，发现那些个歌舞厅里头的人，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都没程毅一半好。姑娘追星就是这样，陷进去了就出不来。这会儿听说周年庆程毅要来，而且还会跳好几首歌的舞，齐红娟巴不得现在就赶紧去找个好位置。李志刚心里头顿时越发不是滋味儿。他跟着齐红秀身后，半晌才闷闷道：他有媳妇儿了，你不知道吗？知道啊。齐红秀撇了撇嘴，一脸不在乎。听人说他和他媳妇儿是包办婚姻，没有恋爱基础的，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哪能幸福？李志刚脸一黑，顿时不吭声了。2人走到门口，李志刚没想到又看见了熟人，倒是齐红秀眼睛一亮，高高兴兴地迎了上去，喊道：团长，你怎么也来了？来人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牛皮鞋，
皮鞋刚擦得发亮，头上更是抹了发蜡。瞧着虽然40多岁的年纪，但是戴着一副眼镜，十分儒雅。来人正是元安县文工团的团长蒋开庆。蒋开庆早些年是从省城里下放过来的，年轻的时候插队当了知青，专门负责村子里头的宣传报。后来可以回城了后，蒋开庆也跟着回了省城。后来进了省城的宣传部工作，干脆就申请下调到了元安县。后来成家立业，就一直扎根在了这里。齐红秀和蒋开庆也算是熟的，私下里还得喊一声叔叔。戚红娟能来元安县这种大县历练，也是爹妈找了蒋开庆买了个面子。蒋开庆见着是齐红秀，当下露出了笑脸。不去练武，怎么来歌舞厅了？要是被你爸妈知道，可得说我。齐红秀露出笑脸，又伸手指了指歌舞厅热热闹闹的人群，撒着娇道：蒋叔叔，今天听说有粤语歌的场子，还有跳舞的呢。我这不是来凑热闹吗？你可千万别告诉我爸妈呀。蒋国庆笑着摇了摇头。而在他视线扫到李志刚的时候，后者这才赶紧硬着头皮过来打了招呼。蒋团长。他挠了挠头，面皮上微微有些挂不住。我是陪着红娟来的，她一个女孩子，我不放心。李志刚也是走后门进来的。和齐红秀不同的是，齐红娟虽然是蒋国庆卖了面子才进了文工团，但是她的能力是实打实的在。她从小家境优越，爹妈对她的艺术培养十分到位。原本来县城文工团就是为了做个跳板，后期要一路北上去京都闯一闯的。可李志刚不同，半吊水出家，想着为自个儿镀金，混个体制内的饭碗，不管是跳舞还是演话剧，那可真是半桶水。因此蒋国庆也下了死命令，半个月后的话剧团表演，那可是要进省城参加比赛的，他李志刚必须锻炼到位，拿出12分的精力才行。没想到两人在歌舞厅门口遇见，蒋国庆的脸色顿时就冷了下来。李志刚顿时更加心虚，低着头不吭声，尽量减少存在感。也幸好蒋国庆给他留了面子，叮嘱了他2句后，也就不再吭声了。可是李志刚的这颗心还没放下去，就听见蒋国庆笑着对齐红娟道：再过半个月咱们文工团要去省城参加比赛，话剧团那边缺了演员，临时找不到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听说金凤凰歌舞厅有个小伙子唱歌跳舞都很不错，我过来瞧瞧。齐红秀一听，眼睛猛地一亮，是诚意。他脸颊红红，一脸崇拜道：团长，我和您说，他唱歌跳舞是真的很棒，你今年好好瞧瞧，他要是和我们成为同志，咱们团里头的女同志可该高兴坏了。蒋国庆闻言略略有些惊讶，瞧了一眼齐红秀，心里头也稍稍有了不少期待。实际上齐红娟从省会城市里头来，那可不是一般的心高气傲，不仅仅李志刚一个小伙子追她，团里头不少小伙子都变招法的朝她献殷勤。可这姑娘愣是游走一大圈，半个没答应。见过省城世面的姑娘，哪能被这些野草迷了眼？因此见着她这么崇拜一个年轻小伙子，蒋国庆倒是真的好奇了。他点点头，面上愉悦，又和齐红娟仔仔细细地打听起了诚意来。而一旁李志刚的心里头顿时不是滋味。两人边说着边走进了金凤凰歌舞厅，而这边李志刚在门口晃了一会儿，正准备进去，忽然眼尖的瞧见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来人一共3个人，蹲在马路牙子边上，其中一个瘦的和马杆似的，正蹲在地上满地找别人抽过的烟头。见或瞧见还剩一点烟屁股的，就捡起来点燃，吧嗒吧嗒塞进嘴里吸2口。而最壮实的那个则是穿着一件单薄的白汗衫，脏兮兮的，剃了个光头，满脸凶狠。体型中等的男人蹲在最边上，面无表情，眼神盯着来来往往的人，脸上一道疤痕贯穿全脸，一双眼冷得很厉。微子。李志刚走过去，眼神微微一亮。那体型中等的男人抬起头，瞧见是李志刚，顿时咧嘴一乐，牙齿舔了舔上牙膛，道：志刚啊，咋？你今天不练功，来歌舞团听歌泡妞呢？身边2人跟着哈哈大笑。李志刚脸色变了变，这微子和自己算是一个胡同里头长大的，从小2人一起玩，只可惜李志刚家里头在县城里算是条件好的，稍微大一点，2人就分道扬镳了。打小的情谊还在，只可惜只能算个眼熟。李志刚做了个深呼吸，露出笑脸，冲着微子道：想找你帮的忙，成吗？他说着伸手在口袋里掏了掏，露出几张大团结。事成之后再付另一半，咋样？他也是个上道的，这些二混子给钱啥都能办。果然在瞧见李志刚手里头的那些钱后，微子当即站了起来，咧嘴一笑，眼神悠悠的在他的脸上转了一圈。咱俩啥关系？你的面子我能不给？他笑了笑，伸手接过钱，懒洋洋道：啥事儿？李志刚咬了咬牙，下定了决心，凑过去在他耳边低声耳语了起来。第49章，成哥小心呐。晚上6点，金凤凰歌舞厅周年庆开始，人流量简直多得出乎了杨寿仙的意料，人群多得挤挤挨挨靠在一起，
也幸好舞厅里头提前将桌子搬开了，不然这会儿指定挤不下去。灯光随着五颜六色的旋转灯球在整个舞池里游走，紧接着就听见有人抿唇吹口哨，大声喊道：“咱们要听粤语歌。”程艺人呢？就是，赶紧的，唱2首。昨儿个我就来了，真不错。我是想来看跳舞的，咱跟着他还没学透呢。人群躁动，五颜六色的光球陡然间暗了下来。下一刻，磁性低沉的嗓音响起，幕布拉开，程艺一身白色衬衫，上面拧开了2颗纽扣，虽说松垮，可腰线的线条紧致，斜斜没入境瘦的腰里。头发稍稍剪短了不少，露出耳朵和完美的下颚线条。他的气场慵懒却又强大，眸光搜寻着所有人，手随着唱歌的声音轻轻摇摆，迅速带动起场地内一片火热的气氛。今天不少小姑娘都是冲着程艺来的，这年头的追星可比后世要恐怖多了。不为别的，这年头的人们思想还未完全开放，接触外界的信息比较少，因此很容易形成所谓的精神信仰。当年有人曾经追巨星，倾家荡产，甚至负荆跳海，只为了能够让对方见自己女儿一面。就是如此，因此即便知道程艺有了妻儿，小姑娘们喜欢的还是喜欢，瞧着他简直是哪顺眼。真的太帅了，这模样怎么瞧怎么俊，唱歌也太好听了吧。要我说，那些港台明星还未必比程艺强呢。就是，要是他出了交代，我指定第一个买。小姑娘们一脸兴奋，台上程艺倒是浑然不觉。一首歌唱完又唱一首，不知不觉过了10几分钟，他嗓子有些干，笑着和下方人挥挥手，示意自己休息一会儿。他下了台，紧接着就有替班的上台唱歌，虽说场面比不过程艺的热闹，但是也起码能维持住。齐红娟一脸崇拜的模样，直到程艺的身影消失了，他才恋恋不舍地扭头看向了蒋开庆。团长，怎么样？是不是很棒？蒋开庆的眼底有着毫不掩饰的惊艳。这年头的文艺工作者多多少少有些不自然，尤其是人一多就会下意识的紧张，甚至于舞台服装也有要求，不能太露的，不能不板正的，说的台词，对戏的搭档等等，各种各样的顾虑。这是时代赋予每个人身上的枷锁。可是这个小伙子却仿佛跳脱了开似的，他从来没见过这么拿捏全场的，不是表演给所有人看，而是真真正正的享受其中。蒋开庆摸了摸下巴，沉思了片刻，道：“就是不知道演话剧怎么样，毕竟唱歌跳舞和演话剧还不是一类的。不过过几天倒是可以让他来试一试，要是能成，半个月后去省城文工团的话剧比赛，可以让他凑个数。”齐红娟顿时心花怒放。10分钟后，程艺继续上台，唱了一首歌后，进入老流程，开始跳舞。富有节奏的音乐响起，五颜六色灯球加速旋转，原本围在舞池外面的人群一拥而上，纷纷跟着程艺的动作一起旋转扭动着腰肢。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正往舞池中心靠近。他眼神牢牢锁定着舞池中心的程艺，舔了舔腮帮子，手里头拿着刀片。杀人这种事微子不会干，但是要是刮花了这张脸，怕也唱不成歌跳不成舞了。可惜了。他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身边的小弟跟着挤开人群，好叫他往前走。只可惜今天人太多，尤其是程艺的身边围了乌泱泱一群人，他往前走有些费劲儿。而此刻不远处，林耀生和二胡子等人也在舞池子里头晃荡。几人之前就知道程艺在金凤凰歌舞厅上班，倒是没想到他这么受欢迎，眼瞧着一大群光鲜亮丽的小姑娘都围着他身边。林耀生啧2声，心里头有些酸，这要是嫂子知道了，指不定的吃醋呢。自个儿单身也快要到娶媳妇儿的年龄了，可也没人瞧得上，这什么天差地别的待遇？他心里头嘀咕着，继续猫着腰，顺手牵羊。可是没一会儿，身边的二胡子忽然伸出手，在自己身上戳了一下。干啥？林耀生嘟囔，顺着钱了吗？二胡子压低声音有些疑惑，那不是微子吗？他咋朝着成哥去了？手里头好像还攥着东西呢。啥？微子？听见这个名字，林耀生赶紧抬起了头。他也是个不着调的，常年在县城周边一带混，因此和微子的人也常常遇上，打过几次架，次次都输。倒不是别的，林耀生到底是个半大的孩子，心不够狠，每次都为了那么点小钱，一打起来，微子那边的人都像是不要命似的。几次下来，林耀生就慢慢被排挤到县城最外边了。不过也有好处的，听说那微子进去蹲了好几次，还赔了不少钱。林耀生捞偏门归捞偏门，可手上不沾血，这就是他的底线。这会儿听见二胡子提及微子，他顿时豁地抬起头，朝着那边看去。果然，就看见昏暗的光线下，微子唇角扬着，拳头攥着，似乎是怕被人挤着，因此高举起来，人群里头格外显眼。
只是因为光线一闪一闪的，也没人去注意，因此那攥着的拳头不明显。可仔细一瞧，林耀生就瞧出来了。妈的，是家伙事儿！刀片！他心里头一沉，大致就明白了，当下急急忙忙朝着程毅挤过去，嘴里头大喊：“程哥，小心！”然而舞池里头声音太大，而程毅又是被围在最中间的，这一声喊声，程毅没听见。林耀生顿时急了，他赶紧踩着台柱子往上爬了一段距离，而后大声扯着喉咙喊道：“程哥，小心呐！”好家伙，这一声，林耀生简直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舞池中间的程毅扭头看过来，一眼就看见了正冲着自己大喊的林耀生。第50章，一人一个酒瓶子开了瓢。有时候人的危机意识几乎是本能的。就在林耀生喊完没一会儿，程毅的眼角余光就瞥见了3个人影朝着自己围过来，下一刻有什么东西照着自己的脸就招呼了过来。上辈子的程毅去京都电影学院门口抢角色的时候遭过不少毒打。90年代混乱无序，尤其是在娱乐圈这样的地方，常常因为一个角色都能大打出手。他那会儿刚去，不懂行，再加上演技不错，因此大大小小的导演招群演都有他。这一来，不少人不爽，明里暗里揍他，威胁他换个地方。可程毅偏偏一根筋，那会儿林清然和俩孩子都离开了自己，他心如死灰，扎头进入这个行业，压根没考虑过回头。后来揍得多了，他也发了狠，手脚利落起来，就连反应能力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再往后拍了一个少林寺的电影，跟着里头的武僧练了2个月，身手就不是一般的好了。这会儿厉风拂面，他一瞬间锐利警觉起来，整个人条件反射往后一退。操，居然还能躲！微子也惊讶了一下，小弟也是个使眼色的，当下两人急急忙忙冲过去，伸手就想摁住程毅，可后者哪能叫他们摁住，抬手就是一拳，拳拳到肉，薄薄的一层肌肉刹那间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不是虚的。这一下，那精瘦的小个子就倒在了地上，疼得捂嘴直叫唤。人群也吓了一跳，打人了！不知道是谁陡然间爆发出了一声喊声，紧接着哄哄闹闹的人群立刻就掉头往外跑。微子往地上吐了口唾沫，那股子狠劲儿也上来了，拿着刀片就往程毅身上招呼。程毅躲开了2次，胳膊上还是被划了一道口子，不深，却一直在流血。而他眸光沉沉，脚也着实实的踹在了微子的心窝口，对方脸色一片煞白。人群散了一会儿后，林耀生也带着二胡子等人跑过来了。几人原本就和微子有仇，这会儿逮住机会，齐齐扑了过去。微子低声吼了2声，挣扎着要起身，尤其是那跟班，一身腱子肉，力气大的吓人，眼见着一把推开林耀生就要过来抓程毅。下一刻，砰一声响起，就见那大块头上开了花。程毅一脸冷漠，将手里碎了的啤酒瓶扔在地上，莫等众人反应过来，又是啪的一声，微子也到了，两人被开了瓢，后脑勺淌血，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林耀生和二胡子等人一抬头，就看见程毅正面无表情的将衣摆撕了下来，捆在手臂上止血，仿佛刚才一人一个酒瓶子将人放倒的不是他一样。杨寿先这才带人赶了过来。妈的，这时候居然还有闹事儿的！他骂骂咧咧，往地上吐了口唾沫，紧接着又赶紧跑到了程毅的面前，问道：“咋样？受伤了？要不要紧？”程毅摇头，指了指地上的3人道：“杨老板，这3人你认不认识？”杨寿先低头一瞧，蹲下来将2人脸拨了拨，摇头：“眼熟，喊不出名儿。”程毅沉默不语，他脑海里在复盘刚才发生的事儿。这3人直接朝着自己来的，显然自己就是目标，怕不是自己得罪了什么人。杨寿先看了一眼狼藉的场地，气得大发雷霆，见周边几个看场子的还在愣着，气得大骂：“养你们几个有什么用？带着家伙事儿的人也敢放进来？今儿个是没伤着人，要是真伤着了，你们拿什么和我交代？”一个个被训斥的低了头不吭声，还有一些姑娘被吓哭了，呜咽着躲在一旁。事情闹成这样，今天这周年庆是没法进行下去了，有人报了警，没一会儿公安也来了。瞧着微子等人躺地上，后脑勺都是血，又赶紧拉着去了卫生院。杨寿先显然和里头有关系，打了个招呼，又让程毅和林耀生等人跟着去走了个流程。莫约10点多的时候，几人这才从所里头出来。天色黑沉沉的，月光也被云层遮着。程毅胳膊上刀片划过的地方有点深，微子毕竟是下了狠手，这会儿虽然包扎着，但是隐约能瞧见渗出了血。林耀生和二胡子等人也跟在他身后，一时之间没人说话。今天的事儿谢了。程毅开口道，他扭头看了一眼林耀生，举了举胳膊道：“要不是你提醒，这口子可能就开在脸上了。”林耀生挠了挠头：“程哥，你是不是得罪人了？”这微子
就是拿钱办事的主，估摸着有人给他钱，叫他弄你，怕不是歌舞厅里头别的驻唱？你抢了他们的饭碗？林耀生问道。程毅摇了摇头，等公安问了话再说，他不愿去瞎猜，而且杨寿先刚才也保证了，一定会给自己一个交代。程毅看了一眼夜色，心里头忽然想起了上辈子的事儿。按照时间线走，这个月底金凤凰歌舞厅就要出事儿了。这段时间在金凤凰歌舞厅唱歌以来，他多多少少发现了这里头的一些暗流。90年代社会并不太平，尤其是从缅甸那边传过来的一些东西，层层剥削贩卖到了元安县，价格高的吓人，利润也是。这种玩意儿交易得有一个安全的场所，像是歌舞厅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最好不过。程毅想起上辈子看的报纸，被抓的大大小小6、7个，杨寿先并没有参与，可是有一个收留他人的罪名。这事情闹得大，没人敢保他，在里面蹲了几年出来，媳妇儿跟人跑了，钱也全都被人卷走，再后来就不知所踪了。这一次事情闹得轰轰烈烈，也算是扫黑除恶的第一枪，甚至还死了个人。不过应该不是所里头的公安，而是不小心混进去的倒霉蛋。程毅扫了一眼，叫什么三东子，也是个二流子，恰好在县城被吸得上了头的人捅了2刀，死在了包间里。之所以刊登报纸，是因为没人去认领尸体，就好像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再往后程毅就没关心了。第51章，林清然拎着马灯站在桥头等他。他那会儿已经准备去省城打拼了，自此就极少回元安县。这会儿卷进了歌舞厅，他脑海里关于当年那件事的细节一点点浮现出来，可惜所有的消息都来自于报纸，能深究的不多。几人一路往回走，二胡子他们都是隔壁村的，只有林耀东和程毅一路。程毅扶着自行车，两人边走边聊。林耀东眉飞色舞地说着刚才程毅揍人时候的身手，满脸崇拜。程哥，瞧不出来啊，你唱歌好听，又会做生意，居然打架也这么厉害。他努嘴，咧嘴道，是不是练过的？教教我呗。程毅看了他一眼，慢条斯理道，教你去打架。林耀东一脸理所应当，教会了我就不用受欺负了。那威子仗着自己打架不要命，总欺负我，等我学会了，指定得把地盘抢回来。程毅瞥了他一眼，无奈又好笑。那以后呢？林耀东一愣，啥以后？以后准备一直打架，一直捞偏门。程毅的声音混着风，清朗又干净。趁着年轻，你可以打架，靠着武力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地盘、钱、小弟。但是等到你30岁、50岁、80岁呢？他尽量找一些林耀东听得懂的词语。你走不动了，也抢不到钱了，小弟们也不跟着你了。你年轻实力下的仇家上门，你又要怎么办？又有哪一个姑娘愿意和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处对象呢？耀东，人活一辈子，不能只想着当下，还得想想以后，你明白了吗？林耀东不说话了。事实上，他活到现在18岁的年纪，从来没有任何人和自己说过这些。对于他而言，从小到大不受重视，爹妈不喜欢，也不愿意上学，从有记忆开始就是和别人抢吃的、抢地盘，到处去打架。要说厉害威风，那就是看谁的拳头硬，谁偷来的钱多，这才是生存之道。可是今天程毅的这一番话，忽然在他暗无天日的黑色囚笼里劈开了一道口子，口子里透出一缕微弱却又奇异的光。他窥见了一丁点不一样的人生。走到村口分岔路口，程毅停了下来，他转身看向沉默不语的林耀东，见他脸色是从来没有过的凝重，心里头也算是松口气。他知道这小子应该是听进去了，今晚的事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有啥事儿需要帮忙可以来找我。程毅笑着道。林耀东点点头，又喊道，程哥，你说的这些我暂时还没完全想明白，但是又好像想明白了一点点。程毅一乐，伸手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慢慢想也来得及，毕竟有些东西自己也是足足花了一辈子才大彻大悟。两人分别，程毅骑上车朝着村尾骑去。月色暗沉，忽然一点光都没有了，天空中乌云翻涌，忽然一道闪电劈开，露出一点天光，紧接着就是雷声阵阵，春雨往下落了下来。程毅家在村尾，从村头骑车过去也得10几分钟，倒不是有多远，而是天黑路难骑，半夜里头好多小畜生乱窜，总得看仔细点。雨水落在身上，阵阵冷意。他咬着牙加快了速度。10分钟后，骑车到了桥头，桥头有一棵100年樟树，要好几人才能环抱过来。早些年打仗，因为临江，交通方便，因此日军在这里上过岸。扫荡村庄的时候，有一个人躲在樟树烂掉的空心树洞里活了下来。自此樟树被系上了红绳，面前放着一个土钵，成了村子里头的活菩萨。程毅骑车上桥，下去的时候忽然就瞧见了桥头旁边一人撑着伞，提着马灯站着，雨落伞面发出滴答的声音。天空中雷云翻滚，
剑或闪电落下，程毅看清了来人，一件羊绒开衫，半身裙，头发低盘在脑后，温婉动人。他的身形极其窈窕，马灯昏暗的光晕落在他的身上，映衬出起伏有致的线条来。似乎是听见了声音，他抬起手腕，提着马灯朝着程毅的面映了映。是程毅吗？他轻声问道。紧接着雷声响起，雨更大了些，他的伞面噼里啪啦的声音越发错落。下一刻，程毅就已经扶着车停在了他的面前，湿漉漉的手接过了伞柄。程毅看着他，无奈又心疼。这人不是林清然还能是谁？下这么大雨，怎么还出来？程毅伸手想要将他肩膀上的雨水拂去，可是眸光一扫，却发现自己身上的雨水更多。他收回了手，又小心地和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以免打湿了他。林清然视线顿了顿，低头抿了抿唇，轻轻将垂落在鬓角边的碎发拂到耳后。你靠近来一点。他说着，又伸出手将伞给拿了回来。你推着车不好撑伞，我来打伞吧。程毅倒也没拒绝，毕竟自己还推着自行车，的确是不好打伞。雨水落在地面上，溅起灰尘，风吹过，马灯也跟着摇摇晃晃的。实际上今天晚上林清然就一直没睡。傍晚的时候，瞧见雨云压在对面山头，就觉着今晚上肯定要下雨，因此心一直悬着，想着程毅今天出门的时候没带雨伞，晚饭也没吃，躺在床上哄睡了2个孩子，翻来覆去睡不着，直到第一声惊雷响起，他才匆匆忙披了衣服站起来。等到反应过来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已经撑着伞提着马灯走到桥边了。林清然忍不住侧头看了程毅一眼，男人20出头的年纪，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眉眼间虽然揉了生活烟火气进去，可是仍旧可见桀骜的不驯。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忽然间明白，或许这个男人就该是万众瞩目的。可他呢？真到了那个时候，自己又该怎么办？他还会要自己吗？还会像现在这样对他和2个孩子吗？乱糟糟的念头翻涌，林清然忍不住又侧头看了程毅一眼，却见男人下颚角一滴水落下，落在了他的胳膊上，而小臂上一块白色的纱布渗了血，又被雨水打湿，迅速化成了一大块。第52章，在他的嘴唇上轻轻啄了一下。林清然蓦地瞪大眼，吓了一跳。你的手怎么了？他停下步子，仰头问道。程毅漫不经心地笑了笑，耸耸肩道，没什么，今天在歌舞厅里摔了一跤，蹭着东西掉了皮，你放心，没什么大事，包扎好了，而且是工伤，老板要付钱的。后面这话当然是揶揄，林清然哪儿还听得进去？他咬着嘴唇，抬头看了他一眼，旋即伸手拽着他的衣摆，快步往家走。伤口不能淋雨，会发炎，赶紧回家。程毅一笑，好。一路走回家，将28杠自行车靠在墙边停好。程毅甚至都来不及去看一眼驴大爷，就被林清然拉着回了屋子里，又是打热水，又是找药，又将前些天程毅买回来的纱布和棉球一并拿了出来，忙前忙后没闲着。程毅几次想要起来帮忙，却都被林清然摁着肩膀压了下去。你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好。程毅无奈，只能老老实实的等着。10几分钟后，林清然终于拎着板凳坐在了他的面前，因为是坐在矮板凳上，因此身形比程毅低一大半。他仰头看着他，眼睛里第一次是快要溢出来的温柔。手伸出来，别动，我看看。程毅老老实实的伸了出来，瞧见这么一大块血，他的手紧张的快要发抖，好不容易揭开纱布，当看见下面一道翻了刃裂开的口子，林清然脑子一片空白。怎么这么严重？他轻声道，眼眶微微有些泛红，声音更是发紧，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实际上这些天以来，程毅的改变林清然全都看在眼里。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哪会不感动呢？天色蒙蒙亮，他就起来了，做早饭，扫地，炒螺丝。有时候去田地里瞧2眼，回来的时候收了螺丝，就这么背在背上，磨在肩膀上一道道的红痕。即便累得脚发软，可在看见晴晴朗朗的时候，他还是耐心地蹲下来，笑着和他们说话。去百货大楼买衣裳，带礼物回来，他和孩子们都有，可独独的他自己的忘了。林清然有眼睛，他看得见。曾经一片冰冷死寂的心，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燃起了一丝温热的血。程毅低头瞧见他眼眶有些泛红，水气汹涌，忽然觉得这一次的伤受的也有些值得了。见着伤口这么严重，又泡了水，边缘隐约有些泛白。林清然起身走进程毅房间里，拿了一件干净的毛衣出来。你先换衣服，然后再换药，湿的衣服对伤口不好。程毅老老实实的听着做了，原本也没多疼，包扎的时候简单缝了2针，程毅哼都没哼一声。可是这会儿瞧着林清然纤细的手指仔仔细细的帮着自己脱衣服，尤其是拧开自己纽扣的时候，他探着身子凑过来，呼吸的热气儿洒落在自己的颈项上，那柔软的指腹带着一点点微微的凉意，擦着自己的胸膛。
叫他莫名有些心猿意马。媳妇儿，慢一点，我有些疼。程毅极其认真，声音里带着明明白白的委屈。林清然越发心疼了，眉头皱着，甚至鼓起腮帮子，情不自禁地朝着伤口上吹了吹。晴晴朗朗受伤的时候，他也会这样，声音轻柔，哄着似的。贱货抬头看他一眼，我吹一下就不疼了，忍一忍。程毅顿时就不吭声了。由于程毅时不时的喊疼，这脱衣服上药的过程就变得极其漫长。堂屋里昏黄的白炽灯轻轻摇曳，将两人的身影拉长，交织在一起，一丁点暧昧忽然就生了出来。好了，林清然终于仔仔细细地将消毒过的伤口包扎了起来。他额头上冒了一层细密的汗，说完后又鼓起腮帮子吹了吹。话音落定，忽然察觉到程毅没抬头，他还以为他伤口疼，当下赶紧抬头去看。怎么了？是不是哪里？这一次林清然的话没说完，四目相对，他蓦地发现两人之间的距离拉得极近，彼此的呼吸交织在一起。程毅正低着头，眼神晦暗地看着他，起伏的喉结线条极快地滚动了一下。他声音沙哑道：清然，我没事，你别担心。林清然一怔，脸蛋上一点点红晕冒了出来，距离的极近，脸蛋上细小的绒毛都能够看见，粉红色蔓延到耳垂。程毅的视线太过于滚烫，叫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我才没担心。他小声道，说完后察觉到程毅的视线仍旧灼灼地落在了自己的身上，他的脸蛋再一次滚烫了起来。你早点睡，我也回房间看着晴晴朗朗了。说完后，林清然站起身，然而还没站直身体，忽然就察觉到自己的手腕被程毅轻轻捉住了，是打着绷带的手腕。林清然吓了一跳，哪里还敢用力？当下赶紧往回退了一点，眼睛微微瞪大，瞧着程毅，压低声音道：怎么了？赶紧松开，你这只手不能用力。这手刚缝了2针，又泡了水，伤口卷开，万一再用了力崩开了，他可就真的没办法了。因此这会儿只能任由程毅拉着自己。他甚至还赶紧往程毅身边凑了凑，软着声音哄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你说就行，别动手呀。程毅忍住笑，这妮子还真把自己当孩子哄了，没有松开手，甚至还再次用了点力气。他眸光悠悠，拉着林清然往自己身上凑了凑，后者也不敢用力，只能跟着往他身上压。的两人之间的距离一瞬间拉得极近，直到程毅能够清晰地看见他小扇子般卷翘的睫毛，漆黑浓密，眼眸干净澄澈，黑白分明。黑色的瞳仁里完完全全映衬着自己的身影。对视良久，下一刻，程毅的身影在林清然的瞳仁里迅速放大，随之而来的是落在柔软嘴唇上蜻蜓点水般的一个吻。林清然怔住，他万万没想到程毅会忽然亲自己。以前的程毅向来单刀直入，甚至在某些时候从来不会顾及他的感受，就更别说甜蜜恋爱了。而现在，他怎么好像就变了一个人似的呢？第53章，院子外的大黑狗。脑海里乱糟糟的一片，林清然涨红着脸，挣扎着起了身，低着头不敢去看程毅。你早点睡。他挣扎着直起了身子，别开头，不敢去看程毅的视线。说完后又赶紧掉头往自己屋子里走，只是没走2步，又想起什么，扭头看着程毅，轻声道：记得别沾水，明天早上我起来做早饭。程毅笑得像只厌足的狐狸，他耸耸肩，抿唇，笑着点了点头。好。话音落定，就见林清然赶紧转身回了屋子。他仰头看着老旧的长长的电线顺着满是灰尘的横梁绕了过来，一点微风从堂前缝隙里穿过，灯光微微摇曳着。这间屋子曾经只存在于自己的记忆中，上辈子他一次次的挣扎在这个梦魇里，这装载了全部妻儿记忆的老旧的房子于他而言，既是沉沉黑暗里的一点慰藉，也是无边地狱。而如今重生回来，他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再仰头去看，这里面也满是他曾经求而不得人间烟火了，真幸福啊。翌日天色蒙蒙亮，林清然就起了身，他将粥熬下，又煮了3个白煮蛋，最后炒了个小咸菜。见天色尚早，他又写了张纸条压在厨房的灶台上，告诉程毅自己去县城一趟，买一点干净的纱布和消毒水。程毅的伤口得勤换药，家里头的纱布和棉球不够他用的。程毅起来的时候检查了一下伤口，实际上刀片割得深，看起来吓人而已，一晚上的休养已经差不多止血了，不过伤口边缘有些泛青，瞧着吓人。他喝着粥，看着纸条，心里头暖烘烘的。爸爸妈妈呢？晴晴朗朗也起来了，光着脚丫子从屋子里跑出来，探着脑袋朝着院子里头看，一眼就瞧见了程毅。晴晴眼睛亮晶晶的跑过来，用手拽了拽程毅的裤腿。爸爸，你今天不工作的？那可不可以陪晴晴朗朗玩？见程毅没说话，他
他赶紧抱着他的腿撒娇：“好不好呀？好不好呀？好不好呀？”小家伙才3岁，说话就像是复读机，毛茸茸的脑袋一个劲儿地往程毅的怀里钻。程毅掌心被挠痒，忍不住笑：“好好，等会儿吃完早饭，爸爸带你们去找叔叔玩，好不好？”他想了想，补充道：“叔叔会抓鱼，会做草蟋蟀，还会陪你们一起玩泥巴。”好家伙！这话说完，原本站在不远处没过来的朗朗也眨巴了眼，巴巴地瞧着，显然是心动了。他跑回房间，穿上鞋子，又2只手一起拿着鞋子跑出来，递给晴晴。晴晴穿鞋，着凉了，妈妈会担心。程毅也吃饱了，蹲下身子，叫2个小家伙扶着自己的脑袋站稳，仔仔细细地将他们身上的衣服整理好。朗朗虽说懂事，但到底是个3岁的孩子。初春寒冷，没穿开裆裤，必裆裤就得自己脱裤子，常常拽了前面，忘记拽后面，半拉子屁股冻得红彤彤的。带着他们刷牙洗脸吃早饭，收拾完毕，程毅贴了张字条在门上，大致就是下午收螺丝，之后带着晴晴朗朗出门去了。他要去找林耀东。昨晚上发生的事情，他在脑海里仔仔细细过了一遍，却还是理不清事情经过。这手受了伤，暂时还不能动，找林耀东问问清楚，也好比干等着强。一大两小走到村口岔路口，又问了路，程毅终于带着2只小家伙走到了林耀东家。林耀东家就住在村头长江大坝旁，还没到夏季汛期，春天的江水还很浅，远远瞧见露出一大片暗色的沙滩，江边的沙子都是极细的，一把抓去越用力落得越快。这会儿有不少人在江边洗衣服，洗完了之后直接整整齐齐整理好，摊在柔软的沙子上，用细腻干净的干沙子掩埋好，湿透了之后又换一篮子沙子。这是江边人家的土法子，尤其是到了冬天初春这种寒冷的日子，衣裳洗了不容易干，就用干净的江沙吸水，节省时间。而且靠水吃水，从小到大在江边生长的人家，对于这条河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不说别的，就单单在元安县里头，从江里捕起来的鱼总能比别的地儿的鱼卖得贵一些。晴晴朗朗很少来村头长江大堤旁玩耍，远远的瞧见一个斜坡下去全都是柔软的沙子，当下兴奋的不行，扭头看着程毅，小胳膊恨不得伸老远。玩沙子！晴晴拽着程毅，拉着他往下走。晴晴想玩沙子，再回头一瞧朗朗，好家伙，这小伙子已经不知道从哪儿捡来了破烂的瓦片石头，满满当当抱了一手，也认认真真的瞧着程毅，就等着他发话了。这拒绝的话哪还能说出口？程毅忍住笑，点点头道：“就在下面玩，不要跑远，爸爸马上过来。”话音刚落定，2个小家伙就飞奔出去了。别看腿短，跑得却快，一溜烟就跑到了下面，就差没在沙子上打几个滚了。旁边不少村子里头的婶子大娘们认出来了程毅，一个个赶紧笑着探起身子和他打招呼。这段时间以来，程家村10几户人家谁没卖螺丝给程毅？家家户户饥荒缺钱的年头，能挣着那么1块2块，都是极大的恩赐了。因此程毅在他们心里头的地位拔高不少。估摸着程毅有事，不少人和他挥手，笑道：“你去忙，俩孩子赵大娘给你看着，下午去你院子里头捡螺丝屁股，记得给换一把新剪子，旧的使不上劲儿。”程毅笑着道了谢，又叮嘱晴晴朗朗别乱跑，之后转身朝着大坝另一边走去。1间3间的木板房就是林耀东的家，院子外面围了篱笆，里面几只散养的鸡，遍地都是鸡粪。外面的柿子树下拴了一只黑色的狗，虽然精瘦，但是瞧着吉凶，人一靠近篱笆，他就卯足了劲儿喊，拽着树都跟着摇起来，汪汪汪汪！大黑狗冲着程毅龇牙咧嘴大喊。没一会儿就听见屋子里头传来林耀东的声音。第54章震惊。你叫三东子？大黑，喊啥呢？吵死了！林耀东骂骂咧咧的从屋子里头走出来，骂道：大白天谁能来偷鸡？你能不能聪明些？吵死了，我都没睡醒呢。经过昨晚上的事儿，林耀东还没缓过神来，这一大早眼见着都8、9点了，他还赖在床上不肯起来。要知道农村里头5、6点起来才正常，一个个都是庄稼汉，指望着田地里头的那点粮食过日子，吃的用的全都靠他，哪能不精心伺候？程家村里头不少人早上起来都是先去地里头干了活才回来吃早饭的，哪有像林耀东这样一觉睡到日上3竿的？林耀东他爹已经去地里头干活了，他们2英子也刚从地里头回来，远远瞧见自家门口站了个人，似乎是冲着自己家来的。林耀东一出家门，骂了大黑2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定睛一瞧，总算是看清了面前站着的人。程哥，他惊讶道：你咋来了？见大黑狗还想叫唤，林耀东龇牙，用脚猛地一踩地，呵斥道：去一边，别吵！大黑狗果然听懂了，哼唧了2声，夹着尾巴绕到另外一边去了。程毅道：找你没别的事，
是想问下昨天发生的事的经过。那人我不认识，想着你应该知道。林耀东点点头。昨晚上他回来之后，将程毅和自己说的那些话仔仔细细在脑袋里过了一遍。他隐约听明白了，这会儿见着程毅，总觉得他瞧着高大不少。那人叫微子，是个地痞流氓，早些年严打的时候还去过大西北蹲监狱呢。林耀东攥了攥拳头，哼了一声，道：他这人凶得很，打架不要命，所以不少人喜欢找他办事儿，只要给钱就做，简直坏透了。程毅顿了顿，问道：你看见他是直接奔着我来的？林耀东点头，也是一脸疑惑。是啊，昨儿个我瞧见他手里头拿着东西，眼睛就是盯着你，直接朝着你去的，所以我才说，程哥，你是不是惹着什么人了？惹着人？程毅摸了摸下巴，又道：那明天你跟着我去歌舞厅，把事情经过和杨老板说一遍咋样？林耀东咧嘴一笑，点头，拍了拍胸膛。成。他应下来后，又摸了摸脑袋，接着神秘兮兮地朝着程毅走过来，靠近他耳边，低声道：程哥，你昨儿个说的话我听明白了，我也打算干点事业出来，走正道，叫所有人瞧瞧我也能干大事。实际上，林耀东决定，他今天就要去所里头找老杨头，接下任务，不仅仅是为了奖金，更是为了要给自个儿正正名声。程毅瞧见少年的眉眼张扬，意气风发，一种崭新的东西开始滋生，窜着他的血管开始流淌。他松口气的同时又有些欣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想做就去做，我等着你干大事的那天。林耀东悄悄挺直了胸膛。而此刻，不远处的二英子也终于走到了自家门口。他悄悄仔细打量了一眼来人，发现是程毅。这些日子，他也听村子里头的人说了程毅带着大家挣钱的事儿，更是连带着隔壁的朱家三兄弟也都和别人说起了在他家吃饭的那几天。那是真的油水足呀，白花花的大白肉就直接炖了梅干菜，一口下去满口流油。朱家三兄弟回来之后拉肚子拉了一天，油水实在是太足了。这年头帮着别人做事，谁家有这么大方的？二英子听着也心动，只是碍于他家里头和程毅从来没什么交情，也因此总开不了口，说自己要去他家挣点钱。这会儿见着程毅来了自家院子里，而且还和自己儿子认识，当下心里头就犯了喜意。他挎着菜篮子，脚步匆匆地走了过去，将镰刀扔进篮子里，搓了搓手，赶紧给程毅开门。哎呀，是程家二小子呀，你咋来了？赶紧进来坐坐。二英子殷勤极了，说完后赶紧推开自家篱笆门，又气狠狠地瞪了林耀东一眼，骂道：你这孩子天天就知道睡觉，家里头来客人了也不知道请人家进去坐一坐，站在门口像什么话？程毅，他赶紧摆手准备拒绝，却见二英子已经满脸笑容，拉着自己走进去，又放下菜篮子，将院子里头的鸡全都赶进笼子。婶子，真不用，我就找耀东。话音未落定，紧接着就听见二英子再喊：三东子，赶紧去给程家二小子倒杯水。傻愣着干啥？这一刹那，程毅猛地一僵，耳边嗡嗡直响，他几乎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三东子，他在喊谁？程毅太阳穴突突直跳，没等他缓过神来，就看见林耀东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又冲着程毅挤眉弄眼，将衣裳塞进裤腰带里，没一会儿就端着一个碗从屋子里头跑出来了。程哥，我妈就这样，你别往心里去。他冲着程毅咧嘴一乐，露出白牙：你喝水。程毅盯着林耀东，眼神又冷又沉。他接过水，喝了一口，冰冰冷冷的水一瞬间顺着喉咙灌入胃里，总算是叫他脑袋清明了起来。三东子，他顿了顿，看着林耀东，试探性开口喊道：你不是叫林耀东吗？林耀东挠了挠头，笑得灿烂：程哥，瞧您这话说的，我在家里头排行老三，所以叫三东子，你瞧我妈不也喊你程家二小子吗？林耀东咧嘴回答道。他见程毅脸色沉沉，当下一愣，旋即开口道：咋了程哥，是不是水太冷了？你瞧我这记性，我去给你倒热水。说着端着碗就往厨房里头跑去了。程毅坐在院子里头的竹椅上，脑海里似乎有什么东西串起来了，他不知道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林耀东的确就是上辈子出现在报纸上那具无人认领的尸体，因为做了保密措施，只说喊三东子登报找人认领。程毅记忆尤其深刻，他这会儿手脚有些凉。上辈子他和三东子一点联系都没有，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出现在报纸上的一个陌生人。第55章，林清然的不对劲，他似乎哭过，而现在他却又无比真实地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昨晚上还救了自己。程毅叹了口气，伸出手拧了拧眉心，他怎么觉着自己踩进了泥潭里？林耀东端着热水出来了，他将水放在程毅的面前，又问了一下程毅最近还要不要收螺丝。程毅喝了水，
干脆找了个由头和林耀东他妈打了声招呼，说是找他有事，将林耀东带了出来。走到长江大坝边，两人坐下，程毅一眼就瞧见玩得开心的两只小家伙。你最近有什么打算？程毅问道。林耀东挠了挠头，啥打算？他伸出手指头，一根接着一根掰，捡螺丝攒钱娶媳妇啊，给我爹买点治嗓子的药。我妈总羡慕别人有银戒指，我也想给她打一个。他絮絮叨叨了老半天，最后顿了一下，神神秘秘道，还有，我准备干大事儿。大事儿？程毅敏锐嗅到不一样的味道。什么大事？所里头有个经常带我的公安，叫做老杨头，他说最近需要人做啥？卧底，去帮着抓坏人，到时候抓住了就给我发大红花，贴大红包，还有500块的奖金哩。林耀东兴奋的比划，500块对于他来说足够完成很多想要做的事情了。程毅的脸色一点点沉了下来，果然他没猜错。程毅深吸一口气，这会儿很是有些头疼，他伸手在林耀东的肩膀上拍了拍，极其认真道，当卧底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你想过没有？危险就危险呗，这年头干啥不危险？去年我去厂里头偷电线，还差点被保安揍死呢。干那个一样危险，还挣不着钱，最重要的是名声不好听。林耀东耸耸肩，还不如去帮着公安做事，钱多，面子上也有光。程毅，他难不成要直说干这事儿会送命？思忖了片刻，程毅又道，你干卧底就为了挣钱，万一命没了咋办？程哥，我们这种人的命最不值钱了，我爹妈打小不喜欢我，我心里头清楚，在外面偷偷摸摸，小的还好，大不了揍一顿，可一旦偷着啥值钱玩意儿了，被人逮着揍死也是没人知道的。林耀东自嘲笑了笑，瞧着他眸光分明，我是想当个卧底，事儿成了之后我就清白了，以后再老老实实找个工作，娶媳妇儿，生个大胖小子，过一过正常人的日子。这不是你昨天想要和我说的吗？走正道，挣清白钱。程毅终于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低着头瞧着一片正挣扎拼命从冰冷土壤里冒出头来的嫩草，那是蓬勃又顽强不服输的生命力。良久，程毅终于再次开了口，他笑着瞧着林耀东问道，你想跟着我一起做生意吗？我给你开工资。林耀东一愣，旋即惊喜的猛地从地上跳起来，真的？他的头发被风吹乱，眼睛亮得逼人，高兴的没等程毅回答，扑通一下子就跪在了程毅的面前。程毅，师傅！程毅眼皮子猛地一跳，顿时哭笑不得。得，他这算啥？白捡一徒弟。3天后，程毅的手总算是好的利索了不少，他端着碗喝着水，指挥着林耀东炒螺丝。这里咱们家的柴锅，一锅螺丝要2块肥肉熬油，猪油最香，这些香料按照配比来，5斤螺丝刚好一锅，这些香料全都放下去。程毅说的教他做生意也不是全教，他活了2辈子，别的不多，心眼最多。这螺丝的秘方他暂时还得留着，毕竟发家第一桶资金全得靠他了。程毅估摸着螺丝生意也就还能再撑1个月，这种小吃生意看天吃饭。这段时间来卖螺丝的人流量已经逐渐少起来了，即便隔壁村的人也往这里送，但是架不住大家都去江里头捡，再加上元安县到底只是一个县城，程毅家里头说到底也就是这2口锅，市场趋近于饱和后，这利润也就开始持平。程毅估算了一下，现在每天在国营2店里头的净利润大概在400元上下，也就是说这样下来1个月的话，他就能够靠着卖螺丝成为响当当的万元户。只可惜这生意局限性大，估计1个月后螺丝难捡，免不了从外地买螺丝回来，这样一来成本和运输风险增高，到时候免不了利润拦腰斩。程毅知道他应该转行了，有了这第一桶金，他的选择才能更多，才能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林耀东吵得满头大汗，他的眼睛却极亮，年轻力壮，身体好，一把锅铲挥得起飞。师傅，你瞧好了没有？程毅顺手捏了一颗扔进嘴里，嗦了口味道，点头道，味儿对了，用盆装起来，下午送到国营2店去。林耀东嘿嘿笑着点头，热得脱了外套，又找了搪瓷盆装起来，仔仔细细的用油纸包好。二胡子等人这会儿也来帮忙，抬着放到一旁凉着，又帮着去给驴大爷喂草。晴晴朗朗正在院子里头玩水，林耀东用竹子给2人一人做了一把小水枪，吸满了水，呲一下能射老远。哈哈，打中爸爸了，打中爸爸了！一缕水花射过来，直接打湿了程毅的裤脚。晴晴捂着嘴偷笑，朗朗赶紧将手里头的水枪藏起来，一脸心虚。程毅有些无奈，拍了拍，叮嘱道，别弄湿衣服了，不然妈妈回来要生气了。好。晴晴甜甜应了一声，刚准备举起水枪，忽然就瞧见林清然推门走了进来。妈妈！她甜甜喊道，说完又赶紧将水枪藏好，拉着朗朗跑过去，
抱着林清然的胳膊撒娇，抱抱抱抱，清清朗朗。小妮子的声音软软糯糯的。林清然蹲下身子，将两只小家伙抱在怀里蹭了蹭，又哄了两人几句。然而不远处笑眯眯朝着这边看过来的程毅，却敏锐地察觉到林清然的状态有些不对。他脸色有些苍白，穿着的羊绒外套的袖口位置也变了形，像是被人拉扯过似的，眼睛也有些泛红，似乎哭过。第56章，将他禁锢在怀里。两只小家伙到底还小，没有发现林清然的情绪异常，抱着他撒了会儿娇，之后又开开心心的玩水枪去了。林清然拎着布袋，里面装着的是药水和买回来的肉。他低着头往里走，似乎是察觉到程毅在看自己，当下抬头看去，四目相对，他眼睛里的慌乱瞬间极快的被捕捉到。我买了一只猪脚。林清然赶紧露出笑脸，抬起手晃了晃，指了指手里头的布袋。他们说吃什么补什么，吃了这个猪脚，你的手就能好了。程毅抿了抿唇，盯着他，到底是点了点头，轻声道：行，等会儿我来做饭。林清然一愣，眉头皱了起来，你的手还伤着呢，不能用力，你就站在一边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你不能用力。程毅老老实实点头。再抬头去看的时候，却发现林清然已经移开了视线，快步走进厨房，找了个搪瓷盆出来，开始洗菜忙碌。一旁林耀生炒完螺丝，洗手，从厨房走出来，对着程毅打招呼：师傅，那我就先回去了啊，下午吃了饭我再过来。说着林耀生就要走，二胡子等人也跟在他身后，低着头不乱看。之前来帮忙的时候，林耀生就打过招呼，如今程毅是他的师傅，给他开工资，带着一起做生意，算是给了他一条正路走，那就是再生父母，哪儿还能再求别的？再说了，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他们这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个个不吃菜都能干吃3大碗白米饭，哪能留在这里吃饭？几人说完就要走，程毅赶紧开口留人：跑这么快干啥？程毅无奈道：饭都不吃就要跑，怕把我吃穷了？我有这么小气？林耀生等人又只能停住步子，扭头看着程毅，干笑了2声，摸摸脑袋：师傅，不是这个意思。程毅扬了扬下巴：不是这个意思就去帮着做饭，站着干啥？话都说到这份上，林耀生等人总不能再不识抬举，况且有一说一，那猪脚大肘子他们是真的馋。成，我去帮师娘，我来烧锅，我火烧的贼旺，我来洗菜，到底都是穷惯了的，啥活都会。3个小年轻在院子里头忙活起来，林清然被抢了活干，站在一旁怔怔然有些不知所措。媳妇儿，程毅笑着走过去，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想什么呢？林清然回过神，挤出笑脸：没什么，昨天收的衣服我还没整理，我去叠衣裳。说着又抬脚往屋子里走。程毅默默跟上，要是上辈子他才不会管林清然情绪好坏，有那个闲工夫，倒不如想想怎么借钱，怎么进话剧团找份活干。可重生回来，程毅心里头敞亮，自家媳妇儿的事才是头等大事。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屋子，程毅还贴心的带上了门，外面纷纷扰扰嘈杂的声音全都被隔开，屋子里显得格外寂静。说是来屋子里整理衣裳，然而林清然却在打开箱子后愣怔在原地，半晌都没有下一个动作。他垂着头，发丝微拂，盯着地面，眼眶微微泛着红，唇线紧抿，不知道在想什么。程毅心疼极了，他走过去，伸手轻轻抚住他的肩膀，道：媳妇儿。林清然惊醒，回过神，正想要勉强挤出个笑脸，却见程毅皱着眉头盯着自己，一字一句道：发生什么了？林清然嘴唇动了动，又吸了吸鼻子，闷声道：没什么。好家伙！程毅无奈又心疼，干脆拉着他走到床边坐下来。你真不打算告诉我？片刻后，林清然还是沉默。这一次程毅不再开口说话了，他眯了眯眼，伸手忽然扣住他的肩膀，而后稍稍一个用力，整个人都欺身而上。你干什么？林清然吓了一跳，蓦然瞪大眼，回过神的时候，自己就被压在了床上，身后是柔软的床铺，眼前是居高临下将自己禁锢在怀里，居高临下看着自己的程毅。他被他的双手圈在狭小的空间里，呼吸都染上了他的味道。程毅只是笑着扣住了他的手腕，甚至还将包着纱布的手在他面前扬了扬。我只是关心我媳妇而已。程毅说完，俯身再次将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气氛紧绷又暧昧。报纸糊住的窗户漏了点缝，正午的风不冷，顺着风往里灌，林清然的头发被撩起，堪堪遮住他的侧脸。自从程毅重生这段日子以来，家里头伙食变好，吃的油水也足，两只小家伙个头猛地往上窜了一大截，连带着林清然的样貌也变了。生活的滋润叫他圆润丰腴了一些。原本他虽然清瘦，却并不是健康的瘦，这会儿长了点肉，皮肤丰盈起来，连带着原本不健康的蜡黄也都褪去了，白皙了不少。乍一看就像是一只正在成熟的水蜜桃，
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迷人的美，叫程毅压根移不开眼。如今将他压着，肌肤难免接触，甚至某些地方堪堪地贴着程毅的胸膛，叫他起了反应。林清然的脸色倏地涨红了，他支支吾吾，伸手想要推开程毅，然而一瞧见他手上的纱布，顿时又不敢用力。两人僵持着，半晌后，他终于红了眼，别开头，小声开口道：“我在医院遇见我爸妈了。”程毅挑眉：“岳父岳母？医院？”实际上，林清然今天去县城里的人民医院遇见了他爹妈林明生和赵春娇。林明生肺不好，似乎是得了肺病，咳嗽了半个月，没法子去人民医院检查开药吃。结果刚好在医院门口就遇见了来买药的林清然。乍一看，两人压根都不敢认。那个穿着羊绒开衫外套，里面穿着一件碎花中长裙子，瞧着肌肤白皙，模样艳丽的女人，是他们的女儿林清然。好家伙，赵春娇差点没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次见着林清然的时候，还是在去年过年后正月里头走亲戚，她偶然见了一次。第57章，结了婚，咱们就是一家。这丫头带着2个小不点，怯怯弱弱地走在街上，低着头，似乎在问摆摊摊主的价格，手里头攥着一块染印的蓝色手帕，里面应该放了几个钱，死死攥着，一脸穷酸样。赵春娇那会儿手里拎着猪肉，瞧见林清然，当下下意识的就赶紧掉头就走，生怕被林清然看见。后来回来之后，也有意无意的避开他，总怕他再开口问自己借钱。于是这都好几个月了，这才算是第2面。没想到在医院里见着了，更叫赵春娇没想到的是，他里里外外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怎么瞧着这么红润漂亮了？尤其是身上还背了一个布袋子，里头鼓鼓囊囊的放着东西，指定是刚从百货大楼里头买回来的，肯定不少钱呢。赵春娇当下气得不行，和林明生说了一声，噔噔噔的就跑了过去，一把拽住了林清然的胳膊。妈！林清然显然没想到会在这里看见赵春娇，当下问道：“你怎么在这里？是你生病了，还是我爸生病了？哪里不舒服吗？”赵春娇顿时阴阳怪气道：“你还知道问我和你爹啊？这都几个月了，也没个消息。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和你爹养你，真是白养了。”林清然被说的脸色一阵白一阵青，他低着头不吭声，小声想要解释自己前段时间困难，再加上最近忙得很，所以就没有去等等。可赵春娇哪里听得下去？他拉着林清然越发使劲儿，甚至扯着嗓子就开始抹起了眼泪，一边拍着腿，一边哭着和别人说他有多么多么艰难拉扯大这个女儿，结果林清然有多么没良心等等。林清然原本就面皮薄，人来人往的医院里，不少人听着声音都扭头朝着这边看了过来，指指点点，小声议论。这一刹那叫林清然面皮火辣，攥紧拳头站着，耳边嗡嗡直响，什么都听不进去。赵春娇似乎也察觉到自己喊得过于大声了，又嘟囔了几句，伸手抹了一把眼泪，在林清然的手背上拍了拍。妈心里是疼你的，你咋不回来看看你爹呢？他现在生了病，没几年好活头了，你再心里头有气，也不该气你爹啊。赵春娇哭得眼睛红肿，林清然却仍旧沉默不语。最后还是赵春娇开了口，问林清然要了10元钱当看病的钱，这才放开了他。只是临走前还用力地在林清然的手背上拍了拍，叮嘱他一定要来看自己和林明生。林清然几乎是落荒而逃，他魂不守舍地回来，这一路上从小到大的事情都在自己脑海里过了一遍。他也是人，也为人子女，也曾满心感恩惦记着父母的生养之恩。刚结婚的那年，程毅还没不着调，可是新婚小夫妻哪来的钱呢？林清然攒钱扯了布，熬夜缝了2双棉布鞋，又自己做了包子馒头，全都整整齐齐地装在箩筐里，叫程毅挑着跟自己回了娘家。可是得到的却是冷言冷语的嘲讽，这些个不值钱的东西丢了家里头的面儿，喊他干脆别再来。大过年的，他哭得肿了眼，直到接了做裤子的活，他才终于攒了钱去孝敬爹妈，得了个好脸色。再后来，日子一天天的过，他有了小家，有了孩子，有了自己的考量和生计，慢慢的也开始明白了自己爹妈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无非2个字：偏心。家里一共3个孩子，他是最大的，是最不得喜欢的那个。从小到大，他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节省吃食，给弟弟妹妹长身体。念书这样的好事轮不到自己，念完了小学后，他就在家里做家务。过年扯不做新衣裳，弟弟妹妹都有，可独独他穿着赵春娇不要的衣服，又或者是打着补丁的破絮棉袄。赵春娇总是告诉自己，他是老大，应该懂得让弟弟妹妹。可是越长大越明白，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呢？无非就是不喜欢自己罢了。如今瞧着自己生活好起来，他们又惦记上了自己，千方百计喊自己回去，怕也不过是为了钱而已。日子苦的时候，他们不曾来看一眼，如今眼见着程毅越来越好，手里也有了点积蓄，他们却又盯上了。林清然心里委屈又难过，却也不想叫程毅知道。
毕竟这是他家里的烂账，总不好叫他跟着心烦。这会儿被程毅逼着没法子，林清然才断断续续的说了，一张小脸蛋煞白，别开头，固执的不肯让眼泪落下来。程毅抿了抿唇，眉头皱着，他心疼的俯下身子，细细的将他眼角的泪水亲了亲。就这件事吗？程毅轻声问道。林清然点了点头，小声道：日子刚刚好起来，我不想你分心，况且这是我家的事情，不能让你跟着心里添堵。程毅叹口气，翻身跟着他一起躺在了床上，看着天花板，手指已经顺着床过去，轻轻扣住了他的掌心。什么你家我家？结了婚，咱们就是一家。程毅直接堵住了他的话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清官都难断家务事，更何况咱们？他们无非是想要钱，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儿。你别再想了，听见没？程毅的声音就在他的耳边响起。下一刻，却见林清然忽然侧过了头，定定地瞧着他。他的眸光很亮，因为刚刚还在流泪，因此眼睛红红的，眸子像是附上了一层水光，直直地望入人心。我不想一味地贴补娘家。林清然轻声开口。他没念过什么书，但是思想也是最直接、最淳朴的。我现在有自己的家，要操持的事情很多，处处都要用钱，我不想再像以前一样了。所幸他的思想是自由的。或许在当年那个茫茫雪夜，他连夜被赵春娇赶出来，连带着箩筐里的包子馒头咕噜噜滚了一地的时候，他就想明白了，他始终是个外人罢了。程毅倒是没想到林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这个年代套牢在女性身上的枷锁是最牢固的，尤其是思想上。第58章，有钱不挣是孙子。什么女人念书无用论，再要么就是贴补哥哥弟弟等等。程毅心里头一瞬间暖乎乎的，他伸出手，在林清然的掌心轻轻打着圈儿，高兴地凑过去，在他的脸颊上飞快地亲了一口。啧，真不愧是我媳妇儿。程毅称赞。我是说万一我爸妈他们找上门来怎么办？这才是林清然担心的地方。好不容易平静的生活，他是真的怕又被搅乱了。程毅笑了笑，伸手在自己鼻尖上指了指。你男人是干什么吃的？他凑过去，轻轻拥着他，下巴在他的头上轻轻摩挲了一下。你放心，一切有我。2天后，程毅的手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而且伤口在左手上倒也没有那么不方便。而罗斯的生意也有了小小进展，因为国营2店的生意火爆，被其余几个国营饭店察觉了，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打听了消息，纷纷找上了门来。有钱不挣是孙子。程毅倒也没拿着捏着，搞了个小型竞标，拿了1个月100元的入驻金，又新增了2家铺子。而炒螺丝送螺丝的活也交给了林耀生和他的那群小弟，每个月开工资。成品线形成，程毅现在要做的就是看看账，坐着收钱就行了。他来到金凤凰歌舞厅，门卫赵大红赶紧朝着他走了过来。你来了，伤怎么样了？好点了没？这段日子的相处，赵大红是真的喜欢程毅。这年轻小伙子不仅有本事，对人也和善。他想要递烟，却被程毅摆摆手拒绝了。他笑道：赵哥，没啥事儿了，你瞧，一点不耽误事儿。程毅说着，举起胳膊摆了摆，果然一点事儿没有。赵大红咧嘴笑，又和他闲聊了几句，紧接着就提起了当天发生的事情。你放心，这事儿咱们老板指定放在心上。你现在可算是咱们金凤凰歌舞厅的台柱子了，你的脸就是咱歌舞厅的脸。妈的，绝对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赵大红骂了几句，程毅点头应道，又环顾了一眼周围，问道：杨老板呢？这个点应该快开门了，按照以往，杨寿先总是会站在门口招待第一批客人，散散烟，聊聊天，说点客气话。可是今天居然没见着人。赵大红压低声音，神秘兮兮道：我也就是听说，好像是见什么新客户吧，要租用咱们那几个不常用的包间，给的价挺高的。这个数呢？他说着，手拿起来竖起了一根手指。一晚上100块。在这个人均工资才几十块的年代，一晚上一间房间100元的租金，绝对算是巨款中的巨款。赵大红还在感慨，开歌舞厅实在是太挣钱了，正说得津津有味，咂咂嘴，却丝毫没有看见程毅陡然间难看起来的脸色。是了，歌舞厅被盯上，应该就在这时候。赵大红说了一大堆八卦，程毅却都无心在听。片刻后，赵大红心满意足地走到门口，开始开门收费，而程毅则是蹲在门口，静静地看着夜幕降临，各色人群脸上带着笑意，携裹着春日的气息，走进了金凤凰歌舞厅。五颜六色闪烁的霓虹闪烁，人流如潮，一切繁华热闹，趁着每个人的脸色如沐春风。可是谁又能知道，再过10几天，这里就被贴上封条，关门惨淡收场。而要是在上辈子，对于这种事情，程毅绝对会袖手旁观。人总归是这样，经历的越多，就越是冷漠。清楚辨别厉害，吃力不讨好，甚至有可能被盯上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去做？
可是这一世重生回来，杨寿先收留了自己，还借了自己一笔钱，度过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时候。程毅怎么可能再袖手旁观？直到夜幕沉沉，9点多的时候，杨寿先终于喝得酩酊大醉回来了。走到歌舞厅门前，他抬了抬眼皮，一眼就瞧见蹲在门口的程毅。见到程毅，杨寿先勉强打足了精神。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这会儿满面春风，浑身酒气，身边2名贴身保镖扶着，走过来，笑着和程毅摆了摆手。哥，杨寿先打了个酒嗝，咧嘴乐道：“咋来了不进去？不唱歌休息也成。你是我罩着的，进咱们歌舞厅不收费。”程毅走上前，见他虽然醉醺醺的，但是眼神还算是清明。我来扶杨老板进去。程毅笑着道。2名保镖原本想拒绝，然而杨寿先大手一挥，直接就朝着程毅走过来，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带着人往里走了。去，都去听歌跳舞去，自个儿的地盘怕啥？我都一个个训过了，谁还敢来？上次的事儿也给杨寿先敲了警钟。今天程毅过来，他刚好也把上次的事儿说清楚，于是就干脆顺着程毅走进了歌舞厅。最重要的是，杨寿先今儿个是真高兴，来了一笔大单子，从省城来了个人，说是要租用自己歌舞厅的房间，一间房1天100元，开口就是这个价格，高得吓人。杨寿先只觉得天上真特么的会掉馅饼，踏踏实实挣钱，哪有这个来得快？他当下请人喝酒，又变招法的试着问了问究竟在里头干啥，可惜对方嘴巴挺黏，半个字儿都不肯说。杨寿先喝了酒，干脆也就不再问了，毕竟这年头灰色地带多了去了，捅破了天，他们在里头干点啥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到时候真的出了点什么事，他自认公安系统里有人，大可以摆平定下去。钱到手，再往外送一点疏通关系，这才是黑白保护伞共赢。小程啊，那事儿我找里头的人问清楚了，的确是有人要找你麻烦。杨寿先打了个饱嗝，坐在老板椅上，美滋滋的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只是那威子一口咬定不清楚，只说是有人写了信递了钱，不知道那人是谁。最后我叫人给他吃了点苦头，才说是话剧团里头送来的信，其余的打死就不肯说了，也是个硬骨头。话剧团？程毅眼皮子跳了跳，那地方曾经自己也算是熟悉，得罪的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毕竟干过不少荒唐事儿，但是却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得罪人到了这个地步。第59章，只能放点狠话了。见程毅脸色不好看，杨寿先抽了一支烟过来，朝着程毅递了递，道：“你放心好了，道上带点关系的我都打了招呼，以后只要你在元安县待着，没人敢找你麻烦。”说这话的时候，杨寿先脸上满满当当都是底气。这2个月来生意红火，再加上一些灰色地带的收入，他的身价在元安县简直是水涨船高，谁敢不卖自己一份薄面？他话就放在这里，只要程毅不出元安县，今后只要自己杨寿先在一天，就没人敢动他。程毅心里叹了口气，他看着杨寿先道：“谢谢杨老板。”说完后，他顿了顿，又盯着杨寿先，试探着开了口：“杨老板今天谈了笔大生意。”杨寿先双腿交叠靠在老板桌上，也不瞒他，咧嘴哈哈一笑，道：“是啊，省城里头来了人，要租地方，看中咱们歌舞厅了。好姐妹歌舞厅和咱们金凤凰歌舞厅都瞧了，最后定的咱们。要说起来，这里面功劳还有你一份，要不是你招了不少客人，估计这馅饼也掉不到咱们头上。”开玩笑，一晚上一间房间100元，这真是天大的馅饼往下砸。杨寿先心里头甚至已经开始盘算了，一共3个包厢，一晚上净收入就是300元，到时候可不得再消费点酒水、瓜果之类的。粗粗一算，这1个月不得有1万元的净收入。在这个年头，1个月挣1万，即便是当了老板的杨寿先也觉着是个大馅饼。杨老板，程毅的声音忽然响起，像是沸腾的蒸汽里头陡然间扔了一点细碎的冰。他的声音很沉，眸光盯着杨寿先，又黑又亮。一晚上100元，就单单租一间房间，这钱是不是给的太多了？程毅道：“老话说得好，事出反常必有妖。杨老板，您没考虑过？”杨寿先又点了一支烟，情绪却冷静不少。他摆摆手，点头应声道：“当然考虑过的，我又不是愣头青了，也知道他们租房子指定不是干什么正经事儿。只是，那又咋样？”杨寿先耸耸肩，一脸无所谓。只要咱们不参与，到时候真的被带去问话了，一口咬定和咱们没关系，最后花点钱通融，保准半点事儿没有。杨寿先说这话是有点底气的。实际上，金凤凰歌舞厅不仅仅是用来唱歌的，里头也有不少肮脏事儿。比如一些靠着身子吃饭的小姐，就常年蹲在歌舞厅里头。一旦歌舞厅开了门，他们就打扮得漂漂亮亮进来，五颜六色的光球一转，四目相对，这就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了。这种昏暗迷离的环境，最是容易被勾起心底的欲望。一旦事成，就带着人离开。
而成一单子就给一点佣金上交给歌舞厅，招揽生意越多的，交的就越多。如果你要是真的有本事，哄着来玩的客人买了不少酒水，那杨寿仙也不小气，甚至每个月还贴补给姑娘们一点。这些套路都是从阳城港城学来的。杨寿仙照搬全收，后来也带进去问话问过几次，可杨寿仙里头有人，再加上这种灰色地带全靠关系硬。嫖娼这种你情我愿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有，即便再严打又能咋样？更何况杨寿仙是开歌舞厅的，来者都是客，他难道还能把人全赶出去不成？于是扯皮来扯皮去，再加上杨寿仙钱给够了，这1-2年来他半点亏都没吃着。这一次他也想当然，就算是他们真的在里头干点什么，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不知者无罪。程毅见杨寿仙这模样，当下决定下点狠药。杨老板，我是真把你当亲哥才说这些话，我就随口一说，要是说的不中听，你也别往心里去。但是我想咱们都是惦记着歌舞厅越来越好，所以我才忍不住提一嘴。程毅说着压沉了声音，一字一句道：杨哥，你知不知道纵容他人吸粉是犯法的？吸粉？杨寿仙顿了顿，他盯着程毅，却稍稍坐直了身子，手下的动作也微微一僵。你是说？杨寿仙拉长音调。程毅点点头，神情正色起来。这2年云南那边严打，死了不少公安干警，国家抓得严，贩卖毒品超过50克就要被判死刑。程毅的语气抑扬顿挫，说死刑这2个字的时候，他甚至刻意放缓了语速，加重了声音，甚至举起手做了个手枪的姿势，眼神冰冷，食指微压，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在这个狭小昏暗的办公室，他的声音就像是冰冷幽暗地方陡然间拨弄起来的琴弦，铮然抓心。杨寿仙只觉得自己浑身上下泛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冷，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又仿佛下意识逃避似的，低头叼住自己夹在手指里早就灭了的烟头，发狠似的吸了2口。实际上吸粉这事儿他多多少少心里头有数，欺骗谁都欺骗不了自己。近2年来，省城那边不少年轻人、有钱人喜欢鼓捣这玩意儿，因为上头抓得严，因此吸粉的地方也变得越来越少。这种事儿判刑重，给的钱格外多。杨寿仙心里头怎么说也隐约有点数，只是到底是有点侥幸在心里的。那我也没贩毒，他们干啥我又不清楚，把我抓进去，难不成还能枪毙了？杨寿仙的声音涩然，却仿佛为了给自己壮胆似的。他点点头道：咱们就是老老实实的生意人，开个歌舞厅，唱歌的、跳舞的，来玩的、包厢的，咱们什么也不知道，准没事儿，是吗？程毅陡然咬字加重，拔高了音调。杨哥，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事儿真的没关系，他们何必要从省城跑到咱们元安县来？这件事一旦被上头的人抓着开始查，你在元安县认识的那些人真的能派上用场吗？杨寿仙哑然，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到底是一声没吭。程毅放缓了语调，最后劝道：杨哥，做生意的确要胆子大，但是前提是得走正道，抓住机遇，而不是干这些冒风险的事儿。第60章，想不想来话剧团试一试角色？你有想没想过，一旦真的有事被逮进去，嫂子怎么办？你的子女又要怎么办？如今咱们歌舞厅生意红火，你就真的差这些钱吗？言尽至此，人人心里头都有一杆秤，将利弊全都说出来之后，放在秤的两端量一量，心里头就知道哪边轻哪边重了。杨寿仙终于沉默不语，空气有些诡异的安静。程毅低着头和杨寿仙告别之后，轻手轻脚的走了出去。有些时候，有些话点到即止就可以了。他重生回这个时代，从某些方面来说，不过是历史汹涌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罢了。可以自己的轨迹，却无法改变长河的方向。他没办法改变所有人的命运，说到底，还得杨寿仙自己做出选择才是。程毅走出办公室，关上门的那一刹，他听见里面传来一声无奈的叹息声。2天后，程毅手恢复的差不多了，他起了个早来县城去国营饭店里收账。驴大爷拉着板车慢吞吞的走着，程毅怀里揣着一个黑色的牛皮包，里面装着满满当当的钱。身后林耀生一脸兴奋的在伸手比划：师傅，这卖螺丝咋这么挣钱？照着这样下去，你以后可就是咱们元安县最有钱的人了。程毅闻言一乐，穿过2条街，他跳下驴车，在驴大爷的屁股上拍了拍，对着林耀生道：你回去帮忙，别让你嫂子累着，我今天要上工，晚点自己骑行车回来。金凤凰歌舞厅里头已经等不及了。程毅歇了这么些天，一群男男女女年轻人们都写信给歌舞厅里，言明希望程毅能够回来唱歌，他们想念他的歌声，想要对他进行慰问等等。经过前2天的提醒，杨寿仙也终于狠心拒绝了这次合作。对方疑惑极了，毕竟饭桌上拍了板，就差最后一脚签合同了，怎么忽然间又反悔了？杨寿仙打着哈哈没直说，而且他这会儿没喝酒，脑袋清醒不少，赶紧回去翻了翻法律的书，又找人问了问，
缓过神来才惊觉自己出了一身冷汗。啥都能碰，独独这吸粉不成？他怕是下辈子活腻了。对方有些丢面，直接和他吵了一架，差点没打起来。幸好在元安县杨寿仙的地盘，人不敢闹事儿，最后只能闷声咽下这口气，掉头去找好姐妹歌舞厅了。这事儿在杨寿仙这里就算是画上了句号。程毅今天是来结算工资的，之前都是一天一结算，这2天受了伤，还有一笔工伤钱，包括杨寿仙额外补贴的都耽搁着没给。虽说程毅现在不缺钱了，可是谁会嫌钱多？他走到金凤凰歌舞厅内，找到财务，对方见势程毅，当下从抽屉里头拿了一个信封袋子出来，瞧着一沓后，里头应该不少钱。会计笑着道：“这是咱老板补贴给你的，这几天叫你受了委屈，你瞧瞧，咱老板是打心眼里疼你。”程毅笑着道了谢，接过来没当着人面点，顺手揣进兜里，转身这才往外走。走出门，和刘大红打了声招呼，递完烟一出来，就瞧见了一个中年男人迎面朝着自己笑盈盈走过来。他穿着一件开司米褂子直角工装裤，一双牛皮鞋，黑色圆顶帽，通身整齐板正，干净利落。见着程毅，笑着伸出手打招呼：“程毅。”程毅点头，盯着这中年男人看了几眼，总觉着眼熟，脑海里一些尘封的回忆冒了出来。他终于认出了来人，蒋团长。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蒋开庆。哎，是我。瞧见程毅居然认得自己，蒋开庆顿时心里头冒了点得意劲儿来。他走过去，伸手和程毅握住，轻轻地晃了晃，又在程毅的手背上拍了拍，倒是将一个长辈的架子拿了十足使。蒋团长找我有事？程毅缓过神来，笑着问道。这个蒋开庆，实际上程毅的确是单方面的熟悉。当初自己想要进话剧团，因为没啥本事，再加上也弄不来什么考核的那一套，因此总想着走偏门进去。这走偏门可不得送礼吗？于是程毅盯上了话剧团里头的一把手蒋开庆，毕竟送礼送到位，只要从蒋开庆这边撬开口子，这进话剧团的一个名额，那还不是轻而易举。为了送对胃口，他甚至还变招法的打听过蒋开庆的喜好，只可惜问来问去耽搁了小半年，人家愣是连见一面都不愿意。上辈子他愤怒又不甘，可是随着活的时间越久，就越是明白，人家压根不是存心针对自己，而是实实在在的无视。没想到的是，重生回来，风水轮流转，倒是轮到蒋开庆来找自己了。蒋开庆开口就夸程毅唱歌跳舞好，又聊了聊关于最近一些电视剧等等。他没想到的是，原本只是为了拉近两人之间距离的话题，却被这个小伙子说得头头是道起来。尤其是在表演形式的方面，简直叫蒋开庆有些震惊。6大表演形式，话剧就是一种通过肢体语言、声音起伏渲染，将自己的情绪充分和人物结合，呈现出完美的舞台效果，使观众与之共鸣，这才是一个好的话剧演员应该做的事。程毅侃侃而谈，上辈子自己虽然是野路子出家，但是后来也陆陆续续请了私人老师，学习了一下传统的表演方法，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他还是能记得大差不差的。蒋开庆顿时心花怒放，他瞧着程毅，心里头简直觉得找到了宝贝，可是又想着话剧和跳舞唱歌到底不一样，万一表现得太过于期待，反倒是落不着好。他沉默了一下，又试探性地朝着程毅看了一眼，轻轻一咳嗽，问道：“那个，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话剧团串个班？10天后我们元安县话剧团要去省城参加比赛，缺2个人没凑齐，你虽然没学过表演，但是瞧着有点天赋，来试试呗。包吃包住，去一趟给20元钱，钱虽然不多，但是能长长见识，咋样？”程毅眼皮子微微一动。第61章试戏去省城。实际上这的确是自己准备走的下一步路。到了月底，螺丝差不多利润就要下跌到低谷了，而且这2天不少人都在明里暗里打听自己的配方，有些甚至开始瞎鼓捣。林耀生买过一次，味道虽然和自己差得很远，但是胜在便宜，而且对方天不亮就去了附近村庄，挨家挨户上门收，给的价格提到1毛5分钱一斤，自己买回来炒制出来卖，只卖1块5，足足比程毅的便宜了1半。薄利多销，虽说不能抢走全部生意，但是多多少少会分走一些贪便宜的客人，客流分源，恶性竞价，这生意做不长久。程毅心里头明白，因此他决定将目光放到省城去，找一找商机。而算算时间，居然和话剧团比赛的时间差不多。他沉吟了片刻，点头应了下来。成，试一试也没关系，我对表演挺感兴趣的。他笑着道，接下来的20年将会是国内娱乐行业高速发展造星的年代，如今自己商业方面已经积累了第一桶金，如果靠着这个契机进入话剧团，在省城里崭露头角的话，或许他的娱乐帝国也能够成功奠定第一块基石。听见程毅的回答，蒋开庆顿时笑得松了口气。他盯着程毅，又看了一眼他身后的金凤凰歌舞厅，道：“金凤凰歌舞厅得6点才开门吧？
现在才下午2点，不然择日不如撞日，这会儿劳烦你跟着我跑一趟，去试试戏，把流程走一下。程毅没多想，看了一眼天色，发现的确还早，当下点头答应了下来。成，走一趟，试一试，要是能成当然好，要是不能成我也就不耽误蒋团长你们找新人，戏最大嘛。程毅笑着道。啧，瞧着程毅这么上道，蒋开庆心里头顿时越发欣赏起来。这小伙子嘴皮子溜，处事圆滑，处处给人留面子，还真是个人精。元安县的话剧文工团在县城最北面，80年代新修建的，当年热闹的时候，不少干部子弟都往这里送，不为别的，图个轻松挂名头。后来知青回城，那些个干部子弟全都召回去了，文工话剧团也就慢慢冷清下来。也就是这2天，蒋开庆从省城调任过来，手里头握着不少人脉关系，尤其是和省城那边十分亲近，变着法的要了几个骨干过来，又安排在元安县几次大型文艺活动演出上出了几次风头，这才打出了名声。程毅上辈子也是在一次县城公社表演现场里头看见的，穿着各色服装，化着妆，站在舞台上演着书里面才会出现的桥段，一幕幕仿佛书里头的人活过来了似的。他看得津津有味，简直是入了迷。缓过神来才发现话剧早就谢幕了，可台下掌声雷动，所有人都涨红了脸，甚至于站起身来拼命鼓掌，吹口哨喊再来一场戏。耳边嗡鸣阵阵，似乎被热情感染，程毅也站起来用力鼓掌。而那一刻，仿佛贫瘠的土壤里头陡然间撒下了一颗种子，生命蓬勃，叫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想，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被所有人鼓掌喜欢的话，为什么不能是他？于是一步踏进去，就再也没回头了。记忆回笼，蒋开庆带着程毅推开铁门，走进了大院，笑着和门卫挥手打招呼，示意这是自己带来的人，而后转身对着程毅道：到了。文工大院一共3层楼，6间房，外面贴着巴掌大小的白色小瓷砖，正中间3间房的2楼还用青灰色的砖垒成了镂空的形状，瞧着十分时髦洋气。而大院的右边是一栋2层小楼，打眼瞧去都是女性同志的绑带、衣裳，还有晒得各色花花绿绿的被子。这是宿舍。院子的左边有一块水泥地，又平又亮，太阳一照，晃得亮眼睛。这里程毅也熟悉，这是练功场。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文工团里头不仅仅有话剧，还有跳舞唱歌的，早上起得早了，就来这里嚎两嗓子，练一练声。再要么就是各种晨跑压腿，清一水的身体纤细修长的小姑娘，那叫一个漂亮养眼。程毅上辈子为了混进来，没少翻墙，好几次吓得正在练功的小姑娘跑成一团开始哭。后来门卫保安被弄得烦不胜烦，实在是没忍住，找了人把程毅狠狠地揍了一顿，这事儿才算是彻底结束。而这次程毅再进来，却是跟着蒋开庆，不少抱着盆打完水拎着保温壶经过的小姑娘，瞧着程毅，一个个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三三两两拉在一起，小声说着，手伸着指着程毅，想上前却又不敢。他怎么来了？这个二流子居然还被团长带进来了。李志刚刚洗完澡，在练功房里练习表演，排练了一遍又一遍，身上出了一身的汗。这次去省城里头比赛，男主角人选暂定的是自己，这可是男1号。当初看见蒋开庆手指在几个男同志的身上游移了一会儿，最后落在了自己的身上，简直叫李志刚激动的差点没现场落泪。他今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了，25岁的年纪，不少和他同龄的都成家立业了，快一点的孩子都满地跑了。而他从小就在家里头被前卫的文化熏陶，酷爱看电视听歌，再瞧着一个个演艺工作者，一出门哪都受欢迎，李志刚就下定了决心，自己也要出人头地。可惜兜兜转转1年，他才刚考进文工团，还是靠着家里头的关系，因此总觉着怀才不遇。甚至于瞧见齐春红从省城里头来了，心里动了歪心思，走一走捷径也总比啥也不做强。况且他长得浓眉大眼，模样周正，身材高大，文工大院里头不少小姑娘都喜欢他。李志刚心里头一直都是得意的，而这一次终于得到了男主角的机会，还是去省城比赛。他甚至无数个梦里看见自己站在舞台上领奖，下边一群小姑娘站起身来对着自己挥手示爱呢。第62章，图个心理安慰罢了。排练完毕，李志刚拿起毛巾擦了擦汗，而后转身朝着外面走去。他准备打个水冲澡，之后继续回来排练新戏份。这还有10天就要去比赛了，他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才行。从2楼下来，李志刚就听见大院外头吵吵闹闹的声音，见或还有几声楼梯口小姑娘的小声议论。他正准备开口，却忽然从这几句话里听见了一个略略有些熟悉的名字。又是他，他怎么又来咱们文工大院了？还跟着咱们蒋团长来的呢。上次翻墙进来，差点给我吓坏了。哎呀，真不知道咱们蒋团长怎么想的。
这就是个二流子，天天想招法来咱们文工大院。这次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法子，团长该不会真的想叫他进来吧？听说叫什么诚意，还是个乡下来的泥腿子，真叫人膈应。李志刚眉头挑了挑，擦了一把头上的汗，旋即快步走下了楼梯。怎么了？他声音浑厚，想起在楼梯间内发生什么事了。楼梯口果然站着3个女同志，她们手里头挎着一个搪瓷盆，另外一只手拎着刚打满水的热水壶，搪瓷盆里放着水杯、毛巾，还有一个蓝色小塑料盒，里头装的是海鸥牌的洗发膏。瞧这样子，应该是刚从水房打满出来，准备回宿舍洗头发的。可是半路上遇着人，站在文工楼下不肯走了。见着李志刚下来，3个姑娘顿时眼睛亮了起来。不得不说，李志刚模样是真的讨人喜欢。他长得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帅气周正，浓眉大眼，鼻梁高挺，说话的声音都浑厚有力，身体板正，头发茂密，走起路来大开大合，瞧着真有男子气概。这个年代的姑娘们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文工大院里头不知道多少小姑娘悄悄喜欢他，只可惜李志刚眼光高，一般小姑娘他甚至都不会多看2眼，除非是顶漂亮的，要么就是身材极好，他才能说上2句话。见着李志刚，3个小姑娘都有些脸红羞涩，其中一个胆子大的走了几步上前，伸手指了指不远处朝着这边走过来的蒋开庆道：“那还不是蒋团长？李哥，你瞧瞧，他后面跟着谁？”李志刚看了一眼，这才看清蒋开庆身后还跟着一个人，而这个人身影熟悉，他盯了无数次。程毅。李志刚浓密的眉头一皱，脸上是显而易见的不悦，沉声道：“他怎么来了？”那小姑娘道：“是啊，刚从水房出来就看见团长带着他来咱们大院里头了，而且瞧着还有几分客气。听说团长最近在招人，该不会是想招他吧？”这话一说完，其余2个小姑娘也变了脸色。实际上，她们对程毅了解的并不多，更多的还是从别人耳中听说的。不过3人成虎，在文工大院里头提起程毅就反反复复几个词儿：不要脸、牛皮糖、二流子、翻墙的流氓。见蒋开庆带着程毅朝着这边走过来，马上就要到跟前了，3个女同志也终于待不住了，气呼呼的隔着老远瞪了程毅一眼。哼，要我说，这就是臭流氓，得叫公安把他抓走才好。说完后，没等李志刚说话，3人就赶紧拎着水，挎着脸盆，掉头急匆匆的走了。李志刚的脸色黑成一片，他死死盯着不远处的程毅和笑容满面的蒋开庆，硕大的拳头死死攥着，腮帮子紧咬。上次他喊威子去对程毅动手的事儿，心里也提心吊胆了好几天。可是后来找人去所里头打听了一下，听说威子没供出自己，他顿时放下了心，甚至还拎着水果篮子去威子家看了一眼他爹妈，给他爹妈塞了100块。这一切图个心理安慰罢了，或者换句话说，能够减少自己对威子的负罪感。但是越是这样，他就是越是憎恶程毅。要不是他，这些事儿压根就不会发生。尤其是这2天，程毅在家里头养伤，没有去金凤凰歌舞厅唱歌，结果齐红秀就犯了相思病似的，天天都跑去看2眼，甚至于自己带着他出去约会，聊一聊演戏排练的事儿，他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一脸心不在焉。李志刚这几天又生气又憋屈，想着干脆全身心投入排练，到时候在舞台上来个惊艳全场的演戏效果，最好能够吸引的省城里头的那些领导们重视自己。到了那时候，谁还敢无视自己？说不定到时候就是他瞧不上齐红秀了。李志刚如此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可没想到今天一下楼就看见了程毅，似乎是察觉到了自己的视线，程毅双手抄兜，晃悠悠的从蒋开庆的身后探了个脑袋出来，冲着他一笑：“下午好啊。”他打了个招呼，李志刚却心口憋闷的差点没一口血吐出来。蒋开庆做了个介绍，笑道：“这是李志刚，他在这次的话剧里头暂定了男主角，分量很重，戏份很多，到时候如果你试戏通过，指不定还得和他对戏好几场，提前认识认识也好。”程毅耸耸肩，笑道：“已经是老熟人了。”李志刚脸色铁青，要不是蒋开庆在场，他是真的想掉头就走，可是碍于团长的面子，他只能活生生的挤了个笑脸出来，走过去和他打了个招呼：“团长，你带他来干什么？”李志刚道：“院子里头的女同志们不少都怕他，你瞧，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影响实在是不好。”蒋开庆也算是品出了点味儿来，这2人好像不和。蒋开庆倒也没多想，只当2人之前有什么冲突，当下回头扫了一眼正一个个悄悄探头朝这边看过来的女同志们，嘴角露出笑容。那都是之前的事儿了，看人靠自己的眼睛。程毅我接触过，挺不错一小伙子，也有才华，我带他来咱们文工大院来试一试戏，刚好话剧团差2个人，要是戏不错，有才华，当然可以用他。蒋开庆伸出手拍了拍李志刚的肩膀，语重心长道：“志刚，看人得用心，
不能目光狭隘戴有色眼镜，只要迷途知返，都是好同志，我们不能区别对待，听见了没有？第63章，见领导，齐红秀的崇拜。李志刚，他脸色难看的点了点头。程毅仍旧笑眯眯的样子，双手抄着兜，瞧见李志刚的视线朝着自己看过来，他甚至还十分和气的对他笑一笑。李志刚铁青着别开脸，不去搭理他了。就在气氛略略僵硬的时候，忽然听见从不远处的女生宿舍里头传来一阵坡跟鞋踩地的哒哒哒声。三人一转头就瞧见了齐红秀朝着这边跑了过来。她脸蛋红红，穿着一件羊绒大衣，里头就一件白色打底衬衫，下面一条黑色直角裤，坡跟小牛皮鞋。刚刚做了烫发，卷发跑起来的时候一颤一颤的，还打了发蜡，瞧着十分精致漂亮。齐红秀这会儿庆幸极了，自己刚出门去邮局里头取了爹妈给她寄的东西，因此还擦了粉底，抹了口红。没想到一回来就听人说蒋团长把程毅带回来了，他高兴极了，赶紧跑过来，看见程毅，他甚至还下意识地理了理自己的头发，露出了个笑脸。程毅，你好，我叫齐红秀，是你的忠实观众。这年头还没有粉丝的说法，大部分都是忠实观众、忠实读者等等。程毅看了他一眼，礼貌地说了声谢谢。齐红秀眼睛亮了亮，哇，好有礼貌，而且就算是不唱歌，这声音也好听极了，怪不得一把好嗓子，唱什么都好听。齐红秀看着程毅，眼睛亮晶晶的，她这模样放到现在，妥妥就是一个追星少女。李志刚的脸色越来越黑，而他的脑海里一个念头也冒了出来。齐红秀瞧上程毅，不就是因为他唱歌跳舞好吗？可是这又算什么？唱歌跳舞能搞一辈子，能比得过他这种铁饭碗的？真正搞话剧、演角色，到了正规的观众和领导面前，该出丑还是出丑。真以为随随便便捡个人过来就能演戏吗？儿戏呢？念头几个转环，李志刚强迫自己露出了笑脸。他看了一眼程毅，道：团长带你来试戏，那就来试一试。刚好几个演员和团里头领导都在2楼，大家伙儿都是专业的文艺工作者，能不能成，戏好不好，一看就知道了。他说完，甚至还捧杀了一番。你唱歌跳舞这么好，演戏指定也不差，我期待你的表现。啧，要是上辈子的程毅，这会儿还美滋滋的心里头给自己竖了个大拇指，觉着这是真夸自己呢。可重生回来，这话里头的刺儿就格外戳耳朵了。程毅盯着李志刚看了2眼，没再说话，可是那嘴角带着的笑却叫李志刚心里头发凉。怎么感觉好像被他看穿了似的？蒋开庆活了半辈子，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是能看清楚的，只是没撕破脸就没大问题。他笑了笑，说了几句话，打了个哈哈，就将这事儿接过了。况且他也的确是抓紧时间让程毅试一试才行，过了得赶时间背台词，要是没过就麻溜继续物色新人选。齐红秀赶紧站起身，往前小跑着，伸出手指了指，道：我给你们带路。说着径直朝着2楼跑去。身后程毅和蒋开庆等人跟上，李志刚走在最后面，脸色阴沉沉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2楼一排都是练功房，最尽头是个大型的阶梯教室，旁边就是办公室。这个点算是休息时间，办公室里有人进进出出，端着水杯从门口放着的一排暖水瓶里头倒热水。听见脚步声，下意识抬头朝着这边看过来，瞧见是蒋开庆，那人顿时露出笑脸：老蒋啊，你这一跑出去就一下午，团里头马上就要比赛了，事情一大堆，全都压着，叫我好一阵忙活啊。那人端着茶杯，一身黑色中山装套装，手里头的浓茶泡了半杯子，头发也花白了一半，说话声音浑厚，带着笑意，乍一瞧能够瞧出来年轻时候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这人是团书记曹开达，两人算是团里的左右手，平日里一起管着文工团，关键时刻也会有争论，但是说到底也是多年的好友。以前下乡插队的时候，俩人就刚好在元安县下面的一个小村庄，赶巧了又凑在一块儿。这一次的比赛对于两人来说算得上是一次汇报成果。元安县抓了这2年的文艺工作，不管是精神面貌还是真真正正的成果，都得表现出来，给上头一个交代。蒋开庆笑着走过去，伸手指了指程毅，道：老曹啊，我可不是出去玩的，前2天我不是和你提过一嘴，说咱们演出团还差2个人，你找一个我找一个，这不我找的人到了呀。原来是招演员去了。曹开达没当回事儿，探着脑袋看了一眼，眼神就像是雷达似的，上上下下将程毅扫了一圈。外表身形都不错，精神面貌也好，不过就是不知道在表演这块儿有没有悟性。有些人人少的地方，又或者是熟悉的环境，总能头头是道，张嘴就来，满嘴跑火车，眼睛都不带眨一下。可一旦真的叫他上了台，面对着广大观众，他顿时就像是蔫了的气球，半句话都不吭声了。小伙子瞧着不错，能试。
曹开达打量人也就是几分钟，端起水杯又喝了口滚烫的茶，顿时舒坦极了，笑着摆摆手，又朝着办公室里头喊了一声：“来俩人，有人来面试演员。”声音落定，就听见脚步声响起，两个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人走了出来，无一例外的都拿着茶杯，年纪约莫40-50岁，不知道之前在交流什么，这会儿还在延续话题。直到蒋开庆握拳稍稍咳嗽了一声，俩人这才闭了嘴。这是咱们的团支书陈功，老陈，这是后勤部的部长郑秋，老郑。蒋开庆和程毅介绍，这是程毅，找来面试角色的，你们把手里头的话本拿过来，给他瞧两眼，咱们进去布置场地，马上是戏，一点时间都不想耽误。两人瞧了一眼程毅，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不过也都没当回事儿。第64章突然的试探。这年头稍微有点职位吃公家饭的，眼睛都朝天看，一个年轻的毛头小伙子还是来凑数的，不值得他们深交。李志刚全程都在旁边看着，见着大家伙对程毅这个态度，他心里头顿时好受了些。倒是齐红秀攥着拳头，仍旧亮晶晶地盯着程毅，给他加油打气。没什么，你就单单念台词，都肯定能行。程毅，他又礼貌地露出8颗牙齿的微笑道了谢。上辈子自己好歹也是个巨星，微博粉丝超过6000万，而且都是活粉，实打实的做数据的那种，自己也曾经一度被私生粉追得躲进酒店不敢出来，他哪能不明白？也因此他处理的游刃有余，那礼貌疏离的态度却又叫齐红秀心里好感升了几分。他什么时候这么不被待见过？程毅跟着进了办公室，后勤部部长郑秋递了一张纸过来，道：“给你半个小时，背这一段台词，背好了，然后按照上面提示的情景表现出来。”郑秋想了想，又问道：“就是把你想象成纸上的这个人，演电视剧，看过没？就按照那样演，知道吗？”程毅点头。屋子里哗啦啦的人退了出去。程毅低头看了一眼剧本，上面写了4个大字：于无声处。他顿了顿，顿时就乐了。原因无他，因为这部剧实实在在算得上是程毅的启蒙剧。这部剧创作于70年代，一经推出就轰动了全国，大大小小各种巡演，推红了不知道多少话剧团。这部剧是群像剧，讲的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引起了当代插队知青的共鸣，因此不少人看了又看。程毅第一次看话剧就是这部剧，他简直是着了迷，话剧团去哪里表演，他就千方百计混进去。再后来自己去了京都，在娱乐圈摸爬滚打，有一定知名度的时候，他也曾经想过学习，于是扎根进了国家话剧院。在那里头没有什么大明星小明星的说法，全都是国家文艺工作者。程毅算是一个新来的，因此出演话剧都是从最底层做起，一个个小角色他照单全收。比如这一场演出，他饰演这个小角色，下一次演出还是一部剧，他就饰演另外一个人。林林总总下来，他倒是成了角色最多的那一个。就好比这一部剧《于无声处》，作为国家话剧的启蒙剧，程毅如果没记错的话，单单就这一部剧，他就演了6-7个小角色。打开纸，朝着上面扫了一眼，好家伙，巧了不是？民兵2，还真是自己演过的一个。这一部剧好几百场戏，放在舞台上演，不管是场景的变换还是演员，都有局限性。因此，话剧演出的时候，基本上就根据背景的不同，演那么几场戏就够了。剧本被拆成一段一段的，而程毅刚好就是这中间的第3幕戏里一个小小不起眼的角色罢了。这部剧主要角色人物就几个，大致写了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梅林和儿子欧阳平落魄躲避到了何世飞的家里。欧阳平的母亲梅林当年救过何世飞一命，算得上是他的救命恩人。可是这个何世飞却是当年陷害举报梅林的罪魁祸首。面对欧阳平和梅林的到来，他极其慌张，可是相处了几天后发现，原来梅林并不知道当初陷害自己的人是他。于是他放下心来，又当着欧阳平的面说了很多欧阳平追随的人的坏话。欧阳平恰好是坚持拥护的人，甚至还写了一本诗集《杨梅剑出鞘》，这里面专门记录了慷慨激昂的诗词，被当时视为禁诗，甚至于到抓人非得要抓住写诗的作者。欧阳平并不知道何世飞是坏人，甚至于还拿出了自己的诗集给他看，以求辩证。何世飞发现了欧阳平居然就是这个作者，于是再次打电话偷偷举报。这期间，欧阳平和何世飞的女儿何云相恋了9年，也被何世飞拆开，甚至于将自己的女儿当作礼物送给权力更大的官。后来在欧阳平的教育下，何云发现了自己亲爹的真面目，何世飞的老婆刘秀英也的痛恨丈夫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站出来揭露了他当年做的那些坏事，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最后何世飞终于原形毕露，沦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这话剧一共4幕剧，场景和后世的话剧比起来也十分简单，人物不多，脉络清晰，算得上是国内话剧的启蒙剧。而程毅拿到的角色
则是发生在其中一幕戏的民兵，也就是何世飞偷偷打电话的时候接电话的小角色。总共也就是那么几句台词，角色实在是小的不能再小。程毅扫了一眼，一些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又开始翻涌，他微微闭了眼，将这一幕戏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而后抬脚走了出去。门外，齐红秀和李志刚正在说话，听见开门的声音，两人齐齐一愣，扭头朝着程毅看了过来。你就背好了？齐红秀惊讶问道。这才进去几分钟。李志刚哼了一声，凉凉地看了他一眼，冷冷笑道：真是托大，等真的开始演了，出丑可别下不来台。程毅笑了笑，看了李志刚一眼，脑海里有什么东西忽然冒了出来。一个人不可能平白无故对另一个人有恶意，而且他想起来杨寿先告诉自己的，指使微子对自己下手的那封信来自于话剧团。这世上真的有这样巧合的事情吗？程毅盯着李志刚的眼睛，沉默了片刻，而后忽然抬头，直直地盯着他。你认识微子吗？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忽然冒了出来。程毅说完，齐红秀一脸蒙圈，而李志刚则是下意识地愣住了，脸色一刹那陡然刷白，他支支吾吾别开视线，下意识地提高了自己的音调。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东西。他说完，干脆掉头朝着梯形教室走进去了。齐红秀则是看着程毅问道：微子，那是谁？程毅抿唇摇了摇头，他笑着道：没什么。第65章。演完，全场寂静，顿了顿，又看着齐春红开口问道：他饰演的是欧阳平吗？齐春红点点头：是啊，欧阳平，很重要的角色，我演何云。他说着脸蛋一红，赶紧撇清关系，我和他就是同事关系，他在追我，不过我没答应。程毅终于低头看了齐春红一眼，莫名其妙的爱意他一概不接，况且有些感情不过是因为这副皮囊，亦或者是对方只是喜欢上了他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模样。对于他来说，真正的生活是程家村里的柴米油盐，是早上起来的一碗白粥，是抱着他腿撒娇的两只小家伙，是会嘶鸣的老驴，亦是他的妻子林清然。答应他与否都是你自己的事情。程毅笑了笑，给齐春红发了好人卡。你是个好姑娘，祝你幸福。齐春红抿了抿唇，轻轻一跺脚，快步追着程毅的身后进了阶梯教室。阶梯教室是用来汇报演出的地方，类似于一个小小的舞台。红色的天鹅绒幕布被拉开，后面搭建起了简单的背景，上面放着桌子，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这会儿阶梯教室下面已经坐了一排人，蒋开庆和曹开达、郑秋、陈功等人手里拿着搪瓷缸子，就坐在第一排。看见程毅进来，竟然有些惊讶，问道：就背完了？程毅点头，实际上自己上辈子在背台词这方面很是有天赋，再多的台词看个2、3遍也就记下来了，更别说还是自己演过的话剧。他点点头，走进来，笑着在众人的面前鞠了个躬：是，我已经背下来了，可以开始了。蒋开庆这会儿心里倒是没底了，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上个厕所都不够就背下来了。要知道，台词不仅仅是背下来这么简单，那可是要熟练啊。要是不熟悉台词，只是磕磕巴巴的背出来，和背书似的，那还谈什么融入感情？他原本好心想要提醒程毅再熟悉熟悉，却见后者已经抬脚朝着舞台上走去了。唉，蒋开庆叹了口气，这还是年轻啊。他心里念头掠过，一旁的曹开达已经笑开了。年轻就是好啊，不知者无畏，这精神不错。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笑眯眯道：就是啊，估计是没经验，以为来玩吧，试一试就成，叫他过过瘾，到了上面压力一来，出了洋相就学老实了。哈哈，我倒是挺想看他吃扁。几个老干部喝着水，吹了吹茶叶，兴致勃勃的交谈。而上方，程毅走到舞台最中间，深深的吸了口气。两辈子的场景开始交叠，熟悉的感觉迎面而来，一下子携裹着夹杂的洪流，汹涌进了程毅的四肢百骸。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他是天生喜欢舞台的。站在耀眼的闪光灯下，万众瞩目中心，所有人的视线都在看自己。他可以成为一个又一个角色，可以演绎出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人生。这种沉迷的感觉，即便重生一世，仍旧在他的骨子里蠢蠢欲动。脚步声响起，有人上台了，那是和自己搭戏的演员，和是非的扮演者。何世飞也算是重要出场角色之一，虽然是反派，但是戏份大，任务重，尤其是一些心理独白，需要直白的通过面部表情演绎出来。程毅看了一眼，发现是元安县话剧团的一个老戏骨，叫做唐金森。早些年在省城话剧团工作了很久，后来因为得罪了某个领导，找了个由头，被下放到元安县话剧团来了。他到了年纪，后来拨乱反正，要叫他回省城带班子，他都拒绝了。怎么说，风骨在吧？唐金森有着自己的骄傲，
走上台来，他掀开眼皮瞧了一眼程毅，而后嘴唇动了动，道：“等会儿台词要是卡一下，这就算结束，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对于真正的老艺术家来说，台词都记不住，那是对演戏最基本的尊重没有。他不屑于和这种人同台。程毅当然明白，他笑了笑，而后弯腰和唐金森鞠了个躬。真有那时候，不等唐老说，我自己会下去。这话说的，不知道是真正自信还是揶揄气氛。唐金森浑然没在意。报幕的人上来了一趟，大致进行了一下常规流程，而后下方曹开达挥了挥手，喊道：“开始吧。”话音落定，有人拿着打板啪嗒一下，紧接着全场鸦雀无声。这戏就算是开始了。唐金森不愧是老演员，原本瞧着一脸正气的模样，在喊了开始之后，立刻稍稍弓了弓背，眼珠子微微乱转，朝着书房走去。活脱脱的一个反派人物。他走到屋子里，拿起话筒凑在耳边，轻声道：“喂，民兵队长在不在？我找他有事。”试戏也就是一个场景而已。而在唐金森的入场戏份完了之后，所有人似乎才终于想起来，舞台这头还站着一个程毅，他的戏份就是接电话的民兵队员。而在焦点转移到了程毅的身上后，所有人在看过去的一瞬间，忽然轻轻愣了愣。这感觉有些古怪的微妙啊。民兵正在打盹儿，一只手撑着脑袋，脑袋轻轻点了点桌面，贱货梦一嘟囔，很是困倦。电话铃声响起，民兵被吵醒，十分不悦，往地上吐了口唾沫，他骂骂咧咧地骂了一句，又点了一支烟，这才不紧不慢地接起了电话。喂，找哪个？我们队长。我们队长出去了，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说。他说完，甚至还不耐地抽了口烟，然而下一刻似乎听见对方说些什么，他倏地挺直了身子，眸光瞪大，烟也停在了嘴边。这位同志，你说什么？你要和我们队长举报杨梅剑出鞘的作者，你知道是谁吗？好，我们现在就过来。民兵兴奋地挂了电话，而后在屋子里踱步走来走去，满脸兴奋，而走到角落里进行了一场心理独白。话不多，大致就是立功之类的激动和兴奋。说完后，他似乎想要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又赶紧抬起手抽了一口烟，却没想到烟早已燃尽，只剩烟蒂。他搓了搓手，咧嘴笑着骂了一句：“特娘的，老子要立功了！”至此，试戏完毕，全场鸦雀无声。第66章，好家伙，这小子是新人。有的人是天生的演员，当通过简单的肢体语言带入后，不管是表情，亦或者是做出的下意识微反应，都完完全全的将这个角色呈现在众人面前，就仿佛你看着他不再是他，而是剧中人物。当这样的演员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当他演绎片段叫你浑然忘记他是谁的时候，这种情况用行内话来说叫做一秒入戏。刚才出现在台上的程毅就是，不过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角色，甚至于剧本上关于这个角色额外的附加心理描写，也就是简单的2个字：得意。可是程毅偏偏根据这2个字自己填进了各种各样的小细节，一瞬间叫这个人物形象饱满了起来。简简单单一个眼神、微表情，瞬间带着众人入戏。一个小喽啰得意又兴奋的神情，还有那几分小人的坏，一刹那活灵活现。曹开达端着杯子愣住了，盯着台上的程毅，嘴唇动了动，半晌没说出话来。直到手掌心被滚烫的杯子烫得一愣，他才陡然间惊醒，缓过神来，嘴唇嗫嚅了半晌，才颤抖着发出了个声：“这小子是新人。”他慌慌忙忙放下杯子，伸出手指着程毅，又扭头朝着蒋开庆看来，满脸都是毫不掩饰的震惊。真是新人啊！蒋开庆也一脸蒙圈，像是见了鬼。说实话，演员这一行很现实，新生就是新生，就算是再有天赋，再能够融入角色表现自己，但是在初接触这个角色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地方暴露马脚。比如不懂得走位，有些人戏再好，在舞台上一站总是背对着观众，亦或者是说话的时候头歪来歪去，情绪过于饱满，控制不住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这些都是新人常犯的毛病。蒋开庆不是没有接触过新人，他甚至还亲自接触过好几个天赋极佳的话剧演员，只是这几个演员无一例外全都被他推荐提拔去了省城，如今这会儿应该已经挑大梁了吧。但是他独独没见过程毅这样的，哪有这么老道的新人？刚才在舞台上，程毅不仅仅一秒入戏，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始终面对着观众，不管是表情还是一些细微的小动作，都能够完美的给观众传达情绪，简直叫人跟着他一起进入角色，惊讶极了。更叫蒋开庆惊叹的是，他不仅仅戏好，这台词更是一绝，字句清晰，吐息得当，甚至于他说话的音调都跟着变了，仿佛融入了那个时代，一板一眼，令人身临其境。台下几人彼此互相对视了一眼，
琪琪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震惊。曹开达颤抖着，似乎是为了抚平激动的心情，他又端起杯子喝了口水。这小伙子可真不错呀，他感慨。而上方，程毅表演完毕，先是鞠了个躬，又扭头和唐金森道谢：“谢谢唐前辈愿意和我搭戏。”唐金森没吭声，他终于第一次睁眼抬头看了一眼程毅，旋即半晌才动了动嘴唇，开口道：“你不像是新人，很有天赋，戏很好。”这是实实在在的夸奖。程毅笑了笑，居然没有谦虚，有才，适当自傲。唐金森再次对他高看了几分。以后想走演戏这条路，可以来找我，不懂的也可以来问我。唐金森到底不是话多的人。说完这话后，他又朝着程毅点点头，示意了一下，之后转身离开了。虽然知道程毅戏好，是个有天赋的人，但是唐金森并没有多想，因为演戏有天赋这事儿实在是太狭隘了。打个比方，有人饰演了一辈子的反派，一旦出现在大屏幕上，饰演起反派来，刻画的入木三分，甚至于笑一笑都叫观众气得有打人的念头，瞧着就像是憋了一肚子的坏水。但是你若是叫他演绎一个好人，那可就真的费劲儿了。出现在大屏幕上，众人第一反应就是对，这坏人又来假惺惺了，赶紧揭穿他真面目。这叫什么？这叫局限性。这种类型的演员，因为外表形象或者是特定的演绎方式，亦或者是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导致他只能演一类角色，比如混混，比如黑道反派，比如富二代等等。要真算起来，在这一类里头，那是有天赋的。可是你要叫他挑战别的角色，那就真够呛。在唐金森的眼里，或者准确来说，在下头几个阅历丰富的大佬冷静下来后，对于程毅的认知便归类到了这一类。不过即便如此，蒋开庆内心也是极其高兴的。他原本找的就是契合这个角色的演员，如今程毅刚好能对路，他也算是歪打正着。啪啪啪，寂静中不知道是谁终于起身鼓掌，紧接着响声连成一片，所有人都赶紧站起来，伸出手用力鼓掌，尤其是齐春红高兴的踮起脚，盯着程毅，恨不得赶紧上去夸他两句。而独独李志刚脸色阴沉沉的难看，他盯着程毅，脑海里一瞬间翻涌起了很多恶念。人的嫉妒总是来得真莫名其妙。他不服气，这人难道真的可以短短个把月的时间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吗？明明上个月程毅来文工大院的时候他还见过，吊儿郎当，喜形于色，装模作样挖苦夸他，他也能高兴得不得了，压根没听出来对方的话里有话。怎么到了这个月，他就又能唱能跳，甚至还能演戏了？李志刚气不过，却又说不出反驳的话，最后只能面色阴郁的走到了曹开达面前，压低声音道：“领导，这人之前来过咱们文工大院，大院里头不少女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剧演员到底用不用他，咱们还得好好考虑斟酌，毕竟有污点的人万一被捅出来，可是会影响咱们元安县文工团形象的。”曹开达眉头一挑，他倒是不知道这事儿，不过他扭头看了一眼李志刚，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第67章，手心手背都是肉，可他偏偏是外面的那个。志刚啊，你外貌形象好，也有点天赋，咱们团是想重点培养你的，你不应该分心这些事情，好好练习。这一次的男主角虽说没有最终拍板定你，但是你心里也清楚，除了你，暂时没有别人能顶上这一脚。这十拿九稳的角色，你得拿出实力来叫观众信服啊，可别分心。最后4个字拉长了音调，打着官腔，叫李志刚浑身一震，这算是敲打自己了。李志刚终于回过神，赶紧点点头，不吭声了。这边程毅走下来，蒋开庆笑着起身迎了过去：“戏很不错，这人物一共3场戏，等会儿我直接拿给你，你看一看，明天团里头就要整场预演了，你过来参演走一遍，我们看看整体效果，到时候可以改进，时间上也好来得及。”程毅都没异议，他点点头，又和蒋开庆聊了几句，之后告别了他，走出文工大院。这一趟走完，天色都将擦黑了。重生回来大半个月，天气已经变暖了不少，也就早晚冷。到了大中午，下地干活，热得一身汗，还得脱衣裳。程毅双手抄着兜，慢悠悠朝着金凤凰歌舞厅走。实际上，重生以来，自己今天算是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即便是话剧，他也是发自内心高兴的，无声的亲切和内心隐蔽的欣喜。他甚至哼了首不知名的歌儿，直到走到金凤凰歌舞厅门前才蓦地停下。门外站着2个人，一个身形微微佝偻，另一个比自己矮半个头，白衬衫黑色直角裤，外面套了一件灰色的手织毛衣，是很漂亮的菱形花纹，程毅早些年最喜欢的那种。俩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亲哥程明生和他爹程兆根。他们相互搀扶着站在昏暗的白炽灯下，好一副父慈子孝。他心尖尖忽然有些发冷，嘴角噙着一抹笑，走过去开口喊人：“大
大哥，爸，找我？程兆根脸色很不好看，可是却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程毅手上包扎的地方。实际上这一次来也是因为程明生听同事说金凤凰歌舞厅出了事，里面一个唱歌的被人用刀片划伤了，听说还挺严重，缝了针，好几天不能来上班。程明生心里一个咯噔，又多问了两嘴，确认是程毅，他这才和程兆根说了，两人每天都来问一遍，直到今天问了门卫刘大红，确认今天程毅会来上班，两人这才过来。明明是关心的话，可是出口却变了样，叫你找点正经事，偏偏不听，净走这些歪门邪道。看看，出了事儿了吧？你这就是得吃个教训。程兆根骂道。程明生顿了顿，也才跟着开口，你别做这个了，这个歌舞厅里头不干净，不知道多少肮脏人，你要真找不到事做，我托人在县城一中问问，总能找到件事，混口饭吃也比在这里强。程兆根听了也跟着点头开口，蛮横的替程毅做了决定，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你明天开始就不要来这里上班了，赶明儿让你哥给你找个工作，好好干，总能养活一家子，犯不着来这种地方上班。程兆根说着又抬头看了程毅一眼，终于语气软了一下，别任性，爹和你哥是为你好。一番话听着似乎在关心自己，帮助自己，可是却叫程毅的心一点点冷了下来。冷风迎面吹来，叫他的心也跟着慢慢沉浸在了冰窟里。为你好，这话可真是万金油。实际上足足2辈子，程毅和家里人的关系都不怎么好，甚至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僵，以至于上辈子发达了去了京都，程毅再也没回来过。只是后来可能见货想起家人，会让经纪人会点钱回来，他那时候卡里的数字已经不清楚了，钱不过是最低级的安慰，独独亲情是他再也给不起也不想给的。老一辈不是最喜欢说了吗？手心手背都是肉，可是每次遇见危险困难，攥起来保护的都是手心呀。而他程毅就是被放弃的那一个吧。就好像程明生身上穿着的这件灰色毛衣，菱形花纹是他最喜欢，也是他妈齐英最拿手的花纹，可这种花纹独独费心思。自从程明生废了一条腿以来，每年过年前在忙齐英都会抽时间织毛衣给俩人，一件带菱形纹的精致漂亮，另一件全都是最基本的上下针，老款粗糙。而那件精致漂亮的永远会在过年的那天出现在程明生的枕头底下。程毅哪能不想要呢？半大的孩子也是要面子要好看的时候，有一年程毅发了脾气，哭闹着要穿那件新的菱形毛衣，可程明生也不愿意给，于是两兄弟僵持着，直到齐英做好饭菜进来，瞧见发脾气抱着膝盖拽着毛衣蜷缩在墙角不吭声的程毅，顿时来了脾气。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知不知道你哥遭了多大的罪？齐英红了眼，走过来一把将程毅手里头的毛衣拽了出来，而后狠狠瞪了他一眼，又当着程毅的面将毛衣塞进了程明生的怀里。那一刻他分明看见面前少年眼里的小得意。是啊，程毅想，他无非是被放弃的那一个，就因为自己是个健全人，哥哥腿不好，所以他活该被忽视。眼眶刺痛，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压下了心底的翻涌。曾经以为重生回来他能够救下妻儿，甚至还带了一点痴心妄想，想要改变自己和一家人的关系，可是到如今他才发现都是虚妄。林清然是爱自己的，2个孩子的心里也是，可他的家人永远只会将他排在不重要的位置罢了。程明生的心里忽然咯噔了一下，他看着面前的程毅，看着他的脸一点点冷了下来，黑白分明的眼睛里也忽然多了些他看不清的东西。他就这么双手环胸，唇线微抿，甚至还轻轻沈笑了一下，终于开了口，真的是为我好吗？程毅盯着程明生道，一个怕我丢了程家的面子，另一个怕我耽搁了他评优秀教师职称，这种带着私心的好我可真承受不起。第68章，除了妻儿他不欠任何人。从小到大因为大哥的腿，我就一直被放在一边，念书也好，吃饭也罢，难道就因为他腿不好，所以我就得咬着牙受委屈？真抱歉，这委屈我他妈再也不想往下咽了。他自嘲般的笑了笑，再次看向两人时，眼神已经彻底冷了下来。这么些年我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从今以后不会了，欠你的我都会还，一个字不少。程毅深吸一口气，仰头又看了看天，道，今后我就是我自己，我会走我自己先走的路，你们看不惯就忍着，要是嫌我丢脸就说不认识我吧。多一个字他都不想再多说。程兆根被自己这个二儿子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他气得浑身颤抖，狠狠攥着拳头，高高扬着，仿佛下一刻就要狠狠揍到程毅的脸上。实际上要是按照的程兆根以往的性子，这一拳头指定就招呼下去了。他从小不是个慈祥的爹，认准了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那一套。用程兆根的话来说，哪个孩子不是从小到大揍过来的？不打不成才，小时候不棍棒教育好，长大了就能忤逆家长，
能翻了天去。所以俩兄弟从小到大没少挨揍。程毅记忆里的程兆根高大凶狠，揍起人来简直是一副往死里揍的架势。他今天甚至也做好了挨这一拳的准备。万万没想到的是，程兆根的拳头攥了又攥，最后脸色铁青的松开了。他此刻心中骇然，盯着程毅，震惊又无措。程兆根从来没想过程毅会说出这些话来。受委屈吗？可是这话说出去，哪一个不是合情合理呢？两个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他有啥理由要偏心呢？不过是老大腿不好，他想着多帮衬些，铺垫好路，以后能讨口饭吃，他和婆娘也好放心才是。而再瞧老二程毅，好胳膊好腿，念书也是脑袋金光，别的事儿就更甭说了，常常哄得村子里几个小年轻团团转，跟着他屁股后面喊大哥，比瘸了腿的大哥程明生不知道强了多少。他多照顾一些老大，那不是应该的吗？这些话涌在嘴边，程兆根忽然怎么也说不出。他抬头盯着程毅，很多年以来才第一次仔细打量着这个小儿子。良久，久到金凤凰歌舞厅开张了，从里面传来了唱歌的声音，人声鼎沸，到处都是各色的男男女女，牵着手往歌舞厅走。而有几个认出来了程明生，好奇地往这边看了两眼，叫他脸上顿时有些挂不住。程兆根吸了吸鼻涕，又伸手在鼻子上随意一抹，终于闷闷地开了口：“你特么个小没良心的！”他骂骂咧咧说完，忽然敞开了自己身上穿着的蓝色的确良工装服，而后一把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布袋子，擦着程毅过去的时候，猛地塞进了他的怀里。拿去，不知道好歹的东西！程兆根说着，终于和程明生离开了。怀里的东西轻飘飘的，用布袋装着，之前一直被程兆根塞在怀里，他没注意到，这会儿他陡然间扔过来，程毅才算是看清楚了，好像是一件衣服。趁着光，他将衣服拿了出来，是一件灰色的菱形毛衣，崭新的。回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黑透了。程毅骑车进了院子，老驴扯着嗓子咕嘎咕嘎喊了两声。林清然穿着一件单薄褂子，打着手电筒，快步朝着外面走了出来。程毅回来了吗？程毅推门进来，停好自行车，没走两步，抬头就看见了他。月色雾蒙蒙，黄色的灯光洒落在他的身上，格外的漂亮。他可真瘦啊，明明这段时间长了不少肉，可是瞧着怎么还这么瘦呢？程毅没由来有些心疼，朝着林清然走过去，没等他再开口，就已经一把将他揽进了自己的怀里。他一路风尘仆仆，怀里沁了一点湿冷的寒意，可是被他这样抱着，林清然并没觉得不舒服。程毅，他轻声开口，发生什么事了吗？似乎察觉到今天的程毅有些不同，这个男人很少将脆弱的一面展现出来，可是这一刻，他沉沉地抱住自己，又将脑袋磕在自己的肩膀上，这一切都叫林清然觉察到了一点微妙的不一样。程毅应了一声，声音沉沉闷闷的，他甚至于再次往前靠了靠，将身上大部分的重量都压在了林清然的身上。看见我爸和我哥了。程毅勾了勾唇角，自嘲一笑，大概是觉得我丢人，不想让我做生意，也不想让我唱歌跳舞吧。林清然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刚想开口说话，却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来。他似乎也没支持过程毅唱歌跳舞，尤其是前段时间他欠下一屁股高利贷，而他被生活的绝望压得喘不过来的时候，也曾绝望趴坐在地上，泪眼汹涌，大声指责的。他有什么立场和资格呢？良久，就在程毅整理好情绪，准备起身的时候，面前的林清然忽然伸出手，踮着脚，再次将自己拥入了怀里。做你想做的吧。林清然轻声道。他附耳顿了顿，又抿唇小声开口，只要把我和孩子带着，别撇下这个家就成，我和孩子一辈子都跟着你，支持你。他说不出什么大道理的话，只能直白而认真的安慰，但是在这个冰冷叫人委屈的夜晚，却格外管用。程毅心头压着的那么点不甘和愤愤，仿佛在这一刹那全都烟消云散了。是呀，有什么好在意的呢？看不惯就看不惯吧，好歹今天自己发了脾气，摆明态度，他们若是再上门找不痛快，他可不再会留情面对回去了。吃自己的，挣自己的，他以后靠自己的双手挣钱，除了林清然和一双儿女，他不欠任何人。媳妇儿，他开口笑着喊道。林清然顿了顿，仰头看他。他的小脸蛋有些红润，上面一层细密的绒毛清晰可见，杏眸又大又圆，仰头看自己的时候，黑白分明，格外动人漂亮，尤其是两片唇瓣，饱满微翘，再衬着他眼睛里的盈盈柔光，这一切都叫程毅呼吸粗重了起来。下一刻，程毅的脸蛋在林清然的瞳仁里快速放大，他含住了他的唇。第69章，收不着螺丝了，不再像是之前那种浅尝辄止，他一点点的用力，甚至伸出手扣住了林清然的后脑勺，将他往自己的身上带。
两人之间的距离一刹那拉近，甚至于嘴唇被牙齿触碰，传来细小的疼痛。林清然一刹那瞪大眼，他几乎是本能的想要往后退，可是程毅偏偏不让。他的眼神里有浓郁的化不开的黑，盯着他，甚至带一点挑衅的意思，极快的在他的嘴唇上游移了一下，冰凉又柔软的触感，带着一点湿润。这一刹那，林清然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剩下的再也记不清了。程毅揽着自己的腰，一点点扣入腰间的软肉，他吃痛，下意识的张嘴，于是他趁虚而入。攻城略地，春日的晚风萦绕，带着草木的清新。程毅松开他的嘴唇，最后在他的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媳妇儿，谢谢你，他轻声道。翌日，程毅起了个大早，那件灰色的菱形毛衣，他到底是没有穿。有些东西迟了就是迟了，当初喜欢的不得了，可是现在见了，甚至觉得款式一般，有些过时。院子里，林耀东已经在忙活了，见着程毅走出来，他赶紧笑着挥了挥手。哥，你放心，今天炒好我就送到饭店去，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程毅点点头，算是应下。他刷完牙，又吃了早饭，没一会儿，两只小家伙也跟着醒了，光着脚丫子，双眼朦胧，手背在眼睛上揉了揉，一眼就看见了程毅。爸爸，晴晴撒着娇跑过来，伸出小胳膊，一把抱住了程毅。这2天爸爸都没有陪晴晴，他说着，撅起了小嘴，像是一只考拉似的挂在了程毅的脖子上。程毅一乐，伸手在他的嘴唇上一挂，都能挂酱油瓶了。这话逗得小家伙不好意思起来，咯咯咯的笑。朗朗靠着门框站着，盯着程毅，小胳膊别扭的拽着裤子，愣是不吭声。朗朗，程毅开口，忍住笑，能给爸爸抱一抱吗？朗朗似乎不情不愿。那好吧，走过来，张开手，任由程毅抱着自己。他才不想要抱抱呢，是爸爸非得要抱自己，将2个小家伙抱了个满怀。程毅总算是长舒一口气，又带着2个小家伙玩了一会儿。院子里只听见晴晴、朗朗高兴的笑声。在这里，在这里，爸爸来追晴晴。哈哈，朗朗摔跤了。二丫说这叫狗吃屎。我要喝水。小家伙们总是快活的。程毅重生回来快1个月了，2个小家伙因为伙食关系，个子蹭蹭蹭的拔高，连带着身上也长了一点肉。起码抓着他们的手时，不再被纤细的骨头吓一跳，抱起来也沉甸甸的，肉乎乎的，像是个肉团子。尤其是晴晴，小脸蛋也从一开始的尖下巴变成了圆溜溜的小可爱，笑起来的时候，从林清然那里继承来的梨窝也浅浅的冒了出来，十分可爱。玩累了，朗朗带着晴晴趴在地上看蚂蚁，程毅准备洗菜，林清然则是拿着针线，认认真真的帮着2只小家伙做衣裳。上次的布料扯回来还没开始做，这段时间因为收田螺的事情忙得脚不沾地。院子里阳光照着，暖洋洋的，静谧而美好。噔噔噔，就在此刻，院子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急促又焦躁。几人几乎是齐刷刷下意识的朝着外面看了过去，没一会儿就看见二胡子气冲冲的跑了进来。林耀东一愣，停下锅铲，扭头看向二胡子，又看向他身后的老驴。咋了？不是喊你去收螺丝吗？林耀东疑惑，你怎么就回来了？实际上这2天以来，螺丝是越收越少。这东西毕竟是靠天吃饭，再怎么多，连着快1个月捡也要捡空了。不说别的地方，单单程家村已经接连好天没有人来送螺丝了。不是不想卖，而是真的没有了。甚至于有些人还是攒着，等到斤数有那么多才送过来。没法子，只能上门去收。刚好有老驴在，于是程毅叮嘱了林耀东等人，每天上午派1个人去隔壁村收螺丝，单价成本也从原来的2毛钱提到了3毛钱。这2天虽然收的少，但是勉勉强强能供给平衡。没想到今天二胡子才刚去，没一会儿就回来了。怎么了？程毅起身看向二胡子，问道：出什么事儿了？二胡子气得攥紧拳头，气得腮帮子咬紧。咱收不着螺丝了。二胡子道：我今儿个刚到隔壁石家村外，人家就拎着棍子把我赶出来了。为啥？林耀东的暴脾气一瞬间就冒了起来。前2天去不是还好好的吗？凭啥不让你进去？二胡子摇头，不知道，也没说，只是听我说进去收螺丝，他就不让我进去了，真特么的气人。程毅一直沉默着，实际上这事儿他多多少少预料到了。这年头挣钱的就是商机，螺丝能挣钱，而且也不是藏着掖着的，但凡是村子里有人去县城稍微打听一下，亦或者是听别人聊天，都能知道这炒螺丝2块钱1斤，足足10倍的利润。别人也不傻，知道有钱就肯定会有人去做。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间县城里头到处都是冒出来的螺丝摊子，价格便宜许多不说，还方便不用去特定的国营饭店购买。可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能抢走诚意的生意。毕竟独家配方在，味道在，再怎么便宜方便，味儿不对，老顾客还是认准这个地方买，没办法的事儿。三来二去，见抢不走客人，有些人就从源头动起了心思。程一手底下的这帮人，这几天到处去隔壁村收购螺丝，他们是知道的。而那些小摊小贩卖螺丝的，也极大可能从这些村里出来的。好家伙，收螺丝收到自个儿村子里来，谁愿意？再加上这个念头，各个村子都有一种抱团心理，要是在收购价格一样的情况下，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将螺丝卖给外村人的。第70章，我给你赔罪，我给你道歉。程毅抿了抿唇，抬头看向二胡子，问道：别的村去了吗？二胡子点点头，气得又爆了2句粗口。要是这一个村这样我也就算了，可是跑了别的村都不让进，要不是我忍着，早和他们动手了。果然如此，这算是被一致针对了啊。林耀东也蒙了圈，他眉头拧成疙瘩，朝着程毅走来，问道：程哥，这下咋办？咱们螺丝顶多再坚持2天就要用完了，难不成真的就被这群王八羔子断了生意？程毅站起身，拍了拍屁股，道：做生意就是这样，不可能一帆风顺。不过螺丝被他们收了，咱们还可以收别的。收别的？林耀东和二胡子错愕地看着程毅，能收啥？县城里头那些人会买吗？万一咱们做出来不好吃怎么办？他们不喜欢呢？林耀东问了好几个问题。程毅笑了笑，道：做螺丝的秘方做别的一样可以，螃蟹、麻辣小杂鱼，做出来味道大差不差。他说的是实话，都是水里头的东西，而且秘方配料都是一样的，什么麻辣小杂鱼、麻辣小螃蟹等等。不过想要卖的和螺丝一样好，那就是没准头的事儿了。程毅走过去，伸手在林耀东的肩膀上拍了拍，做生意靠脑子，多想一想总能找到法子。林耀东抿了抿唇，有些将信将疑的点了点头。二胡子也来了劲儿，当下掉头又往外跑。那我去捉一斤小螃蟹，咱们做出来尝一尝。没一会儿，二胡子就跑回来了。这会儿嘉江边水不深，到处都是大石头，往往将上头的石头一搬开，顿时就能够瞧见各种乱跑的小螃蟹。二胡子手快，拿了长筷子去的，一夹一兜子，清洗干净，下锅爆炒，按照之前的配方加了香料，出来果然和螺丝一个味儿。尝一尝，林耀东的眼睛亮了。实话实说，要说和螺丝一个味儿，那绝不可能，毕竟口感、细微的味儿都不一样。但是这也足够好吃了。林耀东甚至认认真真的想了想，要是自己花钱买的话，他指定愿意。程毅拎了一只出来，吃了吃味道，心里也大概有了数。这门生意能继续做，但是想要做大挣大钱，除非去外省，再要么就是熬到明年开春螺丝出来，积累个几年钱也多了。不过这些都不是程毅想要的，他决定要去省城一趟，就跟着文工团过去看看别的商机。心里快速的定下路子，之后起身做饭，大家暂时找到了解决方法，心里头都松了口气。程毅吃完饭就和林清然清清朗朗打了个招呼，骑着28杠自行车直奔县城。文工团还有剩下2场戏，他得去走一遍流程。骑着自行车经过派出所门口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停了下来，想了想，走进去还是准备问一问自己的案子有没有进展。接待程毅的是个小年轻民警，见着程毅来，又问了情况，他当下面露难色。那人就是个老油条。小年轻警察气气呼呼道，问什么都不肯说，之前还说是文工大院里投递信出来给他，后来我们又审他，问他信件藏哪里了，结果他倒好，说被他自己吃下去了。小年轻警察脸色越发难看，这回答你要说有错吧，他偏偏又没有，只是你一听就知道，这分明就是唬人的，指不定连一开始的文工大院都是假的。之前程毅也来录制过口供了，大概就是问他谁和他有仇诸如此类。但是说实在的，按照自己上辈子那浪荡的性子，到处都要掺和一下，他的仇家可真不少。因此这事儿到目前为止就陷入了僵局。两人又聊了几句，小年轻叹口气，正准备继续说话，忽然就听见门外又来了人。哎，我的儿子啊，呜，咋还没放出来啊？几人齐刷刷扭头去看，小年轻警察一瞬间额头上青筋直跳，又来了。他面露古怪，对着程毅伸出手指了指，小声嘀咕，那个是微子的妈，自从那二混子进去之后，他就天天过来，总念着要我们放他儿子出来。小民警也无奈，这哪儿呢？他这儿子一点都不老实，怎么可能放出来？可是这大娘天天拎着水果鸡蛋往咱们所里头跑，也叫人头疼。
最难的就是这样了。儿子犯罪，爹妈操心。刘雪梅每天都来，家里头的土鸡蛋、土鸭蛋，别人给她的水果，各种干菜，只要有，她都拎过来，掉着眼泪说自己儿子错了，求原谅等等。刘雪梅朝着这边走来，眼睛红肿，伸出手，颤颤巍巍地将自己手里头拎着的鸡蛋递过去。公安同志，我儿子，他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们放他出来吧。啊，我身子不好，家里头没人照顾，我死在家里头都没人知道呀。连哭带说。小民警一个头两个大，只能赶紧将鸡蛋一推，板起脸，严肃道：大娘，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会坏了我们所里头的规矩的。薇子她什么都不肯说，到现在也没表示对受害者的惭愧，这样的流氓分子，我们是不可能放他出来的。刘雪梅一听，当下嚎啕大哭，她又探出手去，死死抓着小民警的手，问道：那人呢？受害者呢？我和他道歉，成不成？放过我儿子吧。呜！程毅眼皮子一跳，当下几乎是下意识就想要往外走，然而那小民警这会儿却仿佛正义化身，伸出手一把指着程毅，对着刘雪梅道：瞧瞧，连受害者都不认识，你们天天往咱们所里头跑有什么用？要是连受害者都不原谅你们，我们更没资格放他出来了。程毅，我谢谢你。刘雪梅几乎是一瞬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她一把抓住了程毅的胳膊，用力的拽了拽，声音哽咽着开口：是你呀，你就是程毅。我儿子不好，他干了坏事，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我给你赔罪。第71章，他知道了真凶是谁，这哭的身子发抖，上气不接下气，仿佛下一秒就要晕过去。程毅的额头上青筋直跳，要是真见了薇子，他倒是不介意在对方的手臂上还上一刀，可是这是个年迈妇人，一个一心惦记儿子的母亲。大娘，不是我不肯原谅你儿子，而是他不肯把背后的人说出来啊。程毅只能解释，他甚至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和刘雪梅解释了一遍，只希望她能听得懂自己的意思。然而话说完，刘雪梅却还是抱着程毅的手不肯松手。小民警努了努嘴道：那就是这样，我们都说了好几遍了，一点用都没有，认死理儿。程毅口干舌燥，刘雪梅这些天一直在想着救自己儿子的事儿，这会儿见着程毅哪能放过，当下拉着他颤颤巍巍地往外走，虽然步子抖，像是走不稳下一秒就要摔跤似的，但是很执拗，不肯松手。去我家，我给你下面吃，做馄饨吃，你千万不要嫌弃。刘雪梅哽咽着开口道：我给你赔罪，我替我儿子给你赔罪。程毅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鬼使神差的就被拉到了一条附近的巷子里，距离派出所很近，也就是100-200米的距离。刘雪梅叨叨道：没法子了，实在是没法子了，当初为了让薇子走上正道，我搬了好几次家，寻思着搬到派出所附近，她总能收敛些。可是咋回事呢？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程毅却一字不漏的听完了。巷子尽头是一处大铁门，红色的上了锈，门没锁，一推就开了。刘雪梅的手上都是褐色的老年斑，上面布满皱纹，似乎是怕程毅要跑，仍旧死死拽着，指关节发白。我下的面可好吃，薇子最喜欢吃，你尝尝好不好？刘雪梅回头看他，双眼珠黄，浑浊不堪，独那么一点赤子之心，叫程毅双眼被烫了一下。他叹了口气，看了一眼正堂屋上挂着的闹钟，1点整，刚好文工大院里头也没有到上班时间。一碗最简单的阳春面，一小勺猪油，盖着一个煎鸡蛋，油汪汪的，还有几根青菜面。刘雪梅颤颤巍巍端上来的时候，又把筷子仔细小心的在干净的抹布上擦了擦，递给了他。程毅打量着这间屋子，这还是80年代的风格，老梨木家具，因为久坐有黑包浆，地上的水泥地早就瞧不出原本的颜色，墙上贴着几张年挂历撕下来的海豹女郎。堂前一个老式的摆锤钟，每到整点就会响一下，几点钟响几下，当当当的声音清脆好听。刘雪梅坐在程毅的面前，自己也端了碗面吃着，只是里面没有荷包蛋，甚至没有猪油，只有一碗白水面，放了点盐，烫了2根青菜。上了年纪的人话也多，絮絮叨叨的边吃边说。程毅慢慢听着，大概都是关于薇子的一些事儿。他不是啥坏人，也是被逼的，他爹从小就不要他，家里头没钱，欠一屁股债，后来他念书不行，干脆就不念了，跟着一群人瞎混，这几年弄了不少钱回来，还了债，只说要我好好花钱，甭担心。可是刘雪梅的眼泪往下淌，程毅也不吭声，吃着面默默听着。半个小时后，面吃完，程毅起身告别。大娘，你这些话我都听了，但是我还是得告诉你，这件事的主谋既然不是薇子，那我也不是针对她，
只要他能说出是谁指使的，我就去写谅解书。刘雪梅抹着眼泪，我知道嘞，我就想着给你做碗面，我自己能安心点。他说完，又扭头朝着屋子里走去，没一会儿拎了果篮过来。这个你拿着，还是志刚那孩子送过来的呢，听说都是好水果，我没舍得。刘雪梅道。程毅动作一愣，他下意识开口道，谁送来的？刘雪梅动作顿了顿，有些迟疑，志刚那孩子呀，前2天来的，说是要叫我保重身体，还说微子可怜，也是个好孩子脸。程毅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他又多问了几句，才发现这是李志刚第一次送水果给他。以前出门见了面，他甚至都要装作不认识刘雪梅和微子，就怕连累自己叫人说闲话。可独独这一次送了果篮过来，事出反常必有妖。在想着昨天程毅问李志刚认不认识微子时候，他的反应极其古怪，有些答案就呼之欲出了。程毅和刘雪梅告别，直奔文工大院。这会儿刚上工时间，一些女同志们陆陆续续的往练功楼里走，齐红秀则是早早的打扮完毕，站在练功楼底下等程毅。昨天蒋开庆交代过了，以后不用拦程毅，因此今天他一来就顺顺利利的走了进来。几个女同志看着他，还是下意识的躲躲的远远的，虽然仍旧小声嘀咕，但是昨天程毅和唐金森对戏的时候，对方夸了他戏好这事儿，早就传遍文工大院了。程毅全当没看见，大摇大摆进来，朝着蒋开庆办公室走去。走到楼底下，就看见齐红秀高高兴兴地朝着自己跑过来，喊道：程毅，你来了。程毅不动声色往旁边退了一步。这齐红秀看起来应该是没吃过什么生活的苦头，天真烂漫，不管别人的想法，重要的是自己喜欢。他笑着道：你是来找蒋团长的吧？我带你去。说着莫等程毅回答，他就高高兴兴地快步朝着楼梯上走去。齐红秀今天是特意打扮过的，一件长款开衫羊毛衣，里面衬衫，下面一条半身裙，勾勒出窈窕的曲线，头发散开披在肩头，更是化了精致的妆容。实际上，对于自己的容貌和气质，齐红秀是非常有自信的。她可是省城里头长大的姑娘呢，不像是小门小户家里头出来的那么畏手畏脚。她就不相信程毅不会多看自己2眼，心里头想着，走路的时候就越发轻快。可她没想到的是，程毅还就真的多的一眼没看。上辈子在娱乐圈里头，他什么样的没见过，能够进娱乐圈的，外貌就是第一位。他当年混到影帝的位置时，要资源有资源，要人脉有人脉，多少姑娘新人变招法的想爬上他的床，求一个提携的机会。第72章，想试试别的角色，可以吗？一路到了蒋开庆办公室，没想到办公室里不少人，曹开达和陈宫正秋等人也都在，似乎在讨论什么。见到程毅来，几人齐刷刷扭头看过来。哎呀，来了！蒋开庆笑着道，之后抽出了2张纸，递给了程毅，道：这是你的台词，看看，等会儿咱们就直接在台上过一遍戏，要是能成，现在就签约。程毅点点头，他接过来，大致扫了一眼，发现和上辈子的戏大差不差，没什么改动。他将纸收好，又抬头笑着看着蒋开庆，问道：蒋团长，能不能给我看看完整的剧本？我没瞧过，好奇，想见识见识。蒋开庆虽然好奇程毅怎么会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当下仍旧拉开自己的抽屉，拿出一本约莫10几张的剧本递了过去。程，你瞧瞧，长长见识也好。程毅接了过来，道了谢之后走出办公室，直接靠着走廊打开了剧本。很多东西都是刻在骨子里的，这一幕幕出现的场景落在程毅的眼睛里，之后又直接在脑海里成了一块又一块完整而鲜活的场景。如果是他会怎么演？对，这里应该加一点微表情，这里应该偷偷的看一眼何云，这里应该慷慨激昂，情绪饱满，有一个小小的爆发，一遍遍就像是走马灯过着。片刻后，程毅合上剧本，唇角轻轻抿起一个弧度。他这人也不是什么好人，报复心有那么一点强。微子那边总有出来的时候，这笔账他记着。不过冤有头债有主，微子说到底只是一个小喽啰，自己和他无冤无仇。他之所以对自己下手，是受了李志刚的指使。有钱能使推磨，真正要算计起来，还得从源头上解决。那么就先从源头解决再说。而对于李志刚来说，现在直接揍他一顿似乎也解决不了问题，毕竟现在微子还没供出他来，要是现在动了手被抓住，自己反倒陷进去，那是下策。然而昨天听李志刚和齐红秀的口风，似乎他在这剧本里面饰演男主角欧阳平，而且他对于这男主角极其重视的样子。程毅屈起手指敲了敲剧本，唇角笑意更浓。打蛇打7寸，如果他拿了这个男主角的角色，李志刚会如何？会不会再次对自己动手？
到时候自己有所防备，抓个现行，这事儿就更好办了。脑海里走了一遍，程毅也做了决定。几分钟后，办公室的门被推开，蒋开庆和曹开达等人端着搪瓷缸子走出来，笑眯眯地交谈着什么。看见程毅站在门外，蒋开庆问道：“怎么，准备好了吗？”程毅点点头，他笑着道：“现在就走一遍吗？”蒋开庆点头：“可以啊，反正现在我们刚好要去梯形教室看彩排，志刚和红袖今天都要排练，你现在去可能没位置，要等一下，不过很快就要了。”程毅点头没吭声，跟着几人哗啦啦走进了梯形教室。果然在彩排，排的还是最高潮的一场戏份。欧阳平慷慨激昂的在和何世飞辩解，说到激动的地方，将自己的诗歌集拿了出来。何世飞震惊，又仿佛发现了秘密，脸上的神情转为窃喜和暗暗的很。不得不说，唐金森的表演是真的不错，这个角色他拿捏得入木三分。于无声处，这部话剧虽说起来欧阳平是男主角，但是严格说起来应该是双男主。何世飞这个人物角色的重要性也不亚于欧阳平。程毅双手环着胸，正慢条斯理地看着舞台上李志刚的表演。不得不说，他的人物外貌形象还是很符合欧阳平的，浓眉大眼，一看就是正派分子。身上穿了一件工字背心，外面一件白衬衫，下面一条黑色长裤，手拿千层底布鞋，裤子上还扣了个皮带。而他的表演也能够看出来是认认真真练习过的，只是还是有那么点不像。尤其是在爆发戏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气场完全被老戏骨唐金森压制住了，欧阳平那种慷慨激昂、愤懑怒怼的神情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甚至于到了后来倒是显得有些气弱。唐金森显然也察觉到了。一场戏份表演完毕，唐金森拿出毛巾擦了擦额头，而后抬头看了一眼脸色不太好看的李志刚，道：“戏还不够，继续练。这种人物表演拿到省城去比赛，连台面都上不去。”李志刚的脸色顿时惨白一片，他点了点头，又想说什么，忽然就看见下方不远处程毅双手环胸，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他一愣，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后背猛地一凉，仿佛从程毅的眼中看见了什么东西。好了好了，演得不好就赶紧练，没有几天了。曹开达面露不悦，冲着李志刚喊道。李志刚来不及多想，当下低着头走了下来。蒋开庆则是扭头看了一眼程毅，道：“你去过一遍吧，走个流程。”程毅点头，朝着台上走去。他擦着李志刚的肩膀，迈上舞台。一切都熟门熟路，不论是台词还是肢体语言，都完美嵌合这个角色。蒋开庆越看越觉得自己挖到了宝，心里头甚至想着下一次排练话剧，他可以给程毅介绍一个更好的角色试试看。程毅走下台来，唐金森正在喝水，抬头看向他，眼神之中都是赞赏。蒋开庆则是笑得合不拢嘴。昨天另外一个人也已经齐了，接下来每天咱们都要演练一遍，不过你的这个角色不重要，每天来一趟就成，过个2遍就可以了。蒋开庆说完，正准备喊人拿合同和程毅签约，却没想到程毅忽然笑着看了他一眼：“团长，我想试试别的角色。”蒋开庆一愣：“啥？”他端着茶杯，还以为自己没听清，当下问道：“你想是什么？”程毅拿着手里的剧本举了举，道：“别的角色，我觉得我想尝试一下，可以吗？”好家伙，这话声音不低，所有人都听见了，连带着在一旁喝水休养的唐金森也朝着这边看过来。他也有些好奇，这年轻人饰演这个小角色可谓是入木三分。第73章，是一把男主角。欧阳平到底是本身角色就嵌合这个人物，还是真的有天赋？蒋开庆顿了顿，有些为难。倒是一旁的曹开达端着茶缸子撇了撇浮沫，点点头道：“那就试试呗，万一演得好，咱们也算是捡了个大便宜，以后能多个好演员练。既然书记都发话了，那这事儿也就没什么好拒绝的了。”蒋开庆点点头，对着程毅道：“那你试试吧，想是什么角色？给你半个小时背台词够不够？”程毅笑了笑，耸耸肩：“哦，刚才已经背了，现在就能演。”好家伙，刚才已经背了，那不就指的是刚才李志刚、唐金森表演的时候，他在边看表演边背台词？那么短短10几分钟，他就背下来了，还能直接无台词表演？蒋开庆的脸色瞬间变得古怪起来，他点点头道：“那行，你现在去演吧。”程毅道了谢，往舞台上走去。蒋开庆想起什么，赶紧冲着他背影喊道：“对了，你是什么角色？”欧阳平。房间内，范壁。何世飞心里忐忑，盯着面前的梅林和欧阳平，小心试探地问了几句，发现两人并不知道当初陷他们的人就是自己时，何世飞顿时松了口气。喝了点酒，话开始多了起来。要我说，那些人
压根不是什么好东西，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追随他，简直是瞎了眼了。他说着，打了个9嗝，一脸的得意洋洋，只有跟着我才能走上争取的道路。你们啊，都被他骗了。对戏的还是唐金森，他表演的十分入戏，甚至于喝了点儿，那种醉醺醺的神态也拿捏得得当极了。这话说完，他舌头已经开始打结了，嘟囔着乱七八糟的话，都是对欧阳平心中的敬仰进行着巨大的冲击。气氛被推上高潮，这个站在新时代风口浪尖的年轻人豁然站了起来。不对，你满口胡言！他声音铿锵，掷地有声，饱满的情绪一瞬间爆发出来，甚至于面色也微微涨红。欧阳平攥紧拳头，不顾梅林的阻拦，他一把拉开椅子，迈了2大步，站在了何世飞的面前。你的思想出现了政治错误，你的脑海被荼毒了。何叔叔，你怎么能这样想？你不该说这些话的。声音仿佛是从胸腔中迸发出来的，携裹着巨大而汹涌的情感。他身子微微前倾，双手垂在身侧，死死攥紧，仿佛在隐忍着巨大的情感。而此刻，正仰面躺在椅子上的唐金森愣住了，他第一次差点没接住对方的戏。这饱满的情感，汹涌的情绪，直直朝着自己迎面来的指责和抱怨，都叫他仿佛真的活生生看见了欧阳平这个人。你瞧，多少人拥护他，我在无数个夜里受到他的召唤，写下这些诗歌，这些都是他传达给我的精神，都是他留下的瑰宝啊。欧阳平说完，大步走向沙发，一把将自己军绿色帆布包里头的东西拿了出来。那是一本诗集。杨梅见出鞘，何世飞一下子惊得酒醒了大半。这是你写的诗词？欧阳平爱抚般仔仔细细地将诗词的封面摩挲片刻，而后用力点头。准确来说，这是我在领袖的召唤下写的，这是我所追随的精神赐予我的诗歌。欧阳平慷慨激昂，甚至于认认真真地盯着何世飞，道：何叔叔，你也应当好好读一读，一定会叫你的精神都受到大鼓舞的。何世飞跌坐在椅子上，手脚冰凉，眼神阴恻。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热血激昂的欧阳平仿佛一刹那从程毅的身体里抽离，他笑着往前走了2步，朝着下方鞠了个躬。谢谢大家，我的试戏完毕。梯形教室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盯着舞台上的程毅，微微张着嘴，半晌都说不出话来。李志刚一双眼刺目欲裂，他死死盯着程毅，心里一个万念头翻涌。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背下台词？而且刚才演戏的时候，他居然仿佛真的看见了欧阳平站在舞台上。蒋开庆和曹开达甚至惊得直接站了起来。意识到自己手在抖的时候，曹开达赶紧将手里头的搪瓷缸子放下了。他盯着面前的程毅，脑海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刚才他饰演欧阳平的时候，整个人站得笔直，甚至垂着手都下意识地贴着裤缝，就像是一颗挺拔而紧绷的青松。但是现在，程毅朝着他们走来，身姿愉悦而放松，脚步轻快，身形慵懒随意，完完全全和刚才的形象判若两人。曹开达和蒋开庆互相注视了一眼，终于反应了过来，这年轻人绝对不一般。唐金森也从台上下来了，他盯着程毅看了一会儿，忽然扭头对着曹开达小声耳语了几句。曹开达的面色隐约变幻，最后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李志刚心里忽然生出了一点不好的预感，他想要上前听清楚，可是没一会儿，陈宫和郑秋就过来赶人了。齐红秀完完全全被震惊住，缓过神来，当下大声喊道：哎呀，程毅，你演得太棒了，我刚才好像真的看见了欧阳平嘞。人群被清场，只剩下曹开达等人围在一起讨论，见或唐金森指着他说些什么。程毅倒也不急，拿着剧本老老实实的坐在一旁翻看。莫约10几分钟后，蒋开庆对着程毅招手：程毅，你过来一下。程毅闻言合上剧本，朝着几人走去。曹开达喝了口水，伸出手在程毅的肩膀上拍了拍，感慨道：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小伙子，你这演技我活了这么大半辈子都没见着比你还有天赋的。程毅笑着道：书记过奖了，只是一直都很喜欢，在私底下努力而已，今天得了个机会表现了一把，谈不上什么天赋。他这话似是而非，努力的确是努力的，大概上辈子演了一辈子的戏份。天赋嘛，那也是有点的，在演员这个行当，要是真的下了苦功去演点角色，那也是可以达到一番高度的。第74章，他们是夫妻，风雨同舟的夫妻。可想要真的轮一变讲，成为所有人都仰望的存在，没有天赋，那都是纸上谈兵。程毅刚好二者兼备。蒋开庆激动得手有些哆嗦，他长舒一口气，将剧本往程毅面前推了推，试探性问道：要是给你机会演一演男主角，不知道你能不能把握得住？他说完迟疑了一下，补充道：还有7天咱们就要去省城了，你有没有信心？临时换角，
是唐金森的主意。对于唐金森来说，他没有什么人情世故要顾及，戏比天大，这就是他的准则。刚才那一刹那，程毅饰演的欧阳平站在自己的面前，那慷慨激昂的模样，差点叫他接不住戏。这样的好天赋，这样的好条件，他不是演男主角，谁来演？唐金森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分量比曹开达和蒋开庆还要重，因为他懂戏。况且这一次去省城比赛，要是得了好名次的话，下半年省城里头拨下来给文工团的资金会多得多。这一衡量，程毅就成了不二人选。只是7天的时间，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担心。曹开达又喝了口水，他想了想，正准备喊话程毅加班加点泡在文工团里头排练，却没想到下一刻，面前的年轻人忽然轻轻扬了扬下巴，他漆黑如墨的眼睛里迸发出肆意张扬，嘴唇轻轻抿起，露出一个桀骜的笑容。当然有信心。程毅笑了笑，极其平静道，或许现在开始进入彩排都可以。这是实力带给他的骄傲和自信。这一刹那，几人盯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忽然生出了一点极其荒唐的想法。或许有那么一天，这个年轻人会站到他们遥不可及的位置上。时间过得很快，天气终于彻底出了寒春，好像一早一晚的时间就暖和了起来。这几天，程毅每天照例收钱去唱歌排练，直到临去省城前的这个晚上，林清然在帮他收衣服。这个贴身穿，要是冷了就在外面套一件毛衣或者夹克衫都可以。林清然拿了一个小皮箱，这是今天去西安城百货大楼买的洋货，100元钱列。他将衣服叠好，又将袜子一双一双的团成一团，塞进箱子的角落。这是厚袜子，早上起来穿；这是薄袜子，纯棉的，吸汗很好，你可以穿皮鞋的时候穿它。林清然轻声念叨着。房间内昏黄的光线下，轻轻摇曳着，将他的身影拉长，头在斑驳的土墙上一下又一下的摇晃。程毅坐在床上，正清理指甲，清理完毕又收拾了一下，之后站起身，从他的背后绕过他的腋下，轻轻拥住了他，温暖贴着后背，一瞬间叫林清然停住了动作。媳妇儿，程毅轻轻喊他，温温热热的气息洒落在他的肩颈，叫林清然一愣。怎么了？林清然道。缓了片刻，见他没别的动作，当下继续整理衣服。程毅也不是将全身的重量压下，只是这样轻轻靠着，任由他的动作带着自己一下又一下的贴着他的身子晃荡。这一去可能要5、6天才能回来，你在家里带孩子辛苦了。程毅道，我把钱理了理，这1个月来咱们挣了不少钱，除去开支还有收螺丝的成本，我算了算，一共有8300，都在箱子里压着。林清然点头，我知道，毕竟家里头一直都是他在算账，很多了，我从来没想过这辈子咱们能挣这么多钱，晴晴朗朗也长高了不少。林清然似乎是想起什么，忍不住扬起唇角，你是不知道，他们现在可被宠坏了，每天都问我要零花钱，一人给1毛还不够，非得要2毛钱去买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每次一吃，周围一圈孩子就围着他们，他们倒好，那小包的无花果丝，每个孩子就分1根。林清然边说边笑，温柔恬静的声音隔着胸腔，透过后背落进程毅的耳朵里。他没忍住，拿着下巴蹭了蹭他的肩膀。媳妇儿，有件事我想和你说。程毅轻声道，这些钱我得拿走了，可能只能剩1000给你。我这一次去省城，不仅仅是演戏的，还要去找生意做。螺丝的生意你也瞧见了，想要再挣大钱，得等到明年了。他顿了顿，支起身子，将他掰了过来，定定地盯着他的眼。我想搏一搏，成吗？要是在上辈子，程毅压根就不会告诉林清然自己的决定，但是重生回来，他慢慢理解了家的含义。有妻子孩子，遇着事儿了不用自己一个人扛着，这是一个小团体，共同进退，有商有量，这才是家。林清然诧异地看着他，旋即眼唇笑了，眼眉弯弯，漂亮温柔。我不是说了吗？只要你把我和孩子带着，做什么都可以。他说着，又赶紧补充道，走歪门邪道也不行。不管是做生意也好，还是干体力活，我都觉得很好，亏钱也没什么，咱们大不了从头再来。晴晴朗朗也很乖，只要能吃饱饭，跟在我们身边，他们就很开心。程毅，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林清然目光灼灼地看着他，说真话，走正道，踏踏实实做人就成。程毅的心脏仿佛在这一刻落入了温热绵柔的水里，他怔怔然盯着林清然，嘴唇动了动，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上辈子自己总是想方设法的逃避，是呀，他什么本事也没有，能够给妻子孩子什么呢？不如孤注一掷，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梦，用来麻痹欺骗自己。你瞧，我也不是没努力，我也不是没有梦想，只是我在走的路你们不理解，你们不支持罢了。可是重生一世，听着林清然的这些话，他有种幡然醒悟的羞愧感。
林清然要求自己什么了呢？不过是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走正道罢了。程毅伸手用力地拥住了他，林清然顿了顿，也反拥住了程毅。他们是夫妻，风雨同舟的夫妻。第75章，出发去省城。翌日，天色蒙蒙亮，程毅拎着小皮箱走出了家门。天空中下着蒙蒙细雨，他也没打伞。走到村口等车的时候，几个程家村村民赶紧将自己的斗笠给了他。程毅一愣，下意识摆手拒绝，却见那人咧嘴笑，露出一口白牙。哎呀，程家二小子，你就拿着吧，要不是从你那儿挣了钱，我可没钱买斗笠，我还有塑料皮呢，都一抖脑袋就成，你别管我了。说着，那人就拿起身后披着的塑料皮，顺势都住了脑袋。程毅道了谢，没一会儿车子就来了。程毅帮着那人拎东西上了车，一路上聊着天，没一会儿就到了县城。文工团是有专门的大巴车的。90年代，一些农村极其贫困，但是县城里头却已经滋润起来了。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大巴车，再要么就是和运输公司合作，租赁大巴车过来接人。文工团算是比较阔绰的，有一辆专属大巴车。程毅从车站走出来，一眼就看见停在外面等自己的车子，下面一截白色，上面是土黄色，还用着红色的油漆，仔仔细细地刷上了元安县文工团6个字样。见着程毅来，齐红秀赶紧探出身子，对着窗户外头招手：哎呀，程毅，你赶紧上来，下雨了。程毅，他着实有些头疼。这姑娘也没死缠烂打，但是这过分的热情的确是叫他有些不适应。程毅想来想去，决定还是无视。汽车打开车门，他走上车，发现一些小姑娘都在偷偷摸摸打量着他。齐红秀身边还有空位置，他径直走过去，坐在了最后一排。齐红秀有些失望，这位置之前李志刚要坐，他都不松口，就指望着程毅来坐的，没想到对方不领情，心里头顿时空落落的。李志刚就坐在齐红秀的旁边，不过隔着一个过道。瞧见齐红秀那失落的眼神，他顿时脸色更黑了几分。不知道天意捉弄还是怎么，他的角色丢了，给了程毅，反而是程毅之前的那个小民兵角色给了自己。他气得差点爆粗口，蒋开庆也直截了当，问他要不要，要是不演的话，他下午就去找人。这可是去省城表现的机会。李志刚只能忍住屈辱接了下来。这7天以来，程毅天天出入文工团，尤其是最后3天，在梯形教室里头，蒋开庆、曹开达等人张罗着整个文工大院里头的男女同志坐在一起看彩排，连演3天。所有女同志们看着程毅的眼神都开始放光。人总是慕强的，李志刚心里憋屈又愤懑，只恨这些女人心思变得太快。要知道，之前他们可都是围着自己转的。蒋开庆这会儿心情大好，拿着保温杯喝着茶，想着这一次他们一定能够在省城大放光彩，当下忍不住嘴角都带着笑。程毅啊，你要是争气，能给咱们挣个前3名回来，我和书记给你安排一下，成为文工团的正式演员，吃国家饭，端铁饭碗，叫你安安心心走这条路。这年头的铁饭碗还是很吃香的。准确来说，不管是现在还是20世纪，但凡是听到对方在体制内工作，总会生出一种异样的羡慕。毕竟这一辈子就高枕无忧了，钱多钱少，总归饿不死你，永远都不用在外头飘摇。程毅笑了笑道：我尽全力。蒋开庆心情大好，从元安县去省城开车得2小时，车子上坐着无聊，他提议道：哎，咱们唱个歌吧。就从程毅开始，他可是唱歌的一把好手链。路途遥远，唱歌解闷，这是文工团的常态。车厢里顿时所有人都朝着程毅看过来，尤其是一个个小姑娘，脸色红红，使劲鼓掌。程毅想了想，这种时候应情应景，应该唱点什么歌呢？他微微一笑，清了清嗓子道：那就唱一首《甜蜜蜜》吧。《甜蜜蜜》是一首邓丽君在79年发行情歌，嗓音柔美甜腻，配着歌词歌曲完美契合，一经推出火遍全国，算得上是耳熟能详，大人小孩都会唱的那种了。程毅清了清嗓子，看了一眼窗外掠过的风景，清朗的风，翠绿的草，还有车厢里热闹的说笑。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他的嗓音不甜，甚至有点微微的低沉颗粒感，但是很抓人。一首歌轻轻地唱着，像是在诉说着什么。歌词甜蜜腻人，曲调欢快愉悦，配上程毅的嗓子，就像是甜得发苦的蜂蜜里夹着一点微酸柠檬，像湛红深色的梅子汤里飘着2块碎冰，莫名的和谐。车子里所有人打着拍子，笑着鼓掌，唱歌一轮接着一轮。2个小时后，车子终于驶入了省城江城。90年代的江城发展的算不错，10几层楼高的小区住宅也已经冒了头，也有了一些逐渐成型的商业区。只是因为规划发展还在慢慢扩大，
因此新老城区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外面的郊区还是农村的模样，土砖房、围墙、篱笆、鸡笼。再往前跑一点，就能够看见一些2层小楼了，有的是红砖，外头还没粉刷，有的挣着钱了的就贴上一块块当下最流行的白色小瓷砖，甚至于还有更小一点的，类似于玻璃材质的3×3面积的小方块，镶嵌在外墙上，里面可以用不同颜色的小方块勾勒出不一样的图案花纹，这是顶时髦的了。再往前走，泥巴路就变成了水泥路，道路也逐渐开阔起来，绿化带、小商店、路边的梧桐树参天茂密，一切都是和县城里头完全不一样的光景。很多小姑娘不是第一次来省城了，叽叽喳喳靠在窗户上讨论着哪个百货大楼里的衣服漂亮，哪里的梅干菜肉饼好吃，哪里的头花漂亮等等。程毅也在静静地盯着窗外，这座城市他又来了。上辈子他真正的起点应该在江城，不过不像现在这么轻松，身上还揣着7000块钱。上辈子他几乎是逃难躲避似的来到这里。第76章，这样以后就能横着走了吗？而这一次来却揣着钱，带着梦想，走上一条自己都不敢想的路。江城正在全面大开发，到处都是围起来改造拆除的地方，尘土漫天，等待种植的树苗根部裹着巨大的泥土。最繁华的莫过于长江路这一块，封闭式大改造过后，到处都是开的崭新店铺，无良彩眼镜、新兴烫发、巧红麻饼、美食记珠宝等等，一溜排开。大巴车经过的时候，小姑娘们一个个瞪大眼，兴奋的不行。和元安县不一样，江城里头那可真是新鲜漂亮的风景，各色店铺，各种打扮时髦前卫的人群，叫人眼睛都挪不开。小姑娘们开开心心的讨论着等会儿自由活动的时间要去长江路逛逛，齐红秀则是昂着头，颇有些自豪和得意。要逛长江路，到时候我带你们逛，这地方我和我爸妈常来，哪里衣服漂亮，擦脸的便宜，我都清楚。齐红秀原本就是土生土长的江城人，这会儿有种到了自己地盘的架势，当下免不了挺直腰杆，瞧着别的小姑娘都羡慕地看着自己，顿时心里头越发骄傲。独独诚意，他隔着窗户远眺而去，越过一大片尘土飞扬的改造区。江城北边那是整个省城内最大的批发市场，那里才是数不尽的商机。10分钟后，车子终于到了省城文工大院，两排高大茂密的梧桐树一路蜿蜒到尽头，红色的大铁门气派又漂亮，院子很大，足足比元安县的要大好几倍。而这会儿已经停满了大巴车，甚至有些停不下的都排到了院子外面。蒋开庆啧啧了2声，已经站起身来了。他隔着窗户看了一眼，道：“老孙啊，没位置停了，咱们停到最边上去，别挡着路。”话说完，司机应了一声，紧接着蒋开庆又扭头对着众人道：“一个个拿好自己东西，咱们要下车了呀！下车的时候都把腰杆挺直了，精神点，别丢了咱们元安县的脸。”蒋开庆说完，所有小姑娘小伙子都齐刷刷挺直了腰杆。比赛这事儿不常有，2年可能才举办一次。这里头有几个都是去年才考进元安县文工大院的，也是第一次比赛，这还离比赛8字没一撇呢，就已经紧张的掌心冒汗了。几个关系好的互相安慰，独独诚意神色淡然，慢条斯理的将自己随身背着的挎包整理好，又将自己放在上面行李储存处的皮箱给拎了下来。车子停稳，老孙开了门，诚意跟着人群下了车，走过水泥路，穿过红色铁门，诚意打量着面前这栋7层高的文工楼。江城文工大院，诚意上辈子来过一次，那会儿都已经是20年后，他功成名就了，文工大院早就翻新了一遍。他是作为杰出江城人被邀请回来做文艺工作指导的。人群围着自己说着讨好的话，一个个脸上挂着讨好的笑脸。而如今他成了最不起眼的新人，还是临时拉过来充数的，真可谓是天差地别。一路上蒋开庆遇见不少熟人，说笑递烟，聊着这一次比赛的内容，大多数是为了探探对方的虚实。程毅一声不吭，跟着人群后面走，脑袋里盘算着等会儿空闲时候要去的地方。不大一会儿就走到了省城里头给元安县安排的宿舍。这一次一共来了17个人，女生偏多，因为还有舞蹈汇报演出。蒋开庆带着职位，有自己的单间，其余的剩下6个男生一个房间，10个女生分为2队，住另外2个宿舍。女生住2楼，男生住1楼，别的县城来的也都这样安排。乍一眼扫去，就看见宿舍门口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各个县的名字，代表着不同县城的宿舍。李志刚刚好睡在程毅的对面，他脸色难看，气得放行李的时候都砸得床板砰砰响，搞得宿舍里头气氛紧张。其余几个小伙子也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毕竟临门一脚自己的角色被抢了，谁心里头都不好受。几人一声不吭，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赶紧把床铺整理好，之后就打着哈哈互相扯了几句，离开了宿舍。程毅慢条斯理的铺床，抖开被单，发现里头
还有媳妇儿给自己塞的白面馒头，这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塞的，被单裹着，还有点温热。坐了一路车，他是真的饿了，打开油纸就咬了一口。最原始的面香。李志刚看得额头上青筋直跳，他甚至觉得程毅这分明就是在羞辱自己。你以为拿了欧阳平的角色以后，就能在文工大院里横着走了吗？李志刚冷冰冰盯着他，你这样目中无人，早晚有你受的。程毅咬了一口馒头，嚼了嚼，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你再和我说话。李志刚，好家伙，这话差点没给他气死。屋子里就俩人，自己不是和他说话，是和谁说话？程毅慢条斯理从床上下来，又将自己随身带着的黑色挎包背好，这才定定地瞧着他。是啊，一个欧阳平的角色不能横着走，那我以后就努力，不管什么欧阳平还是陈平、李平、赵平，只要是男主角，我都努力争取。一个角色不行就2个，2个不行就3个，大不了以后把男主角全包了，这样大概以后就能横着走了吧。程毅说的皮笑肉不笑，却看见李志刚的脸色越来越白。妈的！李志刚差点没爆粗口，这人是疯了吗？如果真的按照程毅说的来一个主角他抢一个，那自己要怎么办？难道永远给他做配角吗？永远只能做一个籍籍无名的小角色吗？太阳穴一下接着一下突突的跳着，李志刚攥紧拳头，死死盯着程毅，骂道：你这个疯子！程毅耸耸肩，不再搭理他，径直大步离开了。而他没看见的是身后李志刚阴鸷起来的神情。人总是这样，有些越过底线的事，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再也没了心理挣扎。他想，与其以后处处被程毅压着一头，倒不如一次性解决。到了那时候，这男主角还是自己的。第77章批发市场进货。比赛在明天。蒋开庆作为团长来了省城之后，就是开不完的会，基本上都是明天比赛要注意的事项，然后今年开年以来文工团的工作汇报等等。因此下午是自由时间，不少小姑娘们结伴去长江路买衣裳，讨论着现在流行的花样，还有烫什么发型最时髦。90年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最开放的一代，穿衣自由，言论自由，因为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因此接触到的负面情绪较少，人民们的精神高度满足。程毅走出文工大院，看见不远处的树林下有大学生在拉着手风琴，对面站着一个穿着红色散字裙的姑娘，认认真真的唱歌，是苏联的歌曲，淡舌晦涩，旋律却优美好听。程毅走到路口，人群多了起来，他拦下一辆人力3轮。去哪儿呀？车夫问道。程毅笑着道：江北批发市场。好嘞，您坐稳。40分钟后，车子停下，程毅抵达批发市场。2块钱。车夫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一把汗，咧嘴笑道。程毅也没含糊，从口袋摸出2块钱递了过去，一跃下了车。江北批发市场是江城内最大的批发市场，从80年代开始红火起来，直到如今。8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冒头的时候，很多人做批发都是偷偷摸摸的，从阳城那边捯饬货物过来江城卖，都是小巷子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生怕被逮着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可是90年代不同了，尤其是省会城市，接触的信息渠道多了起来，思想开始空前大解放。在村子里还有做生意丢人的想法，可是到了省会城市，这思想反倒不常见了。满大街都是做生意的，丢谁的人？挣不着钱才丢人。程毅理了理衣服，又将挎包放到胸前，塞进皮带里，时时刻刻能盯着。他这才走进人流中，道路两边都是林林总总的店铺，不少店家还弄了2张长板凳，上面放着一块门板，门板上堆满了衣裳。哎，瞧一瞧，看一看，阳城最新的货，羊绒呢子面料，过季便宜卖了。这是线衫，瞧瞧这工整程度。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手工织的，这可是机器织的。你瞧瞧，手工织的哪有这么顺？这是弹力袜，小姑娘最喜欢了，你拉一拉，保证不变形。道路两边都是叫卖声，这也是程毅来这里的目的，买衣服。要说90年代什么最好挣钱，那绝对是衣裳。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响起，女性的思想迎来了大解放，再加上港城文化冲击，内地的穿衣款式也逐渐多样开放起来，甚至于胆子大的吊带裙也敢穿出街，高跟鞋、坡跟鞋，包括各种款式的乔其纱料子，放眼望去十分漂亮前卫。甚至于到了20世纪，流行又轮回成了复古风，倒是让80、90年代的衣裳再次火了一把。程毅当年听人说过，单单是开一个成品衣店都能够挣得盆满钵满，简直像是背着麻袋捡钱一般。他仔细观察过，省城里头的成品衣店已经不少了，不过放眼望去，很多都是品牌衣裳，什么班尼路、梦特娇，还有一些名牌鞋店，彪马、阿迪、
大小历来老人头等。这年头，不少兜里有钱的已经开始追求品牌了，能够买得起一件带牌子的衣裳是一件倍有面的事。而元安县到目前为止，除了百货大楼内有诚品一店，主要的2条街道居然全都是裁缝店。想挣钱就要成为第一个螃蟹的人，抓准商机。小伙子，要买啥？摊主是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立领皮夹克、蓝色牛仔裤、阿迪经典3道杠球鞋，一看腰包就鼓。他对着程毅嘿嘿一笑，将面前一大堆衣裳往前推了推。瞧瞧，都是最时髦的，昨儿个才从阳城过来，大工厂的货，好着呢。程毅低头看了一眼，款式的确不错，波点乔其纱的灯笼袖上衣、鸡心领的长袖，还有全棉的长裙、打领带的水手衫等等，款式新颖，都是当下最时髦流行的。要知道，这年头大陆货不值钱，再便宜，单价低，累死累活也卖不出去。货物一旦压在手里头，那可真就是钱砸手里头。而程毅之所以选择搞服装，原因很简单，他上辈子混娱乐圈的，这一行没人比他更熟悉了。有时候拍杂志，为了能够得到品牌方的青睐，往往熬2个通宵，将杂志之前爆火的款式都看一遍，仔仔细细了解一番，就为了谈判时候能增加一点筹码。还有拍摄年代戏的时候，也会注重服装这一块。因此，服装对于程毅来说，算是最不容易出错的行当。他顺手捡起2件波点衬衫，外面罩着深色女士西装，下面不搭配西装裤，偏偏配一条2片呢子裙，再搭配一双中长袜。如果条件好的，搭配一双坡跟小牛皮鞋；条件跟不上的，白色球鞋也可以。程毅的脑海里一套接着一套的搭配冒出，他也飞快地将这些衣裳打乱剪出。中年男人看得一愣一愣的，在他的眼里，这小年轻买衣裳是真的奇怪。比如拿了女士西装，可是西装裤又不拿，还有波点裙，下面为什么不买配套的直角裤？各种乱七八糟的衣裳，就像是乱拿一通。他心里当即给程毅下了个定论：这年轻人指定不会买衣裳，估计是刚开店的，乱买一通里。不过他也不会点出就是了，能来自己这里批发，管他拿什么，能挣钱就行。这些都多少钱？程毅一共挑选了3套搭配的衣裳，一共9件。中年男人扫了一眼，道：这些便宜，都是32一件的，呢子料子的裙子要贵，50一件，还有这女士西装料子也是好料子，42一件。他边说着，边将衣服按照价格分类摆开。程毅咧嘴一笑：哥，我一样买10件，抹个零呗。他边说着，边抽出一根烟递了过去。第78章，这是我找的新人，帮着指点一下。中年男人没多想，顺手接过来，将烟塞进嘴里咬着，又拿了个小计算器出来，正准备算，就见一只手摁在自己手上。我是说单价抹个零，成吗？中年男人眼皮子一跳，差点没吐血。啥？单价抹个零？他差点没把嘴里头叼着的烟给吐了，急急忙忙将烟挂在耳朵上，一脸难看摇头：不成不成，这可真不成。你要说总价抹个零，我还能接受，这单价抹个零，这可太亏了。边说着，他边拿着计算器噼里啪啦一顿按。那，你看，一共1240块，我给你抹零，少40块，咋样？他急了，看着程毅道：这可抵得过别人1月工资了。程毅皱眉，装作一副为难的样子，最后终于咬牙点头答应了下来。成，那就少40吧。中年男人一愣，他怎么感觉自己似乎有点被套路了？毕竟想一想，要是按照自己以往给人降价，顶多在20块以内，什么时候免过40块了？他一脸菜色，支支吾吾想要反悔，一抬头却又看见程毅已经掏出钱包，高高兴兴付钱了。哥，这是定金，我过2天才回去，到时候你准备好，我上午过来拿。得，话说到这份上，再反悔就没意思了，只能自个儿暗暗吃个教训，多留个心眼儿。中年男人不情不愿地写了收据，接过了程毅递过来的那500元钱。接下来，程毅一共逛了好几家店铺，重生回来，时间线足足往后拉了20多年，在时尚搭配这一块上，程毅的眼光独到极了。甚至于一些瞧着不起眼的衣裳，比如最简单的纯棉印花白短袖，被他搭配一件碎花波点乔其纱的裙子，也一瞬间漂亮灵动起来。灯笼袖的白衬衫搭配一条背带裤，青春活力又漂亮。最后逛完批发市场，程毅带来的7000块钱也用得差不多了。虽说都只付了定金，但是余下的钱后天就要付尾款，毕竟批发市场都是小摊小贩，再一个人家和你不熟悉，谁愿意给你赊账？程毅算了算，现在能动用的资金也就只剩最后200块。他走出批发市场，有些哭笑不得，居然有种瞬间回到解放前的错觉。转眼到了第2天，今天是各个县城话剧团比赛的日子。程毅一大早就被蒋开庆给喊醒了，他手里拿着剧本，卷成喇叭形状，敲了敲门，冲着房间里头喊：都几点了？
一个个还不起来排练？瞧瞧别的文工团，再瞧瞧你们这一个个生了懒筋，真不想比赛了是吧？都给我赶紧起来！昨儿个下午就不该放你们出去，一个个都玩疯了。蒋开庆的话还是很管用的。一个个原本睡得正香的小伙子刷刷刷的支棱起了脑袋，虽然睡眼惺忪，却很快的从床上下来了。刷牙洗脸5分钟搞定，甚至还有人用冷水冲了个头，立刻清醒。去吃早饭，咱们去院子里头排练一下，赶紧的，别迟到。蒋开庆说完，又继续上楼去喊女生们起床了。李志刚面色阴沉沉，同宿舍的其余几个人都不敢惹他。独独程毅仿佛没看见似的，侧头看了他一眼，懒洋洋问道：怎么了这是？一夜没睡啊？你这状态不太对啊，小伙子。李志刚，他冷笑了一声，没搭理程毅，心里头却已经开始疯狂盘算着要如何除掉这个碍眼的人了。在省城里头他没认识的人，可回了元安县那可不一样了。他倒是要看看这小子回去之后还怎么在自己跟前蹦跶。毕竟这个年头死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多少人出去了就没回来。李志刚认识的一个叔叔就在派出所里头上班，他可听说了，这人没了，只要找不到尸体就没法立案。他深呼一口气，压下躁动，熬一熬，熬到回去就好了。吃完早饭，众人来到大院里头。江城文工大院的院子很大，昨天停在里面的车子都开出去了，这会儿偌大一个场地就像是抱团似的，每个县城都占了一块地方，一些关系好的兄弟县就挨着边站，大家一起聊天，十分热闹。蒋开庆早早就在等着了。老远见着程毅等人，当下赶紧伸手对着他招了招，这边赶紧过来。程毅走近了，才发现蒋开庆的身边还站着俩人，一男一女。蒋开庆笑着介绍，这是铁心兰，德兴县的文工团团长，这是马立东，咱们兄弟县德阳县的团长。他说完，意味深长地看着程毅道，他们可是文化大县，底子很足的，你们都来瞧瞧，长长见识。铁心兰闻言顿时一笑，蒋老哥，瞧您这话说的。铁心兰道，谁不知道当年在部队里头实力最强的就是你了。元安县虽然底子弱些，但是有你在，这2年指定赶上来。他说着又探头朝着程毅等人看了看，瞧着底子都不错呀。这话说完，眼神忽然落到了程毅的身上，顿了顿。活了大半辈子，干文艺工作干久了，眼睛总会和别人不一样些。打个比方，常年跳舞锻炼的身形总会下意识挺拔，一种昂扬的姿态，而跳芭蕾的则是习惯性的外八走路，搞体育的则是喜欢踮着脚走路。独独这个年轻人，虽然外貌条件出色，个子也达标，但是瞧着怎么看怎么感觉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懒散。似乎是察觉到铁心兰看着自己，程毅迎上他的视线，对着他浅笑示意。铁心兰眸光深了深，这小子半点紧张害怕都没有，从刚才到现在一直站在一边静静观察，哪里有半点同龄人的浮躁。一旁的马立东显然也注意到了，笑着挑挑眉，看着站在队伍最前面的程毅道，这是谁？新面孔啊，该不会第1年就挑大梁饰演男1号吧？蒋开庆笑眯眯地拍了拍程毅的肩膀，也没瞒着，是啊，刚找的新人，让他锻炼锻炼，你们要是有空就帮着指导一下。第79章比赛开始。新人，好家伙！程毅抬头朝着蒋开庆看了一眼，先抑后扬啊，这是。马立东和铁心兰互相看了一眼，双方眼睛里都看见了惊讶。新人，怎么回事？要知道这一次的比赛可是关乎着明年江城往下拨的资金的啊，他们每个县城里头都恨不得将自己最拿手的台柱子推出来，怎么这蒋开庆还找了个新人？两人想问，却又没好意思开口。3个话剧团彼此都是兄弟县的，凑在一起，当下就热热闹闹的聊开了。李志刚浓眉大眼，身材挺拔，站在人群中十分惹眼，一看就是男1号的模样。当下不少小姑娘凑了过去，悄悄打听。李志刚的心里终于好受了不少，他露出笑脸，声音浑厚的说着一些笑话，惹得小姑娘们哈哈大笑。反观程毅，找了个角落蹲着，手里拿着随地捡来的石头，在地上一笔一画的写着什么。等会儿争点气。蒋开庆不知道什么时候跟着蹲到了自己的身边，将茶杯盖子拧开，吹去茶叶，抿了一口。程毅抬头笑着看了他一眼，上一次输了。蒋开庆回过味儿来，说的是自己上次比赛。他嗤了一声，要是我自己上，保准能拿个第1，可是咱元安县底子弱，再加上这种东西吃天赋，输了不丢人。说是这么说，但是这微微扬起的语气和一脸不悦的模样，还是叫程毅看出来了，他这是心里头愤愤不平呢。这一口气压根顺不下。程毅也的确猜对了，蒋开庆哪能平得下这口气呢？当年3人一起入伍当兵，他还是队长，
不管是各个方面，自己都是最吃苦、最出色的。后来退伍，他心里惦记着回原安县，这才义无反顾的来了。可原安县的文化底子实在是太薄弱了，没什么好苗子。这2年来，即便是曹开达和蒋开庆猛抓，却还是在上一次比赛中输了，前3名都没拿到。而马立东和铁心兰分别包揽了第1、第2。瞧着2人上台领奖的时候，蒋开庆的心里是真的不是滋味。要知道，那可是当初自己的位置啊。自从那次比赛结束后，蒋开庆就卯足了劲儿搞话剧，甚至于不惜到处挖人，集体上课，自己也跟着一起学习。今年终于能排演出完整话剧了，这些都是蒋开庆一点点汇集起来的心血。不然的话，缺了一个小角色而已，何至于他自己亲自找演员？2人并排蹲着，什么都没说。良久，程毅终于在脑海里将全部的台词过了一遍，而后笑着站起身，对着抬头看自己的蒋开庆道：“不就是个第一吗？我给你正来瞧瞧。”蒋开庆一愣，旋即就看见程毅大步离开的背影，他的心里头一瞬间泛起了一种极其微妙的感觉。这年轻人不赖。比赛的地方就在院子的最右边，那里是新建的大礼堂，几层台阶往上，3扇大门这会儿都开着，陆陆续续的观众们走进去入场。这些观众都是各个单位组织过来的，每个观众手里都有一张票，等到表演完毕后就可以进行投票了。参加比赛的一共10个县城，倒不是其余的县城没有比赛资格，而是一些县并不注重搞文艺，因此干脆就不参加。10点整，观众入场完毕，远远就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西装套装的中年男人对着这边招手：“准备了，准备了，按照序号，咱们依次入场啊，争取今天搞定。”为了保证公平性，看话剧的观众都是同一批，中午包一顿饭，外头就有合作食堂，每人来之前也得到了一张打印的红色饭票，能够领取一份餐饭。这中年男人叫做李记，是主持人，负责通知和主持。这会儿拿着大喇叭一喊，边说他就边跑进大礼堂了。序号是带团的人领取的，蒋开庆带的文工团刚才抽取的是10号，最后一个出场。这个序号也叫他忧心忡忡。不管任何比赛，出场顺序都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出场容易让观众打低分，因为他们会对后面出场的节目抱有保留性期待。最好的顺序就是中间往后的位置，观众们情绪热情饱满，全身心投入节目，往往在现场气氛的带动下给出更高的分数。而最后一个出场的则是全然相反。试想一下，做了一天，再好的东西也都看腻味了，热情消失，转为敷衍，甚至有的人会胡乱打分。蒋开庆攥着刚刚抽到的入场序号，掌心都冒了一层的汗，这手气没谁了。齐红秀这会儿也紧张，他小心翼翼跑过来，探头看了一眼，问道：“团长，出场顺序很不好吗？”蒋开庆无奈点头：“是啊，最后一个，到了那时候大家都累了，肯定会对咱们节目有影响。”他说着，话题却又拐了个弯儿：“不过咱们到时候拿出12分的热情来，声音大一点，情绪饱满一点，积极对待，总能感染观众的。”鼓舞的话说完，立刻得到了一片互相打气的加油声。蒋开庆虽说无奈，可是这会儿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听天由命吧。马立东和铁心兰的位置都算不错，一个第5，一个第6。礼堂里面是留了位置给各个话剧团演员的，别人表演的时候他们可以在下面观看，不过没有投票权就是了。第一个表演的话剧团进去了，蒋开庆则是拿起了手里的小旗子挥了挥，朗声道：“来来来，一个个都跟着我啊，咱们进去瞧瞧别人的表演形式，优点得学，缺点咱们得改，最后一个出场有什么关系，咱们拿奖拿第一就成。”这话说完，大家的情绪也都被调动起来，一个个整齐的排着，跟着蒋开庆上了楼梯，走进大礼堂。眼前光线陡然一暗，程毅从后门走进了大礼堂，适应了一下昏暗的光线，才终于看清楚了这个大礼堂的模样。这礼堂是真的很大，约莫能容下500-600人。红色的丝绒布套着的椅子，头顶上还有区域灯，而正前方则是一个开阔的阶梯舞台。第80章，撞戏了。天鹅绒幕布悬挂而下，两边是隐藏在幕布后面的楼梯，头上有4盏强瓦数的灯。此刻舞台上来了几个工作人员，正在飞快布置场景。人群落座，到处都是交谈声，主持人正在看台词本，准备着接下来的汇报演出。现在我宣布，90年江城各个县城话剧团汇报演出正式开始。李记笑着拿着话筒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介绍，之后宣布这一次的话剧比赛正式开始。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最先出场的罗场县，县城这2年发展的很好，因为走了市场经济，县城里头的养猪场接连开了好几处，江城里头的猪肉基本上都是从罗场县拉来的。经济跟上了，就有钱支持文艺工作了。县城去年拨了一笔资金下来，专门搞文工话剧，打眼一瞧，这一个个演员虽说还有些怯场，演技也一般，
但是实打实透着暴发户的架势。表演完毕，几人鞠躬，下方用力鼓掌。只有个专门负责收票的工作人员拿了一个铁皮箱子，在座椅前的通道挨个走过，觉得表演的不错的观众就会将自己手里头的票投进去。紧接着幕布放下，李记上来活跃气氛，说着一些俏皮话。幕布后，工作人员赶紧变换场景，换下一个汇报演出的县城上场。比赛进行得很快，一个县城基本上占用的时间是30分钟，有长有短，一些县城准备的不太好，甚至到后来紧张的台词都说错了，这种就会无形中导致紧张，下意识的加快表演速度，亦或者是错漏台词和场景等等。元安县排在最后一个，再加上看了别人的表演，心里头也有个底儿。众人多多少少还没有紧张的情绪，直到德兴县和德阳县2个县城出场，两个可谓是文化强县，一前一后表演，所有人都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场内的观众情绪被调动了起来，甚至一开始还打盹的观众也都支起身子，好奇地盯着台上的话剧。演到哪儿了？赶紧和我说说，这小姑娘表演得好，叫人怪喜欢。可不是吗？之前的那些都一般般，瞧着总感觉不咋样，这德兴县的话剧团不错呀，看着我都要掉眼泪呢。好了好了，别说了，咱们瞧着就成了。小声的议论声落入耳朵里。元安县话剧团有人小声嘀咕，怎么办呀？李师有些忧虑的程毅眼，感觉他们演得真好，咱们还能不能赢啊？齐红秀盯着舞台，掌心也出了一层汗。是啊，原本还以为咱们表演得挺不错的，可是这会儿心里头又没底儿了，他们怎么连一个小配角都演得那么好呀？蒋开庆瞪了他一眼，你们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咱们的戏差哪儿了？一个个的还没上场就露了怯，还怎么比赛？蒋开庆压沉了声音。众人一听这是生气了，当下也就齐刷刷不吭声了。德兴县表演完毕，掌声足足响了1分钟。而接下来的德阳县上台后，齐红秀顿时坐不住了。他们好像演得和咱们一样，也是于无声处。啥？这一下所有人都不淡定了，一个个探着脑袋朝着舞台上瞧去，恨不得仔仔细细看个透。李记这会儿还没介绍报幕，但是从他们的这个角度看去，已经能够看见幕布后搭建的场景了，桌子、病床还有电话等等道具。这一切的一切，他们再熟悉不过了，这就是于无声处的场景搭建。这是装话剧了。果然，众人还没来得及讨论，就看见舞台上李记笑眯眯地走过来，对着众人鞠个躬，又挥了挥手，身后幕布拉开，露出里面的场景。接下来是上午的最后一场戏，是德阳县为咱们带来的话剧，也是咱们国家最有名的话剧之一《于无声处》，大家欢迎！下方再次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可这一次，元安县的演员们没一个鼓掌的。齐红秀已经着急得冒眼泪了，可是却又不敢和蒋开庆说，只能下意识地朝着程毅看去。而这一看，他却忽地愣住了。程毅坐在椅子上，双腿前伸，双手靠在膝盖上，眼神直直盯着下方正出场的话剧演员。他极认真，眸色冷静睿智，盯着正开始的表演，一只的手指似乎无意识地轻轻上下弹动，没有慌乱，没有害怕，甚至连一丝丝的紧张都没有。他仿佛自成一个世界，周围一切喧闹都和他没关，叫人看了都跟着下意识平静下来。而上辈子也就只有一直跟着程毅的助理才知道，这是程毅思考揣摩的时候才会露出的神态。他不是什么骄傲自负的人，遇见强敌他也会认真揣摩，观察对方的演技的薄弱点，还有周围观众的反应。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一点点进步，每个角色都演绎得惟妙惟肖。没有天生的演员，却有天生的观察者。程毅恰好属于后者。德阳县的确很强，这部戏他们甚至不是专门为了比赛才排练的，实际上在比赛之前，去年开始他们就排演了这部话剧，之后在各个村长的大礼堂和公社里头演出，获得一致好评。他们的表演早就成熟且烂熟于心了，一番表演下来完美无缺，甚至于告别舞台时的笑容和鞠躬的弧度都刻在了骨子里。下方掌声雷动，甚至还有人兴奋地站起来鼓掌，远远地冲着他们竖起大拇指。之前觉得德兴县演的还不错，现在看来第一名就是第一名啊，这演技可真好。这部戏我之前就看过，这是我看过最好的版本了，看得我简直是揪心。这个何世飞怎么能这样呢？要我说就该拉牢里头去吃枪子儿。这个欧阳平也挺好啊，何云和他在一起可真是有福气了。马立东笑着上台，和众人挥手，又带着队伍下去了。第81章，他不再是程毅，而是欧阳平。没一会儿，德阳县的演员们就跟着马立东回到位置上，恰好不好就在元安县的前面。人群还在小声议论，说着刚才表演的事情。马立东则是端着茶杯打开抿了一口，一回头就看见蒋开庆脸色不太好看。老蒋，
听说咱们撞戏了啊？你瞧瞧，这得多巧！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咱们汇报演出就经常撞，没想到这会儿出来带团了，还能撞。蒋开庆脸色难看，挤了个笑容出来。是啊，真巧。马立东见蒋开庆这样，心里顿时一阵爽快。当初在部队里演出，自己永远是万年老二，他的上面总是压着一个蒋开庆，而现在，则要不说风水轮流转，好日子总是在后头呢。德阳县演完，投票完毕，这就已经比完了6个县了。这会儿马上12点，投完票后，李记就宣布中场休息，大家伙去吃饭。下午1点半开始继续比赛。人流有序地走出大礼堂，外头太阳光亮，明晃晃一片灿烂。走到食堂，程毅打了饭菜，慢条斯理吃着。6个男生坐在一桌，彼此都没什么胃口。他们都在聊着德阳县的表演，李志刚则是拿着勺子，有些心不在焉地往嘴里塞着，眼神不由自主地落在程毅身上。妈的，这小子到底是真的不在意，还是假的装着不在意？那可是去年拿了第1的德阳县。刚才表演的时候，台下观众可都是站起来鼓掌了，蒋团长的脸色也一直阴沉沉的，可是这小子怎么还是一脸平静的样子？李志刚心里头郁闷极了。实际上自己拿了这小角色后，他心里就一直不平衡。现在瞧着程毅要吃瘪，他巴不得程毅露出一副紧张害怕的样子，最好下得出糗，叫人看了笑话，那才是他最愿意看见的。可程毅一脸平静的模样，仿佛什么事儿都没发生，简直是叫人心里头憋闷极了。装什么装？到时候一样要出丑。李志刚愤愤地吃着饭。人群里，李石终于没忍住，抬头朝着程毅看了一眼。程毅，你不紧张吗？德阳县表演的真的很好，咱们……余下的话李石没说完，他这会儿吃饭都没心情。程毅已经吃完最后一口了，他慢条斯理擦了擦嘴，又将食物残渣装进餐盘里，这才抬头看了李石一眼。紧张有用吗？他平静道：遇见强大的敌人，害怕只会显得自己更加怯弱而已，只有仔细观察，取长补短，才能一击毙命。他说完，走到李石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你应该相信自己，相信唐前辈，相信我。程毅说完，拿着餐盘离开。李石的眼睛亮了亮，一脸的若有所思。1点半，下午场开始。眼见着一个接着一个的县城表演完毕，很快就要到最后一个了。元安县的几个演员们都下意识地绷紧身子，紧张的都不敢大喘气，一个个彼此都在加油打气。经过1中午蒋开庆的动员指导，大家伙的状态都好了不少。尤其是唐金森也来了。唐金森作为前辈，老戏骨，在省城里头还是有很多同事和战友的，因此唐金森不住宿舍，之前一直都没出现，一直到下午比赛前，他才被蒋开庆带着进了大礼堂。老戏骨就是不一样，沉稳淡定，走进来之后，视线慢慢的在众人的脸上环视了一圈，而后道：慌什么？演好自己的，名次又有什么重要？一个好的演员只会享受演戏的过程，这么在乎输赢，像什么话？这话一说，众人又纷纷安了心。也是，这主角都不慌，他们慌什么？第1名、第2名又有什么关系？他们能站在这个台上，就已经是成功了。一个接着一个县城表演完毕，台下的观众们都已经逐渐露出了疲惫的神情，打着哈欠，有些兴致缺缺。李记作为主持人，却仍旧精神饱满。他走上台，拿着手里的台词本看了看，旋即笑道：可真是巧合了，今天最后的一个县文化团参演的话剧居然也是于无声处，说明这话剧在咱们国家可真是深入人心，是一块不可磨灭的瑰宝。接下来我们有请元安县蒋开庆团长所带领的话剧团为咱们呈现这部话剧《于无声处》，大家欢迎。声音落定，下方零零散散的响起了一些掌声，大家打着哈欠，彼此聊着天。这话剧我记得上午的德阳县不是演了一遍吗？可真不错，怎么这会儿还有人演啊？元安县话剧团，我记得这个县的文工团好像并不怎么样。是啊，还是前年蒋开庆下去才抓起来的。蒋开庆这人我听说过，手段强，也有点本事，但是说到底底子太薄了，今年又和文化大县德阳县撞上了，估计讨不了好。真是可惜了，当年我记得蒋开庆也算是挺有名的呀。舞台上幕布拉开，4盏灯全部被打亮。程毅的心里出奇的平静，实在是太多了。上辈子自己面对镜头，面对观众，足足30年的时间，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喝水吃饭一样自然。他走上舞台，灯光落在自己的身上，他的眼前黑漆漆的一片，仿佛什么都无法看清，唯一能够让自己注意到的只有面前的场景，圆桌、沙发，还有自己的母亲梅林。此时此刻，他不再是程毅，而是欧阳平，这个热血而耿直的青年，这个不惜为了自己的信仰抛弃的生命的年轻人。比赛并不是全部演完，
为了节约时间，基本上都是节选一个片段，而只有最后获得了第1名的县城才有机会进行全话剧表演。到了那时候，不仅仅是文工团，还有省城里各个机关单位的领导都会受邀前来观看，这才是莫大的荣誉。元安县节选的片段刚好就是在欧阳平拿出诗歌后，何世飞报警，然后小民兵跟着队长过来抓人的片段。这一场戏也算是重头戏，揭露何世飞的真面目，还有欧阳平被抓的惊愕以及愤然。第82章第1名，十分考验演技。圆桌旁，饭菜吃到一半，欧阳平和何世飞发生了争执。他愤然抽出诗集递给何世飞，叫他仔细看一看，能感受到精神上的召唤。何世飞大惊，偷偷打电话报警。李志刚饰演的小民兵赶紧接电话。而该说不说，李志刚全部的表演都是完全按照诚意那一段的表演来的。虽然瞧着有些违和，但是起码不出戏。观众甚至有人还注意到了这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心里头颇为感慨。这小伙子样貌条件都不错，怎么就演了个配角呢？哒哒哒，门外响起敲门声。欧阳平正在照顾梅林休息，他走出房间，来到客厅，何云正在看诗集，听见声音，他抬头问道：“谁呀？”何世飞赶紧走过来，瞪了何云一眼，而后伸出手，一把将他手上的诗集扯掉。看什么书不好看这种东西，不许你看！何世飞将诗集攥到怀里，走过去，越过欧阳平，一把将门打开。队长同志，就是他，这本诗词就是他写的，赶紧把他抓起来！风灌进来，冷得刺骨。屋内，欧阳平脸色大变，他拳头攥紧，身子往后下意识地退了一步，死死盯着何世飞和队长，胸腔里的情绪翻涌，他的脸上满满都是悲愤和不敢置信。这一刹那，欧阳平心里巨大的信任被摧毁得一干二净。这个人，他可是自己对象的父亲，他可是自己最信赖的叔叔，是在最落魄的时候才会想要投靠的人。可是他却举报了自己。何叔叔，是你举报了我。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整个人往后退了一步，靠在墙上，满眼猩红。而这话说完的刹那，台下几百人一瞬间鸦雀无声。他们感受到了那种悲愤、痛苦和不敢相信的绝望。就连何世飞都微微一愣，旋即似乎是不敢面对欧阳平指责的视线，侧开头看着李石饰演的民兵队长，小声嘟囔：“对，就是他，就是他写的这诗词，不信你们自己问，他刚才亲口和我说的。”何云终于缓过神来，流着泪站起来，盯着何世飞，大声道：“爸爸，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打电话给他们？你太过分了！”他跑到欧阳平的身边，含着泪看着他，想要替自己父亲解释。欧阳平，不是这样的，肯定有误会，我不知道我爸爸会打电话给民兵大队，你别生气好吗？他哽咽着道。可是曾经的爱人欧阳平却往后退了一步，唇角微微一抿，冷冷地看着他。还能有什么误会？欧阳平道：“不过我相信这件事和你没关系，我不会认为你和他是一伙的。”他说完又挺起胸膛，直直地看着走进屋子里将他围成一团的民兵。“你们要抓就抓，一群没有精神领袖的可怜虫！”他大声说道，声音慷慨激昂，仿佛千万情绪在胸腔里激荡，急需宣泄。“你们尽管来抓我吧，我进去了又怎么样？就算这条命都没有又如何？我的身后是千千万万个我，千千万万个欧阳平。”他大步一迈，双手高举，脸上满满都是为正义慷慨就义的决然。民兵队长没说话，走上前给欧阳平戴上了手铐。而就在他往前走2步的时候，欧阳平却又忽然停了下来。他扭头看向颤颤巍巍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梅林，眼眶蓦地一红。“妈！”他喊道，声音颤抖，眼泪滚落。双膝猛地跪在了地上，重重地朝着梅林磕了3个响头。儿子不孝，今后不能伺候母亲，可儿子为了心中所坚持的正义，为了国家，为了我的信仰，从不后悔。一声接着一声，层次递进。猩红的眼，泛红的额头，以及站起身时那挺拔不屈的神情，将这一幕戏彻底带上高潮。梅林拄着拐杖，靠着门墙，眼泪纵横，泣不成声。而台下不知道是谁先带头起的呜咽声，细小的声音夹杂着汹涌的情绪，迅速感染了身边的人。偌大的现场，小小的哭泣声蔓延开来。戏演完后，舞台上演员鞠躬告别，下方甚至都没有人鼓掌。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上了年纪的，也经历过当年那个动荡的时代。国与家的抉择，心中信仰和现实的碰撞，都仿佛一个钩子，勾出了他们那些尘封的回忆。足足3分钟后，才有人回过神来，终于带头开始鼓掌。掌声连成一片，全场起立，足足鼓掌了1分钟，才终于停歇。李继红着眼上台，对着众人鞠了个躬，感慨动情道：“
真的十分感谢元安县的话剧团为咱们贡献出这么精彩的演出。大家如果觉得好看，支持的话，可以将手里的票投给他们。接下来我们会进行票数清点，选出最佳的话剧团。蒋开庆带着几人回到自己的位置，脸上带着笑，合不拢嘴。马立东和铁心兰也都围了过来，两人的视线牢牢落在程毅的身上，终于没忍住，走过来，探头看了看。这是新人。铁心兰对蒋开庆道：“蒋哥，你这是从哪儿找来的新人？我也去随便找找。”马立东感慨：“你这是憋大招啊！这种演技，我之前去京都话剧院的时候都没见着过，太叫人震撼了。那爆发力，那说来就来的眼泪，那双膝朝着母亲跪地时的愧疚，以及为了自己信仰决然不悔的神情，叫他在台下看着的时候都双眼一热。这个演技无人能及，谁敢说是新人？”蒋开庆哈哈一笑：“真的就是随便找的新人，我骗你们干什么？”蒋开庆有些飘飘然，心里头那口气终于畅快了。他之前在歌舞厅里唱歌，我告诉你们，他唱歌跳舞样样不落。三人聚在一起说着话，贱货拉着程毅问东问西，场面热热闹闹的。直到李记再次上台，他的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了投票结果。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安静了下来。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就在我的手里，废话咱们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来颁布获得第一名的县城市。李记打开，笑着念出了票数：326票，元安县话剧团。第83章，电视台副台长陈朝辉。当听见元安县话剧团这几个字眼的时候，饶是做好了心理准备，蒋开庆却仍旧惊喜的眼眶湿润。他几乎是下意识的转身，一把握住了唐金森和程毅的手，用力的晃了晃。真是太叫人高兴了。他喉咙发紧，哽咽道：“真是太谢谢你们了。”程毅笑着道：“这是咱们整个话剧团努力的成果。蒋团长，您要是实在是高兴，回去请咱们去吃顿饭，咋样？”蒋开庆闻言大方摆手：“吃顿饭有什么不行的？2顿都可以。”话剧团内众人顿时笑出了声。马立东和铁心兰虽然遗憾，但是却输得心服口服。实际上，当程毅的表演忽然爆发出来的一刹那，那澎湃的情感和极其精妙的演技都叫他们明白，这一次第一名绝对是元安县的。几人上来祝贺，接下来就是鼓掌、上台颁奖等等。程毅跟着众人走了一遍流程之后去了食堂，蒋开庆特意订了一张桌子，众人围在一起吃饭。拿了第一名，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喜气。程毅的演技有目共睹，所有人都忍不住找话题和他搭上2句话。小姑娘们则是完完全全改变了对程毅的看法，毕竟人都是慕强的。再说了，之前对程毅的看法始终是道听途说，这段时间相处下来，程毅的为人和本事他们有目共睹。更何况刚才可是连马团长和铁团长都夸了他。程毅，我敬你一杯。一个穿着湛蓝色水手服的小姑娘站了起来，端着杯子，脸色红红的朝着程毅道：“之前我对你有偏见，这是不对的，我们都是同志，应该要先相处才能下定论，我误会了你，你不要介意。”程毅笑了笑，端起杯子遥遥和他举了举：“没关系，都说是误会了，解开了就好了。”他说完仰头喝了这杯啤酒。小姑娘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也端起杯子喝了一杯酒，脸色酡红，小女儿姿态尽显。气氛烘托到了，一些男人们也大大咧咧地笑了开来，甚至还说起了之前对程毅的种种误会。一杯接着一杯倒满，饶是程毅都有些招架不住。好了好了，一个个差不多得了啊。蒋开庆笑着对着众人摆了摆手，明天还有完整的演出呢，演完再喝酒吃饭，认兄弟也不迟。一个个的吃饱喝足，早点休息，给我拿出咱们元安县话剧团的精气神来。听见没有？听见了。整齐划一的声音响起，众人又是高兴的笑了开。这一顿饭吃到天黑，众人才走出食堂。程毅走回宿舍休息，而这边马立东和铁心兰还有几个省城认识的老领导，非得拉着蒋开庆继续吃饭聊天，开小场子去。对于程毅这个新人，他们非得问出点什么来才行。翌日早上10点，大礼堂内坐满了从省城各个单位里来的领导，台上正在进行于无声处的汇报演出。程毅和唐金森2人的配合几乎是完美无缺，台下响起一波又一波的掌声。演出完毕，不少人甚至上台和程毅、唐金森握手。而一个穿着中山装套装的男人走到程毅面前的时候，顿时叫程毅微微一愣。这个男人他有些眼熟，足足认了半分钟才算是缓过神想了起来。广播电视台的副台长陈朝辉，准确来说，这人算是个悲剧性人物，上过当地头版报纸，甚至连电视台都进行了报道。陈朝辉也是搞文艺的，后来去江城电视台当了副台长，可惜站错了队，被排挤，最后以至于只能辞职出走。那会儿已经是95年前后了，娱乐业开始高度发展，尤其是唱片行业，一张接着一张的唱片从滚石、英皇、
宝丽金等公司出品，赚得盆满钵满，内地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抗衡。陈朝辉胸怀抱负，将自己全部的钱都拿了出来，甚至不惜借下一笔高利贷，着手打造唱片公司。可惜时也命也，没有好的歌曲，没有一套完整成熟的体系，最后公司在苦苦煎熬了1年多的时间，彻底倒闭。他被高利贷逼得无处可躲，妻儿也和他离婚，彻底老死不相往来。最后在96年的大年夜，债主上门，油漆猪血泼了满地满窗户都是。门外咚咚敲门声作响，屋子内漆黑一片，他直接用一根麻绳挂在横梁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程毅那会儿刚准备离开省城去京都，看到这份报纸的时候是在火车站。那会儿报纸没有什么马赛克之类的东西，孤零零的尸体挂在麻绳上，双眼圆瞪，死不瞑目。程毅怎么能忘记欧阳平？陈朝辉笑了笑，再次拔高了声音喊了一声。他不知道程毅的名字，只知道他饰演的角色叫做欧阳平。程毅被惊醒，他赶紧伸出手握住了陈朝辉的手。你好，我叫程毅。程毅自我介绍完，一旁的蒋开庆赶紧过来使了个眼色。这是咱们江城电视台的陈副台长。蒋开庆介绍道，咱们江城的很多节目都是他提的采购提议，咱们元安县去年文工团也有一个同志去了电视台，都是靠陈副台长照顾提携。蒋开庆有些激动，这比赛的名额当初也是陈副台长给的呢。程毅，赶紧谢谢人陈副台长，不然哪有你上台表演的机会？这话说的，实际上这名额给不给，还有那个去了电视台的同志，都和程毅没什么多大的关系。可蒋开庆生拉硬拽的都要将两人牵在一起，甚至还冲着程毅挤眉弄眼，这里面的意思程毅当然明白，这是要给他铺路呢。程毅当然不会辜负蒋开庆的苦心，他笑着又伸出另外一只手，交叠握住了陈朝辉的手，道：谢谢陈副台长，赶明儿有机会我唱首歌给您听听，全当谢意。陈朝辉颇为诧异的看了一眼程毅，你还会唱歌？程毅点头，揶揄道：要不是歌唱得好，蒋团长可能还看不上我吧。第84章搭线广播台。这话说的顿时叫蒋开庆和陈朝辉齐齐笑了。蒋开庆笑道：陈副台长，这话他可真没说错，当初我就是看他在歌舞厅里唱歌跳舞都不错，才叫他来试试戏的，没想到这小子演戏天赋也这么高。陈朝辉终于认真打量了程毅几分，他松开手盯着程毅，似乎是来了几分兴趣，道：不知道你唱歌唱得怎么样？昨天广播电台的主任还在问我要人，他们刚弄了个音乐电台，有一项真人互动的环节，结果一直找不到什么合适的人选。你要是唱得好，我可以推荐你去广播电台试试，他们收费标准是按照时长收费，应该不会太低。陈朝辉笑着道：当然，你要是不想去也没关系，毕竟算不上正式职工，一切都听你个人意愿。程毅听见他这话，倒是想起来这档子事儿了。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电脑手机流行之前，广大人民群众接收外来信息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听电台。80年代结婚中的4大件3转一响，那一响就是收音机，其中不少港台节目和音乐，他们就是从收音机里头听来的，也因此节目收听率也就成为了各大电台的头等大事。江城电台50年代就成立了，这些年一直不温不火。随着这2年经济高速发展，又换了新一届的领导班子，电台台长一上任就下了命令，要增加电台节目，牢牢抓住收听率。于是半年前，音乐电台就被推了出来。节目一开始推出来，收听效果的确十分不错，播放的都是港台那边的音乐，引得了广大青年的喜欢和推崇。可是这播久了，问题就出现了。一个电台总不能一直放音乐，而且那些音乐听多了，谁也会听腻味。再加上别的收听段也开始见货掺杂音乐播放，这收视率近1个月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于是电台那边又想了个法子出来，真人互动。真人互动无非就是电话连线，观众在时间段拨打进来，然后唱歌，主持人插科打诨，做足节目效果。这些观众基本上都是五音不全的，大白嗓子嚎着唱，主持人常常被逗得哈哈大笑，连带着收听率也蹭涨。可是效果只持续了7、8天就现了颓势，无非别的，这笑闹乱嚎听多了耳朵疼，腻味得很。电视台又派人去各个职工单位做了调查，得出一个结论，没有能镇得住场子的。所以现在电台一直在找人，想要找个唱歌好听的、扎耳的，好换一换节目效果。可是这个年代唱红歌好听的不少，往人群里一抓，拎着过来都能唱一首《北京的金山上》，唱得感天动地，眼泪哗哗。可一旦要他唱一首粤语歌、抒情情歌，那就是怎么听怎么别扭，不是那味儿。陈朝辉在电视台工作，见识的人多，因此电台主任才托他帮着留意一下。这会儿见着程毅，瞧着这个年轻人有些好感，又听说之前是在歌舞厅唱歌的，当下就起了心思。蒋开庆一愣，赶紧给程毅使眼色。要知道，只要能搭上一条关系，这今后来省城的话就能少好多麻烦事儿了。
程毅心里也在飞快盘算，这个年代娱乐行业就像是一张白纸，他如果能靠着电台打出知名度，之后靠着这知名度和陈朝辉的关系开唱片公司的话，程毅笑了笑，也不推脱，当下就清了清嗓子，唱了一段《漫步人生路》。程毅是真的有一把好嗓子，粤语清晰，圆润自然，神态更是放松又享受。陈朝辉就是搞艺术的，见过不少唱歌演戏的人，可是他这种独特的气场，就像是明明年轻的身体，却装着一个老成的灵魂。一曲唱完，陈朝辉终于露出了惊艳的神色，戏这么好，唱歌居然也这么棒。他想了想，当下走到下面，拿了一张纸和笔过来，刷刷刷写下了一串数字。这是电台主任的号码，你回去之后可以打电话给他，到时候具体怎么操作，你们再联系。陈朝辉笑着道，咱们江城怕不是要出个著名歌手。程毅笑着道了谢，他接过纸，仔仔细细的放好。陈朝辉这才转身离开。蒋开庆啧啧两声，伸手对着程毅竖起了大拇指，道，有机会就好好抓住，以后这路子走顺了，别忘了回元安县看看就成。程毅一笑，蒋团长想得太远了，饭一口口吃，不一步步走。不过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了，是蒋团长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才能走到这个位置。程毅认真道。蒋开庆心窝子一暖，这种被人由衷感谢的话，听着是真窝心。表演完毕，很快就到了返程的日子。下午，院子里头闹哄哄的，各个县城的大巴车都开始返程。程毅正在和蒋开庆请假，我下午自己坐车回去，还有点事儿，要去出去一趟。程毅还有衣服得拿回去，这事儿总不能叫一整个大巴车的人等自己。蒋开庆眉头皱着，事实上这种情况是不被允许的，这件事有点麻烦。蒋开庆拧着眉头道，我把你们一个个带出来，就得一个个全虚全影的带回去，你这擅自行动不符合规定，而且万一出了事儿。蒋团长，程毅开口打断他，咧嘴笑了笑，道，我又不是文工团的人，应该不算违反规定吧？再不然你要是不放心，我写张字条。好家伙，话说到这份上了，蒋开庆也就不好再说些什么了。最关键的是，他这会儿看着程毅是哪哪都喜欢。再说了，也不是什么大事。他当下点点头，道，成，那你写个条子，我给你批了。程毅当下刷刷写了个字条，大致意思就是自己离开文工团，擅自行动，自己回元安县，路上出了事儿，这一切都和文工团和蒋开庆没关系。字条写完，蒋开庆签字，这事儿就算是成了。第84章，我爸爸回来了。程毅挥挥手和众人告别，甚至都来不及听蒋开庆叮嘱两句。蒋开庆失笑骂道，这混小子！虽说是骂，但是这偏爱的程度，傻子都能看出来。人群中，李志刚脸色难看极了，他忍不住喊道，团长，你这也太偏心了，他这分明就是违反规定，你怎么能答应？蒋开庆慢悠悠地朝着李志刚的方向看了一眼，道，怎么，你要有他那本事，我也偏心你，自己角色都守不住，眼睛不盯着自己的短处，总想着抓人小辫子，怎么进步？李志刚被骂得面红耳赤，当下低着头不吭声了。程毅直奔批发市场，中年男人见着他来，是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这的确是一笔大订单；难过的是，这笔订单他居然抹了40块钱的零头，可真是亏呀！衣服拿来了吗？程毅问道。中年男人点点头，不情不愿地激昂自己脚下的一个大编织袋拿了出来。那你瞧瞧，对不对？程毅也没含糊，将编织袋拿过来，蹲下身子，将里头的衣服一件件全拿了出来，仔细检查线头、锁边，还有拉链的顺畅程度等等。这认真上道的模样，叫中年男人有些惊讶。哎，这小伙子瞧着怎么不太像是新手啊？刚开店做服装生意的，哪能想到这么精细的检查？检查完毕，程毅松口气，这些服装没有什么大毛病，顶多就是线头没有剪干净，拿回去自己修理一下就好了。这是尾款。程毅拿出钱，仔仔细细清点一番，递了过去。中年男人赶紧伸手接了过来。清点完毕，认了真假，他松口气，笑着和程毅道，下次还来啊？不过下次来可就没有这么好的优惠了，40块呢。程毅只是笑不说话，将衣服装进编织袋里头整理好，又去下个摊子拿衣裳。足足6000多块的衣服，3个大包。程毅一个人没法搬去汽车站，又临时请了个搬运工，10块钱，一路跟着去车站送着上车。回到元安县已经是下午4点了，走出车站，直接转车上了回程家村的班车。3大包下死人的行李，直接扛着上了车子顶。程毅有些担心，一路都盯着窗外，生怕没捆紧掉下去。天色擦黑的时候，程毅终于回了家。他喊人帮着自己看着衣裳，跑回家将老驴子牵出来。晴晴朗朗见程毅回来了，高兴的直蹦跶，不等他开口，就哼哧哼哧的爬上了板车。
晴晴也去，晴晴帮爸爸干活。妈妈说朗朗长高了，是个小男子汉了。小家伙们叨叨着，程毅又担心衣服，当下无奈笑着在两人头上摸了一把。好好，等下帮爸爸干活，晴晴朗朗真棒。赶到村头，3大包衣裳还在，程毅给人递了一支烟表示感谢，随后叫2个小家伙挪了挪位置，他将3大包衣服放了上去。嘿咻嘿咻嘿咻，晴晴站在板车上撅着小屁股，攥紧拳头，小表情严肃，认认真真握拳给程毅加油。朗朗则是伸出小胳膊拽着编织袋的顶部，小小的身子往后仰着，用力往后拉。朗朗也加油，用力用力，上来了。晴晴开心地蹦起来，程毅叮嘱他们小心掉下去，一边将3个巨大编织袋给拎了上来。小家伙们没地方落脚，只能趴在编织袋上。驴车往回走，摇摇摆摆地晃着，时不时咕嘎咕嘎扯着嗓子叫唤2声。到了饭点，不少村民端着饭碗蹲在门口吃饭，看见程毅回来，当下笑着打招呼：程家老二回来了，这2天没见着人，跑哪儿去了？哟，这啥东西啊，这么大，是不是又去哪儿发财了？托你的福，今天刚卖了螺丝给你媳妇儿，瞧瞧，我也吃上肉了。村民们笑哈哈的。晴晴朗朗虽然小，但是也听出味来了，这是夸自己爸爸呢。小家伙难免有些小骄傲。瞧见不少小伙伴们也从家里头跑了出来，好奇地端着碗扒在门缝上朝着他们瞧。晴晴顿时撅起嘴，歪着脑袋，一脸自豪地指了指程毅：我爸爸回来了，我爸爸可厉害了，他能做好吃的，还给我钱买辣条。朗朗点头，一脸认真补充：还可以买搅搅糖。对，搅搅糖，爸爸给我好多好多钱。哼，自豪，这是清清朗朗的爸爸，不是别人的。小伙伴们一听，顿时露出了羡慕的神情，有些扭头就冲着自己爹妈喊：我也要买搅搅糖。换来一阵骂：买什么买？天天吃饭不够你吃的，一天到晚就知道要钱，钱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小孩顿时哇哇大哭。程毅无奈一乐，朝着驴大爷屁股抽了一下，咕嘎，驴大爷不爽，发出一声鸣叫。驴车趁着夕阳慢悠悠走回了家。院子里，林清然正在收衣裳，老远就听见晴晴朗朗在大喊：我爸爸回来了，我爸爸买好吃的回来了。他仔细听了听，无奈又好笑，将衣裳叠好走出门，就看见程毅赶着驴车进了院子。媳妇儿，他笑着冲他喊了一声：我回来了。程毅长久混娱乐圈，实际上很难流露出所谓的真情实感，常年见各色人各色导演和同行，往往露出一点情绪或者异样就能被人当作把柄锤死。程毅早就习惯性微笑了，可独独见着林清然和孩子，就好像褪去冷漠和伪装，他成了真正有血有肉的人，肆意而热烈。程毅跳下驴车，甚至没顾得上将晴晴朗朗抱下来，他就大步上前，伸出手，一把将林清然揽进了怀里。林清然一愣，反应过来，也下意识地伸手回拥了他。饿了吗？林清然柔声道：你想吃什么？晚上我给你做。程毅将下巴在他的肩膀上蹭了蹭，深吸了一口气。你做的什么都可以。他笑着道：生活不过如此，一日3餐4季，妻子在怀，子女绕膝，那些微不足道的遗憾仿佛都不重要了。第85章，别哭呀，爸爸和你们开玩笑呢。翌日，天色蒙蒙亮的时候，程毅就起床了。昨天从省城带回来的衣裳还没有整理完，昨天晚上和林清然熬夜，也就整理了一半。线头、熨烫还得一套接着一套搭配好，虽说不难，但是实实在在是个大工程。程毅拿了一个大的铝制平底壶，又去厨房将早饭的粥做好。等了一会儿，粥熬煮开了之后，这小锅里的水也嘟嘟的冒了泡。不得不说，农村里面的土灶台还是很有智慧的。砌灶台的时候，放下一圈铝制的罐子，一直延伸到靠近烟囱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铝制锅。当然，时间线往后推个几年，家家户户条件好起来了，这铝制的锅就会换成不锈钢的，耐烧，不容易裂。常常一顿饭菜做好，这小锅里头的水就热了。日常洗脸、洗脚都能。程毅刷牙洗脸完毕，用水壶开水灌入，之后又往小锅里头添了新水，任由米粥熬着。他回到堂前，将一件白衬衫仔仔细细摊开整理好。这是一件女士的白衬衫，程毅搭配了一件呢子半身裙，将黄色的配色搭配白色衬衫，十分百搭。程毅又往领口点缀了一枚叶子形状的胸针，闪闪发光，十分惹眼。只是因为压在编织袋里，这衬衫看起来有些褶皱。家里又没有熨斗，只能够用平底水壶装开水，勉强将就。咯吱，是门开的声音。程毅一抬头，就看见林清然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素色长袖，下面2片裙，版型是 A 字的，撑着裙摆十分偏漂亮，再加上她的脚踝极细，裙摆一衬托，越发盈盈一握，叫人移不开眼。你这是在熨衣服？
程毅无奈点头，衣服的质量得方方面面照顾到才能体现出来，这衬衫容易皱，不熨烫一下不好卖。林清然抿唇一笑，我来吧。他走过来，从程毅的手里自然而然地接了过去，轻声道，男人哪儿做得了这些活？程毅无奈耸耸肩，认了这话。的确是，搭配衣服自己还能够凭借上辈子的眼光完成，可是这种熨衣服的活他基本上都是交给助理的，自己从来不动手，不可能重生回来就会。刚才自己烫了好几下，衣服也总摆不整齐，如今瞧着林清然居然3、2下就完成了，程毅倒是有些后悔昨晚上逞强自己一个人弄了大半宿了。林清然的动作又快又稳，一件件原本被压得皱巴巴的衣服很快就恢复了原貌。他甚至细心地拿了一把剪刀过来，将一些没清理干净的线头修整完毕。期间水凉了，程毅去换了几次热水。7点钟的时候，这些衣服终于全部打理好了。为了防止再次弄皱，程毅特意将老驴牵着到了院子里，将身后的板车打理干净，铺上一层塑料皮，之后将衣服一件件整整齐齐地放好，压着的时候也确保完全舒展开。衣服很多，程毅倒是没打算一次性卖完，毕竟将近7000块的衣服呢。他带了约莫1/5，基本上每一套衣服都拿了。东西整理好，锅里的粥也开了，咕嘟嘟的这热气儿，程毅赶紧打了2个蛋冲开，放在灶台的旁边，等着晴晴朗朗起来。估计是听见了院子的脚步声，2只小家伙没多大会儿就探了个小脑袋出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趴在窗户上，小鼻子嗅了嗅鸡蛋的香气和院子里沸腾的热气儿，顿时叫2人的眼神逐渐清醒起来。妈妈，爸爸，2人喊了一声，又赶紧一咕噜下了床。只是到底还小，跑出来的时候，程毅一眼就看见了那穿的东倒西歪的袜子，还有左右不分的小皮鞋。1人1双小皮鞋，这是程毅在批发市场给他们买的礼物。小家伙宝贝着呢，买回来就迫不及待地穿，恨不得穿着睡觉。程毅笑着走过去，将他们的鞋子换好，又带着清洗了一番，之后抱着他们上了桌子。吃完早饭，晴晴朗朗在家里要乖乖的，听见没有？程毅耐心哄着道，爸爸要出门去卖衣裳，挣钱给晴晴朗朗买肉吃，好不好？他原本就是随意一哄，却没想到这话一说完，晴晴原本拿着勺子喝粥的动作顿时慢了下来。他看着程毅，忽然低下了头，半晌只看见他的小身子飞快地抽了一下。程毅一愣，下一刻小家伙就抬了头，大眼睛里头满满当当都是眼泪。他委屈极了，瞧着程毅，小胳膊趴着，一只手拿着勺子，一个劲儿地在碗里头搅来搅去，就是不肯再吃一口。爸爸又要走，小家伙的声音带着哭腔。他眼睛红红，伸出另一只手揉了揉眼睛，可是眼泪水哗啦啦的就往下掉。晴晴不开心了，晴晴不要吃肉，晴晴只想和爸爸在一起。朗朗也没吭声，抬着头定定地盯着程毅，小小的抿了抿嘴角。朗朗是男子汉，能帮忙干活，朗朗长大了。程毅这会儿有些手足无措，他赶紧伸出手去帮着小家伙擦眼泪，可是没想到的是，这眼泪居然越擦越多。他现在很有一种自己似乎是干了什么坏事的错觉，赶紧软着嗓子哄道，哎呀呀，别哭呀，爸爸和你们开玩笑呢。程毅赶紧道，他指了指车子，脑海里一个念头也冒了出来，那这样好不好？程毅伸出手，一人抓住一只手，轻轻地晃了晃。爸爸买的衣服里面还有小孩子的衣服，缺个模特，你们愿意当小模特吗？帮着爸爸卖衣服？模特？小家伙虽然对这词陌生，但是不妨碍别的话能听明白。晴晴擦了一把眼泪，终于不哭了，仰着头看着程毅，问道，那晴晴可以和爸爸一起去县城卖衣服了吗？朗朗也迫切地看着他，得，都这样了，拒绝的话怎么还能说得出口？程毅无奈又欣慰，点点头道，乖乖吃完饭，等下就带着你们去。听见程毅肯定的回答，2人终于露出笑脸。第86章，百货大楼对面摆摊，大口大口喝稀饭，吃完甚至还端起大碗跑到水盆旁边，一个压水一个洗碗，配合的又快又好。8点整，林耀东和二胡子等人也过来了。程毅特意等了他们一会儿，见着林耀东过来，他对着林耀东招了招手，后者赶紧跑了过来。师傅！他热切的紧，瞧见院子里居然连衣裳碗筷都洗好了，他当下皱着眉头道，师傅，这些事情我来做行了，你不用做的。这年头拜师，那可不像是后世那么随便。天地最大，父母其二，师傅第三。这年头拜了师，那是要帮着师傅洗衣做饭，甚至一些勤快点的，连孩子都帮着带。师傅揍你，你得一声不吭接着；师傅骂你，你得说谢谢师傅教导。林耀东那是实打实的将程毅当着师傅看待的。这段时间他天天来帮忙，只是林清然不让，结果这会儿程毅回来了，居然也没留事情给自己做。林耀东心里头不安心，总觉着这师傅拜得名不正言不顺，莫不是程毅不愿意收自己？
几个念头闪过，林耀东甚至都急了，正准备说点什么，却见程毅笑着冲着自己摆摆手：“以后这螺丝的生意就要交给你了。”程毅笑着道：“这是配方，拿去。”他说着，将一张小纸条递了过去。林耀东惊的眼睛瞬间瞪大了：“这是配方？就是那些一堆不知道啥玩意儿，让炒螺丝好吃的秘密。”林耀东惊愕了半晌，都没敢伸手去接。他不否认自己的确是为了配方来的，但是按照他的想法，怎么着也得3年5载，自己跪地发血誓，自己不会在元安县做生意抢饭碗，程毅才会将真正的秘方交给自己。可是这才多久？程毅笑着道：“这配方不是白拿的，你给我做3年，工资照开，3年后这元安县的螺丝生意我就全交给你，咋样？”做螺丝生意只是自己的一块跳板而已，他已经成功积累到了第1桶金，目的就算是达成。这3年表面上是给林耀东立下的一个规矩和条框，实际上不过是看他的品行如何。如果他真的按时做到并且遵守，那么说明这人起码能够保证最基本的忠诚，换句话说是做生意的好帮手。林耀东的眼眶几乎是瞬间就红了，他盯着那纸条，又看着程毅，忽然往后退了一步，而后重重地跪在了地上：“谢谢师傅。”他哽咽着道，又伸手用力地在脸上搓了一下，给程毅端端正正地磕了3个头：“您对我真是比我亲爹亲妈还好，我指定报答您。”程毅赶紧拉着他起来：“好了好了，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你要是想报答我，就好好干，做出点成绩给我瞧瞧。”他伸手拍了拍林耀东的肩膀，轻声道。林耀东点点头，咧嘴笑了，之后将纸条小心翼翼地揣进口袋里，高兴地连走带蹦。说到底也就是10几岁的大男孩，爹不疼娘不爱，如今好不容易拜了个师傅，对自己是实打实的好。林耀东不傻，他能感觉得到。林耀东这边交代完毕，程毅一转头，林清然已经牵着驴车走出来了。今早程家村起了大雾，8点了雾还没散。寒春已经过去了，天气变得温暖了不少，草木都从一开始的嫩绿慢慢颜色深了。远处山头乍一眼望去，雾气萦绕，见货勃勃的绿色帽头交织辉映。晴晴朗朗趴在板车上，手里头拿着林耀东给他们折的小蚱蜢，开心的互相打闹。老驴慢悠悠走着，程毅有时候等不及，给他一鞭子，顿时鼻孔喘着粗气，哼哧哼哧的快了不少。40分钟后，车子抵达县城。今天刚好周末，县城街道上人来人往，不少姑娘手里拎着布袋逛街，裁缝店成了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90年代应该是精神最富足的年代，这个时候的青年男女负担没那么重，没有高昂的彩礼，门当户对的家世，对等的职位等等，只要相爱就结婚，没房没车没负担，真的叫做完完全全为爱发电。因此不少职工都是所谓的月光族，手里攒一点钱就想消费，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那就买下来，实在不行就还2个月都可以。程毅赶着驴车穿过正大街，直奔百货大楼。周末的百货大楼永远是最热闹的，打眼瞧去，到处都是穿着靓丽拿着布包的小姑娘，一些关系好的还互相挎着胳膊，说着工作上的趣事。程毅将驴车拴到百货大楼对面的柳树下，之后抽出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麻绳，捆在相邻的2棵柳树上，将塑料布掀开，驴车上的衣裳露了出来。2只小家伙见状赶紧帮忙，抽出衣架递给了程毅：“爸爸，给你，给你。”晴晴踮起脚，奋力地将手上抓着的衣架递给程毅。朗朗则是盘腿坐着，小眉头拧在一起，虽说动作笨拙，但还是费劲儿地挂好了一件衣服，朝着林清然递过去：“妈妈，这样可以吗？朗朗做得对吗？”林清然接过来看了一眼，虽然歪歪扭扭没有挂整齐，但是稍微整理一下也就没问题了。他对着朗朗竖起大拇指，笑得温柔：“朗朗真棒，都能帮妈妈干活了。”一家4口颜值都超高，尤其是林清然站在刚刚抽条的柳树下，身姿纤细柔美，手里拿着衣架，认认真真的整理衣裳。她穿着一件水红色的针织衫，里面一条棉麻长裙，搭配了一双坡跟鞋，浅色的袜子，头发半扎半散，上面用小抓夹抓出了一点头发，蓬松而微乱，却带着别样的美感。微风拂来，江面荡漾，波光粼粼，柳树翠绿，姑娘柔美，孩子可爱乖巧，男人更是一脸温柔地看着他们。这情景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不少人停了下来。这是摆摊吗？卖什么呢？一个年轻俏丽的姑娘停了下来，她看了一眼林清然身上的衣服，惊讶的道：“你身衣上真漂亮，我还没想到居然能这样搭配呢。”的确，第87章，这些搭配瞧着陌生，可真漂亮呀。这年头大多数人买针织衫都是里面搭配一件棉质衣服，下面一条黑色直角裤，时髦一些的就会买一条牛仔裤穿，可很少有人穿这样的长裙配针织衫，
下面又是坡跟鞋和米色的袜子，看起来很奇怪，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好看。程毅见来了生意，当下将手里的衣裳挂在麻绳上，笑着介绍道：“对，这些衣裳都是我从省城大市场拿回来卖的，正宗阳城货。”他说着，递了一件呢子裙过去，还有一件衬衫，道：“您瞧，这料子，这走针，这质感，可不是一般大陆货能比的。姑娘家里条件显然不错，身上穿着的就是那紫面料。”他是个识货的人，当下接了过去，仔仔细细的用手指摸索了一下，又借着光瞧了瞧纹理和走线，发现的确质量极好。这衬衫下面搭配一条呢子裙，那这个胸针免费送的，一扣，气质立刻就出来了。程毅笑着道：“姑娘眼睛都跟着亮了亮，真奇怪，要不是程毅这样说，谁也不会想到呢子裙能搭配衬衫穿。衬衫难道不应该都要配裤子吗？尤其是港剧里面那些英姿飒爽干练的女强人，往往白衬衫、黑色西装裤，脚上一双尖头牛皮鞋，那才是漂亮洋气里。可是这会儿听着这人这么介绍搭配，小姑娘下意识地想象了一下这一身到身上的样子，顿时满意的点了点头。这衣裳多少钱啊？姑娘问道。单件卖还是整套卖啊？程毅笑着道：白衬衫单卖43元，呢子裙贵一点，单卖的82，要是一起买，便宜5元钱，一共120，一套120元。这价格在这个年代来说，怎么都不算便宜了。程毅见小姑娘脸上露出了犹豫的神情，当下继续开口：小姑娘，这料子在这里比百货大楼里头的便宜多了，您识货，我不说您心里都有数。这料子，这针脚货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程毅笑着说了，又补充道：你身材这么好，穿上肯定好看，气质一提，整个人都上了个档次。这样，你买回去要是不喜欢，就拿回来退，只要没水洗，没弄破弄脏，我原价退还。这年头敢给出这样的保证，绝对是绝无仅有。小姑娘原本就喜欢这一套搭配，虽然有些犹豫，但是听着程毅这么一说，当下她一咬牙，狠狠心就点头了。成，那就给我来这一套，我买回去试试。她露出笑脸道：一套120，而且其中有一件还是呢子的料子，这家各方在百货大楼肯定拿不来。程毅将衣服从衣架上拆下来，递给了小姑娘。小姑娘刚好点完钱，也一并将120元钱递给了她。小姑娘走后，林清然和清清朗朗也终于将衣服挂好了。整整10套衣服，小年轻姑娘的衣裳最多6个款式，剩下的4个款式分别为一套男童一套女童，还有2套是男士的。男士的衣裳就比较简单了，程毅特意选了一套西装西裤，还有一套 polo 衫搭配直角裤，简单大方。衣裳挂好，一溜排开，5颜6色，就像是小彩旗似的，格外引人注目。之前那小姑娘买了衣服后没多久，就陆陆续续有人看过来，只是也没抬脚过来看，毕竟你挂了衣服，谁知道你是不是晒衣服的。程毅给两个小家伙使了个眼色，等会儿爸爸喊，你们也跟着喊，听见没有？听见了。程毅拿了个从村委会顺来的喇叭放在嘴边，清了清嗓子，而后中气十足一声喊：卖衣裳了。清清朗朗听见程毅喊完，当下一前一后站在板车前，有样学样的将小手做成了小喇叭的形状，大声跟着喊：卖衣裳了，衣裳卖衣裳，好看顶呱呱。2个小家伙的声音脆生生的，尤其是晴晴头上扎着2个羊角辫，用红色的毛线捆了好几圈，直愣愣的竖着，蹦蹦跳跳的时候一颤一颤的，十分可爱扎眼。3人跟着前后脚喊，当下就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姑娘们看新衣裳总是眼神最尖的，这一瞧，嘿，那一排衣裳挂着可真漂亮，各种款式都有，好像是卖衣裳的，可真新鲜。摆摊卖衣裳我就听说省城里头有，咱们县城还没见过呢。走走走，咱们去瞧瞧。那条裙子远远看着真漂亮，咱们去瞧瞧，感觉挺适合你的气质的。哎呀，那好像还有男装，我刚好想给我对象买件衣裳，裁缝店里头都要等10天半个月，谁等得着？去看看，比划比划，不合适咱们就不买呗。人群总是有从众效应，当最前方的几个姑娘们朝着这边涌过来后，身后不少人原本是打算去百货大楼里头买衣裳的，结果都跟着人群往这边走了过来。一群姑娘将程毅和林清然以及2个小家围在最里面，好奇地看着麻绳上挂着的衣裳，问道：这些衣裳都是你搭配好的吗？可不可以单卖？这些搭配可真奇怪，但是看着又怪好看的，能不能试一试啊？程毅笑着介绍，都是省城批发市场来的货，阳城那边运过来的，这些搭配都是我挑选出来帮着搭配的，各位要是喜欢试一试，要是不喜欢也可以单买，质量绝对好，买回去的搭配要是不喜欢，3天内可以无条件退货。好家伙，
有了这话，当下就有姑娘伸手将麻绳上的衣裳给拿了下来，都是搭配好的一套，表面有绒球的套头卫衣，还有里面加绒的直角裤，男士的 polo 衫，女士的背心长裤，外面一件单薄的线衫等等，打眼一瞧，十分好看。有人拿起来照着自己身上比划比划，又扭头对着自己同伴道：“瞧瞧，啥样？好不好看？”姑娘一脸惊艳的竖起大拇指：“这衣裳可真适合你的气质，你一穿上，整个人都亮了。”这番夸奖叫姑娘喜笑颜开，赶紧扭头过来问程毅：“老板，这衣裳多少钱？单卖还是成套卖？”第88章，我不怕吃苦。程毅笑着道：“单买成套买都成，不过我建议你成套买，能便宜不少，而且最重要的是免得回去之后搭配不好看。我这一套给你搭配好的，洗洗明天就能穿，保准独一个。这年头哪个姑娘不爱俏？”一听这独一份儿，而且是搭配好的成套衣裳，当下就露出了笑脸。成，那就给我一起拿了吧，记得要给我便宜点，要是穿着漂亮，下次我还来买。小姑娘开开心心的将自己选中的衣服包了起来。程毅给她算钱，一共135，给她算130。那钱给你。对方笑着将钱递过来，程毅顺手接过，就将钱递给了一旁站着的林清然。林清然一愣，没有伸手去接，却见程毅往前探了探身子，之后一把将钱塞进了他的手里。媳妇儿管钱，天经地义。他咧嘴一笑：“拿着吧，我忙着呢。”林清然正然接过，周边有小姑娘听见这话的，当下一个个笑着闹了起来：“哎呀，姐姐，你可真命好，这年头还有男人给钱给女同志的，可真少见咧。可不是嘛，我家那个每次一发工资就花完了，我每次买衣裳还得瞧着他的脸色。幸好我自己有工资，攒了钱，否则这日子指定过不下去。真羡慕啊！希望我也能找一个男人，不说他把钱给我管，只想着他能多疼我一点就行了。”姑娘们顿时嘻嘻哈哈的笑了开。林清然脸蛋红红，赶紧接过钱，仔仔细细的放进了自己的腰包里。这边晴晴朗朗也不闲着，踮起脚尖，将手里的衣裳一件接着一件往外递。漂亮姨姨穿这个，这个好看。哇，姨姨漂亮，这个衣服姨姨喜欢不喜欢？喜欢，晴晴给你拿。两个小活宝手里头拿着比他们还长的衣裳，在人群里窜来窜去，嘴巴就像是抹了蜜糖，甜的不行。程毅有些欣慰又好笑，他还记得第一次带着两个小家伙去百货大楼的时候，他们怕生躲在自己身后不肯说话。而这段时间家里头做生意，村子里头不少村民们都送螺丝来家里，再加上林耀生那群人也天天陪着他们玩，结果倒好，这才多少天，胆子居然已经这么大了。谁不喜欢好看的小奶娃？两个年纪稍长的原本在人群外看热闹，结果被两个小家伙拉进来，伸手递了2套童装给他们。阿伯，这个给宝宝穿，好看。约莫50出头的女人没好意思拒绝，接过来看了一眼，发现这一套衣裳的确是料子好，搭配的又好看，套头的长袖，下面一条棕色的灯芯绒长裤，耐穿又耐脏。婶子，这些可都是从羊城来的货，料子走真绝对好，您瞧瞧，这要是买回去给您的大孙子穿，保准您儿媳妇乐开花。程毅笑着道。那中年女人估摸着想起自家大孙子穿上这衣裳的模样，当下笑得合不拢嘴，点点头，又将那衣裳放在自己跟前，瞧了又瞧。成，我也难得来城里看他们一趟，就买一套吧。多少钱？48。您要是要，我给您45，成吗？一抹就抹了3元钱，这叫中年女人那点不舍顿时消失了。她爽快掏出钱，将衣裳小心翼翼地塞进了自己的包里。这要是有个布袋子装着就好了，弄脏了就麻烦。她笑着打趣了一句，之后将衣裳小心翼翼折叠好，放进自己随身背着的包里。那是一个编织带缝起来的袋子，虽然周边都翻了毛边，但是很干净，里面还装着钱和一些自己做的鞋垫等等。程毅想了想，递了一张油纸给她，大娘，用油纸包着，下雨都不会弄脏。中年女人赶紧道了谢，小心翼翼将衣服又拿出来，用油纸仔仔细细裹好，这才放了进去。衣服卖得很快，尤其是女士服装。林清然甚至后来还被当成了衣架子，试了一些外套。她的身材原本就很好，肢体修长匀称，再加上一张脸蛋漂亮温柔，总是将身上的衣服衬托得越发出彩。小姑娘们跟风购买，差不多1个半小时，全部的衣裳都销售殆尽。甚至还有一些听见风声过来购买的小姑娘，在瞧见衣裳都卖完了后，一脸的委屈又遗憾。明天你还来不来？小姑娘一脸急切地看着程毅，道：你要是来，衣裳多卖些钱都没关系，那一套长裙子是真漂亮，我今天都没买着呢。程毅笑着道：来，
明天上午我就来，要想买长裙和呢子外套，你可得早些，不少客人都想要。小姑娘一听，顿时急了，我明天一大早就来，一定得买着。衣裳卖完，收拾完毕，程毅看了一眼天色，估计也得10点多了，回去做饭总有些晚，而且他心里头还有别的心思。我们去吃饭，吃完看看房子。程毅赶着驴车，扭头对着林清然道。林清然正抱着2个小家伙坐着，一时半会儿有些没听清，下意识问道：什么？看什么？看房子。程毅慢条斯理回答。他挥着鞭子，指挥着驴大爷穿过大街小巷，眼神飞快，在一排排低矮的平房中过了一遍。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们在县城找个房住吧。服装生意可能还要做一会儿，每天赶着驴车跑来跑去不方便，而且明年晴晴朗朗就要上学了，村子里头的学校我不放心。程毅说完，身后好半晌都没动静。他回头瞧了一眼，却发现林清然的眼睛有些红，他正低头悄悄抹眼泪，似乎是察觉到程毅看自己，他赶紧偷偷别开了头。我不怕吃苦，他轻声道。程家村的日子是真的苦，明明已经90年了，村子里也不少人家都过上了快活日子，但是独程毅家却过得和人家80年代似的。林清然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熬下来了的，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不管血和泪，都一个人咬牙往肚子里咽。第89章租房子搬家。他不怕苦，真的。程毅一愣，旋即明白他的意思了。刚好走到了饭店门口，程毅干脆拉停了驴车，无奈翻身下来，又上了板车，蹲在林清然的面前，仔仔细细盯着他瞧了瞧。不要有负担，程毅解释道，做这一切也不单纯是为了你和孩子，我自己也担心呀。他伸手将他额头上汗湿了的头发拨到一边，细心解释，歌舞厅的工作我还没辞职，再加上咱们还得卖衣裳，这天天跑来跑去，我也吃不消。再说了，最近总听说不太平，晚上我一个人骑车，那么远的路，我也害怕。他揶揄笑道，你也不想这么年纪轻轻就守寡吧？林清然赶紧伸手想要在他的嘴巴上拍一下，然而程毅反应极快，飞快侧头躲开了。呸呸呸，快打一下，不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林清然着急道。程毅被他动作逗得笑出了声。那搬家不搬家？他一把捉住林清然的手，笑眯眯地看着他，要是不答应，这嘴可不能拍。林清然被他的眼神看得浑身上下都不自在，明明就是个简单的拍拍嘴去晦气的动作，怎么叫他的眼神一瞧，什么就都不对劲了呢？他红了脸，小声嘟囔，你是一家之主，搬家这事还不是你说了算吗？你去哪儿，把我和晴晴朗朗带上就好，我不怕吃苦。嫁夫从夫。林清然的思想虽然比一般女性要先进不少，但是说到底还是被这个时代拘泥。她熬着苦日子这么多年，即便上辈子死于非命，可都从来没有动过离开的念头。很傻，却也弥足珍贵。她给了一个男人从少年成长足够的爱和力量。程毅心里暖烘烘的一片，他抓住她的手，轻轻在自己的嘴巴上拍了一下，接触的刹那，他飞快地在她的掌心吻了一下。湿润的触感传来，叫林清然吓了一跳，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转身朝着周围看去，却发现没有人注意到自己，他这才松了口气。别闹了，他轻声道，赶紧抽回手，将晴晴朗朗2个小家伙抱了起来，之后下了车。一家4口进了国营饭店。这是3店，早些年最火热的时候就靠着一手做鱼的好技术打出了名声，后来国营饭店倒了一家又一家，3店却靠着过硬的技术留了下来。一家4口进去，点了5个菜，3个都是鱼，清蒸长江鲜桂鱼、臭鳜鱼，还有一个红烧小杂鱼，其余一个是西红柿炒鸡蛋，另一个是清炒青菜。清蒸桂鱼是给2个小家伙吃的，臭鳜鱼被端上来的时候，晴晴朗朗皱起小眉头，互相偷偷看了对方一眼。晴晴小声凑过去，在朗朗的耳边说了一句话，后者一脸凝重，深表认同，重重的点了点小脑袋。程毅看得好奇，问道，怎么还说悄悄话呢？说什么啊？晴晴一脸忧愁，朗朗则是攥着小拳头，忍了忍，半晌才一字一句道，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吃臭臭？程毅，好家伙，自己这父亲形象怕是要全毁了呀。一顿饭吃完，一家4口又走回了百货大楼。程毅决定在这个附近租房子，一来是地理位置好，方便出摊，二来是人多，人多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较安全。他现在开始做生意，会被不少人盯上，这年头兜里有钱就是原罪，不少势力总会变着法的要你交保护费，要是你上头没人罩着，只能交钱吃闷亏，否则今天砸摊，明天派人来捣乱，生意甭想往下做。程毅找了人问了房子的事儿，没一会儿，一个老头就带着他朝着百货大楼旁边的一片家属楼走去。这儿以前是有一个向阳厂的，年头厂子都拆走了，这块楼就空出来了，不少家属都挂着出租，你瞧瞧有没有需要的？
这房子可算是咱们元安县顶好的房了。老头手里头拿着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的响。程毅跟着他进了1楼的一间房，两室一厅，门前还带了一个院子。虽说这会儿荒草往外长的膝盖那么高了，但是朝向朝南，面积还是很不错的。屋子里刷的白漆，房主之前打理得很好，瞧着十分干净清爽。家具什么的就得你自己买了，71个月，房租很便宜了，周围都是这个价。但是这房还送院子，划算的不能再划算了。程毅看了一眼，心里对这个价位也满意，扭头看向林清然，怎么样，这个房子喜欢吗？林清然点点头，没忍住又道，我很喜欢，都是水泥地面的，扫起来很方便，院子里也有水龙头，我还没用过，看着很新鲜。村子里家家户户吃水都是靠挑的，再要么就是自家院子里打一口井，有钱一点的就安装一个压水机，人工的那种，没钱的就直接用绳子绑住水桶，倒扣着往下一扔，听见砰的一声就知道扣准了，能拎上来1桶水。要是技术不好的，桶扔下去屁股掀着水，那这水就打不着，非得往下压一压才能进水。总之是个体力技术活。水龙头，林清然只听一些嫁到县城里头去的姑娘们说过，一个个说的眉飞色舞的，什么洗衣机、电视机、电话等等，他都听着新鲜。那会儿满心满眼只有羡慕，可是如今不过才1个多月的光景，居然自己也能住到县城里来了，心里头觉得奇妙又高兴。听见程毅问自己，他没忍住多说了几句，脸都红了。那就这一间吧。程毅定了下来，想了想，又转身对着老头儿道，另外您再帮我问问，看看这房子他能不能卖，租房子不是个事儿，买下来才安心。老头儿点头，成，赶明儿我问问他，不过价格估计得5、6千了，你要真想买就攒点钱，过年买也是可以的。程毅笑着道了谢。5、6千，这年头的房子的确是不值钱。第90章净利润3400块。可是他却清楚记得元安县的百货商场推倒重做后，这一块都进行了拆迁，而且那会儿拆迁政府没什么钱，补的都是房子，随后这里房价水涨船高，可谓是净挣不少。不过那都是后话了。程毅这会儿买房倒也不是为了今后的拆迁，而是这房子买下来始终是自己的，好叫林清然安心。林清然忍不住看了一眼程毅，人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租房再怎么租，怎么打扮装饰，总觉着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有家的感觉。可是这房产证上一旦写了自己的名字，明明白白告诉你这房今后归你了，那么就算是一个破旧脏乱的小窝，你也能生出归属感。敲定这房子后，程毅就交了3个月的房租。老头儿也不含糊，直接将钥匙试了试，递给他。程毅郑重其事地将钥匙递给了林清然，又在他的鼻子上轻轻勾了一下。那从今往后，这就是咱们家了。晴晴朗朗这会儿在院子里飞奔，院子里草长得很高很茂密，两人趴在地上捉蛐蛐玩。朗朗捉了个大的，晴晴想要，委屈巴巴地瞧着他。虽说不舍得，朗朗最后还是把蛐蛐给了晴晴。那，他道，晴晴别哭了，给你。小家伙接过来，一抹鼻涕，又挂着眼泪笑了。程毅喊他们，两人朝着程毅跑过去。以后这就是咱们新家了。程毅笑着道，明天买点家具，下午就搬进来住，好不好？新家。两只小家伙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这里吗？晴晴伸出小胳膊指了指身后的屋子，问道，以后晴晴和朗朗就住在这个家了吗？那我们家呢？朗朗有些不舍，但是瞧着这一片茂密的草，搬来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这里面有好多蛐蛐，指不定能在里面抓个蛐蛐王呢。晴晴，朗朗一脸严肃，双手附在身后，教育他，你要长大了，爸爸妈妈在哪里，我们家就在哪里，搬家不许哭，知道吗？晴晴委屈巴巴，知道了。程毅被两人逗得合不拢嘴，来，爸爸抱一下。程毅这话是对着朗朗说的。小家伙面露喜色，可是这小胳膊还是背在身后，脑袋点了点，叹口气，做出不情愿的神情来。那好吧。小家伙几步奔过来，双手绕住了程毅的颈项，他下巴靠在了程毅的肩膀上，眼睛眨了眨。他忽然觉得好像他的爸爸真的变好了，或许下次可以主动要一下抱抱，不然每次都是爸爸主动，他会伤心吧。唉，好难。翌日，昨晚上程毅在金凤凰歌舞厅里唱歌回来，又熬夜整理了衣裳，弄到好晚才睡。早上睁开眼的时候已经7点多了，他脑袋昏昏沉沉的，估计是晚上回来吹了风，坐在床边缓了一下才算是清醒过来。院子里林清然正在熨衣服，昨天衣服卖得太快，今天得多熨一些。他头发松松垮垮的挽着在肩头，穿着一件单衫，虽然有点小风，但是因为正在干活，因此一点都不觉得冷。似乎是听见程毅起来的声音，他抬头对着他一笑，清晨的雾气朦胧，
可他的眼却熠熠生辉，像是黑夜里的一对星子，璀璨极了。粥熬好了，你洗一下再吃。我给你煮了2颗鸡蛋，你别忘了。林清然飞快地熨好了一件衣裳，而后整整齐齐地叠放在驴车上，之后又拿起一件抖了一下，小心平整展开，放在了桌子上继续熨烫。对了，他忽然停了下来，看着程毅问道：什么时候收拾东西？家里的东西挺多的，咱们到时候收拾什么？程毅被他逗笑了，家里这一堆东西，你还舍不得当宝贝吗？程毅耸耸肩道：到时候全都买新的了，衣服、脸盆、锅碗瓢盆全都买新的，一个都不带走。林清然惊讶瞪大眼：全都买新的吗？他将衣服翻了个面儿，又小声嘟囔了一句：很多东西还能用呢。林清然是真的舍不得买新的，哪都要钱，现在正是做生意的紧要时候。程毅知道他心疼，当下拉着他给他算了一笔账。这些衣服约莫每一件衣服的净利润是20元。程毅拿起笔，又拿了稿纸，刷刷刷的给林清然算了一遍。我一共买了170件衣裳，这利润……他拉长了音调。林清然略略惊愕的瞪大眼，他原本想要仔细算算这利润，可是发现自己完全算不出来。3400块。程毅笑着道。林清然这一次是实打实的惊着了。这么多吗？他捂住嘴，下意识压低了声音，又朝着身边看了看。才不外露。他生怕被人听见。程毅被他可爱模样逗乐了，他点点头，屈起手指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弹了一下，笑道：挣钱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是为了能够让你和清清朗朗过上好日子，要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挣钱还有什么意义？媳妇儿，钱是挣来的，不是省出来，放心花吧。林清然被他模样逗笑了，点点头，也不再纠结。程毅吃完早饭，赶紧出门去找了村长程德根一趟。虽然搬家去了县城里头，但是家里的地还是要照顾照顾的。他放了100块在程德根那里，又说自己要去县城里头住着了，让他帮着照看一下地，有什么开支就记着，这100块就当看管费。乖乖，这可真多。程德根感慨又欣慰，伸手在程毅肩膀上拍了又拍。好小子，可真不孬，这村子里的地你放心，输给你看着，你放心去做，咱们程家村是时候要出个响当当的人物了。程德根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他就是瞧着这程家二小子不一样。自从变了个人后，他干啥都本事，卖螺丝、唱歌，前段时间还听人说在文工团里头搞表演去了。现在去县城做大生意，那都是有计划来的。哪个小年轻有这本事？照他说，这绝对就是干大事的料，绝不会差。第92章，小姨子林娇娇。林娇娇是县城郊区制衣厂的女工。元安县只有一个国营制衣厂，早些年做的衣裳往各个供销社送，可是这几年来国营企业开始没落，制衣厂也被别人承包了，如今换了个老板，弄了一些扬城款式的衣裳，叫他们直接按照这个款式做，用现代话说就是直接打版抄袭。不过这年头对于产权的意识还模糊不清，也就没人追究。只是即便如此，生意还是不温不火。毕竟衣裳从阳城那边传过来，又要买料子、画图、分发给各个女工等等，需要太长时间了。往往捯饬一批货出来，结果这个款式又不流行了，卖不出好价格，只能勉强维持着。不过对于林娇娇这种女工而言，她不在乎厂长生意咋样，只要工资福利照发，她能上班挣钱就成了。中午11点准时下班，林娇娇一把推开踩了一半的裤边，起身准备回家吃饭。一个平日里玩的比较好的女工赵微微挽着她的胳膊，两人一起往外走，聊着今天厂子里的事儿。走到门口，赵微微忽然轻轻推了推她，道：娇娇，咱们去百货大楼吧。你瞧，汪晴好不好看？汪晴是厂子里最漂亮的女工，工人的厂花，追她的男同志不说10个也有8个。林娇娇和赵微微两人看她很不喜欢，总觉得她太张扬，长着一张漂亮脸蛋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林娇娇皱起眉头，什么啊？汪晴哪里漂亮了？还不是她的衣裳。林娇娇说这话的时候，眼神也下意识地落到了汪晴身上穿着的衣裳上。她语气顿了顿，略略拔高道：她这一身衣裳从哪儿买的？百货大楼里有吗？我上个礼拜去怎么都没瞧见。上新货了吗？赵微微神秘兮兮拉着她往外走了2步，防止汪晴听见。对，那套衣裳是在百货大楼对面一个夫妻摊子买的，听说都是成套的衣裳，搭配好拿来卖，扬城最新的款式，谁穿谁漂亮。赵微微道：汪晴这一套就是在那儿买的，你瞧瞧她那得一件，咱们也去瞧瞧，万一有适合咱们的衣裳呢？林娇娇顿时心动了，她想着自己这个月还没买新衣服，虽然没什么钱了，但是可以找爹妈要，爹妈那么疼自己，总能答应的。当下点点头，跟着赵微微骑自行车朝着百货大楼骑去。
程毅和林清然今天拿了更多的衣裳出来卖，临近12点了，卖的也差不多了，只剩下最后3、4套没卖完。程毅准备收摊子，林清然却有些舍不得，拽了拽他的衣袖，轻声道：“再卖一会儿吧，下午要去买家具什么的，要花不少钱，衣裳卖了多挣点。”程毅无奈，只能答应下来，又伸手在自己口袋里摸了2颗小龙人奶糖出来，递给了秦秦朗朗。小家伙们坐在板车上，原本还无精打采的，这会儿瞧见有糖，当下高兴的一咕噜爬了起来，伸手拿起奶糖，剥开放进嘴里，好吃的眼睛都眯了起来。林清然笑着叮嘱2人别吃坏了牙齿，之后又将剩下的3套衣裳理了理，往前挂了一点。没一会儿就有小姑娘过来问价，她现在已经熟稔的和顾客交流了，甚至能温柔且耐心的介绍这件衣裳适合什么样的身材，穿起来哪显气质，亦或者是用一点小饰品搭配等等。而此刻不远处，林娇娇和赵薇薇骑着自行车从街道尽头过来，远远瞧见挂在麻绳上的衣裳，赵薇薇兴奋的不行，赶紧扭头对着林娇娇喊道：“你瞧，娇娇，就是这个衣裳铺，生意很好的，来晚了就没有了，好像只剩2套了，咱们赶紧去瞧瞧。”林娇娇点头，跟着赵薇薇过去，将自行车停在路边，走了2步，终于走到了摊位前。“老板，你这衣裳怎么搭配的？我们穿起来好不好看？”赵薇薇兴奋问答。林清然和程毅齐齐抬起了头，而这一刹那，赵薇薇身后的林娇娇陡然愣住，她惊愕的瞪大眼盯着面前的2人，半晌才开了口：“林清然。”林娇娇看着面前的女人，差点没敢认出来，这人居然真的是林清然，是她姐姐。林明生和赵春娇一共有3个孩子，最大的就是林清然，林娇娇是2女儿，最宝贝的就是小儿子林晨虎。林娇娇对于姐姐林清然是半点感情都没有，从小生下来，赵春娇和林明生都告诉她，有什么事儿就让姐姐去做，你好好休息就行。因此家里脏活累活都是林清然去干。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在林娇娇的眼里，林清然更像是家里的佣人，洗衣做饭，最后拿了一笔彩礼回来，林清然就嫁出去了。那一笔彩礼被赵春娇拿来给自己和弟弟1人买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自此之后，林清然这人就像是从他们的生活里消失了。林娇娇原本对这个姐姐就没有什么感情，后来过年见过几次，见她灰头土脸的，穿着也破破烂烂，更是听说丈夫对她不好，喝酒烂赌不着家，生了2个孩子都快饿死了，爹妈也都知道，却没提过拿着钱和吃喝去看看他们。家里的孩子总归如此，知道自己受宠，理所当然的会瞧不起不被看重的那一个。林娇娇就是这样，对她来说，林清然或许还没有自己身边站着的这个闺蜜赵薇薇亲密，也因此远远的看一眼，林娇娇压根没认出来。当然更大的原因是林清然如今改头换面，像是变了个人似的，面色红润，头发乌黑，穿着一身有质感一瞧就价格不菲的衣裳。最重要的是精气神不再像是之前那样唯唯诺诺，见着人就下意识避开视线，她的眼睛里有亮光，细碎如星子，一张脸蛋温柔秀美，五官夺人，叫林娇娇都不敢认。“你怎么会在这里？”林娇娇终于缓过神来，伸出手指着林清然，脑袋又朝着程毅看了过去。见着自己这个姐夫，她心里又是一惊。第93章，一个娘肚子爬出来，凭什么她这么丑？这个姐夫之前自己也有印象的，夸张的甩发，再加上说话油腔滑调，每每见着自己爹妈都喜欢吹嘘自己多么有本事，今后是要当大人物等等。可这会儿甩发变成了利落干净的碎发，五官俊朗帅气，身形挺拔修长，嘴角总是微微扬起，叫人心生亲近。2人完全大变样，和自己记忆里的仿佛是天差地别。林清然也认出了林娇娇，她有些意外，却仍旧笑了笑，道：“二妹，你怎么来了？和朋友一起过来买衣裳吗？”程毅往前走了几步，站在林清然的身边，头扬了扬，又笑着伸出手，指了指身后麻绳上挂着的衣服，道：“原来是小姨子，我没认出来。”他打了个招呼，又道：“要是买衣裳，可以打9折，自家人给你便宜些。”他一旁的赵薇薇听见这话，顿时高兴地拍了拍手：“原来你们是娇娇的姐姐姐夫呀，这摊子居然是你们的，可真太巧了。”赵薇薇又看林娇娇：“你姐姐可真漂亮，你怎么一点都不像她？”“哈哈，好像2个爹妈生的。”林娇娇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了起来，赵薇薇却浑然不觉，还在自顾自地说着。林娇娇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拳头也死攥紧了。她讨厌林清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从小到大，但凡是认识他们的，总会说上一句：“哎呀，你们怎么长得这么不像，压根不像是一个爹妈生的。”这话说得多了，林娇娇慢慢也注意到了自己和林清然的差别。即便小的时候
林清然再怎么穿得土里土气，怎么唯唯诺诺，但是她却长得极漂亮，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美。林清然身形窈窕，五官清美，尤其是流泪的时候，梨花带雨，楚楚可怜，叫人心生怜惜。而林娇娇呢，从小到大就胖，头发很少，发髻线高，脸也是圆方的。林清然就是随随便便用麻绳捆着头发也漂亮，雾蒙蒙的发丝儿一垂，风一吹，怎么都美。而自己从小到大，赵春教给自己买各种各样的发夹，往自己稀少的头发上一戴，怎么看怎么别扭。他怎么可能喜欢林清然呢？只要有他在，自己永远都像是一个小丑。林娇娇时常在想，都是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怎么就差别这么大？后来林清然结婚了，嫁了个浪荡子，听说她日子过得不好，常年在家里挨饿受冻，连买新衣裳的钱都没有。林娇娇的心里头顿时平衡了不少。也是，长得漂亮能有什么用呢？嫁得不好，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她心里头安慰了不少。这2年自己一毕业，她爹林明生就托人找了关系，将自己送进了制衣厂当女工。林娇娇顿时觉着自己高人一等了，她不用嫁到农村里做乡下人，她可是一名正式女工，到时候找一个门当户对的职工嫁了，这辈子也就过得快活放心了。可直到她看见面前的林清然和程毅，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被猛地拽了拽，叫她又酸苦又愤懑。这衣裳又不好看，谁瞧得上？林娇娇咬着嘴唇，闷声道，说着就要拉着赵薇薇走。赵薇薇一愣，居然下意识地站在原地，任由林娇娇拽自己2下没拽动。不好看吗？赵薇薇赶紧道，我觉得很漂亮呀，厂里头的女工们都买不着呢，现在不买咱们明天更没时间了。这套衣裳我就很喜欢，也很适合你。赵薇薇说的是一件水红色的长袖雪纺衫，外面套了一个马甲针织小背心，裙摆开得又大又圆，风一吹像是盛开的一朵玫瑰。赵薇薇忍不住在想，自己要是穿了这件衣裳去厂里的话，不知道有多少男职工们喜欢呢。林娇娇脸色越发难看，好看吗？有什么好看的？她咬着牙拽着赵薇薇就要走，而这会儿也有几个小姑娘说着话朝着这边走来，瞧着这样子，似乎也看上了这剩下的几件衣裳。赵薇薇顿时就着急了，她也不顾林娇娇，当下伸出手一把推开了她，大声道，你不喜欢就算了，这裙子我肯定要买。她说着赶紧伸出手将裙子给拿了下来，又的胡乱递给林清然，道，你帮我把这衣服包好，多少钱？我买了。程毅笑了笑道，给你打9折，说话算话，这裙子和小背心马甲原本一共110，给你打9折，一共99。赵薇薇赶紧接了过来，又从自己随身带着的小布包里拿出了10张大团结递了过去。程毅接过来，顺手就将钱递给了林清然，又摸出1元钱递给他，笑着道，衣服持续上新，下次早点来，款式更多，都是搭配好的一套，穿起来保证好看。赵薇薇虽然肉疼，但是想想这衣裳质量好，能穿好久，而且最重要的是穿出去倍有面儿，她顿时就咧嘴笑了。成呢？赵薇薇道，下次我还来，刚好要换季了，该买新衣裳了，春天买2套，夏天买2套，换洗着穿。你这款式好看，价格还比百货商场便宜，以后就到你这里来了。他说着话，林娇娇已经气得掉头就走了。赵薇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下赶紧小跑着追了过去，边跑还边不忘记扭头喊，下次还记得给我打折啊，我和娇娇可是最好的朋友。说着2人骑着自行车走了，而接下来的2件衣裳也没一会儿就卖出去了。程毅将麻绳解下来，又看着坐在板车上的晴晴朗朗，笑着打趣道，怎么看见小姨都不喊人？晴晴嘟了嘟嘴，别开了小脑袋，一脸的不情愿，才不喊呢，她才不是晴晴小姨，她不喜欢妈妈，晴晴也不喜欢她。朗朗也认真的点了点脑袋，他好凶的，晴晴朗朗是小乡巴佬。虽然还不懂小乡巴佬是什么意思，但是小孩却已经能够根据当时说话的情景和语气分别出这绝对不是什么好词语。程毅挑了挑眉头。第94章安装电话。他之前没在意过林清然娘家的事情，但是这会儿越听越不对味。一个家里头兄弟姐妹不喜欢，爹妈也不爱，这到底是什么家庭氛围？自己爹妈虽然偏心，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们还是为自己打算的。不说别的，单单娶媳妇儿那笔彩礼就是老2口给他凑的，还借了一笔钱，2人还了1年才还清。后来自己不走正道，一次次问他们要钱，虽说有打有骂，也恨铁不成钢，但是还是实实在在的掏了钱。而自家媳妇儿呢，越听越离谱，这都是过的什么混账日子？林清然这会儿已经将编织袋收拾好了，扭头朝着程毅看过来，走吧。他指了指百货大楼，道，赶紧去买东西，等会儿吃了饭就去打扫卫生，
今天要住进去的话，时间很紧。程毅抿了抿唇，不觉得难过吗？他下巴扬了扬，朝着林娇娇离开的方向指了指。这种家庭太混账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林清然对着程毅眨了一下眼睛，而且我早就习惯了。习惯了？轻描淡写一句话，天知道他一个人咽了多少苦和泪。而且我现在有你和孩子了，我们才是一个小家庭，总是执着于过去，日子还要不要过了？以后的路是要自己的走的。幸运的是我已经脱离出来了。他轻声说着，语气又顿了顿，忽然抬头看着程毅。最重要的是，你已经浪子回头了，这日子有了奔头，我就觉得很幸福。他笑得浅浅露出2个梨窝。程毅飞快地低头，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一下。以后你什么都不要管，带着孩子躲到我的背后就好。他喉结滚动，轻声道。忙碌了一上午，4人简单吃了中饭，就开始继续捯饬新家了。程毅牵着驴车，一趟趟地往新租的房子里运送家具，都是最时髦的货。菱形雕花的玻璃窗橱柜，白色的双开门衣柜，有把手的铁锅，还有竹篾编制的摇椅等等，一件件往家里头搬。原本空荡荡的屋子里顿时有了烟火气。晴晴朗朗高兴得不得了，上蹦下跳，比孙猴子还能闹腾。2人最后迷上了摇椅，一头坐着一个，摇呀摇，晃呀晃，全当摇摇椅玩了。林清然身上都是汗，他伸出手擦了擦头，眼睛里的光芒兴奋而又新奇。这就是新家了吗？他喃喃自语。程毅点点头，扭头看了一眼院子，2只小家伙在开心打闹。春日的阳光明媚而美好，光线落下，被院子里的一棵桂花树切割成细碎的光斑落在地上，空气中都带着温暖的气息。他往前走了一步，从后背环住了林清然，又将下巴在他的肩颈上蹭了蹭。出了汗，他身上自带的馨香越发浓郁。程毅深吸了一口，满足极了。是啊，新家，我们的新家。他笑着道。接下来下午的时光都是在打扫清理卫生中度过。晴晴朗朗拿着扫把和本斗也来帮忙，只是到底人小，扫了一个房间就困得脑袋直点。林清然赶紧往床上铺了一张干净的床单，将2只小家伙抱上去睡好，之后继续洗洗刷刷。程毅看了一眼时间，下午3点半。他和林清然打了声招呼，转身出了门。卖了2天的衣裳，衣服卖掉足快一半，也就是说，这会儿程毅的手里已经有快5000元了。他揣着钱直奔县邮政局。邮局的工作人员很忙，这年头不管是邮寄东西还是拍电报都要来邮局，安装电话也不例外。招待程毅的是个年轻女柜员，一身制服，烫着卷发，画着精致的妆容。看见程毅，她露出笑脸，问道：您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吗？拍电报还是寄信？程毅摇头，我要安电话。安电话？柜员一愣，确认似乎的又问了一遍，你说的是座机电话吗？拨号的那种？程毅点头，对，现在就要安装，最快什么时候能安好？多少钱？他答应了陈朝辉要给电台打电话的事儿，他可还没忘。做人讲信用，这事儿可大可小，按照自己的发展，以后肯定是要去省城的，不管是电台主任还是陈朝辉，只要自己这事儿完成的出彩，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算是积攒了人脉。而且如果真的接入电台音乐频道，靠着电台打响名气，到时候借着这个名气搞唱片，做影视公司等等，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他这会儿要慢慢学会走一步看3步，只有做得面面俱到，铺好路，这钱才能越挣越多。柜员拿了张单子过来，叫程毅填写申请表，似乎是有些忐忑。他又看了程毅一眼，而后道：座机现在安装可不便宜，一部机子要4000元，不过现在咱们县城做推广，各种减免优惠，大概也要3000块，每个月还得交18元钱的座机费，打电话另外算钱，你能接受吗？程毅笑着点头，可以的，我希望越快越好，急用。听见程毅这么说，柜员也不再犹豫，当下将单子递了过来，又递了一支笔，叫程毅填。写完了之后又交定金，最后约定好明天下午就上门安装座机。这年头，一口气掏3200元的人实在是少见，就连邮局经理都好奇地走出来瞧了瞧，发现居然是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后，心里越发感慨惊讶，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从邮局回来，程毅又去供销社买了米面，去菜场买了一点菜，这才走回家。晚上，林娇娇下班边哭边推开家门，赵春娇正在那鞋底，见着自家宝贝乖乖女掉眼泪，当下就急了，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叫你爹去揍他。乖乖别哭呀。林娇娇哭得更凶，她走到房间，关上门，趴在桌子上伤心地哭着。一想到赵薇薇无意间的话，她就哭得越发伤心。都怪你，怪你把我生得这么难看，为什么林清然那么漂亮？你们太偏心了。林娇娇呜呜咽着。门外赵春娇急了，
说什么呢？他哪儿好看了？瞧这一张狐妹子脸，不知道是谁生的，哪儿能和我娇娇比呢？第95章林晨虎。林娇娇压根没注意到赵春娇说了什么，她哭得更凶了。是啊，谁不想要一张漂漂亮亮的脸蛋？自己长这么大还没谈过恋爱，家里头也是从程家村搬出来的，算是半个乡巴佬。每次遇着模样好、家庭好的男同志，她都自卑的不行。要是自己长得漂亮一些，该有多好啊！林娇娇呜咽的哭着。没一会儿，林晨虎也回来了。他大呲呲走进来，身上一身的酒气，胡乱往床上一躺，听见隔壁林娇娇在哭，烦躁的他猛地翻了个身，骂道：哭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家里头的财运都被你哭没了。老子原本是要挣大钱的，都被你哭没了，烦死了。他喝了酒，说话语气也冲。赵春娇赶紧走进来，对着他打手势，招呼他小点声。你二姐她心情不好呢，少说两句。赵春娇嗅着味道，鼻子皱了起来。你怎么又喝酒了？林晨虎打了个酒嗝，他摆摆手道：妈，做生意呢，挣大钱的人喝点酒咋了？你们就等着吧，这次的小电器生意，等鹏城那边的货到了，咱们可就发财了。想起自己的发财路，林晨虎面色涨红，意气风发极了。然而林晨虎这话说完，赵春娇顿时就瞪大了眼，猛地一拍大腿，弯腰一把拽着林晨虎的胳膊，声音颤抖着道：你又去做生意了？钱呢？我给你娶媳妇儿的钱呢？赵春娇简直是崩溃了。林晨虎从小就是老林家的独苗，3代单传，林晨虎这一代简直是宝贝中的宝贝，尤其是林明生更是宠上了天。可是这小子打小就不学好，眼镜高，家里头费心费力供他念书，念了初中之后，这小子初2就辍学了，非得闹着出来做生意。说是80年代元安县不知道多少人干倒买倒卖的玩意儿发了财，他觉着自己也有发财的命，搞不好那是能成为响当当的大人物的。于是他千方百计弄了钱，做生意捯饬养鸡，结果得了鸡瘟全死光。之后又搞手表店、维修店等等。可惜这人仿佛命里就没财运，在这个人人做生意暴富的90年代，他愣是亏得裤兜都不剩，家里的老底都被他拿走了。赵春娇哭得昏天暗地，最后逼得林晨虎发誓不再做生意，他这才松了口气。上个月这小子说是看上了谁家的姑娘，缠着自己要老婆，本好叫人姑娘安安心。赵春娇一下子疏忽大意，就给他了。没成想这足足2000块又被他拿去做生意了，那可是家里最后一点钱了。妈，你瞧瞧你，就这一点眼力劲儿。林晨虎打了个酒嗝，浑然不以为意。妈，你就等着儿子挣了大钱来孝敬你吧，这次保准能成功。林晨虎见着赵春娇那往下掉的眼泪，一脸烦躁。哼，妇女的目光短浅，这话果然没错。他这次跟着的是个信得过的老大哥，80年代可就是响当当的万元户了。80年代挣了不少钱，发家致富，这会儿带着他做生意，那真是完完全全看得起他。否则的话，谁愿意带个陌生人挣钱？等这次小电器到了，他再骑着3轮车走街串巷卖一卖，这本钱和利息可就一点不少的回来了，他甚至能挣不少。林晨虎心里头越想越美，赵春娇则是气得浑身发抖，坐在一旁叉开腿大哭，抱怨自己命苦。没一会儿的功夫，门外响起脚步声，是林明生回来了。钥匙开门，他走进来，脸色阴沉沉的。走进屋子，他将钥匙扔在桌子上，看见坐在房门口哭的赵春娇，问道：是不是那臭小子回来了？赵春娇擦了擦眼泪，原本想将林晨虎的事儿说给林明生听，但是又怕他生气，当下只能自己憋着，眼泪流了一脸。回来了，喝了点酒，在睡觉呢。林明生气的冷笑出了声。他还好意思睡得着？他骂道，之后一把将自己腰间的皮带抽了下来，走进屋子里，抬手就是狠狠一下。这一下清晰极了，连一旁的赵春娇都愣住了。这是咋回事？林明生居然打儿子了！林晨虎只觉得身上一阵火辣辣的痛，他睁开眼睛就瞧见林明生拿着皮带气冲冲地看着自己，脑袋一转反应过来，林晨虎几乎是瞬间就从床上一咕噜爬了起来，蜷缩到了墙角，大喊：爸，你干嘛打我？林明生瞪着他，眼睛里像是喷了火。我打你，你不知道为什么？那2000块，你说拿去找媳妇儿的钱，你都用到哪里去了？你自己说说。找媳妇儿的2000块？林晨虎这会儿酒醒了一大半，听见林明生这样说，他下意识以为是他妈赵春娇说的，当下一脸埋怨地看着赵春娇，道：妈，你就不能帮着我瞒一会儿吗？明天这货就要从彭城过来了，到时候挣了大钱，我制定第一个孝顺你还不成吗？赵春娇愣在原地，一时半会儿有些没缓过神。林明生气地笑了，这不是你妈说的，你瞧瞧这是什么？林明生说着
将一张纸朝着林晨虎脸上甩了过去。后者不明所以，拿起来仔细一瞧，却瞬间惊愕地瞪大眼了。这是通缉令！纸张上一个男人剃着寸板，方方正正地目视着前方，方头大耳，金项链，甚至于连眼角下面的那道疤痕都一模一样。林晨虎一瞬间打了个激灵，就连剩下的那点酒意也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这不是宝哥吗？他咋会在上面？林明生拽着皮带，气得大骂自己什么本事，自己心里没点数。什么宝哥？这就是个诈骗犯！咱们元安县不知道多少人被他骗了。你那2000块给他，叫他帮你带小电器，你是咋想的？咋想的呀？你对你亲爹亲妈有这么相信吗？2000块，那可是整整2000块，他们老林家最后的退路啊！林晨虎一瞬间贴着墙坐在了床上。第96章，只要你喜欢，我都给你找。他一下子气不过，嚎啕大哭起来。咋可能？宝哥和我保证了的，这一次指定能带我挣大钱，能叫我吃香喝辣，叫我娶上漂亮媳妇儿的。林明生是真的气狠了。从小到大，他最宠的就是这个小儿子，没想到却把他宠得无法无天，宠到现在就是个蛀虫败家子儿。赵春娇这下也彻底没了劲儿，呜呜地坐在门口哭了起来，双腿岔开，坐在地上，一只手猛拍大腿。女人一哭，话就多了起来，从林晨虎开始做生意，说到现在被骗钱等等，说自己命苦，没享福的命。一旁屋子里的林娇娇终于没忍住，噔噔噔跑出来，一把推开门，冲着几人喊道：做生意有什么难的？我那大姐夫以前不也是个混账货，现在做起了服装生意，紧俏得很，一天能挣好几百呢。这话一出，三人齐刷刷地看着他。林娇娇没忍住，将林清然和程毅在百货大楼对面卖衣裳的事情说了一遍。现在省城里头的衣裳多漂亮，款式又多，要是从省城运过来，倒买倒卖，根本不愁卖。你们是没看见他们的摊子生意多紧俏，我们厂子里头好多女同志都排着队买，那才是真正挣钱的生意。真的。赵春娇眼睛猛地一亮，她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搓了搓手，嘀咕道：难怪了，上次我瞧见那妮子光鲜亮丽的，简直就像是变了个人，原来是挣到大钱了，一天好几百呢，那一个月下来可不就成了万元户，这简直比捡钱还容易。他心里飞快盘算着，而后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走到了林晨虎面前，道：他怎么着也算是你姐夫，过2天你找个好机会，妈和你一起去，叫他带着你做生意，也叫咱们家发财。林晨虎虽然心里头不太愿意，但是这会儿他爹林明生瞪着自己，他只能不情不愿地答应了下来。入夜，这是一家4口在县城新家睡的第1晚，两孩子不认床，早早就睡了。林清然却闲不下来，这里扫一扫，那里擦一擦，直到月上梢头，程毅都将明天要卖的衣裳整理好了，他也没停下来。程毅无奈走过来，顺着他的腰一揽，囫囵将他整个人抱进了自己的怀里。媳妇儿，歇一歇吧，你转来转去转得我头晕。程毅笑着道。林清然小声啊了一声，却也乖乖的任由程毅带着自己坐在了床上。这年头极少有1.8米的床，基本上都是1.5米的。程毅多了个心眼儿，莫等林清然开口，他就指挥着喊人将2张床直接拼接在一起了，一张1.5米，一张1.2米，拼在一起2.7米。别说是一家4口了，那就是5、6口也能睡得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林清然小声道。他抬头打量着面前的屋子，红砖房，白腻子刷的墙面，明亮的灯泡，还有水泥夯实的地面，不管下雨刮风都不怕把外面的泥巴带进来。就连厨房甚至都是单独的一间屋子，烧煤气、液化气都可以，再也不用到处去捡柴了。他坐在新买的床上，满眼都是不真实，一颗心脏突突的轻轻跳动，掌心微微的凉。程毅哪能不懂？他顺手一捞，将他抱在怀里，一只手扣着他的腰，另一只手则是伸出手点了点屋子，这里可以放一个梳妆台，那边放一把椅子。他又指了指屋子外，堂前买一张好一点的8仙桌，再买一个花瓶，里面可以天天插你喜欢的花，春天迎春花，夏天荷花，秋天桂花，冬天梅花，只要你喜欢，我都给你找。程毅的声音略有些沙哑，钻进耳窝，带着热气，温柔又迷人。而林清然的面前，仿佛就真的随着程毅的话，一幕幕的开始浮现出来。这是他的家，他和程毅还有孩子们的家。我困了，媳妇儿。程毅说着，打了个哈欠，冒了胡茬的下巴在林清然敏感的颈窝里蹭了一下。后者一愣，下意识瑟缩了一下，整个人身子僵住。那你睡这里，我睡这里，衣裳没2天就要卖完了，我得再去省城进货了。程毅的确是累了，双手枕在脑后，躺在床上。家里头的床顶多算是个炕，用石头垒起来的，上面铺了一层稻草，最后盖上一张竹席。
夏天闷热稻草发霉，冬天天冷稻草不抗冻，真可谓是睡一晚上就熬一晚上的罪。现在好了，新买的床虽说下面还是木板，但是起码平整舒服，最后上面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花絮，柔软极了，往上一躺，简直叫人秒入睡。林清然原本还在给晴晴朗朗盖被子，听着程毅说话，然而就听见对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了绵长起伏的鼾声。他扭头去看，就见程毅闭着眼，睡得极安稳，双手枕在脑后，睫毛的影子落在下眼睑上，落出一个小扇子形状的阴影。他长得真的很好，棱角分明，五官帅气，尤其是一双眼，盈盈笑意望着你，仿佛连一颗心都能偷走。林清然忍不住在想，自己之前怎么就没发现程毅这么好看呢？或许准确来说，自从程毅实打实的转变，为了这个家付出努力后，他就开始真正的将一颗心交付给他了。他盯着程毅看了良久，最后伸出手仔细将他的被角掖好，最后自己也躺下，关了灯，闭眼进入梦乡，一夜到天明，睡得极香。程毅起了个大早，先是在巷子口买了早饭，住在县城就是方便，早饭都能直接买回去用纱罩盖着，放在碗橱里。之后程毅直奔金凤凰歌舞厅。门口的守卫赵大红瞧见程毅，当下笑着迎出来道：你小子最近怎么忙得看不见人影，都跑哪儿去潇洒了？咱歌舞厅里头不少观众都要求你出场呢。程毅笑着递了一支烟过去，道：别的事耽搁了，今天来这里有点事儿找杨老板的，他在吗？赵大红点点头，顺手一指：在呢，前2天就回来了。第97章辞职。程毅点头，又和他简单说了几句，之后走进了歌舞厅。此刻歌舞厅内光线昏暗，杨寿仙的办公室里没开灯，他坐在老板椅上抽着烟，手都在发抖，心有余悸。妈的，他骂了一句，差点就被这帮孙子坑了。骂完后他又猛地抽了口烟，吐了几个烟圈后，这才总算是缓过来了些。嘟嘟，门外响起敲门声，紧接着是程毅的声音：杨老板，是我。杨寿仙原本烦躁的想叫人滚蛋，然而在听见了程毅的声音后，顿时赶紧从椅子上站起来，3两步就跑到门口给程毅开了门。哎呀，你怎么来了？赶紧进来，我正准备找你呢。杨寿仙道。这会儿外面的灯光一闪，程毅看了杨寿仙一眼，这才惊讶的发现，这才短短几天，杨寿仙瘦了一大圈，整个人精神状态看起来都不太好。程毅眉头微微一皱：杨老板，出什么事了？杨寿仙将烟头摁灭，看着程毅，心有余悸道：小程啊，这一次还真是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我这会儿应该已经进去了，还谈什么开歌舞厅挣钱，命都要保不住。程毅眯了眯眼，而杨寿仙也将情况大致说了一遍。原来上次程毅提醒了自己之后，杨寿仙虽然拒绝了那帮从省城来的人，但是心里头总有些遗憾。商人逐利，本性如此。而他的死对头好姐妹歌舞厅在见到这情况后，当下主动抛出橄榄枝，将那批客人给招揽到了自己的歌舞厅里头，并且还给出了优惠，全部打9折。对方一看价格优惠，老板又配合，当下就签订了协议。杨寿仙心里头痒，让人去盯着好姐妹歌舞厅，盯了7、8天，发现半点事儿没有，他顿时又觉着是不是自己多想了。于是前2天终于没按捺住，找了人私下里去找那负责人吃了个饭，大概意思就是瞧着能不能分点生意过来云云。对方也一直想和金凤凰歌舞厅合作，毕竟人越多的地方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新人，于是一来二去，2人又搭上了线。就在昨天，杨寿仙终于决定亲自出面吃饭谈合同。按照他的想法，不弄多，搞1、2个包厢应该是没问题的，到时候就算真的被抓出了事儿，那好姐妹歌舞厅也是冲在前头，他顶多算是小鱼小虾。而这侥幸心理就差点叫他吃了大亏。昨天上午刚出门准备去包厢，路上因为事情耽搁了一下，脚还没下车就被人急急忙忙拦住了车子。那是自己派过去盯着好姐妹歌舞厅的人，这会儿一脸惨白的拦住了自己的车，冲着他摆手，用嘴型道：出事了。好家伙，杨寿仙当下直接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他哪里还敢停车，直接叫司机穿过马路回了金凤凰歌舞厅。这一回来，陆陆续续的消息就送过来了，和毒品有关系，上头严打，好姐妹歌舞厅的一对姐妹花老板直接被抓了进去。而那天在饭店里等自己的负责人也被带走调查了。杨寿仙知道躲不过，等了一会儿，果然来了公安，把自己带走进行询问。多亏了我耽搁了一会儿，没去签约，不然的话这事儿可就不好糊弄了。杨寿仙掌心冒着汗，又点了一支烟放进嘴里抽着。听说那对姐妹花惨了，刚好遇上严打，上头放了话，听说杀鸡儆猴，叫他们全都送到新疆劳改去，那地方鸟不拉屎，
真是一辈子都毁了。他简直不敢想，要不是程毅提醒自己，他可真就被冲昏了头，去新疆劳改的就是自己了，这辈子就完了。程毅也松口气，他笑着道：“杨老板吉人自有天相，但是谨慎点总归是没错的。这次吃个教训，下次注意些。钱虽然要挣，但是也要有命花才行，你说对吗？”杨寿先点脑袋，抽了口烟，只觉得这烟真他妈好抽啊。对了，你今天来是干啥的？领工资吗？我叫会计。不是，我是来辞职的。程毅笑着打断了杨寿先的话。辞职？杨寿先眉头皱了皱，不过出乎意料的，他并没觉得惊讶。阅历越多，看人越准。杨寿先亦是如此。他做了这么些年的生意，见了这么多人，当初在接触到程毅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小伙子不是一般人，能来自己歌舞厅唱歌，不过是一时之间找不到更好的选择罢了。他点点头，叹口气，虽然遗憾，但还是答应了。你小子，我就知道最后还是留不住你。他打开抽屉，拿了张纸出来，写了张批条，递给程毅。你拿着这个去找会计，把剩下的工资结了，做一天算一天的钱，我不能亏了你的。程毅点头道了谢，接过条子，走之前想了想，又扭头看了杨寿先一眼。杨老板，你得听我的劝，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遇着挣钱的行当，多想想，多看看，再往里头探，亏钱没什么，别进去了就成。他道：我知道说这些话您不爱听，但是我是真心希望您好。程毅说完，不等杨寿先说话，他就转身走出去，轻轻合上了门。门内，杨寿先捏着烟，一时之间居然忘了抽。唉，他感慨，这小子可真不错，谁家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可不得祖坟上冒青烟。程毅走出歌舞厅，太阳已经冒头了。歌舞厅唱歌始终不是个长久的法子，他以后会越来越忙，顾及不上这么多，与其被歌舞厅拖累着，倒不如辞职，做点更挣钱的事。他走到马路上，正准备往家里走去拿衣裳卖，忽然就听见一阵敲锣打鼓的声响，当当当，当当当，喜报，喜报！有人坐在拖拉机上，手里拿着一面铜锣，另一只手拿着木锤，高高举起，落下，发出清脆的一声响。是个年轻小伙子，热情洋溢的。这二会边敲边喊，脸都涨红了。喜报，喜报！咱们原安县话剧团在省城话剧团比赛里头拿第一了。喜报，喜报！咱们原安县话剧团在省城话剧团比赛里头拿第一了。一连喊3声，兴奋极了。第98章，晴晴可以舔干净。程毅，他倒是忘记了，这个年头，只要是拿了什么比赛名次，甭管大小，都是要贴大红字报宣传一番的。再要么就是更夸张一些，好比现在这样敲锣打鼓，坐在拖拉机上沿着街道通知，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虽说没有直接将自己名字挂上去，但是见着这么大张旗鼓的喊，程毅多多少少面皮上有些发烫。他掉头正准备往回走，拖拉机上原本坐在最里面的李石一眼就看见了他，而后赶紧大声喊道：程毅，等等，等等！边说着，李石边从拖拉机上翻身跳了下来。他2、3个箭步冲到了程毅的身边，咧嘴一笑道：哎呀，我可算是找着你了。这2天蒋团长都派人去程家村找了，他们都说你搬家了，不知道搬到哪里去，可把咱们蒋团长急坏了。程毅一愣，蒋团长找我？李石点点头，旋即下巴一扬，朝着拖拉机点了点，道：找你有事儿，找了好几天了，说是要在县城里头演话剧呢，缺了你哪能行啊？演话剧？李石见程毅一脸懵的模样，当下就笑了，将事情来来去去经过说了一遍。原来是话剧团回来后拿了第一，县政府知道了十分高兴，只觉得给县城挣了大脸面，当下拨了1万元的资金给了文工团，只说好好发展。这1万块也不是这么容易拿的，给钱的时候提了一嘴要在原安县的大礼堂里头表演3天，演话剧就演在省城里拿奖的这一步。大致的意思应该是宣传，外加也给几个职工单位发福利，门票都是按照人头分配到各个单位。话都说到这份上，钱也给了，蒋开庆总不好再拒绝，当下也就应了下来。而程毅是主角，演技又极佳，这缺了谁也不能缺他。结果这2天程毅又没有去金凤凰歌舞厅里头上班，蒋开庆蹲了2天都蹲空了，着急的一路打听到了程家村，可惜程毅又搬了家。总之阴差阳错，也幸好李石遇见程毅，不然的话他们非得急死不可。明天下午大礼堂，你可千万别迟到了。李石再三叮嘱，也松了口气，笑着冲着程毅扬扬眉，那我先走了。程毅和他告别，转身回了家。林清然已经带着晴晴朗朗吃好早饭，甚至将衣服都整齐码放在驴车上，等着程毅回来了。回来晚了，有点事儿。程毅无奈，快步过去，握住了他的手，捏了捏，等急了吧？
林清然笑着摇头，没呢，刚吃完，秦秦朗朗嘴都没擦。他这话说完，两个小家伙仿佛是为了验证似的，当下扬起小脑袋，撅起小嘴，伸手指了指，看，爸爸，看，油吗？油香，不擦啊，秦秦可以舔干净。小丫头说完，没等程毅阻止，她就已经伸出舌头，飞快地照着自己的嘴巴舔了一圈。程毅，朗朗慢条斯理地抬起手，用手背擦了擦，想了想，又往前走了2步，将手背在程毅的身上擦了2下。程毅，这小子，你礼貌吗？朗朗吃饱了。小家伙一本正经。程毅是真的有些哭笑不得了，给2个小家伙的水壶灌满水，一家4口终于出门。抵达县城对面的时候，早早就有一大群姑娘在等着了。生意简直是一天比一天好，甚至有不少姑娘都是买了一套衣裳后回去穿着漂亮，顿时觉着别的衣裳也想买来试试看，于是又跑了回来，巴巴的等着，就等程毅将衣裳挂出来，他们好再选一选。于是远远瞧见程毅的驴车过来，一群小姑娘顿时兴奋起来，站起身对着程毅招手，笑着喊道：赶紧的，赶紧的，就等你衣裳呢。就是，我今天一大早就来了，没想到你今天出摊这么晚，我还怕漂亮衣裳被人选走了呢。咱们讲究谁先来谁先选，可不准乱了套。卖衣裳又不是别的，谁讲究这个？等会儿我要是看着我喜欢的，我可就直接下手拿了呀，才不管你这么多呢。人群笑闹声一片。程毅终于赶着驴车走了过来，熟练地拉开麻绳，林清然则是将里面挂好的衣裳一套接着一套的拿出来，挂在麻绳上，又轻轻拍了拍，将它们整理顺溜。衣裳其实还是那几套，但是总架不住小姑娘爱美，买了这套想下一套。都说女人和小孩的钱是最好挣的，这话着实不假。秦秦朗朗在一旁对着小姑娘们就是一顿彩虹屁狂吹，漂亮姐姐，美丽阿姨，一阵叫唤，谁不犯迷糊？于是就看见一套套衣裳被买走，大把大把的钱进了林清然身上挂着黑色斜挎包。此刻不远处，赵春娇拉着林晨虎，两人瞧着眼前这一幕，简直是震惊极了。这是做生意，这分明就是抢钱。那些小姑娘脑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大把大把的钱就往程毅的手里送。林晨虎从来没见着过这种架势，他以前每次做生意，哪一次不是求着别人买自己手里头的东西？怎么这程毅做生意就完全不一样了呢？赵春娇满眼都是钱，她激动得手都在抖，想着自己这么些年来家里头穷得叮当响，不是补贴林娇娇就是补贴自己这个小儿子，她哪里享过什么福？如今倒好了，林清然有出息了，他怎么说也能沾点光，过上好日子了。两人一直熬着，终于等到大中午，林清然和程毅的衣裳卖得差不多了，这才赶紧匆匆忙走过去。哎呀，大女婿，你瞧瞧，你来县城里头做生意，怎么不和妈说一声？怎么着也该招待你们吃顿饭才是。赵春娇笑得大声，又赶紧伸出胳膊肘推了推林晨虎，喊人呀！他瞪了他一眼，愣着干啥？额外之意，和钱过不去。林晨虎这才不情不愿地喊了一声姐夫。两人一出现，林清然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他下意识抬头看向程毅，却见后者唇线微微抿着，笑着对他轻轻摇了摇头。第99章，生意哪是这么好做的？客气了妈，我来县城有段时间了，要是次次去麻烦你，哪好意思？是啊，来县城有段时间了，怎么这会儿才喊自己吃饭？赵春娇听出了他的话外音，顿时有些不好意思。他干笑了2声，又见着旁边站着的秦秦朗朗，当下眼睛一亮，又笑着弯下腰，想要朝着两人张开手，喊道：哎呀，这不是秦秦朗朗吗？让外婆抱抱。只是2只小家伙可不给面子，小孩的心思最单纯，也是最敏感的。见着赵春娇朝着自己过来，秦秦朗朗几乎是瞬间往后一躲，整个小身子缩在了程毅和林清然的身后，小脑袋可劲儿的摇。不要不要，外婆不喜欢秦秦朗朗，秦秦朗朗不要外婆抱抱。2只小家伙几乎是异口同声说的，气氛一瞬间变得极为尴尬。赵春娇面子上挂不住，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半晌才盯着林清然道：你瞧瞧你怎么带的孩子，是不是你在他们面前说了啥？不然怎么说我不喜欢他们？根本没有的事儿。林清然面色平静，妈，我没有在他们面前说过任何话，上次我去看你和爸，你说我是穷酸鬼，他们是小穷酸鬼，一辈子都别来了，你是不是忘了？他说着攥紧拳头，眼眶也跟着红了。往往最痛苦的伤害就是最亲近的人给的。这么多年他活得痛苦又压抑，从小到大为了博得那么一点可怜的关爱，总是拼尽了力气，甚至于自己嫁给程毅，日子过得那么苦，他都觉得是自己活该。直到后来程毅浪子回头，他才知道生活原来能够过得这么舒心自在。他现在有孩子有丈夫，
那些不堪的过往和奢求不到的关心，似乎全都没那么重要了。赵春娇一下子变了脸色，在他看来，这林清然显然就是有了钱，底气足了，连对自己说话都敢这么顶着来了。他生气极了，要是在之前，指定就开始骂人了。可是现在，赵春娇想着他还得指望程毅带着自己儿子挣钱，当下一张脸青了又白，白了又青，最后勉强挤了个笑脸出来，道：“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妈这脾气，你也知道，就是嘴毒了些，说话不过脑子，妈能有啥坏心思？”赵春娇说着，又伸出胳膊肘，推了推林晨虎，道：“甭管咋样，虎子是你亲弟弟，妈也不拐弯说了。你瞧瞧你，现在过得这么好，怎么着也该帮一帮他吧？妈不让你拿钱，你成了家还往娘家拿钱不好，妈都明白。”赵春娇说着，又伸出手摸了一把眼泪，道：“你就让你弟跟着程毅做生意，带他，挣点老婆本，成不？”好家伙，这话说的进一步退一步，倒是很懂得拿捏。林清然愣住了，他下意识地抬头朝着程毅看去，旋即他想了想，对着程毅道：“这件事你自己做主吧，毕竟不是我做生意，愿不愿意带都听你，拒绝也没关系。”程毅一瞬间只觉得自己的心窝子暖烘烘的，自家媳妇儿是向着自己的，这比什么都强。程毅笑了笑，盯着林晨虎，半晌才摸了下巴，道：“也成，跟着我做生意不是不可以，但是我先说好，得吃苦，吃不了苦的人没法做生意。”听见这话，赵春娇的眼睛一瞬间就亮了，她高兴得赶紧拽着林晨虎对着程毅道谢，一瞬间看他是哪都爽快。我家虎子是个好孩子，你放心，只要你肯带着他干活做生意，什么苦他都能吃。说着又摁着头，让林晨虎也道了谢。之后没等林清然说话，赵春娇就喜滋滋地拉着林晨虎离开了。林清然收拾完东西，瞧着程毅，半晌才出声问道：“你真的准备带他做生意吗？”自己那个弟弟到底是什么性子，他比谁都清楚，扶不上墙的烂泥，就怕到时候拖累了程毅。程毅笑着冲着他眨了眨眼，生意可不是这么好做的，而且我这门生意他想学也学不会。程毅说的是实话，实际上自己买的这些衣裳大部分都是市面上早就出现过的，尤其是裁缝店里头更是能直接扯布做出来。但是妙就妙在这些衣裳的搭配上面，不一样的单品搭配出来完全就是另外一种感觉，而这些敏锐的点都需要日积月累对于时尚的观察才行，否则的话只会搭配的不伦不类。这种所谓的挣钱法子又哪里是能教会的？再说了，程毅也没这么大度，自己这个所谓的小舅子一脸不情不愿的模样，倒像是自己活该带着他挣钱似的。他没这个闲情逸致，不过缺备货的人倒是真的，不用白不用不是。林清然一愣，旋即抿唇笑了。他不懂这些弯弯绕绕，原本是担心程毅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答应，现在看来他应该心里有数，这样自己也就放心了。晴晴朗朗坐在驴车上，小声嘟囔。晴晴不喜欢外婆，她也不喜欢晴晴。她说晴晴是个女娃，长大只会往外送钱，是个赔钱货。这些乱七八糟的词语，也就只有赵春娇能够当着孩子的面说出来。去年过年，林清然带着孩子来拜年，家里头人多，赵春娇不好意思，当着众人的面给了晴晴一个红包，还特意叫众人都瞧着，里头足足包了1元钱。她哭着抹眼泪，说自己女儿过得如何如何不好等等，她这个当妈的很心疼。众人一见她这样，当下心里头也跟着感慨，纷纷议论她这外婆可真不错。晴晴朗朗还是第一次拿到这么大的红包，受宠若惊，高高兴兴地和赵春娇道了谢，又喊了祝福的话语。结果晚上吃完饭，赵春娇见没了人，当下就变了脸色，逼着两人把钱换回来，美其名曰替他们保管，还说了一些难堪的话。他以为小孩不懂，但是实际上这么大的孩子也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哪些话是夸奖，哪些话是骂人。第100章，我们就等着你呢。他们早就明白了。林清然心蓦地一疼，从小到大赵春娇都是拿这话说自己，对自己的伤害如今早就刻进了骨血，如今一听仍旧会鲜血淋漓。他攥紧掌心，嘴巴上却像是被牢牢锁住，想要说些话，却一瞬间脑袋空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别听他胡说。程毅扭头认认真真地看着晴晴道，别人说的话永远不要信，晴晴只要明白爸爸妈妈永远爱你，你和朗朗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听见了吗？永远的宝贝。这话两只小家伙听懂了。小孩子的情绪总是这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当下听见程毅这话，又开开心心互相玩起来了。林清然的手背上忽然一热，他一抬头，却发现是程毅正笑着看着自己。他正在赶驴车，却侧过身，任由老驴沿着江边道路慢慢悠悠走着。阳光透过他的眼角眉梢，落下一个好看浅浅的阴影。
他冲着自己抿唇一笑，意气张扬却又温柔的不像话。你也一样，永远是我心尖尖上的人。这一刹那，于林清然而言，不亚于寒冬里的一抹骄阳，灼灼热烈而光芒万丈。下午，清清朗朗睡着了，林清然决定要锻炼自己，赶着驴车将剩下的衣裳全都放了上去，告诉程毅自己想去教师家属楼试试运气。那边女教师多，而且这年头教师都是吃香的行业，福利高，待遇也都不错，买1-2套衣裳应该很舍得。程毅闻言倒也没阻拦他，只是叮嘱他小心，卖不掉也没关系。林清然牵着驴车出去了。程毅在家里等了一会儿，没多大的功夫，邮局就来了人，在院子外喊：“请问是程毅同志的家吗？我是邮局安装座机电话的。”程毅赶紧起身去开门。门外一共来了2个工作人员，穿着绿色的制服，斜挎包，还有一个拎着一个大箱子，里头应该放了座机之类的东西。程毅不管来人是谁，先往外递烟：“辛苦了，辛苦了，请进来。”他说着，侧开身子让2人进来。接了烟，这关系也就亲近不少。当下笑着道：“咱们县安装座机电话的可真那不多，也赶巧了政策好，直接免了不少钱呢。”来人边安装边聊天，又拉了一根长长的电话线，从窗口绕了出去。每个月18元钱的座机费，打电话的钱另外算，工作人员都和你说了吧？程毅点头。2人一个拉网线，一个是电话，这还是最老式的那种转轮式的座机电话，安装的过程很快。临走前2人递了一张纸条给程毅，上面写着座机号码。程毅又挨个递了一支烟，这才算结束。崭新的电话带着老旧年代感，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程毅拎起来凑在耳朵边，听着里面的嘟嘟声，有种久违的和20世纪交融的错觉。下午，清清朗朗醒了，见着林清然不在家，闹着要去找妈妈。程毅哄着2个孩子在院子里玩，抓蟋蟀，捉蚂蚁，直到天色擦黑了，门外才响起林清然的脚步声。老驴发出鸣叫，咕嘎咕嘎咕嘎。清清朗朗的眼睛顿时一亮，是妈妈回来了，我们去看看。2个小家伙飞奔出去，刚跑到门口，院子门就被打开了。程毅正在洗菜，抬头看去，就发现驴车上空空如也。他是真的有些惊讶，全都卖完了？程毅问道：“一件都没剩了？”林清然的脸蛋红红的，走进来，先倒了杯水喝，而后才点头应了程毅的话：“教师家属楼那边不少女教师都很舍得。”他弯腰将2个小家伙揽进怀里，笑着道：“刚好遇见下班的时候，人来人往特别多，一些走读的学生家里也有不少钱，就也跟着买了。”程毅感慨，紧接着对着林清然竖起大拇指：“媳妇儿，你真棒！”林清然脸蛋有些红，他走过来对着程毅道：“都是你的衣裳搭配的好，那些女教师一看就很喜欢，很多人甚至都没砍价就买走了。”程毅领着他走进房间，指着电话笑着道：“那你看，新安装的，以后我要是出门，咱们联系就方便了。以后出门日日夜夜，只要想家，想林清然和他的孩子了，就可以打电话回来。这种慰藉比任何形式都来得有力量。”林清然还只在报刊亭里看见过电话，但是那些电话都很老旧了，没一个有这个漂亮。他眼睛亮晶晶的走过去，伸出手将电话拿在手里，放在耳边听了听，嘟嘟的声音叫他有些新奇。他甚至不敢相信，这就是可以用来和别人打电话的东西。程毅耐心的教他怎么拨号，又教他这是家里的电话号码，要是在外面想找家里的人，就打这个号码。弄完电话，又去做饭。林清然洗完衣服，带着晴晴朗朗在院子里玩，眨眼就到了晚上7点。晴晴朗朗洗漱完毕，已经回了房间。电话是安装在堂屋的。程毅将自己随身揣着的纸条摸出来，上面写了一串号码，那是上次副台长陈朝辉给自己的电话号码，里面写的是广播电台主任的联系方式。程毅拨了过去，对方一下子就接听了。电话那端显然还带着忙碌的声音，似乎在指挥着各种大小事情。喂，哪个？忙着呢，马上电台就接下个节目了，有事赶紧说。听着声音，应该是个火急火燎的性子。程毅清了清嗓子道：“黄主任你好，我叫程毅，是陈朝辉副台长介绍我过来的，说是您的音乐节目缺人连线，是吗？”程毅这话的重点实际上只有一个，陈朝辉副台长介绍的。黄鹤翔肯定不止找一个人帮忙，那么多介绍的人打电话过来，他哪记得清？然而陈朝辉副台长这个身份又不一样了。程毅他可以不认识，但是副台长陈朝辉他不可能不认的。果然，听见程毅这么说，黄鹤翔当下面不改色的打了个哈哈。哦，是程毅啊，我就说陈副台长早介绍了，你怎么还没打电话呢？他笑着道：“我们就等你呢。”第101章夕阳之歌。程毅心里头明白，可是看破不说破。他笑着和黄鹤翔又胡扯了几句，之后才切入了正题。黄主任，这连线有没有讲究？咱们台里有没有规定我是第几个？什么歌曲，亦或者是说话的台本？
程毅道：“我怕到时候出错了，给咱们节目丢脸就不好了。”黄鹤翔心里头顿时这个年轻人高看了几分。一个音乐节目而已，多少人过来都是直接问了号码，当天晚上就连线了。节目里头洋相百出，徒增不少笑料。这年轻人居然还提前问了一番，似乎知道一点做节目的内幕。黄鹤翔的态度也正色了不少，没什么脚本，台词也没有，你出场顺序就放在后面好了，最好能形成反差，然后再看第二天的收听率和听众们打电话过来的反馈情况，超过20%的收听率就算是成功。这年头电台实际上还没有什么收听率的专业说法，但是业内已经提出这个评判标准了。一个电台全天收听的基本盘是多少，大家心里都有数，而每个阶段频道的观众占比就被他们视为收听率。音乐频道刚推出来不久，每天收听的时间为40分钟，晚上8点半到9点1时，时间段可谓是占了黄金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的最高峰收听率是 13-19%， 那都是刚开播头一个礼拜创下的，现在基本维持在 25%到30%之间。你要是能达到27-8并且维持住，那以后你就可以常驻了，我按照时长给你算钱。黄鹤翔麻溜介绍，1个小时10元钱，绝对不算多，和歌舞厅里头更是没法比。但是对于程毅而言，他更需要的是这个平台。程毅答应了下来，又听着黄鹤翔说了一些基本流程，之后就挂了电话。现在时间还早，他起身出门泡了杯茶。屋子里有点闷，他拿了张摇椅出来，又将收音机抱着，看了一眼堂屋里挂着的老式挂钟，半眯着眼打瞌睡。直到当当当的声音响起，程毅醒来，喝了口茶，回头看了一眼，8点整。他打开收音机，这还是昨2天从百货大楼里头买的，148元，也算是一笔不少的钱了。收音机传来吱吱的声音，摁了按钮搜寻频道，而后就听见波段跳动的沙沙声，最后才是清晰的主播声音传来。旋转按钮，选择频道，江城广播电台的频道是 98.5， 调整到这个频道的时候，正好是上个节目的收尾时间。主持人是个中年男人，专门讲奇案，都是各种建国以来的大案子，声音抑扬顿挫，再配上一点阴恻恻的配乐，听着都叫人后背发毛。不知不觉程毅听得入了迷，最后收尾的时候他还觉得有些意犹未尽。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探案专栏也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告别了，明日再见。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音乐专栏，给我们播放音乐的还是大家熟悉的小江美女，各位请期待。说着，主持人掐掉了频道，频道一阵纯音乐响起，这是休息时间，也是给听众们的准备时间。他看了一眼堂前的挂钟，8点20。程毅也喝了口茶，润润嗓子，等着掐点。8点，一阵柔美的音乐声响起，旋即一个略略欢快的甜美女声响起。大家好，我是小江，我又来了。现在是8点半了，又是我们音乐频道上线的时间，大家有没有想小江呢？在90年，女性都还偏向保守，小江全名江庆，家里头3代红色，家庭条件很好，从小到大没吃过苦头，再加上江庆早些年出国留过学，因此性格开放，说话也娇俏大胆，可爱活泼的性子引来了一群粉丝的喜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港台那边新出来的歌曲，我们接下来要播放的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欢迎大家听完之后打电话来进行讨论。江庆语气愉悦说完之后切入了音乐。梅艳芳的这首歌可以称为经典中的经典了，曲调虽然从岛国那边买了版权，但是填词却依旧填出了自己的特色。斜阳无限，无奈只一夕间灿烂，随云霞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年月，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缠结着沧桑的卷言。漫长路，骤觉光阴退减。曲调忧伤缓慢，慢慢跟着歌声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是一幅夕阳西下的画面。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人亦是如此，珍惜眼前，珍惜当下，珍惜身边的人。一切风风雨雨过后，到最后才明白，追求的不过是最平淡简单的生活罢了。这首歌是89年的10大金曲中的第1名，传唱度极高，传到内地来的时候也掀起了一波收听浪潮，所有人都会哼上几句，甚至走在路上，要是听见广播里有人播放这首歌，都要停下来听一会儿，仔仔细细听完才肯离开。程毅坐在摇椅上喝了口茶，也认认真真的听。接下来的几首歌全都是这2年才在内地流行起来的音乐，一些备受欢迎的歌手，还有内地的红歌等等。20分钟后，歌曲欣赏完毕，江庆的声音再次愉悦地在收音机里响起。这么快就到了大家互动的时间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马上要开通喽！要是有想要打电话过来说一说自己的想法，还有想要打电话过来一展歌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现在就要拿起电话准备了。程毅走进屋子里，抱着电话坐在了堂前门口，紧接着就有第一通电话拨打了进去。电话被接听，是一个声音有些粗犷的男生。喂，你好，我是咱们音乐频道的忠实音乐观众，也是梅艳芳的歌迷，我希望咱们电台
能够多放一点梅艳芳的歌曲。谢谢。江庆笑着道，真的好巧，我也是梅艳芳的歌迷，她的声音真的很好听，百听不厌。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你想不想要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首梅艳芳的歌曲呢？第102章，音乐电台主持人江庆。男人是有些不好意思，干笑了2声，最后才开口道，我练了好几天了，不知道好不好听，唱得不好听你们可千万别笑我。幸好收音机里头听不到别的听众的声音，不然的话一些脸皮薄的谁还敢唱歌。男人清了清嗓子，开口道，我要唱的是梅艳芳和张国荣演的电视剧《胭脂扣》主题曲，我真的很喜欢，那我就唱了呀，大家别笑话我。誓言换作烟云字，费尽千般心思，情像火灼般热，怎烧一生一世，延续不容易。负情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枉倾注。男人唱得极其投入，感情十分充沛，只是这一开口，顿时叫人头皮一麻。这哪里是唱歌？就算是公鸭开嗓，那也比这个要好听。自学的粤语极其不标准，而且这首歌好听是好听，但是曲调原本就十分难找准，曲调起伏不高，很适合梅艳芳略略低沉的声线。而这个观众明显不是唱歌的调，虽然声音适合了，但是一开嗓，完全自我沉溺进去，那是一点不顾及观众的感受啊。而此刻收音机前大家伙笑开了花，这声音居然也敢打电话过去唱歌，笑死我了，还唱的梅艳芳歌曲呢。哎呀，给我乐的，这人唱歌真的不咋样，赶紧挂了吧。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江城广播电台的音乐频道接到的观众连线怎么都是这样的，就没一个唱歌好听的，这听着还不如我呢。此刻麦克风前，江庆一脸无奈地皱起了眉头，他关闭掉麦克风，无奈伸手揉了揉眉心，伸出一只手撑住了脑袋，叹了一口气，太难了。主任黄鹤翔将这么重要的音乐频道交付到自己手里，说是他刚从国外回来，要锻炼锻炼自己的本事，也算是一种看重吧。80、90年代以至于2000年，国家都是最缺人才的时候，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那真是成了各个地方争抢的高薪人才。江庆一回来，黄鹤翔就将这么重要的频道交给了他，虽说是重视，但是对于江庆而言却是压力山大。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电台收听率下滑，虽说是在正常的波动范围内，但是对于他这个新人而言，总怕辜负了领导的美意，因此每天都在焦灼烦躁。黄鹤翔安慰自己没关系，说是已经找了几个唱歌好听的人打电话过来接应。江庆原本还期待，可是这些天电话一接通，这嗓子一开口，再看同时段的收听率，他的心就彻底沉入谷底。唱歌难听的千篇一律，好听的却是万里挑一，要么走调，要么就是普通话都不标准，甚至有一些还夹杂着方言混起来唱。一开始节目效果还好，可是时间久了，电台接到的投诉就多了起来。大致就是人家下班后辛辛苦苦了一天，想要听个电台放松放松，可一打开收音机，听见的就是这种声音，实在是叫他们耳朵疼。这年头的投诉不比后世无关痛痒，能够买得起电话的又哪里是一般家庭？电话直接打到电台，一个个台领导必须重视，这无形中又给了江庆极大的压力。这期间也有唱歌不错的出来过，也拉起了一个收听小高潮，但是局限性太小了，要么就只会一种，要么就是偏高偏低的唱不上，总之总有短点。男人终于唱完了，江庆摇了摇脑袋，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情绪扔了出去，而后打开麦克风，笑着鼓励道，你唱得很不错了，不知道咱们的观众朋友怎么想，我想大家要是私下里遇见了，可以好好交流交流对唱歌的看法。说完后，男人又赶紧道了谢，心满意足地说了几句，之后就被掐掉了电话。好家伙，围在了收音机前的观众们顿时来了劲儿，这么难听居然都能被鼓励，那他们也要试一试。于是打电话的人数越来越多，一个个都大胆了起来，甚至都不顾电话费了。程毅看着时间差不多了，终于拨通了电话。江庆一直在等着，他这边是可以看见来电显示的号码的，内幕总归会有一些，比如每天有一个特定的观众打电话过来，号码黄鹤翔都会提前告知，到时候掐掉别的电话，只需要这个电话就可以。看着这个号码，江庆甚至仔仔细细地比对了一下，确定这是黄鹤翔给的号码后，他这才摁下了接通键。喂，你好，请问怎么称呼？程毅这个名字刚到嘴边，却被他咽了回去。想了想，他笑着道，程寻林。虔诚的程，寻找陵墓的陵。程毅的声音音质很好，沙哑带着一点点颗粒感，说话的时候语调放低，总觉着温柔又深情。江庆笑着道，你好，程先生，我想问下，您是想要献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什么样的歌曲呢？程毅清了清嗓子道，是一首我朋友写的歌，新的，能唱吗？朋友写的歌？江庆终于来了兴趣，直了直身子，笑着点头道，
当然可以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当然会喜欢的。江庆倒是真的没有把诚意往唱歌那方面去想。实际上，这么些天下来，江庆早就麻木了。对于他来说，甭管任何手段，只要能拉高收听率，那就是成功的。而这个程寻灵居然说要唱自己朋友写的歌曲，众人听了哪能不新鲜？于是江庆笑了笑，柔声道：“我们电台成立这么久，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唱自己歌曲的听众朋友，真是新鲜。”江庆清了清嗓子，又问了一些有的没的，之后才笑着道：“那行，就请这位观众准备，咱们听一听他朋友写的歌曲究竟如何。”江庆笑着说完，就挂断了麦克风。这会儿，黄鹤翔也站在了播音室的外面，对着自己比了比手势，大概是在询问进度。江庆确认麦克风是关闭的状态后，这才转身对着黄鹤翔点了点头，示意一切都好。第103章，震惊众人的新歌。而与此同时，千家万户的收音机内，一个低沉悦耳又温柔的声音响了起来：“同是过路，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双。”到底会是谁？这是梅艳芳的歌曲《似是故人来》。按照时间段来看，应该明年才由林夕作词，罗大佑作曲发表出来的一首歌曲。曲调婉转，融入了羊城大戏的曲调，前几个字眼朗朗重复上口，而且融入了古典特色，小调悠扬，随着歌词心境起伏，十分应景好听。程毅唱歌是真的好听，声线干净，沙哑温柔，再加上极其标准的粤语，在开口的一刹那，就已经飞快夺走了全部的注意。说不上传奇，恨台上青青，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俗尘渺渺，天意茫茫。江庆愣住了，他坐在播音室内，听着从里面传来的歌曲，标准的粤语，沙哑温柔的嗓音，最重要的是这陌生却又莫名好听的歌曲，几者相融，互相成就。这首歌迅速抓住了自己的耳朵。这是什么歌曲？真的是这个人朋友写的歌吗？也太好听了吧！江庆第一次来了兴趣，他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认认真真地听着从电话里头传出来的声音。门外黄鹤翔对自己招手，似乎想要问什么，却都被江庆无视了。他甚至下意识地轻声跟着哼唱，一闭眼，眼前跟着这个小调，完完全全进入了另外的场景。烟雨小阁楼，有人坐在摇椅上，在台下看戏，手里一壶茶，斜斜靠着，眯着眼瞧，姿态慵懒又愉悦。等到缓过神来的时候，程毅却已经唱完了。他没有挂电话，只能够听见电话那端传来几声虫鸣鸟叫声，格外空寂。嗨嗨，程毅试探性的咳嗽了一声，小江主持人，他轻声喊道。江庆也终于在这一瞬间回过了神，赶紧打开了麦克风。不好意思，我听歌听得入了神。他惊讶道，这首歌真的是你朋友写的吗？可真好听，你的粤语也太标准了。程毅笑着道了谢，又随便扯了几句，搪塞了过去。要不是时间限制，江庆恨不得现在就追着程毅一个人问，将他扒个干干净净。挂了电话，接下来是个女听众打过来的电话。电话一接通，那女听众激动的声音就传了出来：主持人你好，请问能不能把刚才那个听众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啊？他唱歌太好听了，我觉得比那些港台明星都好听，我想要打电话叫他继续唱，就唱刚才那一首，付钱也可以。江庆，他是真的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幸好自己临场反应足，当下赶紧笑着揶揄道：这可能不太行哦，不过很谢谢你的喜欢。这位名为程寻灵的听众朋友现在肯定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一定会接收到您的喜欢。说着，江庆就挂了电话。然而接下来的第二个、第三个电话全都是女听众打进来的电话，节目彻底乱了套。而门外，黄鹤翔也赶紧推开门走了进来，示意江庆可以下线了。40分钟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江庆掐准点下线，刚摘下耳机，就看见黄鹤翔一脸激动地看着他。刚才是谁打电话过来了？9点整那个时间段，咱们电视台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说是什么似是故人来，还有程寻灵，都是什么？黄鹤翔是真的惊着了。刚才自己一直在后台监控收听情况，没想到9点整的时间段，电视台的电话忽然被轰炸了似的，接二连三的电话响起，都在问音乐电台里头唱的歌似是故人来，还有一个叫做程寻灵的人。江庆当即将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黄主任，你这次找的人可真厉害，唱歌很好听，他唱了一首说是他朋友写的歌，很有港台风，粤语也太标准了。江庆眼睛亮晶晶的，又道：只可惜我们都听不懂粤语，也不知道歌词究竟写的是什么，但是那个调子是真好听。对了，黄主任，你能联系上他吗？最好将喊他歌词写一份寄过来，或者拍电报也是可以的，电台里头肯定很多观众想要。黄鹤翔听着这名字愣了半晌都没缓过神来。程寻灵，
他好像没找过这人啊。黄鹤翔敏锐意识到这一次可能是音乐频道的大转机，当下和江庆说了几句话后，转身快速朝着自己办公室走去。不管怎么样，他都已经要找出这个人来。此刻，门口走廊下，程毅将电话放在一旁，摇椅轻轻晃着，脑袋里反反复复浮现出刚才的旋律。今天他有些冒进了。实际上，重生过来，他也曾经想过当一个文超公，歌曲、影视等等，照搬照用，那岂不是遍地是机会？但是仔细一想，这种事想象是美好，但是真的实践起来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每一个年代都有相对流行的风格，就好比这个年头就是流行这种港风，你非得将后世才流行起来的音乐加入进来，那整一个就是大灾难。出格、跳脱，不被主流文化认可，太超前的歌曲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今天直到开始打电话连线前，程毅原本脑袋里想的都是89年金曲榜上的歌曲，可是在听见那人第一首点的梅艳芳后，他顿时又变了主意。似是故人来，按照时间算，应该是明年发行的歌舞，曲目风格和这个年代相融合。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借由这个节目一鸣惊人，最好牢牢抓住观众，才能够有接下来的效果。而如今根据后来拨打进节目的电话来看，他的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程毅心满意足，躺在摇椅上哼着小曲儿，吹着风，惬意极了。此刻，副台长陈朝辉家，陈朝辉是一名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尤其是当自己第一次听到港台音乐的时候，就被深深的震撼了。那种无拘无束的唱歌风格和大陆内完全不一样的惬意自在，都叫他深深着迷。第104章，程寻林就是程毅，难怪了。再加上陈朝辉原本就是电视台的副台长，因此在引进电视剧的时候，对于港台文化也会有更多的了解和偏爱。一来二去，他就对港城娱乐圈有了一个大致的认知。陈朝辉一直在关注港圈音乐，当初见着程毅，听着他唱了一段歌曲后，心里头对于他那纯正发音的粤语，心里头也是有着震惊的，因此就格外关注了些。这段时间他每天都打开收音机听音乐，一来是他的确是这个音乐频道的忠实听众，二来他也说不清为什么总是觉得程毅这小年轻合眼缘，想要看看他在电台里头的表现如何。而这几天来，每一天程毅都没出现，他心里头甚至是有些失望的。看来第一眼印象并不能够决定一切。而今天当程毅的声音出现在电台后，陈朝辉顿时眼睛一亮，心里头也终于松了口气。他的声音很有特色，隔着话筒再通过广播电台将他的声音传到收音机的时候，这种颗粒感和质感就变得更强了，那种天然的年代感一下子就被带了出来。而就在陈朝辉以为程毅将会唱一首十分经典的粤语歌曲来镇住场面的时候，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居然选择唱一首从来没有唱过的歌曲，而且还是他朋友写的。陈朝辉是实打实的震惊了，没等自己缓过神来，下一刻缓缓流淌的小调就慢慢出来了。似是故人来，这是一首完全没有听过的歌曲，但是不论是歌曲的音调，还是这节奏的把握，甚至于歌词和歌曲的融合程度，都叫陈朝辉这个资深的港圈文化爱好者震惊了。好听，绝对好听。陈朝辉听完后，坐在椅子上慢慢回味了一会儿。他的粤语实际上已经比一般人要好很多了，但是想要听懂程毅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却还是有些费劲。这歌曲越是回味就越是有味道，可是歌词却怎么想都回忆不起来。他心痒难耐，想了想，到底是没忍住，转身走进房间里，而后拿起电话拨通给了黄鹤翔。喂，电话嘟嘟响了2声，迅速被接起。黄鹤翔的声音急匆匆的，听得出来很是忙碌。哪位？有什么事吗？现在很忙，有事说事，没事我就挂了。陈朝辉一愣，旋即笑了。黄主任，是我，陈朝辉。黄鹤翔一愣，顿时吓了一跳。陈副台长，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到处都是打过来的电话，这边正忙着记录听众们的要求，您见谅。黄鹤翔赶紧道。陈朝辉也不含糊，知道对方在忙，因此也就没多寒暄，直接开门见山问道：我是想问你，程毅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你应该知道吧？程毅。黄鹤翔虽然忙，但是这点记性是有的。他想起来程毅就是今天打电话过来，说他自己是陈副台长推荐的那个人，当下赶紧点头道：有时候我也做了记录，但是可能要翻一会儿才能翻着。今天音乐节目里，一个叫做程寻林的年轻人打电话过来唱了一首歌，结果不少观众都打电话过来问情况，我们电台现在忙得一团糟，我正在找他是谁呢。黄鹤翔还是解释了一番，毕竟对方比自己大一头，现在电台忙得不行，对方要求找号码，他最快也要等到明天了。却没想到自己话一说完，陈朝辉就笑了。黄主任，我知道你忙，但是我给你提个醒。陈朝辉笑着道：程寻林就是程毅，他的声音我还是听得出来的，
你直接找这个号码给我就好。你要是想找人，我现在就帮你联系。他说完，又揶揄道：“这个面子，他应该还是给我的。”黄鹤翔闻言，顿时愣在了原地。什么？程寻灵就是程毅？难怪了，难怪了。黄鹤翔连说2个难怪。要知道，今天江静问自己那个唱歌的年轻人，自己究竟是在哪里介绍过来的，黄鹤翔简直是一头雾水，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啊。再说了，谁又能想到程毅居然换了个名字，叫做程寻灵了呢？经过陈朝辉这么一点醒，黄鹤翔顿时就反应过来了。他喊来了人，直接就抄了电话号码报给了陈朝辉。黄鹤翔赶紧道：“陈副台长，真是麻烦您了，要是能联系上他，知道他住址什么的，就麻烦他来我们广播电台一趟，这具体的合作项目之类的还得好好商量一下，签一些合同，你看成吗？”陈朝辉答应了，之后就挂了电话。他照着号码拨了过去，很快就被接听了。程毅的声音在电话那端响起，问道：“喂，黄主任吗？”实际上，程毅一直都守在电话前，这一次歌曲的反响应该不错，因此自己也一直在等黄主任联系自己。没想到电话那端，陈朝辉清了清嗓子，笑道：“是我，陈朝辉。”陈副台长。程毅有些惊讶：“您找我有事吗？”陈朝辉笑道：“我是音乐电台的忠实听众，今天听见你唱的歌，觉得很好听，可是我粤语不太行，歌词听不太清，所以打电话过来想问你具体歌词。”陈朝辉十分有礼貌：“程小友，是不是打扰到你了？”程毅赶紧笑道：“陈副台长客气了，我今天刚安装的电话，还没人知道这个号码呢，我以为是电台打电话过来找我，没想到是您，怎么会打扰？”陈朝辉心里一下子就了然了，也是，自己之前光顾着给电话号码了，倒是忘了，这年头家里头能够安得起电话的能有几个？原来是这些天一直在想着法子安电话，倒是自己误会他了，心里头越发畅快了不少。紧接着就听见程毅道：“陈副台长，歌词我可以现在报给你，或者是写一封信寄过去，您看怎么样？”陈朝辉道：“不然这样，你现在口述一遍，然后黄主任还交代我了一件事，让你来广播电台一趟，把歌词登报一下，签一下合同，还有具体的流程都要走一遍，你看怎么样？有时间吗？”第105章再去省城。程毅一乐，得，这是大鱼上钩了。他应了下来，之后在电话里头将歌词口述了一遍，那边陈朝辉赶紧拿着纸笔认认真真的抄了下来，之后才终于挂了电话。事情忙完，程毅走回屋子，屋子里还亮着灯，但是走进去的时候，林清然已经睡了，2只小家伙也睡得香甜，横七竖八的睡着，肉乎乎的小胳膊肘交叠在一起。程毅看了一会儿，拿起被子给2只小家伙盖上，之后自己才在床边躺了下来。原本打定主意是明天就去江城，但是明天还得配合一趟去汇报演出。他闭了眼，一夜到天明。翌日下午，汇报演出轰轰烈烈结束了，整整3分钟掌声绵延热烈，所有人都一脸兴奋地看着台上的程毅和唐金森等人，面色激动。可真好看，这剧看得太解气了，那老头就应该被人抛弃，没人搭理才是啊！欧阳平演得真好，看着叫人揪心，幸好最后被放出来了，不然可真叫人担心。刚才我都哭了，太精彩了，想不到咱们元安县的话剧团演得也这么好看。下面坐着的基本上都是元安县各个职工单位的职工，每个单位选出几个员工代表，发放门票，可以进来观看。元安县城里头的大礼堂远远没有江城里的繁华，这大礼堂是广场旁边的一处平房，广场中心有一根高高的柱子，上面挂着喇叭。以前这广场是用来给附近的职工们做早操用的，尤其是60、70年代那会儿，做早操也成了一种文化。8、9点的时候，全县喇叭播放音乐，职工们跟着出来排队做早操，十分壮观。而大礼堂就设立在这里，用来开会、通知、表演等等。这会儿也有一些从外头翻墙溜进去的人，扒拉在墙根，蹲着，猫着腰，兜里头揣着一把瓜子，津津有味地嗑着。一场结束，满堂彩。而人群里，程明生坐在椅子里，怔怔然看着台上的程毅，直到节目结束，他才被身边人拉了起来。饰演欧阳平的演员是程毅。实际上，程毅上台的时候，身上的装扮都经过了装束，一时之间，要不是极为熟悉的人，甚至都认不出来。而程明生一开始也没认出来，因为那人的感觉和程毅简直完完全全是2个模样，脱胎换骨，就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似的。不论是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音，亦或者是那正义凛然的模样，都叫程明生压根没往那地方想。直到程毅开口说话，即便变了语气，声音稍微使了巧劲儿，粗犷了不少，但是这一开口，他还是听出来了，那是程毅，他的亲弟弟。一整场戏下来，程明生的脑袋里都是浑浑噩噩的。他没想到自己这个亲弟弟
居然真的站上了话剧团的舞台，在这里光芒万丈的演戏，跟着人流走出大礼堂。身边的同事还在反复回味着刚才话剧团的剧情，直到有人一侧头，好奇的想要看看演员表，才发现大礼堂旁边的土墙上贴着大红字报，上面写着的就是演员相对应的演员名字，前5个就是主演，一个个看下来，第2个就是程毅。哎，程明生，这个程毅怎么和你弟弟名字一样？你不是说你弟弟是个不着调的人吗？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吧？哪儿？我看看。嘿，还真是，而且还是演欧阳平，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角色了，演得真好，我都看哭了。程明生，真的是你弟弟啊？不然你去给我要个签名呗。人群哄闹笑开了，程明生却低着头，一言不发，不知道在想什么。入夜，程毅在准备去省城的行李箱，里头整整齐齐地码放着现金。这一次卖衣裳，本金和利润一共能有1万出头，可是按了个电话，直接把利润干没了，因此箱子里头还是放着7000元，1000块一摞，足足7摞，还有些零碎的钱，程毅全都留在家里了。林清然在家，手里头总不能不留点钱，正准备盖上箱子，林清然却忽然想起来什么，赶紧喊住了他。等一下，他道，说着起身小跑到床头放着的大箱子下，抽出了一个信封，这是今天下午三东子送来的，说是这段时间的利润，你点点。螺丝？程毅接过来，打开，轻点了一下，足足1560元。这钱你也带着，不过路上要小心。林清然说着，声音顿了顿，小声道，我和晴晴朗朗在家里等你回来。程毅点点头，盯着林清然看了一会儿，又迅速探起身子，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我知道，他笑着道。翌日，天色蒙蒙亮，程毅起身拎着箱子出了门，在车站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了林晨虎。他穿着一件立领 polo 衫、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3道杠鞋，靠在墙上，整个人懒洋洋的，手里头更是拿着烟，猛吸一口，就朝着半空中吐烟圈。林晨虎这是学的港剧，里头的人都是这么抽烟的，吸一口，腮帮子鼓圆了，之后往外吐2个烟圈，最后一抹甩发，那绝对是小姑娘最喜欢的样子。林晨虎站了一会儿，果然有几个小姑娘朝着看了过去，他心里头正得意，就听见一人笑着喊他，难得起这么早。林晨虎一回头，就看见程毅站在自己身边，他赶紧支棱起身子，虽说不情不愿，但还是喊了一声姐夫。这2天，赵春娇几乎是一有时间就往这边跑，他不知道是个什么法子，从租房老头那里知道自己现在住在这里，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叫程毅下次做生意一定得带着林晨虎。程毅于是喊他今天早上来汽车站等自己，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居然起得这么早，做生意得勤快，我可不是什么混小子。林晨虎挺直腰杆，程毅抿了抿唇线，笑着没说话，之后带着林晨虎进了车站。江城毕竟是省会城市，车票很多，买了最近一张票，20分钟后2人上了车。第106章，什么？做生意居然这么容易？一路上晃晃悠悠，1个半小时后终于抵达江城。林晨虎来了省会城市，肉眼可见的兴奋，到处瞧瞧看看，尤其是那一整条街的店铺和络绎不绝的人流，都叫他高兴极了。做生意还是得来省会城市才行，咱们那小县城能挣点多少钱？早知道我就来省城里头闯一闯，指不定现在早就挣大钱了。林晨虎啧啧了2声，开口道，他这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从小到大家里头宠着惯着，遇到点挫折就找人帮助，自己压根熬不过去，关键是没吃过什么苦，总惦记着过上人上人的日子，觉着钱这种东西那还不是有手就行，于是一次次被社会吊打，可惜也总长不起教训。程毅笑了笑没说话，他带着林晨虎直奔批发市场，来这里是为了进货而不是为了玩的。一走进批发市场，程毅直奔老摊位，中年男人顿时一眼就认出来程毅。哎，他疑惑盯着程毅，一脸蒙圈，这小子前些天不是刚买了衣裳回去吗？那么大一包满满当当背着，这才几天，怎么又来了？你怎么又来了？中年男人疑惑问道。你那些衣裳卖完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衣裳，他不管怎么想都不觉得能够搭配出漂亮的一套来，这才几天，卖完了不可能吧？程毅却笑着耸耸肩道，是啊，县城里头没什么竞争对手，那些衣裳早就卖完了，所以又来照顾你生意了，来得这么频繁，你还不给我便宜点？中年男人眼皮子一跳，这年轻人怎么什么都能给自己挖坑？我这还不给你便宜？你瞧瞧，上次可是足足给你便宜了40块。他气乐了，又将自己摊子上的衣服往前推了推，道，这些都是新到的衣裳，你瞧瞧看，要是买的多些，我再给你便宜。做生意不过就是2种模式，
第一种薄利多销，第二种买的人少，但是单价贵，利润大，开张一天吃半月，这两种都能挣到钱。而开在批发市场里头的摊子，显然是第一种。中年男人一开始还觉着程毅不过是来试水的年轻人，如今一瞧，怕是能够长线培养，自然而然也就愿意多便宜些了。程毅这会儿带了8000多块，他心里头飞快盘算衣裳如何搭配，手下也不闲着，这一件那一件在衣服堆里头翻找，速度极快，看起来十分随意。而这一幕落在一旁林晨虎的眼里，却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一脸惊愕，这是在进衣裳？按照林晨虎的想法，程毅从江城买回去的那些衣裳，那么多人喜欢，肯定是来这里之后仔仔细细的问过最近流行风向，再一件件仔细挑选，这才买回去的。他万万没想到，居然这么随意，真的就像是在捡破烂，手上挨着哪一件就捡哪一件回去，一件件扔到摊子老板的面前，每一种都来10件。老板好像也习以为常，拿着计算器噼里啪啦的再摁。半个小时后，挑选完毕，中年男人将计算器递了过来，又写下进货单，让程毅自己按照计算器摁了一遍，一共是3670元。程毅确认了一遍，的确没错，又笑着看着中年男人，意思不言而喻。中年男人生气又好笑，没法只能点头应了。成，真是没法子，你们这些人砍价也太狠了。3600，定金1000块，晚上来拿货。程毅笑着点头，道了谢，付了定金，紧接着如法炮制，又走了2-3个摊位，买衣裳的速度简直叫人惊讶。中午还不到点的时候，程毅就带着林晨虎从批发市场走出来了。林晨虎怔然，这会儿脑袋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挣钱，这么容易的吗？他之前还以为挣钱要靠本事，但是现在看来，完完全全靠运气啊。这衣裳定价也不高，可是程毅带回去，一套衣裳能卖100多块，这利润简直了。他心里头飞快算了算利润，惊愕发现这样下去，不出2-3趟，他这个姐夫可就能够成为万元户了。天，他这么些年都在研究生意，可是从来没发现过生意居然这么好做。真的就是随随便便买一些衣裳回去，县城里头的那些小姑娘们就全盘接受了。做生意居然这么简单。林晨虎现在很有一种错觉，那就是自己现在要是有了钱，随随便便买衣裳就和程毅一样，他买回去多少就能卖出去多少，到了那时候挣大钱的人就是自己了。他心里飘飘然，跟着程毅去吃了一顿饭，就说自己要去省城里头转转。他也带了钱过来，整整50元，这还是临出门前赵春娇塞给他的。家里头钱不多了，但是赵春娇指望着自己儿子出门，还是不能丢了面吃了亏，因此还是凑了这些钱塞给了他。林晨虎决定出去转转，程毅正好也有事儿，他得去广播电台一趟，和林晨虎约定下午3点在批发市场见。两人吃了饭，各自打了车，各奔东西。江城广播电台距离批发市场有点远，喊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广播电台。广播电台是新建的大楼，足足22层高，在江城来说算得上是地标性建筑了。外面一条商业街，人流量很大，不少人来江城游玩都会选择在这里逛一逛。程毅今天穿的一件白衬衫，下面黑色工装直角裤，白球鞋，又理了一个清爽的碎发，瞧着十分青春活力有朝气。他走到广播大楼门口，保安赶紧往前走了一步，伸手拦住了他。站住，干什么的？程毅赶紧递了一支烟。找黄主任，是他让我过来的。黄主任？保安狐疑接了过来，问道：哪个黄主任？黄鹤翔，负责音乐电台的那个。哦。保安拉长音调问道：有介绍信没有？单位开的证明呢？这里普通人不让进。程毅无奈，不然您帮我问问，就说成巡灵来找他。程毅说着，又塞了一盒烟递过去，笑着道：大哥，我是真的有事儿，帮帮忙。第107章，就等他呢。保安瞧着这一整包烟，当下眼皮子一跳，伸手不动声色的将烟接了过来，往自己兜里一揣。那成，我就去给你通报一下，但是能不能进去，我可不敢保证啊。保安说着，转身走进保安亭，将对讲机拿了出来。下通话键，只说外面有一个叫做程寻林的年轻人要见黄鹤翔主任，没想到对讲机那边赶紧道：快点让人进来，就等他呢。保安挂了对讲机，走过来，狐疑又惊讶的上下打量了面前的年轻人一眼，说让你进去呢。程毅道了谢，笑着又说了2句，这才抬脚走进广播电台大楼。广播电台大楼进门是旋转玻璃门，推门进去，挑高的大厅，还有精致的地板砖和精美的装潢，无主灯沿着1楼周边亮起，十分精致漂亮。这是去年才落成的建筑，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江城的地标性建筑，因此格外时髦漂亮。程毅走进去，迎面一个穿着职业套裙的女人迎了过来，盯着程毅，
问道：“请问是程寻林先生吗？”程毅点头，他面露喜色，赶紧迎着程毅朝着电梯走去。黄鹤翔主任在8楼等您呢，这边请。说着，他就带着程毅朝着电梯走去。两人一路到了8楼，出了电梯，走廊尽头是一扇双开门会议室。这会儿还没走进去，远远就听见会议室传来一阵嘈杂议论声。女招待员带着程毅走过去，伸出手轻轻地敲了敲门。哪个？里面传来声音。程寻林来了。女招待员赶紧道。一会儿就响起哒哒哒的脚步声，门猛地被拉开，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了程毅的面前。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牛皮鞋，挺着肚子，秃着脑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一见着程毅，顿时双眼放光，伸手在他的胳膊上拍了拍，朗声大笑道：“哎呀，你就是程寻林，我们就等你过来了。”这男人不是黄鹤翔还能是谁？今天早上刚过来，昨晚上音乐电台的收听数据就出来了。从收听率上看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是略略往上提高了2-3个百分点，但是这电话拨打率可足足提升了200个百分点，甚至于别的省城也都有人打电话过来询问昨天晚上连线的程寻林究竟是哪里人，是不是什么大明星之类的问题。整个一大早，广播电台专门负责接电话的招待部简直处于全面瘫痪的状态，10部电话快要被打爆，不得已只能拔了网线，期待清静一会儿。这会儿到了下午，按理来说应该是下班时间了，但是他们还在开会讨论，看看音乐电台这部分究竟要怎么解决才好。没想到这会儿程毅就来了。黄鹤翔笑着带着程毅走进会议室，扭头看了一眼会议室内还在讨论的几人，大声道：“你们瞧瞧，谁来了？”会议室一共5个人，这会儿都拿着纸笔在讨论下一次音乐电台改版的方案。听见黄鹤翔的声音，当下一众人齐刷刷抬了头，朝着程毅看了过来。见着程毅，所有人心里都惊讶了一下。他们猜到了是程寻林，但是没想到居然这么年轻，而且模样还周正帅气。江庆也坐在角落里，他一抬头看见了程毅，也微微的惊讶了一下，看起来好年轻，好像和自己差不多大。他站起身来，朝着程毅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问道：“你就是程寻林？”程毅点头，他笑了笑，礼貌伸出手：“你好。”这姑娘他认得。江庆，这姑娘有能力，家世背景又好，在播音电台主持人这里踩了个跳板后，后面一路扶摇直上，报纸上见过很多次。但是上辈子在报纸上见过她，已经是一身干练利落的职业套装了，梳着很标准的蓬松头发，露出光洁的额头，精致的妆容，瞧着十分具有职业女性的利落感，而不像是现在齐刘海，散开了头发，大眼睛小脸蛋，也化着淡妆，但是看起来还有几分清纯可爱。江庆也伸出手握住了程毅的手，眼神不动声色地在他的身上打量着。他敏锐地察觉到了程毅手掌心里一层薄薄的茧，心里更加泛起了一种十分微妙的感觉。这是一个农民子弟，但是他不仅仅外貌五官上十分优越，更是唱歌还十分好听。要知道，那可是粤语歌，那么纯正的发音，得自己在家里练习多久？江庆一下子对程毅有了极为良好的第一印象。程毅握完手，一触即离，而后跟着黄鹤翔走进了会议室。几人站起身来，都笑着过来和他打招呼，紧接着指了指桌面上的文件，道：“我们正在讨论咱们音乐电台的最新改版方案呢，你来了正好，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毕竟主任说改版后将你作为重点，今天一大早，我们电台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说话的是个年轻小伙子，叫做齐长风。他和江庆是一对一同被招进来的主持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准备接手恐怖电台的接班人。齐长风也出国留过学，家世背景和江庆相当，外貌也十分出色。程毅笑着和他握了握手，之后被黄鹤翔招呼着在座位上坐了下来。现在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具体谈谈这怎么改。昨天晚上的收听率虽然只提升了1-2个点，但是最重要的是看今天晚上，只要今天晚上收听率能爆，那么这方案就能通过。黄鹤翔搓了搓手，神色有些兴奋。他已经到了中年，想要往上走一走，就得拿出过硬的业绩才行。这次的音乐电台倒是叫他看见了希望。接下来就是几人各抒己见，热切讨论。程毅作为当事人，有些观点是不好发表的，比如实际上他是希望能够给自己更多的展示时间，让他将程寻林这个标签做起来。等到自己服装生意做到省城，有了不菲的启动资金后，这唱片公司和影视公司就都能动手了。第108章，一点苦都吃不了，挣什么钱？到时候程寻林这个标签就是最大的助力和最好的宣传手段。他静静地听着。半个小时后，2个观点起了冲突。一个是偏向于保守派，觉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亮点，
那么就应该继续维持下去，等到业绩稳定了再提改革的事情。然而黄鹤翔却有些不满意，他觉得就应该乘胜追击，抓住程寻林这个亮点，围绕着他做一个宣传，甚至倾向于将音乐电台大部分的时间交给他。两拨人争论得不可开交，最后黄鹤翔抬头看向程毅，问道：“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看了过来，毕竟程毅才是当事人。程毅站了起来，伸出手，轻轻敲了敲桌子，声音不疾不徐道：“我觉得可以中和一下。”中和一下。所有人都齐刷刷看向了他。1个礼拜7天，135或者246，我可以连线。他慢慢道，胃口被吊着，才会有继续听下去的欲望。而且，其余时间也给别人留一点机会，总不能叫我一个人站着，过犹不及，这才是重点。时间可以拉长，但是不要太多，5分钟到10分钟都可以。我可以一直连线唱歌，或者观众点歌都可以，增加互动，才能做得更长久。不然的话，我就和一个驻唱歌手一样，观众不过是来听歌的观众。他们打那么多电话过来，我想应该是好奇，只要能够把他们的好奇心吊住，这节目就成了。他分析得很快，利落干净，众人一下子就沉默了。的确如此，其实所谓的电台不过是抓住人心罢了。如果过多的让诚意暴露，叫众人失去了好奇心，那么就会和换了一个新主持人一样，新鲜感一过，收听率还是会受到大大的影响。做这一档节目最成功的点在于，诚意堪比港台歌手的实力营造出神秘感，但是他却又是一个藏在江城人群中的普通观众。黄鹤翔做节目这么多年，当下一来二去也就品出来了。他咧嘴一笑，伸手在桌子上轻轻一拍：“行，就按照你说的办。”黄鹤翔赶紧叫人按照这个思路做策划。这个概念他们一直在摸索着进行，但是能够被人这么直白一针见血的指出来，还从来没有过。计划定了，事情就好办了。紧接着就是签订合同，因为程毅隔1天就要连线，算得上是外聘职工了。黄鹤翔也没有亏待他，而是写了一份聘请文件，大致就是直接聘请程毅作为广播电台外聘职工，1个月的工资70元，其余的福利待遇什么的和正式员工一样。这钱着实是少，但是毕竟是国营性质的公家饭，能够给一个外聘职工这么高的价格，那还是因为广播电台油水足，是个高福利单位。否则的话，外聘职工也就是30元起步，更何况还是这种在家上班只需要打个电话隔天连线的活儿。换句话说，即便是21世纪，那些鼎鼎有名的大明星在国家挂了个职称名头，1个月也是照样领那么些工资。约定好时间和走了一遍流程，程毅这事儿就算是定了。江庆，你送送他。黄鹤翔笑着对江庆道。事情敲定，黄鹤翔也算是松了口气。江庆点头应了一声，之后跟着程毅走进了电梯。电梯下行的过程中，江庆一直站在程毅的身后没说话，眼见着马上就要到了1楼，他才终于开了口：“你本名不叫程寻林吧？咱们都是同事了，名字不能透露吗？”电梯抵达1楼，程毅笑着回头看了他一眼：“程毅。”他道：“程寻林是我艺名。”说完后，电梯门开了，程毅走出去，对着他摆手，揶揄道：“怎么，用艺名不犯法吧？还有，别送了，我自己出去就行。”说着转身大步离开。江庆一愣，旋即微微咬了嘴唇，这人怎么连个名字都要藏？下午3点，程毅和林晨虎在批发市场门前碰面。林晨虎兜里揣的50元钱，花的1分钱不剩。他手里拎着兜子新买的苹果，鼻梁上搭着新买的蛤蟆镜，一脸的心满意足。瞧见程毅过来，他掏了个苹果递过去，道：“姐夫，吃苹果。”程毅摆手，不吃。林晨虎闻言，拿起苹果，干脆在身上胡乱擦了擦，开口就咬。程毅想赶着最后一趟车回元安县，因此扭头喊他跟上，之后就带着他往批发市场里头走。几个订衣服的摊主已经把衣服准备好了，程毅也不含糊，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之后付了尾款。足足4个巨大编织袋，拎起来沉得吓人。程毅扭头看了一眼林晨虎，旋即笑了笑，对着他招手：“过来拎东西。”林晨虎正在啃苹果，听见程毅的话，他一愣，有些不敢置信的瞪大眼：“我吗？乖乖。地上那么大的4个编织袋，难道要自己去拎？”程毅好整以暇地看着他，道：“做生意哪有这么容易的？咱妈不是说了，你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吗？怎么了？这才喊你拎2个编织袋都不愿意了？你一点苦都吃不了，还挣什么钱？”程毅最后几个字加重了语气。林晨虎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自己跟着程毅来之前，他妈赵春娇就是千说万说，说他能吃苦，能受累，不管啥事儿喊他去干就行。林晨虎那会儿为了挣钱，赶紧点头答应。万万没想到，居然真的要干苦力。而且，要是程毅全指挥自己干这种活的话，他指定就撂挑子了。可是4个大编织袋，程毅居然也扛起了2个。
他买了2根扁担和麻绳，自己挑了2大包，又扭头看着林晨虎，还不快点跟上，咱们得赶最后一趟车回去。得，到了这份上，他怎么还能说出拒绝的话？瞧着是公公平平的，要吃苦，2人一起吃，谁也不好说谁。林晨虎只能咽下这口气，黑着脸走过去，一声不吭的将麻绳套着2个大编织袋，之后用扁担一边挑着一头，半蹲着身子，猛地一咬牙，用力就将扁担抬了起来。第109章，吃大亏的林晨虎。妈的！林晨虎心里忍不住爆了句粗口，牙关咬紧，眉头拧成了疙瘩。这东西也太沉了。林晨虎从小到大都是家里头的心肝宝贝，什么脏活累活都没干过，更别说挑东西了。他肩膀被压得疼得冒汗，眼圈都红了。跟着程毅穿过大街小巷，眼见着还有一半的路，他终于没忍住，将东西往地上一放，大喊道：姐夫，休息会儿吧，我扛不动了，咱们喊一辆车成吗？林晨虎说着，抬手擦了额头上的汗，赶紧伸手在自己裤兜里掏钱。我出钱，我这里还有5元钱，咱们喊一辆人力3轮，我真走不动了。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姐打小最心疼我了，她要是知道，指定不高兴。你就算为我姐着想，咱们喊个车吧。程毅停了下来，他扭头看着林晨虎，这小子今年19岁，还是年轻莽撞的时候。他不傻，赵春娇那一家子都是重男轻女，从小到大，林清然作为长女，不知道吃了多少苦。自家媳妇儿如今的性子和他们脱不了干系。说白了，他也不是什么好人。带着林晨虎做生意，更多的是想叫他也吃苦，敲打敲打。恶意没有，但是教训是真的。说到底，他也是自家媳妇儿的亲弟弟。林晨虎满头大汗，眼睛里头还挂着泪。程毅笑了笑，倒也没真的为难他，喊了一辆人力3轮，将4大包货物全都放了上去，喊林晨虎在车子后面推着，这才带着衣服回了车站。钱当然也是程毅付的。2人赶上最后一趟回元安县的车，路上林晨虎直接睡死了过去。抵达远安县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林晨虎被折磨得没脾气。下车的时候，程毅凉凉地看了他一眼，道：睡了一路，休息够了，把衣服拿着下车吧。林晨虎，他一脸欲哭无泪，却也只能认命，跟着程毅身后将衣服套在扁担上，之后扛着下了车。是真的沉，他只觉得肩膀快要被压断了。跟着程毅走回他家，林晨虎满头冒汗，换了各种姿势，才好不容易扛着到了门口的。老头听见声音，从自己的平房里头探着脑袋出来看了一眼，见着2人还有4个包裹，面无表情道：垃圾不准乱扔。他指了指墙壁上用油漆写的几个大字：乱扔垃圾罚款。林晨虎一肚子恶气没地方出，又不好对程毅发作，当下这老头儿刚好撞枪口上了，他气得一顿骂：什么垃圾？看你老糊涂，活够了是吧？这玩意儿是垃圾？长没长眼？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词语，林晨虎骂起人来眼睛都不带眨的，中气十足。程毅眉头一皱，抬脚踹了他膝盖窝一下：嘴巴放干净点，说什么呢？林晨虎一滞，对于程毅，他总是有种莫名的惧怕感。当下气焰顿时就灭了一半。老头儿也不是吃素的，当下开口就骂，说的还是元安县的方言，各种难听的词语全都一股脑儿的涌了出来。他骂了2句似乎还不够，当下气得抄起铁铲子就要追。林晨虎也吓了一跳，他说到底被家里惯坏了，真的遇见事儿，吓得将2大包衣裳扔在地上，拔腿就跑。老头儿气得拔腿就追。妈的，在这里待了这么些年，居然还有兔崽子敢当着面骂自己，真是活久见。老头儿年轻时候就是这里的保安，什么样的贼和小二流子没抓过？林晨虎才几岁，在他眼里头毛都没长齐，只可惜到底是老了，追了没2下，累得气喘吁吁。程毅这会儿也有些不好意思，当下赶紧快步走到了老头的身边，掏出烟递了过去，道：哎，大爷，消消气儿，他是我小舅子，年纪小不懂事，嘴臭，您别和他一般见识，抽烟。老头儿气喘吁吁，他直起腰，朝着程毅看了一眼，发现他手里拿着的是红塔山，当下也没多计较，脸色好看了不少，将铁铲放下来，靠在墙上，从程毅的手里接过了香烟就点上了。这小兔崽子嘴这么臭，早晚有天能叫人收拾喽。老头哼了一声，抽了一口烟，将铲子靠在墙上，抬起眼皮朝着程毅看了一眼：你刚才说这小子是谁？你小舅子？程毅点点头，没当回事儿。老头子又吸了口烟，想了想刚才那小子，总觉着有些面熟，他长得有点面熟，和他老子有点像。老头子嘀咕了2声，忽然看着程毅问道：这小王八羔子是不是姓林？林明生那家伙的儿子？程毅也跟着蹲了下来，这衣服拿的实在是沉。听着老头子居然认出了林明生，他当下一乐，道：
对，是他。对于自己这个老丈人，程毅是真的没什么好印象。当年自己和林清然结婚，他足足要了1000块的彩礼，家里头东拼西凑才拿出来。结婚过来，这笔钱那真是一点都没给林清然。上辈子程毅到底也年轻，因为这件事也生过气，总觉着这媳妇儿是自己花钱买过来的，那就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财产，压根不珍惜。程毅蹲着，顺手薅了根狗尾巴草扔嘴里，笑着道：“老爷子，您刚才要真的打着了我那小舅子，估计我那老丈人得追上门了，那可是他的宝贝根子，谁敢伤着？”老头哼了一声，冷笑了一下，那父子俩都不是好东西。老头顿了顿，忽然想起什么，抽着烟朝着程毅看了一眼，问道：“你娶的是他大女儿还是二女儿？”程毅道：“大女儿。”老头又看了一眼手里的烟，沉默了一下，这才不咸不淡开了口：“那是吃了点苦头的。”老头子道：“谁叫跟了那家子没良心的？你人好，我也不怕告诉你，以后那家子能离远一点就远一点，这事儿除了我，估计也没几个人知道了。”程毅敏锐听出来他话里有话，当下几乎是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又抽了一支烟递了过去：“老爷子，说说。”第110章，他是抱养来的孩子。老头笑眯眯地接了过来：“这事儿你也就赶巧了遇着我。你这老丈人之前是不是从程家村搬过来的？”程毅点点头：“没错，程家村村头靠近河滩那块儿，实际上也就是和林耀东家隔不了多远的路子。只是很早的时候，忽然家里头发达了，就拖家带口的搬到了县城来。程家村里头不少人都觉得奇怪，这林明生和赵春娇家里头种田，县城里又找不到什么活计，咋忽然搬家了？也不知道怎么发达的，总不好当着人家的面去问。”老头抽了口烟，笑眯眯道：“他哪是程家村的人？你回去问问，他早些年可是从河口村搬过去的。”河口村？程毅愣了愣，这河口村他是有印象的，算得上是元安县最穷的一个村庄了。他穷不是穷没有田地耕种，而是穷在地理位置着实是不好。上辈子有一次下乡扶贫的活儿，几乎全县的干部全都分配到了河口村去。长江水不稳，经常决堤，一旦水量暴涨，那么往往中下游就容易冲毁了堤坝，大片大片的庄稼被淹没。对于这一年来说，农民就算是白干了。而后来元安县想出了个法子，舍小保大，为了保住元安县以及下游大部分百姓们的收入，因此专门弄了个村庄出来盛水。也就是说，一旦有了要决堤的苗头，就会人为在河口村炸毁堤坝，将多出的长江水引流出来。河口村地势低，水出来之后就能蓄满整个村庄，不会回去，因此成了绝佳的好位置。办法是有了，可就是苦了村民和庄稼。那河口村哪儿还能住人？因此70年代就开始慢慢往外面搬家迁移。可惜那会儿拨不下多少资金，都是靠自己找地方。林明生就是那会儿搬到程家村去的。程家村的村长程德根也算不错，划了一块地给他们，甚至后来分田到户也都将他们给算到了程家村的村民里头。而程毅那会儿还小，不知道这些事，主要是也没人没事儿就拎出来说，因此逐渐的也就慢慢忘记了。老头儿弹了弹烟灰道：“我就是河口村的，他家里的事情我清楚。两口子早些年崽子都生不出一个，求了好多医生。我兄弟家里头就是干赤脚郎中的，头2年也上门问方子，说是怎么着都不怀孕。后来又去县城省城都看了一遍，家里头掏空了也下不出一个蛋来。”程毅越听脸色越沉，他的确是不知道这些事。原来林明生和赵春娇俩人算是近亲开亲。赵春娇是林明生的表妹，早些年村子里不懂这些3代以内不能结婚的道理，再加上瞧着林明生年纪大了，家里头看着着急，因此就将赵春娇许配给了他。可是近亲开亲哪能成？结婚4、5年了都没孩子，这在农村里头来说可真是了不得事情，因此到处看病。老头家里头就跑了好几趟，什么土法子都是过了，抱着公鸡睡觉，再要么吃生虾喝中药等等，啥法子都不管用。再后来去了省城，仔仔细细检查了一趟，只说两人都瞧不出来什么问题，可能是近亲结婚的原因。回来以后人就老实了，像是霜打的茄子，蔫不拉几，下不出来蛋的母鸡，谁不背后说两嘴？就这样又熬了2年，实在是熬不住了，两人决定出门继续看看身子。结果没2天就回来了，怀里头抱着一个红色襁褓的小女娃，脸红红，皮肤嫩嫩，眼睛睁开都费劲儿。河口村的村民也不傻，一瞧就知道这不知道是从哪儿抱回来的小女娃。村子里头有个老说法，要是生不出孩子，就去抱养一个女孩，带孩子孕回来就能下载。赵春娇和林明生也不松口，只说是自己生的。一开始对这个小女娃的确是好的，结婚这么些年没生着孩子，也就放弃了，决定要将这个小女娃好好养活，就当自己亲生女儿似的。可是
人算不如天算。女娃抱养回来第2年，刚会走路，赵春娇就怀孕了，生了个女娃，也就是林娇娇。隔了1年又怀孕，生了个男娃林晨虎。生林晨虎的那一年，林明生他爹高兴的买了2大挂长炮仗，放在家门口，放得震天响。高兴啊，老林家有后了。这原本说也是个大喜事，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不对劲儿了。那大姑娘一开始说是带孩子孕，对她也算好，可是逐渐的自家孩子也大了，想法也变了，总觉着是个累赘。老头抽着烟，又看了程毅一眼。你家媳妇儿也是个命苦的，小时候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我早些年从他家门口过，就瞧见那大闺女蹲在门口洗衣裳。老头说着比了比，这么点高的个子就站在门口洗衣裳，那狼锤都快和他一般高了。大冬天多冷啊！那2口子的心可真不是一般硬。余下的话程毅都有些听不太清了。他冷着脸蹲在地上，满脑子都是刚才老头的话。这种事他不是没听说过，抱养了孩子过来，可是后来自己又生了亲生的孩子，因此对抱养来的孩子就变本加厉的坏。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媳妇儿身上。他想起林清然下意识的怯弱，想起他的不自信以及小心翼翼的模样，胸腔里头在这一刹那仿佛燃烧了一团火。他忽然站起来，对着老头道：我衣服放在这儿，等会来拿，能帮我看一会儿吗？说完了之后又是递烟。有烟拿，老头当然高兴。他笑了笑，对着程毅摆摆手，大声道：你小子会做人，上道，这衣裳放在这里，我帮你看着，保管没事儿。程毅道了谢之后，转身朝着巷子里跑去，快步到了家门口，伸手一推，门开了。院子里晴晴朗朗正开开心心的玩耍，2人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小铁铲子和小锄头，正在哼哧哼哧的挖土，手里头拿着一把小石子儿，正费劲的撅着小屁股往地上撒。第111章，你想知道吗？关于你的身世。这是白菜，这是萝卜，晴晴喜欢吃胡萝卜，朗朗喜欢吃白萝卜，都种起来啊！朗朗费劲儿的挥舞着铁铲，2人哼哧哼哧的，小脸蛋涨得通红。似乎是听见传来声响，2人齐刷刷抬了头，朝着门外看去，就瞧见程毅推开门，正朝着他们望过来。爸爸！晴晴脆生生的喊了一声，飞奔过去，抱着程毅的腿，沾满了泥巴的小胳膊在程毅的腿上一个劲儿的蹭。你怎么回来了？妈妈说你明天才回来。朗朗也跟着走过来，抱着小锄头，抬头看了一眼程毅，小声嘟囔：朗朗在种菜，种萝卜。程毅瞧着2个小家伙，心里头又暖又欣慰。他低下头去，在2个小家伙的脑袋上揉了一把，忍不住又亲了亲，道：今天办完事就回来了，妈妈呢？妈妈在房间里呢。晴晴伸出手朝着屋子里指了指，程毅点点头，又招呼着2个小家伙自己去玩，而后稳了稳心绪，朝着屋子里走进去。门没关，半掩着。程毅推开门，就瞧见林清然正坐在床边，手里拿着裤子，另一只手拿着针线，正认认真真的低头缝补。他一眼就瞧出来了，那是自己的牛仔裤，前段时间拉链掉了下来，他就直接塞进箱子里忘了穿。林清然抬头见着程毅，下意识惊喜问道：你怎么回来了？他伸手将垂落在面前的碎发拂开，抬头看了一眼程毅，露出浅浅笑容，温柔潋滟。一路的劳累和千万想说的话都在这一刹那溶解。程毅抿了抿唇，快步上前，忽然俯下身，一把将他抱进了怀里。林清然愣住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程毅的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不一样。林清然尝试着伸出手环住了程毅的肩膀，柔声问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程毅没回答，只是用下巴在他的肩膀上用力地蹭了蹭。我只是知道了一些事情。他顿了顿，良久支起了脑袋，看着近在咫尺的林清然，轻声道：你想知道吗？关于你的身世。林清然的手猛地一僵。身世？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甚至从某些方面说叫他有些难以接受。我的身世？他尝试着张了张嘴，问道：什么意思？程毅，你说的身世是什么意思？程毅的眼眶有些泛红，他扶着林清然的肩膀，将刚才老头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有些事情没必要隐瞒，尤其是在这种时候。林清然听完，坐在床边，任由程毅扶住自己的肩膀。他第一时间居然是觉得有些不真实，这种事情就像是只会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八卦传闻，可是万万没想到在这一刻就发生在了自己身上，成了实打实发生的了。程毅也不说话，只是抱着他的手越发用力了些。没关系，没事，我在呢。良久，林清然点了点头，他没有流泪，在内心激荡的翻涌平静下来后，他甚至有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释然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难怪了。是啊，
自己从小到大不是没怀疑过，哪有父母是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呢？可是他是真的从林明生和赵春娇身上感受不到一点爱。自打记事以来，他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生命都耗费在了弟弟妹妹身上。每次累得掉眼泪，他也会委屈地问赵春娇和林明生，为什么弟弟妹妹能念书，自己不可以？为什么他们能糖，自己却只能舔一舔糖纸壳？得到的答复永远都是，女孩子念书没有什么好的，你长得漂亮，只要在家里干活，会做的活多了，以后就能嫁个好人家。至于吃糖，吃糖多不好呀，吃糖牙齿会坏掉，弟弟妹妹不懂事，赖着要吃，没法子。可你不一样了，你长大了，知道什么是好是坏，不能再和弟弟妹妹一样了。林清然只能被迫接受，他后来甚至自我麻痹。是啊，哪有父母不爱孩子的？只是因为自己是姐姐，是长女，就要承担的多一些，等慢慢长大了，弟妹都成家了，爹妈也就能一视同仁了。可是，一切都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长大以后，爹妈还是偏心弟妹，甚至连自己的死活都不管不顾。林清然曾经以为这就是生活，不管是不爱自己的爹妈，还是结婚后不着家的丈夫，她曾经一度以为自己这辈子只能如此。可是，直到程毅改头换面，重新回到正轨后，她才发现，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美好。她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曾经的那些不愉快全都可以释怀，她也找到了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过的日子。而现在，程毅却告诉她真相，就好像那一根一直插在心底里的刺终于拔出，带着淤血和陈年的暗刻，她重重地松了口气。我早该猜到的。林清然终于开了口，她笑了笑，冲着程毅眨了眨眼，轻声道：“这个结果我能接受，你别担心。”程毅点点头，他盯着林清然的眼睛，再三确认他是真的没事后，这才起身松开了一直捏着他肩膀的手。这裤子马上就能缝好了，牛仔的料子，很贵的，拉链坏了就不穿，可惜了。程毅只是笑，我这次也给你们带了新衣裳，你和两个孩子都有，现在还在巷子口呢，我赶着老驴去拉回来，你去买点菜，晚上做红烧肉吃。林清然点点头，打了个结，将线头咬断，之后起身跟着程毅走出了房门。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晴晴朗朗见他们出来，当下起身仰头问道：“妈妈，做饭了吗？”晴晴饿了。朗朗低头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也跟着点了点脑袋。朗朗想吃肉。林清然有些不好意思，我做肉不好吃，做过2次，他们总念着没爸爸做得好，所以我就没做了。中午吃的就是2个素菜，小家伙们又是长身体的时候，吃饱了就饿。程毅赶着驴车出门，扭头对着3人道：“你们跟着妈妈去买菜，爸爸收拾衣服，买肉回来给你们红烧肉，再买点排骨，做糖醋小排，好不好？”第112章，天生干饭人。俩孩子一听有肉吃，当下高兴的撒腿就要往外跑。林清然赶紧一只手一个捉了回来：“先洗手，洗完手再出去。”晴晴朗朗耷拉着脑袋：“好吧，赶紧洗，洗完出去买肉，朗朗要吃红烧肉。”程毅赶着驴车出门了，走到巷子口，发现老头正板板正正地蹲在台阶上，认真地帮自己看着包裹，不好奇也不偷懒，真就认认真真的四面八方盯着，极为认真。这老头当初租房子的时候，程毅就发现了他严谨的性子，做事一板一眼的，虽说不懂得变通，但是的确是个不错的人。程毅道了谢，这次干脆递了一包烟过去。老头眉头一皱，手一摆，就准备拒绝。太多了，没干点啥事，这烟拿着心里头不安心，晚上睡觉都不舒服。老头摆摆手，指了指夹在自己耳朵上还没抽的烟，道：“够了够了，这2根烟就成了。”说着一把关上门，不再和程毅说话了。得，一包烟没送出去，就算是给自己省了钱。程毅将烟收了回来，之后赶着驴车回了家。林清然已经带着晴晴朗朗出门去了。程毅将驴车赶到院子里，拖了一张大桌子出来，之后打开一个大编织袋，将里面的衣服整整齐齐拿了出来，一件一件的摊开，找线头，看看有没有衣裳出了问题，都要仔仔细细的看清楚。之后就是搭配，每一套衣裳都有准确的搭配。幸好程毅心里头早就盘算清楚了，因此搭配起来很快，基本上每个摊子的衣裳都装在一块了。处理好第一个摊子后，林清然就带着晴晴朗朗回来了。他手里拎着一兜子菜，还有用油纸包着的猪肉。朗朗帮忙拎了另一包油纸包，远远瞧见程毅，就高高兴兴将手里的油纸包举了举。爸爸，排骨。程毅起身放下衣裳，走过来接过林清然手里的菜。他又盯了他一会儿。林清然无奈抿了抿唇，看着程毅道：“我真的没事。”程毅在担心自己。林清然知道，很早之前我就告诉我过我自己的日子是要自己过的，我真的没关系。他的内心温柔又强大，日子赋予他一道道伤疤，可孩子们却一次次将他治愈。那么苦的日子都熬过去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更别提现在的日子是自己想都不敢想的。能有什么呢？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的，但是却都是能够熬过去的。只要这条命还在，孩子还在，程毅还在，他就什么都可以不在乎。程毅点点头，终于放了心。林清然将垂落的头发扎好，叮嘱清清朗朗自己去玩，而后转身走到桌子前，开始收拾衣裳。明天咱们俩分开卖，你去百货大楼对面，我去职工家属楼看看，那边很多人都催着我再去，生意应该挺不错的。程毅点点头，他开始做饭。新家的锅灶他用的不多，这已经是液化气灶了，双灶头，一根橘黄色的管子连接着蓝色煤气罐，吧嗒一声，火一开，这煤气灶就点燃了，火力又大又稳。一家4口，3菜1汤足够了。糖醋小排，另一个灶台炖红烧肉，再炒个空心菜，最后再来一个鸡蛋丝瓜汤。跃上烧头的时候，一桌香喷喷的饭菜终于出炉。程毅笑着探头朝着林清然看了一眼，媳妇儿，把桌子腾出来了，咱们得吃饭了。林清然拿着小剪刀正在剪线头，当下抬头应了一声，来了。他赶紧将桌子收拾好，将衣服整整齐齐抱进了堂前，之后拉出桌子，没等他去堂前拿凳子，就看见2个小家伙光着脚丫子跑进了屋子里，之后哼哧哼哧一起抬了长条板凳出来。抬出板凳后，又双手双脚并用，费劲儿地爬了上去。吃饭，吃饭。晴晴也饿得不行，眼巴巴地看着程毅。他这会儿端了个热气腾腾的瓦罐过来，赶紧喊道：让开让开，米饭来了，烫。小家伙闻言赶紧往后缩了缩小身子。哇，好香！瓦罐焖米饭和砂锅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最外面的一层已经滋滋啦啦的泛起一点焦香的味道，而最中间的米饭还是香甜软糯。程毅又端了一个瓦罐上来，这里面是红烧肉，咕嘟嘟的冒着热气儿，滋滋啦啦的冒油，还有一阵阵小葱花混合着肉香，一并往鼻子里头汹涌的钻。糖醋小排就更别说了，色泽红亮，瞧着更是叫人馋的流口水。林清然赶紧过来帮着端菜，瞧着这菜品，无奈又欢喜。这么小的孩子吃这么多肉，不消化。程毅还没开口呢，晴晴朗朗就抬头盯着他了。妈妈，晴晴能消化。晴晴吃肉肉，喜欢吃肉肉。朗朗伸手指了指院子，吃完跑2圈就能消化了。朗朗可以当小队长，外面爷爷说朗朗以后肯定能当小队长。说完后，小家伙还怕林清然不相信，当下蹦跶下了地，双臂挥动，僵得直直的。121 121 121，这有节奏的小模样直接叫2人没忍住笑出了声。好好，快来吃饭，肉冷了就不好吃了。程毅喊道。朗朗又跑回来，擦了一把头上的汗，端起自己的小碗递给程毅。吃饭饭，肉肉就饭，香。好一个天生干饭人。此刻文工团梯形教室里，话剧团已经在准备下一部话剧了。蒋开庆坐在位置上，手里头拿着报纸卷起来的棍子在桌子上敲了敲，眉头紧皱。这都怎么回事啊？最后一遍了还练不好是吗？练不好都别吃饭了。一个个的从省城回来拿了个第1名都觉得了不起了是不是？真给你们惯的。蒋开庆是真的生了气。台上众人面面相觑，一个个瞧着彼此都不敢说话。李志刚站在人群最前面，脸色也最难看。实际上众人心里头哪儿不明白，他们不是懈怠，而是这一次的主演不是程毅，也不是唐金森。第113章，程毅绝不能留。就像是征战沙场的士兵，要是有了领头的将军振臂高挥，随我一战，那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可谓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和极大的勇气，宛若一柄出鞘的利剑，所向披靡。可若是只有他们自己一群散沙无头苍蝇蒙头乱撞，那就别说是士气了，就算是上战场也总是透着怯。这会儿的话剧团就是如此。之前跟着唐金森和程毅演出就很奇怪，仿佛有了定心骨似的，他们不用担心自己表演的好不好，只要2人在，那就是定海神针，他们只需要跟着闯就行。而现在可就麻烦了，一群人没有一个表演好的，往台上一站，原先站在后面的小喽啰如今也挑了大梁，再一瞧主演演技这么拉胯，谁还入得了戏？于是这一来二去，对于蒋开庆而言，就像是一瞬间从天堂跌到了地狱。什么玩意儿？妈的！蒋开庆心里头爆了句粗口。他抬头一看，发现李志刚正从台上下来，他冷着脸开口喊住了他：李志刚，过来一下。李志刚一个机灵，他心里头忐忑，却也只能走过去，低着头不敢对上蒋开庆的视线，低声应道：蒋团长。蒋开庆狠狠瞪了他一眼：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演什么？哭会吗？让你哭不是让你表现，你看看你刚才的情绪怎么演的，明明在和别人说话，
伤心崩溃。你倒好，还特意转过来面对着观众掉眼泪，怎么是怕别人看不见你在表演哭是吗？蒋开庆是真的气狠了，要是没见过程毅的表演就算了，这会儿见过了，拿出来一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李志刚这人有个毛病，爱表现，明明剧本的设定就是崩溃、绝望、隐忍的掉泪，可是李志刚倒好，眼泪掉是掉了，却像是被人逼着掉眼泪的，而且掉眼泪的时候还特意转了个头过来，好叫底下的观众明明白白瞧见他哭了，掉泪了。这一下子戏就出来了，得亏的当初没有让你去演主角比赛，不然的话别说是第1名了，我怕是要拿倒数第1。你看看你和程毅有没有的比，自己心里一点数都没有。蒋开庆在气头上说话也有些口不择言，他是实实在在的真的对李志刚有些看重的，也知道想要将全部话剧团的希望放在程毅身上是一个很不理智的选择，因此才想要培养他。可是万万没想到，太失望了。李志刚的脸色煞白，他只觉得自己面皮火辣辣的，不少小姑娘朝着自己看过来，越发叫他无地自容。不知道训了多久，蒋开庆喉咙都干了，也总算是消了气。他脸色黑沉沉的朝着李志刚看了一眼，而后摆摆手道：赶紧走，你瞧瞧你像个什么样子，就这样拿什么和程毅比？还想当男主角，价值是做梦。李志刚咬着嘴唇，一言不发，转身快步离开了。走到楼梯处，2个关系好的同事在等着自己，看见李志刚出来，2人赶紧迎了过去。你没事吧？一人拍了拍李志刚的肩膀道：蒋团长就是这样，他也是看中你，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骂你。你看看我和李石，他压根都不管。李石点点头，他看了一眼李志刚，迟疑了一下道：志刚，其实刚才蒋团长虽然凶了些，但是的确是没错，你演戏有点太过了，我不是说你不好的意思，我是说你可以和程毅学一学，他演戏就很自然，而且和角色浑然一体，他人很好的，也愿意教我们，你下次……李石话没说完，李志刚就倏地变了脸，他扭头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李石，骂道：好什么好？你们一个个都怎么回事？被他收买了吗？怎么全都在替他说话？你们喜欢他，你们喜欢好了，别来和我说。李志刚的怒气终于爆发了，一把推开了李石，而后快步下了楼梯离开了。李石愣住了，他也有些委屈，自己也没说什么啊，刚才的的确确就是如此，自己跟着李志刚对戏，发现他的戏不太好，每次都喜欢抢位置，喜欢面对着观众，不管任何情况情绪都过于饱满了。他就是觉得程毅的表演方式好，而且对方也愿意帮助他们提升演技，李志刚去学学多问问肯定有好处，这又怎么了？李石也着实委屈，一旁站着的人伸手推了推他的胳膊，摇头无奈道：你呀，心眼太直，李志刚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他不如程毅了。的确是，自从省城回来，李志刚就像是陷入了魔障，他不允许任何人在他的面前说程毅好，甚至连听到程毅这个名字都能够发怒。李志刚走出文工大院，在夜色里一路往家走，他满脑子都是刚才蒋开庆说自己的话，不如程毅，他到底哪里不如程毅了？自己不管外貌还是家世背景，甚至自己还是文工团的正式员工，而他程毅呢，以前可是实打实的二流子，谁见了不骂一句？不过是运气好，演了一个出彩的角色，那欧阳平的角色可是从自己的手上抢走的，要不是他，现在出彩的人，在县城里头出风头的人，就该是自己。妈的！李志刚气得猛地挥手，攥紧拳头，狠狠地朝着墙上打了一拳，刺痛陡然从拳头上传来，叫李志刚终于冷静了下来。他靠着墙蹲坐下来，风一吹，他慢慢地明白了一件事情：元安县话剧团只要程毅在，那么从今往后自己就不会再有出头之日。程毅，绝不能留！心中打定了主意，李志刚豁然起身，掉头朝着另外一个巷子里走去。3天后，程毅的衣裳很好卖，虽说没有固定的铺子，但是一头老驴拉着的板车已经成为了程毅的招牌。麻绳一拉，衣裳一挂，小姑娘们就跑过来，高高兴兴买衣裳了。第114章，好小子，做生意挣大钱，不怕吃苦。这日衣裳卖完，程毅让林清然赶着驴车回家，而他则是直奔林明生家了。林明生家里住在县城南，林明生和赵春娇虽说搬到了县城里头来，可是还是农村户口，因为2人没有正式工作，在县城里头打零工生活，住的地方就是县城南部那一块平房，日子过得一般。林娇娇在夫妻俩的帮助下进了制衣厂干活，而林成虎老大不小了，高不成低不就，好的工作轮不到他，那些脏活累活他又不愿意去做，因此一直待在家里头啃老。程毅来的时候，林成虎正在看电视，
他穿着一双拖鞋、大裤衩、单薄长袖，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吃橘子，哈哈哈的笑个不停。赵春娇今天休息，没上班，正去厨房给他洗苹果吃。听见敲门声，赵春娇一愣，下意识的快步朝着林明生走过来，而后伸出手，一把将他手里的橘子拿下来藏好，之后又急急忙忙将苹果给塞进了抽屉里，擦了擦手上的水，这才探头朝着外面喊了一声：“谁啊？”程毅笑道：“妈，是我。”赵春娇一愣，她不知道程毅怎么忽然来了，当下赶紧给林晨虎使了个眼色，之后这才急匆匆的朝着外面跑去。一开门就瞧见了门外站着程毅，他满脸笑容看着赵春娇问道：“妈，三弟在不在？明天我又要去省城了，你告诉他一声，明早在车站等他。”赵春娇脸色一下子就微微变了，她抿了抿嘴唇，想要说点什么，最后还是抻着脖子回头喊道：“陈虎啊，出来，你姐夫来了。”沙发上听见赵春娇喊自己，又听见了程毅来了，当下他眼皮子猛地一跳，又来了。他几乎是一瞬间就想起来了那天在省城自己的遭遇。乖乖，这哪里是去跟着做生意的，这分明就是去吃苦，帮着程毅扛东西的啊！林晨虎一瞬间不情不愿地走出了屋子，瞧见程毅，他哭丧着脸，耷拉着脑袋，喊道：“姐夫！”程毅却浑然当作没看见。明天要去省城进货，东西比前2天还要多一些，你多吃点饭，明天东西沉，可别又像是上次一样，半路就说拎不动。程毅笑得灿烂，走过去，伸出手在林晨虎的胳膊上拍了拍，一脸意味深长道：“好小子，做生意挣大钱，不怕吃苦。”林晨虎，妈！他几乎是哭着转头看向赵春娇的，这苦他真吃不了啊！赵春娇脸色也不好看，他咬了咬牙，朝着程毅看去，搓手道：“哎呀，好女婿，你这三弟从小到大就是金贵命，哪吃得了这些苦？你瞧瞧，喊你带他做生意，不是叫你锻炼他的，不然你明儿个就自己去。实在不行，等回来的时候叫他帮你卖衣裳也成呀。”赵春娇是真的心疼儿子，可程毅却全当没听出来。他笑了笑，语重心长地看着赵春娇道：“妈，这做生意哪有不劳而获的？这苦该吃还是要吃，不然您想想，三弟怎么之前做什么亏什么，是不是这个道理？”程毅又加重了语气：“妈，您就放心吧，我就叫他帮个忙，这做生意的事儿全程都是叫他盯着的，绝对不会瞒他，您就放心吧。”话都说到了这份上，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赵春娇也有心锻炼锻炼自己儿子，而且他瞧着程毅也是实打实的对自己儿子好，没有耍什么心眼儿。陈虎啊，你也老大不小了，是该用功，长长记性了。赵春娇说着，推了推林晨虎，道：“明天跟着你姐夫去学一学，好好做生意，吃点苦没啥，能挣钱就行。你不想娶媳妇儿了？”林晨虎简直要哭出来。程毅伸手在他肩膀上一拍，笑道：“明天记得带扁担和麻绳，喝的谁也要带着，到时候累得口渴，买水又要费钱。”说完，程毅又叮嘱了几句，之后转身走了。林晨虎简直是气疯了，他扭头看着赵春娇，大声道：“妈，你是不是想累死我？你到底是不是我妈呀？我这不是为你好。”赵春娇只能耐心劝：“你瞧瞧，家里头的钱都被你拿去做生意败光了，你要是不长进点，媳妇儿都娶不起。”他说着，又想起被林晨虎败光的家产，心里只觉得肉疼。生意多难做，你心里头比妈明白，跟着你姐夫好好学，挣点钱都是好的呀。林晨虎用力一跺脚，骂道：“难做个屁！”他爆了句粗口：“你是没瞧见，他程毅哪里有什么生意经，明明就是瞎买一通，去批发市场买这个买那个，根本就是看见什么买什么，那分明就是批发市场衣裳好，和他有什么关系？”林晨虎气道：“他喊我去，分明就是为了叫我帮他抬东西。妈，你可别被他骗了。”赵春娇一愣：“啥？”他有些狐疑。其实说到底，他还是没那么相信程毅的，毕竟挣钱的路子哪里是说叫别人就叫别人的，而且自己这个女婿之前就是个二流子，难不成还忽然变了个样？这会儿听见林晨虎的话，他又想起了那天林晨虎回来肩膀上的红痕，顿时心里头也有些心疼了。林晨虎见此，当下放了狠话：“妈，你要是真不信，明天就跟我一起去，瞧瞧他做的那些生意到底有没有什么生意经。”赵春娇闻言，当下思考了片刻，而后点头答应了下来。成，他咬牙点点头道：“妈，明天就陪你一起去。”自己儿子几斤几两，他心里头还是有数的。赵春娇决定自己亲自去瞧瞧。翌日清晨，程毅到了车站，远远就瞧见
赵春娇买了2个肉包子在吃着，似乎是瞧见自己过来，赵春娇3下5除2就将包子塞进嘴里，又将另一个塞给了旁边站着的林晨虎。你咋才来？见着程毅走近了，赵春娇装作不好意思笑了笑，道：妈和你三弟来得早，等了一会儿买了早饭吃了，就莫等你，你可别往心里去。第115章，妈，这2包小的就交给您了。赵春娇说着，做事往外掏钱，你想吃啥，妈现在就给你去买。程毅皮笑肉不笑的看了他一眼，你们都吃过了？赵春娇拽着林晨虎点头，后者这会儿嘴里还塞了半个包子。见赵春娇狠狠瞪了自己一眼，他当下赶紧识趣儿的将嘴里吃着的包子咽了下去。吃过了。林晨虎龇牙一笑，门牙上还粘了个菜叶子，吃的是粉丝青菜包子。娘儿俩一人吃2个，干干净净，油脂都叠起来放进口袋里了。程毅笑了笑，没吭声，转身朝着一旁的早点摊子走了过去。大娘，3个肉包子，1个肉煎饼，再来1根油条。啧，听着肉包子肉煎饼，林晨虎的眼都直了。程毅接过来，付了钱，当着娘儿俩的面大口大口吃了起来。妈，您瞧你和我太客气了。程毅吃着肉包子，冲着2人笑了笑，原本等我来买早饭就行了，下次可别这样了。赵春娇差点没一口血吐出来，她原本是怕吃亏，自己买了早饭怕要给程毅买，手里头原本也没太多钱，就买了几个菜包子吃算了。没想到自己这个女婿居然一口气买了肉包子，这就算了，还当着自己的面说这种话，差点没把赵春娇气的心梗。他只能面皮子勉强挤了个笑脸出来，道：没啥，能填饱肚子就成，妈吃啥都行。林晨虎倒是委屈，他是想吃肉啊，等会儿指不定被程毅怎么奴役呢。吃完早饭，程毅擦了擦嘴，而后去车站里头买了3张车票，没一会儿车就来了。3人上车直奔省城。批发市场很大，3人下了批发市场，直奔老摊位。中年男人一瞧又是程毅，当下咧嘴笑得灿烂。你小子还真是给你挣了大钱。他道：你自己瞧瞧吧，都是新衣裳，乔其纱的裙子，还有夏天的短袖、碎花裙、2片裙，都是从羊城那边来的，可漂亮了。程毅看着这些衣裳，迅速有了搭配的思路，一边讲价一边拿衣裳，也不闲着，拿完衣裳又付钱，速度快得吓人。走完这个摊子，走下个摊子，一共走了5、6家。这一次程毅足足带了12000元整，背了个厚厚的双肩包放在身前，一拉开，满满当当大团结，叫身边跟着的赵春娇瞪直了眼。乖乖，这么多钱！赵春娇是真的震惊了，她一直知道程毅挣了不少钱，但是从来没想过居然挣了这么多，这可都是钱啊！满满一书包，这才刚做服装生意多久？林晨虎悄悄拉着赵春娇走到一片，伸手指了指周围满满当当的人群。妈，你瞧，这些人可都是做服装生意的，哪一个不是挣得盆满钵满？他们都是靠着自己摸索出来的，就算不跟着程毅，咱们一样能挣钱。他说着又哼了一声。妈，不信你自己瞧，程毅买衣裳哪里有什么秘诀？那可是随便捡的，捡到什么买什么，能卖出去，能挣到钱，那都是他运气好。咱们为啥非得跟着他？赵春娇不吭声了，他的确瞧见了，这买衣裳哪里有什么章法？原本以为是一个固定摊位买的，程毅和那人熟悉，知道什么衣裳好看，什么衣裳好卖。结果来了一瞧，发现自己实在是想多了，这满满当当的衣裳就没有不好看的，真不愧是从羊城那边过来的货，随便捡一件出来，那都比县城百货大楼里头的衣裳不知道要好看多少。难怪这么紧俏，也就是说，就算他们不跟着程毅，自己买自己卖，也肯定能卖得出去。心里头有些动摇了。而这边程毅也已经买完了，他笑着走过来道：妈，走，中午了，咱们吃饭去，下午过来拿衣裳就行。3人去吃饭，专门挑了个大饭店，程毅点了几个菜，又点了一瓶2锅头，似乎是心里头美，给自己倒了一杯，又抿了一口，赶紧吃了一口菜。哎，这年头想挣钱是真的容易，找对了路子就行。不知道是不是喝多了，程毅的话也多了起来。他吃着菜，瞧着林晨虎和赵春娇，笑着道：这搞服装可真是挣钱，随随便便买点什么拿回去，县城里头的小姑娘们都买账。程毅啧了一声，又喝了一口酒。妈，我和你说，你叫3弟跟着我做，不出半年，这挣钱的行当他指定就会了，到时候挣点小钱绝对不是难的事儿。林晨虎心里鄙夷，还半年？这半年过去后，挣钱的风口在哪里谁都不清楚，万一那时候衣裳不流行了呢？这分明就是想骗着自己给他做苦力，榨干自己呢。林晨虎不吭声，赵春娇脸色也显然不好看。
按照他的想法，别说是半年，就算是半个月，自己也是等不了了。一顿饭吃完，程毅说的话比之前见着他们的时候多了，说的都是关于卖衣裳多么挣钱，听着多么诱人，多好卖等等。赵春娇和林晨虎眼睛都听直了。最重要的是，在听见程毅说家里头已经安装了电话后，两人彻底不淡定了。这卖衣裳，那可真是挣钱的路子，怎么着都不能叫程毅一个人占了便宜。吃了中饭，三人回了批发市场。下午2点，以上已经全部打包完毕。这次足足6大包。赵春娇心里头也是有着小九九的，她寻思着自己好歹也是程毅的丈母娘，她就算是再怎么需要人帮忙，干这种脏活累活也不会喊自己吧。可是她独没算准，程毅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来，三弟，这2包是你的。程毅笑着将最大的2大袋递给了他。你年轻，身体好，多担待些，锻炼锻炼总没错。林晨虎，我谢谢你。妈，您瞧您这么大老远的还跑过来给我帮忙，叫人怪不好意思，我也没法子拒绝您的好意。这2包小一点的就交给您了，真是辛苦了。赵春娇，好家伙，这女婿还真是半点不带客气的。第116章，敲门的年轻人。事情到了这份上，赵春娇拒绝的话也说不出口了。她低头瞧了一眼地上那2大包东西，说小包一点的，可是她上手拎分量，差点没叫她晕死过去。太沉了，单件的衣裳虽然不沉，但是架不住它多，一件接着一件垒起来，紧紧地塞在一起，和一大摞石头没什么两样。程毅还十分贴心的过来，帮着赵春娇将2大袋衣裳挂在了扁担上，又帮着她上了肩膀。妈，怎么样，还行吧？不是很沉吧？程毅贴心问道。赵春娇勉强挤了个笑脸出来，还行。林晨虎走在最前面，沉甸甸的担子压在自己的肩膀上，叫他快要喘不过气来，眼泪水已经开始往外冒了。从小到大都是捧在手心里头痒的娇娇，什么时候吃过这种苦？程毅走在最后，动作又快又稳当，没走2步就走到了最前面。过马路的时候，甚至贴心的回头对着2人喊道：妈，三弟，跟紧我，等会儿过马路的时候走得快一些，车子太多了。2人回到元安县的时候，2人简直觉得自己快要脱层皮。下了车站，赵春娇怎么说都不肯帮着程毅将衣裳运回家了。她脸色煞白，拿着手可劲儿的捶着自己的肩膀，对着程毅道：女婿，妈年纪大了，这肩膀可疼，扛了一路实在是吃不消了，你找2个人帮着你把衣裳拿回去，成不成？林晨虎也怕了程毅，他几乎是下意识的躲在了赵春娇的身后，头可劲儿的摇。姐夫，我也不行了，我也肩膀疼，今天的衣裳实在是太沉了。程毅面露难色和遗憾。好吧，做生意的苦不是这么好吃的，那这次就算了，过2天再去县城里头做生意，我再来喊你们。说完后，程毅走到车站门口，喊了2辆人力3轮，将自己满满当当的6大包衣裳给放了上去，自己也不上车，就在后面慢慢推着，边走边哼小曲儿，瞧着实在是太惬意了。等到程毅走后，林晨虎终于没忍住，扭头看着赵春娇，跺脚喊道：妈，你瞧，我就说我没有骗你吧，这哪里是做生意，这分明就是在捡钱呢，哪里有什么技巧，什么法子，他分明就是骗着咱们去做苦力的。赵春娇不吭声，但是脸色难看，瞧着还真以为是好心肠，把挣钱的法子和咱们说了，可实实在在就是坏心眼儿。妈这么大年纪了，忽然还喊着帮忙。赵春娇气的抱怨了2句，2人这才揉着肩膀，慢吞吞的边骂边走回了家。这边程毅回了家，第一时间就是将衣裳整理好。林清然也过来帮忙，他现在熟悉了之后，动作很快，剪线头、熨衣裳。晴晴朗朗也跟着来帮忙。小家伙们虽然小，但是做事儿可不毛躁，一人拿着一把小剪刀就要过来帮忙。林清然吓了一跳，赶紧伸出手去阻止。不可以不可以，万一衣裳剪坏了可就麻烦了。林清然耐心解释，将衣裳拿起来给2只小家伙看，以后晴晴朗朗念书都要用钱，全都指望这些衣裳了，知道吗？2个小家伙虽然听懂了，但是还是很委屈，嘴巴撅起，吸了吸鼻子，可怜巴巴地看着程毅和林清然。晴晴想帮忙，小家伙说着伸出手比划了一下，晴晴小心一点，帮妈妈的忙，晴晴也想挣钱。朗朗用力跟着点头，挣钱给妈妈买花花和漂亮的手镯。林清然有些为难，程毅却笑着伸出手，在林清然的胳膊上轻轻拍了拍。没关系的，他道，小孩子嘛，只有试一试才不会出错，衣裳这么多，剪坏了1-2件也没关系。听到程毅这话，晴晴朗朗顿时高兴的咧嘴笑了。林清然没办法，只能耐心的教导，
告诉他们哪里能捡，哪里不能动。眨眼的功夫，天都黑了。6点半，程毅在做饭，院子里林清然还在点着煤油灯整理衣裳。2个小家伙到底还小，没什么耐心，剪线头剪了一会儿，就跑到院子里头捉小虫子玩了。嘟嘟嘟！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程毅和林清然都没听见，倒是朗朗正趴在门框下捉蛐蛐儿。听见敲门声，朗朗仰着小脑袋，搬了个小板凳过来，费劲儿的踮起脚，将插销拉开，喊道：“谁呀？有什么事？找人吗？”门外站着一个年轻的陌生男人，他敲开门，朝着院子里头看了一圈，而后笑着道：“我找程毅，是你爸爸吗？他在不在？”朗朗歪着脑袋，狐疑打量着这个人。他点了点头，跳下小板凳，转身朝着院子里跑去。“爸爸，爸爸，有人找你，有人找他。”程毅从厨房里探了个脑袋出来。朗朗这会儿已经跑过来了，伸出手拽着程毅的裤腿，晃了晃，道：“外面有个叔叔找，说找程毅，爸爸，你去看看，小心一点，现在坏人很多的。”程毅忍住笑，点点头，他往正在炖肉的锅里头加了一勺水，这才揉了揉朗朗的脑袋，道：“你在这里等爸爸，哪里都不要去，爸爸马上回来。”程毅说着，擦了擦手，快步朝着院子外走去。走到院子门口，就看见了那个年轻人，一件黑色短袖，外面套了一件衬衫，下面一条牛仔裤，头发也是半长的甩发。这会儿靠在门框上，应该在等自己。瞧见自己过来，他笑着支起身子，道：“是程毅吗？”程毅点头，身体却往后退一步，保持着安全距离。“文工团蒋团长找你有事，说是今天晚上要演出，喊你现在就过去排练呢。”文工团，蒋团长。程毅的脑海里有什么东西飞快地浮现了出来，他忽然冲着男人笑了笑，道：“我知道了，你先去，我等会儿晚点自己过来。”年轻男人眉头不可觉察地挑了挑。“蒋团长喊你现在就过去呢，说你上次演出的工资还没和你算，事情很着急，结算完工资就要排练了，今天有大领导要过来，你不去可不行啊。”第117章，早点动手。程毅不说话，只是笑，盯着年轻人看了一会儿。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些发毛，他正准备说点什么，却见对面站着的程毅忽然点了点头：“行，现在去就现在去，不过我要去换件衣裳，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成不成？”他说着，将自己身上穿着的衣服抖了抖。刚做饭，油污重，去文工团得穿好些。年轻男人倒也没怀疑，当下点点头，表示答应了。程毅转身将院子门关好，又走回了屋子。约莫10几分钟后，程毅这才出来，的确是换了一身衣裳，白衬衫、牛仔裤，一双洗得干净的白球鞋。他笑着走出来，对着年轻男人道：“走吧。”年轻男人点点头，走在最前面，边走边和程毅说话，似乎是什么都想聊两嘴，天南海北的扯。好像是走这边吧。走到岔路口，年轻男人还在说话，要不是刻意注意，一个不留神就要走错了路。这岔路口，一个是往话剧团，一个是去县城外头，走岔了，那可就是天差地别啊！你瞧瞧我这记性。年轻男人一笑，带着程毅往正确的路走。而这一路上，程毅似乎是在听他说话，也在参与聊天，但是实际上一直都在认认真真的走路线。每次差点走错了，程毅都会好心提醒。年轻男人的脸上渐渐挂不住，但是他却仍旧稳了稳心神，跟着程毅穿过人流如织的大街小巷，甚至在经过金凤凰歌舞厅的时候，程毅还特意稍稍多停留了一会儿，笑着和他介绍：“这就是我之前工作的地方，里头唱歌能挣不少钱，你要是想试试，我可以给你介绍，歌舞厅的老板人很好。”程毅一板一眼地说着，年轻男人却逐渐有些不耐烦，他抬头看了一眼天色，渐渐脸上有些挂不住：“快点走吧。”他勉强挤了个笑脸出来，对着程毅道：“去晚了可就不好了，蒋团长会骂我的。”程毅点点头，没再停留，继续跟着年轻男人往话剧团走。话剧团有点远，去话剧团的路上要经过一片待拆的城中村，再往左边一点是一块坟场。天黑了，那边没灯，黑漆漆的一片，见或有鬼火冒起，飘荡来飘荡去，十分诡异恐怖。马上就要到了。年轻男人的语气终于稍稍兴奋了不少。程毅没说话，只是跟着见或插两句嘴问问。走到城中村，那年轻男人忽然停了下来，对着程毅道：“我想撒尿，去坟场那边，你也一起来。”程毅摇头：“我不想撒娇。”年轻男人，他勉强挤了个笑容出来，对着程毅道：“是这样，我这人胆子小，你能不能陪一下我？等一下就行，我马上就好。”程毅虽然心里头大概知道了这个男人要做什么，但是此时此刻的程毅还是忍不住心里头骂了一句变态。他皮笑肉不笑的跟着年轻男人去了坟场周围。年轻男人走在前面，
飞快地走进了一片绿化林里。没多大会儿的功夫，他就出来了。然而这一次他却不止一个人，年轻男人的身后跟着3个壮汉，短袖黑色直角裤，千层底布鞋，有的剃了光头，有的留着长发，可无一例外的，所有人的嘴里都叼着一支烟。见着程毅，有人摇了摇脑袋，啧啧2声，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就是他，这么点小身板就敢跟着别人出来，有没有脑子？”3人开启了嘲讽模式。程毅双手环胸，却只是笑盈盈地看着3人，抿了抿唇道：“就你们几个？”年轻男人一愣，等等，他之前就一直觉得不对劲，却总是说不出来哪里，而现在他总算是察觉出来了。这程毅怎么似乎看见自己被算计了，一点生气或者惧怕的表情都没有，实在是太不符合习惯了。心里一个咯噔，年轻男人却面不露色，狠狠盯着程毅，问道：“你笑什么？你知不知道有人出钱买你的命？今天你出来了，可就别想回去了。”程毅耸耸肩：“是吗？”他这人最是不信邪。程毅双手环胸，对着年轻男人笑了笑，道：“安排了2拨人吧，城外一波，这里一波。我还是想说，那人可真大方。”程毅龇牙一乐，摸了摸下巴，却又拉长了语调，道：“让我来猜猜看，给你们钱喊你们过来的是不是李志刚？”说到李志刚，程毅忽然加重了语气。年轻男人陡然一愣，脸上的神色也古怪了起来。他原本想说：“你怎么知道？”可是想着收了对方保密的钱，当下别开头，哼了一声，道：“甭管是谁，今天你反正是走不了了。身上有没有值钱的东西？赶紧拿出来，不然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了。走之前还想要再捞一笔。”程毅倒是大刺刺的双手摊开，笑着往前走了一步：“自己来骚。”年轻男人身后跟着3人也猛了圈。啥情况这是？这人到底咋回事？心里直犯嘀咕。最后身后跟着的几人小心凑到了年轻男人的耳边，压低声音道：“这事儿掰扯不清楚了，甭管有钱没钱，咱们早点动手，省得留下祸害。”那人道：“反正李志刚已经给了咱们足够的钱了，犯不着。”年轻男人终于点头答应了。当下几人恶狠狠地盯着程毅，没等程毅继续开口说话，3人就恶狠狠地举着匕首朝着程毅冲了过去。啧！程毅颇为感慨，这些人居然来真的！救命啊！程毅大喊一声，几人一懵，似乎是没想到程毅会这么来一下，声音一大，很容易就慌了神。而更叫人要命的是，程毅这一声喊，紧接着就听见后面城中村里头传来一阵脚步声。谁在那里？最前面的年轻男人下意识地停了下来，下一刻就看见黑黢黢的夜色里有一群人冲了出来。第118章，咱们自己做生意。为首的他不认识，但是在这个男人的身后有2个穿着公安制服的，这一眼就瞧见了。那2个公安手里头拿着电筒，直接对着他的眼睛一照，逼得3人压根睁不开眼。胆子肥了是不是？又是你，想吃枪子儿吗？老李头大吼一声，吓得那年轻男人手一抖。身后3人反应快，转身就要跑，可是哪儿逃得掉呢？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将4人团团围住。程毅扭头看了一眼赵大红，道了声谢，幸好来得及时，不然的话你这就来给我收尸了。他咧嘴一乐，回去替我谢谢杨老板。实际上从这小年轻出现的时候，程毅就瞧出来不对劲了。蒋开庆找自己从来都是亲自来，什么时候还会让一个生面孔来了？程毅回去换衣服，实际上是打了个电话给杨寿先，喊他帮忙。后者正因为上次的事情对程毅有些愧疚，当下就答应了下来。一路上这年轻人一直在想着法子把他带到县城外头去，不过是为了找个没人的地方动手。可程毅不上套，甚至还特意从金凤凰门口经过，见着赵大红对着自己使了个眼色，他这才放心。这年头虽然乱，但是对人下手这事儿还是得隐蔽点才行。于是最佳的位置就是这个乱坟岗。老李头和另一个公安也是赵大红喊来的。程毅掏出烟，一人递了一支，叔，我上次那案子还没结呢，这次又来，应该是一个人，你们好好审一审，再不行的话我就去省城里头喊冤了呀。程毅表现得很委屈，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咋能一直这么糊弄我啊？老李头烟都没接，很是尴尬。上次那事儿的确是耽误到现在，再加上上头总是有人打招呼，一来二去拖着了。这次倒好，又来了。老李头也隐约知道程毅好像在省城里头有点关系，当下赶紧站直了身子，对着程毅道：“你放心，这次绝对能审出来。”程毅笑了笑，没说话。见这几人被抓走，赵大红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吓坏了吧？走，和我们一起回去。”
程毅点点头。公安就来了2个，其余的都是阳寿仙的人，一个个和程毅也算是熟悉，当下边走边聊，一路上回了家。林清然一直在等他回来，见着程毅推门进来，他松口气，擦了擦手，快步过去，问道：“怎么了？这么晚还喊你去，没事吧？”程毅摇了摇头，他胸口的心脏跳得很快，说不怕不紧张都是假的。重生回来，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场面。如果当时赵大红等人没有来的话，又或者这一次对方不是犯蠢，想要将自己骗出去，而是选择直接动手的话，那么现在自己哪里还有命？程毅见着林清然，只觉得胸口跳动着隐蔽的细高兴和劫后余生的欢喜。他抿了抿唇，摇摇头，走上前，一把将林清然抱进了自己的怀里，用力，再用力。林清然一愣，怎么啦？他轻声问道。程毅只是摇头，没什么，就是肚子饿了，想吃饭，给我留菜了吗？他将下巴在他的脑袋上蹭了蹭，笑着问道。林清然伸手轻轻地在他的后背上拍了一下，你看。他侧开身子，晴晴朗朗已经跑了过来，委屈巴巴地看着他，有些生气。爸爸，你再不回来，晴晴就要饿死了。小家伙说着，挺起自己的小肚子，十分可怜。朗朗也想吃肉。朗朗指了指屋子里，道：“妈妈说等爸爸回来一起吃。”果然，屋子里几盘菜都放在桌子上，用盘子倒扣着，焖饭的瓦罐还冒着热气儿。程毅心里头暖烘烘的，他咧嘴一笑，弯下腰，一把就将2个小家伙抱了起来。走，吃饭去。林明生家，赵春娇正拿着红花油给林晨虎上药，林晨虎疼得直叫唤。这会儿刚好林明生也回来了，他帮人做小工，盖房子，灰头土脸的。进门先洗手洗脸，结果一到堂屋就看见林晨虎疼得直叫唤。他眉头一皱，大声问道：“咋回事儿？又和人打架了？一天天不学好，总有你吃亏的时候。”林晨虎是真委屈。赵春娇也来了气，她气愤道：“你瞧瞧你这人说的都是什么话？儿子这么乖，和谁打架去？他这是帮你那女婿干活，挑扁担呢。瞧瞧这红肿的，太过分了。”赵春娇肩膀也疼，但是总不好叫自己儿子帮着自己上药。她气不过，又骂了2嘴，只觉得程毅这家伙是真的没良心，帮人干活。林明生仿佛是听到了啥天大的笑话，走进来瞧了自己儿子一眼，问道：“你帮谁干活了？”再一瞧，也是，那肩膀上的红痕一看就是扁担压的。赵春娇当下气不过，就将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她指了指自己的肩膀，一脸生气道：“喊陈虎干活也就算了，可是我是哪个？我是他丈母娘，长辈，怎么也喊我干活了？太没大没小了。”她气愤道：“瞧着会做生意了，以为懂事了，开始看来看去还是个没轻没重的主儿，爹妈也不管管。”林明生的脸色也不好看了起来，他低头瞧了一眼自己宝贝儿子肩膀上的红痕，骂道：“你俩就非得跟着去？没事跟着他去干啥？自己管不住自己，叫别人白白受了欺负。”赵春娇瞪大眼：“我要不是为了挣钱，上赶着受这份罪？你瞧瞧咱们家穷成啥样了，你自己没本事，还怪得了别人？”林明生一听这话，顿时火气往上冒，他一捋袖子就要吵架。林晨虎实在是看不下去，大声喊道：“爹妈，别吵了成吗？这事儿也就这一趟，以后咱不去了。这服装生意这么挣钱，咱们自己做，谁的气都不用受，行不行？”好家伙，自己做生意！林明生下意识就想骂人，可这一次赵春娇却居然点头答应了。第119章去借钱，我觉得可以。赵春娇用力点了点头，她看着林晨虎，又看了一眼惊愕瞪大眼的林明生，认真道：“明生，之前陈虎做生意总是亏本，那是他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子，但是现在可不同了，搞服装是真的强。我今儿个可是去瞧了，那么多人买衣裳都是瞎买，买啥都能挣钱。程毅那小子能有啥本事？你可没瞧见，买衣裳就像是买白菜似的，随随便便就装了6个大袋子，身上背着的书包那都是钱，全都是他卖衣裳挣来的。这钱他能挣，咱们也能挣。”赵春娇咬牙道，免得平白无故给他打工挑衣裳，又听他使唤，还半点钱都没有。林晨虎的也跟着站起来，神色激动：“我妈说的对，我跟着去了2趟了，怎么做生意，怎么买衣裳，我都知道了。爸，你就放心吧。”林明生一下就不吭声了。实际上自己这2天到处做小工，也是实实在在的见识过程义卖衣裳的，只是人太多，满满当当围着他，又要干活，只是经过，压根连个人都没看清。那么紧俏的生意，
远远就听见姑娘在喊：“这个要一件，那个要一件。”不少人都探头朝着那边看。他虽然不明白做服装生意怎么这么紧俏，但是也听身边不少做小工的妇女说过，什么省城衣裳好看，羊城衣裳虽然贵，但是耐穿，款式时髦等等。如今一听林晨虎和自家婆娘都这么说了，他顿时也心动了起来。良久，他眉头皱着，瞧着两人开口道：“做服装生意好是好，但是咱们家真是半点钱都拿不出来了。”他脸色不太好看，瞪了一眼林晨虎，道：“家里的钱都被你败光了，现在真的遇到了能挣钱的生意，你瞧瞧，只能干着急。”林明生一屁股坐了下来，心里头憋得慌。爸，你想想法子。林晨虎是真的急了，这眼见着发财的路子就在咱们跟前。爸妈，咱们家能不能发财，可真的就看这一次了。赵春娇也急了，他扭头看着林明生，问道：“1、2千都拿不出来，咱就买少些，慢慢来，不说和诚意一样7、8千，这1、2千总要有的吧？这做生意没点本钱怎么做生意？来去路费，还有路上的开销，最重要的是买衣裳的要钱呐。那些漂亮衣裳怎么着也得几10块，这去一趟要是买少了，连个路费都挣不回来，还怎么做生意？”林明生也气不打一处来，别说1、2千了，那就是100、200家里头都拿不出来。他骂道：“你以为家里头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呀？怎么亏完的你心里头没点数？我1个月才能挣多少？7、8是顶了天了。你再瞧瞧你这好儿子。”话一说完，屋子里头顿时没人吭声了。这话说的也是，是啊，家里头以前还是过得快活的，那笔钱留着，能快快活过一辈子了。可独独遇见林晨虎这么个不争气的玩意儿。林晨虎低着头咬了咬牙，半晌终于开了口：“去借钱。”他道：“反正这钱肯定能挣得回来，咱们就去借钱好了，总能还上的。”提到借钱，林明生和赵春娇都愣了愣。这借钱总归能够让人心里头发虚，总觉着背了债，这日子就像是压了一座山，喘不过来气儿。可做服装生意挣钱，那又是他们实打实见着的。赵春娇试探着开了口：“借钱倒是没问题，可是咱们去哪儿借？这年头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谁会借给咱们？”“我姐夫啊！”林晨虎兴奋道：“我姐夫有钱，他对咱们又那么好，1、2千总能借的吧？”赵春娇眼睛也亮了，这倒是个好法子。诚意有钱问他借，而且都是现金，反正一起做生意都是一家人，到时候就算。余下的话赵春娇没说完，但是几个人心里头都清楚，说到底都是一家人，就算到时候真的还不上了，诚意总不好拿刀架在他们脖子上叫他们还钱吧，总得顾及些脸面。越想越觉得可行，赵春娇一拍腿做了决定，明天就去。诚意做完笔录从所里头出来，月光照在地上，明晃晃的。他回了家，林清然和孩子们都已经回屋子里了，刚走到堂前就听见电话铃声响了。他走过去接了电话，发现是陈朝辉打过来的。陈副台长，程毅问道：“找我有事吗？”陈朝辉笑道：“不算什么大事，就是你之前唱的歌《似是故人来》，我把歌词刊登在报纸上了，你有空可以去报亭买来瞧瞧。顺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的音乐电台节目收听率已经破了记录了，黄主任他们已经在开庆功宴了，可惜你不在，不然能一起。”程毅顿时笑了，能帮着忙是一件好事，庆功宴不参加也没关系。他笑着道：“登报纸这事儿还麻烦陈副台长了，明天我去买来瞧瞧，也能和人炫耀炫耀。”这话显然是揶揄。陈朝辉也跟着笑，之后又寒暄了几句，这才挂了电话。翌日一大清早，赵春娇就拉着林晨虎上门了。林清然还在洗衣裳，开门见着两人，下意识地愣了愣：“妈，小弟，你们怎么来了？”说是不在意，可是幼年的那些事儿心里头还是会想起来，尤其是在诚意告诉自己两人不是自己的血缘亲人后，这心里头怎么都有点疙瘩。林清然抿了抿唇，正准备开口再问两句，没想到赵春娇和林晨胡乱应了一声，之后就推开林清然，满面笑容地朝着屋子里走。“哎呀，清清朗朗，这不是我的好外孙外孙女儿吗？”赵春娇笑道，弯下身子，张开手，朝着两只小家伙小跑过去，就想抱一抱。可惜了，两孩子大了，也懂事了，这下躲得比谁都快。赵春娇有些尴尬，扑了个空，当下咧了咧嘴，嘟囔道：“哎呀，怎么和外婆都不亲了？小时候最喜欢喊外婆亲你们脚丫子了。”第120章签字据，白纸黑字。清清朗朗躲在桌子后，警惕地瞧着。哼，才没有呢，他们才不要他亲自己的脚丫子呢。程毅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打了个哈欠，
看了一眼天色，得，这才7点不到，两人就上门了，估计是没啥好事。他倒了杯水，坐下来，瞧见赵春娇拎着一大兜子苹果和香蕉放在了桌子上。妈，三弟，你们怎么来了？程毅笑了笑，道：这还没去江城买衣裳呢。赵春娇只是笑，他这人借钱也不好只说，弯弯绕绕的18个弯的场子转了又转。哎呀，我来瞧瞧我闺女还有外孙外孙女儿，你好歹也是我女婿，不做生意就不能来瞧你们了。赵春娇说着打着哈哈，又给林晨虎使了个眼色，两人又开始说鬼话，叫程毅听着头疼。林清然什么也没说，走上前，一人端了一碗水，之后又去洗衣裳了。赵春娇看着院子里头，真是越看心里越吃惊。之前只知道程毅挣了钱，但是这会儿来家里了，才算是瞧出来，这可真是挣大钱了。之前两个干瘪小麻杆似的小家伙，今天一瞧，脸蛋红润，可爱水灵，要不是模样大概还在那里，赵春娇差点认不出来。这可真是比城里头的小孩还精致漂亮了。再瞧瞧堂屋里，居然有电话，那可是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的东西。之前自己可是听人说了，安装一部电话怎么这也得好几千块。屋子里头一瞧，全都是新家具，桌子上放着的剩菜也基本上都是肉。赵春娇一颗心不淡定了，要早知道做服装这么挣钱，她一定喊着自己儿子去省城里头进货，做那些老石子玩意儿，家底都赔光了。两人左一句右一句，程毅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揉了揉眉心，无奈道：妈，三弟，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说什么，我还得和清然去卖衣裳呢。赵春娇绷紧了神经，她坐直了身子，冲着程毅一笑，开始打起了感情牌。女婿，咱们好歹都是一家人，你瞧瞧，你这三弟又是个不能吃苦的主儿，跟着你跑了2趟，说是吃不消，肩膀都肿起来了。他叹口气，假装抹了抹眼泪，昨儿个怎么都不肯再去，说是要自己做生意，能自己去省城买衣裳了，我怎么劝都劝不住，打也没用，没法子就带着他过来了。你瞧瞧。程毅喝了口稀饭，好整以暇看着两人，可以啊，没问题，你们要去就自己去好了，没必要和我说。赵春娇，得，他勉强挤了个笑脸出来，又道：咱都是一家人，话就直说了，妈家里头没啥钱给他折腾了，你瞧瞧，你这手里头宽裕，能不能？赵春娇话还没说完，那边林清然就抬起头朝着这边看了过来。不能。他皱着眉头放下衣裳，快步走过来道：三弟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子，做什么亏什么，家里头这些年的钱都给他亏进去了，妈你不知道吗？怎么还借钱做生意？林清然虽然心里头膈应，但是也还是实打实关心这个家的。然而这劝阻落在赵春娇的耳朵里，那完完全全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肯定是舍不得钱。赵春娇脸色不太好看，清然，你好歹是陈虎的大姐姐，怎么借点钱就这么不愿意呢？你自己发了财还不想带着陈虎一起，咋能这样？赵春娇脸色冷了下来。林清然站在原地，一时之间却说不出半句反驳的话。还是程毅拉着他过来，嘴角虽然是笑着，但是眼神却已经有些冷了。妈，三弟，这是我家。程毅加重了声音。赵春娇一个机灵，她顿时气焰灭了下去，抬头看了一眼林清然，妈嘴快了些，说话就是这样，你别往心里去啊。林清然不再说话了。而这边程毅坐了下来，抬头看着林晨虎，问道：想借钱？林晨虎闻言一个劲儿猛点脑袋，哪儿能不想呢？程毅笑了笑，咱们都是做生意的，打开天窗说亮话，这钱我可以借，但是你们必须得还，还得按照时间还，不能拖，要是答应的话我就借了，写个字据做凭证，要是不答应那就没得谈。我自个儿还得靠着这钱买店面扩生意，还得进货操持家里，谁也不容易，钱也不是白来的。生意人就有做生意的规矩，尤其是钱这一块必须捯饬清楚了。林晨虎有些懵，他扭头下意识看向了赵春娇。之前来借钱的时候话都说得好好的，原本是想着含糊借一点，就算是到时候还不上也没什么关系，总不能一家人把一家人逼死吧。可是现在倒好了，程毅居然提出来立字据，这一旦白纸黑字写了，可就抵赖不掉了。赵春娇的脑瓜子滴溜溜的转，他寻思这程毅估计也不过就是吓唬吓唬他们罢了，到时候真的还不上了，这钱又能咋样？难不成还得叫他们拿命抵债？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呢。赵春娇几个念头闪过，当下答应了下来。成，写字据就写字据。程毅转身回到屋子里，拿了一张纸和笔出来，一笔一画写了张字据，大致意思就是赵春娇和林晨虎在自己这里借1000块钱，下个礼拜4月21号归还。林晨虎虽然没什么大文化，但是还是识字的，当下接过来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而后转头对着赵春娇道：没问题。赵春娇这才点点头。
两人签字，手印，总算是完成了。钱明天过来拿，我今天得去卖衣裳。程毅道。两人点头，约定好明天下午过来拿钱，之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两人走后，林清然看着程毅，一脸欲言又止。怎么了？程毅对着他招招手，等林清然走近了，拉着他坐到了自己的腿上。晴晴朗朗正准备出来继续玩呢，结果瞧见程毅抱着林清然，赶紧捂着脸，又悄摸摸地躲回了门背后。第121章，全都招了。羞羞脸了，我三弟是真的不会做生意。林清然无奈道，他之前就是做多少赔多少，家里的钱都是被他败光的，你这钱借出去。余下的话没说完，程毅就笑了。我知道。他抱着林清然的腰，手环着，慢条斯理的在上面打着转儿。自家媳妇儿的身子就是好摸，滑溜溜，摸着还带着温，凑近了一闻，更是香的叫人心旷神怡。可林清然却半点心思都没有，他抿了抿唇，小声嘟囔：“那你还借？”程毅下巴靠在他身上蹭了蹭：“我想知道我媳妇儿亲爹亲妈是谁。”他轻声道：“我媳妇儿这么优秀，给他们养视糟蹋了，一辈子被人蒙在鼓里，还不如咱们自己去找一找。”他的确是有私心的。都说生恩不如养恩大，但是那是建立在养父养母对孩子足够好的前提下。林清然20多年的日子过得压抑痛苦，甚至连带着性子都受到了影响。他想，如果找到亲爹亲妈的话，对他来说是不是算是一种慰藉？而直接和赵春娇、林明生挑明的话，对方肯定不承认。可一旦欠了钱，逼上绝路，用此交换的话，这谈判就有了分量。林清然不笨，转念一想，顿时也就想明白了。他抿了抿唇，眼眶有些酸，半晌才侧过身子，轻轻拥住了程毅。其实亲爸亲妈我不在乎，赵春娇和林明生对我而言现在也没多大关系。他轻声一字一句道：“你和晴晴朗朗在我身边就够了，日子是自己的。”他心里头清楚。程毅伸出手揽住他的颈项，勾了过来，而后仰着头吻上了他的嘴唇，柔软又馨香。阳光从云层里探出头来，光辉缕缕照耀在两人的脸上。晴晴朗朗好奇地探着小脑袋，看了又看，见两人接吻，顿时捂着嘴偷笑了起来。亲亲了。晴晴举起大拇指凑到一起戳戳，爸爸妈妈亲亲了。朗朗，你看。朗朗小脸淡红的快要滴出血，却一本正经地收回视线，探回身子，伸出肉乎乎的小胳膊，而后一把捂住了晴晴的眼睛。晴晴，不能看，会长针眼的。朗朗极其严肃道。好吧。晴晴有些小失望，走回了屋子里。为什么会长针眼？爸爸好看，妈妈也好看，晴晴就更好看了。他悄悄的想要再偷看一眼，可朗朗已经挡在了他的面前。不可以。朗朗背对着外面，双手张开，极其严肃。长针眼，眼睛会瞎掉，到时候就看不见小蛐蛐和蝴蝶了。晴晴吓了一跳，她赶紧捂住眼，脑袋一个劲儿摇。不看不看，晴晴不看。哇，太吓人了。程毅和林清然分头卖衣裳，晴晴朗朗跟着程毅，还在老地点县城百货大楼对面。一波波小姑娘结伴过来，满眼新鲜的挑着衣裳聊着天。这衣裳程毅搭配的可真漂亮，单独买一件回去总觉着少了点什么。有些小姑娘又跑回来买一套，结果回来的时候瞧见别的衣裳也漂亮，拿在身上比了又比。老板，你这摆摊也不是个事儿啊，为什么不开个店面？一个小姑娘抱怨道。你瞧，现在是衣裳也不好试，有些裤脚大了，我都没法拿回来改，去别的地方改还要花钱呢。这姑娘话一说完，顿时不少姑娘跟着点头应和。是啊是啊，上次我买回去裤腰有点大，结果还得拿到裁缝店里去改，多收了我3块钱。要我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们在别的铺子买衣裳，那可都是帮着改裤脚和裤腰的。小姑娘们叽叽喳喳的。程毅笑着道，是要开店的，再过2天，等着一批衣裳卖完，我去拿新货了，就盘2家店面，你们到时候可以来买，都给你们发优惠券。优惠券这名字听起来新鲜。几个小姑娘边买衣裳边好奇地问。实际上，优惠券这种东西类似于刺激消费，比如1元钱代金券、3元钱代金券，一张纸放在手里，那就是实打实的能抵钱。不少人都为了占这个小便宜而凑满购买东西的价格，这样一来的话，就买了不少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而这占来的便宜早早的就被利润所抵消了，算得上是商家推出的消费活动。这消费手段在往后10年才从大城市里头兴盛起来，最先推出的还是大型超市，那会儿真可谓是引爆了销售热潮。而现在这消费理念放在90年，真可谓是新颖极了。一个个小姑娘听着老顾客居然能拿到代金券、优惠券，
顿时齐齐表示开店了一定要通知他们来买。程毅笑着应了下来。他的衣裳一直卖到下午，还剩了一些。不过看了一眼天色，这马上就要到了傍晚吃饭时候了。他抱着晴晴朗朗上了车，将剩下的衣裳收拾好，赶着驴车往回走。经过供销社和菜市场的时候，他买了菜，只是刚刚走到家门口，就看见老李头蹲在墙角根在等他。见着程毅回来，老李头顿时站了起来，对着程毅咧嘴一笑，这笑容颇有些如释重负的味道。你回来了。老李头感慨道，快步上前，对着程毅道，昨天抓的那几个小子承认了，招出幕后的人了，是文工团的李志刚。这可和上次微子的事儿对上了。上次的事情微子一直都不肯开口说，再加上微子跟着人也一直盯着，防止所里头有人动刑，因此事情就一直拖到了现在。微子算是脾气倔的，怎么都撬不开他的嘴。可昨天抓着的4个小年轻就不一样了，一个个都是软骨头，再加上钱都没拿到手，又被老李头等人猛地一拍桌子一恐吓，顿时一个个承认的比谁都快。分开审讯，个个突破，连想撒谎都撒不了，挨个一突击，这口风就破了。当下一个个全都招供了，说是李志刚喊了他们，给了钱，叫他们对程毅下手。第122章，你到底有没有长脑子？于是老李头当天晚上就派了人直接去文工大院抓人。李志刚还在排练呢，公安们冲进去的时候，他吓得整个人蹲在地上，双手抱头。公安一喊，他十分配合的将手高举在头顶。蒋开庆等人都慌了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又想着保护自己的演员，一个个赶紧上前问是不是抓错了人。老李头冷酷极了，当下甩出了一张逮捕令，道，没查清事实真相，我们怎么可能抓人？这位李志刚同志涉嫌买凶杀人，现在依法对其进行逮捕，请你们不要阻拦。蒋开庆惊呆了，他惊愕地看着李志刚，愣是不敢相信，他买凶杀人？警察同志，你们调查清楚了吗？他怎么可能买凶杀人呢？老李头知道蒋开庆是团长，当下拉着他走到一边，仔仔细细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蒋开庆惊得半句话都说不出，直到公安走后，齐红秀等人围了过来，叽叽喳喳问了一通，他才将老李头说的事情说了一遍。难怪了，这2天都不敢在他的面前提程毅，只要提程毅，他指定发脾气。我还以为是2人闹了什么矛盾呢，可不是嘛，我都不敢说，李志刚这人瞧着正派，可是私下里嫉妒心可强了。之前程毅抢了他的男主角，他私下里没少发脾气呢。哎，怎么这么糊涂？咱们文工团里头多少小姑娘喜欢他，真是。人群闹哄哄的，蒋开庆赶紧汇报领导去了。老李头将事情全都和程毅说了，之后下巴扬了扬，朝着门内看了一眼，道，人就在这里头关着呢，都交代了，他说要见你一眼，你去看看。程毅想了想，点头走了进去。屋子里很昏暗，只有审讯桌子这边上的一个小台灯，头上的白炽灯老就蒙了一层蜘蛛网，有些晃眼。程毅走进去，坐在凳子上，而他的面前，李志刚还穿着那一身排练事后的衣裳。见着程毅进来，他猛地一抬头，似乎是有些诧异，程毅居然敢进来见自己。李志刚咬了咬牙，冲着他狰狞一笑，骂道，你居然敢来见我！程毅只觉得有些好笑，他耸耸肩，甚至还换了个舒服的姿势，眼神大刺刺地盯着李志刚，开口笑道，我有什么不敢的？做了亏心事的人是你，不敢见人的也是你，我可是受害者。李志刚愕然，他平日里十分伟光正，这会儿见着程毅这样的，当下气得爆了粗口，各种脏话难听的话全都骂了一遍。我辛辛苦苦才得来的男主角，凭什么你一来就抢了我的位置？这些原本都该是我的。李志刚到底是心里头意难平。还有齐红秀，他明明喜欢的人一开始是我，可是自从你来了之后，他就只盯着你了。一定是你用了什么法子，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程毅站起身来，往前走了2步，居高临下的看着被扣在椅子上的李志刚，你到底有没有长脑子？程毅俯下身盯着他，一字一句道，角色这种东西难道不是靠着实力去争取的？要是不甘心，努力回去练一练，只要把角色研究透了，该是你的还是你的。至于齐红秀，程毅盯着他嗤笑了一下，我有妻子有孩子，还能和你抢女人不成？都说人性复杂，可因为嫉妒而将自己送上深渊的，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你自己是爽快了，你爹妈呢？想过没有？程毅盯着他，伸手在桌子上轻轻敲了敲，旋即道，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谅解书我是不会出的，你要为你自己做的一切付出代价。说完后，程毅转身离开，身后李志刚怔怔然坐在原地，片刻后掩面痛哭了起来。他这一辈子就算是完了。从派出所出来，程毅一个人往回走，这件事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小插曲罢了。事情解决，
至于后面的一切，就不是自己能管得。经过报刊，程毅买了一份今天刚出来的报纸，看了一眼文娱版面，上面刊登的就是似是故人来的歌词，小小的巴掌大小，竖着排版的。作词人上面填写了程寻林之友，歌唱者程寻林。下面就是歌词，似乎是见程毅一直在盯着那上面的版面。报刊老板笑着探出脑袋，对着程毅开口道：“这是音乐电台连线的一个歌手出的歌，很好听。他现在每隔一天都会在音乐电台唱歌，你要是感兴趣，晚上就去听听，叫做程寻林，唱的歌可好听，比那些港台歌手都不差哩。”程毅点头笑了笑，将报纸仔仔细细收起来，放进怀里，问道：“你觉得他唱歌怎么样？”老板喝了一口茶，啷个？你说程寻林啊？程毅点点头。老板又拿起小茶壶，对着嘴巴猛地灌了一口，一脸感慨：“那可真不是我吹，这程寻林可是咱们江省的人，港台那边的歌我也听，可是从没听着过这么好听的。”老板兴奋伸出手比划了一下，那粤语歌唱得多标准，人又幽默，还会说笑话。要我说，他比那些有名的大明星歌手不知道好多少。他指了指报纸，一脸意味深长：“我可告诉你一个秘密，小伙子，这歌你别听他说是朋友写的，可是这些天听下来，我算是听明白了，这歌绝对就是他自个儿写的。不承认呢？”程毅闻言忍不住咧了嘴角。实际上这段时间自己每次连线也唱了几首还没发行的歌曲，他为了避免麻烦，每次都用的朋友这个幌子搪塞了过去。江庆早早和自己串通好，也不提这茬儿，每次有观众打电话过来问歌曲的事儿，都只说是朋友。这一来二去，任谁都怀疑，哪有这样好的朋友呀？报刊老板怀疑，也有不少人怀疑，只是程毅愣是不承认。啥时候等他出个录音带，我来支持支持。咱们江城的好小伙，不比那些大城市的明星差。第123章，那你想吃什么？程毅拿着报纸，笑着和老板道了别，之后走回了家。天色已经深了，一推门，发现林清然还在院子里整理衣裳。听见声音，林清然扭头看过来，见着是程毅，他当即站了起来，眉头皱着走过来，直直地盯着他。媳妇儿。程毅耸耸肩，原本还想扯谎圆一圆，可是没想到林清然微微抿了唇，眼圈飞快红了一圈。不许瞒着我，他轻声道，声音有些委屈，伸出手拽了拽程毅的胳膊，小声而坚定地问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得，媳妇儿这样泪眼朦胧地看着自己，程毅哪还说得出欺骗的话？当下他无奈只能将事情大致说了一遍，只是其中凶险的并没有提及。真的没什么事，你看看我这不是全虚全影都回来了吗？那人已经被抓了，现在蹲在牢里呢。公安同志也说了，肯定会往重了判，真没事。程毅笑得轻松，可林清然怎么能不知道这其中凶险？这年头多乱呀！前天才出的事儿，一个小老板来远安县做鱼类生意，原本是想着从远安县买一些长江里的鱼去自己县城里头卖的，没想到出远安县的那条路没什么人，结果大半夜被堵住了，直接割了喉咙，钱被偷走了，尸体就被扔在了臭水沟里，直到3天后才被人发现。事情传来，公安连夜去查了，可是这都好几天过去了，连尸体究竟是从哪个县城来的都没弄清楚。林清然听说这事儿的时候，身上都冒出一层冷汗。他现在才后知后觉，当初程毅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晚上从元安县回来是多么危险。他鼻尖发酸，越想越觉得自己心太大。他伸手拽着程毅的衣袖，整个身子稍稍往前探了探，终于趴进了程毅的怀里。他小声呜咽着：“你总是这样，什么都不肯说。要不是公安同志找上门，你是不是还决定要一直瞒着我？”他说着，忽然抬头看着他，眼睛红红，鼻尖也红红，瞧着委屈极了。程毅，我真的很生气。他吸了吸鼻子，小声道：“这个家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也想帮你一起分担。你总是这样，一个人承担一切，我……”余下的话说不出了，哽咽又委屈，更多的是后知后觉的担心和恐惧。他不敢想象，万一程毅真的出了事，自己要怎么办？晴晴朗朗又要怎么办？程毅愣住了，他是真的没想到林清然会这么介意。原本瞒着他就是想让他别担心，结果适得其反。他有些手忙脚乱，伸出手仔仔细细地将他的眼泪擦去，又低头吻了吻他泛红的眼睛。别哭了，他柔声哄道，我下次肯定不会瞒着你了，好不好？程毅想了想，又猛地举起自己的手，竖起了3根手指头，我发誓，我要是再瞒着你，我就……林清然吓了一跳，赶紧伸出手，飞快地捂住了他的嘴。呸呸呸！他急忙道，别说这些，我相信你就是了。程毅顿时乐了，他眯着眼，低头瞧着林清然，想了想，干脆伸出手，一把拦住了他的腰。我媳妇儿原来这么担心我。他咂咂嘴，仿佛一脸受用。
月上梢头，院子里静悄悄的，晴晴朗朗早早就睡下了。林清然总担心程毅的事儿，哪儿睡得着，因此干脆起来整理衣裳了，脑子里乱糟糟的，直到看见了程毅回来，他才算是安心下来。念头回过神，他赶紧伸手在程毅的胳膊上拍了拍，肯定饿了吧，我给你去下面。说着，林清然伸手就想要推开程毅去生火，可是程毅这会儿环着他，手下却越发用力，幽深如墨的眼这么直直的盯着他，嘴角噙着的笑意更深了。不急，他笑着道，凑过去一点点顺着他的额头吻着，而后又慢慢往下吻过了他的脸，最后又落在了他的嘴唇上。我现在不想吃饭，他轻声道，锋利的牙齿咬住了他的嘴唇，这种锐利的触感顿时叫林清然浑身上下绷紧了起来。那你想吃什么？他咽了咽口水，轻声道，你呀。他笑着，而后伸出手扣住了林清然的后脑勺，之后猛地将他往前一带，直直地拥入了自己的怀里。这是个身儿绵长的吻，伴着月光，暧昧又温馨。林晨虎和赵春娇第二天就过来拿了钱，足足1000块。赵春娇拿了个黑色的皮包装着，捂着在自己的胸前，看谁都不放心。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着林晨虎直奔江城去了。江城可真繁华呀，瞧着已经发展起来的街道和高耸的楼房，还有遍地跑的28杠自行车，赵春娇心都跟着荡漾了起来。他想，城里人的日子可真好过。他可是听说了，现在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洗衣机，那洗衣裳都不用自己动手了，直接扔进洗衣机里，倒入洗衣粉，全完事儿。城里人实在是太会享受生活了。他苦了一辈子，等挣了钱，非得全都买回来开开眼。什么洗衣机、手表、空调、冰箱，他全都要买。到了那时候，可就真的是神仙快活的日子里。赵春娇满脑子都是发财梦，林晨虎也差不多，甚至来之前还和自己那帮哥们吹嘘，自己找到了发财路子，马上就要挣大钱了。这一路上，娘儿俩甚至开始规划如何花钱，等挣到了钱要买什么，诸如此类。一路到了江北批发大市场，两人居然也不觉得累，闷头就扎进了大市场内。批发市场里头的衣裳是真的多，而且每天都不重样。江城算是比较发达的城市，和阳城那边经济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基本上阳城那边服装厂出了什么新品，批发大市场这边很快就弄了新货回来。林晨虎和赵春娇实际上一开始是想着买和程毅一样的衣裳，可进来之后，两人都有些傻眼了。第124张，一上午居然就卖出去了1件。这衣裳基本上一天一换。他们进来之后，别说是程毅买的那些衣裳了，就连程毅究竟是在哪个摊子里买的衣裳，他们都快要认不清了，只能凭着直觉跟着人流在批发市场乱逛。足足一整条长街，店铺、摊位，还有直接在地上摆摊叫卖的道爷，花花绿绿，五颜六色，一字儿排开。林晨虎和赵春娇很快就在这里头迷失了眼。妈，这可咋办？程毅上次买了哪些衣裳？我可半点记不清了呀。林晨虎有些头疼，扭头问道。赵春娇皱着眉头想了想，伸手胡乱一指，管他的呢，这些衣裳你瞧瞧，看起来都差不多。上次程毅那小子不也是几个摊位乱买，咱们也跟着买就是了。看着什么衣裳买的人多，咱们也跟着买，准不会错。林晨虎一听有道理，当下跟着人流每个摊子都逛了逛，看见什么衣裳买的人多，他就跟着买，又逛了几个摊子，遇着一个十分便宜的衣裳铺子，里头衣裳一看，之前程毅买的衣裳可都得30-40块钱一件呢，可是这个摊子上的衣裳才要10几块。摊主十分热情，指了指自己旁边挂着的衣裳介绍，这些可都是刚从阳城那边过来的新货，你们瞧瞧，每一件都漂亮，这可是乔其纱的料子，别的铺子哪一件不要卖40-50块，我这里可便宜，您瞧瞧，带几件走吧，包您挣钱。这些人常年做生意，嘴巴都能说得开了话。林晨虎一脸兴奋地扭头朝着赵春娇看，妈，这料子我认得，之前程毅也买过，的确可贵了，足足45一件呢，咱们可算是捡着大便宜了。要说两人对做生意那是真的不懂，一个是男人，女士服装他压根不知道好看不好看，不知道即便是这服装料子好，那也得讲究款式的。这衣裳懂行的人过来打眼一瞧，就知道这衣裳早就是去年流行的款式了，而且配色也不行，大红大绿，现在的小姑娘哪喜欢这个？至于那2条牛仔裤就甭说了，拿在手里软绵绵的，裤脚上更是沾了不少的灰尘，一看也是压仓库的料子。林晨虎原本还有些犹豫，可赵春娇却不觉得有啥，拿过来摸了摸，又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这有啥？拿回去洗一洗就好了。洗完之后拿着熨斗烫一烫，谁瞧得出来？得，有了自己亲妈的话，
林晨虎当下也来了精神，这可是捡了大便宜了，当下一通狂买，1000块钱花的一点不剩。母子俩还留了30元钱揣在兜里，去江城的国营饭店奢侈了一把，买了不少吃的，美滋滋的回到了元安县，只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第二天在稍微整理了一番后，林晨虎和赵春娇两人推着板车，有样学样的跟着程毅身后，也到了百货大楼对面卖衣裳。林晨虎甚至拿了个喇叭，边走边喊：衣裳，羊城衣裳，最新款，最漂亮，最便宜了，来瞧一瞧，看一看了，便宜又好看，各位小姑娘们都过来瞧一瞧啊！做生意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人情可讲。当下也有不少小姑娘被他吸引，赶紧围了过去，好奇问道：衣裳在哪儿呢？原来林晨虎和赵春娇两人直接图方便，将衣裳整整齐齐的码放在了板车上。这会儿听着小姑娘们问，赵春娇这才笑着拉了一根麻绳出来，挂在了树上，赶紧将衣裳往上放。这儿呢，这儿呢，你瞧，都是漂亮衣裳，昨儿个刚从江城拿回来的，质量好，模样也好，这可是乔其纱的料子呢。你看，赵春娇指着衣裳，对着小姑娘们笑得灿烂。小姑娘们当下好奇的凑过去一瞧，顿时一个个眉头皱了起来。这衣裳都是过去的款式了。小姑娘拿着其中一件乔其纱料子衣裳看了看，眉头拧成了小疙瘩。阿姨，这衣裳我去年就买了，早就过时了。她说着放下衣裳，一脸嫌弃。赵春娇一愣，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她有些不信邪，赶紧又拿起了牛仔裤递了过去，道：这个牛仔裤你瞧瞧，喇叭裤可便宜了，只要80块钱。牛仔裤原本卖的就贵，要是在百货大楼里头，这一条牛仔裤可足足就要卖到100多块呢。几个小姑娘听说有牛仔裤，当下也拿了起来，仔仔细细的看了看，结果这一看又看出了毛病来。这牛仔裤我以前也买过一件，这个颜色不对啊。小姑娘拿着牛仔裤往前递了递，阿姨，这牛仔裤颜色好像褪色吧？这是从哪儿来的牛仔裤？我去年从羊城买回来的，可不是这样的呀。好家伙，这人越围越多，这问题也越来越多。衣裳不是不好看，就是不好搭配衣裳。赶时髦舍得花钱的小姑娘，那都是实打实要最漂亮最时髦的，这些陈年旧料看不上。而那些想要追求实惠耐穿价好的，来这里看一看，价格还是有些贵了。有这钱还不如去裁缝店定制一身了，款式也大差不差，都是过期的款。赵春娇也想便宜一些，可是再便宜一些的话，这本钱就收不回来了。于是这足足一上午，两人换了又换，整整一板车的衣裳居然才卖出去了一件。直到大中午，烈日当头，林晨虎和赵春娇两人一身衣裳湿透了后，这才终于熬不住，靠着街道边的梧桐树坐了下来，大口大口喘着气。妈，这事儿咋弄呀？林晨虎盯着板车上的衣裳，眉头拧成疙瘩。怎么才卖出去了一件？之前程毅的摊子上，小姑娘们一围上去，马上一堆衣裳就不见了。林晨虎心里的石头越来越沉，他盯着那牛仔裤，忽然开口道：妈，我之前就说了，这牛仔裤别买，都脏了，下水一洗，他们指定能瞧出来。第125章闹上门去了。赵春娇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咋，还怪我了是不是？赵春娇盯着林晨虎，一屁股坐在板车上，胸口也憋着一股子闷气。要不是你惦记着要去买那便宜货，咱们现在怎么可能才卖了一件衣裳？我都说了，跟着别人买，你非不听，要买那便宜的。赵春娇气得伸手一把将叠好的衣裳弄乱了，骂道：次次说你都不听，你瞧瞧现在怎么卖？这本钱咱们都赚不回来。林晨虎被赵春娇这么一说，当下撸着袖子就要和他理论。他原本生的块头就大，家里头的好吃的全都给他吃了，这会儿陡然间站起身来，叫赵春娇吓得不轻。不怪你怪谁？这衣裳生意还是你自己同意的，借钱也是你提的，你怎么反倒还怪起我来了？林晨虎大声道，嗓门大，气势凶。赵春娇顿时不吭声了。他这人识趣儿，自家儿子大了，一只手就能揍自己，何必和他争？哎呀，好了好了，咱娘俩吵啥？这衣裳还在，多卖几天也能卖出去了，为这事儿伤和气，不值当。赵春娇好声好气地哄着，林晨虎这才不吭声了。两人拉着板车沿路喊沿路卖，天色终于黑了下来。回到家，林晨虎气得将板车扔在门口，就回屋子里睡觉去了。他什么时候吃过这种苦？从小到大，家里的脏活累活从来都不是自己干，别说拉板车了，那就是挑水劈柴这事儿他也没干过。这一下午脚也磨破了，肩膀也又疼又肿，
简直叫他憋着一肚子的气。赵春娇也委屈，只是更多的是发愁，这下可怎么搞？一板车的衣裳卖不出去，本钱都拿不回来，更别说挣大钱了。唉，愁死个人。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过了1个礼拜。这段时间，程毅和柳梦里两人几乎是挨个去赶着驴车去卖衣裳，再加上林耀东那边卖螺丝的钱，当下兜里的钱就像是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3天跑一趟县城，全部的钱都投到衣裳里头去了。7天后，程毅理了理家当，发现这短短1个月的时间，靠着到买岛卖衣裳，他已经挣了足足4万元。这日一早，程毅就收拾妥当，拿着赵春娇和林晨虎写的欠条，直奔对方家里头。嘟嘟嘟，敲门声响起，屋子里头大门紧闭，没人应声。程毅倒也不急，笑眯眯地靠在门框上，伸手用力拍，咚咚咚，将门拍得震天响。他探头朝着院子里头看去，隔着铁门能够看见停靠在墙角跟下的板车，上面还堆着衣裳，而里头的28杠自行车也在。要说家里没人，他是半个字儿不信。见没人应答，程毅干脆扯着嗓子喊了起来：“妈，三弟，怎么不开门啊？车子都在家里头，人能去哪儿？要是再不开门，我可就翻墙进来了呀！”此刻，屋子里，赵春娇和林晨虎两人面面相觑，愣是身子靠着门口不敢说话。他们哪敢搭腔？这1个礼拜来，两人简直是磨破了脚皮，把县城里头都走遍了，可都没将衣裳卖出去，剩了足足大半的衣裳堆在家里头，叫他们头疼极了。眼见着还钱的日子越来越近，两人急得冒火。林晨虎肩膀肿得不像话，天天喊疼；赵春娇的嘴角也冒了几个大火泡，疼得他天天抹药膏。实际上，两人心里头还抱着侥幸心理，说到底也是一家人。程毅可是女婿，也算是半个儿子，借一点钱怎么了？再说了，这段时间程毅的摊子有多挣钱，两人是亲眼见着的，总不能为了这1000块就和他翻脸吧。于是到了还款的日子，两人干脆就躲在家里头不出门了。听见外面程毅的声音，林晨虎吓得缩在门背后，一脸害怕的看着赵春娇：“妈，咋办呀？咱们哪有钱还啊？别说是1000块了，那就是100块，两人现在也拿不出来。”赵春娇心里直打鼓，但是仍旧咬着牙，做了几个深呼吸，扭头看了自家儿子一眼。慌什么？他骂道：“大不了就喊他进来，咱们现在钱还不上，他难不成还把咱们打一顿不成？”说话的当口，门外程毅喊得更大声了，而且周围隔壁邻居也围了不少人过来，好奇的探头朝着院子里头看。怎么了这是？小伙子，你喊啥呢？是啊，这人不在家，门也没开，你这要翻墙进去可不行啊。老林家和我也算是熟的，关系还成，你要是有啥事儿和我说就行，可千万不能翻墙进去，不然公安可是要把你抓起来的。怎么了这是？发生啥事儿？别冲动啊，小伙子。人群越来越多，很多都是熟悉的左邻右舍。程毅故意大声开口道：“哎呀，各位叔叔婶子，能有啥事儿？我来这儿那是名正言顺，可不是干什么犯法的事儿。这年头，家家户户都难过，都穷。这赵春娇是我岳母，林晨虎是我三弟。前几天俩人说要做生意，问我借钱来了，我手里头哪有钱？可想着自家岳母开口，我也不好拒绝，七拼八凑的，又问别人借了不少，才凑了1000块钱借给他们。结果倒好，这到了还钱的日子，两人躲起来不见我了，我能有啥办法？”程毅说着，一脸无奈，又将自己手里拿着的字条递给了众人。“叔叔婶子，你们瞧瞧，我可不是胡说的，这白纸黑字写着，半句话没骗人。”程毅递了过去，长叹一口气，紧接着开始卖惨。日子可真难过呀，我这钱也不是凭空捡来的，想着都是一家人，又是我岳母和小舅子，我哪能拒绝呢？现在一个个都催着我家门口来了，我的钱全都投生意里头去了，这年头做生意也难，我哪能还上？足足1000块呢，可不是小钱，要只是180的，我也不会找来。叔叔婶子，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第126章，咱们都是一家人，何必呢？程毅卖惨绝对是一把好手，这话说的在情在理，大家都是过苦日子的，这年头家里头那点钱谁不是抠着省着出来的？这也不少了，足足1000块啊！多少人一年工资才这么多？几个邻居一听，当下眉头皱了起来，朝着屋子里头看了几眼。这事儿老林家做的实在是不地道，问女婿借钱，这可就是问小辈张嘴，原本就是丢面的事，怎么还不还钱呢？是啊，可不少了，足足1000块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一年工资才抵得上，这么多钱总不能叫女婿一个人还吧？老林家大女儿的女婿啊，也是，早早就听说
老林家不喜欢这个大女儿，现在一瞧，还真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屋子里赵春娇简直是急得一身汗。人要脸，树要皮，他们搬来县城到现在，谁不是熬着一口气活着？这会儿听着外面的议论声，赵春娇再也躲不下去了，当下一开门，急匆匆的就走了出去。哎呀，都是误会，误会！赵春娇努力摆出笑脸，赶紧朝着铁门走去。程毅呢？你瞧瞧你，怎么这么着急？妈和你弟正在屋头睡觉呢，没听见？这钱什么时候说不还了？赵春娇赶紧看着程毅道：来来来，赶紧进来，家里头的事儿不用在外头说，自家人嘛，关起门解决，叫人看笑话。程毅耸耸肩，又转头对着众人露出笑脸。各位叔叔婶子，真谢谢各位关心了，我妈说的也没错，一家人的事儿有商有量解决，我进去和他们聊聊，这事儿说开了就成。程毅这架势，一副好脾气大度的模样，又叫众人感慨了一番。这女婿那真是实打实的好啊！这年头，只要是遇着钱的事儿，谁不是紧着扣着花？别说是岳父岳母了，那就算是亲爹亲妈，只要是成了家，那都隔着几分。多少人提起钱就急了眼，能一口气帮着借1000的，可真不多见了。啧，人群感慨着，纷纷散开。而这边见着人群离开了后，赵春娇这才松口气，脸上的笑容迅速垮了。她生气又埋怨地瞪了一眼程毅，骂道：你咋回事儿？也不为妈想想，又不是说不还你，这事儿闹大了，大家脸上都不好看，你怎么还直接堵门口了？程毅一挑眉的大声道：啥？妈，你不愿意还啊？得！这话一出口，原本走远的人群当下又齐刷刷的扭头看了过来，一脸狐疑八卦。赵春娇，他这下再也绷不住了，一把拉着程毅就往屋子里走。这祖宗，他是真怕了，要是还在外面说，指不定能把黑的都说成白的了，到时候可就真的是解释都解释不清楚了。程毅这才闭了嘴，任由赵春娇拉着自己进了屋。走进屋子里，没等赵春娇招呼，程毅就自己拉了凳子出来，坐下，翘着二郎腿，抬头看着他。林晨虎也慢吞吞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喊了一声姐夫。程毅也没多说，拿着手里的字据拍在了桌子上，啪嗒一声响，叫林晨虎和赵春娇缩了缩脖子。今儿个还钱的日子，妈你和陈虎怎么没上门？我早早等着了，结果你俩没来就算了，也没托人带个信儿过来，我只好自己上门了。他叹口气，又揉了揉眉心，摊手道：1000块呢，可不是小数目。妈，陈虎，我钱现在全都扔去进货了，手里头是真没钱。你俩这钱要是不还，我可真就得报警了。赵春娇一瞬间头皮都炸了，咋能报警？可不能报警！赵春娇绷紧身子，瞪大眼，像是一只炸毛的鸡。你三弟可还没结婚呢，这要是报警了，他以后还怎么娶媳妇儿，还怎么过日子？叫街坊邻居怎么看我们？赵春娇是万万没想到程毅居然会说出报警的话，一下子气焰就消了一半。好女婿，咱们怎么说都是一家人，有啥事儿都好说，何必闹得不愉快？手心手背上都是肉，都是一个胳膊上的，要是真的闹大了，你脸上也不好看不是？赵春娇苦口婆心地说，说了一大堆，程毅却仍旧笑眯眯，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妈，说多了没用，我就问你有没有钱还，能不能还？赵春娇彻底蔫了，她低着头支支吾吾，半晌才摇了摇脑袋。真不是我们不乐意还，这衣裳压根就不好卖，压了一大堆都没卖出去，我们咋还呀？林晨虎终于也开了口，姐夫，明明咱俩卖的都是一样的衣裳，为啥你的就紧俏，我的就没人买呢？衣裳买来7、8天了，就卖出去几件，还是减价卖的，本钱都没收回来，我们哪有钱啊？林晨虎越说声音越小，程毅盯着他，又看了一眼赵春娇，所以就是没钱还，是吗？赵春娇虽然不想承认，但是这会儿已经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了，只能点头承认，然后眼泪哗啦啦的往下开始掉。实在是还不上了，好女婿啊，你就宽限宽限，我和陈虎慢慢还，成不成？报警这事儿可千万不能做呀，也别叫那些街坊邻居知道了，不然我们还怎么做人？赵春娇越哭越大声，程毅坐在桌子旁，盯着哭得欢快的赵春娇，又看了一眼低着头不知所措的林晨虎，知道时机差不多到了。当下他伸手屈起手指敲了敲桌面，开口道：这事儿也不是不可以商量。林晨虎猛地抬头看了过来，赵春娇也一下子止住了眼泪。咋？可以商量？赵春娇怔怔然重复了一遍，旋即眼睛一亮，道：要怎么样？你说，只要妈有的，指定能答应。赵春娇这辈子最在意的2件事，一是要钱，二是要面子。这钱没了，还能再挣。自家男人也不是个没手艺的，跟着别人做小工、做瓦匠、水泥匠都可以挣不少，
比那些吃公家饭的还多。再说了，第127章，当年真相。这钱只要能拖一段时间，指不定拖着拖着就没了。多少账都是拖没的。总之现在不能叫程毅激动报警，也不能叫左右邻居知道，不然的话，他可就真的没法活了。程毅不打算绕弯子，脸上的神情终于慢慢冷了下来。他眼神锐利而压迫，盯着赵春娇，开口道：“钱可以慢慢还，我也可以不报警，不把这事儿闹大。我只有一个条件。”程毅开口，一字一句道：“我只想知道清然的亲生爸妈是谁。”赵春娇脸色蓦地一变，林晨虎也瞪大眼，一脸震惊，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啥？林晨虎半晌才缓过神，盯着程毅问道：“我姐的亲生爸妈？姐夫，你是不是弄错了？我姐，她就是我妈的大女儿呀。哪儿来的什么？”余下的话，林晨虎忽然就住嘴没说了。他看见自己身旁赵春娇脸色惨白，嘴唇翕动，声音都跟着发了抖。你咋知道的？他艰难开口道：“这事儿都过去多少年了，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他这会儿孩子都生了，再问这个有啥意义？”赵春娇躲开程毅的视线，小声道：“我们家也没亏待他，对得起天地良心。”程毅被逗笑了，对得起天地良心。他轻飘飘扔了一句：“赵春娇，人在做，天在看，你就不怕天打雷劈？”赵春娇脸色难看，彻底不吭声了，气氛有些诡异的沉寂。程毅也不着急，坐着慢慢等。他将欠条拿在手里，慢慢摩挲着，指关节轻轻敲打着桌面，缓慢而富有节奏，更有一种难以言语的压迫感。几分钟后，赵春娇终于没熬住，败下阵来。她一脸颓然，坐在椅子里，佝偻着背，看着程毅，开口道：“那我说了，你可得说到做到啊。”见程毅点头，他这才松口气，慢吞吞的将那些陈年旧事拿出来说了。林清然的确不是他们亲生的，那几年因为怀不上孩子，赵春娇精神上都出现了问题，一出门就感觉被人戳着脊梁骨，被村子里的人说自己是不会下蛋的母鸡，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那天在河边洗衣裳，听着人说自己儿子多么懂事，赵春娇顿时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觉着别人就是在指桑骂槐的说自己。当下衣裳也不洗了，流着眼泪急匆匆跑回了家。林明生刚好在家里打柜子，见着自己媳妇哭着回来，当下赶紧站起来问发生了什么事。赵春娇哭着将事情说了一遍，一脸的痛苦。咋办呀？咱们为啥生不出来孩子？到底是你有毛病还是我有毛病？咱们去省城瞧瞧吧。再不行我就认了。赵春娇边哭边说。林明生也算是个手艺人，再加上家里头一脉单传，到自己这里只有这一根独苗苗了，要是再没了后代，可就真的断了根儿了。他咬咬牙，答应跟着他去省城再看看。于是第二天一大清早，两人就收拾了衣裳，带着钱直奔江城了。这年头没有什么试管婴儿，就是反反复复的瞧、吃药，再做各种各样的检查，结果查了半天都没查出来究竟是什么毛病。医生只说是两人不合适，只能全听老天爷了。这结果对于赵春娇和林明生来说，简直是更大的打击。什么毛病都没有，可偏偏生不出来孩子，还有比这更绝望的事儿吗？而且反反复复看病，家里头钱已经看光了，实在是熬不下去了。那天赵春娇和林明生走出医院，在雨里崩溃大哭。林明生一声不吭，心理防线也快要全部崩塌了。那天晚上，两人在医院里一直走一直游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的就到了一个房间。那应该是一间单人病房，甚至还自己带着卫生间。两人隔着窗户看见这病房里头又大又明亮，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应该是刚生完孩子，脸色苍白，可是极为漂亮。而女人的旁边坐着一个年纪稍长的女人，看这样子应该是她的妈妈。两人正在说话，你这个傻闺女，怎么就把孩子生下来了？你这辈子可怎么办？这孩子不能要。中年女人带着哭腔道。躺在病床上的女人没说话，扭头看着窗外。赵春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的拉着林明生躲了起来。可是病房里头的那个小娃娃皮肤雪白，长得漂亮，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睡得香甜，就像是魔怔似的烙印在了赵春娇的心里头，是他们自己个儿不要的。赵春娇道：那孩子扔了也死了，我捡回来可是救了他的命。他喃喃着，脸色莫测。谁知道那女人和哪个野男人生的孩子，生完了又说不要，要不是我，他哪能健健康康活到现在？赵春娇的情绪忽然激动了起来。对，还是我救了他的命，要不是我的话，你哪能娶着她当媳妇儿？程毅盯着他，一言不发，气氛变得有些微妙。对于赵春娇的话，他并不是觉得全然不信，但是人都是利己主义者，
尤其是在述说这种没有人知道的过去时，总是会给自己加一层无辜者的滤镜。程毅笑了笑，盯着赵春娇道：“真的是他不要的吗？”他的语气很轻极缓，仿佛在不经意间戳中了那根最敏感的刺。如果真的不想要的话，大可以当初查出来的时候就打掉，何必要生下来再扔？这样的话，岂不是更容易被人发现？程毅停下敲击桌子的动作，倏地站起身来，声音一沉，道：“赵春娇，偷孩子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赵春娇吓得整个人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林晨虎也吓了一跳，赶紧蹲下身子将赵春娇扶了起来。他虽然做生意亏本，没什么本事，但是一向怕公安。见着赵春娇不说话，林晨虎也急了，伸出手拉着赵春娇的胳膊，道：“妈，你倒是说话啊！你到底有没有偷孩子？”赵春娇眼泪滚了下来，她抽噎着大声哭泣：“我也是没法了呀。”第128章粉丝连线。他心里头的苦谁能知道？这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眼色里头，简直是要赵春娇的命。他想，只要有法子，自己都是要试一试的。再说了，他把林清然抱来，好吃的好喝的供着，不也健健康康活到这么大了，哪有半点亏待？他又不缺吃又不缺穿，长这么大是缺胳膊还是少腿了？你自个儿瞧瞧，他水灵灵的过得这么自在，我哪里亏待他了？赵春娇边哭边说，伸手想要去拽程毅的衣摆，却被后者狠狠推开。他脸色难看极了，有些事没法往深了想。如果当初不是赵春娇将林清然抱来，这会儿他是不是就能够完全过上不一样的日子？上辈子也不会被自己耽搁，最后死在那个暴雨夜里。程毅咬着牙，腮帮子发紧，额头上的青筋更是一根根爆了起来。林晨虎有些害怕，他赶紧拽了拽赵春娇的胳膊，轻声道：“妈，别说了。”赵春娇也是个聪明的，一抬头瞧见程毅的脸色不太对劲，当下赶紧闭了嘴。良久，程毅的声音终于继续响了起来。他盯着赵春娇开口道：“别的话别说了，病房号、具体时间，还有那女人的病床号、穿着打扮等等，我都要知道。”他声音极冷，不带一丝情感。你要是有隐瞒，我就报警，别以为陈年就是说不清，到时候血型一查，对不上，这事儿就翻不过去。程毅的确是带了一点恐吓。赵春娇又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又被程毅逼到这个份上，终于精神崩溃了，呜呜的一哭，顿时将全部事情都说了出来。什么病床号、病房位置，还有那女人说的话，以及一些细节。由此可见，当年的事情对于赵春娇来说可谓是记忆犹新，一些小细节都记得清楚。得到了满意的答案，程毅也站起来遵守诺言，重新写了一份协议。大致意思就是这钱可以长期慢慢归还，时间为1年。不紧不松的时间叫两人彻底松了口气。回到家，程毅没有将这件事告诉林清然，事情还没确定，只是隐约得了个线索，贸然就说只会徒增烦恼。见了程毅回来，晴晴朗朗高兴地拉着他一起玩跳皮筋。玩了一会儿，天色就黑了，一家人吃了饭，林清然去哄晴晴朗朗洗漱睡觉，没一会儿就到了8点半，音乐电台连线的时间。程毅拨通了电话，一连接上就听见了江庆笑盈盈的声音：“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的程寻林时间档，想必各位都买报纸了吧？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有没有和我一样，拿着日记本，认认真真的摘抄上面的歌词？现在就让我们进行连线，可以随机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通过我们电台的转接和程寻林隔空对话，这是新增的一个环节。程寻林的名声越来越响，音乐电台的收听率也在直线上升，不少观众打电话到电台来，要求要知道程寻林更多的信息。于是江庆提出，可以以电台作为中转站，让程毅和观众互动，这样一来趣味性更强，也能够让程寻林这个标签更贴名。电话很快就被接通，是一个10几岁出头的女孩，正在念大学走读的，家里条件比较好，就在江城大学念书。电话接通后，她做了几个深呼吸，而后小心翼翼开口问道：“喂，您好，请问是程寻林吗？”得到了程毅的答复后，她顿时激动的不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你唱的歌我每天晚上都听，歌词都会背了，可惜没有录音带，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出录音带，我一定会支持你购买你的录音带。”程毅笑了笑道：“录音带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没办法，目前没有磁带公司找我录制，等到有机会能合作，我一定会在电台通知。目前的音乐传播靠的还是磁带，基本上都是从港台那边过来的盗版磁带，因此很多歌手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火到了大陆，这么一大块蛋糕就被一些公司瓜分了，甚至连版权费都不用交。一些娱乐大佬的原始资本积累，不少是靠着这块起家的，只是购买者并不清楚，认为购买磁带就是支持了自己喜欢的歌手，而程毅看准的就是这块市场。音乐电台目前已经做了半个多月，
知名度也打开了不少，连带着江城报纸都对程寻林这个标签做了报道，这对于名气的推广还是很有帮助的。女孩显然有些失望，又小心翼翼地问了几个问题，程毅也都一一耐心地回答了。最后女孩才十分有礼貌地挂了电话，恋恋不舍道：程寻林先生，如果你制作了磁带发行，请一定要告诉我，我和我妈妈都是您的忠实粉丝，一定会去购买的。程毅道了谢，之后又唱了几首歌，这才挂了电话。节目结束之后，江庆打来了电话，程毅虽然诧异，但还是接通了。有事吗？程毅礼貌问道。江庆抿了抿唇，似乎有些不爽程毅的语气，当下开口道：程寻林，你在电台可堆了好几麻袋的信了，不准备过来拿吗？不然给一个地址，我帮你寄过去。信？程毅恍惚了一下，才想起来这个年代的主要通讯形式，写信。很多青年男女表达自己的爱慕或者是喜欢，亦或者是喜欢某个明星歌手等等，都是用写信的方式去表达的。就好比童话大王郑渊洁，后世就上过热搜。大致意思是，当年为了存放读者们给他写的信件，因此在京都买了2套房，结果房价翻了又翻，捡了个大便宜。程毅在电台连线唱歌的这段时间，没有透露自己的任何身份信息，他当然不是拿翘，他心里甚至比任何人都清楚明白，想要在这个不发达的时代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延长神秘感，就是尽量延长时间。2000年代的时候，多少歌手从网络走向现实而一落千丈。第129章开店。运输公司经理张志浩，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推出足够的作品，支撑起程寻林这个标签，而后变现。下次吧。程毅想了想，又朝着隔壁屋子看了一眼，这屋子里是专门存放他从江城运回来的衣裳，衣裳差不多见了底，他也快要去江城继续补货了。回答完江庆之后，他就准备挂电话。信件麻烦别扔，我过2天就过来取，要是需要租金和保管费的话，请帮忙算好，我下次一并过来付清。江庆听完一愣，哎，你等等，他赶紧道，程毅，还有事。江庆沉默了一下，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下有些赌气开口，没事没事。挂了，连一句道谢都不会说的吗？呆子。说完没等程毅反应过来，江庆就挂了电话。程毅，他不是不明白，而是装作不明白。有些时候，感情是最不能触碰的东西，这是他的底线。他有了林清然，有了2个可爱的儿女，这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依仗和港湾。挂了电话，正准备回去睡觉，就看见林清然披着单衣站在自己身后。他一愣，旋即笑着走过去，将他拥入了怀里。晚上这么冷，怎么还出来了？他问道，又带着他往房间里走。走吧，睡觉去，天太冷了。林清然点点头，跟着他走进房间，又翻了2件衣裳出来递给他。这是我刚补好的。林清然道。他有些心疼，伸手在衣服的肩膀上摸了摸。这是一件牛仔外套，肩膀上面的料子已经磨得有些开了毛，这是经常挑扁担的结果。林清然心里清楚，也心疼，有时候看着程毅，也会发现他的肩膀上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可是为了生活，他没法子，只能咬牙熬着。为了自己，为了这个家，他心里头明白。程毅见他补的衣服，抿唇一乐，不得不说自己媳妇儿还是有点本事的。这手工绣上去的布条居然整整齐齐，针脚比起缝纫机来丝毫不差，而且形状很合适，外面稍稍打了一点毛，看起来和牛仔外套更搭配了，居然有种莫名的时髦。程毅拿起来仔仔细细的看了看，又试了一下，一脸满意。我媳妇儿手艺就是棒。他打趣道，赶明儿多买几件牛仔外套，磨破了叫我媳妇儿补一补，拿出去指定能卖不少钱。林清然知道他在贫嘴，当下逗笑了，轻轻拍了他一下。说什么呢？他嗔道。程毅捉住他的手亲了亲，又仔仔细细地端详着面前的林清然。他媳妇儿是真的好看啊，上辈子自己怎么就没发现呢？这眉眼，这鼻梁，这微微泛着红的嘴唇，柔软又叫人喜欢。咬一口，轻轻舔一下，他能站立很久。程毅拉着他，顺势啄了一下他的嘴唇。媳妇儿，这次回来咱们盘2个店面吧。盘店面？林清然想了想，道，盘店面需要房租，2个铺子的话还得请人，成本会增加，你算好了吗？程毅一乐，当然了。他刮了刮他的鼻子，笑道，打游击战不是办法，而且咱们现在手里头已经有4万多块了，在百货大楼对面摆摊子，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很多人还是喜欢去店铺里头买衣裳。而且你发现了没，这几天来摊子上买衣裳的姑娘已经少了不少，这就说明喜欢逛摊子的客源都已经消费的差不多了。接下来的大头还是县城里大部分喜欢逛铺子的姑娘，客流量大，好面子，喜欢挂在店铺里光鲜亮丽的衣裳，那些人是咱们接下来要挣钱的对象。他比划了一下，继续道，这次去县城，
我准备去运输公司租一辆车去，多买一些衣裳回来。等这一批卖出去后，咱们就有钱开厂子了。到时候我媳妇就能当上真正的老板娘了。程毅丝毫不瞒着林清然，将自己未来的打算都说了一遍。跑地摊、开店等等，都不过是他积累第一桶金的手段罢了。等到这一波4万块的衣裳销售完，资金应该能涨不少。到了那时候，他就有足够的资本去盘下服装厂，再凭借自己打出来的名气和对潮流的独到见解，应该能成功跨出发家致富第一步。林清然被他逗得直笑，我不在乎当不当老板娘，只要和你还自己健康平安就好。他笑着说道。橘黄色的灯光下，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光芒闪烁，像是点缀铺开细碎的耀眼的星辰。程毅凑过去，在他的嘴唇上再次亲了亲，声音沙哑道：媳妇儿，我和你一样，只要你和晴晴朗朗一直陪着我就足够了。3天后，运输公司，程毅揣着钱上门。运输部门经理张志浩打量了一眼程毅，靠在椅子上，双脚交叠，抽着红塔山，掸了掸烟灰，道：租车呀？那可有点贵，你用来干什么？多长时间？单位是哪里？都得写清楚，不然的话，这车可不好租啊。拉长音调，官腔十足。张志浩甚至还叹口气，看着程毅道：小伙子，这车子不是咱们部租给你，这是国家资产，我们也得听上面的命令。你一个普通人要租县城运输公司的车，我说了哪能算啊？这要一层层往上批，非得上头答应了。张志浩话没说完，忽然顿住了。面前茶几上，一条烟还有一张100元钞票被放在了他的面前。乖乖，小县城里头，这个年头大部分还是用10元钱的面额，很少看见100块的。至于红塔山，就更别说了。虽说现在买烟自由，但是一旦涉及到以条为单位的，想买到还是很难的。要么有钱，要么有权。可现在为止，不管是哪样，都足够张志浩重视起来了。张经理，程毅笑着将红塔山往前推了推，道：咱们都是普普通通小老百姓，哪有什么坏心思？我就是准备开店卖衣裳，店面也租了，就等着把衣裳运回来呢。第130章，出发。他笑着看着张志浩，一脸无奈。张经理，您放心，这今后可都是长期生意，你绝对能放心。这年头管得松，只要给钱，谁管你运什么？张志浩这一敲打，不过是为了吃回扣，程毅哪能不知道？果然，不动声色地将钱和一条烟收进了抽屉里。张志浩顿时露出了笑脸。哎呀，你瞧瞧，程老板真是客气。他哈哈笑着，衣裳又不是什么违禁品，运一运也没啥关系。咱们县城的运输车辆都空着，啥时候去都成。你说一声，马上就能出发。变脸堪比变色龙，程毅见怪不怪。谈好时间和价格，程毅就离开了运输公司。没想到出门的时候遇见了微子，他抬头看了自己一眼，旋即又别开头去不说话了。程毅也懒得搭理，正准备越过去，却忽然听见微子喊了自己一声：程毅。程毅停下来，扭头看他，有事儿。微子显然是个脾气别扭的，伸手抄着口袋，半晌才开了口：你要运东西？程毅没点头也没否认。微子却自顾自地说了：县城外西边那条近路别走，还有选车子的时候别找一个叫赖子司机，他手脚不干净，会乱带路。顿了顿，又补充道：我妈说她见过你了，谢谢你没瞧不起她。程毅默然，他大概知道一点的。那中年女人一心为儿子，平日里街坊邻居基本上都瞧不起她。院子里空空如也，那日程一出来，周边邻居都围过来和他说着这女人怎么样，他都笑笑听了不说话。大概为人父母，可怜天下父母心。他对微子没什么好感，但是祸不及父母，他心里有分寸。我知道了。程毅应声道：谢谢你，我会注意。说完后，没等微子回答，程毅就大步走了。接下来的3天，程毅跑了几条街，终于在县城后云路这一条新开发的街道上找到了2家连着的铺子。这是县城粮食局的产业，程毅跑了2趟，花了点钱，总算是打通了关系，成功租赁了下来。1个月100块，2间铺子一大一小，加在一起1个月300元的租金，而且都不用装修的，里面原本就是卖粮食的供销社。程毅找人粉刷了一遍，又在墙上钉了几排挂衣架的横梁，就连收钱的柜子之类的都是现成的。最重要的是舍得装灯，衣裳好不好看，有没有质感，全靠灯衬托。最后买了一个全身镜，利用了一点行内知识，镜子稍稍倾斜角度，能够在视觉效果上将人直接拉长。最后买了一批衣架回来，找写书法的老师傅，以一块白色打底的长横条木牌为底，红色的油漆为字，写了招牌：寻林服装店。笔法飘逸，遒劲有力。程毅将这牌匾收进了店铺里，等开业那天再挂出来。东西全都整理完毕后，3天后的一大早，他就揣着从银行换回来的钱，全都是100元大钞。
整整齐齐4大捆，结结实实的绑在了腰上，胡乱吃了点早饭，之后趁着茫茫雾气，直奔运输公司。一大早，跑早班的运输司机已经到了。和别的工作不同，运输这一行时间就是生命，因此也分早晚班。张志浩点着烟，早早就在门口等着，远远瞧见程毅，当下笑着起身迎接。真准时。他道，走上前对着程毅伸手指了指运输大院里头的一排大东风，你看看，自己挑，这3辆车子都是能跑的，随叫随走。程毅点点头，道了谢，也不多说，递了一支烟给张志浩，紧接着就走进了运输大院里。3辆军绿色的大东风整整齐齐停放在院子里。程毅走进去，大致看了一圈，发现这3辆车外观都不错，挑不出毛病。那边接了烟的张志浩心情十分不错，走过来笑着道：“3个师傅都在吃早饭，去瞧瞧，找个合眼缘的。”程毅点头，跟着走进右边小平房，那是食堂。时间还早，食堂里头没什么人，拢共7、8个人坐着吃早饭。那边3个就是。张志浩指了指，程毅远远看了一眼，由貌关心。他上辈子阅人无数，大致扫了一眼，心里大概就有数了。那个个子最高的叫做赖子，别看他剃了个光头，人还是很不错的，也肯干，不然找他。就在这时，身边一直没说话的张志浩忽然开口，抽着烟，似乎随意推荐一个人。程毅眉头轻轻一挑，大致也明白了怎么回事。这年头狼狈为奸的人不少，起码张志浩这人不怎么样，他推荐的人就更不用说了。程毅笑了笑，摇头，指了指最角落里那个闷头吃饭、个子最不起眼的人道：“就他吧，年纪大了，又合眼缘，不挑了。”张志浩咂咂嘴，露出略略有些失望的神情，但是很快就收了回去。成，那是老孙，50多岁了，人还算厚道，等会儿吃饱了我就告诉他。程毅点头，紧接着走了出去。约莫10分钟后，张志浩就带着孙福国走了出来。50出头的年纪，佝偻着背，头发花白了一大半，一看就是被生活的重担压着的汉子。见着程毅，他抬头看了一眼，紧接着露出了一点笑容，自我介绍：“我叫孙福国，有啥事儿我都能做，您别跟我客气。”程毅点点头，和他握了个手。程毅，这一路上还得麻烦孙叔您照顾了。两人打完照面之后就上了车。程毅坐在副驾驶上，孙福国启动大东风，柴油机发出轰鸣声，天边云沉沉，晨光即将破晓。程毅系好安全带，微微的推背感传来，军绿色的大东风终于驶出了大院。车子开得很稳当。程毅这人有个本事，瞧着不声不响，但是很容易让人亲近，多聊了几句就泄了底。孙福国话不多，显然藏着不少心事，一路上和程毅多说了2句，也将自己老底交代了。实际上，这个年头跑大货车的是一个富得流油的行当，多少人靠着跑大货车发家致富。第131章再次进货。可是孙福国的日子总是过得苦哈哈的。他这辈子没结婚，上面有一双老人要赡养，而自己的亲哥刚结婚没多久就出车祸死了，留下一对双胞胎儿子，那才多大，嗷嗷待哺的时候。媳妇儿一见这样，早早就跑了，2个儿子也不要了。孙福国没法子，总不能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这2个侄子吸干自己亲爹亲妈吧。于是咬着牙，愣是一言不发地熬了下来。奶粉、衣裳，还有各种学杂费等等。爹妈催他结婚，他总是说再等一等，等着孩子们长大一点，能自主了，他再考虑娶媳妇儿的事儿。结果倒好，2个双胞胎侄子又争气，念书十分出色，一路念上了高中，他也就耽搁到了现在。这年头，2个孩子念书的钱可真不少，学杂费、书本费，还有生活费之类的，都是一座座大山压在孙福国的身上。周边的人都说闲话，说他是个笨蛋货，拎不清。一双侄子又不是亲生的，偏偏当作亲儿子养，以后谁会记得他的恩孝敬他？结果自己也耽误了。这么大了，一把年纪，只要是去说亲，一听见是老孙家的，一个个都摇头不要。嫁过去，平白添俩儿子，哪个姑娘愿意？孙福国叹口气，开着车絮叨了一路。命苦，没法子，只能熬着。他无奈道：“那是我亲哥的娃，我难道瞧着他们去死？我爹妈都多大年纪了，自个儿都得靠着我接济养活，哪儿还能再叫他们养我哥儿子？”孙福国极少和别人聊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来是周围人基本上都知道的差不多了，自己再说谁能听？二来陌生人总归是要防备一点的。可是独独遇着程毅，他居然慢慢的卸下了戒备心，将自己家里的事儿如同竹筒倒豆子，咕噜噜全出来了。程毅静静听着，十分是时候的和孙福国共鸣了一下。出县城口的时候，两人的关系就已经彻底熟络起来了。去江城一共有2条路，一条近一些，但是崎岖，路不太好走，一些为了节省时间的总是走这条，而另一条路远大概半个小时的路程，
路途平坦，车子多，算是正儿八经的省道了。到了路口，没等程毅开口，孙福国就赶紧解释了：这路虽然近一点，省油一点，但是路上不太平，前几天就有人装了一车货，想抄近路走到这里，没想到连人带车都被端了。孙福国看着程毅道：你要是不怕的话，咱们也走这，一切听你的。程毅心里大致有了数，他笑道：慢慢去，求安全，哪有那么急？一切听你的，你是司机，我放心。听见程毅这样说，孙福国当下开着车走了远一点的路，路途约莫2个半小时。一路上两人聊天，又说着一些体己话。到了江城的时候，孙福国简直是拿程毅当亲人了。下了车，找了个宾馆，程毅开了一间标间，足足4万块钱的货，可不是这么容易挑选的。这一次可谓是押上自己全部身家，就指望着打翻身仗了。孙福国原本在宾馆里等着就好，可是这一路上他是真的喜欢和程毅聊天，也拿他当自己人，当下就要跟上。程毅到了县，也带着孙福国一起直奔批发市场。江北批发市场依旧红火热闹，程毅拿着纸笔，认认真真地挑选着一套套的衣裳，采购货物。走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就听见前面有骚动声，抬头一瞧，发现一大群人围着一个摊子，密密麻麻地挤着，看不见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程毅走进了一听，才听出来是个卖工厂尾货的摊子。他踮起脚一瞧，一眼就看见了里面小山似的堆着的纯白长袖，这价格绝对是最便宜了。各位老板，厂里头真的发不出工资了，才喊我来卖这些衣裳，你们瞧瞧，带一点走也好呀。坐在摊子后面的是个中年男人，一脸愁容，他拿着手里的长袖往前递了递，可是没有一个人接。你这料子就是最简单的纯棉料子，也不是什么漂亮款式，你自己瞧瞧，还要8元钱一件，太贵了，要是6块钱我就带一点走。是啊，你这衣服太麻烦了，纯棉的料子又是纯白的，半点花纹款式没有，怎么卖？贵了贵了，5、6块差不多了，便宜点。人群闹哄哄的，程毅这会儿也挤到了最前面，算是看清楚了面前的情况。原来中年男人在卖纯棉白色的长袖，就是最简单也是最不费事儿的那种，上面半点花纹都没有，走真道也还算是工整。这年头纯棉的料子稀罕，穿着舒服，卖到农村里去下地干活穿也是很有市场的。可是这偏偏是白色的衣裳，谁家干活穿白色不嫌容易脏啊？可要是拿到县城铺子里去卖，那可真是要了命。现在县城里那些刚刚学会时髦打扮的小姑娘，一个个眼睛都不带瞧一下，就是鸡肋。中年男人似乎自己也知道当下有些急了，他站起身，伸手推了推这些衣裳，道：5、6块也不是不可以，买20件以上就6块钱一件，你们买吗？众人疯了吧，买个1、2件他们都要考虑考虑，实在不行就自己穿，也不算亏太多。可是你这一下子带20件，100多块，谁买？当下一个个的看着中年男人，顿时都不吭声了。片刻后，只瞧见一个年轻人笑盈盈的走了出来。他走到摊子前，伸出手拿起了一件纯白色的长袖，凑在面前仔仔细细的看了看，又摸了摸料子，之后抖落开，看看版型正不正，这线头多不多，有没有泛黄。接着如此抽查了几件，发现虽然都是尾货，但是料子还行，摸着不个手，说明是新料子。当下他露出笑脸，看了一眼中年男人，问道：你这衣裳有多少？200多件。第132章，捡漏了一把。中年男人皱着眉头，低头正在仔细整理被人弄乱的衣裳，头也不抬回答道：他知道衣服难卖，却没想到衣服这么难卖。厂子里如今效益不行，这些衣裳是被扔给他抵工资的，要是再卖不出去，这衣裳可就堆着了。纯棉的料子不经放，时间久了会泛黄，他一家老小还指望着这衣裳吃喝呢，愁死个人。年轻人正是程毅，他伸出手，笑着捡了2件出来，在中年男人面前晃了晃，道：如果全要的话，5块钱一件，卖不卖？中年男人一愣，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他怔怔然抬起头，盯着程毅问道：你说啥？全要？你买啊？程毅点头，全买，但是前提是价格好才行，5元钱一件，我倒手卖个6块钱，应该能成。他说着，咬咬牙，露出沉思又纠结的表情。这表情在别人看来，不外乎就是赌博。卖衣裳这玩意儿真的很奇怪，要是运气好，买的衣裳都能卖出去，那就挣得盆满钵满。可一旦买到款式不好的，亦或者是看起来好看，但是上身却不漂亮的，那就麻烦了，堆在自家仓库里头当尾货，自认亏本。众人也都跟着发愣。缓过神来，程毅说什么后，一个个惊得恨不得赶紧伸手拍醒他。小伙子，你这年纪轻轻，可别瞎搞，这钱出去了可就回不来了呀。这些衣裳送给别人穿，别人还考虑考虑，
你怎么闭着眼就要买啊？瞧着年纪轻轻，应该不懂事，赶紧的，别乱来，买回去就是亏本。听我的，200多件，就算是5块钱一件，那也得1000多块，你可千万别糊涂啊！一群人也是好心，赶紧苦口婆心的劝。程毅笑了笑，只是对着众人点点头，道了谢，而后笑道：叔婶子，做生意嘛，原本就是搏一搏的事儿，这衣裳我买了，试试看，卖不出去也没啥，家里有钱，亏点没关系。得，这么一说，也就没人劝了。家里有钱，那可不就是另当别论吗？中年男人当下赶紧点脑袋，生怕程毅反悔。5元钱就5元钱，你要是全拿走，就给你这个价。说完后，没等程毅开口，中年男人赶紧从身后拿了个编织袋出来，伸手拿起这些衣服就往袋子里装。程毅，不用点点啊，你全拿回去点，绝对200多件，要是少了你就回来找我，我把钱全退给你。我就在江城北郊的美云制衣厂上班，绝对不唬人。好家伙，中年男人边说边装，麻溜的就将衣裳装满了编织袋。程毅倒也不怕他骗自己，这服装多少数量，扫一眼大致都还是能够看出来的。衣服装完，程毅付钱，满满当当一大袋。程毅正准备拎起来扛在肩膀上，结果身后的孙福国动作更快，几步上前就从程毅的手里接过了编织袋。我来拿就成，反正跟着也是跟着，不成。孙福国咧嘴笑道。程毅抢了2下没抢回来，当下也只能答应了，道了谢，带着孙福国往市场里头走，分别在几个摊位上订衣服。整整1个下午都在订购衣裳，4万块钱的货可真不算少。批发市场大大小小的摊贩基本上都认识了程毅这张脸，一个个瞧着他，简直像是在看财神爷。只是这一下午和程毅打过交道的摊主晚上回了家，一合计才发现这单生意做下来，竟听着程毅在哄人了，被他哄得一愣一愣的，高高兴兴的就签了合同。结果现在回过味儿一想，得，还没平时挣得多呢，这小子鬼精。翌日一大清早，程毅就和孙福国起来了。4万块的衣裳可真不少，单凭借2人可搬不动。程毅去人才市场的外面找了几个挑工，而后孙福国又将大东风直接开到了江北批发市场外面的广场上。程毅点了点人，又付了定金，抬起手对着几人招呼：大家都跟着我走，早点搬完早点收工，钱一分不少。一共3人，带着扁担和绳索，一个个都是最老实也是最能干的汉子，听着程毅的话，当下赶紧应了声，跟在程毅的身后走进了批发市场。批发市场人很多，但是实在是昨天程毅的豪横叫他们印象深刻。摊主今天早早的就在等着了，见着程毅来，赶紧将准备好的衣裳拿了出来。虽说衣裳多容易花眼，但是程毅基本上每一件还是认认真真的过了过眼，线头什么的都没关系，大致上不能错。孙福国也来帮忙，一共5个人，一个摊子一个摊子验收，而后将衣裳打包，挨个挑着往车上放。东西虽然不多，但是繁琐，装车子直到中午11点才终于彻底弄完。满满当当的一辆大东风，全都是打包好的衣裳。孙福国知道这些衣裳贵，因此格外郑重小心的落了锁。程毅喊的3人是不包饭的，但是走之前说好是1天的工资，虽说只干了半天，但是他也没小气，直接给了1天的工资，1人5元钱。3人赶紧接了过来，谢了又谢，这才转身离开。孙福国也跟着上车准备走，程毅赶紧一把拉住了他。咋了？他回头一脸疑惑看着程毅，还有事儿吗？程毅无奈一乐，饭都还没吃呢，开车得2个多小时，总不能叫咱俩一起饿着肚子回去吧。孙福国嘿嘿一笑，有些不好意思。他不是不饿，而是有些不好意思。这2天来吃他的住他的，而且档次都不低。俩人又去下了馆子，点了一大盆红烧羊蝎子，还有2盘小菜。2人吃得心满意足，孙福国更是擦了擦嘴，眼睛亮晶晶的，仿佛年轻了好几岁。他平日里为了2个孩子和爹妈，不管是吃喝都是抠着省着花，什么时候吃得这么爽快过了？心满意足后，点了支烟，2人上车，启动车子，带着满满当当一大车子的衣裳回了县城。院子里，林清然正在拔草。第133章开店前的准备。这租来的院子很久没人住了，又恰巧逢春，院子里的杂草破土而出，冒了一茬又一茬。这草生命力极强，要是单纯的拿镰刀割，没多久指定又冒一茬出来。林清然图省事，试了2次，没办法，还得用手拔。晴晴朗朗也在帮忙。小孩子吃得好，养得就好。这2个月下来，2个小家伙顿顿吃肉，餐餐吃饱，有时候临睡前还得吃个夜宵。当下原本瘦的和豆芽菜似的小身子，立即就长了肉起来。圆滚滚的小身子，脸蛋白里透着红，头发也乌黑茂密，2人站在一起就像是年画娃娃，可爱极了。拔呀拔，拔呀拔，小草小草快出来！
晴晴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估计也是一时兴起乱唱。小孩能有多大力气？用力一拔，不得要领，根部直接断了。哎呦，结结实实摔了个屁股墩儿。晴晴委屈，眼睛眨了眨，看看妈妈又看看朗朗，却见两人都没瞧见自己摔跤。当下哼了两声，撅起小嘴，伸手在自己的屁股上拍了拍，小声哼道：“勇敢晴晴，不怕困难大。”朗朗是真没注意到，这孩子脾气不知道像谁，性子很犟。他是小大人了，要帮着爸爸妈妈一起干活了。这土硬得很，拔出来的时候常常连着腰一起断了。他想了想，又跑到屋子里拿了一把小锄头过来，蹲在地上，认认真真的扛着小锄头，对着小草根一下接着一下挖。他力气小，但是胜在执着。这执拗的脾气一上来，没一会儿还真的被他挖了一根草根出来。妈妈，妈妈，你看！朗朗眼睛放光，小手高高举着，对着林清然可劲儿的晃了晃。林清然扭头看了一眼，顿时露出了笑脸。朗朗真棒！他竖起大拇指。小家伙得了表扬，顿时臭屁起来，继续拿着小锄头挖。轰嘟嘟嘟，隔着墙，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轰鸣声。晴晴耳朵是最尖的，当下支棱起小脑袋，眼睛瞪得溜儿圆，好奇的探头朝着外面看了看。妈妈，那是什么声音？林清然也听见了。朗朗还在拔草，见晴晴和林清然全都朝着外面看，他也抬着小脑袋朝着外面看。是大车子的声音。朗朗顿时认了出来。小男孩总是对这些格外敏感。平日里没事的时候，朗朗就喜欢蹲在小巷子外面，看着来来去去的大东风。柴油机声音很大，发动起来轰鸣阵阵，朗朗印象很深。林清然顿时反应了过来，是爸爸回来了。他笑着道：“爸爸。”晴晴当下草也不拔了，迈着小短腿就往外面冲。朗朗嘟囔着嘴，小声道：“我才不想爸爸，我想看大东风。”说是这么说，但是动作却十分诚实，跟着晴晴的身后也跟着往外跑。林清然洗洗手，刚走出门，就看见程毅牵着路上遇见的两个小家伙往家里走。清然，他笑着道：“我回来了。”明明是简单的一句话，却叫林清然眼眶微微有些酸。他点点头，牵过晴晴朗朗的手，道：“院子收拾的差不多了，屋子里我也整理了一间出来，可以放衣服。”他说着，又探头朝着外面看了看。衣服很多吗？要不要我去帮忙？程毅笑着摇头：“你带着孩子在家里等就好了，人多手杂，屋子里要人看着，我去喊人帮忙，马上就好。”程毅说完后，又扭头朝着外面走。晴晴朗朗还小，闹着要跟去，当下被林清然拉住了：“爸爸马上就回来，不要乱跑。”好吧。小家伙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待着了。约莫1刻钟的功夫，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这边，慢点，小心点，别被刮破了。程毅大喊。院子门被打开，就看见3、4个人扛着大包小包进了院子。林清然赶紧领人进了屋子，放这边。小小的院子里一下就热闹了起来。半小时后，空房间、堂屋前全都堆满了编织袋包裹。程毅付了工钱，众人离开。林清然看着满屋子的包裹，一脸震惊：“这么多衣服吗？”他知道程毅带了4万块钱去，但是对衣服的多少没什么概念。之前进货6、7千的时候，也就6个包裹，怎么这会儿这么多？的确是比之前多一点。程毅笑着道：“我全部的身家都押上去了，要是亏了本，咱们可就一夜回到解放前了。”他揶揄笑道：“这话当然是开玩笑的。之所以多了这么多包裹，是因为程毅买了一些便宜衣裳，也算是冒险之举。要是对别人来说，无疑是自寻死路，但是对于程毅而言，却是一种挣钱捷径。他买的这些便宜衣裳，可不是随便买的。比如那200件打底衣，这些衣裳要是用来干活或者是单穿，那绝对是不好看又鸡肋的。但是，一旦作为打底衫的话，价值就不一样了。搭配条纹衬衫，让衬衫从单衣变外套，下面一条牛仔裤，漂亮又清爽。搭配短袖，也成流行一时的半截袖，春夏都能穿。还有各种不同款式的背带裙、背带裤等等。总之，百搭又好看。基本单品从来不存在过时一说，只要搭配好，变废为宝。林清然伸手拽了拽程毅的胳膊，认真道：“做生意都是这样，有挣有赔的。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大不了咱们到时候还去摆地摊、捡螺丝卖，总能有法子的。”程毅见林清然居然这么一本正经的劝自己，一下子感动又有些欣慰。他忍不住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笑着道：“你放心，再穷不了我媳妇孩子，总能让你们顿顿吃肉，年年穿新衣。”晴晴朗朗也认真的看着俩人。吃肉，穿新衣。程毅被逗得大笑。服装运回来，服装店开张还要2天时间，衣裳要整理，还得做宣传，
店铺里头也得彻底再次清理一番。程毅把林耀东和胡子等人喊了过来。第134章，好家伙，谁见过这种宣传？林耀东知道程毅在县城里头买了新房子，但是一直都没有来过。几人每次碰面都是程毅直接去国营饭店门口等他。林耀东带着虎子进来，两人好奇的这里瞧瞧那里看看，瞧见煤气灶的时候一脸兴奋和惊讶。这玩意儿听说一摁一转就能打着火了，真的假的？胡子好奇想要去看，身边林耀东赶紧拽了他一把。干啥呢？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叫煤气灶，懂不懂？不用柴不用炭，可省事儿了。林耀东吃了一声骂道。胡子当下跟在林耀东身边不吭声了。程毅刚做完早饭，端了满满一大盆肉丝面出来，又递给了两人，一个人一个碗，边吃边说。程毅笑道：好家伙，两人如今虽然跟着程毅身后开始做螺丝生意，但是这生活水平一下子还没到这个档次。这肉丝面儿上面盖着的可是满满当当的一大层肉丝儿呀，奢侈香。两人咧嘴一笑，也不客气，拿起筷子和勺子就开始盛面，稀溜稀溜的吃得一脸满足。我开了个服装店，要人手帮忙。程毅吃了一口面道：开店前几天是最忙的时候，你多找几个人过来帮忙，6个样子，按照天数给工资，一天10块钱，包中午一顿吃的，能不能成？10块钱一天？怎么不能？林耀东赶紧将自己嘴里的这一口面咽下去，脑袋可劲儿的点。当然呢，这10块钱一天，多少人上赶着来？师傅，您放心，这人我肯定给你找来。程毅点点头，又装了一碗吃着。还有宣传的事儿。他道：这开店前还得宣传，铜锣和鼓都在，这次要发代金券，大概就是开业前有很多要准备的，宣传、代金券的发放，还有各种各样的造势噱头等等。90年代开始就是实体行业的春风了，春风一吹，遍地开花，只要能抓住，那就是挣钱的好时候。上午8点，林耀东和虎子拿了厚厚一大小卡片出了门。这小卡片上面印刷了一个234的字样，都是减满的活动，购买的金额总数越多，减掉的就越多。林耀东和胡子两人赶着驴车，拿着铜锣和打鼓，又喜气洋洋地弄了一朵大红色的花挂在了老驴子的身上，之后赶着驴车就出了门。当当当，大铜锣声音响起，整个街道的人都朝着这边看过来。后云路寻林服装店开业3天大酬宾了，前3天凡是购买衣裳的人，拿着代金券可以减免，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大家瞧一瞧，看一看了。说着又敲了3声铜锣。好家伙，这年头谁见过这种架势？一群人跟在驴车后面跑，好奇的听了又听。啥玩意儿？寻林服装店？哪里啊？减免是啥意思？卖衣裳能免钱啊？好像是在后云路那地方，我去过，之前咱们县城里头粮食局的铺子租出去了，前2天门一直关着，这2天开门打扫装修了，原来是租出去了，改成服装店了。瞧瞧瞧瞧，这是我抢来的代金券，说是买衣裳能减钱，2块钱呢，可真不少。人群闹哄哄的。林耀东喊了几遍后，开始发放减免券。这减免券在一般人的眼里和钱有什么区别？不管买不买，先抢来了再说。于是当下一窝蜂拥了上去，踮着脚问林耀东要代金券。林耀东也不含糊，拿着一个大麻袋，踮起脚就往外放。这一大兜子麻袋都是代金券的小卡片，数额多少都是计算过的。程毅这一次一共制作了1000元的代金券。不过都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代金券最终减免的份额还得从这些消费者身上收回来。锣鼓敲了3天，整个县城都宣传了一遍。代金券发完了，一些人还要，于是程毅第2天又制作了500元的代金券发放出去。3天后，一切准备就绪，林清然和程毅也加班加点的将衣裳整理好，挂进了店铺里。寻林服装店的招牌也挂起来，放在了门外。林耀东和胡子这天一大早就带了人来，额外喊了4个人，一共6个人站在2家店的门口。他们主要负责就是帮着客人拿衣裳，守在门口，别让人拿着衣裳偷偷摸摸溜走了。程毅走到外面，拿了一根长竹竿，而后在长竹竿上挂了一长串炮竹。晴晴朗朗赶紧捂住了耳朵。妈妈，妈妈！小家伙们笑闹着扑进了林清然的怀里。朗朗伸手用力地抱着林清然和晴晴，小肉肉脸板着，一本正经。妈妈和晴晴不要怕，朗朗是小男子汉，朗朗保护你们。程毅点燃了爆竹，噼里啪啦的响声顿时炸响。朗朗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朝着林清然跑了过去，3人抱成一团。林耀东哈哈大笑，这小子到底还嫩啊。爆竹炸完，大门打开，喇叭玩命的喊：开业大酬宾，
来瞧一瞧，看一看最新款的衣裳，最时髦的款式，包您喜欢。8点开始，顾客开始上门了，店里头足足8盏灯全都亮了起来。几个小姑娘走进来的一瞬间，就被墙上挂着的衣裳款式迷了眼。这些衣裳可真好看啊！灯光一打，漂亮又鲜艳，而且全都是成套的成品以上，整整齐齐挂着。一些款式更是他们第一次见，新奇又好看。比如这条纹衬衫，他们之前一直都是用来当单件穿，可是没想到里面搭配一件白色的打底衫，这衬衫就能敞开了，下面打了个蝴蝶结，漂亮又好看。这衣裳是最新款的。程毅走进来，笑着介绍，这里还有胸针搭配，扣在领口、胸前都很好看。他说着，将下面放着的一个箱子抽了出来，里面是满满当当各种款式的胸针。这些胸针也是在批发市场买的，1元钱一个，模样精致，十分漂亮，尤其是灯光一打，更是叫人移不开眼。见几人还在犹豫，程毅笑着道：“没关系，喜欢就试一试，不买也可以。”第135章开业大酬宾，试一试。3个小姑娘瞪大眼，一脸新奇。就在这里试吗？程毅点头，指了指店铺里一个弯起来的钢筋上挂了一圈布帘，那是试衣间，这里是镜子，换好了出来瞧瞧，喜欢就买，不喜欢就不买，不花冤枉钱。不过我觉得这几套都很适合你们，都能拿去试一试。这衣裳不挑人，谁穿都时髦好看，更别提你们长得这么漂亮，身材又好了。程毅服务态度好，又会夸人，几个小姑娘简直高兴的心里头流淌了蜜。于是当下点点头，3人一人拿了一套衣裳，转头就去试衣间试了。几分钟后，3人一起出来，走到了镜子面前照了照。哎呀，这身衣裳你穿着真漂亮。玲玲，你看看，我都认不出来你了。你这条背带裙也很好看，我从来没想过居然还能这样穿。这吊带的背带裙，我妈妈一直不让我买，说是太暴露了。但是现在瞧瞧，这样一加打底衫，怎么样穿都漂亮。我妈指定也愿意了，可真漂亮，衣裳穿上我都感觉我不像我了。3人惊喜地打量着对方，程毅甚至还思考了一下，比划着道：如果头发放下来的话，这条裙子会更好看。至于衬衫这一套，把头发扎起来，高马尾会更有精气神。2个小姑娘都按照他说的法子试了试，果然，再次看见镜子里出现的对方后，一脸惊喜又惊讶，可真漂亮呀！这衣服多少钱一套？3人换了衣服出来，又问了价格。程毅笑着道：这些都是新款的衣裳，3位美女瞧瞧，一整套打底衫、衬衫，还有下面的裤子，这一套贵一点，要168，裙子这一套会便宜一些，118元。还有这位美女身上的小西装，可都是好料子，打底衫、西装、西裤，196元。这3套衣服的价格，平均算一下单价，虽说有些肉疼，但是咬咬牙也是能够接受的范围。再说了，料子好，款式时髦，去百货大楼里头不也是这个价？而且自己搭配总是不漂亮，那百货大楼里头的服务员态度还不好，不像是寻林服装店，老板态度好，还教他们怎么搭配发型，怎么算怎么划算。3人拿着代金券，一人捡了5元钱，高高兴兴地付了钱。最后出门的时候，程毅还一人送了一个1元钱的胸针，3人笑得眼睛都在发亮。服装店里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林清然也在招呼客人。姑娘总是最懂姑娘的，再加上灯光一打，镜子一照，这精致质感顿时就上来了。小姑娘们买了一单又一单，而这年头，不少家庭已经开始做生意富裕起来了，买1-2件衣裳也不至于穷得吃不上饭。中午12点的时候，林清然回去做饭，人流量少了下来。林耀东带着晴晴朗朗在门口玩着，程毅在店里头守着。就听见笑闹声响起，林耀东等人一抬头，就看见了2个打扮精致的姑娘，头发是精心打理过的，烫了发，手指上还涂了鲜红的指甲油，脸上也化了妆，手上更是挎着一个皮包，抬头看了一眼店铺，一起走了进来。寻林服装店，这名字起得真不错。最前面的一个姑娘走进来就开始笑，旁边2人也跟着点头。是啊，瞧瞧，和你喜欢的那个歌手一模一样呢，也叫寻林，真是凑巧了。可惜了，程寻林不是开服装店的，而是唱歌的，估计应该是在江城吧，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出磁带，我一定要好好支持一番。这店铺服装看起来还不错，配这个名字也成。3人边说边笑。程毅闻言挑了挑眉，看了3人一眼，得，还遇见听众了。他笑着走过去打了声招呼，道：这是最新款的衣裳，从江城批发过来的，搭配的款式也是最新潮的，各位瞧一瞧，绝对漂亮好看。听见程毅说话，乔乔顿了顿，他下意识地扭头朝着程毅看过来，眉头微微皱着。等等，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他一时半会儿没多想，
旁边的2个好朋友赵苗苗和齐云俩人正在看衣裳。今天上午已经卖空了3轮了，这会儿店里还有几个小姑娘在逗留。人和人之间是很奇妙的，气场不合，就连看衣服的时候都会离开得远远的。齐云和赵苗苗2人一看家庭就好，穿着打扮，还有那身上的名牌衣裳，一瞧就非富即贵。这里衣服还真不错，不比百货大楼差，摸去质感也好，不掉价，主要是款式时髦洋气，蛮好。赵苗苗给了个中肯评价。齐云也看中了几套衣服，女士皮夹克搭配长款的碎花连衣裙，下面一条尼龙袜，这种搭配自己简直是想都没想过，可是这么一摆出来，瞧着的确是漂亮又时髦。他寻思着，不然试试，于是扭头喊程毅：“老板，这件衣裳拿下来，我穿穿看。”瞧着这搭配，还怪漂亮的。程毅笑着拿着衣叉走过来，顺手将衣裳拿了下来。这皮夹克是真皮的，最贵的一件，美女有眼光。啧，被人夸，心里头顿时美滋滋。齐云拿着衣裳就去试衣间了，穿出来一瞧，可了不得，直接叫赵苗苗和乔乔看呆了，也太漂亮了吧！齐云原本走的甜美小姑娘风，可是现在这衣裳一穿，皮夹克利落飒爽，碎花裙又温柔甜美，两者奇妙地融合了起来，叫人简直移不开眼。这一套我要了，齐云爽朗笑道，而后又抬头认认真真地挑选服装。出来逛街嘛，不买个几套怎么说得过去？赵苗苗当下赶紧道：“哎，齐云，我和乔乔也要买，你可别一个人挑完了。”说完后，赵苗苗赶紧去拉乔乔挑衣裳。女人的购买力是很惊人的，2间铺子打通了，面积足足有80多个平方，墙壁上挂满了衣裳。原本别的小姑娘还有些犹犹豫豫呢。第136章，卖了28620元。这会儿瞧见来了3个购买力极强的姑娘来和自己抢衣裳，当下原本还要考虑的，顿时也赶紧自己找了衣叉，将衣裳给拿了下来。这个我要了，这套衣服是我先看上的，我付钱。咱们先买了吧，不然好看的都让人挑完了。好家伙，林耀东也赶紧过来帮忙，这一下子又是10几套衣裳销售出去了。3人还在选购，几乎是试一套拿一套。林耀东跟在后面接，简直是看直了眼。乖，这是什么购买力？该不会全都要吧？40分钟后，3人终于挑完了。林耀东的手里已经堆了一大堆衣裳，很久没有这么畅快的买过衣服了。乔乔笑着道：“算账吧。”程毅从抽屉里拿了个计算器出来，甚至连报价都不说，直接一套接着一套加。做生意也得看人的，手里没钱的，买衣服的时候都怯怯缩缩的，问价格再看款式。这样的客人要热情，要和他讲价格的优惠等等，叫对方有一种占便宜的心理。而面对面前这3个显然不差钱的姑娘，直接算价格就行，不需报价格，但是也不会吃亏，甚至很多时候连优惠券都不用。噼里啪啦一顿面前这一大堆衣服，每个人都消费了1500多点。听见这个价格，林耀东瞪大了眼珠子，差点没磕墙上。这也太贵了吧！他有些忐忑地看着3人，生怕对方不愿意付账翻脸，又或者是狮子大开口讲价。没想到人姑娘打开小包，眼睛都不带眨的，直接抽出了一个钱包，一打开，全都是4个人头的100元大钞，个人付个人的。付完钱，乔乔对着程毅道：“老板，这衣服我们3人可拿不走，你能不能送到我们家里去的？我们给钱，咋样？”程毅点头，看了林耀东一眼，成，等会儿他送过去，你把地址留着。乔乔随手写了地址，递给了林耀东，又拿了一张10元钱出来，递给了他。这是路费，麻烦你送过去的时候直接送到家里面，我会和阿姨打好招呼的。林耀东见着这10元钱，顿时倒抽一口冷气。乖，这也太大方了吧！他赶紧接过来，道了谢，保证一定将衣裳送过去。乔乔和赵苗苗还有齐云3人这才心满意足离开。走出店铺，乔乔似乎是想起什么，皱着眉头扭头看了2眼。赵苗苗顿时笑了：“怎么，看上人家了？”赵苗苗冲着乔乔眨了眨眼，又伸出胳膊肘推了推他：“这老板长得是真帅，样貌多好，你要是看上他，我们就帮你。”乔乔被逗得一乐：“什么和什么啊？”他伸手在赵苗苗的身上轻轻一拍，嗔道：“你们不觉得他有点熟悉吗？”乔乔自己说着也有些迟疑，就感觉很像一个人，总感觉熟悉，可惜仔细想一想，我保证我没见过他，真是奇怪。乔乔说完，齐云也探了个脑袋过来：“哎，还真别说，我也有这种感觉。”他冲着乔乔点点头，又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刚才我一直没好意思说，就怕你们笑话呢。现在乔乔说了，我也觉得是真的感觉熟悉，但是说不出来，咱们之前肯定没见过他。”
程毅的外貌可谓是出众又打眼，三人要是见过，肯定能记得。但是他们怎么对程毅这张脸一点印象都没有？倒是赵苗苗眼睛倏地一亮，用胳膊肘推了推两人，笑道：“他好像是那个什么话剧团的演员，我之前见过一次。”他说着，又用手拽着两人，拉着往回走。好了好了，走了，别管了，管他在哪里见过呢。其余两人一听，当下也摇了摇头，干脆不想了。是啊，管他呢，这衣裳好看就行了。三人离开后不久，林耀东就赶着驴车送货去了。三人住着的地方是县城最好的家属楼，就在县政府旁边。这一块家属楼里面，不少人利用关系拿了一些市政工程的项目，搞自来水、修路，还有一些家属楼里面的装修等等，都是当下最挣钱的行当。有钱也不奇怪，衣裳是真好卖。这些年成品衣店不多，再加上能够这样一套一套搭配好出售的更是少见。开张第一天，程毅的成品衣裳店里销售空了好几轮。林耀东赶着驴车补货跑了好几趟。晚上6点关门歇业，程毅请了几个帮忙的人一起去国营饭店吃了一顿，点了满满当当一大桌子菜，主菜是一条10几斤的大青鱼，一鱼三吃，众人吃得心满意足。吃完饭散去，程毅带着晴晴朗朗和林清然往家里走。月光隐隐约约地探了个脑袋出来，晴晴朗朗还小，什么都不明白，只知道地上月亮的影子追着玩都很有几分意思。扭头对着程毅边笑边喊：“爸爸，来追我！”程毅一乐，陪着俩孩子一路小跑追回了家。累了一天，晴晴朗朗洗漱完毕就打着哈欠，自己爬上了小床，蜷缩成一团，睡得香甜。程毅点了堂屋的灯，对着林清然招了招手：“怎么了？”林清然走出来，顺带将屋子门关上。他刚问完，就看见程毅拿了一个大箱子出来。他冲着自己龇牙一乐，拎着箱子抖了抖，顿时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哐当当的响声，是钱的声音。当然是点钱了。程毅笑着道，说完后蹲下来，将箱子妥当放在地上，之后一把打开了，就看见里面一大团一大团的钱，像是纸一样堆放在里面。箱子底部还有散落的各种零钱，几分钱的，1块的，各式各样。钱太多，一下子出现在自己面前，忽然就有些不真实了。程毅伸手飞快将里面100元钱的面额挑了出来，放在旁边，而后又捡10元钱的。林清然顿了顿，缓过神来后开始帮忙。分类完毕，大面额的全部挑选了出来，之后又在一旁继续清点，一共卖了28620元。听见这个数字，林清然轻轻地倒抽了一口冷气。第137章，我爸爸说了，不能急。这些钱来得太快了，尤其是这一次，程毅进的衣裳基本上都是利润极高的那种，大概净利润占据了1/2。也就是说，这单单一天下来，他们就净挣1万多元钱。程毅认认真真的将100块钱的大头给点了出来，而后递给了林清然。那钱收好。程毅笑着道。林清然怔怔然地看着他，眼睛里黑润润的，一点星子点缀其中，熠熠生辉。当媳妇儿的得有当媳妇儿的自觉。程毅笑着道，声音更加温柔：“我挣钱，你管家，天经地义。”林清然接了过来，略略僵硬的纸，对于他来说却是最沉甸甸的信任。他心里感动，眼睛里也冒出了一点水汽，拽紧了手里的钱，半晌才用力的点了点头，认真的将钱给收好了。点完钱，程毅又将纸箱子收了起来，之后出去洗漱，将明天要卖的衣裳整理了出来。衣服还剩下2/3。林清然左右睡不着，也来帮忙，夫妻一直整理到了半夜，才双双爬床睡觉。翌日天色一大早，程毅就醒了。昨天应该是累过头了，早上起来浑身酸痛。他坐在床边休息了一下，松了松筋骨，见晴晴朗朗和林清然还在睡觉，当下轻手轻脚的起身出门买早饭去了。早上县城鹅永远是最有烟火气的。正大街两边青一溜的小摊贩摆开，炸油饼的，卖糖糕的，还有煎包子煎饺子，面摊子和油条铺，一张张鲜活而热烈的笑脸站在门口吆喝。程毅买了油条、豆浆，又买了一大兜肉包子，边吃边回去。这年头的豆浆是真的好喝，自家用石磨磨出来的，热水一煮开，咕嘟嘟的冒着豆子新鲜的热气儿，再放一点白糖，一口下去，顺着口腔喉咙一路直奔胃里，香的能叫人直眯眼睛。程毅回了院子，林清然和晴晴朗朗已经起来了，林耀东和胡子等人也到了，这会儿正在院子里头帮忙，将堆放在屋檐下面的衣裳一股脑儿的全拿着放在了驴车上。见着程毅回来，几人顿时笑着摆摆手打招呼：“师傅！”胡子一眼就看见了程毅手里头的肉包子，啧，白白的，肉乎乎的，吃起来肯定又香又软。看什么呢？林耀东伸手就在虎子的脑袋上猛地一拍，骂道：“不是吃了早饭来的吗？”胡子憋屈：“喝了白粥，撒泡尿就没了。”
程毅忍住笑，走过来，将一大兜子包子放在了桌子上，都自己来拿着吃，买的多，足够了。这年头的包子是实打实的馅料扎实，肉包子就是肉包子，一口下去，肉汁儿充盈在口腔里面，那真是实打实的肉香。虎子眼睛发亮，喜滋滋的喊道：“谢谢程哥！”说着高高兴兴的过来，伸手拿了包子就开始吃。见着林耀东还瞪着自己，他干脆也伸手递了一个过去。东哥，吃吗？林耀东瞪了他一眼，喊我东哥，喊我师傅程哥，你怎么想的？他气得骂了两句，但是手底下还是很老实，顺手就将胡子手里的包子接了过来，一口下去，皮香肉香，吃得畅快到了心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程毅显然是低估了这些半大小子吃饭的力气，一大兜子包子很快就见了底。当下程毅无奈，只能再喊人出去买包子。一大院子的人吃得心满意足。早上7点，一群人这才赶着驴车出发了。几人到了店铺门前的时候，外面已经等着一群小姑娘了。远远瞧见驴车过来，当下一群人闹了开，赶紧高兴地伸手喊道：“来了来了，新衣裳来了！”这一声喊，顿时引来了一群小姑娘们的注意。所有人当下探头去看，远远瞧见驴车上厚厚的一沓衣裳后，顿时一群小姑娘们兴奋了起来。哎呀，昨天我就来买了，回去一穿，我妈都说漂亮。我今天又来买一套，刚好缺衣裳，我也来买2套，过2天结婚了，要买几套回去。这里衣裳时髦，我也是听别人说才过来的，从村子里来，走了好远的路呢。等会儿咱们都买个快些，我手里头有好几张代金券呢，这便宜要是不占，肯定又被人买走了。人群闹哄哄的，林耀东一下神经就紧绷了起来，他直起身子，扭头对着胡子等人摆摆手，招呼道：“等会儿咱们可得看紧了呀，千万别叫衣裳被人偷走了，听见没有？”几人齐刷刷应了，没一会儿就到了门前。程毅下去开门，晴晴朗朗也哼哧哼哧的从驴车上爬了下去。叔叔阿姨，让一让让一让，不要踩着我爸爸，不要推我爸爸，说了不能挤，每个人都有衣裳买。奶声奶气的小团子，谁不喜欢？当下一群小姑娘们母爱泛滥，顺顺利利的给程毅让开了一条路来。2个卷闸门哗啦一开，众人就看见里面空空如也的衣服架子。好吗？得，果然这么好卖。昨天很多人都在观望，毕竟惯性思维让他们习惯去百货大楼卖衣裳，怎么说那里也是公家开的铺子，出了问题也有保障。可是昨天一整天，寻林服装店里面的衣裳已经传遍了县城，不少买了衣裳的姑娘们回去之后洗了澡，迫不及待的就穿了新的衣裳出门了。傍晚夕阳融融，月里夜色沉沉，光一照，灯光一打，简直把白日普普通通的小姑娘给衬托的美了好几个度。乖乖，这堂姐堂妹小姨姑姑全都好奇的凑过来问，到底是啥衣裳？怎么穿着人都不一样了？俗话说得好，人靠衣裳马靠鞍，这是自古传下来的俚语，经过了时代验证的。于是被绘声绘色的一讲述，全都成了自来水了。这一大早，生怕好看的衣裳被人买走，于是齐刷刷的过来蹲着了。程毅开了门之后，人群就鱼贯着想要往里面冲。林耀东和胡子等人可不是吃素的，一直等着呢。第138章，该死的自尊心作祟。当下赶紧伸出手，高高的举起，将人群拦在外面。等一等，等一等，别着急，衣裳还没挂起来，不能进去。于是手拉手筑成了围墙，将小姑娘们拦在了外面。程毅将驴车上大包小包卸了下来，又解开了袋子口，将里面的衣裳一套接着一套拿出来挂在衣架上。这个过程就十分赏心悦目了。这些衣裳都是搭配好的，乍一瞧越看越新鲜，心里头就在想着自己等会儿要是哪几套，哪一些有适合自己等等。人多力量大，约莫半个小时后，店铺里的衣裳就被挂满了。程毅扭头和林耀东打了个招呼，后者这才让人涌进来。而之前就看好的衣裳，这会儿进店就拿起来试。人太多了，简直比昨天还要多1倍。外面原本站着的林耀东等人也赶紧进来帮忙，高声喊道：“等一等，等一等，别着急，不要急。”店面热热闹闹，红火非常，外面不少经过的人都要朝着里面看上2眼。这瞧着像是个衣裳店，怎么这么多人？嚯，了不得，这衣裳得有多漂亮，咱进去瞧瞧。走走呗，看看又不花钱。人群一窝蜂的往里面挤，直到中午，人流量才终于小了下来。忙碌了一上午，大家伙儿都累得不行，晴晴朗朗更是委屈巴巴的朝着程毅走过来，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仰头看着他。爸爸，晴晴想吃肉。他说着伸出手比划了一下，这样的，这样的，还有那样的，要吃好多好多。小孩子说话乱说一通，什么这样的那样的，肉除了被切片、切丝儿、切块，还能有啥样的？
众人齐刷刷的笑了。朗朗正在喝水，吃着小饼干垫肚子，听着晴晴的话，当下扬起脑袋，眼睛亮晶晶的，就是红烧肉。他吸溜了一下口水，眼睛亮晶晶的，红色的，大块的，这样吃，啊呜！得，红烧肉一提，所有人都馋了。今天是真的忙，虽说不包饭，但是齐刷刷忙到了12点，是真的饿得前胸贴后背。程毅站起身，朝着林清然看去，后者坐在椅子上，正在认认真真的给衣服剪线头。那你们在这里看着店，我现在就回去做红烧肉。倒不是程毅舍不得去下馆子，而是对于晴晴朗朗来说，红烧肉吃来吃去还是程毅做的好吃。自家孩子的一点请求，他怎么舍得拒绝？程毅又对着几人道：东子，你去国营饭店订菜，就说等会儿送到店里，我马上回来。林耀东闻言，当即抬起脖子问道：订多少钱的呀？咱们人多，把菜单子都订一遍，吃不完就晚上吃，剩了也不打紧。吃饭最忌讳菜不够，一共10个人，其中7个都是男子汉，又是忙碌了一上午，跑前跑后，吆喝又卖力气，叫人填饱肚子的活计，怎么可能还亏了人家？林耀东当下兴奋起来，撒腿就朝着国营饭店里头跑。咱不差钱儿。几个饿得不行的兄弟当下也跟着去了3个。店里头就剩胡子和林清然，晴晴朗朗吃着小饼干，也分给了他一包。几人玩得哈哈直乐呵。此时，街道对面，赵娟正在和几个闺蜜逛街。赵娟是土生土长的元安县人，也算是有点姿色。当初一心想要嫁给程明生的时候，自己的几个姐妹不知道怎么劝她，可是当初自己偏偏就像是被人蛊惑了似的，一心一意就要往这个祸坑里跳。结果倒好，现在孩子上了小学，公婆也跟着自己住，怎么都不方便。再加上一些比自己还难看的，原本条件没有自己好的同学都嫁了好老公，不是做生意发财，就是当官人人巴结，再不济也是好胳膊好腿，比自己嫁了个残废来的强。赵娟心里头是真的憋屈又郁闷。别的不说，就自己身边的2个好姐妹红云和刘青青，2人家里和自己是一样的，没什么背景。结果这会儿2人一个嫁了做小饰品生意的，一个嫁了元安县局长的儿子，有钱，独自己在学校里头教书，穷酸又没什么说话的权利，像是个小丑。2人今天拉着自己出来逛街，说是开了个新的服装店，里头卖成品衣裳，生意是前所未有的好。里头的衣裳虽然贵了一些，但是一件比一件漂亮，2人瞧见了也非得要来瞧瞧。刚好今天周末，于是拉着赵娟一起出来了。可是赵娟心里头简直是有苦说不出，她哪有钱？家里虽然是双职工家庭，但是养育一个孩子实在是太费事儿了。儿子豪豪从小体弱多病，家里头的工资都拿着出来看病了，再加上程明生的腿虽说残疾了，但是还能一瘸一拐的走路，逢着阴雨天总是腾出一头豆大的汗珠，隔3差5就要拿药吃，哪有钱买新衣裳？可是该死的自尊心作祟，他怎么也说不出口拒绝的话。于是这会儿已经坐着人力3轮到了街道对面，就连坐3轮的钱都要1块钱。他心疼了好半天，这钱原本该平摊，可赵娟冲面愣是咬牙自己付账了。3人下了车，红云笑着将自己挎着的包往身前拎了拎，笑道：啊，瞧见没有，寻林服装店，新开的，咱们元安县现在最时髦的服装店。红云是嫁了有钱的人家，浑身上下珠光宝气，连带着脸也丰腴了不少。明明30多岁的年纪，但是瞧着保养得当，皮肤简直是比赵娟这种天天上班的好了不知道多少。刘青青也跟着点头：是啊，这2天我跟着我老公去县长家里头吃饭，瞧着县长的女儿，好像叫做石乔乔吧，穿的衣裳可真好看。刘青青道：我就多问了几嘴，没想到那乔乔姑娘居然是在这里买的衣裳，还给我看了一眼她买的，足1000多元钱的衣裳呢，堆满了衣柜，可真是阔气。2人说这话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旁赵娟颓然下去的神色。第139章，日子有奔头，人能不漂亮吗？他抿了抿唇，苦笑了一下，做了个邀请的姿势，赶紧道：车停了，咱们赶紧去看看吧。话说完，刘青青和红云也回过了神，当下带着赵娟朝着街道对面走去。寻林服装店的装潢是真的很时髦，打眼一瞧，服装店里闪亮亮，光辉落下，似乎所有衣裳都被打上了一层光，瞧着无比精致漂亮。而摆出来的衣裳是按照搭配一套接着一套挂好的，你只需要一眼，仿佛下一刻就能够想象到这些衣裳穿在自己身上的模样。远远的瞧着，刘青青和红云就已经发出感慨的声音了。而赵娟虽然买不起，但是也咬牙强行逼着自己露出笑脸，朝着铺子里头看去。看一看也不打紧，到时候就说自己不喜欢，虽说买不起这事儿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总比直接揭穿来的强。心里头的主意是这么定的。然而等到一抬头，赵娟却忽然愣住了。等等，
那铺子里头的女人，她怎么瞧着越看越眼熟？赵娟惊讶极了，几乎是下意识地走快了几步，走近了一瞧，总算是看清楚了那人。这不是林清然吗？程明生那个二流子弟弟的媳妇，也是他的弟媳。听见有人进来的声音，林清然当下赶紧将自己手里的衣裳给收了起来，笑着起了身，抬头看着几人：“各位随便看看，衣裳可以成套买，也可以单卖，都是前2天才拿回来的最新款式，绝对漂亮。”林清然说完，刘青青和红云就互相对视了一眼。这店铺里的老板娘可真漂亮。红云家里头原本就是做生意的，对于挣钱的门道看得比人清楚多了。这铺子刚开张，她当天晚上回家就和老公大概猜测了一下这铺子的净利润，少说也得日进5000。猜归猜，但是到底不是干服装这一行的，显然利润少了不少。但是5000也足够叫人震惊了。再一瞧，这店铺里的老板娘简直比花还娇艳，要不是旁边还站着2个4、5岁的孩子，谁能瞧得出来她结了婚？女人见着漂亮女人，很少有欣赏，都是嫉妒羡慕的多。瞧着对方，再瞧自己，红云和刘青青已经在琢磨了，这也得是穿堆了衣裳才漂亮吧。两人当下点点头，随意摆摆手，转身就朝着店铺里头去看衣裳了。而直到两人转身走开后，林清然才算是看见了俩人身后站着的赵娟。他一愣：“嫂子！”林清然喊道。赵娟却怔然愣在原地，半晌没开口应一句：“实在是太不像了。”不，准确来说，何止是不像，简直是自己印象中的林清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差别。以前的林清然是带着苦相的，美则美，但是却总是低着头，柔柔怯怯，不敢看人。即便有着这张好皮囊，内里却仍旧自卑怯弱，身上也没3两肉，怎么瞧怎么小家子气。但是现在却不一样了，生活的滋润，口袋里胀鼓，他不用再为那一碗饭发愁，顿顿滋润，肉能吃，擦脸的也舍得买。尤其夫妻和睦，诚意宠溺，再加上晴晴朗朗乖巧，争气又壮实，欢快活泼，这日子怎么过怎么有奔头。人能不漂亮吗？于是林清然就像是终于从深更露重的黑雾里陡然间绽放而出的一朵玫瑰，红得娇艳，美得动人，盈盈一笑便叫人移不开眼。最要命的是他压根不自知，站起身，温温柔柔的再次喊道：“嫂子！”赵娟总算是被惊得回过了神，她赶紧张了张嘴，应声道：“你怎么在这？”赵娟看了一眼林清然，又看了晴晴朗朗，问道：“诚意呢？”林清然没想着隐瞒，他笑了笑，理了理身上的衣裳，又拉着晴晴朗朗过来，喊：“大娘，大娘好！”两个孩子异口同声的开了口，脆生生的，眼睛也明亮亮的看着他：“我爸爸回去做红烧肉了。”晴晴张嘴回道：“我想吃红烧肉，朗朗也想吃红烧肉，外面的叔叔也想吃。”晴晴眨了眨眼，又童稚天真的看着赵娟：“大娘你也想吃吗？”赵娟哑然：“红烧肉？她有多久没吃到了？这日子过得干巴巴的，像是老了的丝瓜囊，用力一抓，半点油水都挤不出。她忽然觉察到自己老了，这一身皮囊原本就没那么漂亮，如今被面前的林清然一衬托，叫她心惊肉跳。算起来自己比林清然才大几岁。赵娟不敢去想。没一会儿，程毅就回来了，去了1个多小时，开大火炖的红烧肉，满满当当一个大瓦罐，放在驴车上，瓦罐外面裹着一层旧衣服保温，热气汹涌，这香味儿就顺着盖子飘出来了。两孩子见着程毅回来，当下飞奔过去。这都1点半了，真是饿得厉害。不远处，林耀东和跟着去的几个小弟也都拎着大大小小的饭盒过来了。这年头还没有打包盒子，都是铝制的饭盒，里头装了满满当当的饭菜，吃完了还要还回去。板车就摆在门口，当做临时饭桌，饭菜拿来铺了满满当当一板车。盖子一掀开，嚯，香得迷人眼。晴晴朗朗原本和赵娟就不算很亲，当下见着饭菜到了，饿得小肚子前胸贴后背，赶紧朝着程毅就跑过去了。一大群人围在一起，拿着饭盒又拿筷子。林清然起身赶紧朝着程毅走过去，拉了拉他的手，轻声道：“嫂子来了。”嫂子？赵娟？程毅拿了一个饭盒过来，掀开，里面是满满当当的一盒米饭。他将一大半米饭扒拉出来，空了个位置，伸手就给林清然夹菜。红烧肉、里买的鸡蛋，还有辣椒炒鸡蛋，最好的鱼肚子上的肉等等，满满当当加了一个饭盒。你先吃，我去看看。程毅说着将饭盒递过来。林清然赶紧摇头：“你吃吧，忙了一上午肯定。”哎呀，赶紧拿着。程毅对着一笑，牙齿白的晃眼：“我哪儿还有呢？听话。”林清然这才接过来吃了。而此刻不远处，赵娟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第140章，把他架在火上烤。他的心里顿时翻涌起了一股子难以言喻的感觉。赵娟和程明生在一起这么多年，除了刚开始在一起恋爱的时候觉得甜蜜幸福，可自打结婚之后，全都不一样了。生活不再只有爱情，还有柴米油盐，还有家长里短，公婆相处，孩子教育，再多的爱情也被磨灭了。更何况年纪越大，他越看得清楚，和一个残疾人结婚，即便他有工作，这份工作也算是体面，但是那又如何呢？每每出去见着熟悉的人，对方总是有一种隐秘的，似乎不着痕迹的视线来窥探几眼，片刻后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就变成了极其怜悯的模样。流言蜚语是这世上最厉害的杀人刀，赵娟已经不止一次后悔了。如果当初自己没任性，但凡再多谈个几年的时间，他怎么会这么昏了头？你瞧瞧，一个曾经不起眼人人喊骂的二流子，如今都能够开服装店，对妻儿真切的关怀，眼神里的爱意藏都藏不住。可她的丈夫呢？腿瘸了，永远都好不了了。赵娟心里头的妒忌忽然就像是杂草一样疯狂长了出来。明明两人曾经一起在漩涡里面，她甚至日子过得比自己还要苦楚，怎么如今她就滋润起来了呢？程毅走过来，朝着赵娟看了一眼。嫂子。赵娟这一刹那被惊醒，她赶紧回过了神，应了声啊。程毅只当忽然不见她发呆，笑了笑，指着屋子里的衣裳道：嫂子喜欢什么衣服？看一看，给你打8折，给个进货价就成，都是一家人，不做两家事。赵娟脸色蓦地一白，这就有点把自己架在火上烤的意思了。她原本就没钱，兜里剩下的还是这个月的生活费，孩子的医药费，哪儿能买衣裳？再说了，这里的衣裳不便宜，她是知道的，可是自尊心叫她说不出拒绝的话来。屋子里，红云和刘青青似乎听见了声儿，当下赶紧走了出来，笑着道：哎呀，真巧，开这店的居然是你老公弟弟啊，可真有本事。是啊，你这个当嫂子的怎么说都要支持一下。再说了，他可给你进货价呢，那你就拿2件衣裳穿穿呗。你看看你过的日子也太苦了，赵娟，你这衣裳还是前2年买的吧，也该换了。一句句都像是推着自己往悬崖边走。赵娟脸皮火辣辣的，咬着腮帮子，半晌才终于点了点头。那我就挑1件。她勉强露了个笑脸出来，而后走进店铺里开始挑衣裳。这铺子里的衣裳不得不说是真漂亮，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衣裳，灯光一打，一件比一件精致。可是赵娟知道这些衣裳贵，当下仔仔细细的看了，心里头在盘算哪种料子便宜。刘青青和红云倒是实打实的开始买衣服，拿了一套又一套，毫不避讳的就去试衣间里头试了试。这套好看。刘青青拿着手里的一套西装，里头内衬一件纯白单衣。程毅走过来递了个胸针，笑着道：这胸针搭配上去会更显气质，您试试。刘青青接过来往自己胸前一扣，啧，顿时整件衣裳都不一样了。她露出笑脸，飞快下了决定，这一套我也要了。约莫半个小时后，3人总算是挑完了。刘青青和红云一人挑了3套衣裳，一套衣裳都要100多块。听着程毅拿计算器摁价格的时候，赵娟在一旁心惊肉跳。一共是598，给您抹个零头，590元。您的是617元，也给您抹个零头，610。程毅笑着道。刘青青和红云2人都是不差钱的主，再说了，这些衣裳买来穿在自己身上也的确是好看。当下喜滋滋的付了钱。赵娟的手里拿着一件纯白单衣，还有一条碎花裙。这是她逛了一圈，发现最简单也是料子最普通的搭配了，想来应该不会很贵。她心里有些忐忑。今天是领工资的日子，她刚刚将自己和程明生的工资一起领在兜里，2人都是教书的，加起来1个月也就160元。嫂子，这衣裳我要卖的话得卖130，咱们都是亲戚，你拿进货价给我就行，给100就成。听见这个数字，赵娟眼前发黑，她深吸一口气，咬着牙露出笑脸，点点头，而后打开自己的布袋子，拿了10张大团结递了过去。程毅接过来，又将这一套衣裳包装好，笑着递给了赵娟，拿着嫂子，欢迎下次再来。赵娟面色苍白接过来，放进自己的包里，而后赶紧跟在刘青青和红云身后离开了服装店。2人实在是鲜明的对比。就刚刚那一场交易，程毅肯定挣了自己好几个月的工资，可他狼狈极了，付钱的时候脸上肯定也都是不堪和逞强。赵娟和2人分别后，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走回了家，程明生正在陪儿子豪豪在楼下的晒谷场玩耍。可是程明生的腿不好，陪着豪豪玩耍的时候总是不能尽兴，追也追不上，拦也拦不住。小孩子7、8岁了，正是需要玩伴的年纪，当下见着自家爹配合不了，他顿时就不乐意了。
爸，不和你玩了，我去找别人玩，你总是追不着我。程明生只能无奈讨好的笑。好好，你和别人玩，爸腿也疼，休息一下。豪豪闻言，拿起地上的球就跑了。程明生累得满头大汗，坐在一旁的石头上喘气。自己这腿小时候高烧，引发了小儿麻痹症，以至于到现在都好不利索。和那些严重的比起来，他还算是幸运的。可是，到底和平常人不一样。陪孩子玩的时候，力不从心，跑得狠了就一阵阵剧烈的痛。程明生喘了2口气，结果一抬头就看见不远处正往回走的赵娟。你回来了。程明生露出笑脸，工资领了吗？豪豪闹着想吃肉，晚上去买点肉回来炒菜，爹妈也很久没开荤了。第141章退钱。赵娟的脸色一下就变了，她走过来狠狠地瞪了程明生一眼。我花了。她吸了吸鼻子，擦去自己脸上的泪，哽咽着道，买衣裳了，100块全都被我花了。程明生脸色微微一变，100块的衣裳。他急得想要站起来，可是腿疼叫他又跌了回去。他有些生气，但是瞧着赵娟泪眼婆娑的样子，心里头又明白指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下他皱眉问道，发生什么事了？你以前不会买这样贵的衣裳的。赵娟虽然泼辣了些，但是还是顾家的。豪豪身体不好，每个月都要吃药，他花归花，可从来不会把孩子的看病钱花了。今儿个是怎么了？赵娟的哽咽忽然就变成了嚎啕大哭。发生什么事了？程明生，都怪你，怪你，叫我过这样的苦日子。100元的衣裳怎么了？怎么了？他边哭边大声喊，别人买得我就买不得，我活该跟着你受这样得罪。赵娟的声音极大，这会儿又在晒谷场上，这声音一喊，顿时不少人都朝着这边瞧了过来。程明生的脸色顿时难看极了，他咬着牙忍着膝盖的疼，站起身拽着赵娟往回走。有什么事回去说，别在这里哭，家丑不可外扬。程明生这辈子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维持住脸上这张薄薄的，甚至可能早就不存在了的面子，这是他的执念。可赵娟今日也破了防，他恨不得叫所有人瞧瞧自己是吃了怎样的苦，过着怎样的日子。他又怎么肯回去？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哭了？赵娟哽咽大喊，跟着你这些年，我吃不好穿不好，如今买个100块的衣裳都要被你说。程明生，你太欺负人了。你瞧瞧你，再瞧瞧别人，自己挣不到钱就会让自己媳妇受苦，是你不争气，是你没本事，你就别怪我会花钱。他大喊，这里的钱还有我自己挣的，我怎么花不得？赵娟也是情绪失控，周围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一些都是处了很久的街坊邻居和同事，当下就过来劝架。程兆根和齐英今天原本也休息，在晒谷场的另一头坐着，和老头老太太聊天呢，结果就听见这边自家媳妇在喊，两人赶紧站起来朝着这边跑，远远就看见一群人围着，心里猛地就是一个咯噔。咋了？齐英赶紧拨开人群往里走，让让，发生什么事了？齐英喊道。听见是齐英和程兆根的声音，众人这才让开了。见着里面蹲在地上抱头哭的赵娟，还有自家脸色难看极了的儿子，程兆根的太阳穴简直是突突突直跳，他脸色黑了下来。没等几人说话，走过去拉着赵娟就往家里走。赵娟这会儿也算是发泄完了，反应过来丢面，当下也任由程兆根拉着了。齐英心疼自家儿子，赶紧伸出手搀扶着程明生跟着过去。一家人回了屋子，门一关，这话就好说了。有事儿说事儿，哭什么？你买这衣裳，我打你了骂你了，就问你发生了什么事，就值得你哭成这样？程明生也来了气，他道：平常在家哭闹也就算了，今天丢脸还丢到街坊邻居眼里头，你叫别人怎么想？好以后怎么处朋友？赵娟狠狠瞪了他一眼，你叫好面儿，你以为我不知道？他骂道，你知不知道我这衣裳从哪里买的？他忽然冷笑了一下。程兆根也盯着他，眉头拧成疙瘩。娟子，有话好好说，一家人别闹得太难看，你和明生可都是教书的，别叫人说了闲话。赵娟也不客气，瞪了程兆根一眼，我这衣裳可是从你们小儿子那里买的。赵娟大声道，他现在可不知道过得多快活，开服装店，衣裳简直是成堆卖，一天下来挣咱们1年都挣不到的钱，那才是真正快活日子。她说着说着又开始哭，她想起了林清然那容光焕发，被丈夫疼爱，孩子听话健康的模样，那终究是自己这一辈子都想不到的神仙日子了。赵娟话一出，程兆根和程明生等人齐齐愣住了，他们是知道程毅做生意的，甚至于程明生还知道程毅去了话剧团，出演了《于无声处》这部话剧，他也有私心的。当初稍微打听了一下，
就知道团长蒋开庆很喜欢程毅，甚至拉着他叫他进话剧团，给他一个编制的位置。对于自己这个弟弟，程明生当初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但是说到底是打心眼里希望他能变好的，不然的话，当初程毅一次次的来要钱，他也不会私下里偷偷给了。后来听说他去唱歌，程明生心里头的确是不舒服，在他看来，唱歌不亚于卖戏，丢面儿。可如今做了生意，也走上正轨，他心里头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滋味。他做生意就做生意，值得你这么生气？程明生终于开了口，盯着赵娟，眉头皱着：“你买这衣服是他逼着你买的？赵娟，你的性子我清楚，他又不是好面买下来的吧？”他从赵娟的袋子里拿起衣裳，仔仔细细的看了一眼，而后道：“我去退，不要你丢这个脸。”赵娟愕然，程兆根面色动了动，一旁的齐英却抢先一步，从程明生的手里夺过了衣裳。“我去，我去！”齐英眼圈发红，道：“100块呢，可不少了。”他看了一眼程明生，又看了一眼捂着脸哭的赵娟，心里头一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明生啊，那事儿，不然妈就和老二说了吧，他如今日子过得好了，可以。”妈！程明生忽然开口，厉声打断了他：“这事儿不是说好了，咱一辈子都不提的吗？你怎么又拿这件事出来说？再提的话，我可真的就翻脸了。”齐英顿时不吭声了，他抹着眼泪，点点头，又问了赵娟铺子的位置，这才拿着衣裳出门去了。第142章，父母的偏心总是不自知的。4点，正是店铺忙碌的时候，程毅和林清然等人简直是忙得脚不沾地，直到6点多，铺子才终于歇了下来。没等程毅喝一口茶，就看见拿着衣服朝着铺子里走进来的齐英。他一愣，脑袋里有那么一刹那的宕机，和齐英已经很久没见了。停留在程毅印象里的还是上辈子他满头白发躺在病床上，喃喃着要见自己。可是那会儿的程毅早就在京都当大明星了，他也是有脾气的。当初和家里头决裂，自己一个人咬着牙倔着骨，从江城到了京都，从影视学院门口的树上站到最顶级的殿堂，他无数深夜一个人独自流泪，也无数次告诉自己，他不再有家人，不再有牵挂，他这辈子都不需要亲情。可后来齐英病危，他电话被打爆，动了恻隐的念头，终究回去看了一眼，还是程家村那个小村庄，面前一片青青禾苗茂盛生长，鞭炮的硝烟味儿在鼻腔里弥漫。村长知道自己这个大明星回来，特意放了好几串炮仗。即便程毅穿着一身休闲的衣裳，鸭舌帽，可仍旧遮不住他身上的红气。走到病床前，齐英病得形销骨立，他手里拿着一沓明信片，半眯着眼，似乎是打瞌睡，又似乎是提着最后一口气。老二来了没啊？他喉咙里带着一大团痰，咕噜噜的勉强发了声。门外赶紧有人推门，声音都带着哭腔：“来了来了，老二来了。”程毅走进来，逆着光，他一下子看不清程毅的模样。他颤抖着伸出手，胡乱去抓，可惜眼睛已经不太好了，还是程毅主动过去，轻轻握住了他的手，入手如枯木，粗糙的可怕。他心里头虽然还有隔阂，可是到底是喊了一声妈。齐英顿时笑了，他将手里的明信片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颤颤巍巍地往身边探。旁边站着人顿时瞧出了齐英的心思，当下赶紧过来，帮他从一旁的地上拿了个袋子递了过来。那老二啊，妈不行了，这衣裳你拿去穿。他拍了拍程毅的手背，道：“你这小子脾气大，非得和你哥争，这次不要争了，妈也给你织了带花纹的，真是半点委屈都受不得。”他说话已经很艰难了，断断续续的。袋子拿过来，打开就瞧见里面一件灰色的菱格毛衣。程毅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哽咽着又喊了2声妈。齐英就躺在摇椅里断了气，摇椅摇摇晃晃的，周围人顿时哭声一片。那一沓明信片没人抓着，哗啦啦散落了一地。他低头一瞧，全都是自己的模样，记忆戛然而止。程毅眼眶有些发烫，他哪能不明白呢？不是不喜欢自己，而是比不过大哥罢了。父母的爱不能平均，但是他也占着那一份。程毅仰头逼回了汹涌的泪意，他笑了笑，往前走了一步，拿出板凳喊齐英坐。妈，你咋来了？他笑着朝着他怀里的衣裳看了一眼，来退衣裳吗？齐英一下子被戳破，顿时觉得也有些不好生意。他点点头，盯着程毅看了一会儿，又朝着晴晴朗朗去看。这2个孩子自己没带过，如今已经这么大了，可惜和自己不亲，这会儿站在林清然的身边，不肯过来喊自己奶奶。齐英心里头有些酸，但是也明白这是自己该受的。他道：“这衣裳你嫂子充面买的，家里头没钱，豪豪生病每个月都要吃药，他不好意思来退，我就来了。”他说完又怕程毅生气：“老二，你别生气，这衣裳他也没穿过，妈也不是偏心，实在是你哥日子过得困难，
没法子，不然也不会。听着齐英的话，程毅奇异的发现自己居然没有生气，也没有发怒。要是在之前，一听着齐英这些话，他就开始太阳穴疼。父母的偏心大抵如此，偏而不自知，总想着过得好的去帮助过得不好的，就好比当初他们给自己钱，而现在又希望自己能包容哥哥和嫂子。要是放在上辈子，程毅指定就暴怒吵起来了。可是这一世，或许是因为有了足够的阅历，又或许是他已经有了港湾和归宿，其余的爱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程毅笑着摆摆手，打断了齐英的话：“好了妈，我知道了。”他笑了笑，伸手将衣裳接过来，又递了100元钱过去。这是还给嫂子的钱。他说完，又打开抽屉，点了200元出来。这是给你和爸的。他笑着道：“你和爸没跟我住，该给钱的，以前爸也总给我，现在我手里头宽裕了，你就拿着吧。”齐英吓了一跳，赶紧拒绝：“不成不成，你还有2个孩子要养活，我和你爸好手好脚，自己能做，不该要你的。”齐英说着推开了程毅的手，又朝着晴晴朗朗看了一眼，满是不舍。林清然见状，伸手在2个小家伙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韩奶奶。”2个小家伙闻言跑过去，仰头看着齐英，脆生生开口：“奶奶。”齐英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从口袋里摸出2块钱，一人递了1块，又爱怜的摸了摸2个小家伙的头：“过2天奶奶带你们去找哥哥玩，好不好？”晴晴朗朗仰着脑袋，下意识地看向了林清然。见林清然点头，2个小家伙当下也高高兴兴地点了点脑袋。找哥哥玩。见到孩子们没排斥自己，齐英松了口气。他笑着揉了揉2个小家伙的脑袋，又抬头看了一眼程毅。他忽然恍惚间发现自己的这个二儿子已经长得这么高了。小时候重心都放在了老大的身上，总惦记着老大以后娶不着媳妇儿，过不上好日子。现在恍惚间一瞧，才发现自己这个小儿子他也亏欠了太多。齐英又揉了揉眼睛，摸了2把眼泪，看着程毅嘴唇嘟囔着想要说些什么，最后却又什么都没说。他擦着眼泪转身离开了。第143章，断人财路不亚于杀人父母。时间过得很快，眨眼就到了端午。端午一到，天气就开始慢慢变热了。这段时间算是程毅最忙的时候，连带着林耀东都放下了手里的螺丝生意，跟在他身后开始跑服装。2间铺子，每天客盈门，这快2个月的时间下来，程毅手里头已经积累了足足30万的资产。生意好，总归会有人眼红的。前2天，元安县里头就又多了3家成品服装店。这些成品服装店之前还是裁缝店，可是一瞧寻林服装店这么火，当下也纷纷按捺不住，一个接着一个朝着江北批发市场跑了。得，人衣上搭配不如程毅，可胜在便宜，当下就将低端的消费群体抢走了不少。再加上一个个开店的原本就是裁缝，那就算是眼光再不好，也总能搭配出1、2套衣裳来。这3天来，寻林服装店生意少了一大半，不过胜在积攒了一些老主顾，因此利润还是不错的。程毅请了4个漂亮小姑娘当售货员，采用了后市卖服装的方式。这4个小姑娘个顶个漂亮，都是如花似玉的年纪，穿着店铺里的衣裳，站在门口，手里头拿着小喇叭，要么就是2个充气塑料棒子，噼啪噼啪拍得震天响。新衣裳，进来瞧一瞧，看一看，都是最新款式的，可漂亮了，认准咱们寻林服装店呀，质量好，搭配漂亮，谁都比不上。小姑娘热情，有的人招架不住，好奇在门口瞧一瞧，紧跟着就进来了。程毅得了空，也在思索接下来的步子。他上辈子走的是演艺圈的路子，做生意除了知道一点点大概的路子，这内里他还是摸石头过河。往后挣钱的行当就是服装、电子网络，还有房地产和高科技产品等等。可房地产之类的都要大资本进入才行，那些真正行当挣钱也烧钱，往往研发一个小东西，那都是几个亿几个亿的砸。就好比华为芯片，都多久了？还没出来。至于电子网络，时间还没到，他还有时间蓄力一下。程毅决定还是得搞服装，至于想要靠服装挣大钱，那还得做大做强才行。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将寻林这个品牌打出去。90年代开启，品牌概念深入人心，就好比阿迪达斯、香奈儿等等，明明料子一眼，但是只要打上名牌的标签，就会有人趋之若鹜的购买，这就是品牌的力量。而现在什么班尼斯、梦特娇等等品牌已经开始通过港台市场进入内陆，程毅要做的就是快速建立起品牌。而他的优势在于，如今电台红红火火打开了名气，已经有不少娱乐公司朝着自己抛出橄榄枝了。只要到时候将寻林服装这个连带着自己的名气一起销售，那么到时候只要程寻林在，寻林服装店的服装就必定热销。以及再大胆一点，眼光长久一些，
加盟服装店，自己全国建造服装厂，提供源头货物，那时候利润可就不是一个小县城可以比拟的了。程毅拿着笔，细细的将自己目前的账目算了一下，确定好路线后，他胸口仿佛激荡着一股子澎湃的情绪。直到门外林耀东火急火燎的冲了进来，太他妈叫人生气了！林耀东大骂，他骂人的本事可不是一般厉害，叨叨叨的将这辈子会的脏话都骂出来了，极大部分还是程家村的方言。程毅听得明白，当下没忍住放下笔，抬头一乐：“你这是骂给谁听呢？”他笑道，伸手摸了摸额头，一脸无奈，幸好也就只有我听得懂，赶紧歇了，叫外人听见像什么话。林耀东这才闭了嘴，他咬着牙，腮帮子紧紧的，当下一脸愤愤道：“师傅，你听听，你听听，咱刚想出来的招儿，全叫他们给学去了，一个个简直了，这么会学，一点脸都不要了。”程毅闻言走到店门口，仔仔细细的听了一下，原来就在街道对面，刚开张的服装店也有样学样的喊了两人出来，拿着充气塑料棒在可劲儿的敲打，似乎是瞧见程毅朝着自己看过来，被发现了。那喊得卖力的两人当下别开眼，不敢瞧程毅的脸色。林耀东见此，气得抬脚就准备往对面冲。妈的，断人财路不亚于杀人父母，这帮人胆子肥了，真当他林耀东好欺负是不？只是这一次没走出两步，身后程毅就赶紧拉住了他。干嘛呢？程毅喊道。林耀东瞪大眼，扭头看他，师傅，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有这么做生意的吗？这纯粹就是恶心人。你瞧瞧，咱们开店，他也开店，咱们在门外喊，他也喊了，两人在门外喊，这要是不治一治，赶明儿整条街都喊了。林耀东瞧着有些沮丧又焦急，这样下去咱们还怎么做生意？要不要挣钱了？程毅无奈又欣慰，怎么去打一顿，然后一起被抓进去关起来？程毅点了点桌子，慢条斯理道，做生意挣大钱靠的不是莽撞，是脑子。人家抄你的，你就去揍人，然后全都被抓进去关进去吃牢饭，出来以后市场还有吗？岂不是叫别人看了笑话占了便宜？程毅盯着他，钱要挣可不是靠蛮力，生意场有生意场的法子，听见没？林耀东知道程毅这是在叫自己，可是心里头就是憋屈。他盯着门外看了一会儿，片刻后委屈巴巴的扭头看程毅，那咱就不管了，叫他们欺负。程毅笑了笑，拍了一把他的肩膀，都说了生意场有生意场的法子，怎么这么急？他眯了眯眼，笑着问他，明天跟我去一趟江城。林耀东虽然不知道程毅怎么忽然掉了个话题，但是这会儿仍旧老老实实点头。去，他这段时间来吃得好，个子蹭蹭蹭往上窜。林耀东这会儿已经和程毅差不多高了，瞧着年轻气盛，看人的时候都眼睛里都带着少年特有的精气神儿。第144章美云制衣厂。程毅和他出门去江城，后者可实在的多，基本上只要自己能拿的东西，那就不会让程毅沾手。体力活他更是一个顶俩。胡子这会儿去负责螺丝生意了，林耀东就尽心尽力的跟着程毅干。用他的话说，天天偷鸡摸狗的事情做多了，心里头发虚，如今好不容易跟着程毅有一份正经行当，他真是求之不得。至于钱，程毅看着给就成，他这辈子没别的什么想法，有一口饭吃，再往后过几年能娶得起媳妇儿，生一个大胖小子就成，人生圆满。程毅当然也是真心对他好，一开始还只是带着他当苦力跑腿，但是慢慢的也教他开始算账、做生意、识字、认牌子等等。这短短2-3个月下来，他就已经是程毅十分合格的助手了。这日一大清早，程毅就带着林耀东坐着孙福国的大东风直奔江城。孙福国和两人都熟悉了，一路上边说边聊天。2个小时后抵达江城，孙福国将车子停在了批发市场的门口，三人早饭都没吃，就在江北批发市场外面的早餐铺子吃早饭。程毅请客，吃的是细细的米线，早早的泡发好，一卷一卷的团好，放在洗干净的簸箕里。一口大钢筋锅咕嘟嘟的煮着沸水，另一口钢筋锅里头放着熬制的高汤。高汤是用鸡架子和大棒骨熬制的。这年头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都是实打实的靠时间调出来的一口高汤。有人来点米线，就拿起一卷放进竹篓子里，竹篓子还是带着倒钩的，能够直接挂在滚烫沸水的钢筋锅里，放进去烫几秒，去冷气之后捞起来，又在高汤锅里过一遍，飞快的倒进条好料的瓷碗里，再用勺子舀一勺高汤冲一冲，滚烫的热气一涌，带着底味上来，裹满米线，最后趁着热气儿撒上一把小葱花，这米线就算好了。当然要是有钱可以加肉，2毛钱一夹。那是在卤水里泡着的把子肉，色泽红亮，用绳子捆着，炖煮的极烂，就怕散开。程毅当然是舍得的，要了3碗米线，
一人又要了2块把子肉。肉上来，林耀东喜滋滋地冲着程毅耍宝：“我师傅真好。”程毅，3人开吃。把子肉是用上好的五花肉做的，肥瘦相间，一层肥一层瘦，一口下去，油脂混合着瘦肉的劲道，一起在口腔内汹涌开，可真好吃啊！林耀东感慨。开始一想着这会儿生意不好做，他又有些犯愁。妈的！他内心骂了2句，之后又大口吃肉，吃起面来。这事儿师傅认，他可不认。不过等寻个好时机才行。林耀东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念头掠过，一碗面很快就见了底。3人吃完面，心满意足的抹了抹嘴，之后起身走进批发市场。批发市场人极多，而且偶尔还能够看见熟人，也是元安县的。如今实体店服装生意因为程毅的带动下，红红火火做了起来，一下子就和扎堆似的，所有人都开始做服装生意。一条街甚至挤了好几家铺子，一天天跟着程毅屁股后面有样学样。不得不说，生意被抢了不少。大家伙儿心知肚明，都是跟着程毅屁股后面喝汤，虽然行为膈应，但是没人觉得挣钱丢脸。做生意就是这样，生意好，一堆人跟风，一些熬不下来的就只能关门大吉，另寻出路。有些脸皮厚的甚至和程毅打招呼，嬉皮笑脸跟在他身后，想买一样的衣裳好回去卖。林耀东气得撸起袖子就准备揍人，再跟着信不信老子揍死你？得，林耀东的脾气多多少少也有所耳闻，这狠着脸一蹬，谁敢再跟着？程毅这一次买衣裳有些随便，知道有人远远跟着，他也不急，笑着这里走走，那里逛逛，最后在街道最里头停了下来。还是那个摊位，中年男人一脸愁容的蹲着，他的面前今天摆的是一堆花里胡哨的单品衣服。之前程毅进货，从他的手里买了一堆白色单衣，成了爆款后，他手里头挤压着的白色单衣很快就被买完了。而现在他又来了，带着一些尾货，花里胡哨的款式，怎么看怎么扎眼，料子都是好的，但就是没人来。倒不是别的，你瞧瞧那黑色皮裙，普通人买回去怎么穿？还有那绿色的衬衫，虽然料子是乔其纱，还有蕾丝边，洋气时髦，可是普通人压根穿不了呀。他在这里摆摊好几天了，愣是没人来问一句，这可都是自己兄弟伙的血汗钱呀，卖不出去，他拿什么交差？哎，程毅走到了摊子前，蹲下来，随意捡了2件看了看。方世贵一瞧程毅，当下眼珠子都亮了。哎，是你？我记得。方世贵赶紧探过身子，将自己面前的这一堆衣裳往前送了送，脸上挤了个笑脸出来。这些衣裳，瞧瞧，你买回去呗，全都给你最便宜的价，10元钱一件，可真都是好料子。你看看，乔其纱呢？方世贵赶紧推销，程毅却只是笑，盯着他问道：“这些货哪儿来的呀？你怎么天天在这里卖衣裳？该不会是什么见不得光的货吧？”自从前段时间自己在他这里买了一批白色单衣后，他就一直在这里摆摊卖衣裳。一开始还好，都是一些比较好搭配的单品，可是这越往后，出来卖的衣裳就越不对劲儿了，买的人也越来越少。程毅每次都来，可也不是每次都买。这东西就像是捡宝藏，要是没漏可捡，他也不会上赶着帮人销货。方世贵哭丧着脸，摸了一把嘴巴，无奈抖了抖自己面前的摊子，开口道：“哎，谁想天天出来啊？这也不是没法子。”方世贵苦了这些日子，总算是逮着机会，一股脑儿全说了。原来方世贵和他媳妇儿还有几个亲兄弟，一大家子全都在美云制衣厂上班。美云制衣厂就在江城北面的一个郊区，准确来说就是城乡结合部。第145章，给你8块钱一件。美云制衣厂早些年也是辉煌过一段时间的，它是国有制资产，早些年的时候还有个名儿叫做江城服装2厂。后来80年代末效益不高，一度亏本，面临关门下岗。结果有人出手，以租赁的模式租下了这个国营制衣厂。这会儿刚好遇上下岗大热潮，轰轰烈烈的下岗裁员，到处都是补贴，正是政府用钱的时候。于是睁只眼闭只眼，干脆连人带厂全都打包出租了。仔细算算，也就是前2年的事儿。租厂子的人叫做林富贵，人如其名，富态又大方。租了厂子之后，就改名美云制衣厂了。头1年，他似乎在阳城那边签了几个大订单，整个美云制衣厂红红火火，天天加班都在赶制衣裳。可是从去年开始，这情况就不太好了。阳城那边距离江城原本就不远，再加上这2年服装行业蓝海，一些嗅到了商机的纷纷开始在阳城搞服装。想一想，阳城距离港城不过是一海之隔，距离彭城更是划了个特区。这样好的位置，交通发达，面向全国，谁还会来江城搞服装厂？
再说了，江城服装厂出了衣裳，还要去阳城销售，这一来一回，加上信息不流通，别说抓不准流行的款式，更多的是增加了运输成本。有这个运输成本，人为啥不直接在阳城服装厂进货？退一万步说，自己承担了运输成本，也就变相减少了利润，增加了风险和支出。于是，一来二去，去年上半年开始，厂子的效益飞快降低。从发福利就能看出来了，从每月一发到季度一发，再到后来，林富贵经常找不见人影，直到年底厂子破产，欠了银行一屁股债。大家伙气冲冲的去找林富贵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上吊自杀了。媳妇儿赵美云拿着最后一点钱带着孩子逃了。得，事情到这份上，怎么着也不好和死人计较，更别提去追孤儿寡母了。于是厂子就被回收了，又成了政府手里头的财产。而苦的是他们这些制衣工，欠了2个月的工钱没发，家家户户都指望着发钱补贴家用呢。眼见着指望不上，银行那边又要过来查封财产。当下方世贵和他的3个兄弟一家子赶紧从仓库偷偷摸摸运了好几车衣裳出来，想着拿些衣裳出来卖，补贴点算点。结果倒好，万万没想到，这衣裳压根就不好卖。要不是那天你买了我的衣裳，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方世贵抹着眼泪叹口气，没法子，都是被生活逼的，不然谁愿意来这里卖衣裳？自打那天我卖了衣裳后，我几个兄弟就求着我帮忙卖，说他们嘴笨，卖不出去，我哪里好意思拒绝？方世贵长叹一口气，是啊，都是自家兄弟，谁还好意思拒绝？他于是这些天都是在帮自家兄弟卖衣裳，只可惜剩了这一堆花里花哨的衣裳，怎么也卖不掉了。大哥去年刚得了孙子，这会儿嗷嗷待哺呢，愁死个人。方世贵说完，林耀东赶紧偷偷拽了拽程毅的胳膊，师傅，你可看清楚了，千万别买。程毅，你看看这些衣裳，花里胡哨的，指定不好卖，咱们别买，叫那些跟着的买去。程毅身后这会儿跟着不少人，都知道他眼光好，能挣钱，也知道跟着人的这法子不好，但是为了钱，谁还在乎这个？程毅笑了笑，没吭声。他蹲下来打量了眼前的这堆衣服，实际上在他眼里都不是什么难卖的货。就好比这一条红色皮裙，这是 A 字版型的裙子，下面大红，那么上面就搭配一件最简单的白衬衫，这衬衫穿着有讲究，里面最好穿一件吊带打底，露出一点风光来。衬衫别扣扣子，敞开着，半遮半露才最好看。而下面搭配一套黑丝袜、高跟鞋，那这一身就是去歌舞厅里最抢眼的行头。衣裳总有对路的人，只要搭配好，就有人穿，就能卖得出去。方世贵出了一头的汗，他紧张地盯着程毅，就怕他开口拒绝。当下近乎哀求，低声道：“求求你了，您本事大，买回去就当给我们一条活路，真的没别的法子了。”程毅放下手里的衣裳，起身看着他，居高临下看人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气场。你们一起运出来的衣裳还有多少？多少工人？衣裳还在吗？方世贵愣了愣，一旁的林耀东吓了一跳，当即赶紧伸出手就想要扯程毅的胳膊，却被后者给予了一个极淡且压迫的眼神。林耀东顿时不吭声了。方世贵这一刹那简直就像是遇见了大恩人，眼泪哗哗的往下落。总共100多号工人，衣裳不少呢。大家都是紧赶着从仓库里拿衣裳，谁知道好不好卖，也是没法子了。你要是想买，我带你去，带你去。方世贵说着就要起身，程毅笑着摆摆手道：“你先把面前的这些衣裳点一点吧。”方世贵反应过来，眼睛一亮，赶紧蹲下身子将衣裳当着程毅的面点了一遍。你要的话，给你8块钱一件。方世贵飞快点了一遍，一共80件。程毅也不多说，付了钱，将衣裳打包起来就递给了林耀东。后者虽然老大不情愿，但还是接过来扛在了肩膀上。方世贵收拾完东西，这才赶紧带着程毅往外走，边走边道：“都苦啊，日子真的苦，家家户户都上有老下有小，真是没法子了。”程毅只听着不说话，他双手朝着兜，跟在方世贵身后，一路穿过热闹的街道，房子逐渐低矮起来，大片大片的平房。终于到了一处密集的平房处，方世贵停了下来，他指了指一个大院墙，上头挂着一把铁锁，道：“这里头就是美云制衣厂了。”程毅侧过身子看了一眼，发现院墙铁门的边上挂着一个长长的木质牌匾，白底黑字，上面用郑恺毛笔写着美云制衣厂，而铁门上贴了封条，是江城工商局的单位。第146章刚子。程毅探头朝着里面看了看，发现这里头的美云制衣厂的确很大，一个大通房，瞧着应该是4个门面的位置，上下2层，外头用小菱形砖贴出了花纹，白的绿的，崭新漂亮。
窗户和门都能看出来是新的。外面搭了一个铁棚，里头有一张机床，上面悬着切割布料的机器。这机器应该是最新从国外买的，能够切割很厚堆积起来的布料。90年的服装厂效率已经大大提升了，不管是切割布料还是缝纫机，机器都已经极大的取代了手工，十分方便。方世贵看了看，眼眶也有些红，他感慨又心酸。你瞧瞧这好好的制衣厂，咋就成这样了？他道：以前这儿多风光呀，这厂房还是林厂长新装修的呢。可是谁能料到呢？一根绳，一条命就没了，欠的那些债，咱们也不知道找谁去要。这日子真是个顶个的苦。程毅和林耀东等人都没吭声了。那话咋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可不幸的却各有各的痛苦。程毅低头看了一眼封条，道：这厂房就空下来了，继续出租，找个接手的应该也可以吧？方世贵道：正在找呢。这原本就是工商局的财产，后来又划给咱们郊区开发办了。听说最近有几个老板想接手，但是现在都在谈，听说到时候还要我们投票呢。他说着顿了顿，又重重的叹了口气。不瞒你说，那些个老板我们早早打听过了，都不准备搞服装了，要弄什么化工厂、食品厂，乱七八糟的。方世贵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他做制衣工这么些年，年纪也大了，哪儿好转行？所谓给他们投票权，不过还是变招法，叫他们屈服罢了。这段日子因为拖欠工资的问题，制衣厂的工人都围在郊区开发办的办公室外面闹，他们不好强行服了民意，因此答应到时候给补偿，然后投票新厂房，最后到时候新厂建立，他们还能够去里面上班。但是说归说，到时候进了新厂，他们做不了老本行，一些需要技术的活儿又不会，最后还是只能做最基本的体力活，拿着最少的工资。2个字儿：死熬。想到未来，方世贵愁眉苦脸，程毅却抿唇笑了笑。他又看了一眼美云制衣厂，而后对着方世贵道：带我去看衣裳吧。方世贵点点头，转身带着程毅朝着另一条胡同走去。说是胡同，实际上是小街道了。低矮的平房绵延，最老是刷着红漆的木门，窗户打开，一根接着一根晾衣架伸出来，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有一些直接在平房外面支棱个小桌子，旁边放着液化气罐、煤气灶，黑漆漆的铁锅里头一层油垢。方世贵带着程毅接连敲开了几个门，屋子里头有人怯生生地探了个脑袋出来，问道：啷个？方世贵道：刚子，你们家从服装厂里头拉出来的衣服卖了没有？要是还有，就拿出来看看，有人要买咧。刚子缓过神，瞪大眼，赶紧将屋子门给推开了。有人要买？真的？他急切道。紧接着回头冲着黑漆漆的平房里头喊了一句：快快，媳妇儿，把衣裳拿来，在床底编织袋里头。就听见屋子里一阵翻找东西的声音。刚子走出来，看见方世贵，又侧头看了一眼身后站着的程毅等人，他搓了搓手，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烟，挨个递给几人。最便宜的散烟，连牌子都看不出来。程毅虽然不抽，但还是伸手接了过来。刚子自己给自己也点了一根，满脸愁容。这衣裳再卖不出去，真的要揭不开锅了。媳妇儿肚子里刚揣了一个，去检查还是双胞胎，方哥可真的要愁死人了。这些衣裳别说卖了，我媳妇儿自己都不穿。他说着顿了顿，意识到不该这样说，当下又迟疑着咬了咬烟头，想要给自己找补。不过那是我媳妇儿不会穿，有眼光的人指定能穿好。程毅笑了笑没说话。没一会儿屋子门就开了，一个看起来很是年轻的小姑娘微微挺着肚子，手里头拽着一个大袋子，费劲儿地往外面递了出来。那，她轻声道：都在这里头了。刚子赶紧接过来，又叮嘱她回去休息。之后小心翼翼地拖了一张干净的桌子过来，将编织袋放了上去。都是好货，我和方哥大家伙一起做的，心里头有数。老板，您瞧瞧，这衣裳，这走针，这材质，拿到百货大楼里头，怎么这也不便宜啊？刚子便咬着烟边说话，眼见着烟灰要落了，他赶紧伸手夹住烟拿下来，放在旁边抖了抖，之后这才继续叨叨。程毅没说话，他拿起这些衣裳看了看，这些衣服比刚才方世贵卖的还要好搭配，估计是压根没卖出去多少，因此很多打底衫混合着一些别的款式在一起，鼓鼓囊囊的一大包，瞧着也得有200件。你看着给，要全拿去，都给你5元钱一件，成吗？刚子试探性问了问，他是真的没法子了。家里头爹妈在乡下种地，媳妇儿跟着自己来江城，原本指望着在制衣厂干活，能有一份稳定工作养家糊口，可谁能想到还是下岗了，而且老板跑了，工资也没拿，断粮3个月了。自己倒是没什么，可媳妇儿和肚子里还有俩孩子呢。程毅看了一会儿，点头道：5元钱一件，同意的话我都收了。刚子闻言顿时眼睛一亮，激动的连烟都忘记抽了。真的？哎呀，
这可真谢谢你了，我现在就点一点。刚子说着，赶紧低头就开始清点衣裳。而这边方世贵盯着程毅，感激又疑惑，这人怎么这像是来做慈善的？他们这些衣裳居然全都收了。方世贵好歹也活了40多岁，当下眉头拧着，瞧着程毅，试探性开口问道：“那个老板，你这帮着咱们买了这么多衣裳，以后卖不出去，不会还要来退货吧？”第147章想收购场子。方世贵小声道：“那时候可真没钱退了，不然您挑一挑，捡好的买。”程毅当下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他想了想，决定也不藏着掖着，低头看着方世贵，笑着道：“方叔，咱们都是明白人，这事儿我也就直说了吧。”方世贵闻言，心里头顿时一个咯噔，得，果然不是白买衣裳帮忙他们的，指不定要干点啥。方世贵当下只能硬着头皮开口：“要干啥？你说，要是能做到，我们指定不会小气。可要是退衣裳赔钱，那可真就没有了。”程毅乐出了声：“我想竞标制衣厂。”程毅说着，扭头朝着制衣厂看了一眼：“我知道你们都是制衣的一把好手，机器也用得熟，附近100来号工人都指望着这制衣厂吃饭。”程毅继续道：“我想盘下制衣厂，继续做衣裳，不改厂子。只是我在江城人生地不熟，尤其是郊区开发办，说不上话，所以想着到时候投票，你们能不能投给我？”方世贵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程毅说的帮忙，居然是这个。他下意识地朝着身边站着的刚子看去，却发现后者也正猛猛然地盯着自己。两人缓了一下，又抬头朝着程毅看去，却见后者正认认真真地看着自己，这才反应过来他没有在开玩笑。方世贵忽然觉得心里烧了一团火，这个年轻人实际上他是有点愧疚的。刚开始做生意，他买了自己衣裳，他甚至怕他反悔，不等年轻人敲定下来，他就开始飞速给他装衣服。后来他生意好起来，一些好卖的衣裳全都卖出去了，剩下一些不太好卖的在手里头堆着。结果今天又遇见了他。方世贵知道他同情自己，于是毫不掩饰地揭开自己的伤疤，希望让他能够帮助他们更多一些。可是现在他忽然大大方方提要求，叫方世贵陡然间明白过来，他并不傻，也知道他在利用他的同情心。而现在程毅提的要求更加叫他羞愧，这明明就不是什么难做的事。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买下美云服装厂，而且还是做衣裳，那就意味着要继续招他们这一批老人去干活，这岂不是给他们饭碗吃饭吗？方世贵羞愧难当，连带着身后的刚子都不好意思起来。你这叫什么要求呢？方世贵赶紧道。他说着又赶紧拉了拉刚子，道：“你去把赵志浩喊来，就说有事儿商量。”刚子应了一声，赶紧套上衣裳跑着离开了。片刻后，刚子就带着一个30出头的男人走了过来。这男人打眼一瞧，浓眉大眼，体格健壮，手里头拿着一个计算器，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大编织袋，正双眼放光的跟着刚子身后走来。哎呀，谁买衣裳？赵志浩高兴喊道。程毅无奈招手应声道：“我。”方世贵有些不好意思，赶紧伸手拉了他一把，冲着赵志浩赶紧眨眼：“小赵，你这人，喊你来不是卖衣裳的，你不是在那个什么郊区开发办有认识的人吗？这小老板想去竞拍咱们美云制衣厂，拍下来还是做衣裳，那才是真的出路。你倒好，拿着这衣裳来干啥？”赵志浩嘿嘿一乐，挠了挠脑袋。刚子也有些不好意思，小声道：“我和他说了的，就提了一嘴，可赵哥也说手里缺钱，要卖衣裳。”程毅倒是不在意。方世贵赶紧和程毅介绍了一下，原来这赵志浩就是前段时间一直在开发办闹事的头头，他人缘好，厂里头100多个员工他基本上都认识，因此每次闹事的时候都是他打头。开发办的人没法，找了个代表过来，问了他意见之后，也是劝了又劝，这才勉强压下来。赵志浩也因此和开发办里头的人熟悉了起来，这事儿有人牵线搭桥，事情就好办了起来。至于收衣裳，程毅当然乐意，这些都不是压箱底的货，衣裳件件料子好，款式也好新颖，只不过普通人难搭配罢了。要是特意去羊城买的话，一件起码50元上下，而现在5元8元收购回来，简直是捡了个大便宜。到时候去批发市场买一些搭配的裤子裙子和一些小配件，那这一批衣裳就成了时髦抢手货，利润可不是翻了1、2倍了。挣了钱又卖了人情，怎么看怎么划算。程毅收了赵志浩的衣裳，又喊话别人过来送衣服卖。当下小院子里头全都是排满了队伍过来送衣服的制衣员工，事情一直忙到了下午，天色擦黑，方世贵等人又强行留着程毅和林耀东等人吃了一顿晚饭。偌大的一桌子人，热热闹闹的，还上了几瓶西凤酒，喝得满脸通红。今晚上是回不去了。
晚上，程毅开了2间宾馆，他自己睡一间大床房，林耀东和孙福国睡一间双人标间。翌日，程毅难得睡了个晚。他很少喝酒了，上辈子酒桌应酬十分频繁，因此酒量也都被锻炼出来了。结果昨晚上在酒桌上，他就错过了自己的酒量，喝高了，这一觉睡到了大天亮。程毅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钟，已经8点了。他赶紧起身洗漱，原本想和林耀东和孙福国打个招呼的，结果敲门敲了半天，里头都没回应。得，想想就算了，昨晚上2人似乎喝的比自己还多，估计这会儿还睡得正香呢。他走下楼，到了前台和招待员打了个招呼，之后起身直奔美云制衣厂。他昨天和赵志浩约好了，2人今天早上9点碰面，一起去郊区开发办。紧赶慢赶到了美云制衣厂，赵志浩已经在等着了。他换了一件黑色的条纹 polo 领衬衫，下面一条黑色直角裤，一双解放鞋。见着程毅来，他当下远远地打了个招呼。这里，他笑着喊道。程毅快步过去，赵志浩又抬起手看了一眼时间，道：那老大哥这个点应该已经上班了，咱们现在赶紧去。第148章开发招待办主任谭京东。程毅点头，跟在赵志浩的身后，正准备掉头走，却听见赵志浩喊住了他：哎，不坐车啊？坐车？程毅惊讶于赵志浩居然有车，当下回头一瞧，却发现原来是自己会错了意。这车是一辆28杠自行车。赵志高正大马金刀的跨坐上了坐垫，之后冲着程毅一乐：来，赶紧上来，咱们骑车去，很快就到了。程毅当即乐了，他点点头，几步助力，而后双手撑着后座一跃，稳稳当当的落在了后座上。赵志浩骑着车用力踩下去，黑色自行车很快消失在胡同口。郊区开发办这2年江城大力发展，尤其是千方百计想要留住一些民营企业。90年代又正好是发展实业类的好时候，一些实业类的工厂效益都很好，留住了厂子就留住了就业缺口，带动就业，从而留住资金，刺激消费，也能够增加税收，带动整个江城发展。而这种厂子占地面积大，污染更不用多说，因此就注定要往城市边缘开发，也就产生了郊区开发办部门。郊区开发办听着是个苦差事，但是里面门道油水极多，多少人商人想画个好位置，亦或者是在污染方面过关，那就少不得要往里面塞东西。一些做生意的更是人带人，人脉才是打通关系的第一指标，而这也是程毅吃亏的地方。他上辈子没来过江城做生意，因此熟悉的人不多，只能通过原来美云制衣厂的工人给自己牵线搭桥。他也稍微打听了一下，一共有2个老板想要盘下美云制衣厂，一个叫做王东，做的是纺织类的，听着和布料沾点关系，但是和制衣行业简直是南辕北辙。之所以看中了美云制衣厂，是因为厂子后面刚好有一条小河沟，这小河沟平日里都是附近工人用来洗菜洗衣的地方。纺织厂水污染很严重，这年头管得不严，到处都是随地排放的。要是盘下美云制衣厂改成了纺织厂，它这污染水就有地方排了，至于上头塞点钱找点关系糊弄也就过去了。这王东有钱也舍得花，上上下下都打点了，就指望着这次一标必中。而另一个叫做郑倩，是个官二代，他家里头在江城有点关系，听说父亲是某个部的部长，早些年往外送出去念书，结果没念出个名堂，又灰溜溜的回来了。这2年又看上了做生意，眼光是好的，手段却不太干净，仗着家里的关系打点了一下，几个招呼下来，美云制衣厂这块就成功入了他的眼。他在国外待久了，觉着泳装这块消费大，再加上距离阳城近，到时候走出口也是一个好路子。总之属于有想法有关系，那么他就要行动的人。至于诚意，说实在的，这一次要不是赵志浩带着他去敲门，估计人连面都不会见。自行车停在开发办门外的水泥空地上，赵志浩还郑重其事地上了锁。这年头，一辆自行车可是重要财产，丢了可是要报警的。你跟着我，等会儿咱们直接去老大哥办公室。赵志浩道。程毅点点头，一言不发地跟在了赵志浩的身后。门卫显然对赵志浩已经很眼熟了，挥挥手就让他进去了。带着程毅到了正对面的办公楼，一处5层高的房子。赵志浩停了下来，又带着他朝着1楼走廊尽头走。片刻后停了下来，赵志浩比了个虚的手势，又折指办公室，示意这里就是。程毅抬头一瞧，发现几个字：主任办公室。他顿时惊讶了一下，这赵志浩可以啊，原本以为他嘴里的老大哥是什么小职员，现在看来居然还真是老大哥。嘟嘟嘟，敲门声响起。会议室内，谭京东正皱着眉头，正在审批文件。听见敲门声，他头也不抬。哪个？是我，谭大哥。赵志浩啊。
谭京东一瞬间眼前一黑，赵志浩，他怎么又来了？可想着赵志浩身后那些员工，他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了。哎，有啥事进来说吧。赵志浩当下开了门，带着程毅走了进来。谭京东合上文件，抬头一看，就看见了两人。程毅对着他礼貌一笑，率先走过来，双手伸出：“谭主任好，我叫程毅。”谭京东虽然不认识程毅，但是该有的礼貌还是要有的。他当下点点头，也伸出手，和程毅的手虚虚一握：“你好，你好。”握了手，又点了头，这就算是认识了。身边的小秘书给两人泡茶，谭京东则是看着两人，试探性问道：“小赵啊，你这次来又有啥事儿？上次不是说好了吗？这厂子不关门，换个老板，以后你们还能去上班。这才多少天呀，怎么又不满意了？”赵志浩闻言赶紧摇头，嘿嘿笑：“不是，谭主任，我满意，很满意。我这次来正是为了这个事儿。”为了这个事儿，谭京东顿时一个头两个大。要知道，现在两座大山压着自己，正压得他喘不过气儿呢。那郑东有钱，肯砸。前2天上头一个领导喊自己过去，说是去喝茶，可是这话里话外都在帮着王东说好话。他不笨，当然听得出，好吗？结果昨天从上头又来了个领导，说事情自己吃顿饭。这吃着吃着就说起郑倩他爸和他是同事，多么辛苦，多么疼爱这个女儿，要谭京东帮着照顾点。咱们国家人就是这样，说要你帮忙，他不明说，只说要你照顾。谭京东简直是一个头两个大。照顾他一个人怎么照顾得过来？这两头都要照顾，他到底要照顾哪一个？原本这事儿就够自己焦头烂额了，万没想到的是，如今这工人代表赵志浩也要过来插一脚，顿时叫谭京东浑身上下都绷紧了。他又不好当面发作，只能勉强挤了个笑脸出来，朝着赵志浩看去，笑着道：“那个小赵啊，这事儿可有些麻烦，我自个儿都棘手呢。”第149章跑通关系。谭京东胸口是真的憋着一股子气，两头都压着，他夹在中间讨不了好。这会儿又来了个赵志浩，谭京东又道：“小赵啊，你们的情况天天来反映，我心里头比谁都清楚，比谁都记挂。你放心，我肯定能帮你们解决，叫你们有工作有饭吃，成不成？”他说着起身就准备让秘书送客，可赵志浩偏偏是个一根筋儿的，压根就没瞧出来谭京东正在为这事烦闷。倒是程毅隐隐约约嗅到了一点不对劲，他决定开门见山：“谭主任，其实这事儿是我托了赵哥来的。”程毅笑着道：“我想收购美云制衣厂，继续做衣裳，因为不认识人，所以才找的赵哥。您别生气，这事儿怪我鲁莽。”谭京东一愣，瞪大眼：“啥？”他扭头盯着程毅，半晌才问道：“你要收购美云制衣厂？咋？你也托人来说情啊？”谭京东说完，意识到自己这话的意思不准确，旋即打了个哈哈，道：“我是说上头也托了人。”程毅摇头：“没有，我不认识上头的，只是单纯想收购厂子，找不到人，所以找了赵哥。”这话半真半假。实际上，要是真想托人，他倒是可以找陈朝辉，好歹也是个副台长，打关系，帮自己介绍人来说情，怎么也有几分薄面。但是人情这关系很玄乎，能不碰就不碰。程毅不是喜欢欠人情主。谭京东愕然，他还以为对方也托人来游说了，正想着怎么应付，就见赵志浩急急忙忙站了起来，一脸认真开口道：“谭主任，程毅真的是个好人，他帮着咱们收购了那些卖不出去的衣裳，还说收购美云制衣厂以后继续做衣裳。这样的话，咱们原来厂子的兄弟姐妹们就不用改行了，这不比那什么纺织厂、泳装厂来的好。您是大领导，也一心一意为着咱们这些小老百姓着想，我们可真的是来求您啊。”得，这就有点把他架在火上烤的意思了。谭京东咬着牙，脸色难看，正准备开口说话，脑海里忽然一个念头闪了过去：等等，这事儿或许有转机。那王东有钱，郑倩有人，都找了关系压在自己头顶上，指望着自己将美云制衣厂租给他们。他正不知道怎么抉择呢，这下忽然冒出了个程毅，而且最重要的是，看样子这程毅还得到了一众制衣厂员工们的支持。如果将制衣厂直接划给程毅的话，两人都来追问自己，他只说民意难违，两边都有借口搪塞，也都不得罪。要真计较起来，他就把责任往程毅身上推。要找别找自己，谁让人收买了人心呢？能够爬上这个位置的都是人精，谭京东也不例外。他虽然乐衷于办实事儿，但是也难免遇见一些棘手的事情要应付。如今忽然冒了个程毅出来，简直是给自己一个巨大的台阶下。他当下露出笑脸，冲着程毅摆摆手，道：“哎呀，程毅是吧？你也想收购美云制衣厂？”程毅点点头，又说了一遍。
谭京东认认真真听了，旋即站起身，又指挥着秘书给程毅加水，而后道：“这事儿好办，后天在咱们开发办的广场搞一个投标会，到时候员工们都要来投票，你也跟着来，能不能成？咱们讨论了再决定。这事儿保准公平公正，按照流程规章走，咋样？”程毅当然答应了。谭京东又笑眯眯地问了一下下岗工人的状况，赵志浩都老老实实回答了。谭京东又问了程毅关于制衣厂今后的打算，程毅考虑了一下，稍稍叙述，对方很是满意的点点头。1个小时后，程毅和赵志浩起身出门，小秘书也出来送。赵志浩颇为感慨，谭主任人还是很好的，这段时间厂子的事情都是他在忙活，听说不少人找他想要弄到这块地，我原本以为还得求一求呢，没想到他这么热情，真是个好官。程毅抿了抿唇没说话，好官不好官他暂且下不来定论，但是心眼儿肯定是有的。不过对于程毅来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场子是非收不可了。回到宾馆，林耀东和孙富国也起来了，两人正在门口的面摊子里头吃面，刚细溜了一口，就看见程毅喝着水坐在了两人对面。老板娘，来一碗肉丝面。程毅喊道。老板娘飞快应了一声，开始下面。林耀东缓了一下，眼睛猛地一亮，师傅你回来了。他赶紧胡乱将嘴里的面咽下，而后道：你去开发办了，怎么样？顺利不顺利？厂子租赁下来要多少钱？程毅从筷子筒里拿起筷子擦了擦，笑着道：还没眼儿呢，不少人盯着，好东西大家都想要，这事儿得琢磨琢磨。林耀东点点头，虽说不太明白，但是程毅办事儿总归靠谱。他吃了2口，又问道：那咱们还要收衣服吗？程毅点头，还得去批发市场跑一趟，一些衣裳需要搭配的配件都还买没齐全，等会儿咱们吃完就去，车子开着，衣裳买了就回元安县。孙福国和林耀东点头，没一会儿肉丝面就上来了，香喷喷热腾腾，三人不再说话，呼啦呼啦吃着面。下去又去了一趟批发市场，程毅心里大致有数，将需要的衣裳全都采购齐全，孙福国这才开着大东风一路风风火火的回了元安县。店里的生意不温不火，虽说不比之前火爆了，但是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林清然正在裁布料，这是程毅走之前交代的，说是去百货大楼里头买一些棉麻的料子回来，裁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长方形。解释了一下，说是做布袋。林清然刚裁完一块布的时候，门外大东风的声音就响起了，是衣裳到了。服装店里的伙计们全都去帮忙，连带着原本在捉蚂蚁玩的晴晴朗朗也都赶紧支起身子，高高兴兴的抬头看。第150章，媳妇儿养我，乐意至极。是爸爸回来了。晴晴一把将手里头捏着的蚂蚁放开，屁颠屁颠的跑到大东风旁，咕嘟嘟的尾气冒着，又黑又臭。小家伙乐得哈哈直笑，又跑去拉朗朗过来跟着一起嗅。臭不臭？晴晴笑得露出一口白牙。朗朗十分认真解释，晴晴，那是柴油机的味道。林耀东这会儿已经从后车厢里头扔了一个大包裹下来，笑道：朗朗男子汉，过来帮忙。这衣裳拿着。他递了一个小兜子下来，里头装的是一些头花。程毅始终觉得服装搭配并不是简单的衣裳，妆容、头饰、首饰等等，那都是要搭配呼应的。因此他每次回来都会带一些零七杂八的小玩意儿，比如耳坠、项链、发饰等等。这些小玩意儿也跟着服装一起卖钱，或者是顾客买多了，他送1-2件，效果出奇的好。朗朗赶紧踮脚去接，晴晴也撅起嘴，我也要。东叔叔不给我，我生气了。林耀东赶紧拿起一对蝴蝶小发夹递过去，哈哈，给晴晴，漂不漂亮？小姑娘哪有不爱美的？当下高高兴兴接过去，臭美显摆了。车子大包小包的下，全都装进后面仓库里。这2家铺子后面都有一点小空间，原本就是粮食站用来存粮食的，这会儿全都用来存衣裳。服装店最里面还有一个大的木平台，是程毅专门去劳工市场找木匠做的，上面用白色纯棉的布包裹了起来，专门用来整理衣服熨烫的。林清然拖了一包衣服出来，打开，稍稍愣了一下。实际上程毅之前进货虽说款式乱，但是也是稍稍有些章法的。打个比方，一个款式他搭配好会进货个7-8套，因此打包的时候能够看见7-8件相同款式的衣裳。但是林清然手里的这一包好像全都是单独的一件，顶了天也就是2件，而且款式各异，大胆的、羞涩的、红黄蓝绿等等。似乎是见着林清然的神情，程毅走过来，探头看了一眼，笑着在他的手背上拍了拍，放心，能卖出去，亏不了本。林清然抿唇，他看着程毅道：我才不怕亏本呢。真的？程毅逗他，凑近他耳垂轻轻吹了一下。
立即就看见敏感的耳垂泛起了粉红色。他瑟缩了一下，仰头看自己，眼睛亮晶晶的，像是蒙上了一层琉璃水晶。你干嘛？他小声道，说完极快的朝着外面看了一眼，发现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后，他这才小小的松口气。我存了点钱，他小声道，又指了指铺子，就算亏本了，赔光了都没关系，我现在会用缝纫机了，到时候做衣服帮人缝扣子都可以养你和青青朗朗。林清然比划了一下，只要你别乱发脾气，不着家，成吗？程毅的心窝子都暖了。他点头，又没忍住，飞快地凑过去啄了一口他的嘴唇。当然可以，媳妇儿能养我，乐意至极。两人笑闹着，外面的人已经见怪不怪了。一摞摞衣裳被抬进来，放进了里面的仓库。林清然则是将刚才放在身边的衣裳拿起来，平铺在台子上，拿起熨斗，仔仔细细地熨烫起来。这些衣裳款式不得不说是极新颖的，鸡心领上衣、大方领吊带短袖，还有不规则的半身裙等等。程毅则也站在一旁帮忙，他将衣裳整理好，心里快速将这些衣裳的风格分类：热情大方的，含羞小家碧玉的，知性温柔的。再加上自己从批发市场买回来一些配件，他已经开始飞速搭配衣服了。这个点刚好是下午3点，客人最多的时候。几个顾客走进来，瞧见来了新货，当下好奇的走过来，问道：来了最新款的衣裳啊，有没有合适的，叫我们瞧瞧。程毅回头看了一眼，3个姑娘，一个身材极好，另2个是温柔小家碧玉的类型。他心里顿时有了主意，赶巧了，这3套你们试试。程毅从一旁熨烫好的衣裳里拿了3套出来，而后看了看，分别递给了3人。其余2人都还好，独独那个身材极好姑娘有些犹豫，她扭扭捏捏，低着头，眼神里都是不自信。这个衣裳我肯定穿不了，她小声道。一旁跟着一起过来的2个姑娘也看了一眼，当下就笑了。程老板，你这太难为她了，她性格很内向的，我们喊她穿裙子，她从来都不穿，你看看，都是穿衣服裤子，怎么都不答应。一个小姑娘笑道：是啊，我们就是听说你能够给我们搭配衣服，所以才过来的。你看看她适合穿什么，再给她换一套吧。她真的不适合这个。另一个姑娘也笑着答话。2人拿了喜欢的衣裳，高高兴兴去试了。可这个身材好的小姑娘仍旧满脸通红的站着。这个衣服我穿不了。她支支吾吾，小声道：穿出去不像样，别人肯定笑话我，我不行的，我不适合。程毅只是笑着看着她。他将手里的衣裳拿起来，仔仔细细的在这个小姑娘面前展示了一下。这是一件黑色的吊带，外面搭配了一件白色的乔其纱衬衫，极薄的那种，下面搭配了一件贴身的黑色包臀裙，黑丝袜。这衣裳一看就张扬热烈，走的是性感妩媚的路线。小姑娘原本就内向，小时候因为发育的好，在一众发育不良的小姑娘里面显得极为特殊，因此被不少男生指指点点笑话。自打那以后，她从来都是低着头含胸走路，不敢正视自己。如今大了，要成家了，可是没一个男生瞧得上自己。也是，出门见人低头不敢对视，再怎么漂亮的脸蛋，又有谁能见着？程毅见她仍旧低着头，当下笑了笑，伸手将面前的衣裳递了过去。姑娘，这衣服好不好看，适不适合，得穿了才知道。他温柔又坚定道：身材好不是什么坏事，大大方方展现出来有什么不可以？再说了，你看这衣裳，该遮住的都遮住了，哪儿露了？第151章，程毅，你不许看，漂不漂亮，适不适合，那是别人说的，而不是你自己觉得。再说了，就算这衣裳真的不合适，你去穿试一试，不合适就脱，不逼着你买，对不对？程毅的声音真的有种魔力，他听不出半点调侃的意思，而是大大方方的在和自己建议，是真的想要让自己变漂亮。姑娘迟疑了一下，终于下了决心。是啊，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再说了，不行的话就不买，总归是没什么损失的。姑娘拿了衣裳去试一件，2个好朋友这会儿也刚好出来，3人遇着了，姑娘顿时眼睛微微一亮，羡慕又高兴。你们的衣裳可真漂亮，真的很适合你们。姑娘小声道：不像我，胖得很，穿什么都不好看。她又低头瞧了瞧自己手里的吊带背心和裙子。我都说了，这里的店老板很厉害的，你也赶紧去试试啊，反正不好看就不买，万一真的适合你呢？2人劝道。小姑娘这才点点头，跟着进去了。2个小姑娘高高兴兴的去照镜子了。程毅站在一旁和他们仔细讲解搭配的要点，头发、发饰还有项链等等。约莫10几分钟后，一直没声音的试衣间忽然被人撩开了帘子。小姑娘扭扭捏捏，低着头，脸色红得快要滴出血。她的身材是那种微微丰腴的，前凸后翘，十分有料，实际上算不上胖，
只是因为他之前想要穿宽松的衣裳，将自己的身材遮住，这才导致了看起来整个人有点厚。可是程毅给他选的这一套，简直是完完全全最大程度的放出了他的优点。三人闻声看过去，当下两个小姑娘齐刷刷愣住了。我就知道不适合我。站在试衣间门口，小姑娘心里头满是失落。我这么胖，这衣裳怎么穿都不好看，看起来是不是很好笑？她低头，失落极了，只觉得自己活生生叫别人看了笑话。哎呀，别啊！你这哪里叫不好看？简直是太漂亮，太性感了！两人齐齐开口，而且立刻抬脚朝着试衣间走了过去，拉着她道：“庆红，你真该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模样，也太漂亮了吧！”庆红一脸将信将疑，跟着两人走到了镜子前。等到看清楚镜子上的模样后，她惊讶地捂住了嘴，不敢相信镜子里面的女人居然是自己。黑色吊带将她的胸型完美勾了出来，外面的乔其纱衬衫很贴服，在夏天穿也不会热，若隐若现地将吊带展露出来。而下面的黑色皮裙更是性感，她的臀部很丰满挺翘，以前穿着黑色直角裤全都藏住了，如今全部露了出来，线条十分漂亮流畅。至于胖，她明明就是丰腴，一双腿圆润笔直，穿着黑色的丝袜更是性感魅惑，即便下面穿着一双球鞋都好看。林清然抿了抿唇，忽然走过来，伸手轻轻拽了拽程毅。程毅扭头看了一眼林清然，道：“怎么了？你不许看。”他小声道。程毅一愣，低头看林清然，只看见她微微颤抖的长睫毛，还有轻轻抿着的嘴唇，脸颊微红，像是初春的一点潋滟春光，叫他心间都跟着一动。好，程毅忍住笑，应他：“我只看我媳妇儿。”这是吃醋了，在一向温柔婉约的林清然身上借着这种情绪，还真是不多见。他就像是慢慢溶解了身上的冰，逐渐鲜活了起来。庆红，这衣裳真的很是适合你，你看看，这么好的身材，一点都不胖，你这分明就是性感漂亮。我瞧着那些大明星都没有你这么好看。对啊，你看看你的胳膊和腿，还有腰，哪里胖了？姑娘们越说越激动，庆红也终于微微抬起了头，用一种惊讶且惊喜的神情打量着自己。她从来没有好好审视过自己的身子，如今一瞧，还真是有点漂亮咧。头发稍微烫卷一点会更漂亮。程毅适时给出建议，下面最好搭配高跟鞋，如果想要点睛之笔，可以搭配一条项链，颈部留白大，适合。3套衣服成功销售。程毅将钱塞进钱柜里，又笑眯眯的去找自家媳妇儿。他这人得了便宜就卖乖，你刚才叫我不看，不看什么呀？我媳妇儿吃醋了。林清然红了脸，不理他。哦，我媳妇儿觉着自己比不上。林清然微微撅嘴，我才没有呢，我比他。话没说完，程毅就笑开了。比他什么？哈哈，我瞧瞧，或者摸摸看，不然我可不信啊。程毅已经边说边笑了。林清然察觉到自己被程毅逗了，当下一张脸涨得通红，他攥紧拳头，轻轻在程毅的胸膛上捶了一下。你干嘛？不理你了。2天后，程毅交代了林清然一些卖衣裳的搭配事项，还有一些万能公式，比如一身衣裳不能超过3种颜色，黑色百搭，上松下紧，全身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等等。交代完，他找了个黑色的带锁箱子，将足30万全都装进去了。这可是他全部家当。程毅将小箱子又放进了一个大行李箱里，里头塞了一点衣服和零散的钱。他这一次去估计要蹲几天了，因此得把生活用品带足才行。清早和林清然告别，后者眼睛里有些雾蒙蒙的，看着自己，微微咬着嘴唇，像是清晨的风，叫他心跟着揉了揉。我处理好就回来，到时候有了厂子，咱们就有了根，也能挣大钱了。他凑过去吻了吻他柔软细腻的脸蛋。那时候你天天在家里数钱就行了，再也不用出来守店干活了，咱们的晴晴朗朗也能上好学校，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林清然点点头。程毅转身拎着箱子离开。小巷子里，他的背影高大挺拔，香轮滚过地面，发出细碎而脆的响声。林清然盯着看了一会儿，忽然没忍住，快步上前，从背后拥住了他。我等你回来。他轻声道。第152章招待所。刘芳芳。郊区开发办。招待所。程毅这次一来，直接就在开发办旁边的招待所住下了。5元钱一晚上，洗脚洗脸的热水全包，早饭晚饭下面都有小摊子，方便得很。程毅付了钱，又买了一包烟和一瓶雪花膏，笑眯眯的给前台小姑娘递了过去。前台小姑娘叫刘芳芳，年纪不大，瞧着才20出头，正是爱美的年纪。她正涂着指甲油呢，就瞧见程毅递过来一瓶雪花膏。刘芳芳一愣，旋即抬头看着程毅：“同志，你这是干什么？”
程毅抿唇一笑，将雪花膏往刘芳芳的面前不动声色一放，交个朋友呗。他笑，又伸手指了指开发办办公室的方向，叹口气，做出一副极其无奈的模样。想盘个场子来开发办找人托关系，可是难得很，找不着头绪，心里头苦呢，想找人聊聊。他说着指了指雪花膏，道：姑娘，我也实话实说，这雪花膏原本就不是买给你的，原本是想着送给那些领导夫人的，可没想到我人都找不到，甭提送东西了，简直就是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出洋相。哎，程毅这人样貌好，说话逗乐。刘芳芳顿时放下了警惕心，跟着他笑了起来。哪有小姑娘不看脸的呢？刘芳芳抿唇嗤笑了一声，道：你这蛮子乱送礼，可别叫人瞧见反而坏了事。这送礼也是一门学问，哪有你这样的？他笑得高兴。程毅一见就知道这话头是打开了。实际上找刘芳芳搭话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开发招待办的招待所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宾馆，这是国营招待所。换句话说，这里头上班的都是端着铁饭碗的，而招待所里头最轻松最省事的职位就是前头招待的职位了。这个职位家里头没有点背景，没有点关系，一般人塞不进来。程毅进来的时候就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姑娘虽说是个前台，可是全身上下穿着打扮，衣服都是牌子的，头发也烫着时髦的大卷儿，化着妆，涂着指甲油，模样一瞧就没有经过生活的毒打，家庭条件可见一斑。果然，程毅又和刘芳芳聊了几嘴，就知道他家里头果真不错。他父亲就是招待办处长，妈妈是个人民教师，前2年考中专没考上，天天待在家里，他爹瞧着这样下去不成，干脆托人找了个关系把他给塞进来了。这位置轻松，又是铁饭碗，小姑娘嘛，上个一段时间班，再找个互相知根知底的男青年结婚就是了。一路顺风顺水，刘芳芳满脸都写着天真，因此程毅这一问，3言2语就把他的老底儿给问出来了。刘芳芳对于面前的这个男青年十分有好感，当下高高兴兴的就多说了不少。想要送礼的我可见得多了。刘芳芳哼了一声道：可是这些人送礼全都送歪了，一个个的往那些叔叔家里跑，可叔叔只听媳妇儿的话，我爹就是最怕我妈了，要我说还不如送给那些婶婶呢。程毅听完又问道：那咱们这块土地开发有哪几个领导有投票权，你知道吗？他说完又点了点雪花膏，道：你要知道，赶明儿我给你带一瓶香水，咋样？原本2人年纪就差不多，刘芳芳很少被人这么重视，当下程毅3言2语一说，哄得他高兴极了，一言为定。他颇有点骄傲，你从这出去，外头那个公园里头，每天晚上6点，他们都会在里面学交谊舞的，说是那是当下最时髦的舞了，有几个盘头的烫了头发的婶婶就是，他们住在一块儿，都是对面桐梓楼小区的，对象都是开发办的领导，和我爹是同事，每次郊区土地开发投票，他们都是一块投的，我听我爹提起过好几次呢，绝不会错。得，瞧瞧，这事儿到这里就成功了一半了。程毅当下露出笑脸，对着刘芳芳竖起大拇指，你还真知道呢，真棒。刘芳芳顿时更加骄傲，接着又和刘芳芳闲聊了几句，程毅就出门了。他一路朝着街道跑去，心里头在飞快盘算。今天早上到的时候，他直奔开发办，谭京东告诉他关于美云制衣厂那块有点复杂，说上头来了通知，说是临时增加了一项，不仅仅要员工投票的结果，相关领导班子的投票结果也要考虑进去。谭京东一脸为难，告诉他投票大会只能拖延到明后天了，时间不确定。程毅稳住情绪，道了谢，而后直奔招待所。他决定先住下来再说，之后就有了搭话刘芳芳的一幕。员工投票那边可以说是10拿9稳了，但是领导班子这一块对于程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不稳定的点，他不想打没有准备的仗，因此决定要做点什么。送礼，90年代人脉才是王道，送礼就成了不可或缺的手段。不认识人没有关系，都不是事儿，只要送礼送到刀刃上，就没有打不开的路子。程毅决定就从这些太太们下手。他打了车直奔百货大楼。江城百货大楼里头开设了不少品牌店，不过不是专卖店，而是叫做进口商店，里面的衣裳比阳城货还要高上一档，属于国外进口商品，也就是所谓的洋货。这年头最火的莫过于班尼路、梦特娇还有佐丹奴，一些稍微追求品牌档次的都会来这里购买，甚至于攒了不少钱就为了买一件回去炫耀。程毅走进服装店，里头的售货员也热情洋溢，他抬头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衣裳，目前都在售卖夏装，都是典型的国外风格，大碎花连衣裙、V 字领，还有一些花边衬衫、大裙摆的波点裙等等。
一般人还真不好穿出风格来。程毅问过了刘芳芳，一共5个领导夫人，也就意味着自己要购买5套衣裳，而且模样什么的，他也都仔仔细细的问了，心里头大致有了数。第153章，怎么，你也喜欢华尔兹吗？他眼神扫了一眼，很快就确定了下来。这5件，给我拿下来。程毅道。导购员当下高高兴兴的将衣裳从架子上拿了下来，递给了程毅。这些可的都是现在国外最流行的款式，也是班尼路和佐丹奴的牌子，你瞧瞧，咱们进口商店里头的衣裳绝对是正品。程毅将衣裳大致看了一眼，确定没问题后喊对方结账。对方倒是没想到程毅居然这么爽快，当下赶紧拿了计算器过来，噼里啪啦一顿一共是3620元。不得不说，进口的服装是真的昂贵，这些夏装甚至一些轻薄的没有一点料子的都要大几百一件。程毅虽然心疼钱，但是也知道这钱不能省。当下他爽快砍了20元钱的零头，而后付账，拿着这些衣裳走出店铺，紧接着又去了批发市场，一人一件，还有其余的小配件什么的都要买齐全，比如丝袜、胸针，一些零零散散的小玩意儿等等，一套接着一套搭配。程毅特意购买了5个精致的布袋，将这5套衣裳齐齐放了进去。时间很快就到了傍晚5点，程毅吃完饭直奔对面公园。夕阳西下，公园内有人拎着录音机放在公园的长椅上，录音机里面播放的正是轻柔舒缓的音乐，富有节奏而动听。这是华尔兹的音乐。80、9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公知崇洋媚外，稍微有点文化的总以国外文化为荣为追求，这也导致了文化入侵出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跳舞就是抛去传统的秧歌民族舞，转而以学习华尔兹为时髦。阔太太关太太尤其如此，下班了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就拿着录音机放在公园的长椅上，播放着音乐，随着音乐开始跳舞，舞步曼妙，身姿轻盈。跳舞的时候脖子昂扬，身形挺直，脚步轻快愉悦，整个人的气质都感觉往上提了不少。这会儿公园里头5个人正在练习，可是始终不得章法。跳华尔兹是2个人的舞蹈，结果他们顾得了上面顾不了下面，不是忘记挺胸抬头，就是脚下踩着了别人的脚，真是狼狈不堪。哎呀，疼，咱们休息一会儿。林燕赶紧摆摆手，示意对方停下来，眼里疼的都冒出了泪花。她是几个领导夫人里面最年轻的了，老公40出头，在招待班里头就当了书记，上上下下不少人都恭维着。林燕也是她第2个太太，第1个年老色衰被她抛弃，林燕也是小3上位，比她小了足足12岁，这会儿才30不到的年纪，保养得当，皮肤白皙，没什么本事，却被塞进了招待办当文员。最近迷上了跳华尔兹，因此带着几个同为领导班子的夫人们一起在公园里头练习。用他的话说，哎呀，我们也要会一点什么的了，不然到时候真的参加了酒会什么的，可不得丢脸。华尔兹多好看啊，学会了在家里头和老公一起跳，那才是真正有情趣呢。得，眼见着人都这么说了，几个太太也都动了心思。是啊，瞧瞧他，可不就是跳着华尔兹把人原配给跳下去了吗？他们也非得学点什么不可。于是这段时间天天都跟着林燕来练，可是跳舞这事儿没人教导舞步要点什么的，那一切都是瞎琢磨。几人不是踩脚就是像是鸭子跳舞，好不尴尬。当下众人零零散散的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脸郁闷。要我说，这什么华尔兹，咱们还是要找人好好教一教的了。靠我们几个自己琢磨，能琢磨出什么？不是踩脚就是撞头，这样下去只会叫别人看了笑话。赵楚红抱怨道，这跳舞太难了。是啊，不然请个老师吧，咱们跟着他学，大不了下班时候一起去。可是不太好吧，咱们学跳舞这事儿原本就是想保密，到时候年末办酒会给大家伙一个惊喜，这忽然去学，岂不是叫所有人都知道了？这话一说，众人又不吭声了。林燕揉着脚背，低着头，眉头皱着，不知道在想什么。就在这时，他忽然就听见一旁传来了脚步声，几人齐刷刷扭头去看。他们选的这个地点还算是比较偏僻的，在公园的最里面一处景观树围起来的小草坪上，不是熟悉的人，谁也不知道这里头有块空地。听见声音，几人齐齐侧头去看，结果就看见了一个年轻男人，一件白色的圆领衬衫，下面一条黑长直角裤，头发是碎发，干净清爽，五官更是瞧着帅气俊朗，有一种很时髦的帅。怎么说呢，不像是现在传统意义上的俊朗小生，但是五官看着十分养眼。几人顿时卸下防备，谁不喜欢样貌好的人呢？尤其是异性，这简直就是天然加分项。程毅走进来，似乎有些惊讶，见着这么多人，他有些腼腆，露出了个浅浅的笑容来。哎呀，真抱歉，各位姐姐，
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我只是听见这里有华尔兹的音乐，所以就过来瞧瞧，是不是吵着你们了？这要是有内行的经纪人在，指定要给程毅现在颁个满分影帝。几个中年女人虽然都结了婚，但是自家男人都是歪瓜裂枣，这一下子瞧见这么模样帅气的小年轻弟弟，喊他们一口一个姐姐，谁不高兴？众人当下情不自禁地坐直了身子。哎呀，哪里打扰，我们就是喜欢华尔兹，所以凑在一起学着玩。林燕盯着程毅眨了眨眼，问道：怎么，你也喜欢华尔兹吗？程毅点点头，专门学了1年，算是精通，也很喜欢。他说着又笑了笑，瞧着就讨人喜欢。赵楚红也笑着比划了一下，道：这华尔兹难学，咱们几个学了好几天了，连门道都没学进去。是啊，真难学。原本想着学来显摆显摆，估计弄不好，到时候都要被人笑话。第154章，拿了漂亮衣裳就要办漂亮事儿。放心吧，哈哈，谁说不是呢？咱也就是学着玩，实在不行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呗。谁敢笑话咱们？几人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程毅盯着几人看了一会儿，旋即开口道：华尔兹很简单的，掌握基本5步，然后找准节奏，步子踩对，很快就能学会的。他说的天真，似乎真的是为了展示一下。而后一个人虚虚做了个跳舞的姿势，一手上扬，一手搭肩，就着音乐踩准节奏点，很快切入了进去。这样，1234、2234、3234、4234，他边跳边说道。林燕和赵楚红等人齐齐愣住，不吭声了。草地上，年轻男人正在跳舞，阳光烁金，潋滟明媚。他的碎发被风浮动，半遮的眼眸都是认真，脚下的动作极其富有节奏，身体挺直，动作优雅而轻盈。音乐和他的动作似乎完美契合在了一起，难分彼此。简单跳了几个节拍，程毅停了下来，夕阳落在他身上，恰逢夏日，出了一身的汗。他咧嘴笑道，露出一口白牙：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众人被惊醒，这才缓过神来。赵楚红第一个鼓掌：这跳的也太好了，你跳的真好，不然教我们吧，我们付学费。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众人当下齐齐附和：是啊，教我们付学费，你跳的太好了，咱就是说相逢旧是缘，你就当我们干弟弟，以后在江城遇着啥事儿，吱一声，咱们几个老姐姐指定都帮你，就当欠你一人情。对，谈钱太俗，有啥事儿说一声，江城范围内咱们几个还是说得上话的，好吗？有时候这事儿就是这么顺利。程毅露出了一副受宠若惊的神情，当下先是推脱了一番，而后才半推半就的应了下来。他道：那这样我一个个教，说的仔细些，各位姐姐回去好好练习一下，肯定能会。程毅说完，将自己随身带着的包放下，几人就瞧见他又低头将这个包打开，拿出了2块崭新的毛巾。众人，程毅一本正经解释，这是我今天去百货大楼买的毛巾，原本拿回招待所用的，但是为了不占各位姐姐的便宜，所以就拿来垫着了，也避避嫌，省得别人说闲话，毁了各位姐姐的名声。众人，这话怎么说呢？各位领导太太们虽说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怪怪的，但是一想，这也的确是为了自己好。当下又是一番感慨，觉着这年轻人太懂事。于是程毅老老实实的将毛巾搭在了自己的2条胳膊上，之后挨个开始教起跳舞来。华尔兹的确不难，只要掌握节奏，打好节拍，再找准步子的方向和大小，很快就能掌握要点，进入状态。众人这都练了2天，再怎么不会也是会一点的。当下经过程毅的指导，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虽然有些磕磕碰碰，但是半个多小时后，已经能够双双搭配，跳准正确的舞步了。1个小时后，终于停了下来。林燕和赵楚红等人热得满身大汗，眼睛却亮晶晶的。这华尔兹，他们终于掌握要点了。程毅擦了擦汗，笑着道：要是还有不会的，可以去开发办招待所找我，这2天有事，我都住在那里。开发办招待所？5人齐齐互相对视了一眼，当下乐了。这可不巧了吗？你怎么住在开发办招待所了？赵楚红笑道：是不是有什么事？说出来听听，我们几个刚好在开发办能说上一点话，这人情顺手就还你了。程毅一听，顿时露出一脸惊讶的神情来，他眼神快速搜寻了一圈，而后无比诧异道：竟然这要求，我这次来的确是点事情比较棘手。于是这接下来的请求说出来就顺理成章多了，而且因为欠了程毅一个人情，再加上又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需要在投票的时候投给程毅罢了，举手之劳，给谁不是给？于是几人打包票答应了下来。程毅又喊几人稍等一会儿，他转头跑了出去，
故意拖了半个小时才将那5套衣裳拿进来，这是给你们的谢礼。程毅满头是汗，有些腼腆，将手里的衣裳递了递。我想盘下美云服装厂做服装生意，所以买了不少衣服回来研究款式，姐姐们你们看看喜不喜欢？5个人不管是样貌还是身材，都和刘芳芳说的大差不差。5套衣裳分别递给了最合适的那个人，尤其是赵楚红，她的身材是稍微偏胖一点的。人到中年，身材管理难免费劲儿，再加上年纪到了，再怎么风韵犹存，也都不得不服老。程毅特意挑选的是一件长裙，灰色的，简单大方的款式，方领收腰，稍微有点支撑力的布料，再加上程毅自己搭配的一点小饰品，一看顿时知性又贵气。赵楚红原本还想拒绝，可是这裙子一拿到手，顿时整个人眼睛都亮了起来。可真漂亮！她高兴地看着程毅道：“我呀最不好买衣裳了，一些衣裳我穿着怎么看都不像话，你这衣裳打眼一瞧我就喜欢。”他说着拿起来仔仔细细的又看了一遍，顿时微微惊呼出声：“哟，这还是班尼路的牌子呢，可不少钱啊！可是有牌子的，那就便宜不了。”几人当下齐齐看着自己手上的衣裳，果然多多少少都有一件是牌子的，再加上搭配的好，连带着配件都显得十分上档次。程毅只是腼腆的笑：“没什么，你们喜欢就好。”这下事情算是板上钉钉了。拿人衣裳又欠了人情，这事儿要是再不办妥，可就说不过去了。林燕是第一个表态的，她最年轻，拿到的衣裳也最时髦漂亮。当下高高兴兴的看了又看，旋即对着程毅道：“不就是投票的事儿吗？你放心，绝对给你办妥了。对，投给谁不是投？你呀，把心放到肚子里。要是我家那个没投票给你，姐明儿个指定把衣裳给你还回来。就是，拿了漂亮衣裳就要办漂亮事儿。放心吧。”第155章，王东和郑倩在开发招待所一直等到了当天晚上8点，谭京东才让秘书给程毅转了个消息，招标大会在明天上午8点开始，喊他做好准备。程毅应了下来，当天晚上再次将要说的话梳理了一遍，之后安安心心入睡。翌日天色蒙蒙亮，程毅睁开了眼，他起了个早，洗漱完毕，打开箱子，找了一件黑色的扣子衬衫出来，下面搭配一条西装裤、牛皮鞋，头发也难得用发蜡往后理了理，显得极其干练成熟。整理完毕，他拎着装着现金的小箱子走出了招待所，找了个地方吃早饭。吃完后时间也差不多了，他起身理了理衣裳，迎着光直奔开发办大操场。今天是举办投标会的日子，相关的地皮是美云制衣厂。美云制衣厂的地理位置极好，交通便利，加上周围工人多，不缺劳力，身后又有一条小河。这年头很多地方都在建厂，而且污染这一行简直是避无可避，比如造纸厂、纺织厂，还有一些重金属的厂子等等。80、90年代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因此对于相关污染这一块审查十分不严格。企业政府为了交税和发展当地经济，也往往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美云制衣厂这块地落在某些人眼里简直是风水宝地。王东就是一个，他这2年在外头转悠了一圈，发现纺织行业有暴利可赚。这年头国家女性意识崛起，服装方面就体现出来了，服装款式、数量还有各种面料需求全都大幅度提高。王东不是没想过办一个制衣厂，但是考察了很久，发现这搞服装厂很是讲究运气和眼光，一旦款式不好，亦或者是面料没用对，那只有落得个血本无归的下场。美云服装厂的前老板林富贵就是血淋淋的例子，谁敢跟着干？倒不如办个纺织厂，这可是搞服装的原料，料子也简单，不愁卖不出去。只是可惜污染严重，中心城市里不让建，污染是个大问题，可是郊区就不一样了。为了发展经济，很多城市牺牲了郊区的位置，同意开设纺织厂、造纸厂等等。王东上个月就来了，他仔仔细细地考察了一圈，结果就叫他发现了美云服装厂这一块宝地。王东欣喜若狂，上上下下一顿跑，送了好几万的钱出去，总算是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着急，可又没法问清楚，毕竟和上头打交道就是这样，对方有权，说话也含含糊糊，只能得一个大致的准头。王东今天特意穿了一套西装，梳了个大背头，腋下夹了一个公文包，早早就到了广场。结果一下车就看见了和自己差不多同一时间到的郑倩，真是狭路相逢。两人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彼此狠狠剜了一眼，之后各走各的。秘书跟在王东身后，有些担忧：“王总，听说郑小姐上上下下找了不少关系呢，咱们这一次不知道能不能成？”王东挑眉瞪了他一眼，说什么不吉利的话？他道：“这几天问了不少人，都说帮我和谭京东打个招呼，那谭京东哪敢说不？心放在肚子里，别想这些有的没的，
他挣钱一个姑娘家，知道什么做生意，净瞎捣乱。王东哼了一声，心里头也是颇有几分自信的。要知道，美云制衣厂就是因为之前林富贵经营不善才倒闭的，员工们上岗又下岗，拖着工资耽搁，这简直是巨大的损失。谁愿意再经历一次？王东坚信，那100多号人指定会选择自己。心里又给自己吃了一颗定心丸。王东带着秘书往广场走去，谭京东等人也到了，跟着一起到的还有开发办的几个领导班子。这几个领导班子和王东关系都还行，递过烟，喝过茶，也送过2瓶酒。王东找了他们上级领导，上面说打了招呼，因此王东就没有额外送礼，但是意思心知肚明。王东走过去，笑着又散烟，之后和几人打招呼握手。他忽然瞧见谭京东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人，模样清爽帅气，黑衬衫、西装裤、牛皮鞋，面容干净俊朗，头发也精心打理过，显得干练而有一种刀出鞘的锐利气势。这年轻人他没见过。这位是……王东笑着伸出手和程毅虚虚一握。程毅笑着自我介绍道，说完后又补充道，您就是王总吧？王东对对方能认出自己感到十分满意，他点点头道，是啊，王东，幸会幸会。谭京东就在一旁看着，等到2人手放开了，他才笑着道，我就说就算是竞争对手，那也是能够保证良好的关系的，咱们都是想要为江城的发展做出贡献，不管是谁，那都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和朋友。谭京东颇为欣慰，而王东却一瞬间变了脸色，他盯着程毅，狐疑开口，对手？怎么，你也对美云制衣厂感兴趣？程毅大大方方点头，准备办一个制衣厂，所以也来参加竞标。他说完，也不知道有意无意看了王东一眼，王总不会介意吧？王东不介意个屁！他心里骂了一顿，面子上却还挤了个笑脸出来。怎么会？谭主任不是说了，咱们都是想要为江城发展做出贡献，都奔着江城越来越好，我怎么会介意？话说到这份上，就看谁的脸皮厚了。你来我往的虚与委蛇了一番，2人齐刷刷不说话了。郑倩来的时候，王东还摆出了个假笑脸，热情地和他介绍程毅。郑倩也没想那么多，还以为程毅是新来的领导班子，因此热情地打招呼，又聊了几句。而王东则是十分适时地戳破了程毅的身份。眼见着郑倩的脸色陡然间变得难看了起来，他顿时感到心满意足。莫名的爽。谭京东拿着话筒回来的时候，就发现3人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站着，等边三角形，谁也不搭理谁。第156章，每个人都要发言拉票。他疑惑，却也没管这么多，拿着话筒试了试声音，之后喊人拎着2个大音箱就走上了台。这广场有个高高的台子，是用来升国旗的。台下有一个4方形的空地，比周围略高出一块。谭京东作为开发班主任，这事儿就归他管，因此这次招标大会的主持也落到了他的身上。谭京东念了个装模作样的开场白，结束后，下面响起了一片掌声。他又清了清嗓子，喝了口水，而后问道：人都到齐了没有？美云制衣厂的员工人都到了吗？人数点了没？这话说完，一旁的秘书赶紧小跑着上前，凑在了谭京东的耳边小声说道：都到了，原来员工136人，有3个出远门了还没回来，其余133人全都到了，就在那站着呢。谭京东闻言，顺着小助理说的方向看去，果然100多号人整整齐齐地站着，为首打头的就是赵志浩。似乎是察觉到谭京东朝着自己看过来，赵志浩当下露出笑脸，一口大白眼格外显眼。谭京东的确是被震撼到了，133个员工居然全都来了，看来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民生问题，人民关注，那就必须得做好才行，不然时间越是往后，就越是埋下隐患。谭京东心里头做了一番建设，点点头，招呼小秘书下去，心里头也更加重视了几分。那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谭京东道，这一次参加招标大会的一共有3位，一位是王东，王总，他是跃进集团的老板，手下有不少产业。这一位是郑倩，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有本事，有眼光，也见过不少新鲜事儿。这一位是程毅，咱们江城本地的小企业家，之前是开服装店的。这一对比，当下寒酸味儿就出来了。招标大会不仅仅是员工和领导班子看的，还有不少从上头来监督的别的地方的领导。毕竟这可不是一言堂，要保持公正、公开和权威，那就必须有第三方在场。3个竞争者，前2个，一个有钱，还是集团的老板，一个有文化，可是从外国喝过洋墨水回来的。而程毅呢，居然只是开了2家服装店的老板，这对比高下立判。开发办怎么回事？这种资质的也能来竞标？开服装店能有多少钱？
3万5万，这美云制衣厂面积可是有那么大的，那点钱扔下去都打不了一点水花，真是胡闹。我也没想到啊，没钱又没文化，谭京东怎么搞的？这种人也放进来，简直是开玩笑呢。下面议论纷纷。站在台上的3人虽然听不见，但是见着下方众人在介绍完诚意后一脸的不屑和狐疑，就大致知道他们是在说什么了。王东和郑倩当下心里愉悦了不少，就连站着的时候都下意识的挺了挺胸。果然一些担心是没必要的，毕竟大家伙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怎么可能会选他？接下来谭京东大致介绍了一番美云制衣厂的地理位置和优势，还有之前零零碎碎的发展等等。很快就到了9点多，一切流程也都进行的差不多了，最后只剩下3人做自我拉票环节。王东先来，他拿着话筒，迈着步子，挺着微凸的小肚腩，一脸自豪又骄傲地站了上去。各位美云制衣厂的员工，我叫王东，跃进集团的老板。这一次我看上了咱们美云制衣厂的位置，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开设新厂，带着你们一起发家致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再担惊受怕。纺织厂的前景非常好，绝对不会失业，到时候我将拿出30万的投资，全都用来投入到咱们纺织厂的开发建设中。到那时候我保证人人不会下岗，人人都有钱挣。我知道大家上本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一点我王东能向各位拍胸脯表示，我一定能做到。王东说来说去不过是为了抓紧一点，让众人不再下岗，不再担惊受怕。而不得不说，他提出的这些对于原美云服装厂的众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而100多号人中也有不少人动摇的，彼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声的说了自己的想法。王东说的也没错，咱们求的不就是一个安安稳稳的活吗？管他什么纺织厂，什么制衣厂，那都是一样的。是啊，那王东还是跃进集团的老板呢，做了大生意的，肯定有点本事，诚意的确是对咱们好。可是吃不饱饭有啥用呀？众人一下子都不说话了。而郑倩这会儿也上台了，她从国外回来，有一点理想主义，让她拉票，她说的有点像是在演讲，通篇下来都是在描述了一些美好的远景，说到了国外的蓝天、沙滩、碧海等等，最后才下了结论。我希望你们能够把票投给我，我一定会让大家有一天能够见识到国外的沙滩风景，那真的很美。众人领导班子，唉，果然小姑娘就是小姑娘，说的国外风景的确是诱人美丽，可他们这些常年趴在机器上讨生活的制衣厂员工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不要碧海沙滩，也不要什么泳装美女，他们要的只是一碗饭吃，仅此而已。郑倩下来，下方回馈的也只是稀稀落落的掌声。王东一瞬间就露出了笑脸，这事儿基本上就是10拿9稳了。到底是小姑娘啥也不懂，就抱着理想主义来竞争，哪儿比得过王东这头老狐狸？程毅是最后一个上的，他笑了笑，从郑倩的手里接过了话筒，一步步走上了台。他挺直身体，眼光极缓极认真的在下方搜寻了一番，而后他将自己的小皮箱放了下来，发出啪嗒的一声响。我的确没什么本事，服装店也才开了快2个月罢了。程毅的声音平稳有力，带着一种十分奇异的好听。第157章，竞标成功，这是我挣的净利润。他说着，弯下腰，一把打开了小皮箱上面的扣子，随着箱子缓缓朝着两边落下，紧接着一摞摞整整齐齐码放的钱落在了众人的面前。100元的面额，一捆1万，这整整30捆30万。烈日下，原本还在小声交谈的众人，忽然一瞬间就没了声音。所有人惊愕的瞪大眼，齐刷刷的盯着上面的诚意，鸦雀无声。2个月30万，服装店净利润，这特么抢钱都没这么快的吧？我盘下美云制衣厂，还是想搞服装，虽然这样说有些自吹的嫌疑，但是我想我在做服装上面的确是有点天赋的。程毅这话颇有几分小臭屁，但是却有一种奇异叫人相信的效果。第一，美云制衣厂原本就是做服装的，如果交给我，我还是搞服装，前员工上手快，能很快进入状态。第二，我准备改变原有的工资模式，改成计件模式，多劳多得，只要你有本事，手脚快，做得越多拿得越多，人人都有可能月入几百。他说着又踢了踢脚下的这一箱钱，这些钱30万，我准备全部投入制衣厂，大家也不用担心厂子倒闭不发工资的问题。我还有2间店铺，县城里还有一套房，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一步一个脚印，你们相信我，就跟着我走，即便到时候真的倒闭，铺子房子我都可以变卖，继续回农村从头做起，绝不食言。还有最后一点。程毅笑了笑，转头看向王东，虽然我知道这样说不地道，但是我还是想点一点王董的纺织厂。程毅朝着美云服装厂的那100来10号员工看去，纺织厂听着很美好，
前景也不错。但是王总没有说的是，纺织厂的污染很大。现在纺织和印染都是一体的，一些染料对身体不好，需要排放污水。到时候这些污水可都齐齐排进了各位赖以生存、洗衣洗菜的小河沟里了。各位不像我，还有农村可回，这四通八达的胡同巷子就是各位祖祖辈辈的家。你们真的想好了吗？且不说纺织厂里头的活儿，你们能不能上手，日子有没有奔头，到时候钱没挣到，周围的环境也被污染了，你们真的能接受吗？我说完了，谢谢各位。程毅说完，将话筒递给了谭京东。站在一旁的王东眼神简直要杀人，他气得不行，见程毅下来，他当下咬牙切齿骂道：你在胡乱说什么？什么污染？你见着了吗？信不信我告你诽谤？程毅抿唇一乐，他真是听了个稀奇。告你诽谤，这是21世纪多么常听的一句话，尤其是在娱乐圈，他身为影帝更是少见多怪。可是这话放在90年就听着有些新鲜了。程毅笑了笑道：王总，你得换个方面想，我这话算是在救你。王东，我谢谢你。污染的问题你我心知肚明，如果靠着隐瞒拉票的话，到时候出了事儿，你觉得还能再隐瞒下去？那可是100多号人，他们家就在美云制衣厂旁边，多少人都是世代居住在这里，要是这块生存环境没了，他们能回哪儿去？且不说到时候暴动围场，那就是上访投诉，也都是够你喝一壶的。隐瞒和欺骗是最要不得的。王东微微一愣，他嘴唇动了动，原本想说什么，可是这会儿却又什么也说不出了。程毅说的的确是一直被他忽略，或者说是刻意忽略的。他沉默了。谭京东也在一旁听着，闻言走过来，伸手在程毅的肩膀上拍了拍。小伙子做得不错，他笑道。王东仍旧不死心，他抬头盯着程毅，问道：你说的是真的吗？王东指了指又被程毅拎在手里的小箱子，道：2个月30万净利润，你肯定在吹牛吧？这年头虽然挣钱容易，但是哪有这么容易？2个月30万的净利润，那就是他跃进集团里面的一个子公司都够呛。程毅笑了笑，在王东惊愕的视线里摇了摇头。我说了，我在做服装这一块真的是有点天赋。程毅笑着对着王东伸出手，希望今后有机会合作，合作愉快。王东哑然。投票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结果出人意料，领导班子一共9人投票，程毅7票，王东1票，郑倩1票，美云制衣厂133票，程毅全票。这胜利已经是压倒性的优势了。招标结束之后就是胜利者的聚会了。程毅最叫人好奇的就是他的服装店。酒席上被人拉着问来问去，程毅都有礼貌且笑着回答了。酒过3巡，从开发办食堂出来已经是满天星斗了。他喝多了酒，有点晕沉沉的，街道上的冷风一吹，他又清醒了不少，心里头像是烧了一团火。重生回来，他一直在小生意上徘徊。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总是最难积累的，幸好他开了服装店，拿到了第一桶金。而现在他又成功的得到了美云制衣厂的使用权，虽然这是有很大的桎梏的，比如每年要给开发办2万元的租金，要给江城政府税务局1年2万的税，还有消防安全都要过关等等，又细又密，繁琐冗长。可是不一样了，一切都不一样了。他有了厂子，到时候去挂个公司，这也就意味着自己真正翻身成功当老板了。这种巨大的喜悦不亚于自己第一次获得影帝。那会儿他只能一个人默默消化这种惊喜，可是现在他有了可以倾诉的对象。程毅找了个还亮着灯的报亭，付了钱，拿起电话拨通了家里的号码。电话响了2、3声才被接起来。电话那端林清然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安抚。喂，找谁？程毅不在。程毅打了个酒嗝，笑了。什么程毅？他醉醺醺道：媳妇儿，你应该喊老公。第158章，飞快的给了自己一嘴巴子。林清然一愣，就察觉到程毅这是喝醉了。他拿着话筒朝着窗外沉沉的夜色看了一眼。这个男人喝醉了之后会打电话和自己撒娇，会在这茫茫夜色里第一个想到自己，心里泛起一丝甜蜜和柔软。他抿了抿唇，小声道：老公，怎么了？你喝酒了吗？程毅就像是得了糖果的孩子，靠着报亭坐了下来，一脸心满意足。是呀，喝了一点点。他拿着手比划着，面前是空荡荡的街道，还有挂在树梢的几颗星子。夜朗星稀，月光却格外皎洁。他眉心有些晕眩，但是意识却格外清醒。你当初是不是不愿意嫁给我？蓦地，程毅开口，他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打了个酒嗝，似乎在控诉。清然，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也就只有喝醉了，他才敢这么问。上辈子对林清然变了态度，不是没有原因的。新婚燕尔，
程毅格外起劲儿，他天天都缠着林清然，干什么都想和他黏在一起。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林清然就开始拒绝自己，洗澡不肯自己帮他拿毛巾，甚至换衣裳也要自己出去。年少意气，常常一个念头没转过来，就陷入了囹圄。是啊，他凭什么得到他的喜欢呢？爹妈不在乎自己，媳妇儿也是，或许从头到尾他就是一个笑话。这个念头出现在脑海里后，程毅就像是变了个人。他偏执又可怕，甚至变招法的折磨林清然，见他恐惧又害怕的看着自己，心里有种莫名的快感。如今重生回来，程毅才可笑的发现，当初的病态不过是祈求得到更多的关注罢了。他伸手揉了揉眉心，再次赌气般借着酒劲儿重复了一遍：你当初是不是不喜欢我，不愿意嫁给我？夜色凉凉，程毅的话顺着电话传到了林清然的耳朵里。他愣了愣，下意识回道：你为什么这样想？因为你总是拒绝我。程毅的声音有些委屈和控诉。一开始好好的，可是你后来就开始推开我了。妈的，不行，越想越觉得委屈。也不知道是酒精上头，还是实在是这个问题憋在心里太久，程毅抓着电话开始一个劲儿叨叨，说的都是一些只言片语，甚至很多都是一点片段。而电话这边，林清然也终于想起来了，当初刚结婚，的确是有那么一段日子，他处处拒绝程毅。后来程毅的态度忽然转变，林清然也压根没有往这方面想。如今听见一向控制情绪很好的程毅失态，反复提及林清然，他真是有点哭笑不得，甚至于不知道如何开口了。时间过了很久，对面的程毅终于冷静了下来。林清然尝试着喊了2声，听见对面闷闷不乐的声音，显然还是在计较。他迟疑了一下，又伸手揉了揉脸，深吸了一口气，这才纠结万分的开了口：刚结婚，谁经得起这么折腾啊？程毅，你每次都这样，洗澡让你拿个毛巾，你也能进来，换衣服就更别说了。我什么都不懂，也没做过，你天天都那样，哪还有心思做别的事？林清然脸色已经可以红得燎原了，他用力地揉了揉脸，又深呼吸了2次，可是仍旧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热气腾腾的。羞，真的好羞耻。刚结婚的少年郎初尝禁果，男人真的很奇怪，在这种事上仿佛都带着刻在基因里的本能。结婚当晚，程毅第一次尝到这事儿的美妙。也是缺衣少食的80年代，更别提什么娱乐活动，尤其程毅在父母那边更缺关怀，于是他就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林清然的身上，天天折腾，日日缠着。林清然第一次恋爱，第一次结婚，全部的第一次都给了程毅，他哪经得起这样折腾？可是刚结婚，感情还没那么熟，拒绝的话又说不出口，这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林清然只能变相的拒绝他的靠近了。成果很有效，后来程毅的确是不碰他了。可是再往后，事情就出乎自己的意料了。他攥紧电话，小声喊道：程毅，你在听吗？程毅。他这会儿冷风一吹，酒倒是醒了一大半，原本就没很醉，不过是借着酒意说着自己想说的话罢了。如今林清然也的确是将答案告诉了自己，只是得知了答案后，他才发现原来当初的自己是多么可笑。原来仅仅是因为这个，亏得自己张了一张嘴，怎么就不知道开口问一问。他抬起手，飞快地给了自己一嘴巴子。如果当初开口的话，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那纠缠了自己一辈子的梦魇也不会再存在。程毅心里万般滋味涌上，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老公。电话那边，林清然又小声地喊了一声，他的声音轻柔温婉，在这个夏日的夜色里和蝉鸣一起钻入了程毅的耳朵。程毅终于缓了过来，他想，原因找到，印证了自己当年的荒唐。往事不可追，那么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握当下，弥补一切。媳妇儿。程毅喊了一声，旋即笑了笑，道：以后我不会这样了。林清然，什么？以后我会征求你的意见。他一本正经，你说做，咱们就做。你要是说不行，那我就算临门一脚也停。这带点颜色的话，叫林清然闹了个大脸红。不过幸好程毅没有在这个话题上过多停留，他又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大致和林清然说了一遍，最后才恋恋不舍地挂了电话。程毅扶着柜子起身，掏出钱付账。报亭老板盯着他，接过钱，又语重心长地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年轻人，夫妻吵架哪有过夜的道理？床头打架床位和的事儿，你要是不行，就得去看看，这可太耽误事儿了。他拿出零钱找给了程毅，郑重地放在了他的手里，道：听叔的话，免得耽误你，不行不是啥大事儿，吃药就成。第159章，接管美云制衣厂。程毅，我谢谢您嘞。他接过零钱，又极其认真地道了谢，之后再三保证自己会去看。报亭老板这才停止了唠叨。从报亭出来，
程毅直接回了招待所，倒头就睡。翌日天色大亮，程毅酒也彻底醒了。他办了退出手续之后，背着包直奔美云制衣厂。昨天再开发办，该办的手续全都办齐全了。程毅交了1年的房租之后，又签了承诺书，承诺1年给3万元的税。之后在场工商局的人直接给办了营业执照，又签下一些审批手续等等。事情虽然繁琐，但好歹是弄完了。程毅攥着钥匙抵达美云制衣厂的时候，门外已经站满了不少老员工。大家伙儿正在聊天，忽然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句：“程毅来了！”当下所有人齐刷刷扭头朝着程毅看去。赵志浩和方世贵、刚子等人就站在人群最前面，瞧见程毅来，两人当下快步迎了过去。哎呀，你可算是来了，大家伙儿都在这里等着你呢。瞧，封条都被撕了，这美云制衣厂以后又能开工了。咱们在这里头干了大半辈子了，也终于能继续干下去了。程老板，我们都是些没本事的，啥也不会，只要你喊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不求大富大贵，求能有口饭吃就成。人群闹哄哄的。昨天程毅的演讲极其精彩，所有人都记着了他那服装店2个月30万净利润的高光时刻。想想，这么有手段、有本事的人，是不是也能带着他们走向辉煌？还有那什么计件模式，多劳多得，想想都有奔头有干劲儿呢。一大群人围着程毅，都巴巴的希望再听他说些什么。程毅当然也瞧出来了，他笑着拿出钥匙，在众人面前挥了挥，而后在众目睽睽下，一把打开了挂在铁门上的锁。好听的漂亮话说多了就变成吹牛了。程毅笑道：“重要的是看我做什么，不是吗？”他说着指了指美云制衣厂：“咱们现在进去，把上一任老板留下来的资料交接一下，然后尽快投入生产，早点给你们发工资，这才是我需要做的。”众人一听，顿时觉得在理儿。赵志浩当下挥挥手，对着众人招呼：“会计、采购部还有款式部，100多号人，不全是工人，还有当初在厂子里负责各种事情大大小小的领导。”程毅接手美云服装厂，又继续搞服装，对于这个小团体而言，不过是换了个老板而已。一台生锈停下来的机器，除一除锈，上点润滑油，重新接通电源，照样继续运转。众人很多人是从美云制衣厂从国营企业开始就跟着的，一进来没等程毅说话，他们就自顾自地开始清理灰尘。工作台上的机器，外头盖着防水布的裁布机，还有后到车间操作台上的各种杂物，大家一言不发的清理，心里头欣慰又感慨。赵志浩带着程毅走进办公室，开始介绍：“这是厂长办公室，这里是主任办公室，这里是统计订单和销售情况的，这里是打板车间。”程毅对于制衣厂倒也算是熟悉，上辈子做一个服装代言的时候，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个品牌的理念，对方带着自己去参观了工厂车间。不过那都是21世纪的制衣厂了，里头不论是设备还是效率，都比90年的制衣厂高一大截。程毅走了一圈，最后到了专门出货单的办公桌前停了下来，抽屉里拉开，燕尾夹夹着的满满当当都是一摞出货单。他拿起来随意的翻了翻，上面还有打印出来的衣服款式图片。大致看了一眼，程毅就知道为什么林富贵会亏损了。单子上出口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贵重料子的大衣，夏天就是布料极好的短袖，比如最时髦的尼龙面料袜子、呢子大衣，还有乔其纱蕾丝的短袖等等。简单的款式厂子里也做，但是基本上都是之前方世贵拉到批发市场卖的那种纯棉打底衫，这二者相当于走了个极端。尼龙袜、呢子大衣这种成本高的衣裳，走的是高端路线，在羊城出手的确好卖。毕竟如今的羊城，不管是对外毛衣还是对内出口，都做得十分不错。可是这种呢子大衣面料贵的衣裳，原本需求量就小，羊城那边制衣厂又多，这块蛋糕又大又甜，哪儿等到江城的制衣厂去抢地盘？你来抢市场？那好，就打价格战。原本就省了一大块的运输成本，哪儿打得过人家？于是美云制衣厂的衣裳就只能转内销。可惜江城市场太小，再加上这种动辄8、900、1、2千的大衣，谁买得起？于是这成本越堆越高，最后款式过时，更出不了手，最后烂死在手里。林老板对我们也真的很不错的。赵志浩迟疑了一下，轻声道：“当年林富贵上吊自杀的时候，他也去了。”月色冰冷透过窗户洒在他的身上，下面是踢倒了的凳子，桌面上一片狼藉，还有没喝完的二锅头和下酒的猪头肉，家里都被搬空了。开门的时候，风呼呼地灌进去，吹得尸体一晃一晃的。他眼珠凸起，面孔狰狞，盯着进门来的众人，所有人都屏息不言，只有赵志浩站在门旁默默流泪。他在想，这世上怎么好人就没好报呢？真特么的不公平。见赵志浩的眼眶红了一片，程毅拍了拍他的肩膀。大家都是成年人，情绪稳定下来后，这人也就来了精神。程总，咱们厂什么时候开工？做啥款式的衣裳？
你都决定了吗？赵志浩问道。我呢？我要做啥事儿？我之前是采购部的，你要啥料子，我都能给你买来。程毅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先是让赵志浩将美云制衣厂以前做过的衣裳款式全都拿了出来。他一件接着一件看着，发现基本上都是跟风做的衣裳。看到最后一张，他微微闭了眼，揉了揉眉心，脑海里慢慢梳理着发展脉络。第160章大众杂志。他上辈子的确没办过厂，但是他却知道做衣裳得跟着流行趋势，而这个年代要怎么精准的抓到每个流行点呢？有什么东西能和自己上辈子的记忆串起来就好了。程毅屈起手指，一下接着一下敲着桌子，关于上辈子的一切一点点在浮现。时间过了很久，赵志浩就一直站在一旁不敢打断。对于这个年轻人，瞧着和眉善目，仿佛一切都好说话，但是只有真正接触过才知道，他外面裹着一层一又一层柔软的棉絮，可拨开棉絮才能发现，最内里的是一把锋利冷锐的剑。赵哥。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一直垂眸思考的年轻人终于开口喊了自己。刚才思考时的锋芒一瞬间消失不见，再次去看的时候，就看他脸上笑盈盈的光。你知道大众杂志吗？赵志浩一愣，他点点头，在报亭见过，好像是有很多明星在上面的，是不是？程毅对着他竖了竖大拇指。对，没错，就是那个。他道，你能去帮我买2本回来吗？程毅说完，拿了一张大团结递给了他。赵志浩赶紧摆手，太多了太多了，一本杂志要不了多少钱，我自己去买就成。杂志是在报亭里卖的，胡同巷口就有。赵志浩一路跑到巷子口，找到报亭，看见上面堆放着厚厚的一摞书本，最上面放着的是一本故事会，再往下翻了翻，总算是看见了最下面压着的大众杂志。大众杂志是按照月份出的，每个月都会出一刊，封面都是当红明星。现在是7月初，报刊还没出来，大众杂志一共出到了第6期。赵志浩买了最新的一本，付了钱，拿着杂志就往回跑。几分钟后，程毅拿到了杂志，一眼就认出来了上面的明星，这是宋佳。那会儿大宋佳、小宋佳还不知道在哪儿，这宋佳才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代的明星宋佳，出演过《嫂娘》《淘金王》等等，五官妩媚成熟。封面上，他一手微微抚着柔软细腻的景象，眼角眉尾都微微上扬，朝着一旁看去，眸光含情，说不出的妩媚风情。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西装，垫肩的款式顺着胸前一路往下，微微露出雪白，惹人遐想。耳坠上的扇形耳坠更是增添风韵。程毅没记错的话，这一件黑西装外套在阳城那边可是卖断货的。当年自己这个点儿已经来江城打拼了，多多少少也记起来了。那会儿话剧团里头的姑娘们都喜欢买一件黑色的大垫肩西装，下面一条短裤黑丝袜，出奇的一致。程毅放下杂志，脑海里的记忆关于这段时间线的开关飞快浮现出来。他拿来纸笔，在纸上认认真真的勾勒出线条，又快又稳。没一会儿，一张服装设计图就出来了。程毅却没有停笔，他又飞快地画着，一时之间，静谧的办公室里只听见笔尖落在纸张上沙沙作响。而程毅整个人认真又投入，一时之间，就连赵志浩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生怕打扰他。1个小时后，程毅的面前多了6张纸，他拿起来仔细看了看，又递给了赵志浩。赵志浩赶紧接过来，一看才发现居然全都是服装设计图，而这些款式都是赵志浩没有见过的。他惊讶的一张张翻了过去，瞧着程毅的眼神顿时不一样了。这些图极为详细，甚至连面料、尺寸等等全都标注好了，具体多少件我都写在上面了。你是采购部的，应该能算出来大致需要的布料，就按照上面去采买。程毅道，厂子里的机器都调试一下，什么时候采买回来这些布料，把样衣做出来给我过一眼，咱们之后就开工。得。赵志浩想过事情快，可是从来没想过居然能这么快，就要开工了。怎么了？程毅问道，这设计图画的还不够清楚吗？还有别的问题？没。赵志浩赶紧摇头，冲着程毅竖起大拇指。你这设计图太详细了，我没想到这么快咱们就要复工了，我这就去。赵志浩说着就跑出去了。程毅坐在座位上，双脚交叠着放在办公桌上，继续拿起大众杂志翻阅。记忆锁在某个时间点出不来，而这杂志就像是一把钥匙。大众杂志50年代就创办了，在80、90年代是最受欢迎的杂志之一。明星效应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封面上的明星们穿过的衣裳，很多都成为大众追捧的热款。程毅刚才画的其中3张衣裳，分别是8、9、13个期刊的封面女郎穿的服装，还有一张是第7期男演员贾宏声穿的印花白色短袖。如果没记错的话，8、9、13期女演员分别是张艳丽、林青霞还有金梦。
张艳丽穿的是一件绿色底、红色莲花和黄色小麦穗的套头中袖，这衣裳放在21世纪无疑是最土的款式，可是在这个年头却代表了青春朝气和活力，不少人追捧。林青霞是一件红色的线衫长袖，上面点缀着不少毛绒花边，还有一些细碎闪亮的线被缝制进去，下面一条黑色裤子搭配白色皮带。至于金梦，那才是真正的爆款裙子，一条黄色的大方领长裙，简单大方的款式，头发扎起打蓬松，脖子上挂着4层连串的珍珠项链。这一套当时是出了圈的，因为款式简单，裙子颜色显白，那种灵动和娇俏席卷全国。至于其他的2张，是程毅自己根据记忆里一些将成流行的款式改良画出来的。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寻林服装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飞速打响品牌，到时候再将自己程寻林的标签打出去，双管齐下，就能够让寻林服装在全国站住脚，那时才能够挣到真正意义上的第1桶金。脉络捋清，程毅伸手揉了揉眉心，只觉得任重而道远。他将办公桌的抽屉全都抽出来，清理垃圾。第161章，怎么瘦了这么多？之后将办公室柜子里全部的资料都翻了出来，仔仔细细的看了看，挑选出有用的，其余全都扔进垃圾桶。办公室不大，但是东西是真不少。程毅整理完已经是1个小时以后了，他松口气，捶了捶腰，又去水龙头喝了点水。车间里面这会儿也打扫的差不多了，用抹布擦干净的机床崭新发亮，上面的刀片都泛着耀目的光。赵志浩正拿着一沓图纸走出来，急匆匆的，眼睛里头闪烁着兴奋的光彩，额头上更是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汗。程总，程总，他兴奋喊道，说着用力举起手对着程毅挥了挥。程毅走过去，他一把将手里的资料朝着程毅递了过来，道，我们都算好了要用的料子数量，你看看，要是没问题，我明天就去采购了。程毅接了过来，看了一眼，一共6款服饰，他将每一款衣上需要的服装数量都写清楚了，之后赵志浩再通过面积计算，看看需要多少衣料，每一款衣料的面料也是不同的，还有上面的印花要求等等。程毅仔仔细细过了一遍，发现没有什么问题。他将图纸递还给赵志浩，道，这3款衣服先做，剩下的3款也按照这个顺序分别做，布料你看顺序买，有先有后。赵志浩点点头，拿着图纸飞快地跑了。程毅表明先做3款衣裳，其中2款是自己设计的服装，还有1款是下个月要出现在大众杂志上的服装，其余的2款出现的时间比较晚，最大的爆款甚至出现在10月。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这几款积累资金，为最后的爆款囤货做准备。到时候杂志一出，全国都会掀起销售热潮，而那个时候临时做衣裳显然需要大半个月的时间，而他如果囤货足够的话，那么必定能够抢占先行销售市场。事情敲定，程毅去找了方世贵等人，服装厂暂时交给你们，方世贵为代理厂长，有事请找他。程毅说着朝着方世贵看去，10万元我已经放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了，这是钥匙，你是第一责任人，服装厂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开支全都交由你负责。方世贵吓了一跳，他头皮一麻，挥手就要拒绝。10万元，乖乖，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程毅笑着看他，道，方哥，你要真不想当这个厂长，我可就去找别人了，你怎么就这么不相信自己呢？程毅盯着他，人这一辈子总不能在原地踏步，这么好的机会放在你面前，你真的不要？方世贵迟疑了，他想起自己年纪不小了，之前在美云服装厂里头，也就是当一个车间主任，平日里算是老好人，谁找他帮忙，他都没法拒绝。就好比这一次卖衣裳，明明不是自己的活儿，他仍旧答应了。那就试一试吧。脑海里这个念头冒了出来。方世贵抬头盯着程毅，而后用力的点了点脑袋。成，那我就试一试。他接过钥匙，攥得紧紧的，生怕出了什么意外。程毅但是不担心他会跑，他已经40、50岁了，又拖家带口的，家里头的一大家子亲戚全都在美云制衣厂里头，能跑哪儿去？而且人总归是这样，明目张胆的信任就会有一种使命感。程毅又多交代了几句，之后拎着箱子背着包走出美云制衣厂，他要回元安县。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自己估计都要在制衣厂里头泡着了。他总惦记着林清然和清清朗朗，想着要回去见一面，将事情说清楚才好，也好让他们有所准备。下午5点，夕阳满天，远处的火烧云成片成片的铺满了天空，绵柔的云朵上泛着一层橘色的光，跳跃着映入眼帘。寻林服装店还开着门，这2天来，林耀东和几个伙伴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不得不说，人家都是漂亮小姑娘在门口吆喝，而寻林服饰居然是3、4个年轻小伙子。泪日炎炎，少年喊得卖力，汗水顺着清茶的发根一路往下流进颈项里。好家伙，
异性相吸，小姑娘不敢明目张胆看，但是进店里头买衣裳总归是可以的吧。于是这一个个小姑娘纷纷进店看衣裳，顺带看看小伙子，一来二去，看见顺眼的就买2件，甚至一些胆子大的吆喝着站在门口林耀东等人进来帮忙。瞧见他满头大汗，忍不住逗一逗。少年从小顽劣到大，要说上树掏鸟下和摸鱼，他从没怕过谁。可这小姑娘说话，他可就真的啥也不会了。林耀东支支吾吾的挠后脑勺，店里头顿时一顿笑。程毅回来的时候，就看见林耀东满脸通红的送小姑娘出去。他一乐，走上前，在林耀东的肩膀上一拍：“怎么，有喜欢的小姑娘了？”林耀东一愣，赶紧摆手：“才没有呢。”他赶紧拉着程毅往店里头走：“师傅，你小声点，可别叫人家听见了。”程毅只是笑。走进店铺里，清清朗朗不在，只看见林清然正趴在缝纫机上，脚下踩着踏板，缝纫机旁边的大轮毂咕嘟嘟的转着。一个漂亮精美的布包就出现在了林清然的手里。缝制完，抽出来，剪掉线头。林清然露出笑脸，他将布袋放在一旁的箱子里，结果一抬头就看见了程毅。他愣了愣，惊喜站起身，朝着程毅走去。“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林清然盯着他，眼睛一眨不眨，眉头却微微拧着。“外面是不是没好好吃饭？怎么瘦了这么多？”程毅一乐，这才几天呢。可他乐得叫自个儿媳妇心疼自己，当下很是委屈的点点头，比了个2的手势。“是啊，忙得很，拍了制衣厂，每天都要去看看，一天吃1顿，可不得瘦吗？1天1顿，怕也只有林清然相信了。他不由分说，拉着程毅朝着外面走，和林耀东打了个招呼，让他看店，之后就带着程毅到了面摊子，点了一大份肉丝面。第162章，你会不会想我？晴晴朗朗呢？程毅问道。“怎么没看见他们？”“妈带着去玩了。”林清然道。“说是带去公园玩，我天天在店铺里待着也不是办法，小孩子待不住，出去玩总比天天关着强。”程毅点点头。面上来了，他要了个小碗，给林清然夹了一碗出来，递到了他面前。“不准说不吃，不然我也不吃了。”程毅一本正经地看着他，哪有让我一个人吃独食的道理？林清然只好接过。程毅边吃着面，边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林清然也听出味来了，他咽下面，抬头看着他：“你过2天又要去吗？是不是要待很久？”程毅点点头：“服装厂运行起来，前期总是最重要的，我要去守着，等到第一批服装成功出厂销售，我才能回来。他有些歉疚，资金链没完成，风险很大。我知道了。”林清然柔声道。他的面吃完了，拿出手帕擦了擦嘴，而后看着程毅轻声道：“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说到底也不过在江城，晴晴朗朗要是想你了，我就带他们坐车去看你。”程毅一顿，他也放下了筷子，似乎有些不太高兴。林清然眨了眨眼：“怎么啦？”他应该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吧？可是程毅怎么瞧着有些不对劲儿？“那你呢？”程毅看着他，目光灼灼：“你会不会想我？”这妮子表现得这么大度无畏，可他要看的是这个吗？唉。林清然白皙细腻的脸蛋上飞快浮现出了一层粉色，绒毛点点，粉色细腻，衬着他明媚动人的五官，简直叫人移不开眼。我也会想你的。”他半晌才小声说道。程毅瞬间圆满，他付了钱，拉着林清然起身往回走。两人的影子被夕阳洒落在街道上，交叉缠绵极了。入夜，晴晴朗朗缠着程毅在院子里斗蛐蛐儿。两孩子也不知道像谁，对这种草里头爬来爬去的玩意儿极其喜欢，甚至还缠着林耀东，给两人一人编了一个草笼子，里头专门装着蛐蛐儿玩。程毅逮着一只大的，被晴晴瞧见了，小家伙高兴地撒开腿跑过来，缠着他：“爸爸，给我好不好？”晴晴的眼睛黑溜溜，黑葡萄似的，小嘴唇撅着，可劲儿地眨眼撒娇：“我每次都输，大蛐蛐给晴晴，晴晴要赢。”这么小，胜负心就这么重。再说了，程毅哪儿舍得拒绝这么一个小妮子的撒娇？程毅笑着将大蛐蛐塞进了小妮子的笼子里，又屈起手指刮了刮她的小鼻子，道：“好，给你，去吧。”晴晴高高兴兴地拎着小笼子跑开了，去找朗朗斗蛐蛐儿。厨房里，林清然将一个大水壶从煤炉上拎了起来，滚烫的热水倒进了2个小澡盆子里。晴晴朗朗，过来洗澡。2个小家伙虽然还没玩够，但是听见林清然喊，两人当下不情不愿地跑过去了。加冷水，试温度，脱衣服洗澡。程毅也过去帮忙。男女有别，他拎着朗朗，又端着澡盆到了院子里头，拿起水勺从头舀了一勺水浇下去。朗朗差点没被呛着，小脸蛋皱成包子，一脸幽怨地看着他。程毅语重心长：“小男子汉嘛，能不能行？”
他道：“不能行就告诉我，我让你和晴晴一样，坐在盆里洗澡。”得，胜负心顿时就燃烧了起来。小家伙挺起小胸膛，黑溜溜的眼珠子瞪着程毅：“我能行。”程毅忍住没笑出声，飞快浇水搓澡一条龙。洗完穿衣服，两孩子乖乖的自个儿去房间了。从小到大养成的好习惯，自主入睡。8点半的时候，程毅偷偷从窗户里头看，就发现晴晴朗朗已经睡得香甜了。他小心翼翼地关上窗户：“你也泡个澡吧。”林清然拎了一个深桶出来，放在堂前。他烧了2大壶水，全都倒在了里面，又加冷水，试了试温度，这才过来喊程毅泡澡。泡澡？程毅眼皮子微微跳了一下。现在已经初夏了呀，虽然还不是那么热，但是泡澡会不会太过了一点？只是程毅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林清然就仰头看着他了。黑白分明的眼睛像是被水蒸气浸透了一般，湿漉漉的瞧着他，身上更是冒了一层汗，热气混杂着他身上的馨香一阵阵传来。怎么了？你不想泡澡吗？他说着顿了顿，似乎有些委屈。我听说泡澡能让人解乏。程毅，这拒绝的话谁还好意思说出口？程毅赶紧点头，极其认真。我怎么不愿意了？泡澡好啊，泡澡舒服解乏，我累了好几天了，谢谢媳妇儿。林清然这才露出了笑脸。程毅拿了毛巾试了试温度，接着就开始脱衣服。林清然赶紧转身进了房间。热水的确能解乏。程毅整个人没入热水的一刹那，他舒适的差点没喊出声。这几天为了招标的事情，他简直是忙得脚不沾地，脑袋也超负荷运转。热水一泡，他顿时整个人都舒缓了起来。就着热腾腾的水蒸气，他顿时惬意的闭了眼，靠在桶壁上开始思考人生。不知道过了多久，水温凉了下来。程毅也小憩片刻，整个人都回过了神。他洗了洗身子，起身准备穿衣裳，可没想到起身的一瞬间，房间门被打开了。一刹那，四目相对，林清然愣住了。他的面前，一具男性的躯体正大刺刺的出现，水珠冒着热气儿从他的身体上滚落下。程毅不是那种肌肉男，但是却又不受柴。他有一层薄薄的肌肉，皮肤不白皙，很健康的颜色，四肢修长匀称，尤其是那挂着一层薄薄水珠的脸，帅气又好看。林清然愣住了，他站在原地，半晌没反应过来，直到程毅动了动身子，拉了一条内裤穿上，他这才后知后觉地捂住了脸。那个，我是听人说泡澡泡久了会头晕，所以出来看看，我不是故意的。第163章，他要他就现在，真的太羞了。要知道，以前两人关系好的时候，即便深入交流，但那也是关灯的，黑灯瞎火，一切全靠本能。他还从来没有这么明目张胆的看过程毅的身子。这一刹那，林清然只觉得脸蛋上像是烧了2团火，叫他又羞又紧张。原本想要解释，但是却没想到气氛更尴尬了。他低着头不敢看程毅，察觉到程毅似乎朝着自己走过来，他下意识的转身就进了房间。呼，走进房间，瞧着还在床上睡觉的晴晴朗朗，林清然这才觉着能够喘口气。他揉了揉滚烫的脸颊，坐在床边，可是脑海里却不受控制的浮现出刚才看见的场景。他又站起身，走到桌子旁坐下，想要给自己倒杯水喝，可是拿起杯子的一刹那，他才发现自己的手都在颤抖。要命！给自己灌了一杯水，强行冷静下来，林清然才发现自己脸蛋根本不受控制，越发滚烫。门外似乎传来脚步声，他一愣，旋即倏地站起身来，下意识的就脱了鞋，整个人缩进了被窝里。咯吱，木门被推开，程毅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白衬衫，领口松开了2个扣子，身上似乎沾了水，有些透出里面蜜色的肌肤和薄薄的一层肌肉。他头发也是湿漉漉的，贴在了额头上，似乎是瞧见林清然朝着自己看过来。程毅对着他露出了一个笑脸。林清然顿时缩了缩脑袋：“你洗好了？”两人不说话，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尴尬。林清然将被子扯过来，盖住自己的脑袋，露出一双黑溜溜葡萄似的眼睛看着他。他开了口，程毅就这么看着他：“是啊，再不出来，有人要担心我头晕了。”林清然，他脸颊更烫了。程毅笑眯眯地看着他，朝着床边走过来，眼神落在他泛红的脸颊上，停顿了一下。林清然赶紧将脑袋一缩，而后伸手胡乱拽住了灯线，轻轻一拽，啪嗒一声响起，灯顿时灭了。整个屋子里黑而静谧，只有融融月光从窗外落下，映衬着林清然的脸。他的眼睛亮而明媚，脸颊泛着红晕，一层细小的绒毛在月光下清晰可见。晴晴朗朗睡相不好，两人已经滚作一团，缩在墙角去了。床很大，程毅坐上去的时候发出轻轻的一声响。林清然一刹那绷紧了身子：“你在害怕吗？”程毅轻声问道。俩人都是过来人，很多事情
到了那个气氛，就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林清然咽了咽口水，他小小的、轻轻的摇了摇头：“我才不怕呢。”他轻声道。程毅上了床，他的身子压着床沿微微下沉，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时候，鼻尖都充斥着他身上的味道。自从程毅重生以来，两人就一直没有进行过深入交流，不是不想，而是不愿意强迫。他掀开被子，躺了进去，隔着一层薄薄的被单，都能够感觉到林清然在轻轻的细小小的站立。程毅一愣，这还叫不怕？他想了想，干脆侧了身子，支棱着脑袋，盯着林清然看。月光仿佛在他的身上披上一层白纱，他看着自己，眼中朦胧而妩媚。这是自己亏欠了一辈子的人啊！程毅的心里柔软成了一片，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顺着温热的被窝，一路握住了他柔软细腻的手腕。和自己想象中的一样，当年他站上无数个巅峰，接受着万众瞩目的时候，他多想这样抓着他的手，牵着他走到众人面前，和他一起享受一切。可一幕幕出现在梦里，每每伸手去抓，都只有一片虚无。他仰着头，看着自己原本是笑盈盈的脸蛋，到最后变成一片狰狞恐怖的发胀的白。他惊醒，睁开眼，只有大片大片的黑暗。偌大的空间里，只有他自己，还有急促而落寞的呼吸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抓着林清然的手，一下接着一下，用力地摩挲着。指腹触及到的是温柔而细腻的肌肤，鼻尖萦绕的更是他浅浅带着馨香的呼吸。程毅的掌心忽然就滚烫了起来，他喉结飞快滚动了一下。清然，程毅声音沙哑喊道。林清然敏锐地察觉到，他握着自己手腕的触感越来越滚烫，力道也一点点变大。他在喊自己，声音沙哑而低沉，明明是压了气息的，可偏偏落进自己耳朵里，像是带了一团火。林清然的感官在这一刹那仿佛放大了100倍。怎么了？他下意识应声道，连带着气息都变得起伏起来。黑暗中，他察觉到程毅在看自己，一双眼牢牢盯着他，像是锁定了猎物的猛兽。如果不愿意的话，你可以推开我。程毅道。他尝试着拽着林清然的手，稍稍往自己面前一带。没等林清然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压进了程毅的怀里。男人的胸膛坚硬而滚烫，他的下巴靠在自己的额头上，轻轻摩挲着。清然，他又喊了一声，邀约意味明显。林清然只觉得自己的心跳加速，血液上涌，他伸出手，下意识地攀附上程毅的身子。程毅没有说话，随之而来的是两人之间冗长的沉默。他在等林清然回应自己。上辈子的自己不懂这些，只觉得只要自己想要，那么便索取。如果现在林清然拒绝，程毅也是愿意停下来的。只要他还在，还能够慢慢接受自己，那么一切都来日方长。可是林清然还能有什么理由拒绝呢？他们两人是夫妻，是晴晴朗朗的父母，他也是自己的丈夫，自己愿意交付一起的人。林清然没有说话，他做了个深呼吸，稍稍稳了稳自己颤抖的身子，而后慢慢撩起裙摆，整个身子朝着程毅靠了过去。他的身子娇小柔软的不可思议，发丝萦绕在自己的胸膛，他匍匐在自己的身上，嘴唇轻轻地贴了过来。这是无声的邀请，也是最好的回答。程毅这一刹那只觉得一直高高筑起的城墙崩塌，他要他就现在。第164章，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两人曾经进行过最深入的交流。上辈子他曾经无数次想要救赎自己，也想要谈一场新的恋爱，可是每进行到最后一步，只要关了灯，闭上眼，脑海里全都是林清然的影子，以至于他已经很久没有触碰过了。他变态的自我惩罚、自我救赎，以至于上辈子出了不少关于自己的绯闻，要么是性冷淡，要么是同性恋。可这一晚，当林清然的手攀附上自己的身子，当他身上柔软到不可思议的馨香钻入自己的鼻尖，程毅才察觉到体内的汹涌复苏。黑暗中，他鼻尖沁出一层汗，低头盯着他，眸光如刻刀，一点点将他的轮廓映入眼帘，深藏于心。他近乎虔诚地吻了下去，而后拥有了他。察觉到他的战力和看着自己水润的眸光，程毅终于心满意足。家里的存货量还够，3日后，程毅收拾了东西，拎着行李箱走出院门。林清然眼眶有些发红，盯着程毅，嘴唇微微抿着，轻声道：“你要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事情别担心，我会带好晴晴朗朗。”他说着，顿了顿，身子稍稍往前探了探，踮起脚尖，在他的脸颊上落下一吻。“我会想你。”程毅顿时露出笑脸，他冲着他眨了眨眼，笑道：“我也是，每天晚上我都会给你打电话的，放心。”两人这才恋恋不舍告别。程毅走出巷子口，直奔车站，林耀东已经在等他了。小伙子蹲在地上抽烟，瞧见程毅来，他当下高兴地站起来，对着程毅招手：“师傅，这里。”
林耀东将螺丝生意全都交给虎子了。这段时间相处下来，程毅发现他为人一根筋，踏实可靠，也是实打实真心诚意跟着自己，用人不疑。他干脆就带着林耀东一起去江城做生意，有个信得过的，他能轻松不少。两人上了车，一路上林耀东就一直在东问西问，弄得程毅哭笑不得。这孩子都多大了，怎么还像是个好奇宝宝？程毅耐心地解释了一番，又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全都和林耀东捋顺了一遍。2个小时眨眼就过去了。下了车，喊了人力3轮，又走了10几分钟的路，这才到美云制衣厂。走到厂房外，就听见里面传来机器的轰鸣声。裁布机正在工作，裁布机还是最老式的那种，下方是70厘米高的机床，上面各种繁琐的线连接着切割布料的机器。一条足足半米长的裁刀绷直了竖着，将厚厚的一叠布料压紧，画好需要裁剪的图案，而后由专门的工人将这一堆布料在裁布机上沿着边缘切割。这种方式极其高效，而且整齐划一，不会出现因为人工裁剪而导致布料大小不一的情况。程毅和林耀东进去的时候，鲍师傅叼着烟，刚裁完一摞厚厚的布，见着程毅进来，他一愣，下意识就想将烟头藏起来。程毅盯着他走过去，原本挂在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收敛了。鲍师傅，他认识这人，这人是刚子的师傅，刚子跟着他学裁布，机器上手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在厂子里师徒关系很常见，甚至还因此拉帮结派。鲍长春将烟头扔下地，讪笑着点点头。他万万没想到抽烟被抓包了。程老板好，他打了个招呼。刚子刚好送完布料从厂房出来，见着程毅也高高兴兴地跑过来了。程总，你来了。刚子指了指厂子里，道：样衣已经出来了，方叔正在分小组讲解呢，你来了刚好可以去看看。刚子年纪不大，家里头还有一个怀孕的媳妇儿，因此工作极其认真努力。他这会儿搬布料，身上一身汗，脖子上挂着毛巾，流汗了就立马擦掉，生怕弄脏了布料。程毅双手环胸，笑了笑，道：把方世贵找来。刚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当下点头应了一声，转头就跑到厂房里头去把方世贵喊出来了。方世贵手里头还拿着样衣，见着程毅，高兴过来，正准备说话，就见程毅一个眼神扫过，他顿时愣住了。这是生气了？发生啥事儿了？再一瞧，鲍长春支支吾吾站在原地，脸色难看，一脸窘迫慌张，当下也明白过来，这是出事儿了。他赶紧走到程毅面前，压低声音问道：怎么了，程总？程毅道：之前让你建小组，建好了没有？方世贵赶紧点头：建好了，7人一个小组，一共10个小组，都是裁缝纫机的，还有后道一个大组，剪线头、包装、贴商标，一共30人，其余的灵活人员还有12个，全都分工好了。程毅道：那现在进去把小组组长喊出来，开个简单的会。好家伙，虽然程毅什么都没说，但是他一个眼神扫过来的时候，简直是叫方世贵心里发颤。他赶紧跑进厂房里，将几个小组组长全都喊了出来，没多大会儿的功夫，人全都到齐了。程毅让几人排队站好，他站在最前方，压迫感一下就出来了。当老板不是这么容易的，和员工可以亲近，可以随和，但是不能没了规矩。管理一个厂子，有时候和当老师是一样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程毅看了一眼下方众人，道：办厂子我们都背负了很大的压力的，我把全部家当压了上来，你们也选择跟着我一起，我很感激，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重视起来，将制衣厂当成你们自己的财产，好好保护，而不是为所欲为。咱们这是制衣厂，布料、窗户还有机床上的胶面都是易燃材料，严禁烟火，这一点我想当初林老板就和你们叮嘱过吧。万一着火发生火灾，财产损失是小，咱们厂房里头可还有100多条命呢，谁赌得起？你们都是小组长，都是有权利的人，每个人在我这里都是第一责任人，今后要是出了事，我第一个找的就是你们。第165章，第一批服装出货。这话训斥的众人面红耳赤。程毅说了一番话，见所有人都低下头，尤其是鲍长春更是双手绞着衣摆，面色涨红，愧疚又窘迫。他知道巴掌已经打够了，接下来就是该给甜枣了。我之前提到的多劳多得制度，从今天开始实施。程毅道：每一个小组负责一道工序，采编、所编，每一道工序的价格根据难易程度而定，小组组长额外增加奖金、创收奖金，每个月小组完成量最快最好的组长可以额外获得5元钱奖金。裁布的价格也计件，单价虽然低，但是数量多。程毅的声音不疾不徐，条理清晰，单价、制度还有各种各样的细节，他早就烂熟于心。40分钟后，开会完毕。方世贵也认认真真地将程毅说的内容仔细地记录了下来。他看着单价，还有各种奖励制度，眼睛都在放光。要知道，
之前他们都是拿死工资，一个月多少钱是固定了的，这一次倒好，居然直接给他们计件算钱，这对于整个厂子的生产力将会是一次极大的提升，甚至于连方世贵都想要回到工位干活去了。众人离开，鲍长春面红耳赤的过来道歉。程毅再次露出亲切笑脸，伸手在鲍长春的肩膀上拍了拍，道：鲍师傅，你手艺好，财步又快又好，我是看得出来的，我不是针对你，我是为了咱们厂子好，希望你能理解我，行吗？陡然间见着程毅放低态度，鲍长春顿时更加内疚，他赶紧摆摆手，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不该抽烟的。程总，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下次了。程毅点点头，又指了指厂房外，道：抽烟是可以的，我能理解，下次可以直接去外面抽，抽完有精神了再来干活。鲍长春见此越发感动，程毅又和他握了握手，说了一些梯级话，顿时没叫鲍长春感动的落泪。程毅带着林耀东走进办公室，门一关，林耀东就对着程毅竖起大拇指：师傅，你厉害啊，刚才我都被吓唬得一愣一愣的，太牛了。程毅无奈看了他一眼，管理人心是最难的，不调动积极性，没人愿意帮你干活，你看着多学学，以后处理起来才不会没头没脑。林耀东顿时站直了身子，认认真真的给程毅伸手，比了个军礼。是，收到。程毅被他逗笑了。过来。程毅道：有件事交给你去做。林耀东来了劲儿，当下快步过来，站在程毅面前，道：师傅，啥事儿？我保准给你完成的稳稳当当。租房。程毅扬了扬下巴，指了指窗外，以后肯定要久待江城，咱们总不能天天睡厂房里，你去附近租个房子，2间房，你一间我一间，厕所得带，厨房要不要无所谓，咱们也没那个闲工夫做饭。林耀东瞪大眼：师傅，我不介意打地铺，现在天热起来了，你睡床，我打地铺，就租1间房能省钱呢。程毅皮笑肉不笑的看了他一眼：我介意。这小子没结婚就是没结婚，啥也不懂。见林耀东有些犹豫委屈，程毅无奈瞪了他一眼：还不去？我出钱你心疼啥？得。说到这份上，林耀东当下赶紧跑出去了。程毅这才坐下来，拿起桌子上的报表，仔仔细细的看了起来。这都是这段时间厂子里的支出和一些布料订单采购的结算单。他看了一眼，发现方世贵在这方面完成的很不错，都按照自己吩咐的一一做了。现在正在生产的是自己设计的3套衣裳。将文件全都整理好，放进抽屉，程毅起身去了车间。车间一共分成2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制衣工采机位的地方，一摞摞布料从外面运输进来，放进蓝色的塑料筐里，塑料筐前绑着一根绳子，之后拖着分发到各个机位旁。工人们开始采编，做好一道工序后，将衣服扔进一旁的筐子里，筐子满了之后，再拖着到下个小组做下一道工序。程毅设计的这3套衣裳是他根据记忆里稍稍经过改良的。一件是鸡心领的波点长袖，乔其纱的料子十分舒服柔软，在袖口的位置又踩了一圈蓬蓬纱，瞧着十分漂亮时髦。下面用的确良的料子做了改良版直筒裤。这年头的直筒裤都喜欢做那种大裤脚的款式，都是跟着国外跟风的款式。但是实际上国外人身高普遍高，身形修长，这种裤子穿在他们身上很是飒爽利落。但是国内却不同了。90年营养不够，国民普遍身高不足，女性尤甚。这种肥肥大大的裤子穿上身就显得很是累赘，再加上原本就偏瘦，这种裤子一穿，非但没有很好的修饰腿型，反而显得空荡荡的裤腿下面杵着2根麻杆，十分不好看。程毅做了改版，裤子是小直筒裤，既节省了面料，也更加能够修饰腿型，即便稍微胖一点的人穿，那也是贴着裤缝成了紧身裤，类似于牛仔裤的改版。上衣繁琐装饰重，那么下身就要简洁利落。厂子里的员工们瞧着大老板居然亲自来监工，当下齐刷刷挺直了身子，凭着一口气，认真又专注的踩机器。流水线之所以被称为流水线，那就是机械而高效的重复一个动作就行了。做完后，飞快转移到下一个小组，和流水一般迅速快捷。下午3点半的时候，第一批衣裳已经生产出来了。鸡心领的衣裳还有荷叶领装饰，最后蓬蓬纱袖口上松下紧的款式。下面一条直筒裤用的是最耐穿的的确良料子。程毅找女工试了试，发现大小刚刚好，一共做了3个码子的，胖瘦相差不大，更多的是衣长裤长。这年头的人肚子都没什么油水，因此不用做超大码。拿着衣裳看了看，又盯着锁边等工序看了一遍，程毅发现美云制衣厂的员工们手艺是真的不错。程总，这衣裳能行吗？方世贵站在一旁有些紧张地问道。第166章租房子，马福梅。他身后几个小组组长也都齐刷刷探了个身子过来，面色紧张又激动。他们都是做衣裳做惯了人，这衣裳好不好看，他们也能瞧出一二来。
流水线上正在做的这3套衣裳，怎么瞧怎么好看。很好，程毅笑着给出评价。方世贵等人这才猛地舒了口气，得到了肯定，大家伙儿都更有干劲儿了。50件衣服为一摞，做完一摞就记个数，每个人的工位旁边都放着一本小本子。很多人不会写字，就用符号代替，画上一笔就多了一笔钱，那才是满满的动力和安全感。原本定的时间是晚上5点下班，可直到下班铃声敲响，厂子里头也没有一个人走出来。直到6点出头，方世贵实在是熬不住了，拿着喇叭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的催，人群这才极不情愿地将屁股从凳子上挪开，朝着制衣厂外走去。程毅蹲在门口，手里头拿着今天早上刚出来的报纸。这年头大家获得消息的渠道大部分还是报纸和收音机，电视虽然也可以买了，但是因为价格贵，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都要700-800块，更别说进口彩电更是8-9千往上，普通人家压根买不起。报纸上写着昨天江城内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在社会板块，程毅的眼神停了下来。服装展销会，江城总是会定时办服装展销会，举办地点就在人民街中心广场。那里是一块大开阔的水泥地，场地中间竖着高高的旗杆，还有一座英雄纪念碑。地砖开阔而平，举办服装展销会的时候，来自江城各地甚至于一些别的省市的车队都会过来。搭建临时大棚，里头钢筋撑起来，当做临时展览的墙面，上面挂满衣裳。展销会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轮着举办，每到了这时候，广场周边就是各种摆摊子的小摊贩，江城的群众们都会过来凑热闹，甚至不少单位还会因为这种事儿额外放1天假。报纸上就提前报道了这个好消息。5天后，第一批展销会将会在江城人民广场举行，主打服装展销，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摊贩，热闹盛世，敬请期待。程毅摸了摸下巴，陷入了沉思，心里头也逐渐有了主意。实际上，要是能够通过这次展销会将巡林服装推出去的话，那么就能够成功回笼一大批资金了。不得不说，开场比他想象中的还要费钱。这些服装料子都是好面料，用料实打实的费钱。按照程毅的想法，他想要快速出手掉这3款服装，回笼一笔可观的资金，而后全部投入到后续大众杂志上的爆款服装里。那么这次展销会，他必定不能错过。思绪回笼，他起身，远远就看见林耀东一脸兴奋地朝着这边跑过来。师傅，师傅！林耀东高兴大喊。他跑得一身汗，手里拎着一个水壶，里头灌着从水龙头里接的水。房子找到了，我跑了一下午呢。他说着，摸了个烧饼递给程毅，这是在巷子口买的梅干菜烧饼，味道好吃，你尝尝。程毅忙了一下午，也的确是饿了，当下接过烧饼吃起来，之后跟着林耀东去看房子。两人穿过小巷子，又穿过一大片民房，最后林耀东才带着程毅在一幢民房前停下。这是2层小楼，外面一个大院子，里头长满了高高的膝盖高的草。院子外头有个小平房，林耀东带着程毅过去，远远的就喊：马大娘，我带我师傅过来了。声音落定，平房门开了，一个的穿着黑色对襟扣长袖的中年女人走了出来。这女人瞧着50岁上下的年纪，板着脸，脸色黑沉沉的，面无表情。走出来，眼神看了一眼林耀东，又盯着程毅看了一眼，半晌才掏出钥匙，打开院子的铁门。这门应该是很久没开了，生锈的铁链子发出刺耳的一声响声。门开后，他冷冰冰道：不是要看房子，站着干什么？程毅，得，好像是个不好相处的主儿。不过重要的是，这房子的确不错。2层小楼，外面贴着白瓷砖，院子很大，厨房也专门盖了一间在院子里。院子里头是泥土，上2个台阶就变成水泥地了。透过窗户，虽然能够看见屋子里蒙了一层灰，但是还是能够看见里头崭新的家具，甚至不少还贴了喜字没撕掉。程毅顿了顿，扭头看向马大娘：这是婚房啊？他问道。马福梅点点头，神色冷漠。这一共2层楼，我小儿子1层，大儿子1层，两人前2年去国外了，问了说不回来，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不如租出去挣点养老钱。他说完，又看了程毅一眼：话这么多，要不要租的？程毅：哎呀，马大娘，我们好歹看一看，这屋子都没开呢。林耀东适时出来，笑着打圆场。马福梅这才不说话了，他拿着钥匙挨个打开门。屋子里果然是刚装修的，白色粉刷的墙面，里头的衣柜和床头柜等都是新打的，也刷了白色的漆，金色的竖条，还有全身镜，全都是当下最时髦的组合。床也是新打的，不过上面的棉絮全都折叠起来，用防水布罩着了，地上铺了一层灰，厚厚的踩下去有一个脚印。我自己也很久没进来了，没人住，房子空着就算了，这些棉絮都是新的，前2年打的，准备等着他们回来睡。马福梅说着，顿了顿，旋即道：反正都不回来了，
你们要的话就卖给你们，不要的话我就拿出去卖。程毅看了一圈，倒是很满意这里，不仅仅是位置好，这房子也是新的，和后世的小洋房很是相似。最重要的是，这里的卫生间一层楼一个，还是十分现代化的蹲厕抽水的款式，住起来应该十分不错。他当即点点头，转头看着马福梅，问道：“这房子多少钱一个月？”马福梅看了他一眼，道：“别的地方多少，我也要多少，不占你便宜。”他说完，比了个5的手势，50元，押一付3。第167章，这年轻人不讲武德，这价格倒也合理。程毅没有还价，当下点点头，答应下来，直接掏出钱就付了200元。马福梅接过钱，有些诧异的朝着程毅看了一眼，他这会儿倒是有些后悔了，刚才就应该多要一些才是。付了钱，马福梅将整个屋子的一大串钥匙全都递给了程毅，上面贴了房门号，你自己看着是，我也可以管饭，不过一人一餐5毛钱，提前说，临时付钱没有。马福梅接着又说了一些生活上的规矩琐事，程毅和林耀东一一听了，态度极好。马福梅顿时心里头舒适了不少，这是儿子结婚的婚房，迫不得已租出去，总想着能租给好人家。这俩小伙子瞧着也听话，给钱也爽快，马福梅顿时满意了。给了钥匙叮嘱完，马福梅转身就走。程毅又去2楼转了一圈，最后选了一个靠卫生间旁边房间，1楼的房间就直接给林耀东住了。他拆了钥匙递给林耀东，后者拿着钥匙反反复复地看着，又惊又喜。这种感觉是真的很奇妙。嘿，他居然在江城省会城市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了。虽然是租的，但是林耀东很有信心，只要他踏踏实实的跟着程毅屁股后面混，指定能买得起大房子。有了房间，程毅又去马富梅那里买了铺盖。今天晚上两人临时睡一晚上，原本就是初夏，一件薄薄的长袖刚刚好，晚上要是再冷就隔一层被单。地上和家具上虽然许多灰尘，但是床上是用罩子罩着的，掀开拍一拍就能睡。两个大老爷们谁在乎这个？一夜好眠，一夜到了大天亮。第二天一大早，程毅起来喊了林耀东吃早饭。两人一路走到巷子口，绵延的平房横七竖八地伸出各种各样的竹竿，上面挂满了衣服。巷子口有几处早点摊子，两人吃米粉，坐下来，老板娘热情过来招呼：“要吃什么啊？”程毅看了一眼咕嘟嘟冒着的热气钢筋锅，道：“2碗汆肉米粉，2份肉，1碗辣椒多一些。”摊主应了声，开始下米粉。米粉都是提前煮熟泡软的，在滚烫的开水里滚个几圈就熟了。捞出来，加入浓白大骨头汤，最后捞上一勺卤肉丝儿，撒上一层葱花，吃辣的加一点油辣子，这米粉就熟了。端上来，程毅将那1碗带辣椒的推到了林耀东的面前。后者微微一愣：“师傅，你咋知道？”程毅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你以为你天天用碗装麻辣螺丝里的辣椒酥，别人看不见？”程毅道：“想吃就装一碗吃，不用这么苦着自己。”他顿了顿，又抬头看了一眼林耀东：“东子，人生苦短，该享受就享受，该珍惜就珍惜。很多年以后，你有钱了，能吃得起你想吃的东西了，或许就没那么喜欢吃了。”林耀东抿了抿唇，鼻尖发酸，眼睛有些红。他应了一声，又道了谢，之后拿起筷子开始吃米粉。是啊，人生苦短。小时候喜欢的嚼糖，缠着要妈妈给买，可惜家里没钱，讨了一顿骂，还落了个不懂事的名声。后来就慢慢学会不再要东西了。再后来长大了，捞偏门也弄了点钱，可惜再去买嚼糖吃，却怎么吃都不是当初那个味儿了。米线下肚，整个人都活了过来。程毅付了钱，带着林耀东去了美云制衣厂。他看了一眼上面挂着的牌子，盘算着是时候去换一块了，还有在工商局那边的名字也该改一改了。林耀东性格好，很快就和制衣厂的刚子等人打成了一片，再加上他和程毅关系近，不少人对他的态度都极好，以至于程毅离场的时候喊林耀东跟着自己一起去开发办，后者都扭扭捏捏的不肯出来。他无奈又好笑，干脆自己去了。抵达开发办的时候，谭京东正好在泡茶，见着程毅过来，他喊秘书给程毅也泡了一杯。谭京东打着哈哈笑道：“哎呀，程总，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开发办的手续不是全都办好了吗？来找我有事儿。”程毅接过茶，又笑着抽出一颗烟递了过去。谭主任，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来找您是有事儿想请您帮忙的。谭京东眼皮子跳了一下，这年轻人不讲武德呀，哪里有上来就说这事儿的？这程毅前短时间刚拿下美云制衣厂的使用权，而且承诺了会将税收由开发办上缴，再加上带动了这块人口就业，最重要的是他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大的才干，还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成为本地杰出企业家呢。谭京东的脑海里飞快地过了一遍利弊，而后脸上堆起了笑。哎呀，有事儿求我帮忙，那我能帮肯定是帮的，
我虽然当着这个主任，但是说起来也是咱人民老百姓的公仆。你有啥事儿就说，只要我能做到，我就一定帮忙。要是我做不到，我也给你想想办法。话没说死，但是却也足够漂亮，没拒绝，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那肯定是帮忙。可这自己到底能不能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程毅当然知道他心里头打的那些小九九，但是这会儿他只当不知道。程毅笑得比谭京东还灿烂，旋即盯着谭京东问道：谭主任，我听说再过几天咱们人民广场要搞展销会，对不对？谭京东迟疑了一下，点头，是有这个事儿，报纸上说的，我昨天也看见了。程毅笑了笑道：我特意去问过了，说是这展销会分在咱们江城，一共6个名额，4个名额一个纪委、工商局、国营纺织厂，还有一个给了轻工局。那这剩下2个名额呢？程毅盯着谭京东，手放在膝盖上，轻轻敲打着，眼神有些玩味的试探。谭京东一愣，啥剩下2个名额？他战术性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又摇了摇头，一脸深沉地看着程毅道：不知道啊，这服装展销会我们开发办又不关心这个，你怎么问起？第168章遇见老熟人了。得，话没说出口，谭京东就反应过来了，这特么的程毅是搞服装的呀。他刚刚才拿到美云制衣厂的使用权，算算时间，第一批服装应该也快要出来了，这会儿来问什么服装展销会的名额，那肯定是打了别的算盘啊。只是争名额这事儿是真的有些麻烦，一来他们开发办之前压根就没争取过这玩意儿，这会儿忽然横插一脚，谁愿意搭理你？二来这年头都是靠人脉，想要争取什么东西，那是真得耗时耗力，得去吃饭讨好不可。他谭京东和程毅压根就没什么关系，谁会费这个劲儿帮他？脑袋里头念头转环过，谭京东顿时咂咂嘴，打着哈哈摆了摆手，露出一副为难的神情来。这个程总啊，这名额具体要往哪里分配，我一个开发办的主任哪里会知道？他叹口气，喝了口茶，一脸无奈，这事儿很是麻烦啊。你要是真的想找人，那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想要名额的话可以去工商局那里。咯吱，就在谭京东说话的时候，办公室的房门忽然被人推开了。谭京东脸色顿时一难看，开口要训斥：谁啊？怎么搞的？不知道里面在谈事儿吗？敲门嘟。得，话没说出口，谭京东就哑了声，只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站着，画着精致的妆容，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烫着时髦的卷发，身上穿着一件红色波点连衣裙，正盯着谭京东看。你再说一遍。中年女人声音尖锐且气势足，叫谭京东顿时不吭声了。好啊，谭京东，你现在当了办公室主任，就忘了自己是老几了是吧？就看不起我了？他控诉，你还想骂我？我要上访，我要告你去！谭京东顿时变了脸，朝着女人迎过去，放软了声：哎呦，媳妇儿，媳妇儿，你这是说什么话啊？我这是在忙，在谈事儿，还以为别人过来瞎捣乱呢。他说着，赶紧冲着程毅指了指，道：你看，这人还在这里呢。程毅道也配合的露了个笑脸。魏明芬这才不吭声了，他哼了一声，显然还是不高兴。站在门口等了一下，紧接着就听见走廊上传来脚步声。片刻后，一个程毅略略熟悉，好像在哪里听过的声音响起：哎呀，明芬姐，怎么还不走呢？咱们不是说好了一起看电影吗？这电影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和谭主任打完招呼啊。那人说着走到了魏明芬的身边，而程毅也终于看清楚了这人是谁。林燕，她身上穿着一身黑色的修身中长裙，腰线勾勒得十分漂亮。林燕原本年纪就不是很大，再加上对象在开发版的职位很高，2把手的位置，不知道比谭京东大多少，因此平日里一群太太们都很捧着林燕。魏明芬瞧见林燕居然也跟着过来，当下就朝着谭京东狠狠瞪了一眼，骂道：今天就不和你计较，回去再说。说着转身就准备和林燕离开。然而林燕几乎是下意识的探头朝着屋子里看了一眼，这一看顿时就看见了正朝着自己露出笑脸的程毅。他微微一愣，旋即顿时也惊喜地笑了起来。程毅，对不对？你怎么也在这里？林燕说着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办公室，直接走到程毅的身前，盯着他。不得不说，林燕是长得极其妩媚的那种类型，眼尾微微上挑，皮肤白皙细腻，身材更是婀娜丰满，十分火辣。她带着一种极其成熟的韵味，不然的话怎么能够成功上位，小3变正房？平日里这2把手也是极其宠她的，家里头的钱基本上都在林燕的手里，林燕说什么就是什么。平日里2把手忙于开发办的事儿，因此家里头的各种生活基本上都是请了2个保姆养着，那叫一个娇贵。甚至于不少人想要找开发办帮忙，
给二把手送礼，那都是通过揣摩林燕的喜好送的。只是这女人平日里瞧着娇媚近人，可实际上是个跋扈骄纵的主。当初谭京东刚刚分配到开发办，想要和一把手、二把手打好关系，愣是送礼送半天没送进去，于是只能通过自家媳妇儿打入圈子了。谭京东看见眼前这一幕也蒙圈了，他哑然愣了半晌，才算是缓过神来。林夫人也认识程毅？林燕点点头，是啊，他跳舞跳得好，选衣服的眼光也好，我这衣裳就是程毅送的，华尔兹也是他教的。林燕不以为然道，咱们开办发的几个太太基本上都是他教的，上次程毅送的衣服我们都很喜欢，一直想要找他再帮我们挑一套呢，结果一直找不到人。林燕说着又扭头看程毅，妩媚成熟的脸上露出期待的神情。你上次的衣服是在哪里买的？我们后来又去百货大楼找，都找不到同样的一套了。他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裙子，笑道，这裙子我穿着很好看，我老公也夸呢。程毅笑着摆摆手，哪里，各位太太要是喜欢，赶明儿我服装厂里出了服装，我第一时间就给各位送来，都是最新款式的，你们穿着肯定好看。送给开发版的各位太太穿自己厂里出来的衣服，对于程毅来说绝对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太太们高兴，自己的人情就到了。再一个，这更是免费的广告，传出去，别人瞧见各位领导太太居然也穿，那肯定是帮着做了大宣传。程毅心里算盘大得噼里啪啦响，可是林燕和魏明芬等人可瞧不出来。一听着有新衣服穿，而且还是最新款式的，当下林燕和魏明芬两人齐齐对视了一眼，露出了笑脸。哎呀，还是你贴心，眼光又好，现在男人有你这么会挑衣服的真的不多了。林燕说道，又自顾自地说了一些闲聊话。之后他看了一眼程毅，又看了一眼脸色铁青惨白的谭京东，问道，你怎么来这里了？之前不是和你说吗，在开发办要办什么事儿，找我就成，别的地方我做不了主，但是开发办还是能说得上话的。第169章，女人才不管这么多。这话虽然是说给程毅听的，但是谭京东哪能不明白，这话实实在在是在敲打自己啊。他脸色变了又变，最后赶紧出来圆场。哎呀，林夫人，瞧您这话说的，他来找我有事要帮忙，我还能拒绝不成？谭京东赶紧看着程毅道，不就是展销会的名额吗？我带你去要。名额分配权全都在工商局那里了，我和老赵都是一个部队里出来的，他肯定给我点面子。你放心，这事儿肯定能成。程毅，他上辈子也经常和官场里头的人打交道，那些人要钱要权还要面儿，说话一套一套的，他倒是没想过变脸居然还能这么快。林燕这才满意了，他又拉着魏明芬和程毅介绍，这是魏明芬，她啊是谭主任的太太，也是我的好姐妹，你要是送衣裳来也带上她的一套，行不行？这面子给我的吧。魏明芬眼睛亮晶晶，一脸期待地盯着程毅。女人才不管那么多，有好看衣裳免费送，还是最新款式，那就是最高兴的。魏明芬高兴的嘴角止不住的往上扬。那当然，谭主任的太太是你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这衣服不值几个钱，各位太太喜欢就是我最大的荣幸了，到时候再给出一点意见，我改一改，那是再好不过。魏明芬当下露出笑脸。哎呀，那多不好。他说着又侧头朝着谭京东看去，这一看笑容消失了，甚至板着脸压着声音道，程老板的事儿你好好办，人家让你帮忙又不是求着你，你看看你拿什么瞧？是我朋友那就是你朋友，听见没有？谭京东眼含热泪。听见了，也怪不得谭京东怕媳妇儿。当年谭京东下乡插队就是在魏明芬家里头住着的，魏明芬家里祖祖辈辈是地主，虽然不少好东西都被毁了，可到底藏了点底子的。谭京东那会儿就住在他家的牛棚里，两人对上了眼，魏明芬一直就偷偷的给谭京东塞吃的喂水喝，就算是生病了也是一直照顾着。后来两人在一起，魏明芬更是被家里人赶出来，再往后就是谭京东回了江城，一路从底层做起，当上了开发班主任。那份恩情一直惦记着，自己媳妇儿自己心里清楚，虽然嘴毒了些，做事儿风风火火，不顾自己面子，但是心里头还是很爱自己的。见谭京东答应了下俩，魏明芬给了程毅一个安心的眼神，而后又高高兴兴地拉着林燕去看电影了。办公室内，谭京东无奈喝了口茶，瞧着程毅道，这事儿虽然答应了你，但是能不能成就看你自个儿了。明天下午刚好我有空，你3点钟过来，我带你去工商局找老赵。程毅赶紧道了谢。谭京东摆摆手，无奈道，别谢我了，要谢就谢谢我媳妇儿吧，有好看的新衣裳多给她送几套。程毅闻言点了点头，又道了谢，这才从办公室出来，走回服装厂。林耀东等人正在忙碌，流水线一旦成型，那么源源不断的服装就会生产出来。程毅忽然想起来，仓库里头自个儿还没去看过，
他回到办公室，将仓库钥匙找了出来，而后去了仓库。门上的锁都上了锈，打开门锁，里头倒是没什么霉味儿。仓库是新做的，里头甚至还铺了一层厚厚的防潮垫，上面杂七杂八的堆了一些布料。程毅走过去，掀开塑料薄膜看了一眼，发现都是之前没做完剩下的料子。料子有的多有的少，关键是质量都高，甚至他还看见了一点呢紫料子，这可是真的贵。另一个角落里头高高的堆满了东西，占据了很大一个角落。程毅微微一愣，走过去，掀开塑料薄膜，朝着里头看了一眼，才发现这庞大的一角居然是各种各样的衣裳，都是一些尾货。关键是这林富国之前开美云制衣厂就没多久，因此说是尾货，也不过是去年的货罢了。拿在手里仔细看了看，发现不管是布料还是走针都很不错。这些款式虽然有些很老土，但是实际上都是最基本款，好好搭配，按照不同人的喜好推销，一定能卖得出去。程毅看了一圈下来，颇有感慨，这林老板不管是料子还是做工，都追求了顶尖的水准，但是可惜了，在销售上面欠些火候。程毅走出门，喊了林耀东等人过来，又将切割机床暂时空出来，而后将这一大摞厚厚的服装搬到了机床上，找了2个厚道的人出来，一人给5元钱的工资，将这一大堆服装分门别类放好，打底衫、乔其纱的料子的雀良的料子，还有裤子、裙子等等。等到傍晚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服装已经彻底分好了。2人甚至隐约有些期待，问程毅还有没有新的服装要分。工作量虽然大，但是钱多啊。程毅颇有些哭笑不得，只能老实回答没有。2人顿时有些失望，但是还是抓紧时间去后道剪线头了。衣裳分好，程毅又让林耀东搬了一张桌子过来，仔仔细细的将灰尘擦干净，这就成为了临时的搭配台。程毅动作很快，上辈子在娱乐圈经营了几十年，眼光可真不是盖的。他飞快按照一些固有搭配处理服装，之后又融入了一点这个时代的特色，比如踩脚连体袜单穿。虽然21世纪来已经没什么人能够领会这种审美了，但是在90年，这绝对是最时髦、最有面儿，也是最好看的搭配。日暮沉沉，厂子里工人下班，程毅却还在处理衣服。林耀东拿着一个竹竿子，插了一根电线过来，高高举着，最后踩着凳子将上面的电灯泡挂好。师傅，看得见了吗？他问道。程毅试了试灯光，点点头，招呼他下来。过来帮忙，将这些搭配好的衣服放进筐子里。好咧，林耀东应道。第170章，主任赵泽明。有了目标，整天都在忙碌的路上，就连中午吃饭都是林耀东去巷子口买回来的。程毅啃了2个梅干菜煎饼，又吃了1碗炒饭，碳水下肚，整个人都有了活力。2点整，厂子里的挂钟当当的响了2下，程毅直起身，捶了捶腰，又拿起水壶喝了一口水，而后对着林耀东招招手，道：下午我要出去一趟，这些衣服收好放进仓库里，别弄乱了，上面用防尘布罩着。他说完，又神色严肃叮嘱道：千万别抽烟，要是被我发现，你是真的要挨揍。这年头，操作意识还没有后世那么规范，多少人都是因为一点疏忽出事的。尤其是服装厂，到处都是可燃物，这一旦有了火星，那真就是呼啦呼啦的烧起来，一点法子都没有。再有，周围都是绵延一片房顶相连的平房，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林耀东原本还是笑嘻嘻的神情，见着程毅一脸严肃，他也赶紧挺了挺腰板，一脸正色的看着他。师傅，你就放心吧，你这千叮咛万嘱咐的事儿，我肯定给你看得紧紧的。程毅点点头，又和林耀东说了些服装成品抽查的事儿，将水壶放在桌面上，回屋子冲了个澡，换了一套干净衣裳，直奔开发办。谭京东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了，昨儿个自己头脑发热，就答应了下来，今天也不得不带人跑一趟。他买了一包好烟，又将开发办的事情交代了一下。出门，在门口就看见了程毅，2人碰面，程毅露出笑脸，喊道：谭主任好。谭京东点点头，他虽然不情愿，怕麻烦，这事儿也是自己胡乱答应下来的，但是他这人答应了就要去做，这是他为人准则。谭京东点点头，也不多说，带着程毅就拦下了一辆出租车。从这里去工商局还有点距离，人力3轮恐怕得骑断腿。出租车上，谭京东稍稍给程毅介绍了一下工商局的赵主任。这赵主任早些年和谭京东曾经在一个部队待过，但是怎么说呢，2人只能够算是点头之交，稍微熟悉一点，要真说交情，那还真是没有。不然的话，要是真的是举手之劳，谭京东也不会不卖程毅这个人情。毕竟说到底，他是在自己区域里办厂子，要真的办得好，纳税多，那自己的功绩可不得又添一笔。话我就说到这里了，我顶多就是带你去见一见，要真说什么过命的交情，
那我和他是真的没有。老赵那个人在部队里头的时候就死板，做事儿从来都是公事公办。谭京东说着，有些头疼的揉了揉眉心。实际上，赵泽民这人哪里是死板，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死板。这一趟够呛。程毅闻言点点头，心里头也大致有了个数。工商局距离开发办果然很远，出租车足足开了半个小时才到，简直就是一个城南一个城北，横跨了旧市。而工商局如今的位置还是很好的，付了钱下车，程毅一眼就见了4处高楼。工商局的大楼足足12层高，门前一个大院，院子里头种满了梧桐树，院子外是高高的围墙，刷了白色的漆，上面还写了标语：为人民服务。谭京东招呼着程毅跟上，两人走到门口就被门卫拦住了。干什么的？谭京东掏出工作证，打开给保安看了一眼，后者赶紧让开了，还陪着笑，一个劲儿说对不起。谭京东也懒得计较，带着程毅往里走，穿过梧桐树，又越过几个花坛，终于到了工商大楼前。他道：等会儿进去，我先说，赵泽民要是问你什么话，你就老老实实的回答，他这人心眼实在，转不过弯儿。你要说大话，他觉得假，他肯定会去查，查出有问题，倒霉的还是你自己，听见没有？程毅应声。谭京东带着他上楼，赵泽民的办公室在5楼靠近楼梯间的位置。两人上楼，一路上也看见不少工作人员，一些是认识谭京东的，当下一个个笑着和他打招呼。谭京东都一一应了。走到5楼，楼梯间一拐角就看见了办公室。他抬头看了一眼，心里嘀咕：工商局的主任果然是个肥差，自己也是主任，可开发办目前大楼都没建起来，门瞧着都比工商局的要低一个档次。而且他平日里还要经常跑工地，毕竟很多企业都是要实地考察的，他总不能两眼一抹黑，爱给哪个给哪个。小钱可以收，大钱他不敢要，昧良心。嘟嘟，谭京东敲了敲门，屋子内似乎隐约有说话声，在这敲门声响起，里头的说话声顿时停了下来。进来，秘书的声音响起。谭京东拧开门把，推门进去，一眼就看见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赵泽民。哎呀，老赵，真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呐！谭京东笑着迎过去，赶紧率先伸出了手。赵泽民一愣，旋即反应过来，赶紧站起了身，也赶紧伸出手和谭京东握了握。京东，你怎么来了？赵泽民露出笑脸，你在开发办不是很忙吗？我听说开发办那边天天都有企业找你想 PPT， 你怎么有空上我这里来了？谭京东无奈摆摆手，是啊，真是忙得脚不沾地，为了那些个企业天天下工地，我都黑了一圈。他说着举了举胳膊，你瞧瞧，皮肤都晒裂了。两人寒暄的时候，程毅站在谭京东的身后打量着赵泽民。他身形高瘦，浓眉大眼，虽然上了年纪，但是还是能够看出年轻时候的样貌。头发也是理了寸板，干净利落，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外套，黑色工人裤，脚上一双回力球鞋，瞧着十分精神。而此刻办公室里还站着另外两人，程毅看过去的时候，两人也在打量着他，视线交汇，很快又移开。而这一看，程毅顿时心里微微一沉，很多时候这是敌是友，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第171章衡量标准。两人其中一个坐在椅子上，双腿叠放，神色从容，另一个和自己一样是站着的。这是个中年男人，微微挺着肚子，头发黑白参半，正拧着眉头盯着自己，一脸狐疑探究。而最重要的是，他腋下夹了个黑色公文包，鼓鼓囊囊的，大家都是搞生意，这一眼就看出来里头是什么了。不过叫程毅欣慰的是，那公文包没拿出去，应该是没成。哎呀，今天可真是巧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风，把你们俩都给刮来了。赵泽民笑着伸出手，指了指角落里头坐着的中年男子，道：郑深山，咱们的老战友，你看看。谭京东一愣，扭头朝着角落里头的座椅看去，这才看清楚，原来角落里头还坐着一个人。郑深山露出笑脸，站起来率先伸出了手。好久不见了，京东。谭京东。三人平日里虽然都在江城工作，但是江城很大，三人基本上处于一个三角形分布，工作这么些年，拢共见面都没多少次。结果这次倒好，居然齐齐在赵泽民的办公室里碰面了。而且这一瞧，大家伙都心知肚明为什么事儿来了。谭京东极其勉强的伸手握住了。他现在唯一庆幸的是，这郑深山和赵泽民在队伍里头关系也不咋地。公平竞争。况且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赵泽民这个人。赵泽民喊秘书进来，端了2张椅子过来，喊程毅和谭京东坐下。他看了一眼4人，又转头对着郑深山道：老郑啊，这展销会名额的事情，我还得再考虑考虑，
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一切都得做出最优选。我坐在这个位置上，不能为己谋私，这事儿我还得再想想。你的事儿，咱们等会再说。赵泽明话说完，谭京东的脸色就不好看了。得，果然和自己猜的一样。郑深山没说话，倒是赵泽明扭头看他，又道：“京东啊，你今天来找我，又是为了啥事儿？”嗨嗨，谭京东下意识的握拳盖着嘴巴，轻轻咳嗽了一下，掩饰尴尬。那个老赵啊，我也不瞒着你，我今天过来也是想问问展销会名额的事情。赵泽明，谭京东赶紧介绍诚意。我们开发办那边有一个美云制衣厂，你记得吧？前几个月老板自杀了，一直空着，就这段时间诚意出手接下来了。厂子里头100多号工人全票通过，那可真是大家伙推出来的。这么多人都指望着这制衣厂吃饭过日子呢，咱们能帮可不得帮一把。他也是刚来咱们江城，说是找不到路子卖衣裳，刚好有个展销会，听说还有2个名额空着，刚好又是你管着，所以我就带他过来瞧瞧。谭京东打得一手感情牌，边说边叹气。郑深山稍稍坐直了身子，朝着谭京东看了过来。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果然，这话说完，赵泽明的眉头就微微皱了起来。程毅适时起身，上前看着赵泽明道：“赵主任，展销会是一个对外展示我们美云制衣厂服装的好机会。我这次来，厂子里头的员工们都对我抱着很大的期待，我真诚的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一旁站着的中年男人陈章明也坐不住了，他肚子里带了点气，也往前走了一步，大声道：“程总这话说的就有些不大对了，展销会的名额那就应该是公平竞争。你厂子里头100多号人要吃饭，我们一厂也有接近200人呢，他们可也都指望我带着名额回去，难不成这是比惨吗？”陈章明又看向赵泽明道：“赵主任，您刚才也说了，这事儿就得公平竞争，他要是卖惨得了名额传出去，可真就不好听了。”陈章明这人说话不知道拐弯，这话出口，虽说断了程毅和谭京东卖惨的心思，也将事情推到了非黑即白的绝对公平点上，但是却实实在在的打了赵泽明的脸。他又没松口，怎么这话说的他似乎是想包庇的意思？赵泽明没吭声，只是极淡的看了一眼陈章明，淡淡道：“我记得服装一厂去年的纳税额是咱们江城第4名吧？有这么缺钱？末了展销会，全部员工都要下岗闹事儿了。”陈章明一听，当即明白自己这是冲动说错话了，他脸色变了变，当下不再吭声。郑深山也赶紧出来打圆场：“哎呀，老赵，别生气，这陈总说话有些直，不经脑子，你别往心里去啊。大家都是为了江城好，为了自己厂子里的员工谋福利，是不是？”赵泽明没继续接茬了。谭京东扭头朝着程毅看了一眼，无奈又生气，这事儿真是作死了。说到这份上，要是赵泽明再将名额给了程毅的话，那岂不是就坐实了不公正的名头？果然，赵泽明想了想，道：“这事儿还得再考虑考虑，到时候开会决定吧。毕竟工商局不是我的一言堂，大家都要公平公正才好。”他说完，正准备挥手让秘书送客，然而程毅却忽然开了口：“赵主任，既然要公平公正，那么就得有个衡量标准，不是吗？”他字句分明道：“没有衡量标准，说是开会决定，到时候即便给出最终决定，落选的那个始终会心有不甘，不明白为什么名额没给到自己。我想就是因为衡量标准不明确的原因。要是给出了衡量标准，到时候也知道哪里不如对方，这样才好服人心。”赵泽明听见衡量标准这话，顿时也觉得新鲜。实际上，他们所谓的开会决定，说到底还是投票，将竞选的几个企业报上来之后，这个说那个好，那个说这个好，背地里收了多少钱，那都是不得而知的。最后投票决定，票数最多的获胜。赵泽明也从来没想过所谓的衡量标准这事儿，如今被程毅一提，他才惊觉，这也真是个好东西。也是，衡量标准一出，到时候具体哪个企业上了，哪个企业没上，都有话能说。第172章，程毅居然写了10万，你比不过人家，那就是实打实的认输。不然每次出一个名额，就有不少人直接堵在办公室门口闹，叫他头疼欲裂。赵泽明来了兴趣，看着程毅问道：“那你说这事情怎么弄衡量标准？总不能张嘴就来吧？”程毅想了想，既然是展销会卖服装，我想衡量标准就应该是卖出去的服装总额。服装总额？赵泽明仔细一想，这个衡量标准的确是贴题。他点点头，表示赞同。展销会一共3天，怎么定标准？谁承诺的多，就把名额给谁。赵泽明想了想，眉头又皱了起来。那各个企业肯定直接虚高了报，哪里知道谁真谁假？陈章明也讥诮地看了一眼程毅，我说我能卖50万，你信不信？不过程毅没搭理他。
他只是看着赵泽明，继续道：“这也简单，给出一个门槛就行了。”程毅解释，比如一场报名承诺的成交额为30万，可他没做到的话，那么就将展销会全部的成交额全都上交，当做今年税收，工商局全程监督，防止造假。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敢虚报了。这门槛的确是高，也的确是够狠，不是利润，也不是提高税收，而是实实在在将全部的成交额作为利润上缴。这谁敢还虚报？更别说工商局全程监督，做不了价，到时候一个没弄好，损失的可就不只是一点点了。果然，这话说完，陈章民脸色都不好了，他有些生气，盯着程毅道：“那这样的话，大家都是保守的报，谁还敢报高？你这标准也未免太苛刻了，简直就是在赌博。”陈章民原本还想说什么，可赵泽明挥挥手打断了他：“什么赌博不赌博，别说的这么难听。”赵泽明道：“这衡量标准，我觉得很好，大家都是一样的衡量标准，也都是自己评估实力，报出数字，很公平。”赵泽明搓了搓手，脸上笑出了花。实际上，他没说的是，他还觉得好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标准对于工商局来说，简直是百利无一害。首先，标准放出来，大家公平公正竞争，没得到名额也说不了什么。第二，这即便有人虚高报了，失败了，那展销会期间成交的成交额可都是上缴工商局的税，这和白捡有什么区别？赵泽明简直是越想越满意，他极其赞许地朝着程毅看了一眼，甚至在想自个儿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招。事情就这么定了，那现在就从你们开始，展销会还有3天，这3天里头肯定有不少企业找我，我都会按照这个标准和他们提。赵泽明喝了口茶，看向陈章明道：“为了公平起见，你们分别写在纸上，写完一起交给我，我来看谁写的高，当场公布，行不行？这样的确公平，防止后报的人恶意压数字，比如多1块、多2块这种。”陈章明原本想提，见赵泽明主动提出来，他顿时也稍稍放了心。赵泽明喊秘书拿了2张纸和2支中华铅笔，分别递给了程毅和陈章明。郑深山看了程毅一眼，伸手拽了拽陈章明，道：“你来这里写。”陈章明点点头，坐在了椅子上，拿着笔，眼神一个劲儿地朝着程毅看去。实际上，陈章明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他手下的服装一厂当年可是十分红火且辉煌的，即便放在如今，整个江城所有的服装行业那也是排名第一。因为一厂的主要服装销售对象是整个江城，而不是出口到阳城。85年，服装一厂还是国营企业，只是效益不高，面临倒闭。陈章明接手过来，从此成为私营企业。他也快速做出了改变，出省转为内销，主攻江城大大小小的地级市和县城。百货大楼里头最常见的就是一厂出来的服装，因为成本低，价格好，末2年就占领了整个江城市场的大头。厂子里的衣裳设计也轻松，总之打版照着阳城那边模仿就行，什么活他就抄什么。虽然比阳城总是晚1个月的时间，但是因为价格好，因此江城购买的人也不少。厂子越做越大，如今厂子里工人就有将近200个，更别说那些坐办公室的了。要说规模，整个江城谁比得上他？知名度也显然使自己更好。陈章明心里定了定，盯着程毅看了一会儿，见后者抬手写了数字，他这才收回视线，也想了个数字出来，认认真真的写了上去。服装展销说是说5天，但是实际上因为要吸引人流，再加上搭建台子拆台子，总共应该有7天左右的时间。不过前后2天人流量会少很多就是了。陈章明心里飞快算了一下，到时候自己稍微压一点价格，薄利多销，一定能够达到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再加上刚好恰逢端午节前后，人流量肯定比之前要多不少。他心里稍稍有了底儿，在纸上飞快写下了7万这个数字，1天1万的销售额，在90年代，对于任何一个厂家来说，基本上都是天文数字。陈章明甚至打定了主意，到时候实在不行就半价抛售，即便到时候利润大打折扣，也总比直接赔掉成交额的好。写完后，陈章明就将纸条交给了赵泽明，那边程毅也递了过去。2人视线交汇，陈章明看着程毅，多少是有点轻蔑和不屑的。都说出生牛犊不怕虎，可是管你是老牛新牛，说到底还是得被吃了。赵泽明接过去，先是打开了陈章明的纸条，看见上面写了7万，顿时略略惊讶的瞪大眼，旋即感慨道：“一场果真是一场，有魄力啊！”陈章明笑了笑，挺直了腰杆。谭京东听见这数字，心里头顿时有了谱。得，这事儿看来没戏。7万元的成交额，简直是异想天开。美云服装厂这可是新开的厂子，能有个3万，那都是谢天谢地了。他低头叹了口气，
心里有些不甘和失落。然而下一刻，他就听见赵泽明略略发紧倒抽冷气声音响起：“程毅，我看看，10万。”第173章，签合同了。赵泽明一瞬间倒抽一口冷气，他甚至有些失态，站起来咽了咽口水，认认真真的盯着程毅看了一会儿，这才继续问道：“你确定真的写这么多？10万块，这可真是太多了。”说实话，单单就以美云制衣厂的能力，赵泽明觉得3万块都是勉强。要是以前的林富贵在，那说不定还能拼一拼3万块。可是如今忽然换了新老板，这才没几天的时间，不说存货量够不够，那就算是真的有这么快的生产速度，又怎么能够保证一定销售出去呢？赵泽明对程毅还是很有好感的，当下反复询问，又给他几个眼神示意，道：“小年轻，心气儿大，总归是好的，但是你得量力而为啊，不然的话，全部的成交额都要上缴，那可真就得不偿失了。”谭京东也足足愣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眉头皱着，伸着手，赶紧偷偷拽了拽程毅的衣摆。这人疯了吗？自己提的意见居然用来坑自己！10万元，那就算是现如今发达的小电器行业，7天下来的销售额也不一定有这么多，更何况是服装，这不是明白了要给别人送钱吗？程毅却笑了笑，宛若压根没听见赵泽明的话，也没有察觉到谭京东对自己做的小动作。他仍旧笑着看着赵泽明，问道：“我比陈总写的高，那意味着这一次的衡量标准我赢了，是吗？”陈章明脸色难看，盯着程毅，心里头暗暗骂了一声疯子。这人怕真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吧？服装行业江城都被自己一手掌控，他哪来的10万元市场？而且说起来是7天，实际上实打实的时间也就是5天罢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展销会上的竞争力。服装展销会顾名思义，那可是不少县城和地级城市的服装送过来展销，挤挤攘攘的整个广场都是。老牌制衣厂还能靠质量和以往的口碑吸引一批老客户，可是你这会儿一个新厂，靠什么？靠搞笑吗？陈章明的心里已经给程毅判了死刑，如今程毅做的这一切，在他的眼里看来，不过是殊死一搏，为了不让自己拿到这个名额而赌这一口气甜的数字罢了。陈章明冷笑了一声，看了一眼程毅，道：“年轻人，我劝你一句，做生意可不是过家家，很多事情和决定要多想多看多了解才就能做出来的。你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一口写了10万的数字，知不知道到时候展销会没成功，或者亏本出售来争这一口气，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背后可是整个制衣厂的员工，赔钱这事儿可不能意气用事啊！”陈章明这话固然有嘲笑和看不起的意思，但是却是实打实的真理。赵泽明也跟着点点头，还想出口再劝，但是却只见程毅摆摆手，示意自己还是保持这个答案。就这么多。他笑着伸出手，轻轻点了点桌子，道：“成交额10万元，做不到全部的成交额都上缴。”得。话说到这里，就再也没有反悔的余地了。陈章明用一种看疯子一样的表情看着他，旋即也不再劝了。做生意就是这样，经常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人来做，不听劝，意气用事，到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赵泽明也无奈点点头。那行，你说10万就10万，这合同我可给你签了呀。程毅点头。赵泽明当下喊一旁的小秘书去拟定合同，一旁的陈章明和郑深山也没立刻走，两人当然是留了心眼的，生怕赵泽明反悔，当下就等着合同拟定，盯着程毅签字呢。赵泽明也看出来了两人的小动作，忍不住心里头厌恶了一番，这两人真是过于精明了。合同很快拟定好，郑深山笑着边说边凑过来，朝着那合同上看了一眼，10万元一点不少。他又扭头看向陈章明，给了后者一个肯定的眼神。哈哈，今天真是遗憾。郑深山打着哈哈，边笑边道，又看见程毅拿过黑色签字笔，认认真真的在合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不过我相信美云服装厂既然报了10万元的名额，那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咱们就拭目以待了呀。说完后，他又和赵泽明寒暄了2句，紧接着就带着陈章明离开了。走的时候，两人意味深长地看了程毅一眼，眼神像是在看待一个初出社会的毛头小子，可怜又嘲笑。程毅倒是大大方方的给两人看，反正又不会少块肉。两人走后，谭京东才赶紧伸手戳了戳程毅的胳膊，道：“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稳重？平日里瞧着也是个脚踏实地的小伙子，怎么今天就这么随意报数字了？10万块，不是1、2万。你，哎，指责的话也说不出口了。这事儿说起来，倒也和谭京东没什么关系，但是程毅毕竟是自己带来的，又是自己管辖区内的产业，再加上老朋友见面，这隐隐约约总有点攀比感。
他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赵泽民也帮着谭京东说了两句，最后无奈道：“这事儿可就真的定下来了，10万块。我瞧着没有哪个单位敢报出你这么高的数字。这还有3天就要举办展销会了，签下的合同可不能反悔。再加上肯定不少眼睛都盯着，这事儿只能靠你自己了呀。”程毅点点头，接过了合同。这合同一式2份，还盖上了工商局的印章。程毅郑重地将合同折叠好，放进口袋里，又和赵泽民道了谢，之后跟着谭京东离开了。谭京东一路上都在叹气，他看着程毅，忍不住又叨叨了一路。程毅知道他这是担心自己，因此一一笑着应了。直到两人走回了美云制衣厂，才停了下来。谭主任，进来喝杯茶。谭京东原本想拒绝的，但是又想着进去看一看厂子里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当下犹豫了一下，就点头答应了。也是，进去瞧瞧，心里头也有个数。成吧。他说完，跟着程毅走进了厂子。美云制衣厂，谭京东之前是来过的。第174章，我师傅一天卖2万呢。那还是林富贵办厂的时候，从自己手上亲手批的地，又请自己吃了好几顿饭。后来林富贵死的时候，谭京东是从报纸上看见消息的，心里头唏嘘一片。如今再次走进制衣厂，他心里头复杂极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甚至院子里头的桂花树都还在，可是早已物是人非了。想来那100多号员工应该和自己一样，还没缓过劲儿来，怎么会有心思挣钱呢？这样的情况下，还怎么生产衣裳参加展销会？年轻固然好，可是还得明白，这最重要的是安抚人心，叫他们快点走出来，这样才能。只是脑海里乱糟糟的念头还没停下来，跟着程毅走进厂房的一刹那，谭京东脸上的表情忽然顿住了。等等，他看见了什么？偌大的厂房里，踩机器的声音络绎不绝，绵延一片。所有人的脸上哪里有什么失落，什么颓丧，一个个正斗志昂扬，低着头，半弯着身子，眼神认认真真，全神贯注地落在了面前的衣裳上。就看见一块块布料飞快地在他们的手里头被缝来缝去，随着机器的声音响起，一道工序完成，被极快扔进筐子里。一筐子满了之后，下个组的人就急匆匆小跑过来，拖着巨大的筐子就往后拉，拉到自己的工位上，继续进行下一道工序。这架势，这昂扬的斗志，简直叫人惊讶又震撼。乖乖，要知道谭京东上一次来也是参观了服装厂，那时候林富贵还在，他特意带着自己进厂房逛了一圈。谭京东阅人无数，他自然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偌大的厂子虽然一个个都认真的在干活，但是一眼瞧去，就看见他们眼睛里的麻木和机械，哪里像是现在这样，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着一股子急冲冲的干劲儿，甚至走路都用跑的。怎么说呢？准确来说就是抢活干。谭京东单位里头，大家都是磨洋工，得过且过，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场景了？他哑然站在过道里看了好一会儿，才终于有人注意到谭京东的存在。哎呀，谭主任，谭主任怎么来了？有人喊道。顿时，一个个原本低着头干活的众人齐刷刷地抬起了脑袋，朝着谭京东看过来。谭主任，你怎么来了？哎呀，大家伙儿都听听，谭主任来了。大家和谭主任问个好。谭主任好。一张张脸扬了起来，笑意盎然，生机勃勃，每个人都充满了干劲儿，那种昂扬向上的劲头更是让谭京东看了为之震撼。他去过很多工厂企业，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人。仔细一瞧，明明都还是之前见过的那一批，可是怎么忽然间就变了个人了？一群人挨个和谭京东打了招呼，之后莫等谭京东回应，当下又赶紧急匆匆地做自己的事儿了。谭京东哑然，甚至原本找人了解了解情况的，这会儿都不好意思开口。大家都在认真干活，他哪里好意思打扰？程毅这会儿去找茶叶了。林耀东刚好端了一大摞刚才剪好的布料进来，当下就有人赶紧小跑过去，接过来拿到自己工位上去做了。林耀东还是第一次见谭京东，以为闲杂人，当下眉头一皱，走过来沉声问道：哪里来的人？这里是制衣厂，可不是随便进来的。请你。林组长，他是主任，谭主任，开发办的。赶紧有人提醒。林耀东一愣，惊得瞪大眼，赶紧冲着谭京东道歉。哎呀，这可真对不住，谭主任，我没认出来，您可千万别和我计较。林耀东说着，挠了挠脑袋，嘿嘿一笑。谭京东当然不会和他计较。见林耀东似乎有点时间，当下含糊应了两句，之后拉着他往外走，边走边问关于厂里的事情。林耀东虽然热情，但是该留的心眼儿可不少，当下挑挑拣拣的说了，谭京东仍旧一头雾水。他想了想，也懒得去弄明白了，和林耀东聊了会儿，走到门口桂花树下坐了下来，
叹口气，说起了今天程毅签协议的事情。你们这么信任他，可是这小子这么猛，报数字越高越好，可是哪能瞎报？10万元的销售额，满打满算也就5、6天，他简直是太胡来了。林耀东正在烧水，拎着水壶过来，又找了个茶杯，放了一小撮茶叶下去，最后倒入开水，滚烫烫的开水一冲，顿时茶叶上下翻涌。听着谭京东的话，他愣了愣，旋即一乐，露了个笑脸出来。7天10万块，那是我师傅写的销售额。谭京东一愣，刚端在手里的茶差点没倒在身上。啥？他是不是听错了？谭京东稳了稳，侧头看向林耀东，试探性道：你知不知道7天10万块是什么概念？这销售额即便是大厂都做不到，你这个小制衣厂哪来的自信？他顿了顿，又道：你们对他是不是太相信了？实际上对于谭京东来说，这哪是相信，这分明就是盲目崇拜，只是他没敢说，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他盯着林耀东，却见后者极其认真的点了点头。我知道啊，他说道。不就是7天内卖衣裳，衣裳的销售额全部加起来要超过10万吗？这很容易的呀。谭主任，你不知道我师傅之前就是在元安县开服装店吗？2个铺子。谭京东面露迷茫。我知道啊，那又怎么了？林耀东嘿嘿笑道，我也在里头帮忙，有时候也帮着算账。有一次我瞧见过我师娘的账本，最高的1天销售额有2万多呢。谭京东这一次是喝进嘴里的水直接被呛着了，他瞪大眼，烫得赶紧放下手机，盯着林耀东，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2万块1天销售额，不是1个月？谭京东蒙圈了。他这会儿忽然间后知后觉想起来，似乎当初程毅进标的时候说过一次他有2间铺子，而且还在2个月内净利润挣到了30万。只是他那会儿听听也就过去了，有几个人当真呢？第175章鼓舞人心。现在林耀东一说，谭京东顿时沉默且震撼了。这小子居然说的是真的，2个月净利润30万，卖什么？两人说话的当口，程毅已经一脸无奈过来了。他看了一眼林耀东，道：东子，茶叶你放哪儿去了？他原本从元安县带了1罐白茶过来，放在办公桌上，结果刚才去找了半天都没看见，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林耀东拿了。果然一走出来就看见林耀东拿了茶杯又倒水。程毅说完就看见林耀东嘿嘿笑了2声，伸手挠了挠脑袋。师傅，我刚才拿的，你不出门了吗？我干活总惦记着泡茶，忘带了，想着你那里有就去拿了。元安县的习惯就是这样，手里头揣着茶杯，走哪儿泡哪儿。程毅见谭京东正看着自己，手里头还拿着茶杯，当下笑着道：这是我们元安县的白茶，味道很不错，谭主任要是喜欢，下次我给您带来。谭京东下意识的点点头，原本还想问些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被自己咽了下去了。问啥？问人家是不是真的2个月挣30万？谭京东脑袋里念头乱飞，盯着程毅，却又忽然觉得可信了些。这年轻人应该是有点本事的，能够拿下美云制衣厂，还能够让厂子里的这些员工这么勤勤恳恳的帮他干活，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鲁莽的人。再加上刚才赵泽明甚至好几次和他确定是不是10万，他也点头肯定了，而且还签了文件。谭京东摸了摸下巴，当下觉得这事儿或许自己真的过于担心了。他起身将手里端着的茶杯吹来拂叶，认真的喝了一口。白茶果然好喝，唇齿留香，入口回甘，味道清冽。他看着程毅道：这事儿既然做了，那你就好好做，这几天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我能做的指定帮你。程毅虽然惊讶谭京东的态度转变，但是对于自己来说肯定是好事。当下他道了谢，又给自己泡了杯茶，拉了张椅子坐下来，和谭京东仔仔细细地讨论了一番这一次展销会的事，从大致的搭建台子到后面的具体细节，还有十分新颖的要吆喝拉客的方式等等，都让谭京东大开眼界。天色沉下来后，程毅又拉着谭京东、林耀东去吃了顿饭。酒足饭饱后，谭京东心满意足地起身，脸蛋在酒精的衬托下有些泛红，他打了个酒嗝，对着程毅竖起大拇指。不错，他道，你要是真做到了10万块的销售额，以后这开发办你要干啥我都帮你。说到做到，要程毅真能一炮打响干过一场，那他开发办也算是打出名头了，以后市里头开会他指定能横着走。程毅笑着道了谢，和林耀东两人送谭京东回了家。翌日有了目标后，时间仿佛过得快了不少。程毅早上6点就起来了，直奔制衣厂，从仓库里头将那些零零散散剩下来的衣裳全都一套一套的搭配好，放进了箱子里。林耀东7点到厂子里的时候，
程毅已经干活40多分钟了，他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帮忙。8点钟工人们上班，林耀东这才跑到巷子口给程毅买了早饭，两人干脆屁股靠在桌子上吃着肉包子、油条、豆浆，热腾腾的碳水，豆浆豆香味浓郁，油条脆又咸香，一口下去满足极了。等会儿吃完，喊各个小组长开会。程毅道。林耀东闻言点了点脑袋，我这就去。他一口将手里头剩下的包子塞进嘴里，转头跑进了厂子里。工厂里头众人接了水，正准备上班，就听见程毅在大喊：开会开会！小组长全都在院子里头集合。众人闻言当下急匆匆跑到院子里。程毅刚吃完包子，擦了擦手，靠在桂花树下看了一眼众人，确认人到齐后，才抬手挥了挥，对着方世贵道：厂长站到最前面来。方世贵快步上前，颇有些紧张。程毅也不瞒着他们，将展销会和签订了协议的事情全都说了一遍。一说完，众人就愣住了，旋即瞪大眼，紧张又担心。一厂可是很厉害的，工人比咱们多，市场也比咱们大。我记得当初林老板就是被那陈章明挤兑，衣裳在江城卖不出去看，只能去阳城卖，结果这怎么比得过呢？7天不到的时间要卖10万块，咱们肯定不行。我也觉得程总实在是有点鲁莽了，咱们哪干得过啊？人群闹哄哄的。方世贵脸一沉，呵斥道：程总在讲话呢，你们能不能安静点？众人顿时安静下来，可是这一双双眼睛看着程毅，写满了怀疑。程毅清了清嗓子，看向众人：我知道一厂工人比咱们多，市场也比咱们大，但是那又怎么样？谁卖衣裳不是从零开始？市场不去争，那就永远没有机会；摆在面前，不知道珍惜，那就永远趋于人后。我知道陈章明很厉害，但是我仍旧签了协议，拼死也要搏一搏。可是你们呢？还没开始，一个个就自我怀疑，像什么话？就算失败了，付出损失的也不是你们，你们的工资1分钱我都不会少，所以你们到底有什么可担心的？就因为人家是一厂的员工，就永远都要比你们强？话音落定，所有人脸色都不太好看了。实际上，他们其中不少人当初也去一厂应聘过，那可是整个江城最大的服装厂，里头不管是待遇还是工资福利，甚至于说出去名声都是最好听的。可是面试过不通过，不是手脚不够麻利，就是做工不过关，更多的则是没关系。几个人一同考核，没送钱，没找人，那当然就被刷下来了。这事儿就是他们心中的一根刺儿，意难平。这会儿听见程毅的话，众人心里头都攒了一股子气儿。终于有人扯着脖子喊道：谁比他们矮一头了？这做衣裳我可不比他差。第176章，空了一个名额出来。就是要做什么？程总你说，你都不怕亏本，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对，咱们拼一拼，到时候咱们都去卖衣裳，都去帮忙，就不信卖不出10万块。人群兴奋的点总是在某一处，只要抓住，那能掌控情绪和人心。实际上10万元的销售额，程毅并不担心销售不到，但是前提是得有足够的衣裳，不然的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算是营销手段做得再好，没有足够的衣裳销售，那最后也是无能为力。这是新厂，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即便这些员工动力满满，想要在剩下的3、4天里头做出10万块的货，那也是够呛。程毅这才想到这招，调动情绪，拉满嘲讽值。现在看来，这一招果然奏效。程毅满意点点头。那好，从现在开始，咱们寻林服装厂全天开放，只要你们有时间，全都能过来加班，多劳多得。我不怕你挣我的钱，就怕你们懒不肯来挣。做多少得多少，争取这个月人人工资破200。啧，演技到位，声音都变得慷慨激昂起来。所有人都打了鸡血，一脸兴奋地看着程毅。居然是加班！实际上他们之前就想着要加班了，毕竟这钱可是按件数算钱，多劳多得。他们谁不想做得更多，拿得更多？这可不就是瞌睡了送枕头吗？他们原本还想着怎么提出来，没想到程毅居然自己提了。这一下，众人兴奋了，噔噔噔地跑到了车间里，和自己组员们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另外，又添油加醋的将程毅和一厂老总陈章明对赌的事情说了一遍，慷慨激昂，比程毅还能调动情绪。这一番操作下来，厂子的机器声一天都没歇息过，就连中午吃饭都是跑回去吃的，吃饱了后又跑回来，认认真真的趴在桌子上继续踩缝纫机。接连3天都是如此。程毅又临时花了2套衣裳，带着林耀东去纺织厂买了布料，回来交给众人做。偌大的仓库里，衣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所有人都干劲十足。此刻，服装一厂，陈章明正在清点仓库的存货。他的仓库里头有一批衣裳，还是去年留下来的老款式，
去年跟风打板羊城的衣裳，没想到做多了，销售不出去，结果就堆在仓库里了。他争取展销会的名额，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将库存全部销售出去。毕竟压一天就是亏本一天，谁吃得消？他这才送了钱，又托了关系去找郑深山帮忙。可万万没想到，杀出个诚意。陈章明看着小山班堆着的衣裳，眉头拧成了疙瘩。愁死个人！哒哒哒，仓库外脚步声传来，是自己的秘书刘青。陈总，陈总，有好消息！刘青一脸兴奋喊道。陈章明扭头看了他一眼，道：什么好消息？难不成是展销会有名额了？还是这一堆尾货有人收了？咋咋呼呼的，做事儿不能稳重些？刘青却一脸放光的盯着自己，狂点头。陈章明，你倒是说话啊！他气得差点想踹刘青一脚，后者这才赶紧稳了稳气息，咽了咽口水，道：是展销会有名额了。刘青赶紧将事情说了一遍。原来这一次陈章明给郑深山送东西实在是送得到位。回去之后事情没成，郑深山总觉得心里头过意不去，于是又上上下下的找了自己的老同学，总算是找到了计生单位。计生那边有个展销名额，是因为这展销名额都是每次轮流给的，能不能对口全看运气。计生那边原本就不搞服装，之前去问过，也说是卖出去了这个名额，可是没想到郑深山的关系实在是强，这一问名额又给拿回来了，空出来了。郑深山打电话过来问陈章明要不要，他这会儿在仓库，因此是秘书刘青接的电话。刘青急急忙忙过来传达消息。陈章明听完，一瞬间高兴的差点没跳起来。买买买，现在就赶紧去传消息。多少钱？咱们马上送到计生办去。哎，陈章明高兴的伸出手，用力的狠狠一拍。这名额实在是到位。陈章明兴奋搓了搓手，又在仓库里头转来转去，想起程毅签下的那10万块的单子，忍不住笑出声。看来真的是天佑他。哼，那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写了个价，抢了名额有什么用？陈章明心情大好，随手拿了一件尾货在手里头把玩着。先不说他到底有几分本事能卖出去货，这到时候咱们的展销会铺子就开在他对面，别说是10万块，就是1万块他也够呛。陈章明是真的有信心，一场的标签在江城很是有威望的，甚至不少人出去买衣裳都会多嘴问一句是不是一场的货。陈章明只要自己也在展销会上开了铺子，那绝对能秒杀一切同行。他心情大好，赶紧吩咐秘书刘青去付钱，之后又找了人将这一批尾货全部清点一下。端午节前后的展销会，那可实实在在的人流量顶峰。他甚至开始盘算这一批尾货清理出去能挣多少钱，明年等攒够了钱，也是时候开分厂了。到那时候，以江城作为自己的基本盘，之后再扩展生意到阳城，最后才是真正面向全国市场。3天的时间眨眼而过，这3天里，寻林制衣厂的效率直接翻了4倍。仓库里头的衣裳早早堆满，甚至不得不临时再次租了一个仓库用来堆放衣裳。终于到了展销会开始的第1天，一大早就有人在寻林制衣厂外头等着了。见着程毅来，他笑着喊道：请问程毅程总是哪个？我是工商局招待办的。程毅道：我就是。那人当下笑道：哎呀，您就是啊，看起来真年轻，我都差点不敢相信。他又说了很多场面漂亮话，之后道：展销会场地已经清空了，今天会统一搭建台子，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或者去场地里头看看，咱们请的施工方式可以变通一下的，免得到时候不好展览。第177章展销会牌号。程毅点点头，朝着林耀东看了一眼，后者顿时明白过来，赶紧从口袋里摸了一包烟，底下压了2张大团结递了过去。麻烦您跑一趟。程毅笑道：以后还得请您多多照顾了。那人接过烟，摸到下面压着的钱，当下眼睛都亮了。他喜滋滋接过来，又道：这选位置可是门技术活儿，别看一开始进来的位置人多你就选，这往年东西卖的最好的就是中间靠尾巴上那几个，你要选最好早点去，不然去晚了可就只能落2头了。程毅又认真道了谢，那人这才心满意足离开。林耀东就在旁边一直站着，听见这话当下就来了劲儿。哎呀，那咱们赶紧去。师傅，现在就出发。他生怕去晚了抢不到好位置，拉着程毅就要跑，然而拽了2下没拽动，一扭头看见程毅对着自己摇了摇头。别着急，他道：现在去也不一定能够抢到好位置，人多挤得很，晚点再去吧。林耀东，师傅怎么回事？刚才那人不都说了吗？去晚了可就找不到好位置了，以前最好的位置可都是在中间地儿。林耀东着急坏了。
拉着程毅就准备往小巷子里跑。这事儿实际上林耀东自己想想也明白了，人流买东西就是这样，尤其是展销会，高高兴兴来逛一逛，总觉得好东西在后面，因此头上的位置是不受欢迎的，看归看，但不会花钱买。一路走到底，又觉得错过了好东西，因此折回买。可是这折回的地方往往不会太靠前，因为刚进来卖的什么东西都忘了，而且走了一路也累了，谁愿意还往回跑？因此销售量最高的往往都是往回走一小段路的铺子。这个数据可是每一次统计出来的。林耀东着急坏了，急匆匆就想跑，可没等迈开步子，程毅就反手抓住了他，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事情有利弊，谁说两头的位置就不好了？他笑道。林耀东一愣，有些不明白，可是程毅却仍旧拽着他径直往美云制衣厂走。晚点去没关系，我心里有打算。得，听见程毅这么说，林耀东当下也只能忍住了。两人在制衣厂一直干活到9点，程毅才带着林耀东走出厂子。日头正好，打车直奔工商局招待办。程毅抵达的时候，拿出了竞标成功的通行牌，门卫放他进去，又指了指1楼，道：“那里有个会议室，他们都在。”程毅带着林耀东走过去，敲了敲门，听见应答声，这才推门进去。屋子里的确很热闹，赵泽明也在，还有今天上午给自己送信的中年男人，其余2个工作人员程毅没见过，也不认识。剩下的4个正在和施工方讨论具体搭建的方案。听见声音响起，几人齐刷刷扭头看过来，一眼就看见了程毅。赵泽明一愣，旋即快步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拉过程毅，无奈道：“小李不是说告诉你了，让你早点过来，现在过来，位置都被人选完了。”程毅知道赵泽明这是为自己好，当下道了谢：“有点事耽搁了，不过位置没事儿，在哪儿都行。”赵泽明，他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程毅进来，助理递了剩下最后一个位置的标号给他，这是最外面的位置，你看看。程毅接过来，看见上面写了个25，当即明白这展销会一共有25个摊位，25个摊位有5个是江城的，其余的都分布在各个地级市。总之层层下分，并不是所有的县城和地级市都能够参加每次的展销会，这其中也要轮流，按照规矩公平办事。那助理显然有些同情的看了一眼程毅，这可是最后面的摊子，以往销售成绩都排在倒数的，听说还签了10万元成交额的合同，可真是够呛。程毅接过来放进口袋里，却见赵泽明又猛地给自己使眼色。程毅一愣，顺着赵泽明的眼神朝着办公室一头看去，下一刻就和一个熟悉的人影对上了视线。一件夹克衫，黑长裤，手里头端着一个茶杯子，挺着肚子笑盈盈的见着程毅，他掏出烟，走出人群，递了一支给他。哎呀，程总，巧了不是？咱们又见了。程毅，陈章民脸上得意的笑容藏都藏不住。程毅甚至不用去猜，也知道他肯定是从别的渠道拿到了其中一个名额，现在这会儿是准备和自己炫耀呢。程毅只当不知道，笑了笑，摆摆手，不好意思陈总，我不抽烟。得，这就相当于当面打脸了。屋子里忽然奇异的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齐刷刷的看向两人，其余3人也敏锐的意识到事情不对劲，这一场的陈总怎么和这个新来的小年轻对上了？陈章民被拒绝，脸上的神色也不太好看，他干脆收起了摆出来的假笑，嗤了一声，慢条斯理的将抽出来的烟给塞进了烟盒里，又扔回了口袋。签了10万元的成交额合同，就是这个态度。陈章民耸耸肩，笑着看向身后几人，道：“连位置都是排在最后一个新厂，开张没几天，能不能拿出10万块的货都不知道，居然还敢签对赌协议。这年头还真什么人都敢开工厂了。”陈章民的一场效益高，手里头的人脉也广，毕竟在江城待了这么多年。他说的话直直白白嘲讽了些，但是对方是个新人，听说又是刚来江城不久的乡巴佬，年纪轻轻，做事儿这么狂妄，居然从陈章民的手里抢名额，也难怪。几人几乎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一波站哪边。当下一个个齐刷刷站队。就是啊，年轻人容易冲动，你啊，这次展销会多和咱们陈总学学，吃一堑长一智，下次想明白了再做事，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啊。这一亏可真不少。第178章搭建舞台。是啊，年轻的时候吃点亏，学着点儿，咱陈总身上要学的东西可多着呢。人群闹哄哄的，程毅却只是双手环着胸，笑着看着几人，听着他们说话。林耀东站在程毅的身边，脸色难看，气得牙痒痒。这些人显然就是存了看笑话的心思。你们！林耀东气得就想开口骂人，然而程毅却伸手极快地拽住了他，扭头看了林耀东一眼，摇了摇头。林耀东这才不情不愿地闭了嘴。气死人！
这要是在之前，他指定就冲上去揍人了。见程毅只是笑笑不搭理他们，当下几人也觉得没意思。这边赵泽明拉着程毅又叮嘱了一些事儿，之后无奈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尽量去做，做不到10万，做个8、9万也是好的。到时候我说说，看看能不能瞒过去。”这小年轻看起来不争不抢，听说美云制衣厂那边反响也很好，工人们都上岗干活，这是踏踏实实做事的呀。这样的人他不帮一把，心里头过意不去。程毅倒是有些意外，听见赵泽明说这话，他道了谢，又笑着道：“谢谢赵主任，我知道了。”见着程毅这么听话又乖巧，赵泽明的心里头越发不是滋味。这2年，一厂在江城的销售额越来越高，而且陈章明又是个脾气冲的主，没少说些狂妄的话。人总归是这样，同情弱小。见着程毅这模样，赵泽明想了想，又问道：“要不要我帮你换个位置？咱们江城的不好换，但是从别的县城弄个名额过来换一下还是可以的，这点小忙我帮了也没什么。”他说完顿了顿，又道：“陈章明居然还托人弄了计生办的名额，你这又算什么？”程毅的心里头当即暖烘烘的，他看着赵泽明，脸上也多了几分认真的神色。赵主任，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但是我的确是想要边上的位置。他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号码，笑道：“我有用，心里头也做好打算了，您放心就是。”赵泽明有些震惊又疑惑地看着程毅，似乎在判断他说的话到底是真还是假。但是事情说到这份上，对方也已经拒绝了自己的好意，当下赵泽明也只能叹口气接受了。那成，这事儿你尽力去做，搏一搏。赵泽明拍了拍程毅的肩膀，说完后又探头看了一眼已经和陈章明等人聊完的施工方，他们昨天晚上已经搭建好基本的棚子了，今天会按照你们提出的要求，额外在里面增加一下展示架子，很快上午就能完工。你去看看，有什么要求要提的？程毅点头，站在门口，等到施工方走出来，他才迎了过去，掏出烟，每个人都递了一支烟过去。程毅脸上满满都是笑，和陈章明那种自大狂妄不同，程毅的姿态放得很平，边说边笑，似乎将他们当成了真的商量的朋友。叔，抽烟。程毅笑着喊道，说完将手里的烟递了过去。这一下，原本还面无表情的施工方当下有些惶恐，赶紧伸手接了过来，又赶紧道：“哎呀，有啥事你说就行，不用和我们这么客气。”程毅点点头，又道了谢，态度好的没话说。他先是和施工方闲聊了几句，问了大概的材料，基本上都是钢筋和焊接为主，类似于现在的轻钢架结构，只要焊接好，承重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他谈话的时候，屋子里的陈章明等人刚好走出来，一个个看倒霉蛋似的看了一眼程毅，而后转身离开了。片刻后，程毅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纸，递给了施工方：“这个舞台你们能搭建好吗？”他指了指，道：“时间晚一点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安全，承重力要够，面积我不太清楚，但是你们可以看着做，大致上是这个形状就行了。”舞台？什么东西？原本一直在一旁闷闷不乐不说话的林耀东，这会儿总算是反应了过来，他当下赶紧支棱起身子，朝着那纸张上看了一眼。乖乖，还真是舞台。一个他不知道形状的舞台，像是锄头的形状，不对，又不像，上头比锄头更长一些，像是个 T。施工方将纸条接了过去，打开，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眼，旋即心里飞快计算衡量建造这座舞台需要的时间。这一个上午肯定不够，如果你真的要，得需要整整2天的时间才行。施工方想了想，比划了一下，道：“今天上午帮他们需要的横梁都搭建完，下午开始做这个，得后天上午才能做好。”程毅算了一下时间，发现大差不差，当下也就答应了。事情敲定，程毅又每个人递了一支烟过去，几人高高兴兴地接了下来，正准备走，忽然又想起什么，转身试探性看向程毅，叮嘱道：“这额外产生的费用都得自个儿出钱，这一个舞台估摸着可得5000上下呢，你确定要做？”程毅再次点头，确定无比。他道：“钱的话，明天先付1半的资金，剩下的昨晚再付，我是要参加展销会的，你们不用担心我跑掉。这年头多少农民工辛辛苦苦地做完手里头的活计，然而去讨钱的时候，对方却直接赖账不给。后来慢慢的学会上访和投诉，但是说到底，这钱喊自己垫付，而且还不知道对方有谱没谱，都是一件危险的事儿。因此先问好再干活。”程毅的这付钱方式也算是爽快，一般来说都是30%的定金交费。听见程毅这么爽快，当下施工方赶紧点头应了下来。成，那咱们明天上午见。施工方离开，而一旁一直憋着的林耀东终于憋不住了，他赶紧拽了拽程毅的衣袖，问道：“师傅，那是啥？你画的舞台怎么是这个形状？”他实在是想不通，程毅要舞台做什么？程毅笑了笑，道：“自然是有用，
为了卖衣服了。卖衣服？要舞台？实际上，程毅之所以故意来晚了，为的就是这种编的位置。第179章，师傅，咱不理他。在短短的时间里，想要达到10万元的销售额，没有点特殊手段哪里能行？而选择边角的位置，也是为了如此。这里就要提及到上辈子2000年代左右所创下的商业促销神话—— T 台秀。这在当年刚刚被推出来的时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举动。人们哪见过这么热闹又直白的宣传方式？要买什么，需要什么，全都被拉到台上展示。随着动感的音乐一响起，全部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而后之后想要买什么，你一开始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完完全全的抛之脑后了。看着喜欢的，或者一些不那么喜欢，甚至压根不适合自己的，全都被这动感的音乐和大家抢购的热情给感染，以至于感觉到不买就是亏了，疯狂加入抢购大军里。当年百货大楼里头，实体业最鼎盛的时候，一晚上甚至能排队购买到11点，甚至于模特身上的衣裳都被扒掉。程毅之所以要了边缘的位置，也正是为了如此。在展现会的中间位置，虽然人流量最好，也是卖出去东西最多的地方，但是没有足够的位置搭建舞台，而最前面或者是最后面都会有一大块空地出来，毕竟那是整个江城内最大的广场。程毅边走边和林耀东解释，后者总算是听明白了。他虽然不知道什么促销、什么打折、带金券之类的销售手段，但是他知道的是自己师傅不是毫无准备，他想好了应对的法子呢。林耀东相信程毅，跟着他的这段时间以来，他可是亲眼看见程毅从一穷二白开始起家，卖螺丝，又捯饬衣裳，最后弄了2间铺子来不说，还带着师娘和2个孩子在县城里头买了屋子，最后又到了省城，甚至盘下了厂子，自己当老板。普通人谁能做到？程毅带着林耀东回了厂子。中午12点，程毅吃了午饭，又和林耀东直奔人民广场。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知道要办展销会，早早就做了宣传，不少江城的人都过来看热闹。展销会虽然还没正式开始，但是这个点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铺子入驻进去了。也并不是所有的摊位都是卖衣裳的，毕竟有些单位实在是拿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放弃这个名额，因此不少单位挂羊头卖狗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少人都是随便挂了几件衣裳，之后就在摊位上摆了别的东西在售卖，小零食、糖画，还有一些捏泥人儿，要么就是一些日用品。这些摊位很多都是县城里头出租给别人的，收取租金就行。总之有利可图，不违法，那就不碍事儿。程毅和林耀东一路到了最后一个摊位，果然和程毅想的一样，这所谓的最后一个摊位，实际上和第一个远远的隔了一段距离，一个在广场头，一个在广场尾，要是不挂着牌子序号，谁看得出来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而在摊位的旁边，刚好有一大块空地，空地过去就是河道走廊，走廊下面是一条河，河不深，但是面宽。江城也被这条河分为江东江西。这会儿施工方已经在忙活了，他们手里头拿着的就是程毅给的图纸。这舞台不难搭建，不过就是有点费功夫。见着程毅和林耀东过来，那人赶紧拿着图纸过来，再次确认：这里长7米，然后宽3米，是不是？程毅点头：对，高1米就成，然后两边还有2个上去的台阶，这样方便些。施工方确认完毕之后，回头就继续施工了。程毅带着林耀东又去了铺子摊位里头看一眼。这铺子摊位实际上就是一个红色的塑料大棚，下面用钢筋支撑起来的，里面空旷极了。而就在程毅琢磨着将哪一块空出来当收银的地方时，忽然就听见身后有人喊自己：啧，小程老板，咱们这是又见了，你说巧不巧？程毅一回头，陈章明就靠在斜对面的铺子旁，手里的食指和中指上就夹着一支烟，笑眯眯地看着他。啧，这笔演技程毅还真是没怕过谁。他双手抄逗，也笑了笑，道：可不是嘛，这还是斜对面的铺子，咱俩都是做服装生意，估计到时候可就得翻脸了。陈章明笑了笑，不置可否。他吐了个烟圈出来，又假装不经意地朝着外面看了一眼。你这是在搭什么呢？这浩浩荡荡的架势，费不少钱吧？兜里头钱多烧得慌。这一次程毅还没说话，林耀东终于忍不住开口呛了回去：搭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问了也不会告诉你。林耀东哼了一声，说完后拉着程毅就往里头走。师傅，咱不理他。程毅他有些哭笑不得，朝着陈章明的方向看了一眼，后者脸上有些挂不住，烟夹在手里都忘了抽。这种表面上客套的打不过野路子，程毅还会和他装一装，可林耀东原本就没见识过这些弯弯绕绕的玩意儿，因此上来就是直接开队。陈章明的脸色难看了起来，他盯着两人，半晌才扔下烟在地上，用力踩灭了。
呵，死到临头都不自知，看看能狂到什么时候。他刚才过来看铺子，才发现外头在搭建东西，又见着程毅在里头和施工方嘀嘀咕咕地说了些什么，只是隔得远，自己没听得太清楚。但是对于陈章民来说，不管程毅和施工方说什么，那都没有用。毕竟这次的展销会，赢家绝对是他。下午，人民广场开始热闹起来，摊位里头开始慢慢填满，巡林制衣厂也派了几人过来送衣裳，陆陆续续的填满了整个铺面。林耀东拖着塑料筐，又拿着衣架，在棚子里头飞快地跑来跑去。这个挂这里，等一下，高了，往这边一点。哎呀，这个裙子可千万别弄脏了，你这样可不行。还是我来吧。林耀东干脆自个儿上手了。别说这半大的小伙子干活就是利索。第180章，当面吵起来了。左右不过1个小时，整个摊子里头就摆满了各式的衣裳。这些衣裳还都是之前林富贵留在厂子仓库里头的，对于程毅来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陈章民这会儿也实实在在的上了心，他厂子里头的员工原本就多，这会儿更是浩浩荡荡的来了20多个，每个人都大包小包的扛着衣裳进来。打开包裹，将里头的衣裳拿出来，也挂在了横梁上。那就是一厂的。铺子里不知道是谁忽然小声的说了一声，当下几人齐刷刷扭头看了过去，一厂的人也看了过来，瞧见是和自家一样的服装铺子，当下多多少少有些不屑。哪儿冒出来的服装铺子？人还不少呢。听说是之前美云制衣厂的，谁知道呢？现在谁都想做服装生意，真以为衣裳这么挣钱呢？咱们一厂不管是工人还是设备，那都是最好的，和咱们碰到一起，算他倒霉。这话声音不小，不少人都听见了。当下一个个原本还在慢慢吞吞收拾东西的，立即手脚麻利了起来。这，咱们服装厂的招牌衣裳必须得挂在最外面。林耀东喊道。他说的招牌衣裳是一套鸡心领乔其纱料子的上衣，鹅黄色，上头用绒花点缀着，领子两边还有荷叶领一样的装饰，袖口是长袖，但是袖中的位置上点缀了一个口子，袖口里面藏着一个小纽扣，天热的时候能够卷上去成为中袖。下面搭配的是一条半身裙，这裙子还是仓库里头压着的款式，纯黑的颜色，大裙摆，看起来无功无过，但是搭配上这花里胡哨的上衣，却显得极其漂亮搭配。陈章民在棚子里头待久了，有些闷，准备出来抽烟，没想到一抬头就看见了成衣铺子挂在最外面的衣裳。他一愣，眼珠子条件反射的就跟着那衣裳跑了。都是做服装做久了的，往往一看就知道那些款式亮眼。他假装靠着桌子点烟，眼神却一个劲儿的往这边瞄。这款式，这服装都是从哪儿来的版型？他前2天刚刚从阳城回来，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款式啊！难不成是最新款的？陈章民脑袋里头各种念头闪了过去，旋即他下意识的又朝着成衣店铺里头挂着的那些衣裳看去。而这一看，他顿时一愣，手里头的烟差点没抖落了地。这衣裳怎么不少款式和自己店铺里挂着的一样？这可都是去年的尾货呀！陈章民又仔仔细细的定睛一瞧，这下肯定了，里头起码有4、5种款式都是现在自己挂出来售卖的。这些都是去年阳城流行的款式，然而因为生产太多，江城市场饱和，所以连带着自己的厂子里都存了不少的货。这压着可都是钱啊！因此陈章民迫不及待地拉出来销售。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居然撞款式了。最重要的是，陈章民凑近了，仔仔细细地盯着那墙上挂着的椅上看了又看，却又发现这衣裳却又是不一样的。仔细说不上来，好像原本松松垮垮的腰收紧了一些，那肥肥大大的喇叭裤好像也小了一点。红色的波点连衣裙，原本裙摆长得吓人，现在也改短了，更别说那之前廉价甩卖都卖不出去的打底衫了。这会儿更是和各种各样的衣裳搭配起来，瞧着身价居然猛地提升了几个档次不止。陈章民有些懵了，他又扭头看了一眼挂在架子上的一大堆衣裳，甚至都能够嗅到上面发出来的霉味儿。这一下他抽烟的心思也没有了，当下脸色一沉，走进铺子里，低声道：“一个个的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这衣裳就不能好好搭配收拾一下再挂出来？”他说着，又偏头朝着成衣的铺子里看了一眼，紧接着有样学样，拿着一条黑裤子搭配了白衬衫，紧接着挂在一个衣架上，喊人直接挂到铁钩子上去了。而此刻斜对面林耀东见货，几次抬头都撞上了陈章民不自然的目光。他顿了顿，紧接着又朝着陈章民的铺子里看去看，顿时就发现了陈章民那基本上和他们铺子里头差不多的挂法。你这人也太不要脸了，怎么还跟着我们屁股后面一块搭配衣裳？都是大活人，没脑子是不是？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得，
林耀东原本就是痞惯了的，这一声吼，他甚至几步冲出了铺子，程毅压根连拦都拦不住，眼睁睁地看见他冲到陈章明的铺子前，大声骂了起来。陈章明实实在在的吓了一跳。说实在的，做生意就是这样，你抄我，我抄你，最是稀松平常了。大家虽然肚子里头生着闷气，再气不过，就暗地里偷偷使绊子，不过那也都是在私下里头进行的，谁会当着面撕破脸皮？以后都是在江城做生意，那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装也要装一下。陈章明做笑面虎做惯了，可万万没想到，忽然蹦了个林耀东出来，直接就冲到自己店铺前，指着自己的鼻子骂。陈章明愣了半晌，脸上一阵青一阵红，愣是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回应。直到旁边的员工赶紧拽了拽自己的袖子，而后探了个头出去，十分底气不足道：“真是好笑，你能这样的，我们就不能了。谁抄你的？”林耀东丝毫不带虚，冷着脸，叉着腰，伸手就指着店铺里头骂：“你们自个儿瞧瞧，大家伙儿都来瞧瞧，见过不要脸的，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我们前脚挂上去，他们后脚就抄，这还怎么做生意？哪有这样做生意的？”林耀东期间还夹杂了各种各样的国粹。得，这会儿展销会已经算是开始了，陆陆续续也有不少客人进来参观。结果听见这边有人在喊，似乎吵起来了，当下看热闹的心思就冒了出来，一个个赶紧就往这边凑。啥情况啊？吵起来了？好像是2个铺子干架呢。没呢，好像一场的铺子抄了对门的铺子吧，咱们去瞧瞧呗。第181章，怎么还不承认抄袭呢？人群越围越多，陈章明脸上终于挂不住，当下走出来，狠狠瞪了一眼林耀东道：“说话说得这么难听，你有什么证据？我告诉你，你再过来闹，我可要喊人了。”陈章明好歹是有点人脉的，他在江城混了这么多年，可不是白混的。当下他扭头对着身边的员工低声说了些什么，就看见那员工点点头，飞快跑出去了。展销会是个大型活动，就怕有人闹事儿的，因此外头站岗了不少武警。没多大会儿，人群就飞快让开了一条路，那员工的身后2名武警跟着走了过来。这年头，大家伙儿对于公安的态度还是十分敬畏的。当下不少人齐齐退开了一些，让武警进来。发生什么事了？谁在这里吵？武警沉声道：“不知道这里弄展销会，不许闹事。”陈章明赶紧上前指了指自己的铺子：“我是一场的老板，陈章明，公安同志，我们这做生意做得好好的呢，结果就有人过来在我们门口骂，您瞧瞧，做生意哪儿经得起这么闹腾？实在是太过分了。”武警扭头看着林耀东：“你是哪里来的？怎么回事？怎么在别人门口闹事？”2个身材高大的武警冷冷盯着林耀东，十分具有压迫感。然而林耀东是个老皮条了，以前在县城里头常年就和公安打交道，他立刻做出一副十分委屈的模样，扭头看了一眼走过来的程毅，道：“师傅，各位同志，你们瞧瞧，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他不要脸，抄我们的服装搭配，这不是明摆着抢生意吗？”武警闻言朝着陈章明的铺子里头看去，果然很多服装挂着的款式都和程毅铺子里头差不多，而且看情况似乎现在还在往上挂。陈章明脸上有些挂不住，他走过去，笑着从口袋里拿烟出来，想要递给2人。这卖衣裳大家都是一样的，挂来挂去就是那几种，再说了，我这可是从阳城那边瞧来的搭配法子，什么时候就成他们的了？陈章明道：“总不能他先挂就是他的了吧？公安同志，您说对不对？”林耀东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这老东西简直是太不要脸了。他气得上前就想继续骂，可一旁程毅轻轻拉住了他，旋即摇了摇头。这些服装原本就是去年阳城的款式，所谓的搭配法子抄袭原本就站不住脚，争论下去没个结果，事情闹大了，印象不好，影响后续人流量。程毅对着2名武警笑了笑，旋即心平气和道：“陈老板这话说的没错，搭配的法子没有什么抄不抄，大家都是自个儿看着打。不过陈老板居然和我想的一样，那还真是巧了。至于从阳城看来的款式，那我就不清楚了，大家伙儿应该都见过这些衣裳吧？这些都是去年阳城的旧款式，我拿出来重新做了一遍，这搭配大家伙儿去年见过吗？”众人纷纷摇头，这衣裳去年买过的人不少，至于这搭配，他们是真的没见过。去年我就买了这样一件长袖，但是下面的裤子还是我自个儿买的，这么一瞧，这铺子里搭的黑色长裙还蛮好看。是啊，这裤子我去年也买了一条，但是不知道怎么穿，下面太肥了，空荡荡的，你瞧瞧，嘿，还给配了一件小背心，瞧着还真不错。是啊，陈老板，你这些搭配我去年去阳城也没见过啊。这一句话简直就是再一次次打陈章明的脸，他脸色清白，旋即却又很快挤了个笑脸出来。
程老板，这羊城这么大，你没见过，不代表我没见过。啊，你说抄袭就是抄袭，那我可不认啊！这天底下就没有这样的道理。实际上，程毅哪不知道这样下去就只能是扯皮，他也压根没想过让人武警将陈章明带走。办展销会，最重要的是注意力，还有顾客的好感度，这2样得到了就够了。果然，见着陈章明这死不认错的态度，众人一个个都露出了鄙夷的神情。一场好歹是大场，之前他们买衣裳可基本上全都认准了一场的牌子，怎么这会儿抄袭还不承认呢？2名武警也不是傻子，这会儿知道这事就是在扯鸡毛，当下分别教育了2句，喊双方不要再闹事儿后，之后2人也就离开了。陈章明可不认为自己输了，总之这事儿构不成抄袭。再说了，这个年头路边冻死的人都没人管，谁还管你抄不抄？他有些洋洋自得，一抬头却见程毅笑眯眯地和众人聊起了天。这些衣裳都是我改良过的款式，价格比去年便宜了不少，一身搭配起来肯定好看。我们铺子里头有试衣间的，你们可以进来试一试，不合适就不买，没关系。他说着又顺手从自家铺子拿了一件长袖过来，这长袖就是之前那女孩说自己去年买的长袖，乔其纱的料子，柔软亲肤，很是舒服，里头还有一层棉质内衬，防止走光的。这上头有扣子，天热了可以将袖子卷起来，这样的话就是中袖。乔其纱的料子原本就透风，十分舒服。女孩眼睛顿时一亮，她接过衣裳，仔仔细细地拿在手里瞧了瞧。果然，这衣裳经过改良，之前下面很蓬松，松垮不成形，她也穿了2次，但是总觉着将自己上本身衬托的特别胖，而她原本就瘦，下面腿更是像是麻杆，这一对比，怎么看怎么怪异。这衣裳不仅仅改了袖子，甚至还稍稍减缩了不少，拿在手里，修身款的，很是合身。我可以试一下吗？女孩道，我很喜欢这件衣服的料子和前面的装饰，可是之前款式太宽松，不太适合我。这衣裳要是合适，搭配起来好看，我就买了。程毅一笑，做了个邀请的手势。当然欢迎。女孩高高兴兴地拿着裙子去试了。而这边大家伙见着这情况，当下也好奇了起来。第182章火爆销售。啥改版？衣裳定型了，尤其是这种讲究款式又复杂的衣裳，还能改来改去。当下一群人都跟着小姑娘身后朝着程毅的铺子里头走去。林耀东则是高兴极了，扯着嗓子在吆喝，大家都来瞧一瞧，看一看，这衣裳可全都是我们亲手改的，保准合身好看。一样的搭配又咋样？咱胜在质量，胜在细节。各位姐姐阿姨、帅哥叔叔们都来瞧一瞧了。陈章明，实际上陈章明还从来没想过销售方式还能是这样的，居然扯着嗓子站在门口吆喝，像什么话？可偏偏这一吆喝还十分管用，原本不远处还在闲逛的几个小姑娘，听见这边热闹，还有人在喊，当下三三两两的也都过来了。于是半个小时后，程毅的衣裳铺子里人挤人，一个个兴奋的排着队，拿着衣裳去试衣间试一试，之后出来就美滋滋的付了钱。程毅的眼光实在是好，什么人适合什么衣服，还能够根据每个人的身材和气质临时搭配，这些可都不是能够抄袭走的。陈章明和一场的员工们齐齐傻眼了，他们怎么都没想到对面铺子能火成这样。想想也是，一些款式漂亮、搭配完美的衣裳，价格比去年足足便宜了1/3，谁不愿意买？很多人去年都看中了好几件衣裳，但是一看价格都是200-300一件，舍不得买。今年倒好，全都便宜了1/3不说，而且还将衣裳款式改良了，更适合他们的身材了。老板更是眼力劲儿好，怎么搭配、发型、饰品，全都和他们说的详细耐心，谁不心动？于是这一下午，整个展销会内出现了第一批销售热潮，而之前信心满满的陈章明也彻底傻了眼。足足一个下午，铺子摆好之后，只迎来了5单生意，而且还是因为程毅的铺子里实在是没货了后，他们这才过来的。一个个进来买衣裳就算了，买完了之后还挑3拣4，告诉他这里的服装还是去年的老款，他这个当老板的怎么不和对面学，也将衣裳全都改一改。这话差点没让陈章明气晕过去。晚上5点，程毅的铺子里已经售空了，后续已经拿不出来货了，仓库里的货物的堆积着，还没来得及修改，因此只能挂了个售罄的牌子。这年头的展销会，铺子还真的只是简简单单的铺子，连门都没有。衣裳卖完了，这里头也没什么东西需要上锁的，因此林耀东和一起帮忙的2个员工，每个人拎着2大兜东西，
还有一个保险手提箱，上头的锁密码只有程毅一个人知道，这里头装着的就是今天的销售额，也不怕人明抢。外头的武警足足10来个，起码出门这段路是安全的。林耀东先回去了，程毅准备继续去外头盯工。这舞台搭建看着简单，但是细节方面还是得抓一抓。走出门，程毅就看见已经搭建起来1/3的舞台。见着施工头出来，程毅笑着抽出烟递了过去。这舞台比我们想象的容易，明天中午就能完工。接过烟，施工头高兴的不行，笑着对程毅比划了一下，道：这里到这里都是长台子部分，您瞧瞧能不能行？现在搭建的是短一点的部分，而长的还只是刚开始。程毅看了一眼他拿着粉笔在地上画出来的长度，直到对面。他走过去比划了一下，心里预估了一下能站多少人，当下扭头对着施工头道：这里缩短半米吧。按照今天的客流量来看，明天开始人只会更多，到时候从江城各个县城地级市都会来人凑热闹，人只多不少，得预留出足够的位置才行。而搭建台子最主要的也是怕拥挤，人一多就会下意识的挤挤嚷嚷，要是没半米高的台子隔着，肯定和展示服装的人挤到一块儿去了。包工头赶紧拿着粉笔，将原本预估好的地方再次往里头缩了缩。这样可以吗？施工头问道。程毅看了一眼，又走了几步路，侧了侧，点头，可以了。事情定好，程毅又盯了一会儿，又给10个工人买了晚饭，这才到了谢离开了。这会儿已经是晚上7点了，程毅肚子饿得不行，他买了2个煎饼和矿泉水，在路上边走边吃。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天色已经彻底暗沉下来。今天忙了一天，程毅浑身酸痛。他走进院子里，黑漆漆的院子，忽然就瞧见厨房亮着灯。他一愣，旋即乐了。这林耀东今儿个跑前跑后，又是回厂子里拿衣裳，又是在店铺里头服务客人忙前忙后，这一天下来居然不累，还有精力做饭。年轻就是好啊。程毅揉了揉酸痛的手腕，朝着厨房走去。做什么吃呢？这么香？他笑着道。然而门一推开，程毅就愣住了。橘色的白炽灯下，一个窈窕的身影正在做饭，瓦罐里面正在炖煮着红烧肉，咕嘟嘟的冒着热气儿。煤气灶上，腊肉炒辣椒的锅气儿正往外冒。桌子下，2只小家伙正高高兴兴地玩着刚从院子里头抓回来的蚂蚁。似乎是听见了声音，女人回了头。白皙的五官，细腻的肌肤，杏仁般的眸子，明媚而清澈，鼻梁小巧高挺，嘴唇嫣红，即便身上围着一条围裙，瞧着却都叫人心动。这人不是自己媳妇而林清然，还能是谁？媳妇儿！程毅惊喜喊道，快步上前，莫等林清然反应过来，他忽然伸出手，一把将林清然给拥入了怀里，狠狠地抱紧了她。这个人，这具小身子柔软馨香，是自己这几天日日夜夜思念着的。他用力，再用力，直到林清然笑着伸手在他的后背上轻轻地拍了拍。菜要糊了，锅里还有辣椒炒腊肉呢，桌子上也摆了几盘菜，都是已经做好了的。程毅恋恋不舍地放开了他，低头瞧着怀里潋滟妩媚的脸蛋，又没忍住，低头飞快地亲了他一下。第183章，媳妇儿来了，羞羞脸，爸爸羞羞脸。晴晴朗朗也跑出来了，伸手拽住了程毅的衣摆，晴晴也撒着娇，奶声奶气道：晴晴也要抱抱，爸爸坏，都不带晴晴一起来。晴晴想爸爸。小家伙的情绪来得快，刚才还躲在桌子下说程毅羞羞脸，这会儿跑出来抱着程毅的大腿就开始哭，小小的脸蛋上鼻涕眼泪一个劲儿往下流淌，手偏偏还刚抓了蚂蚁，擦着眼泪鼻涕的时候脏兮兮的没法看。程毅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他甚至开始自责，怎么出来的时候就没带着晴晴朗朗和林清然一起出来呢？原本以为出来几天就能回去，没想到这都快1个礼拜了，着实是想得慌。程毅赶紧弯下腰将晴晴抱了起来，凑在跟前亲了又亲。朗朗板着小脸，撅着嘴，背对着程毅，显然是生气了。朗朗不要爸爸抱，他气呼呼道。说完后又扭头看了一眼，似乎后悔了，扭扭捏捏半晌，小身子又朝着程毅挪了挪。那就给抱一下。朗朗还是很生气，程毅的心简直是柔软的一塌糊涂。朗朗的眉眼和自己很像，尤其是板着脸的时候，很像自己生气的样子。他蹲下身子，又伸手将朗朗给拉了过来，见着自家儿子肉乎乎软绵绵的小脸蛋，他又凑过去用力的亲了一口。朗朗一下子捂住了自己的脸，亲他，爸爸亲他，口水脏死了。小家伙赶紧伸手擦脸，甚至委屈巴巴的跑到林清然的面前告状，妈妈，爸爸亲我，他亲我。边说着，朗朗边踮起脚，
将自己被亲过的脸蛋凑了过去，要妈妈亲一下，亲一下。林清然忍住笑，低头在他的脸蛋上亲了一口。小家伙这才心满意足的点点头。不远处，程毅，他以前经常刷短视频，就看见孩子们更喜欢黏着妈妈。爸爸要是亲一口，那简直就是拿着小手可劲儿擦，恨不得把皮都给擦一层下来。程毅那会儿看着只觉着羡慕和心酸，如今真落在自己身上，欣慰的同时又有一种失落。唉，孩子果真还是和妈亲啊。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是林耀东从厂子里回来了，手里头还死死攥着那密码箱，一副极其警惕的样子。直到推开厨房门，见着程毅，他才猛地松口气，赶紧将手里头的箱子递给了程毅。又看见林清然做饭，高高兴兴地喊了声师娘好。晴晴朗朗见着林耀东来，当下拽着他就要去外头院子里玩。林耀东答应了，带着两人出去。厨房里，程毅走过去想要接过锅铲，就见林清然摇摇头道：就剩最后一个汤了，做个西红柿鸡蛋汤，孩子们喜欢吃。他继续道：县城里头的铺子新招了几个人，衣服都是按照你之前搭配好的放在仓库里，让他们直接一套一套往上挂就行。不过你人不在，我们也不懂搭配，不知道变通，生意差了一点，这2天也稳定下来了，来的都是老顾客，利润稳定在每天2000上下。这段时间林清然也没闲着，他将店铺里的事情全都整理好，也找了几个信得过的店员互相看管。这年头偷东西的不少，店员监守自盗的事情也不少见。他找了几个家里都不怎么缺钱，准确来说父母都有稳定工作的。人总是这样，做违法的事儿都是到了绝境，只要家里不出岔子，他给的工钱又不少了，因此杜绝了大部分可能。林清然临走前又特意叮嘱每个礼拜查账，威慑了一番，几人齐刷刷地表了忠心。他这才带着晴晴朗朗来了江城。实际上这是林清然第2次来江城，第1次来的时候是晴晴朗朗在肚子里，她怀孕到后期身子已经极其笨重了，走在路上因为贫血直接晕倒过一次，后来被人送去了县城医院，县医院看了一会儿，发现她重度贫血，赶紧送到了省城里头挂营养液。那个年头好人还是多的。林清然进了江城住院部，住了几天院，他提心吊胆的，因为身上没钱，家里头更没有，可医院却都没提医药费的事情，反而先给他治疗了。后来直到出院，他战战兢兢做好了被抓走的准备，可是却有人告诉他，说是住院费有人出了，包括后续的一些营养品都有人帮他付了。于是那1日，林清然拎着一大堆补血的药，还有一些营养品，拿着好心人给的10元钱，乘车回了家。对于林清然来说，这是无法忘怀的记忆。只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晴晴朗朗也都平安出生，程毅也终于改邪归正，成为了一个合格的父亲和丈夫。他所求足够。吃饭了。汤做完，满满当当一大盆水西红柿鸡蛋汤。林清然喊完之后，门外晴晴朗朗也拉着林耀东过来吃饭了。瞧见这么一大桌子菜后，林耀东眼睛都直了。乖乖，自从跟着程毅来了江城后，他都快要记不清多久没吃过这么好的一桌子菜了。师傅，我这是托了你的福，这一桌子菜比门口那马大娘的饭菜好多了。林耀东极其感慨道。这几天忙得不行，林耀东和程毅基本上都是在马富梅家里头吃的饭。虽说饭菜不贵，但是这菜着实是叫人难以下咽。3个人就吃2个素菜，别说是肉末芯子，那就是炒菜的油都看不见，像是从水里头捞出来的水煮青菜，盐都少得可怜。一想起那菜的味道，林耀东都忍不住打了个颤颤。简直不是人吃的。程毅笑着张罗吃饭，又拿了2个小碗过来给晴晴朗朗盛饭。小家伙坐在桌子上，歪着脑袋看着林耀东问道：叔叔，马大娘是谁？是门口那个奶奶吗？林耀东一愣，赶紧将嘴里的菜咽了下去。怎么，你们见过了？怎么样，那个老奶奶是不是很凶？有没有吓着你们？2个小家伙互相看了一眼，却摇了摇头。奶奶给我吃饼干了，还给我喝汽水了。第184章，端菜给马福梅。听见这话，林耀东瞪大眼，一脸不敢置信。那抠抠搜搜的马大娘居然还会给2个小孩吃东西，还真是叫人难以置信。林耀东啧啧了2声，太阳还真是从西边出来了。林清然给程毅盛了一碗饭，又从碗橱里拿了一个碗出来，拿了干净的筷子，将每个菜都捡了一点出来，最后更是加了2大块红烧肉压在上面，色泽鲜亮，又香又馋人。师娘，你这是要留着明天吃吗？林耀东问道。这年头家家户户做了好菜，不舍得一次性吃完，都会用个海碗装起来，留着第2天吃。林清然闻言摇了摇头，笑着指了指外面。马大娘一个人住着，我给她送点吃的去。林清然道，她是房东，关系搞好总归没错。林耀东吃了一声，颇有些愤愤。不过一想，师娘说的也没错，
再说了，那马大娘还给清清朗朗吃东西了，总归对他们还行。程毅叮嘱道：“送去了就回来，不然饭菜都凉了。”林清然点点头，而后端着菜碗就出去了。马福梅正在热剩饭，她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中午炒的空心菜还剩了一些，能省则省，谁知道老了会怎样？她手里头不是没钱，几个儿子女儿出国的时候也留了一笔钱给她，喊她好好吃，好好穿，好好照顾自己。可是这一去，常常1个月才打一个电话回来。马福梅也不埋怨，她知道国外日子不好过，儿子女儿在外头打拼也难，打一个电话原本就贵，更别说是从国外打回来的了。作为一个母亲，她明白孩子的苦，可是同样是作为一个母亲，她无比失落又难过。厨房里头点着一盏3瓦的灯泡，昏暗的快要瞧不清人影。马福梅坐在4方桌旁，寂静的空间叫她有些难受。正准备起身去将煤气灶上的剩饭拿来，忽然就听见厨房门被人敲响。嘟嘟，马大娘。林清然的声音很温柔，轻轻的混着夜晚的风涌入。马福梅愣了愣，她有一刹那的恍惚，像是自己的小女儿在门口。小女儿是最孝顺的了，从小就睡在自己身边，后来跟着老大出国，哭成了泪人儿。只是没想到出国之后，这大半年了，只打回来过一个电话，说了没3分钟就说电话费贵，她忙得很，而后将电话给挂掉了。马福梅想，她肯定是真的忙得不行吧，记忆乱七八糟的翻涌。马福梅赶紧应了一声，擦了擦手，小跑着去开了门。马大娘，吃了吗？门一开，林清然就站在门影里头，笑着看着自己。她这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小女儿是不可能回来了。马福梅脸上的希冀瞬间褪去，而后换成了原来那个冷冰冰的神色。你来干什么？今天下午这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找过来的时候，她盘问得很仔细，毕竟里头是自己的家，闲杂人随随便便来找人就放进去，弄坏了怎么办？后来问了半天，对方也拿不出什么有用的证据来。她原本是想赶人的，可是没想到瞧见了林清然身后的2个小孩，晴晴朗朗，肉乎乎的，圆滚滚，偷偷瞧着自己的时候，眼睛黑溜溜像是葡萄，可爱的紧。喊自己奶奶的时候，声音脆生生的，可爱的紧。她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的大孙子和大孙女儿，也是一对双胞胎，小时候不点大就是自己带大的，跟在自己身后一口一个奶奶的叫。后来也跟着大儿子去了美国，再也没回来。一转眼都5年了，从一开始缠着给自己打电话喊奶奶，小嘴叽叽喳喳的说各种事情，到现在偶尔打个电话过来，没说2声就要挂。于是他就给2个小孩拿了糖。实际上他多看2眼就知道，这2孩子是那个租客程毅的，眉眼实在是太像了。这是我刚做好的菜，你一个人就别做菜了，一起吃点吧。林清然将手里的菜碗举了举。马福梅低头一看，愣住了。这一碗菜油汪汪亮晶晶，最上面盖着的2大块红烧肉更是叫他移不开眼。自从孩子走了之后，他一个人就苦着过日子过惯了，不是没钱，是舍不得，总惦记着以后养老。林清然没等马福梅反应过来，就已经探着手伸进来，直接将菜碗放在了马福梅身边的4方桌上。马大娘，都是刚从盘子里夹出来的，不是剩下的菜，您放心。林清然笑着说完后，又告诉他碗筷放着就好，他到时候自个儿过来收拾。说完后，林清然就离开了。马福梅看着桌子上的那一碗菜，心里头忽然暖滋滋的。入夜，林清然带着晴晴朗朗洗漱完之后，进了2楼的房间。程毅要的是最靠近里面的房间，隔壁就是卫生间，很是方便。晴晴朗朗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厕所，当下好奇地摁着水龙头冲了又冲，直到林清然吓唬他们再浪费水就会被大灰狼抓走。2只小家伙这才恋恋不舍地回了房间。屋子里灯光很亮，一切都是崭新的，家具、屋子、洁白的墙壁，甚至最里面的橱柜里头还有一台盖了布的熊猫牌电视机。不过程毅没动，那毕竟是人家的财产，他总不好随便用。晴晴朗朗也见着了，缠着程毅要看电视，不过还没等他开口拒绝，林清然就摇头了。不可以，这是马奶奶家的电视，没有她的允许，我们不能随便动，听见了吗？林清然想了想，又道：你们要是真的想看，过2天等爸爸挣钱了，再带你们去买一台，好不好？晴晴朗朗虽然有些不大情愿，但还是很懂事的点了点脑袋。2只小家伙跟着林清然在路上奔波了一下午，这会儿也累了，缠着程毅说了2个故事会的小故事之后，趴在柔软的床上睡着了。林清然给他们盖好被子，起身轻手轻脚朝着外屋走去。程毅正在泡脚。第185章，你怎么总是分不清孰轻孰重？他靠在木质沙发上，脑袋一点一点的，有些犯瞌睡。今天忙了一天，走了不少路，鞋子有些不太合脚，脚后跟磨了不少。原本是打算泡了脚，
之后再拿针将脚后跟的血泡给挑破的。结果自家媳妇儿打了一盆泡脚水来，脚一放进去，浑身上下顿时暖洋洋的，那股子热气儿熏着自己，暖洋洋的，顿时叫他昏昏欲睡。林清然出来的时候，就看见程毅眯着眼靠在身后椅子上，他似乎累极了。橘黄色的灯光落在他的脸上，映着他下巴上轻轻短短的一层胡茬。他的五官很好看。林清然到现在还记得当初第一次见到程毅的时候，他双手抄兜靠在门框上对着自己笑。那天阳光正好，他理了个清爽利落的短发，白色短袖，咖色长裤，一双干净的回力球鞋。见着自己看过来，他露出笑脸，牙齿整洁而白净。有时候很多记忆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清晰。他站在原地盯着程毅看了一会儿，而后轻手轻脚地朝着程毅走了过去。他还在睡觉，长长的睫毛在他的眼睛下方落下一层阴影，脚下的水已经不再冒热气了。他蹲下身子，轻轻试了试温度，发现温度已经下去了。这样会着凉。他轻轻嘟囔了一声，而后伸出手，轻手轻脚地想要将程毅的脚从水里拿出来。可是柔软的指腹在触摸到程毅的那一刹那，他就醒了。我自己来。他伸手轻轻拉住了林清然的胳膊。脏。虽说不少男人享受自家媳妇儿给自己洗脚的滋味，但是程毅却不太喜欢。双方的爱都是平等的，没必要通过贬低另外一方来证明自己是被爱得更深的那一个。林清然愣了愣，没等他反应过来，程毅就已经站了起来，伸手将他拉着一起坐在了沙发上。辛苦你了。程毅轻声道。这段时间家里头的店铺肯定很忙，你还要带着清清朗朗。程毅说着，将脚从脚盆里拿出来，擦干净，穿好拖鞋，将毛巾挂在一旁的架子上。生我的气吗？林清然连忙摇头。我没有生气。他补充道，你在外面奋斗，我在家里看2个铺子，带孩子，有什么累的？清清朗朗都很听话，现在都能帮我算账了，家里的计算器上面的数字他们也认得了。朗朗很聪明，他还能帮客人拿衣服，知道给客人介绍衣裳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对于他来说，这有什么累的呢？有奔头，有孩子，有丈夫，一切都在往越来越好的方向走。再苦再累，对于他来说都如蜜糖。程毅这几天的疲惫也一扫而空。见林清然起身要去倒水，他一乐，伸手忽然拽住了他，将他一把带到了自己的怀里。怎么这么久了，还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林清然，什么事情的轻重缓急？程毅一本正经地指了指水，旋即又指了指自己。我比较着急。他道。林清然还有些没反应过来，疑惑地看着他，关心问道，你怎么了？不舒服吗？程毅现在瞧着的确是很不对劲，脸色有些泛红，眼睛就这么直直地看着自己，像是藏了一团火。他以为他是发烧了，伸手在他的额头上贴了贴，而这一贴，林清然顿时吓了一跳。程毅的脸上也太热了，他眸光灼灼地看着自己，手下的温度滚烫。没等到林清然想明白程毅的身上为什么这么滚烫的时候，他就已经朝着自己栖身过来了。他伸手勾住了自己的颈项，而后眼前阴影陡然放大，兜头朝着自己吻了过来。隔了这么多天，程毅已经不知道期待了多少次了，一点点咬住他的嘴唇，攻城略地，将这么多天的思念和情绪全都一股脑儿的发泄出来。林清然浑身上下绷紧了，他整个人往后倒去，重心不稳，下意识的伸手勾住程毅的脖子。这里不行。他小小的惊呼着开口。下一刻，程毅一把环住了他的腰，而后用力带着他，身子一翻，直接压到了自己的身上。他跨坐着，眼睛里带着朦胧的水雾，就这么看着自己。程毅，他开口，声音软绵绵，像是小猫似的。程毅眸光暗沉，唇角笑容抿着，拉着他一点点趴在了自己的身上。我在。他轻声应道。翌日7点，早上林耀东一大早就在院子里头喊程毅了。师傅，师傅，起床了没？我买好早饭了。程毅推开门，盯着林耀东，开口道，以往也没见过你这么早，你是不是故意的？明明程毅是面无表情说这个话的，然而落在了林耀东的眼里，却总觉着师傅这是生气了。哎，按理来说也不应该吧。他这段时间表现良好，今天早上还是特意起了，为了在师娘面前好好表现表现，这才起早去买早饭的。可是为啥师傅瞧着有些不对劲儿？程毅走下楼，穿好衣裳，眸光悠悠凉凉地看了一眼自家徒弟。不爽，当然不爽。他刚刚顺手摸进媳妇儿的被窝里，结果就被吵醒了，可不是不爽吗？师娘呢？清清朗朗呢？林耀东啃着包子问道。师娘睡觉。程毅去院子里洗漱，下巴抬了一下，朝着院子外头看了一眼。清清朗朗不就在外面？进来的时候没看见。
林耀东越听越不对劲儿，师傅这话总感觉带刺儿。他挠了挠脑袋，决定不招惹程毅，跑到院子外头招呼晴晴朗朗吃饭。两个小家伙正在和马福梅玩丢石子儿，5个小石头扔上扔下，好玩的不行。见着马福梅在，林耀东总不好喊了晴晴朗朗不喊他，当下硬着头皮开口道：“马大娘，一起来吃早饭吧。”马福梅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她不轻不重地看了一眼林耀东，淡淡道：“不吃，我自个儿熬粥了。”说完起身就回了厨房。林耀东这是吃了枪药了。第186章红牡丹模特队。他嘀咕了一声，旋即不去搭理。他带着晴晴朗朗吃早饭去了。可晴晴朗朗刚刚跟着林耀东坐下来，两只小家伙就互相看了一眼，一人拿了2个肉包子，另一个拿了一根油条，噔噔噔的就跑出院子了。林耀东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觉得那马富梅抠搜小气吗？怎么2个孩子这么喜欢他？林耀东虽然愤愤，但是想来想去俩孩子喜欢也就算了。程毅也跟着过来吃早饭，他一坐下来，看着林耀东问道：“人都找好了？”林耀东点头：“昨天下午回来的时候我就去找了，江城模特队里头姑娘我都亲自看了，一个比一个水灵，那身材好着呢。这是昨天程毅交给他的任务，今天下午舞台就要搭建好了，这衣裳开始展示，总不能直接拿着衣架就往上面杵，需要模特。这年头已经有本地的模特队了，不过都是一些杂模，大致意思就是自个儿乱七八糟凑起来的模特队，纯属业余灵活。”林耀东还是去招待办问了一圈，最后才在纺织厂外头蹲到了领头的队长。队长是个纺织女工，名叫姚淑蕾，身高能有1.7米左右。由于年代限制，营养跟不上，因此模特队内基本身高全都相差不大。姚淑蕾身形很好，比例更是没话说，简简单单的纺织厂女工的服装都被她穿得十分窈窕好看。见着林耀东，她很是警惕，直到林耀东说明了来意，她这才有些惊喜地问道：“真的是去当模特吗？30块钱一天？30元钱？这可足足抵得上他小半个月的工资了。”林耀东当即就付了定金。姚淑蕾当下带着林耀东去找自己的小姐妹，清一水的1.7米身高，穿着各色的衣裳，身形修长比例好，漂亮的不像话。一个个头发黑长直，披散在脑后，居然连长度都相差不大。听着有人找他们当模特，而且还是30元钱一天，一个个当即表示请假都要过来。于是林耀东挨个付了定金，又约好今天早上9点钟在美云制衣厂见面。事情办妥了，他才回来的。师傅可真有你的，那些个小姑娘简直是个顶个漂亮。我之前不知道模特队是干啥的，但是现在算是明白了。师傅你可别说，那衣裳穿在他们身上就是不一样。小伙子怀春，林耀东好歹也快20岁了，这个年纪在农村里头成家立业的可不少了，他还没谈过恋爱，简直像是个毛头小伙。看着姑娘漂亮都觉得新鲜好看。程毅吃着包子，无奈又好笑的看了他一眼：“赶紧吃，吃完去见小姑娘。”他揶揄道：“小姑娘？什么小姑娘？”这话刚说完，身后一个轻轻柔柔的声音传来。程毅眼皮子一跳，回头一看，就看见林清然正伸手将后背上的头发拢起，笑盈盈的看着自己。程毅真是掐点来啊。程毅咽下包子，面无表情的指了指正啃了一大口包子塞得满满当当的林耀东：“哦，没什么，林耀东想处对象了，厂子里有不少小姑娘，叫他赶紧吃完去见一见呢。”林耀东，他一口包子噎在嘴里，差点没噎死。得，原本还想要辩解2声，可是一瞧见师娘那脸色，他当即默默的点头应了下来。是啊，师娘，厂子里有不少年轻小姑娘，我想处对象了，让师傅去帮我长长眼呢。林清然没说话，走过来在程毅身边坐下。程毅赶紧递了个包子过去，笑得眉眼弯弯：“媳妇儿，吃包子可香了。”林清然接了过来，咬了一口，眼神落在了程毅的身上：“那你可得好好看，帮耀东找一个好一点的姑娘。”程毅当下满口答应。林耀东眼含热泪道谢。9点，寻林服装厂，林耀东和程毅掐着点到的，院子里头这会儿已经站满了人。姚淑蕾正在清点人数，模特队加上自己一共10个人，全都到齐了。毕竟30元钱一天，谁不心动？再加上又都是爱美的小姑娘，想着有免费的新衣裳穿，还能够走秀拿工资，一个个请假都要来。程毅和林耀东走进去，方世贵等人赶紧围了过来：“程老板，您看看这么些小姑娘是你们找来的吗？一大早就来了，在门口等着，说是来应聘的呢。”林耀东笑着跑过去，摆摆手：“对对对，他们是江城红牡丹模特队的，是我找来的。这2天展销会需要，师傅让我找的。”程毅点点头，表示的确是自己找的。方世贵等人这才放下戒备。
这一大早呼啦啦的来了一群小姑娘，什么也不说，直接往厂子外的院子里走，说是林耀东找他们过来当模特的。这事儿林耀东赶时间，因此忘了和厂子里头打一声招呼，简直是叫他们惊吓到了，就怕是一场派来捣乱的。程毅走到10个姑娘面前，大致看了一眼，挺不错，身高差不多高，而且主要是比例好，太高也不行。厂子里最大号的以上就是1米7出头能穿，再大一点就没做了。江城的姑娘们普遍个子不高，一来是营养不够，二来是地理位置的原因。南方，程毅看了一眼，手举起，拍了拍，道：“都当模特，走过秀吗？来一个我瞧瞧。”姚书磊是队长，也是舞台感觉最好的一个，之前也去帮着一些商家搞宣传，当模特，但是这走秀可真是少之又少。当下他有些紧张，喊了身后的小姐妹跟着自己，叉腰起势，从桂花树的这边走到厂房大铁门，一共10来米的距离。程毅双手环胸，就站在旁边看着，他的神情严肃而专注，仔仔细细地盯着众人脚下的步子，再抬头仔细地审视了几眼。最后一圈的时候，他继续拍了拍手，喊了停。整体还行，但是3号、8号步子迈得太大，重心不稳；6号、9号走路的时候身体重心稳在一条线上，摇摇晃晃是走不好 T 台的。第187章，老天爷都在帮他。程毅上辈子看过无数次秀场了，娱乐圈就是这样，演戏进去之后慢慢积攒了名气，就要开始变得全能。不管是时尚品味也好，还是各种品牌也罢，秀场都是要进去看一看的，即便是做做样子给观众给粉丝看，那也是实打实的硬熬着在现场。程毅上辈子看走秀实在是记不清多少场了，因为一部电影他演绎了一个斯文败类出了圈，粉丝哗哗哗的涨，各大品牌找形象代言都上门了。有钱不挣是傻子，但是这钱也不好挣，首先得把逼格拉上去，这看秀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那些模特的走路姿势，甚至于转角时候的一些经典动作，程毅都烂熟于心。红牡丹模特队整体还行，但是因为是自己成立的野模特，因此一些基本的小错误还是不少。纠正完小错误后，程毅又喊人从仓库里头拿今天下午要走秀的服装出来，挨个给他们试一试，找出彼此最适合的服装。林耀东则是喊了几个人，又去找了一辆小货车，将仓库里的衣裳拉着去了展销会。上午10点，展销会内人山人海，程毅的铺子已经打出了名声。林耀东一大早就拿着寻林服饰的牌子挂在了铺子的外头，这是程毅要求的，想要让厂子站稳脚跟，品牌的力量是很重要的。等到品牌的概念深入人心，到时候即便服装卖得比别的厂家要贵，顾客也会因为相信品牌而选择你的服饰。林耀东这会儿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10点出头的时候，正是顾客最忙的当口，他扯着嗓子喊人去拿货，嗓子都快哑了。店里头顾客太多了，昨天卖了一下午，知道这里头的服装都是改良过的款式，而且价格还比去年要便宜1/3后，江城不少姑娘们都心动了。改良过的款式，那可不就是新衣裳吗？去年买不起的，觉得不合适的，这会儿全都跑过来了。林耀东算是老手了，可是寻林服装厂里头的刚子等人在厂子里头干活还成，一旦来做生意，难免手生又畏手畏脚的。林耀东边教边卖衣裳，忙得脚不沾地。而此刻，街道斜对面，一场几个销售员正死死地盯着林耀东这边，咬着牙，一脸愤愤的模样。这都第2天了，可是他们的铺子里头生意寥寥，更有一些一来店里头就是要寻林服饰的同款衣裳，好吗？结果拿到了同款衣裳，又开始抱怨这衣裳穿着哪不合适，一通抱怨下来，简直是气死个人。而陈章明上午8点多钟过来逛了一圈后就不见了人影，老板厂长不在，几个售货员只能咬着牙忍着了。而此刻，一场办公室，陈章明正气地坐在老板椅里头抽闷烟，他越想越生气。原本展销会这个名额妥妥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可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个程毅，弄了个什么寻林服装厂。这下倒好，抢了自己的名额就算了，就连卖的衣裳都和自己是一样的款式，这不是明目张胆当着自己的面抢生意？陈章明在江城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收过这样的气？他脸色沉沉，抽烟都发狠的抽，整个办公室里头烟雾缭绕。进货处主任明东海进来的时候，差点没呛出眼泪。他敲了敲门，示意自己来了，见陈章明抬头看自己，他这才走进来。陈总，货到了，阳城那边来了人结账，现在给他们结吗？还是拖2个月？陈章明摁灭了烟头，结一半了，剩下的过2个月再结账。做生意哪有一次性结清楚的？老子挣不到钱，拿什么钱结账？他这话是带着怨气的。明东海自然察觉到了，他当下点点头，为了避免被迁怒，赶紧转身就要走。
等等！陈章明忽然喊道。明东海停下来，问道：“陈总，还有什么事吗？”陈章明顿了顿：“你刚才说什么？新衣裳到了，在仓库里。”明东海点头：“是啊，刚卸完货，全都在仓库里，一共2000件，10个款式。”陈章明眼睛倏地一亮：“哈哈，还真是老天爷都帮他。”陈章明的一场能挣到钱，那可真不是随随便便的，他有自己的法子。基本上先派人去羊城采购衣裳，瞧着款式可以的，觉着还行的，全都买回来，之后在江城先进行销售。基本上1个礼拜就能够知道哪些款式受欢迎。于是这就挑选出最适合的5款，开始加班加点进行赶制。出来后再销往江城各地，吃下更大的市场。这几年来用这个法子，陈章明几乎从来没出过错。即便是有那么几种款式卖不出去，那也没关系，试错成本低廉，很快就能弥补回来。这2000件衣裳还是前段时间自己让人去羊城采购的，只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忙展销会的事情，他倒是给忘了。这会儿明东海一提起，陈章明总算是想起来了。他舔了舔腮帮子，整个人都是藏不住的兴奋。哼，原本程毅要是个没本事的，倒也就算了，这次展销会的亏他吃了也没什么，说到底不成气候。但是现在看来，这程毅很是有点手段，一个普普通通的展销会都能被他玩出花。要是再不出手，到时候江城市场都要被他给吃完了，一场肯定会受到影响。他不是定了个7天赌约吗？陈章明在心里头也算了账，按照程毅这样的销售热潮下去，10万元的目标还真别说被他达成了。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赶紧遏制，唯一的手段就是抢夺市场。只要程毅达不成目标，这7天之内所有热成交额都要上交给工商局，那可是好几万啊！一旦损失，对于一个小制衣厂来说，简直是致命打击。而这2000件最新款的衣裳，对于陈章明来说，简直是救命良药。他霍的一下站起来，大步朝着外面走去，赶紧喊人：“这2000件衣裳整理整理，全都给我送到展销会去，马上，越快越好。”第188章，不是和你说过了，要尊老爱幼？明东海不敢问，当下只能赶紧去办。10点半，展销会外忽然响起一阵锣鼓声，所有人都好奇地朝着那声音的方向看去，就看见一辆军绿色的皮卡威风凛凛地停在了马路边，上头有人在敲锣，而在皮卡前面的挡风玻璃上有人在贴大红字报。靠着最近的顾客探头凑过去，仔仔细细地瞧了瞧，顿时高兴地指着上头大喊：“这是从羊城那边过来最新款式的衣裳，一场出售的，你们瞧！”这一声可不小，众人齐刷刷扭头朝着这边看过来。果然，就看见几人正从皮卡上面往下搬运衣裳，一摞接着一摞，排着队往展销会一场的铺子里头送。最新款这几个字对于小姑娘们来说简直不要太吸引人。一场内的员工们瞧着自家厂子送衣裳来了，顿时一个个精神抖擞，赶紧支棱着脑袋，探头往那些包裹上瞧。打开打开，这些衣裳全都挂起来。咱们陈总说了，这些衣裳可全都是刚从羊城那边过来的时髦货，最新款的，绝对漂亮好看。那人说着拿出一张纸递给了几个售货员，这是出售价格，你们看着卖。说完后他又拿着铜锣站在门口狠狠一敲，当当当，接连3声响起，紧接着就是吆喝声：“最新款最新款的服装了呀！服装一场出场，今天刚到的衣裳全都是从羊城拉回来的，最新款最时髦最洋气，大家伙儿都来瞧一瞧看一看啊！”这声音中气十足，一大片小姑娘都看了过来。是羊城最新款的服装，刚到的，真的假的？咱们去瞧瞧。哎呀，这些旧款式我去年都买过了，就想着等今年的看看呢。去看看，要是有合适的买2件回去，一场的服装还是不错的。走走走，一起去，我也去瞧瞧。人流就是这样，哪里新颖，哪里好看，哪有里更好更时髦的衣裳，小姑娘们就去哪里。林耀东等人上一秒还忙得脚不沾地，说话全靠吼，结果没多大会儿，铺子里头的人就少了2/3，全都涌入了斜对面一场的铺子里。衣裳刚刚被挂起来，就被小姑娘们赶紧拿到了手里看。果然都是最新款的服装，款式十分洋气时髦，还有一些尼龙袜，5颜6色的彩色袜子，叫小姑娘们爱不释手。林耀东愕然，这些小姑娘们变得也太快了吧。刚子等人也有些懵，他们一个个满头大汗，手里还拿着那些小姑娘们喊着要看的衣裳，结果下一刻人全跑了，都去了对面想要看最新的款式。几人纷纷有默契地对视了一眼，而后扭头看向林耀东。东子，咋办？刚子有些忧心，他朝着对面看了一眼，一场的衣裳可都是从羊城拿回来的最新款式，咱们压根比不过呀。
林耀东闻言哼了一声，而后摆摆手道：“怕什么？咱们刚好休息休息，下午开始才是真正忙的时候呢。”对于诚意，林耀东有着谜一样的自信，那可是他师傅，什么都能算准。可是刚子等人就对诚意没那么自信了，毕竟去年才刚刚经历过了厂子倒闭，这会儿又和一厂发生了冲突，怎么想怎么觉着担心。那可是足足10万元的成价额啊，而且总共时间只有7天，别说是耽误1天了，那就是一上午都够呛。中午12点，一厂的铺子里头还是人满为患，林耀东的铺子里头人也有，但是绝对没有一厂多。刚子等人愁眉苦脸的，独独林耀东心情似乎不错，跑到展销会外面的摊子里买了好几份盒饭回来，一人递一份，赶紧吃，吃完了下午有的忙活，到时候可别喊肚子饿。刚子等人虽然心里头烦躁，但是忙活了一上午，肚子还是饿了。当下几人接过了盒饭，蹲在铺子门口慢吞吞吃着，见或有顾客过来，几人都兴致寥寥的接待。1点钟的时候，陈章明来了，他穿着一件衬衫、黑长裤，脚上一双牛皮鞋擦得闪闪发亮，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家铺子里头满满当当的人，那叫一个得意。在桥对面虽然也有人，但是和自家铺子简直是没得比。也是，过期的衣裳再怎么改，那也是过期的款式，可是现在有了新款式出来，谁还愿意买那些？陈章明走进铺子里，几个售货员忙得都没时间招呼，他十分平易近人的摆摆手，示意他们忙活，不用管自己。陈章明双手背在身后，又晃悠悠的故意走到了对面的铺子前。要我说，你们的程老板是真的有点过于鲁莽了，10万元的成交额这么高，达不到可就亏得裤兜都没有了。也是你们忠心，愿意跟着他干，我都替你们不值。陈章明感慨道。刚子等人脸色变了变，倒是林耀东吃了一声，霍得站起来盯着陈章明看，值不值得那也不是你说了算，咋？陈老板是想挖我们几个过去？开多少工资啊？给多少福利啊？能不能逢年过节给红包啊？做不到就别逼逼，听着烦得很。林耀东张口就是一串脏话，咄咄逼人，简直是把陈章明气得面红耳赤。你简直是没教养！他气道。我一个农村里出来的野娃子，的确是没教养，但是我知道我师傅对我好，对我们制衣厂的人都好，这么些天该给的工资一分不少，该给的福利也照发不落。林耀东道。你呢？陈总，你能不能做到？陈章明。妈的，你们也不是一厂的员工啊，要他做什么？陈章明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半晌没说出话来。就在他气得想爆粗口的时候，就听见一道笑盈盈的声音传了过来。东子，你怎么又和陈老板吵起来了？昨天和你说要尊老爱幼，都忘记了是不是？陈章明。众人笑死个人。第189章走秀开始。陈章明的确是有点显老，40多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秃了不少，但是要说尊老，那是远远没达到的。秃头一直都是陈章明心里的痛，挣再多钱，看再多医生都治不好。结果被程毅这么一点，众人齐刷刷朝着自己投过来同情和嘲笑的视线，都叫他脸皮火辣辣的。陈章明脸上的假笑彻底挂不住了，他盯着程毅冷笑了一声，道：程总也就是这点嘴上功夫了，展销会10万元的成交额，你还是想想法子怎么完成吧。这一下子赔出去的感觉可不太好啊。程毅笑着点点头，多谢陈总关心。他指了指展销会完正在布置的 T 台，道：既然陈总这么关心我，不然等会儿服装秀，陈总一起来看看。服装秀？陈章明的脸上罕见的露出了疑惑。什么服装秀？他隐隐约约猜到了一些，毕竟从昨天下午开始，外头的施工方就一直在忙活。他也去问了一下，施工方只说是铺子需要，搭建的费用都是程毅自己出的，足足5000多块。听见这么多钱，陈章明顿时又觉着心里头爽快了些。他也怀疑程毅搭建这台子做什么用，但是想来想去都想不出个所以然，于是只当他是病急乱投医了。这会儿听见程毅说服装秀，他一下子耳朵就竖起来了，啪啪，紧接着就是程毅拍手的声音，身后几个姑娘齐齐探出了脑袋，和陈总打个招呼。程毅道。姚淑磊是队长，站在最前面，闻言朝着陈章明问了声好。身后几个姑娘齐齐开口。陈章明看了一眼，他倒是对这些小姑娘不感兴趣，而是这些小姑娘身上的服装叫他眼睛倏地一亮，这些款式是自己压根没见过的。前段时间自己还去了羊城，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款式，瞧着也太好看太时髦了。姚淑磊穿的是一件宽松乔其纱的上衣，款式有点像是娃娃衫，下面裙摆松松垮垮的，领口是鸡心领，白色的荷叶边点缀着，而下面更是直接搭配了一条黑色的尼龙袜和坡跟鞋。头发高高挽起，
露出修长而洁白的景象。小姑娘蓬勃而朝气的美，被这一套衣裳展现得淋漓尽致。再往后，都是一套又一套不同的搭配，有些相同单品搭配了不同的衣裳，瞧着完全就是不一样的风格。红皮裙加黑色紧身衣，妩媚而性感；黑色紧身衣搭配牛仔喇叭裤，活力而朝气。陈章明的心越来越沉，他盯着程毅，正准备开口多问两句，然而程毅却也脸了笑容，招呼着店里头的众人跟着去外头了。刚子留着看铺子，陈章明心里咯噔一下，也赶紧跟了出去。外面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了，上面铺好了红毯，程毅喊人又在后面用钢筋支架临时搭建起了3个换衣间，外头用不罩着就行。为了保证牡丹花模特队众人的安全，3个换衣间外面都有人看守。方世贵拖了个大箱子过来，将租赁来的音响分别在两边放好，之后拿出话筒试了试声音，高高兴兴的过来将话筒递给了程毅。程总，给。程毅接过来试了试声音，喂，最老式的话筒，音质什么的肯定没有后世的那么好那么清晰，但是却自带一种颗粒感的特效。他将话筒关掉，扭头问方世贵，鞭炮买了吗？90年代江城还是可以放烟花爆竹的，想要吸引注意力，这烟花爆竹比任何形式都管用。方世贵赶紧点头，现在就放吗？得到肯定，方世贵喊了2个熟悉的，从箱子里将爆竹给拿了出来，找了沿河开阔的地方点燃了。一刹那，白日焰火，爆鸣声沿着河道穿过空气，响起在整个人民广场。所有人都被这忽然响起来的爆竹声吸引了视线，一个个齐刷刷扭头朝着这边看了过来，疑惑极了，怎么有人放爆竹？什么热闹事儿？好像在沿河走廊那里，咱们去瞧瞧呗。走，指不定是搞什么促销呢，去看看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人流一瞬间朝着这边涌了过来。当看见广场上这个大型 T 台时，所有人都惊讶又新鲜。这是什么？干什么用的？一大群人团团围住，而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就听见音箱里响起了音乐，舒缓而富有节奏。随之而来的一声礼花爆鸣声响起，紧接着音乐变得节奏分明起来。下一刻，2个身材高挑的女模特从台子两边走上来，双腿修长，走路摇曳而富有节奏。尤其是她们身上穿着的衣裳各式各样，时髦漂亮。最前面的一排小姑娘们已经看呆了，这是什么形式和活动？她们还从来没有瞧见过。模特走到舞台最前方，停下，叉腰，优雅地换了几个角度，之后越过人群，又顺着舞台另一边离开。全程不过2-3分钟，但是一个模特走完之后，后面还有模特继续跟上。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开始鼓掌，而后忽然爆发出一阵掌声。这衣裳可真漂亮，是杨城的款式吗？可是我刚才还在一场铺子里头逛着呢，不是说那才是杨城最新的款式吗？瞧着还没这些衣裳漂亮呢。啊，这一套衣裳好性感，肯定适合我表姐。这些衣裳怎么卖啊？多少钱？贵不贵的？这是哪个铺子搞的活动？可太漂亮了，这些衣裳我也想买几套。作为省会城市，又靠近阳城，江城的经济发展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已经到了90年代，有一大部分人富裕了起来，手里头有了钱，解决了温饱问题，接下来就是穿的和用的了。一些家里头有钱的小姑娘简直就是千金小姐，衣裳成套成套的买，只要喜欢不问价格。这会儿见着台上这么多漂亮衣裳，简直叫这些姑娘们恨不得每一套都买回去穿一穿。是巡林服饰，你们看，旁边还挂着牌子呢。舞台的旁边的确挂着牌子，白底黑字，巡林服饰。第190章，人民群众热情高涨。众人好奇完了之后，舞台上的模特们已经进行了第1轮的走秀，几人纷纷停了下来，站在舞台上摆着 pose。 动感的音乐在这一刹那也停了下来。程毅拿着话筒站在舞台上，笑着对众人挥了挥手，感谢大家来看我们巡林服饰的舞台秀。我们的服装厂是搞自主设计的款式，所有的款式都是独一无二，不是阳城那边过来的服装，而是咱们江城实实在在的本土品牌。程毅大声道，不用跟风，不用模仿别人穿衣裳，咱们江城有巡林，这就是咱们江城自己的服装厂，绝对是最适合咱们的服装，没有什么宣传方式比营销自豪感更好了。江城自己的服装，自己设计制造的衣裳，也是最适合他们江城小姑娘的。程毅这话说完，当下顿时响起了一阵铺天盖地的掌声。谁说不是呢？咱们以前每次买衣裳都要买从阳城那边过来的，都满大街的衣裳，咱们跟着人屁股后面买，想想不憋屈？咱就买自己的，自家服装厂生产的衣裳，照样好看。各位姑娘们瞧瞧，这衣裳谁瞧着不喜欢？哎呀，说这么多，到底要去哪里买？那套红色的皮裙和吊带背心，瞧着可真好看。人群骚动，
下一刻就听见舞台旁边有人拿着铜锣当当当的敲。这里，这里，大家伙看过来，我们巡林服饰的铺子就在这里，最外面一间。模特姑娘们身上穿着的衣裳全都挂好了，各位美女帅哥们，想要试衣裳可以来这里，保准您满意。林耀东这嗓子是用喇叭喊的，所有人都听见了。当下，一群人呼啦啦的朝着铺子方向挤了过去，生怕去晚了抢不到。这衣裳可真好看，去晚了被人抢走了，那可真是遗憾。于是，人流成功形成了一个闭环。看舞台走秀热闹的人群直奔 T 台看走秀，看完后诚意进行反复宣传，话筒里头的声音热情洋溢，又带着那么一点蛊惑人心的味道。所有人听完之后，林耀东又恰好到处的出现敲铜锣。于是小姑娘们高兴的去店铺里头买衣裳，买完衣裳后再从展销会的另一头出去。陈章明揣着裤兜里的手在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震惊的。他就站在铺子外头，瞧着小姑娘们兴高采烈的进去，出来的时候手里头拎着满满当当的衣裳，基本上都买了一件的，还有一些小姑娘不差钱儿，基本上将模特身上所有展示的衣裳都买了个遍。巡林服饰的服务更是没话说，购买超过300元以上的，林耀东都会亲自送人到展销会门口，送人上车回去放东西，还包了来回车费。这个举动简直是让一波小姑娘兴奋又感慨，买衣裳还包车费，简直闻所未闻。一共532元，算您530，这是咱们免费赠送的布袋子，您拿好，欢迎下次再来。这衣裳搭配红裙子是真的很好看，很适合你，下面加一条尼龙袜，坡跟鞋，肯定很好看。不行，这衣裳袖子可不能拆，不过您要是真的想要改成短袖，那5点半之后，您拿着衣裳去巡林服装厂，我们免费为您改。这些话术都是程毅之前特意培训过的。刚子等人这会儿兴奋极了，脸上全都是毫不掩饰的高兴笑意。天，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火爆的销售场面。要知道，当初林厂长还在的时候，他也带着刚子去了阳城，那时候是将自己的服装弄到阳城搞批发，但是万万没想到，阳城那边的服装款式比自个儿厂子里头还多，还漂亮，辛辛苦苦带的新衣裳过去，人家店主拿起来看了几件，脑袋直摇：你这衣裳不行啊，款式不好，摆我这里卖，压根卖不出了。上次就还剩不少，不买了。各种各样的话说出来都叫人难堪。刚子和林富贵往往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求对方买一些衣裳，这事儿想起来都会叫刚子心里头堵得慌。而现在却不一样了，他们开了铺子，这所有的客人都直接上门购买，而且衣裳卖得好，客人也喜欢，更是供不应求。刚子越想越高兴，干活也有劲儿。正忙碌的时候，林清然和晴晴朗朗也来帮忙了。小家伙们嘴巴甜又勤快，做生意更是十分熟人。众人一瞧，只觉得可爱的紧。阿姨，你穿这件裙子真好看。这个，阿姨你看，很适合你，试一试吧。小孩子都这么会做生意，哪有不买的道理？再加上周围购买的热度这么高涨，有种叫他们不买就亏本的感觉，于是比往日更加大方爽快些。看中了，试一试，合身漂亮就叫人包起来付钱。这边的热闹也吸引了不少摆摊的展销会摊主，人群挤挤嚷嚷的围了起来，好奇的问东问西。而此刻，人群外，谭京东和赵泽明在看见眼前的情况时，顿时有些蒙圈。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多人的吗？买什么好宝贝呢？谭京东疑惑道。话说完，一把抓住了正屁颠往前跑的一个店主，问道：你们这都去哪里呢？前面来了马戏团了吗？这么吵。被抓的人正对门的摊主铺子，他来这里摆摊子也是从县城里头租了个摊位，过来卖盒饭，还有一些手工零食等等。没想到这才刚摆摊一天，就看见人流量疯狂往一个地方跑。他好奇的不行，又刚好不是在饭点，当下急急忙忙就准备去凑热闹。被谭京东一抓，他顿时不爽的皱了皱眉头，伸手朝着河西走廊那指了指。那，听见没？瞧见没？什么马戏团？这么多人跑过去，哪是去忙什么马戏的？中年男人随意道：是服装铺子，还有服装展览，我可都听说了，那都是咱们阳城自个儿的服装，巡林服饰，实实在在的地道牌子。还有男士服装呢，咱也去瞧瞧。第191章，生气的赵主任。说着，没等谭京东和赵泽明说话，他一溜烟就跑了。实际上，他没说的是，那舞台上头可有不少漂亮小姑娘呢，一个个年轻漂亮又水灵，谁不想多瞧上两眼？去晚了，可就没有好位置了。人一溜烟跑了，谭京东和赵泽明也蒙了圈，两人是约在一起的。今天一大早，谭京东就惦记着展销会上的事情了。程毅好歹也是自己的辖区里面，
场子办得好，自个儿脸上也有面子。再一个，他又想起了程毅签下的那10万元的订单，这么大的成交额和赌约，早就传得沸沸扬扬，整个工商局和开发办都知道了。于是事情弄到了台面上来，赵泽明和谭京东两人想要稍稍偏袒，放一放水都不太行了。这不，虽然没告诉众人，但是工商局里头已经有不少人偷偷过来现场监督了。而且因为签下的那份协议，大部分的人都是专门盯着程毅的铺子。10万元的成交额，要是达不到，全部的成交额都要上交给工商局。上头也说了，这一波钱要是真的到手，那么全都给他们用来发放季度福利。谁不动心？谭京东心里头担忧着，因此总想着过来看看。没想到出发前就接到了赵泽明的电话，两人约好一起过来。一路上，赵泽明也一直在表达着自己的后悔，要不是自己一时脑袋发热就答应了，程毅也不可能签下这么大的赌约。要是万一真的赔本，又或者是出了什么事儿，他可就真的后悔一辈子了。这一次来，他想看看情况，再表达自己的歉意，实在不行，自己再去帮着说说情。心里头打了1万个草稿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到了现场，遇着了人群全都涌去看表演的情况。这到底是什么个现象？赵泽明挠了挠脑袋，一下子是真的有些看不懂了。他迟疑了一下，扭头看着谭京东，问道：“寻林服饰是什么服装厂？这个厂子也来参加展销会了？”谭京东一下只觉得这厂子的名字好熟悉，但是想了半晌，却又没想明白。他顿了顿，摇头，又道：“咱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于是两人也赶紧跟着人群朝着那边走。掌声越来越热烈，远远就瞧见一大群人在台底下热烈的鼓掌。赵泽明踮起脚尖，就看见随着动感的音乐，一个个光鲜亮丽、穿着十分漂亮时髦的模特从舞台一边走上来，台步优雅、活泼、妖娆等等，都搭配着身上的衣裳而显现出不同的气质。赵泽明的心一下子就跌入了谷底。完了，他无奈叹口气，这哪个想出来的法子，居然这么抢生意？这个寻林服饰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么一搞，别说是美云服装厂了，那就是一场想要抢生意，那也够呛。赵泽明一下子就来了气，他是工商局的主任，这人民广场办展销会也是经过自己同意，从自己手上走过的文件。如今想帮程毅徇私舞弊改合同，他做不到，但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好好管教这些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抢生意的厂子，那还是可以的。他气冲冲地拨开人群，就朝着里面挤。而谭京东站在人群外，盯着台上那寻林服饰4个大字，脑袋终于转了起来。等等，他想起来了，这寻林服饰为什么自己总觉着耳熟？他想起来，前段时间程毅还特意来开发办找过一趟，说是要将美云制衣厂的名字改掉，他得自己起一个新的名儿。这件事都是小事，尤其是对于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的谭京东来说，他哪有时间管这些？当下直接喊程毅将要改的名字交给小秘书，流程走一遍，最后来自己这里汇报一下，盖个章就可以了。名字改好的时候，谭京东正犯瞌睡，他没多想，文件拿过来，直接盖章盖下去了，就这么扫了一眼，印象很淡，毕竟人家想的新厂名字，自己没必要记得那么清楚，只是印象还是有点的。再加上这趟路下来，这4个字反反复复在自己的脑袋里冒出来，谭京东猛地一拍大腿，他终于想起来了，这寻林服饰可不就是程毅的厂子吗？得，他赶紧想要喊赵泽明，结果一扭头就发现赵泽明不见了。他赶紧找了个高点的台阶站上去，仔仔细细在人群里找了又找，就发现赵泽明一脸怒气冲冲的往人群里冲过去。完犊子，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谭京东拔腿就追，高声大喊，可惜这人实在是太多，哪里听得见。后台，程毅正带着林清然看衣裳，林清然手里拿着一个饭盒，还温温热热的硬塞到了程毅的手里。不差这一下，你先吃，吃完再上去。林清然认真道。阳光落在他的眼里，穿过他细碎而柔软的刘海，眼睛里单纯而真挚，满满都是关心。程毅顿了顿，原本想要拒绝，话到嘴边却又被自己咽回去了。磨刀不误砍柴工，最重要的是自己哪舍得拒绝自己媳妇儿的一片柔情蜜意。程毅随意找了个地方坐着开始吃饭，他这个位置刚好在舞台下面，坐在钢管上，听着上面的脚步声和旁边卖衣裳的嘈杂声，闹哄哄的。晴晴朗朗临时交了2个好朋友，跟着小孩们在舞台下面瞎跑，哈哈笑个不停。而此刻，外头方世贵等人正在艰难地维护秩序，照着程毅写好的表格安排不同的服装和模特上场。正是紧张的时候，忽然一个穿着中山装、面色冷酷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谁是厂长？
谁是巡林服饰的负责人？男人面容严肃，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苟，再加上通身上下的气度，叫人不得不重视。大家都是在厂子里干活的，以前厂子里还有不少人是跟着林富贵到处跑的，这一下就认出来了，这是赵主任，工商局的。有人小小的喊了一声。第192章变脸呢。当下方世贵赶紧小跑了出来，擦了一把头上的汗，道：我是负责人，是咱们巡林服装厂的厂长，赵主任有什么事吗？赵泽明仍旧板着脸，你们怎么回事？从哪儿冒出来的？不知道这里在办展销会吗？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这里的场地想要用的话都得提前审批，你们手续办没办？条件够不够？相关部门同意了吗？他说着又用脚用力地跺了跺脚，这搞的什么舞台？大庭广众之下叫这些小姑娘穿这些衣裳给别人看，你们想的什么法子？安的什么心？众人吓了一跳，一个个面面相觑，却不敢吭声。做生意的就是这样，最怕遇着工商局或者是各个部门来找茬儿。毕竟在90年代，不，或者更准确说，各个年代商人斗不过官。别瞧赵泽明只是个拿着每个月100来10块工资的办公室主任，但是他权力可不小，往往一句话就决定了一个厂子的生死。谁敢反抗辩驳，事情一下子就陷入了僵局，所有人不敢说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还是方世贵硬着头皮站了出来，满脸陪笑道：赵局长，瞧瞧我们，这事儿没和你打声招呼，实在是我们的不对，但是我们的资质是有的，我们老板说搭建舞台上头也是同意的，就是不知道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没传达到位，您看不然我们再审核手续。赵泽明仍旧冷着脸，他双手垂在身侧，这会儿也环着胸盯着众人，气场全开。我可不管你们走的什么手续，这展销会的流程都是在我手上过的，我不知道这事儿就不作数。他大手一挥，拆了，赶紧停下，像是什么样子？众人头皮一麻，这舞台走秀正好着呢，小姑娘们反响这么热烈，隔壁铺子里头衣裳也正在热销，这要是停下来，几人正犹豫着，赵泽明正冷着脸继续要发脾气，忽然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赵泽明一愣，等等，这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他赶紧朝着声音来源的地方看去，结果就和程毅互相对上了视线。程毅一见是赵泽明，当下快步过来，笑着伸出手：赵主任，您怎么来了？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赵泽明，等一下，情况好像有点不太对。他脸上出现了罕见的几分迷茫。方世贵等人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赶紧朝着程毅的身边走去，低声凑过去，叽里咕噜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程毅。程总，现在停下来值实在是不划算，况且人这么多，大家伙的热情都这么高，您不然和赵主任说说，明天再停下来也行啊。方世贵极其不舍道。程毅摆摆手，示意他等一等，倒不是别的，而是此时此刻赵泽明瞧着似乎有些不对。赵主任，他又试探性的喊了一声。赵泽明总算是缓过了神，他倏地瞪大眼，伸手指了指舞台，又指了指旁边挂着的巡林服饰几个大字。这是你的厂子？他错愕道。你不是叫美云服饰吗？你的厂子不是叫做美云制衣厂？程毅点头。哎，我说你这人，老赵啊，你怎么听话听一半就跑了？我还没来得及和你说呢。身后谭京东追了过来，气喘吁吁，这巡林服饰就是程毅的厂子啊，他前段时间改了名儿，我给忘了。你可千万别……话没说完就卡在了喉咙。赵泽明悠悠地盯着他，你怎么不早说？是啊，这人怎么不早说？刚才自己冲进来，可还用着自己的官威发了好大一通脾气，这会儿所有人都看着自己，狐疑又害怕，简直叫赵泽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妈的！他心里头暗暗爆了句粗口，而后右眼拳咳嗽了一下，这才抬头看了一眼众人，最后视线落在了程毅的身上。那个，这舞台你搭建的呀？蛮好看，外头那几个小姑娘走秀走的也好，瞧着年轻时髦，衣裳更是没话说，这法子真不错。你想出来的？程毅不明所以，点点头。身旁方世贵等人，不是。喂，赵主任，你刚才可明明不是这样说的。只是这赵泽明态度变来变去，画风也完完全全掉了个头，谁又敢多问？程毅点点头道：这里空地刚好空着，我想着办一个促销活动，目前看来效果很好，多谢赵主任照顾。哎呀，被程毅这么一感谢，察觉到他是真的没有埋怨自己，赵泽明心里头那真是说不出的畅快。他笑道：有效就好。实不相瞒了，我和京东就是一直在想着你这个事儿，愁得晚上都睡不好觉。上次在办公室里头，总觉着有点过于莽撞了。你啊，年轻人，意气盛，但是我该阻止你的。我那办公室的章一盖，
我这几天睡觉都不踏实。程毅这才笑了，这赵泽民不得不说人还不错，当官就怕没有是非心。他道了谢，又指了指舞台，对着两人道：一起看秀吗？有喜欢的我让人给您装起来，这些衣裳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款式，有几款男装，您看看。程毅这话一说，赵泽民和谭京东纷纷赶紧摆手拒绝，送就不用了，我们还没见过这什么舞台秀，就看看，图个新鲜，也跟着学习学习。走走走，一起吧。两人说着，拉着程毅朝着外面走去了。而这边方世贵愣了半晌，甚至伸手在自己大腿上狠狠攥了一把，疼得他龇牙咧嘴。他这才缓过了神，啊，原来刚才不是在做梦呀。这赵主任瞧着严肃刻板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就两种面孔变来变去的？唉，当官的心思就是这么难猜啊。方世贵等人互相看了一眼，齐齐苦笑，而后扭头继续去做事了。下午5点，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程毅拿着话筒站在舞台上，说了一番结束语，并且约下了明天再见的约定。小姑娘们这才开开心心的离开了。第193章抽奖。人流走完，夕阳挂在树梢。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这白昼的时间倒是越来越长了。舞台上倒是没什么好收拾的，将红毯卷起来塞进铺子里，里面的衣裳全都整理好，拿回了巡林服装厂。最后给模特直接结算了钱。几个小姑娘见程毅是真的大方，当下高高兴兴的道了谢，又拿着钱离开了。厂子院子里，大家伙儿都一脸兴奋的在整理明天要穿的衣裳。程毅拍了拍手，笑道：先吃饭，吃完饭再干。方世贵等人一愣，然而下一刻却更多的是当作没听见，或者准确说明白程毅这话不是和他们说的。下属到底是下属，哪有被请客吃饭的道理？制衣厂里头倒是静悄悄的，所有人都赶着回去吃饭，晚上7点开始加班。方世贵等人赶紧放下手里的活，生怕程毅去吃饭，瞧着他们还在，不好意思不带着，徒增尴尬。程总，我们就走了，等会儿再过来。方世贵给刚子等人使了个眼色，之后就要走。没想到还没走出院子门，就听见程毅喊他：方厂长，你们走什么？不是说吃饭吗？方世贵回头，一脸惊讶：啊，我们也一起吗？他说着，下意识地扭头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众人。这些都是今天一整天在展销会上忙活的员工，一天下来累得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身汗，更别说今天那么多的人挤在一起，既要维护秩序，又要时刻提防着有人偷偷拿衣裳不付钱跑路。总之就是一个累，但是说到底，每个人都是兴奋的，有奔头，有希望，比什么都强。一起吃饭。程毅笑了笑道：怎么，方厂长觉得这么多人我请不起？这话当然是揶揄。方世贵赶紧摇头，他搓了搓手，又扭头看着刚自己人，问道：去吗？几人眼睛亮得吓人。去。这段时间的相处，众人都算是明白了程毅的脾气。他们这位老板瞧着年轻，手段高明，但是待人也是极其真诚的。只要是认认真真帮他做事，没二心，那他就是最护短的那一个。一共12人，心里头都美得不行。哼，老总请吃饭呢，说出去能吹牛一辈子。程毅招呼林耀东别收拾了，先吃饭再来。人是铁饭是钢，这忙了一天，没一顿好的吃食来慰藉肚子，可是会发脾气的。林耀东兴奋地一拍手：走走走，我师傅就是大方，咱们吃饭去。一群人热热闹闹地往外走。程毅走在最后，顺手扣住了林清然的手掌。夕阳余晖落下，十指相扣，清清朗朗高兴地在前面蹦跶，拽着林耀东的胳膊玩闹。林清然扭头看他，微风拂过他的脸蛋，细碎的发梢轻涌。他抿唇一笑，轻声道：快走吧。饭店是附近最大的蓬莱酒楼，整个开发办这块蓬莱酒楼的位置最宽，能够一次性招待500人吃饭。附近有个什么大喜事，或者请亲朋好友吃饭，基本上都来这里。一共将近20人进来，围着圆桌坐了2桌。点菜的时候，众人都不敢点，将菜单递给了程毅。他接过来看了一眼，拿着笔哗哗哗的一直在勾选。片刻后，选完了菜，将菜单递给服务员，道：一式2份，那边也一样。服务员点头，接过菜单去了后厨。这一路上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这年轻人可真豪气，点的这10来个菜加起来可得有接近200块呢。2桌人吃饭，这可得400多块，多少人半年的工资。菜很快就上来了，红烧狮子头、大把子肉、南瓜米粉蒸肉、羊排、猪肘子、鹌鹑蛋炖甲鱼。好家伙，10几个菜，只有1个素菜。方世贵顿时吓了一跳，这么多菜得多少钱啊？太浪费了。方厂长，不用心疼钱，可劲儿吃，吃饱了才是赚到。
老板请客，你担心什么？程毅笑着道。方世贵脸上的神情实在是太明显了，一阵青一阵白，差点就没明晃晃写着太奢侈，太浪费了这几个大字儿。被戳穿了心思，方世贵面皮一燥，当下赶紧低头，拿起筷子跟这种人开始吃肉。这菜一进嘴里，他那点心疼也全没了。可真好吃啊，油香四溢。在这个吃肉都算是奢侈的年代，能够每道菜里都放肉，尤其是把子肉、红烧肉，还有猪肘子这种纯肉，那真是奢侈中的奢侈。众人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10几个菜，即便都是肉，那也都是风卷残云般下肚。菜吃的差不多了，程毅知道他们不好意思说，又让服务员端了一大盆饭上来。果然众人都拿着碗装满了饭，将盘子里头的汤汁儿连带着碎渣子全都倒进了碗里，嚯一顿拌饭啊，可真好吃啊！明明肚子里已经吃得很饱了，但是嘴巴却不愿意停下。这一顿饭足足吃到了6点半，众人才心满意足的抹抹嘴，不少人撑得连路都走不动了。程毅起身结了账，众人为了消食，都是走回寻林服装厂的。刚刚到门口，就看见自家婆娘拎着饭菜，一脸焦急的在等。看见众人过来，哗啦啦的涌过来，有时埋怨，又是后怕。你这个死东西，去哪里了？不知道说一声啊！害我在家里等你吃饭，等到现在，叫人担心不担心？就算不回来吃饭也说一声，妈在家里着急，喊我过来看看。刚子，你没事吧？吃饭了吗？再吃点吧，今天做了小炒肉，妈知道你爱吃，都让我把肉给带来了。人群闹哄哄，皆是烟火气。程毅带着林清然，一只手牵着晴晴朗朗，抬脚往家里走。他想，人生知足常乐，莫过如是。展销会如火如荼地举办着，每一天程毅都能够推出新花样来，真的是日日不重样。这是最后一天了，程毅搞了个现场抽奖，只要在寻林服饰购买了衣裳满300元的人，出具购买发票就可以过来抽奖。第194章结束。1等奖是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名额只有1个。2等奖是女士24寸的永久牌自行车，名额5个。3等奖是炒菜用的锅，名额30个。这些奖品都用大红字报贴在了墙上，每个人经过的时候都能看见。在瞧见那第一个上面写着的黑白电视机时，所有人都猛地咽了咽口水。乖乖，这年头一台熊猫牌的黑白电视机，那可得足足700-800。就算是2等奖，那也有永久牌的女士自行车呢。运气再不行，抽了个3等奖，那也有一个锅呢。众人蠢蠢欲动，眼见着有人已经抽到了一个2等奖，还有2个3等奖，顿时原本还在观望的众人纷纷涌入了服装店购买衣裳。人群排着队，甚至一些为了凑够300元的盲目购买，场面迎来最后一波抢购高潮。陈章明等人就在斜对面恨恨地看着。陈总，咱们的生意都被抢光了，这都7天了，铺子里的衣裳连1000件都没卖出去，这可怎么办？本钱都收不回来。为了拿到这个铺子，陈章明可是足足付了1万元的名额费，再加上自己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又是找人又是各种折腾，不管是钱还是精力，都不知道往下扔了多少。说句不好听的，别说是金钱了，那就是精神损失费都远远不止这么些。陈章明脸色阴郁，他靠在门框上盯着不远处在舞台上意气风发的程毅，扭头问道：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身后那人一愣，点点头，买了。寻林服饰的铺子里头人很多，咱们随便找个他们脸生的员工去购买就行了，谁也没认出来。陈章明闻言点点头，那就好。他露出颇有些得意的笑脸，小伙子还是太年轻。他陈章明在江城搞服装搞了这么些年，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这寻林服饰来势汹汹，就像是一个浑身带了蓬勃朝气的年轻人，想要从老者的手里抢东西。他有力，但是却是蛮劲儿，一身锋芒都不知道收敛，即便出来时将自己打得招架不住，但是时间一久，沉寂下来，这身上的破绽就出来了。陈章明是靠着打板起家的，说白了就是抄袭，什么衣裳好卖好销售，他就立刻让人买回来拆开，连夜打板出一模一样的服装，再要么就是改一点无关痛痒的小细节。衣裳做出来一模一样，往市场中一投，迅速占领原有市场，况且有时候打着一场的名声，甚至能够卖得更好，远超正品。程毅这几天推出来的这几款衣裳的确好看，也的确是引爆了销售热潮，7天10万元，看样子应该是达到了。一些知道其中内幕的相关人员，谁不觉得程毅这是在狠狠地抽了自己的脸，打了一场极其漂亮的翻身仗？但是哪有这么简单呢？陈章明笑了笑，阴恻恻的。他在江城基本盘就比程毅大，在展销会上出了名，又能如何？到时候他生产出一模一样的衣裳，
飞快利用自己的基本渠道销售，往江城各个县城地级市的百货大楼。那会儿，所有人都只会知道这是一场新推出来的衣裳，漂亮、时髦、好看。他们没来过江城来服装秀，云云几千万人，那才是真正的市场。想到这里，陈章明的心情大好。年轻人始终是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毒打2顿也就明白了。到时候自己再出手接下他的服装厂，里头的那些设计师可不就是自己的了吗？有了这么优秀的设计师，在进军羊城市场，面向全国。到了那时，想起可能发生的事情，陈章明的嘴角就控制不住的往上扬起。摊子里头的人手都撤了，就留2个就成，其余的全都回去干活，加班加点把衣裳赶制出来，听见没有？陈章明道。身后众人齐齐点头，而后将东西随意收拾一下就离开了。下午6点，施工队过来拆大棚，宣告着这一次的展销会彻底结束。3天后，工商局办公室，程毅带着小会计来了，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摞票根和各种账目明细，基本上都是这7天衣裳销售的各种支出和收入等等。赵泽明瞧着程毅，这会儿是哪儿看哪儿满意。这小年轻不卑不亢，当初写下字据的时候，亏得自己还以为对方是在说大话，但是现在看来，显然是自己小瞧了对方。哈哈，今天来的这么早，坐。赵泽明说着，扭头看向秘书，赶紧泡茶。小秘书也就20出头的年纪，家里头有关系，身后有背景，也是派下来混个职位吃饭的。他身上穿着一件牛仔裤，上面一件黑色吊带，外头罩着一件白色的雪纺衬衫，下摆处打了个结，头发高高挽起，露出一张娇生惯养的脸蛋。没有经过生活的毒打，眸光瞧着都澄澈3分。张云云闻言赶紧点头，又盯着程毅看了一会儿，这才赶紧去泡茶。给你。张云云放在了程毅的面前，又没忍住，在他的面前故意转了2圈。程毅，他揉了揉眉心，终于开口接了话。这位姑娘也喜欢我们巡林服装的服饰，大家都是朋友，要是喜欢，下次送你2件。他说着，对着会计道：账目支出就记在朋友支出上，赵主任应该理解的。肖会计点点头，张云云这才满意了。他指了指自己这身衣裳，这就是我昨天去展销会上买的，你们的服装可真漂亮，我每一件都看了，买了好几套呢。张云云说着撅了撅嘴，有些小小的愤愤，就是运气不好，抽奖没抽中，只得了个3等奖。肖会计闻言抬头看了张云云一眼，一脸古怪，不是，这瞧着就是家里不缺钱的主，没抽中大奖有这么遗憾？家里头指不定放着国外进口大彩电吧？这黑白电视机有什么好稀罕的？然而程毅却清楚，占便宜这事儿是人之根本，再加上是免费的抽奖，那当然是抽得越大越好了。第195章193680元。说到底就是个满足感的问题。程毅十分礼貌笑着道：没抽中也没关系，下次继续努力。张云云这才点点头，站在一旁不说话了。他眼睛眨了眨，又盯着程毅看了一会儿，脑袋里后知后觉，忽然一个奇怪的念头冒了出来。这年轻人明明才见了2次，为什么总有种熟悉感？似乎这声音在哪儿听过。想了一会儿想不明白，这边办公室的门又被敲响了。张云云赶紧去开门，门外站着几个工作人员，一个个条纹衬衫、西装裤，腋下夹了一沓文件，正好奇地往里头看。什么事？认出来几人都是局子里的下属，赵泽明问道。他心里头也大致有了猜测，不过却没阻止，该来的都要来的。果然，门外几人挠头笑了笑，颇有些不好意思。是这样的，听说今天程老板过来核实成交额，我们几个都想过来看看，赵主任可以吗？是啊，我们主任也说了，这事儿要公平，还得大家一起算一算，见证一下才好，不然失了公平就不好了。对，为了咱们工商局名声着想。赵泽明哼了一声，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什么所谓的公平见证，实际上不过都是监督而已。程毅虽然说这一次展销会般的惊艳又漂亮，但是7天10万元的成交额还是在很多人心里打了个问号的。比如陈章明，再比如上头的上司，再比如当初一起竞争名额的其他厂子，一个个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呢。虽然心里头知道程毅应该是完成了这个成交额的，但是赵泽明心里头还是轻轻咯噔了一下。知道归知道，但是想着这个天文数字，他就浑身血液上冲，紧张的不行。能行吗？真的做到了吗？心里头念头冒出来，他下意识地扭头朝着程毅看去，却见后者对着自己一笑，朗朗如风，胜券在握。赵泽明心一定，扭头道：进来吧，你们说的对，这事儿我一个人说的不算，大家一起见证才好。7天10万元的销售奇迹。
可不得大家一起见证吗？听见赵泽明松了口，当下一群人齐刷刷地涌了进来，办公室内一下子变得有些狭窄。程毅坐在最中间，他的身边萧会计有些紧张，而2条长椅子上坐满了人，一个个齐刷刷抬头盯着他，压迫感十足。赵泽明也没忍住，站起身朝着这边走来。开始吧，他哑了哑嗓子道。萧会计拿出一大厚厚的发票存根放在桌面上，又拿出了出货表和进货表，全都挨个摆好。之后就是计算器噼里啪啦的声音了。这些存根都是按照天数存放的，能够明显看见第2天不是很多。到了第3天，舞台秀正式打响的时候，发票的厚度几乎是以肉眼可见往上蹦了一大摞，再往后越来越厚，上面的数字也越来越大，从100多块直接到后面为了参加抽奖活动而变成了300往上，厚度又高，这计算器上的数字就在众人一脸惊愕的视线下早早超过了10万。啪啪啪啪，萧会计计算器摁得很快，他算完一摞发票就挪到旁边，跟着进来监督的几人不信邪，也跟着拿起发票用自己手里头的计算器噼里啪啦的摁。别人算就算了，当一个个瞧着这才算到第4天的时候，上面的数字就已经超过了10万，顿时明白过来，这算下去还有什么意义？这才第4天。于是所有人都盯着萧会计那噼里啪啦的手指看。当最后一张存根终于输入数字后，所有人终于倒抽了一口冷气。193680元，短短7天，成交额居然达到了恐怖的19万多，相比之于当初定下的目标，足足翻了1倍。江城那些小姑娘们的购买力什么时候这么恐怖了？这简直是比抢钱还来得快。众人齐刷刷不吭声了。实际上，这要是说相差小几千，他们还能够梗着脖子说肯定有什么地方算错了，要求对方再算几遍，再仔仔细细的找一找对方的错误。但是这足足翻了快1倍，再错再造假也不可能这么离谱。赵泽明几乎是一瞬间站了起来，穿着粗气，盯着程毅和萧会计，哈哈笑了2声，猛地一拍巴掌：厉害，真是厉害！他说完，又看着几个坐在原地不吭声的下属道：这事儿到此为止吧，大家伙儿都看见了，这足足高出了1倍，总不能我也帮着造假吧？人该交税一样不少就行了，没必要追着为难。赵泽明好歹是办公室主任，再说了，几人虽然拿了钱，那也不是拿钱过来喂男人的，而是过来做个见证，看看到底有没有到10万元。为此起了冲突，着实是没必要。几人见赵泽明又帮着程毅说话，当下一个个站起来，齐刷刷告别了。众人离开，程毅和赵泽明道了谢。赵泽明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道：要是有啥需要帮忙的你就说，工商局里头我还是能够说上点话的。你也别多想，咱们江城如今经济就指望着能快速发展，你要是能把制衣厂搞起来，打入羊城市场，提高整个城市的经济效益，带动工人就业，那才是真正的帮我。程毅点头，又和赵泽明说了几句话，这才离开了。萧会计跟在程毅的身后，脑子里飞快地将这段时间的销售额净利润过了一遍。程总，除去人工成本和材料成本，咱们这一次大概能够拿到12万的利润，这些钱是继续投入原来的服装生产，还是制作新衣裳？程毅想了想，道：抽出1/3用来制作已经发布过的款式，另外2/3用来囤布料，就囤我后来给的那3款设计图。真正的大头还是后面3种，早点囤布料，越多越好。他依稀记得，经过杂志宣传后，原布料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这就好比买股票，低价买入，买到就是赚到，比卖衣裳还挣钱。第196章，做加盟。萧会计点点头，心里头也默默记了下来。实际上，要是别人说拿这么多钱去囤布料，他怎么也得反对，这可是拿着整个厂子的未来弹儿戏。但是偏偏这人是程毅，他下意识选择相信。两人回到厂子里，林耀东等人正忙活得不行，因为展销会上那惊艳至极的舞台秀，还有模特身上的衣服，甚至于程毅在工商局里头前定下的协议都被人曝光了出来。这一下，稍微在江城做生意的，基本上多多少少都知道了关于程毅立下的赌约，则7天销售额19万，这在江城可是从来没有人创建过的神话。而也正是因为这样，让江城里头不少服装店都动了心思。程毅和萧会计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里头已经坐了不少人。见着江州回来，几个人齐刷刷站了起来，对着他咧嘴局促的笑：师傅，你回来了。林耀东笑着跑过去，伸手将他身上的包接了过来，而后又指了指屋子里站着的几人，道：这些都是咱们江城服装店的老板，今天过来是想要在咱们这里买衣裳呢。林耀东说着，又悄悄地凑过去，在程毅的耳边压低了声音道：师傅，没有少于2000件的，这能挣多少钱？则程毅点点头，
坐下来，几人就赶紧围了过来，七嘴八舌的说话。哎呀，程老板，你们这衣裳可太漂亮了，不知道这进货价能不能便宜些？我们的生意就开在隔壁的明朝街，人流量大，附近就是百货大楼，小姑娘都喜欢逛，便宜些我多拿些。明朝街算得上是江城东南方的中心地带了，人流量多，而且附近有钱的小区也多，买衣裳的小姑娘那是真的舍得花钱。程毅闻言笑了笑，没说话，只是让林耀东给众人泡茶，是上好的白茶，林清然这次带来的。众人接过茶，喝了一口，见程毅不说话，当下又有人按捺不住开了口：那个程总，您倒是开个口，给个准话啊，咱们拿的货多，便宜点，薄利多销嘛。卖得好，咱们几个下次肯定来，您放心。其余几个不说话，但是一个个眼神落在程毅的身上，像是要把他啄个窟窿。后者仍旧笑了笑，没吭声，屈起手指在桌子上轻轻的敲了敲，直到众人再也熬不住的时候，他才端起茶，喝了一口，开了口：我有2种方式，各位要不要听一听？啥？众人一愣，虽说不明白程毅说的2种方式什么，但是他好歹松口了。听听听，程老板您说。几人赶紧开口。拿货可以，薄利多销，做生意的事儿我明白，每件衣裳的利润我能让出30元，但是前提是得进货量在1000件以上。程毅笑道，这是第一种方法，做生意利润扣得太死是不对的。打个比方，要是程毅自己销售的话，他就得每天想着法子促销，搞活动，还得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可都算成本。再一个，他到底是新人，在江城根基不稳，一个铺子销售一天卖500件，稳定下来都算是极其不错的了。这样利润高，但是件数少，总体算下来钱来的还是慢。而做批发就不一样了，每件让出利润，但是一次性出货的话，利润那才是相当可观。再一个，帮助寻林服饰打开市场，那才是诚意真正的目的。几人听完想了想，点点头，觉得这法子的确是不错。毕竟诚意的净利润让出30元，不代表他们就卖这么些钱，多个10几20块，那些有钱的小姑娘们也不会说些什么。那第2种方法呢？终于有人按捺不住问道。程毅笑了笑，看向那人，说话的是站在最外面的一个小年轻人，瞧着估计和程毅差不多大的年纪，这会儿脸色有些难看，站在最外面，咬着嘴盯着程毅，有些期盼。他顿了顿，又开口：1000件太多了，我没那么多钱，铺子还在装修呢，钱都砸进去了，程老板有没有别的法子？拿少一点，我缓口气。程毅笑了笑，第2种方法很简单，就是做加盟。加盟？几人互相看了看，有些不大明白。程毅继续解释，加盟费5000元，一笔加盟费缴纳完，铺子就可以挂上寻林服饰的牌子，成了加盟商之后，店里头的服饰由我们寻林服装厂全程提供，一件衣裳净利润可以拿到35元，衣裳我们提供，卖不出去也没关系，你们不用承担任何风险。但是有一点，店铺里只能卖我们寻林服饰的衣裳，当然卖衣裳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和困难都能够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无条件给予帮助。众人一脸惊愕，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加盟方式。加盟？什么东西？年轻人也愣住了。可是一次性拿这么多钱，我也拿不出来啊。程毅笑道，加盟费可以晚点给，每个月从所得额里面扣。他见众人不吭声，又慢条斯理地端起茶杯，喝了口茶，道：7天19万的销售额，你们应该听过了吧？5000元算什么？众人再次齐齐沉默。这话的确是，5000元和19万比起来，连零头都够不上。最关键的是，这可是7天的销售额。然而一个个的也不是傻子，平白无故拿出5000元作为什么加盟费，还得套一个寻林服饰的牌，大家都不太乐意。他们毕竟还想要销售别的厂子的衣裳呢。一个个都不说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显然都从对方眼中看见了答案。哈哈，程总，我那铺子早早就挂上了招牌，铺子里头还有别的厂子的衣裳还在卖呢，这加盟就不用了，我这次来倒是能带2000件衣裳走。是啊是啊，这加盟就算了，我的铺子还得听我家婆娘的，这次来我先拿个2500件衣裳卖卖看，我家3个铺子呢，一下都改名儿可不太方便。第197章，赵明，我也是，拿1000件卖卖看，这做生意可难，这么多加盟费，我还得回家和我老公商量一下。一个个找了理由，漂漂亮亮拒绝了。不过都在程毅的意料之中，谁愿意将自己经营了这么多年的铺子改成别的名字？再说了，而且还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不能卖别的厂子的衣裳，这就很叫人难以接受了。你寻林服装厂即便展销会上打了个漂漂亮亮的仗，可是不代表你今后出厂的衣裳会一直受欢迎吧？更别说那5000元的加盟费，谁愿意赌谁赌，他们才不是傻子。
林耀东板了个脸，倒是不太高兴，眼神盯着几人，手一挥，道：“过来吧。不过仓库里头的货物不多，你们要多少，先拿多少。订单签了，我们加班加点赶工，一件都不会少你们的。”他说完，心里头稍稍嘀咕了一下：“哼，不识货，有你们后悔的。”见几人要走，程毅端着茶，又慢条斯理地补充道：“各位可千万想好了，这一次的加盟费是5000，下一次可能就是7000、8000，或者是1-2万了，过时不候。”众人听完，压根没当回事儿，一个个赶紧跟着林耀东去仓库里头抢衣裳了。肖会计也赶紧跟了过去，他得下单子算账。一下子办公室就空了下来。程毅一抬头，却发现还有一个人站着，是刚才那个说话的年轻人。他抿了抿唇，盯着程毅，小声道：“那个程总，我愿意加盟，反正我的铺子还是刚刚装修的，牌子没挂。但是……”他顿了顿，有些不太好意思的挠了挠脑袋：“就是这加盟费，能不能晚点给？我知道你刚才说可以从每个月的收入里扣，但是我开店还借了不少钱，我想着能不能等我把别人的钱都还完了，再给加盟费。”他说完，又反应过来自己这话实在是过分，又赶紧补充：“当然，我每个月要是有多余的钱，一定先还，行吗？”程毅被他逗得一乐：“当然可以。”他道：“你的铺子在哪里？装修好了没？”年轻人摇摇头：“就在丰南路那边，装修还差一点，里面在打架子，外面的招牌还没挂。不过这2天我也去帮忙，估计3-4天应该能弄好了。”程毅想了想：“这样，你带我去看看，卖服装讲究灯光，要是装潢不好，生意都会少不少。”他这话是实打实的忠告。年轻人显然听进去了，他有些兴奋，搓了搓手，激动高兴地看着程毅：“当然可以，多谢程总。你什么时候去？现在吗？”程毅一乐：“先和你解释一下加盟的具体流程，再签个合同，事情弄好了再过去。”小年轻一听，当即挠了挠头，嘿嘿一笑：“成，我倒是把这事儿给忘了。”两人说完之后，程毅从抽屉里拿了一张纸来。加盟店这种事，一切都处于摸索状态，但是程毅知道，这是一片蓝海。90年代开始，加盟方式开始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席卷全国，尤其是后来的直销方式，更是割了一大批韭菜。程毅之所以搞加盟，更多的是想要打响自己的牌子，因此这第一家加盟店是重中之重。起草的合同都是手写的，程毅条条斟酌，写完之后还递给了年轻人看了一眼。后者接过来，虽然不太懂合同，但是还是仔细的看了看，最后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赵明。程毅笑着竖起大拇指：“是个好名字。”合同签完，一式2份，程毅递了一份给赵明，后者赶紧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叠好放在口袋里。两人一出门就遇见了林清然带着清清朗朗走进来。“爸爸！”青青飞奔过来，肉乎乎的小胳膊抱住了程毅的大腿，可劲儿地晃了晃。“爸爸去玩吗？我也要去。”小丫头说完，赶紧疯狂给朗朗使眼色：“我也想去。”后者接收到信息，也极其认真地点了点脑袋。他原本想拒绝，但是一想着这段时间林清然来这里足足小半个月了，都没有带他出去逛过，当下点点头，弯腰将晴晴抱了起来：“那走吧，爸爸带你们出去逛逛。”青青顿时高兴得直蹦跶，朗朗也小跑着过去，抓住了林清然的手：“妈妈也去，妈妈也去。”林清然牵着朗朗，跟着程毅和赵明身后走着。走出巷子，又喊了2辆人力3轮，赵明和程毅坐一辆，青青趴在他的腿上，大眼睛黑葡萄似的忽闪忽闪地看着外面。江城真的好大啊，各地都是新起的高楼，街道两边的店铺时髦又好看。瞧见新奇玩意儿的时候，青青忍不住趴在程毅的腿上直蹦：“爸爸，那是什么？好好看！哇，有蝴蝶，蝴蝶，裙子漂亮，青青想要。爆米花，呜，想。”青青害怕，小家伙的嘴巴一直不停地说着，叽叽喳喳的像是小麻雀。赵明瞧着颇有几分羡慕：“程总，您可真是人生赢家，家庭这么幸福美满，事业也做得很不错，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像您这样。”程毅笑着看了赵明一眼：“还没结婚？”后者摇头：“处对象了吗？”这话问完，赵明的脸上泛起了2团红晕，他点了点头，又搓了搓手，似乎是想起了自己喜欢的那个姑娘，连嘴角都忍不住往上扬起。有了，她是江城本地的，家里条件很不错。赵明扭开头叹了口气：“叔叔阿姨不太喜欢我，说阿小跟着我会吃苦，所以我想开个店，挣点钱，要是钱挣到了，他们应该就会同意了。”赵明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美好对未来的期盼。对于他来说，喜欢一个姑娘，并且愿意为了这个姑娘而赔上一切，这才是他所拥有的青春。诚意不置可否。对于别人的私事儿，他一向没有兴趣打探。半个小时后，
抵达铺面。丰南路位置不错，丰南路隔壁就是步行街，步行街里头有百货大楼，还有一些专门卖进口货物的店铺，一些小饰品等等。第198章是他最深沉的告白。赵明带着诚意走到铺子前停下，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笑着道：“这位置不算是太好，实在是手里的钱不够，不然就租到隔壁步行街了，那边人流量才大。”诚意下车看了一眼左右，实际上这位置还不错。丰南路进来的位置，正对面就是奶茶店，隔壁是三岔路口，远远眺望能够看见步行街。三岔路口人流量也十分不错，不过大部分走到路口后都会下意识的直接走进步行街。诚意看了一会，心里稍稍盘算了一下，之后走进铺子。店铺装修还是十分传统的装修，赵明显然没什么经验，一切都是按照他在别人的服装店里头看见的来，几乎是完全复制。灯光、架子，甚至于收银台放置的位置，诚意指了指灯，道：“灯最好分2块，暖光灯在这边，冷光灯在这边。颜色偏亮一点的以上就放在暖光灯下，会有加成效果，看起来更温暖、更柔和。要是白色、淡黄色或者是灰色这种，就放在冷光灯下，会更干净漂亮。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光学运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1世纪，这些知识已经被运用的炉火纯青，可是放在90年代，那简直就是商业的秘密。明星都要打光，更何况以上。不同的灯光下，相同的衣裳看起来的质感会天差地别。”赵明瞪大眼，一脸受教的模样，赶紧从柜台上拿了小本子记了下来。诚意走了一圈，到处看了看，发现这铺子的面积和大致的形状倒是挺适合开服装店的。他转了一圈，最后画了一个区域，道：“这里专门用来新品，价格也是最高的，也是每次活动推出来的最新款。”诚意说着，伸手敲了敲桌面，加重了自己的语气：“一定要将最新款这个概念打出来，知道吗？时尚就是这样，不管是不是一个轮回，亦或者是个人审美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将这个概念深入人心，最好达到洗脑的程度。寻林服饰等于最新款，等于时尚前沿。”赵明点头，认认真真的跟在诚意的身后，将他说的一一记录下来。等到诚意从店铺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5点半了。夕阳西下，清清朗朗，两人手里抓着棉花糖在玩耍。林清然站在旁边看着，无奈笑着喊道：“小心些，别跑远了，小心车子。”正说话间，自己垂在身侧的手忽然被人轻轻握住了。“媳妇儿，辛苦了。”诚意轻声道。“林清然回头看见诚意正看着自己，他的眼睛里带着笑意，细细碎碎的夕阳落在他的眼角眉梢，宛若神奇。“你弄好了吗？”林清然问道。“这铺子以后也要挂上寻林服饰的招牌吗？”诚意点点头。“这是第一家，以后咱们的寻林服饰会越来越多，整个江城甚至于全国都会有咱们的寻林服饰。”寻林，这是诚意给予最深沉也是最热烈的告白，再或者准确来说，也是自己最深最真诚的忏悔。林清然哪能不知道？他任由诚意握着自己的手，掌心温暖且滚烫。“晴晴朗朗过来。”诚意对着两人招了招手，两个小家伙当下高高兴兴地朝着诚意跑了过来，眨了眨眼，又看着两人，似乎是很不舍。朗朗拿起棉花糖，垫着脚往诚意的面前递了递：“那爸爸，你吃，很甜。”“哼，朗朗才不是想要给爸爸吃呢，这钱是爸爸挣来的，分给他吃一点点就好了。妈妈说好吃的要一起分享，他是个好孩子，听妈妈的话。”诚意见小家伙这一脸别扭的样子，当下无奈又欣慰，他哪儿舍得吃自己孩子的东西，当下在小家伙的脑袋上揉了揉，笑着道：“你自己吃吧，爸爸不喜欢吃。”然而这个拙劣的谎言显然没有瞒过朗朗，小家伙不说话，只是认认真真的看着诚意，小鼻子吸了吸，一脸委屈的模样。“你吃。”小家伙仍旧固执，甚至垫着脚将手里的棉花糖再次往前递了递。好家伙，诚意这算是看明白了，这是自己不吃，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啊。没法子，事情都已经到了这地步，再不吃就不像话了。诚意当下接了过来，放在嘴里吃了一口，白色的棉花糖柔软的像是云朵，叫诚意的心都跟着甜蜜了起来。“爸爸，好吃吗？甜不甜？”“这是棉花糖，晴晴最喜欢吃棉花糖。”小家伙有了吃的，什么都喜欢吃，撅着小屁股在地上看蚂蚁，快乐极了。“饿了没有？”诚意伸出手在朗朗的小脑袋上揉了揉，道：“江城的红烧狮子头很好吃，朗朗想不想吃？”听见有吃的，小家伙疯狂点小脑袋。“饿了。”他极其实诚，指了指自己的肚子，道：“爸爸你摸，肚子都扁了。”晴晴仰着小脑袋看着诚意，咽了咽口水，问道：“刚才姐姐说有拔丝地瓜，很甜，很好吃，晴晴也想吃。”
俩孩子到底社交能力强，不过是一会儿的功夫就交到了2个朋友。行，那咱们现在就去吃。程毅牵着朗朗，抱着晴晴和林清然，朝着对面步行街走去。步行街不仅仅是卖衣裳的，好吃的也有不少，各种面馆、小炒菜馆。刚刚走到拐弯的地方，就听见一阵吆喝声：“瞧一瞧，看一看啊！泥圆，手工捏的泥圆，2角钱一个；爆米花，不香不要钱；凉鞋换糖喽！”这么新鲜热闹，简直是让小家伙移不开眼。要不是程毅牵着，两孩子恨不得现在就跑过去瞧个仔细。程毅没法子，只能答应等会儿吃完饭带他们过来看热闹。一家4口走进步行街一个巷子口，那里是一家江城土菜馆，做的都是江城的特色菜。走进去，人满为患。步行街消费偏高，因此来消费的基本上都是兜里头有点钱的。走进去坐下，没一会儿就有人上来招呼：“这是菜单，看看要吃什么。”打了圈的全都是咱们土菜馆的名菜，可以尝尝看。第199章范家老姑娘。程毅看了一眼，倒也没不舍得，当下将上面圈起来的菜单全都点了一遍。点完之后，又将单子递给了林清然和晴晴朗朗，笑道：“看看还想吃什么？这里人很多，味道应该不错，点了好吃的，咱们下次再来。”菜单上是标了价格的。林清然有些不舍得，虽说现在口袋里有钱了，但是苦日子过去1年都不到，他还有些没法适应。拿着菜单看了半天，这才点了一个蚝油生菜。程毅好笑又心疼，干脆拿过来自己又过了一遍，又加了一道菜。林清然赶紧摆手道：“够了够了，我们吃不完浪费。”程毅道：“吃不完可以打包带走，一次多买点儿，不然怎么知道什么菜好吃，什么菜不好吃？再说了，挣钱不给媳妇儿花，给谁花？”他说起歪理来倒是一套一套的。林清然只能听他的，点了菜给了招待员，很快就开始上菜了。红烧狮子头、红烧肉、蚝油青菜、韭菜鸡蛋、西红柿蛋汤、芹菜牛肉，最后又加了一个干锅兔肉，满满当当一大桌子，吃得热气沸腾。旁边也有不少人在吃饭，边吃边聊：“嘿，听说了没？范家的那位明儿个要办40岁生日了，你们有没有人去的？”有人闻言疑惑道：“范家？哪个范家？”那人喝了点酒，哈哈一笑，声音也稍稍大了起来：“还能是哪个？就是那个40岁的老姑娘呗。当年名艳整个江城，谁能想到40岁了都没结婚？再过3天就是她的生日了，听说范家要借着这个由头好好办一办，请了不少人呢。”那人说完又笑了2声，道：“我估计这是去相亲的吧。虽然40岁，但是前些日子还有人见过那老姑娘，说是一点都不显老，很漂亮呢。”他说着咂咂嘴，周围顿时响起一片笑声。再怎么好看，那也是40岁的老姑娘了，要真想嫁出去，也就只能嫁个2婚的了。40岁头婚，谁要啊？就是啊，当年那么多人想娶，范家门槛都快被踏破了，结果人愣是心高气傲，不肯松口。这下好了，挑挑拣拣，直接40岁了，瞧瞧还有谁看得上？话说完，又是一轮喝酒吃菜。一直坐在角落里的人忽然迟疑了一下，开口道：“我怎么听说当年范家姑娘好像处过对象，还有人在街上看见呢？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儿，后来人又没影了。打那以后，范家姑娘就不肯出来了。”众人哈哈跟着笑，谁知道呢？指不定嫌弃人家没钱呗。就是，甭管了，喝酒喝酒。下个月我家里投进新房子，你们记得过来。人群闹哄哄的，范家姑娘的事儿很快就被当作闲暇谈笑的资本被压了下去。一顿饭吃完，清清朗朗吃得心满意足，站起身来的时候，小肚子都圆鼓鼓的，伸出手，可怜兮兮的要程毅抱。走不动，肚子撑，爸爸抱抱我。朗朗也撅着嘴，不吭声，但是眼睛湿漉漉的看着程毅。得，程毅被逗得笑出了声。抱是不可能抱的，吃饱了就应该走走路消化一下。他付了钱，又带着晴晴朗朗走到门口的长椅子上坐了下来，道：“吃完饭不能抱抱，咱们休息一会儿，然后走回去，好不好？”虽然答应的不情不愿，但是晴晴朗朗还是乖乖的坐着了。约莫15分钟后，肚子终于没那么撑了，没等程毅开口，两人就开开心心的往回跑。一路上各种好玩的新鲜把式叫他们看花了眼。林清然也是第一次在江城逛，他的好奇程度不比2个孩子少多少。人声鼎沸，程毅就走在林清然的身边，身边满耳的喧闹全都消失不见。他侧头看他，天色已经彻底暗沉了。90年代，华灯初上，灯光偏橘偏暗，几缕路灯的灯光从头顶的樟树间隙落下，落在他漆黑柔软的头发上，他的眉眼显得格外温柔。林清然是真的很漂亮，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美丽，一头黑发，身形婀娜，举手投足间都是温婉动人。见或露出小女儿家的娇俏时，
漂亮的杏眸里就像是蒙上一层极亮的光，看着自己叫人心动神驰。程毅的心都跟着他飞舞的发梢雀跃了起来。下一刻，他情不自禁走过去，伸手轻轻拢住了他柔软的小手，用力地握了握。林清然一愣，下意识回头看他。怎么啦？他问道。彼时的空气中泛着人间的烟火气。90年代的江城热闹无比，马路牙子两旁到处都是樟树和梧桐。初夏的时候，树叶绿茵茵的，不远处的一处小空地上，有人在摆摊杂耍。顶晚，胸口碎大石，凌空翻跟头，惹得周围一片叫好声。晴晴朗朗又是个爱凑热闹的，这会儿已经眼巴巴地踮着脚，想要往人群里钻。人很多，到处都是喊叫声。程毅看了一眼林清然，旋即摇了摇头。就在他转过头的一刹那，他飞快地俯下身去，真真切切地吻了他的脸蛋，柔软又细腻。要不是人多，他是真的想拉着小妮子过来，认认真真的再亲一亲。过来，爸爸抱着你们看。程毅弯下腰，让朗朗坐在了自己颈脖上。小家伙兴奋极了，牢牢地抱住了程毅的脑袋。男孩子到底皮实，程毅倒是不怕他摔下来，又喊林清然将晴晴抱着递过来，抱着到了自己的手里。哇，喷火！爸爸，叔叔在喷火！就看见人群中一个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根铁丝，铁丝的末端缠绕着一团浸满了汽油的棉花。他又含了一口进嘴里，紧接着朝着那棉花团一喷。噗呲一声爆鸣声响起，随之而来的是一大团绚丽的火焰，整个空气仿佛都被烧焦了。紧接着就是围观群众一大片叫好声。好厉害，好厉害！朗朗眼睛放光，抬起小胳膊可劲儿地拍了拍，又怕自己掉下去，赶紧抱住了程毅的脑袋。第200章出事儿了。林清然看得担心，伸手想要从程毅的手里将晴晴接过来，然而小家伙却极其固执，愣是赖着程毅要他抱。爸爸高，要爸爸抱。于是一家4口人站在旁边看着，直到节目落场，2只小家伙这才心满意足的下来。累不累？程毅满头大汗。说实在的，这坚持5-6分钟还好，这足足站了半个小时，不累是假的。但是自家媳妇这么问了，他当下一本正经摇头。不累。林清然心疼又好笑，明明一头汗，从他手里接过晴晴的时候，都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这会儿还说不累。他牵着晴晴，伸手在程毅的胳膊上捏了捏。逞强，他小声笑着道。程毅呲了呲牙，快步过去，伸手飞快揽住了他的腰。逞不逞强，你晚上就知道了。他暧昧地冲他的耳朵轻轻一吹气，丝丝缕缕顺着他的耳朵直到心里。孩子还在呢。林清然脸一红，娇嗔着朝着程毅看了一眼，脸上泛起一层粉色，迅速到了耳间。程毅顿时没忍住，笑出了声。这朗朗夜色，明媚月光，人间值得。日子过得很快，眨眼过了1个礼拜，天气逐渐热了起来，而寻林服饰也逐渐在江城打开了知名度。林清然带着晴晴朗朗回了一趟远安县，那边的账目还有刚出厂的衣裳全都要带回去一趟。程毅觉着这么跑也不是个事儿，想了想，他决定画几套新款式预备着，等到完成后他也要回去一趟，将家里头那2个铺子处理一下，盘出去要么找2个店长，干脆作为直营加盟店。程毅的脑海里慢慢梳理着这个年代比较流行的衣裳，最后定下了6款衣裳。画完之后，他起身伸了个懒腰，刚准备给自己倒一杯水喝，就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一抬头就看见林耀东气冲冲地冲了进来。师傅，出事儿了，他道。程毅见他火急火燎，当下意识到事情应该挺严重。不着急，慢慢说。他给林耀东倒了一杯水，林耀东接过去，仰头喝了一口，烫得直伸舌头。怎么回事？今天不是让你送货去吗？出什么事了？林耀东将手里拿着的衣裳直接放到了办公桌上。这会儿方世贵等人也小跑着进来了，一脸愁容地看着程毅，手里头也拿着几套衣裳。程毅低头看了一眼，发现这些衣裳全都是寻林服饰之前生产的。怎么了？服装质量和版型不对？这不是上个礼拜才发出去的货吗？全退回来了。要是产品的质量出现了问题，那的确是头等大事。然而程毅打开看了几眼，却发现了版型是对的，但是有些地方却和自己厂子里出去的产品完全不一样。一些材料，最重要的是这衣裳里面没有寻林服饰的标志，这是仿品。程毅看出了问题，林耀东和方世贵等人一口气也终于缓了过来，当下急急忙忙赶紧将事情说了一遍。原来按照道理来说，今天原本有一批服装店是准备过来厂子里订购服装的，如今寻林服饰在江城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甚至于有几家百货大楼都开始洽谈生意。原本一路顺风顺水，林耀东等人也麻溜抓紧的根据订单采购原料制作衣裳。
但是没想到的是，今天上午林耀东等了一早上，却发现原来说好的6家铺子却只来了2家，而且原本就是谈好的价格，今天早上一见面，对方的语气又不太对了，支支吾吾，似乎是对价格不满意，想要再降低一点价格。这给林耀东气的差点就没和他们翻脸。这说好的价格，板上钉钉的事情，怎么能说变就变？林耀东的脾气可真不算是好的，当下直接给2人一顿怼。因为这2人是签了订单的，因此也不好当面反悔，只是这话里话外都透露着以后不来买衣裳的语气，这叫林耀东给气的。可当2人走了之后，林耀东总算是后知后觉的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要知道，之前这些人来买衣裳，那真是求爷告奶奶，恨不得找各种关系，就想着能够让自己先下订单，自己的货先生产。可是这才多久，怎么态度说变就变？而且这几天来，附近各个地级市下的订单也逐渐变少了。林耀东觉着不对劲儿，当下和方世贵、刚子等人说了一声，自己悄悄摸摸的就摸到了市中心那几个铺子里头去了。结果倒好，发现一些压根就没有从服装厂里头买过衣裳的铺子，全都在售卖这些款式的服装。林耀东觉得纳闷又狐疑，当下自己去看了看，对方也不认识他是谁，高高兴兴的和他介绍。衣裳拿来一看，翻了2下就知道不对劲儿了，没有标签，一些服装的材料也不太对，这分明就是仿造他们寻林服装厂的衣裳生产的，这是抄袭，绝对是抄袭。方世贵等人当然也发现了，于是也买了几套回来，互相一比对，顿时发觉这些衣裳全都是一个厂子里头出来的，难怪他们最近服装订单大幅度减少。师傅，咱们现在怎么办？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厂子在抄袭咱们的衣裳，做的有模有样的，价格甚至比咱们的便宜10-20块呢，进货价肯定便宜更多，难怪那些进货的全都跑了。林耀东说着，咬牙切齿道：师傅，不然这样，明儿个我就回远安县，把胡子那些人全都喊过来，好好查一查，要叫咱们发现了，非得揍死他。程毅原本板着个脸，被林耀东这么一说，他顿时无奈又好笑。暴力要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话，世界早就乱了，把这些心思收回去，要是出了事儿，我第一个找你。程毅这话说得很认真，做生意就是这样，要是时时刻刻准备用暴力的话，事情哪里能彻底解决？对方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仿制出衣裳，而且看着这衣裳的完成度还有针脚，那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缝纫机能完成的。第201章，请副台长吃饭。有进口机器，有了这个点，将城里头很多厂子就能够排除了。程毅想了想，脑袋里一个人影倏地冒了出来，陈章明。他如果没记错的话，一厂就是靠着仿制羊城的服装起家的。陈章明属于有前科的人，再说了，经过之前展销会的事情，2人之间的积怨已久，那人瞧着可不是什么善茬，想来这么多天也应该做出什么动作了。程毅屈起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将那些衣裳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最后将衣裳放在桌子上。厂子里头衣裳照做，卖不出去就存着，这件事我会想办法解决。程毅道。众人闻言这才松口气，虽说不知道程毅究竟要怎么解决，但是他可是创造过奇迹的人啊。方世贵等人离开，林耀东却还没走，他站在程毅面前盯着他，半晌才吭声：是不是陈章明那狗东西？他骂道：我就知道那个秃头满肚子的坏心眼儿，之前展销会上的时候看着咱们的眼神就不对劲儿，这次肯定是他打击报复，故意抄袭咱们的。林耀东说完，又有些内疚的看了程毅一眼，之前我不该骂他的，他肯定是为了报复我，师傅，对不起，我连累咱们制衣厂了。程毅看着他，你怎么会这样想？他道：一厂原本就是靠抄袭起家的，他抄袭我们的服装，也不是因为他针对你，或者是故意盯着咱们抄袭，而是他原本的开厂准则就是谁的衣裳好买，他就抄谁。再说的直白了些，就算咱们和他没起冲突，而是和他一起办制衣厂的好朋友，他也会毫不手软的做这些事儿。程毅一脸语重心长，伸手在林耀东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生意场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朋友，为了钱什么都能干得出来，你明白了没？林耀东闻言点了点头，似懂非懂。最后他也懒得去想，干脆握拳咬牙看着程毅道：反正这事儿咱们必须解决，师傅要做啥你说，我现在就去。程毅思忖了一下道：这件事虽说怀疑是一厂做的，但是没有拿到证据之前都不能下定论，你现在去查查，看看一厂那边的情况，看看能不能拿到证据再说。林耀东点头，转身就跑出去了。而这边程毅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响起，是陈朝辉的秘书接的电话。喂，哪位？这里是电视台副台长陈朝辉的办公室。程毅笑道：麻烦告诉一下陈副台长，我是程毅，找他有点事。紧接着就听见电话那端响起了小秘书的喊声：陈副台长，一个叫做程毅的找您，
请问您接吗？那边陈朝辉正在审批这2天准备在江城电视台播出的港台节目，听见小秘书的话，他一愣，旋即快步走了过来。喂，程毅，还真的是你？陈朝辉的声音能够听得出可见的兴奋。他揉了揉眉心，坐了下来，笑道：你呀，你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个人影？上次说有事要请假，结果音乐电台那边就1个月没去了。你知不知道黄主任给我打电话都打得我头疼，这次他可是真的生气了啊！你自己想想办法，我可不帮你说好话。说是这么说，但是却也能听得出来陈朝辉语气里的维护。这人单单因为自己会唱粤语歌就对自己这么照顾，值得程毅认真对待。我是真的忙，这段时间一直在搞服装厂，唱歌好啊，但是我还得挣钱养家不是？程毅直白道：我最近就在江城，陈副台长有没有时间一起出来吃个饭？陈朝辉对程毅是很有好感的，他当即答应了下来，约定了晚上5点在电视台下面的步行街碰面。晚上4点半，程毅订好了饭店，之后在电视台正对面的喷泉等陈朝辉。约莫5点边上，就看见陈朝辉夹着一个公文包，快步朝着外面走来。远远看见程毅，他就露出了笑脸。你倒是来得挺早，他笑道。程毅快步过去打了招呼，身边跟着陈朝辉出来的秘书自然而然地将陈朝辉的公文包接了过去。90年代，多少大佬都是从拎包小弟过来的，这话不假，不过程毅倒是没这个习惯。两人进了饭店，坐下，秘书得了命令可以离开了，这才转身出去，开了一瓶茅台，这年头也就是几10元上下的价格。陈朝辉笑道：你小子无事不登3宝殿，连广播电台那边都没联系，这会儿找到我，可不是单单为了请我吃顿饭这么简单吧？陈朝辉倒了一点酒，在杯子里晃了晃，然后抬起来和程毅轻轻一碰。说吧，什么事儿？陈朝辉在官场里混了这么久，其中的弯弯绕绕他比谁都清楚。他欣赏程毅，而且几次接触下来之后，他发现这个年轻人并不像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知世故，也知道利弊，能够敏锐地抓住任何有利自己的点。就好比他知道自己欣赏他，这顿饭要是别人请他吃，他不一定会去，可程毅亲自来请，他居然也就过来了。陈朝辉啧啧2声，感慨自己是真的惜才。程毅递了2张纸过来，放到了陈朝辉的面前。他疑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是2首歌的歌词。这是我朋友新写的歌，还没在电台里唱过，我朋友知道您喜欢，所以让我带过来给您过过眼。陈朝辉一愣，旋即激动了起来。新写的歌还从来没唱过，送礼都是这样，喜欢钱的送钱，喜欢东西的送东西，喜欢搞艺术的那就拿出点艺术细胞给人瞧瞧。最好是这种神神秘秘的朋友，有才华不露面，原本就充满了好奇，结果程毅这么一拉线，顿时有了种莫名的亲近感。再接过歌词一看，这歌词绝了。程毅甚至拿着筷子轻轻敲着桌面，哼了一下曲调，旋即笑着道：找陈副台长2个忙，一个是想做一下音乐磁带，我想在江城找2个歌手，看看能不能培养起来，签约搞个唱片公司，但是江城我不熟，门路都进不去，这方面还得陈副台长带带我。第202章，在江城电视台打广告，唱片公司。听见这几个字，陈朝辉一下子就愣住了，他有一种极其隐秘的心思被人发现的感觉。在这个位置这么多年，他就再也没有往上爬了，尤其是最近电视台换了新台长。而当接到通知发现不是自己的那一刻，陈朝辉心里头大致明白，自己这辈子估计就到头了。他站错了队，上头给自己派了一个顶头上司压着，现在电视台里风声四起，稍微停一停都是关于自己的一些不利传言。陈朝辉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排挤出电视台，因此动了离职的心思。可离职之后做什么呢？他想来想去，想到了搞一个唱片公司。港台那边因为搞唱片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甚至推出了不少耳熟能详的歌曲，那种成就感想来是无与伦比。陈朝辉的这份心思藏得极其隐秘，但是如今程毅一提，仿佛有种被拎到了台面上来的感觉。怎么说呢？如同茫茫黑夜里陡然间亮起的一盏灯火，让他忍不住想要凑过去看一看。陈朝辉极其郑重地将歌词收了起来，而后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旋即将酒杯放在桌子上，深吸一口气，看着程毅道：这忙我帮了，没问题，我接触的人多，江城也有那么几个小公司设备还可以，我可以去看看。他说完又盯着程毅问道：第2个忙吗？程毅盯着陈朝辉笑道：我想打广告。广告？陈朝辉愣了一下，道：你是说在江城电视台打广告？程毅点点头。寻林服装厂现在知名度还不够，我想在电视台上打广告，江城频道每天晚上8点到9点半，2集电视剧的中间有个黄金15分钟。陈副台长，不知道这中间段的价格贵不贵？我想要3分钟，能不能成？
陈朝辉沉默了一下，这年头打广告对于省级电视台来说还真是稀罕事儿。那些耳熟能详的各种广告词都没出现，最贵的广告应该是主流电视台打的，听说1分钟好几万。而至于江城，也有商人提出来过，但是价格开的实在是高，没人愿意。毕竟花个大几万买1分钟，谁舍得？程毅上辈子是专门搞娱乐的，因此对于广告的力量，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这年头广告费还不算贵，国家电视台的一条广告大约在1分钟30万到100万上下，得看播出时间段。毕竟这年头的收视王者非国家电视台莫属，而再往下到了省城，价格简直就是大跳水。准确来说，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在省城电视台打广告。真正有钱的大佬都是国家电视台起跳，不差那几百万，要狠心扔钱打广告了，谁还在乎那一点？而次一点的企业那也是不愿意的。省城电视台的收视率很是固定，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在看，除非播了什么极其火爆的节目才会收视率暴涨，否则的话这钱扔下去也是鸡肋。总结来说还是眼光问题。而程毅捋了捋时间线，大致也知道江城电视台接下来的1-2年都是收视高峰期，因为购买了几部成功的港剧，成功令收视率暴涨。这广告现在入手绝对是个好时机。陈朝辉道，广告可是可以打，之前也有人提过，但是价格方面。他迟疑了一下，继续道，保守估计1分钟得8万元，你做好心理准备了没？8万元，说实在的，后市一条广告费上亿的都有，这8万元比起来还真是少得可怜。他笑着道，广告费方面没有问题，只是这名额方面还得需要陈副台长帮忙费心。陈朝辉松了口气，他点点头笑道，既然广告费方面没问题，那这事儿就好办。你这算是什么忙？算起来还是帮我拉业绩了。这年头愿意在咱们江城电视台打广告的真没有几个，你这一笔收入足够电视台发一笔好福利了。陈朝辉说完又有些感慨，倒了一杯酒递给了程毅，来喝一杯，这事儿我帮你好好留意留意，咱们内地唱歌好听的歌手可不少，要是你那朋友写出什么好歌来，一炮而红，指定能红遍大江南北。陈朝辉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熠熠生辉。程毅端起酒杯和他一碰，旋即一饮而尽。90年的茅台口感比后世的还要浓郁，一股子酱香味顺着喉咙往下绵长浓郁，叫人胸腹之中荡漾着一股子豪迈之气。爽快！厂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订单已经开始飞速流失了，好像昙花一现，不过才刚开始绽放就飞快凋零。展销会上7天创造20万的神话才叫人赞叹，这才短短1个月不到的时间，从一开始的门庭若市到现在的门可罗雀，那会儿下订单都得排队，厂子里头100多号工人都在赶工，甚至熬夜到1-2点。然而这才多少天，仓库里居然就开始堆积衣裳了。办公室内，程毅正在想广告词和一些基本的素材。这年头拍摄广告得找广告公司才行。程毅看准了2家，决定今晚上去谈谈，但是广告词必须得想好，在短短2-3分钟内要抓人耳朵，还得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好是朗朗上口，押韵又魔性，这样才能达到最大效果。比如再往后几年，极其经典恒源祥、杨洋洋、过年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等等。而一旁见程毅拿着纸笔写画画，丝毫没有担心的意思，他当下急得不行。师傅，咱们现在要怎么办？林耀东气道，那一场现在订单爆满，我在门口蹲了2天了，妈的，那班人之前一直都在咱们这里买衣裳的，结果这会儿倒好，全都去了一场。那些衣裳分明就是抄咱们的，看着叫人窝火。实际上林耀东这几天把胡子等人全都喊过来了，虽然程毅特意顶住了不能闹事，但是事情都欺负到自己头上来了，他哪能忍得住？于是悄摸摸和兄弟几个想要进厂子里闹一番。第203章，幸运广告公司赵雄峰，就算不揍人，妈的，搞点东西泄泄气也是好的。结果倒好，武警队、消防队还有几个穿着制服的保安全都站在门口盯着。这家伙背景大，上头都特意照顾着。林耀东又气又怒，可是没法子，只能希望程毅能想点办法出来。然而这都2天了，就看见程毅一直在办公室里头写画画，不知道在弄些什么。他不敢打扰，又憋得慌，这是实在是憋不住了。搞定！终于想好全部流程，程毅松了口气，露出笑脸。他郑重其事地将纸条折叠好放进口袋，一抬头就看见林耀东盯着自己，眼睛里都是幽怨。程毅，怎么了？厂子里头出事儿了？原布料够不够？程毅问道。林耀东又气又委屈，师傅，咱们囤的布料做到明年都做不完了，原布料怎么还不够？他攥着拳头道，现在是衣裳卖不出去，咱们仓库都堆满了。
那些之前从咱们这里拿订单的，全都去了一场，这可咋办啊？程毅没说话，他喊来了肖会计。咱们手里头现在能用的资金大概有多少？程毅问道。肖会计也不多说，拿着计算器噼里啪啦一顿问，50万。他报了个数字出来。之前办场子的时候，程毅拿了20万过来，后来展销会上直接干到了20万的销售额，后来下订单的这一个月，成交额直接达到了40多，接近50万。再后来囤积布料，又付工资等等，刨除全部的成本，剩下的钱还有足足50万。也就是说，虽然这段时间订单大幅度下跌，但是总体来说还是猛赚一笔。程毅心里大致算了一下，一条广告成本拍摄，包括后期制作，还有电视台播出等等，成本应该能卡在30万，这还剩下了20万。30万拨到我账户上，剩下的20万去看看附近有没有小型服装厂，机器和工人齐全的最好，谈谈价格，以最低的价格收入。咱们现在扩厂。扩厂？听见这2个字，林耀东只觉得一个机灵，差点吓得没跌坐在地上。就连一直沉默的肖会计也惊愕地抬起头，瞪大眼看着程毅，只觉得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问题了？这仓库里堆积的一大批货都没出去了，结果现在还要扩厂。肖会计拧巴着眉头，无声的抗拒。林耀东也一个劲儿的摇脑袋，表示千万不能这么做，当务之急现在是要找销路。50万啊，多么不容易挣来的。程毅倒是笑了笑，朝着林耀东和小会计看了一眼，怎么有意见？得，这凉飕飕的一眼直接就是2把眼刀子毙命。也是，这场子是程毅的，要怎么做，这钱要怎么用，谁都没权利说3道4。林耀东委屈又难过，却也只能丧气的点点头，跟着去做了。东子。肖会计出去后，程毅开口喊住了他。林耀东停下来，扭头，啊，我说过会带你挣大钱，那就是真的，不需要怀疑。程毅笑了笑，窗外阳光落下，斜斜落在他的脸上，明暗交界之间，他的眸光熠熠生辉。信不信我？这一刹那，林耀东愣住了。这段时间忙得脚不沾地，准确来说是被一场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走进了死胡同。他满脑子都是要怎么样将一场的订单给抢回来，却居然忘了当初自己跟着程毅一步步从程家村出发，再到元安县，如今的省会城市江城。这一路上多少次师傅做出的抉择都是难以理解的，可是后来证明师傅做的永远都是对的。很奇怪，胸口中翻涌着的情绪全都消失了，不甘和愤怒就像是即将爆炸的火药桶被熄灭，他的脑海里一下子清晰起来。我知道了。林耀东用力的点了点头，而后快步跑了出去。程毅起身看了一眼时间，刚好在中午饭点。他出门走到巷子口，买了一份盒饭，蹲在路边吃了，之后直奔幸运广告公司。幸运广告公司和福气广告公司是一对冤家公司，2个公司的老板早些年是一起从港城那边偷学了技术回来的。沪市和京都大公司太多，2人没什么背景，一路回到江城开工作室，路上也出现了分歧。因为资金的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气得分道扬镳。好巧不巧，2人分别开了广告公司，就在人民路的正对面，就连广告牌的颜色都挂在外墙上，针锋相对。程毅先去了幸运广告公司，推拉玻璃门一拉开，就看见里面一张圆桌，圆桌上堆满了各种纸，而墙壁上挂满了老板赵雄峰和一些明星们的合影。仔细一看，还有张国荣、4大天王、梅艳芳等等。不过那时候的赵雄峰瞧着还十分年轻，照片即便外面罩了一个玻璃片，但是里面的照片还是有些褪色了，估摸着时间有点久。程毅走进去，没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就走了出来。哎呀，来客人了，需要什么业务？做广告牌设计，还是复印文件啊？中年男人说着，咧嘴露出一口被烟熏黄了的牙齿。程毅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又侧头看了一眼墙壁上挂着的照片。赵雄峰，他试探着开口。赵雄峰闻言，当下嘿嘿一笑，挠了挠头，是我了。年轻、瘦、帅的一逼掉糟，现在不行了。他指了指墙上的照片，啧啧2声，道：当年我在港城混的也好嘞，无线 TVB 找我进班说要捧我当演员，我都没去。程毅没吭声，心里头倒也给赵雄峰这人落了个初始印象。我来做广告的。程毅笑着补充，准备投放在江城电视台。赵雄峰一愣，猛地瞪大眼。啥？江城电视台？你说的是那种找人拍的广告啊？程毅点头。后期执着、调光还有音乐，你们幸福广告公司能不能完成？他说着迟疑了一下，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宣传语，说是从港城学来的技术，该不会是假的吧？第204章，拍广告现成的人选。赵雄峰一下子挺直了胸膛，如假包换。他大声道。只是
自己办了这广告公司以来，来做广告的基本上都是那种最简单的广告招牌，比如挂在店门口的招牌，还有一些宣传的立牌等等。就好比一把屠龙刀，天天杀鸡，他都快忘了究竟怎么屠龙的了。这会儿程毅一来就说要做广告，还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后期、配乐、特效等等。赵雄峰只觉得自己的身体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他猛地一搓手，大声道：“不就是一条广告吗？怎么就不行？你就说说你的想法，我保准能做出你满意的。”程毅一乐，这人有点意思。那价格方面呢？程毅皱起眉头，有些为难道：“福气广告公司老板也说他能做，说是也是从港城回来的技术，比你技术还好，价格。”然而程毅这次话还没说完，赵雄峰顿时黑着脸就打断了：“什么？比我技术好？听他放屁！”赵雄峰骂道：“那小子之前都是跟着我屁股后面干活，就连用电脑都是我教他的，他技术比我好，你听他张嘴吹！”赵雄峰大手一挥，十分豪爽道：“这价格好谈，他给你开多少钱？”程毅慢条斯理比了个手势：“8000。”赵雄峰，妈的，这小子是舍得让利啊！那我给你7000，你看咋样？你把你的创意提一下，后续的剪辑什么的都交给我，但是我可说好了呀，器材方面我出，但是这找人找演员什么的我可不负责。他是广告公司，又不是什么搞演艺圈的，剪辑做特效之类的自己可以勉强搞一搞，但是这找演员演广告他是真不行。程毅满意点头，表示自己知道。谈好价格，接着又仔仔细细地商量了一下细节，最后才是签订合同。合同签完，赵雄峰颇有一种卖了身的感觉。7000块相当于全承包，这价格可真是血亏啊。不过赵雄峰倒并没有过于拘泥，在江城这种省会城市，想要接到这种拍广告的活计是很难的。这几年下来手都生了，这会儿好不容易接到一个活儿，好好干，万一真弄出点什么名堂来，以后的活儿还会少。他也打着长远算盘。签完合同，程毅离开。这一环原本定下的预算是在12000左右，毕竟在这个年代，剪辑后期什么的还算是高尖端人才，要不是赵雄峰性子容易受激，再一个这机会也难得，否则的话成本还要往上提一提。后期剪辑什么的全都搞定了，最后剩下的就是拍摄找演员了。也幸好这些是程毅在行，而广告演员不像是后世那种需要明星效益带动，这年头的广告更趋向于广告词和朗朗上口。总结简单一点的话来说，就是魔性洗脑，越简单越直白，越夸张越好。为了节约这方面的支出，下午林耀东回来的时候，程毅对着他招了招手，让他过来。林耀东虽然不明所以，但还赶紧跑了过去。师傅，咋了？程毅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有句话念一念。”林耀东，程毅示范了一遍：“寻寻觅觅，觅觅寻寻，寻林服饰，永远等您。”林耀东，他的嗓门偏响亮，尤其是隔着老远喊师傅的时候，简直能叫程毅耳膜都震一震。有特色，够响亮，说话甚至还带着一种奇异的节奏感，这洗脑程度足够了。寻寻觅觅，觅觅寻寻，寻林服饰，永远等您。林耀东没法，只能跟着喊了一遍，只可惜这喊得扭扭捏捏，颇为小家子气，含羞不肯张口。程毅走过去，在他的腰上一拍：“想不想要媳妇儿？”程毅问道：“媳妇儿？”嘿，林耀东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声音陡然间响了8个度：“当然想了，我挣钱就是为了娶媳妇儿。”得，那就大声喊。喊完了，媳妇儿就来了。乖乖，真的假的？林耀东的眼睛一下子就亮起来了，他对程毅的话那简直是完全无条件相信。当下听见程毅这么说，他立即站直了身子，挺直了腰杆，气势如虹的猛地又喊了一遍：“寻寻觅觅，觅觅寻寻，寻林服饰，永远等您。”要的就是这效果。程毅十分满意，他又再次打量了一遍林耀东。实际上林耀东的模样并不差，尤其是18、19岁的小伙子，身形修长而精瘦，短发利落清爽，主要是眉眼间的意气飞扬，带着一点痞，十分出彩。回去多喊几嗓子，明天上午就在咱们厂子门口喊一遍，明白了没？程毅叮嘱，又反复强调了一遍。喊得好，媳妇儿就来了，知道了吗？嘿，媳妇儿！林耀东当下脑袋点得和捣蒜似的，怎么不明白？只要是能娶到媳妇儿，见着青春靓丽的小姑娘，别说1遍，那就是1000遍，他也愿意。翌日一大早，程毅就起了个大早。林清然和晴晴朗朗昨天傍晚也来了，听见程毅起来，两只小家伙虽然困得不行，但是也闹着跟着起来。再睡一会儿，爸爸去厂子里干活，你们和妈妈。不要，晴晴也要去。小家伙揉了揉惺忪睡眼，
道：“要去爬树，抓只了猴吃。”郎朗也强撑着看了一眼程毅，郎朗也要去抓只了猴，炸起来好吃。他吸溜了一下口水，彻底睡醒了。程毅，好吧，现在初夏来了，寻林服装厂院子里的桂花树的确是枝繁叶茂，也有不少知了停在上面，更别说院子外头的街道旁也种满了梧桐，知了声此起彼伏，要真的拿着蜘蛛网网一网，的确能凑一盘炸知了猴。可是这也太馋了吧！他无奈拧了拧眉心，林清然已经给晴晴朗朗穿衣裳了。他笑着柔声道：“我带着他们一起，不会打扰你干活的，放心吧。”程毅侧头看去，晴晴朗朗如今长高了不少，小脸蛋也圆滚滚肉乎乎了起来。第205章，你一个人拎去？程毅想了想，那行吧。第一次拍摄广告，虽说各个方面还不成熟，而且在经费上面还是缩减版本的，但是有了家人的参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见证。他点点头，答应了。两只小家伙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耶耶耶！爸爸最好，爸爸最棒，爸爸是天下第一好爸爸！”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话，晴晴开心的大喊，屁颠屁颠的从床上爬起来了。这小模样可爱又鲜活，程毅没忍住伸出手在他的小脸蛋上揉了两下。哇！爸爸不能揉脸，晴晴会流口水的。小家伙哼唧两声，用屁股对着程毅抗拒。哼，马娘娘说了，脸蛋不能揉的，会流口水的，到时候晴晴就不能像妈妈一样漂亮了。小家伙一点心思全写在脸上。程毅终于笑出了声。一家四口起床，刚下楼，林清然就听见了非常奇怪的声音：“寻寻觅觅，秘密寻寻，寻林服饰，永远等您。”这嗓门极大，有些熟悉，大声一吼，整个院子里头都能够听见。这声音，林清然愣了愣，扭头看向程毅，后者给予了自己一个十分肯定的眼神。没错，是他，林耀东。林清然跟着程毅走下楼，果然就看见小院子里，林耀东就穿了一个工字背心，站在院子里扎马步，脸色涨红，对着大门处极其认真且坚定地沉了沉气势，而后气沉丹田，凝聚爆发。下一刻，寻寻觅觅，秘密寻寻，寻林服饰，永远等您。好家伙，这一嗓子，树上的麻雀都飞走了。马福梅端着一碗白粥，沿着碗边喝了一口，听见林耀东的声音，他黑着脸骂道：“脑子出毛病了，喊了一早上，吵不吵？”他骂完，气不过，正准备继续骂几句，却一侧头就看见林清然带着晴晴朗朗朝着这边走来。马福梅的身子僵了僵，旋即脸上的神色迅速收敛，露出了个笑脸出来。晴晴朗朗，他招招手，来奶奶这里吃早饭，奶奶买了包子馒头，还有油条，豆浆也有的，你们要不要？林耀东，不是，这态度转变的也太快了吧。大娘，你这当房东可惜了啊，当演艺工作者不是更好？他心里诽谤，但也知道程毅和晴晴朗朗来了，当下赶紧收拾了一下，直起身子，扭头朝着几人看去。师娘！林耀东高高兴兴擦了一把汗，对着林清然喊道，又跑过去，满脸期待地看着程毅，问道：“师傅，我这喊的可以吗？够不够大声？响不响亮？我媳妇儿能不能听见？”程毅点头：“可以的，小伙子，瓜娃子就是实诚，没脑子未必是一件坏事，跟对了人，忠心就成。”得了夸赞，林耀东美滋滋。他冲了个澡，穿了衣服，和程毅打了声招呼，就去服装厂干活了。晴晴朗朗也吃饱了，赖着跟着要去，程毅答应了。8点半，林清然和程毅出门，直奔幸运广告公司。赵雄峰早早就在等着了，虽说签了合同，但还是担心对方放自己鸽子。毕竟在江城打听了半天，都没听说有谁要拍广告。快9点钟的时候，赵雄峰叹口气，正准备起身去干活，就听见门外开门声响起，紧接着程毅和林清然走了进来，笑着问道：“赵老板，东西准备好了没？咱们现在出发。”得，就等你这句话呢。赵雄峰一拍大腿，高兴地站了起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早就备好了，就等您来呢。他笑道，而后走到柜台后面，拎了一个超大行李箱出来，笑着和程毅展示了一下，颇为自豪道：“这些可都是我从港城带回来的装备，个顶个好，不少钱呢。也就是第一次接广告业务，不然您这价格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公司接。”这话是实在的，程毅心里也清楚。他道了谢，走过去拿出一支烟递过去，态度诚恳。赵雄峰吃了亏，心里这才好受一些，美滋滋的接过烟点了，咬在嘴里，跟着程毅往外走，拿着铁链就准备关门。程毅哑然：“没有助理？”赵雄峰耸肩：“要助理干什么？我是搞后期的，不负责拍摄，合同上课都说好了呀。”
他生怕程毅反悔，甚至还指了指自己的口袋，道：“要看合同吗？我随身带着。”程毅，他当然知道，而且拍摄这种事也不见得人越多越好。要知道，娱乐圈中可有不少年轻导演，专门拍摄那种小短剧，也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就负责了全程。只是他担心的是，这一大箱子器材，瞧着有些沉，他一个人能拎去？你一个人拎去？程毅问道。赵雄峰闻言，哈哈一笑，一把将地上那个大箱子拎了起来。摄影器材可是真的沉，这一大箱子目测50斤往上。而程毅显然低估了赵雄峰，他轻轻松松拎起，将口袋里的烟展示了一下，笑道：“半包烟管事儿，放心吧。”话说到这份上，程毅就不再多说了。三人出发，直奔寻林服装厂。而此刻，一场陈章明正让会计清点一下这段时间增加的订单，听着那计算器里飞快往上冒的数字，他顿时笑得眯了眼，整个人都觉着神清气爽起来。妈的，区区一个乡巴佬，真以为有了点本事就想来省城和自己斗。现在这厚厚的一沓订单就是下场。会计噼里啪啦一顿旋即道：“陈总，咱们现在手里头能用的资金有30万，这钱是存进银行公司账户里头，还是继续囤积原料？”陈章明顿了顿，思考了一下，道：“去把办公室主任喊来。”会计点头应了。没多大会儿，办公室主任韩伟就来了。他敲门进来，问道：“陈总，有什么事儿吗？”陈章明道：“寻林服装厂那边什么情况？你查了没有？”那程毅现在没什么别的动作。韩伟和陈章明关系很好，早些年是一起奋斗的兄弟。第206章开拍。可惜韩伟创业失败，后来潦倒困苦，是陈章明救了他，给了他一口饭吃，韩伟这才死心塌地的而跟着陈章明搞服装厂了。他也不亏待他，工资比厂长还要高一些。韩伟办事认真，也够忠诚，当下认真应声道：“最近一直都派人盯着，那边也奇怪，说来已经没什么订单了，但是原料照样买，衣裳照样做，而且那个叫林耀东的好像收购了一个服装厂，看样子寻林服装厂好像想扩厂。”扩厂？陈章明一愣，这个答案，这个反应是自己打死没有想到的。实际上他想听到的答案不是这个，而是后者家尾齐连，最好痛哭流涕，后悔当初不应该和自己作对。再要不然，按照那个什么林耀东的暴躁性子，直接冲过来闹事儿，叫自己逮个正着，扭送到派出所里去找一找关系，叫他一辈子都出不来。结果倒好，他兴奋的好几个晚上没睡觉，脑袋里甚至盘算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应对。哼，嘲讽，不屑一顾，甚至拿着这些订单当着他的面炫耀。然而自己就像是死死攥紧拳头，蓄积了1000万吨的力气，准备重拳出击。但是对方甚至连一拳棉花都没使出，连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自己，轻飘飘的斜睨了一眼。哦，你抢我订单了，那就抢呗，谁在乎？陈章明难受啊，是真的难受，于是让韩伟派人天天在寻林服装厂门口盯着，隔3差5就过来汇报。韩伟和陈章明同事这么多年，心里头当然知道他打的什么心思，当下想了想，又试探着道：“或许那小子是走投无路，病急乱投医，现在越看越像，不然怎么可能呢？这明摆着手里头的订单都出不去了，结果还加班加点赶货，甚至还用之前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去买新厂，疯了吧？这是。”陈章明沉默了很久，摇了摇头，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在飞快往下沉。这要是别人，他肯定也就相信了，但是做出这事儿来的人是程毅，那个7天成交额做到了20万的人。他想了想，对着韩伟道：“继续盯着，不仅仅是程毅，他身边的人咱们都得盯着，这小子肯定没憋着什么好屁。”韩伟点头，飞快离开。此刻院子里阳光烁金，没有专门拍摄用的轨道平衡车，程毅就喊方世贵等人推了几个平板车出来，为了减少噪音，地上铺了一层之前伴舞台秀铺的红毯。平板车上3脚架架着，摄影机放在上面，这是最老的款式，很笨重，但是成像稳定。程毅搬了个小马扎来，大马金刀一坐，对着门内的人挥挥手 Action。 这是程毅教的新词儿，厂子里的众人都听明白了。话音落定，镜头推进，刚子推着程毅往前跑，紧接着挂在服装厂大门旁边的寻林服饰4个大字就出现在了镜头里。紧接着就是方世贵等人挨个脚步匆匆从摄影机旁边跑过，朝着里面的服装厂跑去。林耀东一脸疑惑，对着镜头看了一眼，最后一把拦下了方世贵：“你跑什么？跑去做衣裳，做咱们江城人的服装。”紧接着放开，拦下第2个：“你跑什么？跑去做衣裳，做咱们江城人的服装。”之后放开，拦下第3个：“
你又在跑什么？问完，服装厂员工面对镜头露出8颗牙齿标准微笑。哎呀，这你都不知道？跑去做衣裳，寻林服饰，咱们江城自己的服装厂。这一部分镜头 cut， 几个跑开的员工纷纷都跑了过来，紧张又有些不好意思地问程毅：程总，可以了吗？自然吗？要不要再来一遍？是啊是啊，刚才我感觉没发挥好，声音不够响，再来一遍，我喊大声些。对，我也觉得太紧张了。叽叽喳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程毅笑着摆摆手道：不用，很好，做得很棒。这一幕拍完之后就是下一段戏。林耀东站在桂花树下，背景是寻林服装厂的工厂大门，里头能够看见工人们忙碌踩缝纫机的身影。他一脸激动，脸色涨红，鼻尖甚至都能够看见细密的一层汗，但是这样却越发显得真实。他慷慨激昂，声音饱满，富有激烈的感情，真挚地站在镜头前，大声呐喊：寻寻觅觅，觅觅寻寻，寻林服饰，永远等您。这句话连喊3遍，魔音洗脑。第二段 cut， 紧接着最后一段，镜头拉远远的一个长焦远镜头，程毅让人推着自己直到服装厂大铁门的门口。院子里头密密麻麻约莫100来10号员工全都排队站着。林耀东组织队伍，晴晴朗朗一脸好奇又想加入，看见所有人都有位置站，独独2人没有，当下又委屈又生气，扭头看着林耀东：叔叔，晴晴也想去。朗朗也是。哼，别人都有，就晴晴朗朗没有，不高兴了。很不高兴。林耀东有些为难地挠了挠脑袋，想了想，朝着程毅跑了过去。正在调整镜头的程毅侧头看了林耀东一眼，问道：怎么了？晴晴朗朗也想进去，可委屈了啊，你看。程毅探头看去，2个小家伙眼巴巴地看着，眼睛红红，嘴巴扁扁，小胳膊攥着，委屈可怜地看着自己。哎呦，这谁能顶得住？程毅想了想，就在人群里喊几句话，应该没关系。再说了，小孩长得快，眨眼间就长大了，样貌谁有能认得出来？再换一句话说，就算俩孩子真的有喜欢搞演艺圈这条路的，程毅也觉着没关系。挣钱是为了什么？搞商业帝国和娱乐帝国又是为了什么？不过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在乎的人随心所欲罢了。他当下点点头，答应了，对着林耀东道：就站在最旁边吧。林耀东美滋滋地跑去了。两孩子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见林耀东跑过来说程毅答应他们，也跟着一起了，当下高兴的屁颠屁颠的就往人群里钻。第207章收购服装厂。这里，妈妈快来！两孩子站在一旁，拽着林清然一起。林耀东也没问林清然能不能行，但是想着晴晴朗朗都一起了，师娘一起去应该也没关系吧。于是他认认真真的点点头，道：师娘，你带着晴晴朗朗就站在这里吧。林清然以为是程毅的安排，也没多想，就带着晴晴朗朗站在了人群的最边上。一切准备就绪，阳光从头顶落下，镜头慢慢摇曳拉近，转过角落，就看见100多张热情洋溢的笑脸，积极乐观，那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出现在镜头前的一刹那，感动人心。喊！赵雄峰做了个手势，当下就听见100来10号人一起齐声呐喊：买衣裳，请认准寻林服装，咱们江城人自己的服装厂，永远期待您的光临。说完后，一阵笑闹开，鲜活而又富有朝气，所有人都在热爱自己所做的事，身边的人感染力一下子拉满。3个主要的片段拍完之后，就是去服装厂内拍摄了一些新款服装，这些都是程毅这段时间新化的款式，没有在市场上出现过，算得上是最新款，就连一场都没有。拍摄完毕，一共4份素材全都交到了赵雄峰的手里。后者原本正在抽烟，见胶卷递过来，他当下赶紧换了只手擦了擦手，这才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放进了盒子里。抽烟？赵雄峰递了一支烟给程毅，后者却摇了摇头，笑着拒绝了。不抽烟。他道。赵雄峰顿了顿，蹲下身子开始收拾东西，似乎是假装不经意地问道：兄弟，练过？这架势比那些导演还顺手啊。赵雄峰当年在港城是见过导演拍戏的，港城原本就不大，再繁华也就是屁股大点的地方，尤其是一些取景简直是拍烂了，再加上80、90年代正是港城风光无限的地方，只要在固定的大街上蹲一蹲，见着拍戏的摄影团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赵雄峰当年何尝不是抱着电影梦呢？只可惜内陆人这3个字眼在80年代的港城就已经将自己死死钉在了耻辱柱上，没人愿意用它，就连看着自己的眼光都带着歧视。他咬着牙学了一段时间的剪辑和后期，实在是受不了，当下就跑回来了。虽说这段时间得知早些年和自己一样在港城讨生活的同乡们咬牙熬下来后日子都过得不错，
甚至还有人在那寸土寸金的地方买了房，但是说到底自己是不后悔的。钱和尊重，他选择了后者。而今天来看着程毅一通拍摄后，他顿时觉得熟悉的场景在眼前出现，不管是分镜头，还是这距离远近，亦或者是抓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点，这小伙子怎么瞧着都不像是新手，太牛逼了。他心里打了个标签，没忍住才问出口。问完后，就见程毅一本正经的摇头，学倒是没学过，之前查资料的时候看过几段港片里经常拍摄的场景。他一脸天真又诚挚地看着赵雄峰，怎么了？很难吗？这个要学吗？赵雄峰，当老子没问。东西交给赵雄峰，又请他吃了顿饭。晚上分别之后，赵雄峰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学习多年，就为这一刻。要是真的出了奇迹，以后自己恐怕真的就能更上一层楼了。他心里头美滋滋的想。翌日一大早，林耀东就拿着合同找过来了。程毅看了一眼，发现是服装厂收购合同。那服装厂也不远，刚搬来成交结合部的，还是谭主任帮咱们联系的呢。林耀东这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好意思。上次听见谭京东说要是有需要就去找他，于是这家伙就屁颠屁颠去了。反正也不是什么大忙，就算是欠人情，应该也不是什么大人情才是。听着说要收购服装厂，谭京东还真的想到了一个红梅制衣厂，听名字就知道也是夫妻厂了。要说专门做服装，他倒也不是，更像是做一些代加工的程序。比如有时候阳城那边订单实在忙不过来，遇着夏季旺季、冬季春节左右，这人订单一多，阳城或者是一厂，再或者是之前的美云制衣厂都会找代工厂帮忙做。要是平日里没有别的代工加工的话，红梅制衣厂主要还是做被单4件套，要么就是袖套等等，这种七零八碎的活儿都接。生意嘛，不红火，但也饿不死。从上到下总共50个人，勉强过日子。这次出手是因为老板娘前段时间体检发现得了癌，这玩意儿即便是21世纪都是一座天堑，更何况90年代。可是感情这东西只要够浓，哪管天堑还是生离死别，那都是要搏上一搏的。因此老板程伟光决定卖厂，挂的20万。虽说厂子里人少，机器也不如寻林服饰的大，但是有一点是程毅十分占便宜的，他厂子连带着周围的民房都是自己的，拢共算下来一共一个厂房约莫20间民房，面积大概有600多平方米，打包一起出售。寻林服装厂如今虽然程毅有了使用权，但是仅此而已。这里面的机器包括厂房全都是开发办的，当初他去竞标争取是美云服装厂的使用权，这块地包括里头的机器可全都属于开发办所有。如今买下红梅制衣厂，换句话说，程毅在江城真正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哪怕今后美云服装厂被收回，他也有自己的去处。去看看。程毅将合同拿在手里，起身对着林耀东道，厂子上的面积写得明明白白，还有一些设备等等，但是写归写，看还是要看的。林耀东约摸着瞧出来程毅挺满意了，当下赶紧屁颠屁颠的就带着人去看了。师傅，您给的预算还有10万呢，那厂子真不错，20万老划算了，这是在邀功呢。程毅也没吝啬，头也没回夸奖，做得不错，晚上请你吃饭。啧，林耀东美了，瞧，师傅夸他了。第208章意外收获，帆布面料。红梅制衣厂，程伟光正在清点东西，他媳妇儿林巧红正坐在椅子上看着。见丈夫忙碌，她也想站起来帮忙，程伟光赶紧摆摆手，示意她坐下别动。你休息就好了。起来做什么？他道，这点东西我还收拾不了。林巧红鼻尖发酸，没说话，坐了下来，又看了一会儿，这才小声道，我连累你了。日子眼见越过越好，可是谁能想到得了这个病，太折磨，太痛苦了。大把大把的钱往里面扔不说，可是这副身子就像是漏了风的破布袋，再怎么往里面灌风，也都呼啦啦的全跑走了。她曾经想过自杀，站在楼顶往下一跳，亦或者是喝农药一了百了，可是丈夫程伟光哭着跪下来求了自己，半大的孩子也抱着她的腿大声喊妈妈。她怕死了，于是苟且到了现在，看着家里的钱花完，丈夫卖厂，自己也一点点从当初那个2碗米饭能扛好几捆布的女人，到现在坐在椅子上站起来都费力气破败身子。怨也怨，但是更多的是感激。程伟光终于收拾完东西了，实际上就是将里面的东西大致清点一下。厂子里还有不少布料，都是那种帆布，这是用来准备过一边浆，再送到桐油厂上桐油，这样就能成为防水雨布了。程伟光买回来是裁剪大小的，他趁着价格便宜囤了不少，如今全都堆在厂房里。这会儿卖了厂子，协议里没有包括这些布料，因此他得清点出来，准备另外往外卖。毕竟对方是服装厂，
这帆布实在是不适合做衣裳，没弹性，有点硬挺，穿在身上肯定难受。林巧红又和程伟光聊起了孩子之后的事儿。没一会儿就听见门外有人喊：“老程，老程，寻林服饰的老板来了。”程伟光点点头，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林巧红走了出去。办公室内，程毅正仔仔细细地和程伟光过一遍协议，双方都是老实人，没有什么花花肠子，这协议上面写的什么，那就是什么。过完之后，双方签下名字，最后约定了银行账号汇款。程伟光颇有些感慨，他道：“厂子里头都是跟了我好多年的老人了，你看看能不能留着？做衣裳虽然复杂一些，他们手生，但是都是会的，以后多练练，肯定能成。”程毅点头，又看了一眼林巧红，心里滋味复杂。都说命运公平，可是人生下来就注定不公了。他还记得《大佛普拉斯》里面有一句话：“落地7分命。”这话的意思是，你从出生落地的那一刹，命运就被决定了7分。但是活了2世，见过太多太多形形色色的人，程毅却发现这话仍旧过于乐观了。落地9分命，这才是真谛。程毅收回视线，又对着程伟光笑道：“咱们都姓程，往上跑几代还是本家，你放心，厂子里的老人要是没出什么大问题，做出对不起厂子里的事儿，我保证不辞退。”程伟光这才松口气。两人笑着又聊了几句。门外仓库管理员跑进来道：“老程，帆布全都打包好了，现在喊车过来拉走吗？”协议一签订，这些厂房和土地就不再是自己的了。程伟光准备另外找个地方放这些帆布，眼下自家媳妇身体不好，他得先去京都看病再说，回来再处理这些帆布了。而这边在听见帆布这2个字后，程毅微微一愣，他看着程伟光问道：“帆布是那种硬挺的棉麻面料，劳保鞋的鞋面。这年头，帆布面料用来做衣裳是非常少的，一来是因为帆布硬挺粗糙，擦着肌肤生疼；二来这面料不耐洗，原本是那种挺刮带着点硬度的料子，下水多了就没形了，不适合。但是这料子却在鞋子上运用的多，劳保鞋，再往后几年流行的帆布鞋等等，90年最多的就是用来做防水雨布，有硬度，有形状，往上一盖，不会轻易的被雨水给压塌了。重要的是棉麻的料子，经济实惠。程伟光不知道程毅的这些心思，他点点头道：“这是我之前囤的布料，都是上好的帆布，针织很绵密的，过了1遍桐油就能当防水雨布了。可惜现在要低价出售了，我也用不着，再压在仓库里也碍事儿。”他笑了笑，转头和仓库管理员打了声招呼：“现在就找人吧，咱们马上就要走了，等会儿我……”只是程伟光这话还没说完，程毅却忽然摆摆手，笑着打断了他：“卖给别人也麻烦，不如卖给我。”他道：“价格好说，咱们都是生意人，百无禁忌。”程伟光一愣，他虽然不知道程毅买帆布面料做什么，但是这有人买，自然是好事，也免得自己跑来跑去找买家，省了一大笔心。他当即笑道：“我这帆布料子宽1.2米，价格按照长度算，1尺布1.5块，仓库里囤了不少，大概8000多尺，而且纸多不少，我不亏别人的。”他盯着程毅，试探着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你想要？8000多尺，就算比市面上便宜不少，那也得不少钱了。”程毅没一口应下来：“我能不能看看？”程伟光欣然同意。他跟着程伟光去了仓库。仓库里头一摞摞高高堆着的帆布堆着，说是打包好了，实际上就是用绳子一摞摞的捆好，布料的花纹之类的全都裸露在外头。而这一看，程毅顿时一喜，这料子绝对是好料子，是那种高密度的棉麻帆布料，拿在手里厚实有质感，横格竖格交叉可见，颜色有军绿色、大红色、黄色等等，颜色很全，而且全都是纯色。他顿时松了口气，心里有了主意，这批料子他也十分喜欢，都很不错，8000多尺我要了，程老板说个价格。程毅笑着道。程伟光也不含糊，他想了想，认真的给出了价格：1块钱1尺，我当初买回来是好料子，特意在价格低的时候囤着的，现在去买，起码1块8一尺，咱们有缘，我也懒得折腾，1块钱1尺给你了，如何？第209章，他的媳妇儿果然聪明又优秀，这简直是天上往下掉大便宜。程毅欣然答应，只是签订协议的时候，他忽然看见林巧红红着眼，躲在程伟光身后，悄悄抹眼泪，自责愧疚，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身子，更多的是恐惧和无措。程毅最终在上面签下了1万元的成交额，8600块直接变成了1万。程伟光吓了一跳，刚准备让人换合同，却见程毅笑盈盈地看着自己，道：“这1000多块不是给你的，是给嫂子的，好好看病，身体才是本钱。”程伟光的眼泪忽然一下子就下来了，他搓了搓手，又手忙脚乱地侧过身子去擦眼泪。这几年他苦苦支撑过，也咬牙熬着到了现在，家里人不理解，
朋友的风凉话，还有厂子里这么些员工的生计都压在了自己的身上，他又苦又累，可惜都没法说。如今倒是叫一个陌生人整破了防，眼泪肆意的流淌，他擦了又擦，最后终于缓和好了情绪，在协议上面签下了字。谢谢你，谢谢你，他哽咽道。程毅摆摆手，不再说话。入夜，程毅还在红梅制衣厂，林清然带着晴晴朗朗过来找他。不比寻林服装厂灯火通明的加班热闹，红梅制衣厂没人，空荡荡的厂房里只有一盏灯亮着。林清然进来的时候吓了一跳，程毅，他轻轻喊了一声。两孩子也有些怕，拽着他的衣摆不肯松手。走在院子里的地上发出沙沙的声音，院子里蟋蟀鸣叫，晚风拂动院子外头樟树，暗影重重，静谧又幽深。程毅，林清然又喊了一声，下一刻就看见那灯光投下的身影站了起来，走出红梅制衣厂，朝着这边看了一眼。清然，程毅喊道。听见熟悉的声音，林清然原本一直悬着的心瞬间放了下来。晴晴朗朗差点没被吓哭了，当下张开手朝着程毅飞奔过去了。哇呜！晴晴害怕，爸爸抱抱。朗朗饶是小男子汉，这会儿一张小脸蛋也铁青着。他跑过去，站到门口的亮光里，这才松口气。小包子脸蛋鼓鼓的，看着程毅，眨巴着眼看他。爸爸，你是不是很害怕？程毅，他现在要回答什么？程毅迟疑了一下，点点头，是有一点害怕。紧接着就看见朗朗一脸心满意足。很好，爸爸也害怕，那他就勉强保护他吧。程毅当然不知道自家宝贝儿子那些心理活动。林清然走了过来，对着他道：等了你半天没见你回来，有点担心，过来看看，你没事吧？林清然早就做好了饭菜，可是林耀东提前回来了，和他说程毅现在有事儿，得晚点回来，让他们先吃。林清然当下多问了几句，听说程毅一个人留在了红梅制衣厂，他顿时一颗心七上八下的。红梅制衣厂这边比较偏僻，而且这年头不太平，听说不少家里头有钱的都被人盯上成了肥羊，还听说早早就有人看美云制衣厂不顺眼，私底下总说程毅的事儿。总之就是一个自我脑补。他想来想去，决定还是过来看看。结果倒好，这一来晴晴朗朗也跟着要过来，这一下看见程毅没事了，他也就放心了。程毅被他逗得一乐，走过去拉过他的手，轻轻地捏了捏。担心我？他笑着道，我没事，好得很，马上就要弄完回去了。林清然小小的抿了一下嘴唇，我把饭菜带来了。他说着，程毅这才注意到他的手里拎着老大一个盒子，盒子还是用藤条编织的，瞧着沉甸甸。他接过来，整个手往下一坠，哭笑不得道，媳妇儿，你这是连菜盘子都装来了吧？话说完就察觉到自家媳妇儿脸色不对，得，打开一瞧，果然整整齐齐4个菜，还有一个超大的搪瓷盆带盖子的，装着米饭，果然实诚。你要不吃就算了。林清然也是有小脾气的，说着伸手过去就要将饭菜拿走，可是程毅动作更快，他一把将饭菜拿了过来，麻溜开吃，哪有拿来又拿走的道理？再不吃就凉了。他说着开始吃饭，不得不说自家媳妇儿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瞧瞧这饭菜，这粒粒分明的米饭，小家伙和林清然都没吃，于是4人一起心满意足的吃了一顿晚饭。这会儿已经快8点了，程毅吃完又顺手从缝纫机台上拿了几张图纸过来，递给林清然，你瞧瞧。林清然接过来看了一眼，眼睛倏地一亮，这图纸上面画着的不是衣裳，而是一个个看起来无比精致的小玩意儿。他仔仔细细的辨认了一下，发现是包包，但是这些包包瞧着却比如今市面上所有的包包都要漂亮大方，不是那种极其繁复的款式，反而是化简为繁，瞧着更加大方洋气。就好比林清然现在手里拿着的这一款，简简单单的长方形布袋，外面叠一层方形口袋，口袋一共4个，有对称的款式，有不对称的款式，里面套了一个拉锁，最后上面用2根拧成大麻花的背带拎着，瞧着可爱又活泼。这个搭配牛仔裤肯定很好看。林清然眸光熠熠，扭头看向程毅道。程毅笑着竖起了大拇指。林清然继续看着，这个和咱们厂子里生产的碎花连衣裙肯定很搭配，还有这款袋子大简单方便，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应该很喜欢。程毅倒是有些诧异，林清然搭配的这些自己很多都没想到，不过被他这么一说，脑海里倒是有抽象的概念了。出乎意料的不错，自家媳妇儿就是聪明又优秀啊。程毅在心里又是一通夸。林清然看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将图纸放下，生怕弄坏了。出样品了吗？他问道。程毅摇头，还没呢，刚赶工出来这些图纸，明天开始就要赶工了，
广告再有7天就要和电视台对接了，咱们时间紧迫，争取布袋子赶上服装的速度，一起出场。第210章，制作完成。衣裳和包包是不分家的，尤其是时间线再往后推几年，大牌包包和首饰的影响力更是席卷全国。女人总是很奇妙，喜欢漂亮包包和衣裳，像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在看见这一批帆布面料的时候，程毅的心里就有了想法。如果制作出一批帆布包和服装一起搭配着卖的话，效果绝对更上一层楼。到时候就是寻林服饰在江城一炮而红的时候了。林清然有些手痒，他回头看了一眼正带着晴晴朗朗玩的程毅，又看见裁剪台上的布料，当下坐了下来，照着图纸仔仔细细地裁剪起来。做包，林清然是有经验的。当初在元安县开服装店的时候，为了搭配销售，程毅就用了这个法子，十分好用。只是那会儿做包的料子不太对，明明瞧着还是蛮好看的版型，可是一旦拎起来背上身，却完完全全因为布料太过于有弹性而柔软就走了样。因此那会儿的布包纯粹就是布兜，准确来说是为了装衣裳，而不是为了搭配的。如今的帆布包却不一样了，他用剪刀裁剪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这布料硬挺，压根没有弹性，背在身上肯定好看。林清然的手很巧，再加上这帆布包的确容易，没什么花纹要做的，因此一通操作下来20分钟左右，一个淡黄色的帆布包就好了。林清然兴奋地对着程毅招手，程毅，你看。程毅这会儿正在陪着晴晴朗朗玩游戏，这里杂物多，小家伙们喜欢捉迷藏，笑闹着跑来跑去。听见林清然喊自己，程毅下意识地抬头看去，橘黄色的灯光摇曳，幽暗如点豆，雾蒙蒙的一片光笼在他的眼角眉梢，他正在笑，黑白分明的眼珠子极亮极逼人，摄人心魄。程毅的心倏地漏了一拍，他忽然想起上辈子自己第一次见到林清然的时候，他怯怯地跟在赵春娇身后，低着头，垂下的双手轻轻搅着衣摆。他是偷偷过来的，他在围墙上探着脑袋来看看自己这个未来媳妇儿，只瞧见一个又尖又瘦的下巴，还有那惴惴不安的手。程毅又不甘心这么离开，当下想了想，干脆抿着嘴唇吹了一声口哨，这声音极低，顺着围墙往下，只有林清然一个人听见了。他吓了一跳，下意识抬头去看，那一刹那，程毅看见了他极亮的眸子，像是受惊的小鹿，湿漉漉泛着光。他就那么看着自己。程毅趴在墙头也跟着一愣，那一刻他想，如果是这个人当自己的媳妇儿，那绝对是再美不过的事了。记忆回笼，他笑着走过去，怎么了？林清然高兴地举了举自己手头的帆布袋子，道，你看。程毅闻言接了过来，看了一眼，果然是极漂亮的帆布袋子，淡黄色的底色，外面叠着草绿的方形口袋，4个对称排列，而背带也是用多余的布料做的，沿着背带绕一圈，刚刚够斜挎着。这布料真的太适合做包了。林清然还是很兴奋，他伸手轻轻拉着程毅的胳膊，道，你看，不容易变形，装东西都不会。他边说着边演示，往里面装了线圈、碎布料，甚至环的塞进了一个大的搪瓷缸子。好看吗？他又将帆布包斜挎在身上。林清然今天穿的是一件白色衬衫，外面罩了一个针织马甲，下面是一条紧身牛仔裤，勾勒出完美漂亮的线条。她的身材不是那种干瘪的，反而十分有料，这斜挎包一背，更添几分清纯活力。她笑着转了个圈儿，黑色发丝飞扬，一双眼熠熠生辉地看着程毅，叫他再也移不开眼。好看，他给了一个十分走心的评价。接下来的几日就进入了高度忙碌的日子，资金的消耗也是巨大的。怎么说呢，就是有进无出。也幸好在这段时间程毅的游说下，寻林服饰的加盟店在江城也有5家了，都是一些刚开始没什么钱的小伙子或者小姑娘来加盟的，图的就是没成本进货，反正卖不出去就是寻林服饰自个儿掏钱。只是这段时间衣裳销量不好，他们自个儿也有些着急了，毕竟还有房租成本压着。而程毅这边基本上能用的资金全都往下砸了，工人工资、电费、维修费，还有大头的原料钱等等。第4天的时候，赵雄峰那边拿来了样片，是刻录在光盘里的。程毅手里头没有 DVD 机，只能去幸福广告公司看。打开瞧了一遍，他意外地发现赵雄峰的技术还不错，这一条广告看下来流畅且知道抓重点。他估计是知道自己想要着重吐出喊口号的，因此林耀东那魔性的喊口号时间给的最长，还特意做了个3个大喇叭的特效。瞧瞧这效果咋样？赵雄峰很是满意，他端着茶杯喝了口水，道，你这广告绝对不错，越听越洗脑，我现在闭着眼都能背下来了。
简简单单的几句台词，反反复复的在自己的脑袋里晃荡。尤其是做剪辑，那真是一遍遍的听，还得搞画质、调光、剪掉一些不好的镜头等等，这速度绝对算快了。幸好质量完成度也非常不错，程毅满意的交付了剩下的定金。他将光盘装好，直奔电视台。陈朝辉拿到光盘看了一遍，发现不管是创意还是朗朗上口，程度都不错。但是他对做广告这方面不太熟，看了几遍，扭头看着程毅道：“这广告我过了一遍，没什么违规的，但是具体能不能给你厂子带来效益，我也不敢保证。”陈朝辉是真的把程毅当朋友。这一共3分钟，谈好的价格是8万，这可足足24万，这一扔下去可就没有回头路了。程毅笑着点点头：“能不能行，做一做才知道，这都最后一步了，我想清楚了。”听见程毅的回答，陈朝辉没有意外，他将光盘收好，道：“复审还要2天，这光盘我就备份走了，祝你好运。”程毅道了谢。第211章广告完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红梅制衣厂的交接1个上午就完成了，不过是简单的签合同，在开发办谭京东主任的见证下，完成了合同买卖，包括其中的帆布材料，还有周围附近的地皮等等。拿到钱，给了收款凭证，这红梅制衣厂就和程伟光没关系了。他心里头颇为感慨，但是想着有钱能够给自己媳妇治病了，顿时心里头又好受了不少。工人们还是那些人，众人跟着程伟光跟习惯了，忽然换了个老板，心里头多多少少有些不适应和忐忑。程毅也没多说，只是将寻林服装厂的多劳多得的那一套搬了过来，包括各种加班、节假日等等福利制度，听得40多号人一愣一愣的。乖乖，这制度，这福利，怪不得这段时间寻林服装厂的那些工人拼了命的加班，多劳多得。这1个月要是勤快努力些，可不得1个月能挣100多块。这在之前，他们压根是想都不敢想。鼓励工人积极性，各种画饼那都是虚的，只有给钱提高收益，那才是真正有效。而帆布包制作的过程比服装要简单不少，短短3天，仓库里头的帆布就差不多告罄了。做完了帆布包后，程毅让林耀东从寻林服装厂挑选了几个做工好的榜样，去红梅制衣厂教导他们怎么做服装。一些都是有基础功的，只是细节方面把控不到位。这一教，很快就上手了。而在这个空当，程毅又去了百货大楼一趟，买了一个进口的彩色电视机，足足花了7000多块。虽然贵，但是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来是看看广告投放效果，二来是这是获取信息的渠道，而且以后是要成为主流的。时间眨眼过，这一日一大早，陈朝辉就打电话给了开发办。谭京东接到电话的时候还有些蒙圈，听见是副台长陈朝辉，他惊得赶紧从椅子上坐起来，下意识地站直了身体。陈副台长，您好您好，请问是有什么需要吩咐的吗？陈朝辉笑道：麻烦你了，我原本是想找程毅的，可是暂时不知道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想着他归属于你们开发办单位，所以就打电话过来，麻烦你通知他一下。他的广告已经通过3审了，今天晚上8点半在剧集播出完之后的第1个广告就是他的，你让他自己注意看一下，要是还有需要改版的，我们这里有3次机会，只要时长没超都是可以修改的。陈朝辉说着，谭京东只觉得自己的脑瓜子嗡嗡嗡的响。啥？打广告？在江城电视台？谭京东晕晕乎乎的挂了电话，脑袋里一个接着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乖乖，他怎么从来不知道程毅这小子居然和电视台的副台长有联系？要知道，如今的电视台还有广播电台，那都是现在江城最吃香的单位了，拿着钱最多，办的事儿最少，能进去的都是有关系的，更何况一个副台长。谭京东当下也不敢耽搁，赶紧急匆匆的就跑到了寻林服装厂。厂子里采机器的轰鸣声阵阵入耳，程毅正在办公室里清点仓库里的存货，为这一次的销售做准备。如今的仓库已经扩建到了8个，都是程伟光卖给程毅的地皮，空的房间全部清理出来当成仓库，满满当当的堆满了衣裳。放进仓库里的时候有一张清单，上面将具体的数量还有大小尺码、日期等等全都写得很清楚。程毅这会儿正在比对记录，到时候好出货。8个仓库加上寻林服装厂自带的2个仓库，一共就是10个仓库，一共12个款式的衣裳。而且除了3款是老式服装，也就是在展销会上出现过最火爆的3款，其余的全都是新设计的。就即便是这3款服装，那程毅也是做了修改和加了不少新元素的。这12款里头有3款是他额外推出的限量款，每一款服装只有33套，定价在1888元。相对应的帆布包也是额外设计的，既能够装衣裳，也能够搭配，上面还有额外的寻林服饰的标签。使用1小块牛皮布再去5金店定制的 logo，
缝制在上面的，走针极好，质量超高，拿在手里，即便打光仔细看，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来。这是顶尖的裁缝工制作的，在寻林服装厂、红梅制衣厂找出来3位这样的裁缝，每个月都有额外的10元钱奖金。当然，若是普通的裁缝工也想要这样的待遇，那么就努力提升自己，月底都有一次考核，只要制作的衣裳超过别人，那么就能往上提一提。总之，竞争、拼搏、努力，贯彻上下。程毅拿着计算器噼里啪啦的摁，没一会儿就听见门被人敲响了。师傅，谭主任来了。是林耀东兴奋的声音。程毅应道：谭主任来了。说话的当口，谭京东已经开门进来了。他脸色涨红，瞧着显然有些激动，快步走到了程毅的身边，伸出手用力的拍了拍程毅的肩膀。你小子，居然上电视台打广告了？可以啊。程毅一愣，旋即明白了过来，当下笑道：陈朝辉副台长打电话过来了。广告什么时候播？谭京东道：今天晚上。要不是陈副台长打电话过来，我都不知道。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没和我说？咱们开发办要是有什么能帮忙的，你打个招呼就好了。谭主任平时那么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用打扰你。程毅笑道：今天晚上谭主任一起看广告。他说着指了指办公室里的电视，这是新安装的彩色电视，这会儿正在播放着港片《射雕英雄传》最老的版本。谭京东眼睛放光，他虽然是个开发班主任，但是家里头也就只有一台黑白款的电视机，毕竟一台进口的彩色电视机要7、8千元，他口袋里的钱远远没有这么多。谭京东津津有味地看了一会儿，旋即点头答应。第212章播出。那行，我今天晚上过来。我还从来没见过咱们江城的广告呢，这年头广告分发基本上都是从上面往下播，按照名额给钱。如今这可是他们江城自个儿的本土广告，还是第一次见。谭京东说了时间后，程毅的心思也终于稍稍活络了起来。他迅速将账目整理好，交给了林耀东，毕竟之后这些都是他负责的。程毅起身朝着制衣厂外面走去，这么好的消息，当然要和自家媳妇儿分享。程毅找到林清然的时候，他正在认认真真的做衣裳，一头黑发垂着，唇角微抿。他手下一件米黄色的长裙正飞快显现出大致的形状来。这裙子是林清然自己设计的裙子，他设计出来的时候拿过来给程毅看过一眼，叫他颇有些惊讶。A 字款的长裙，收腰的地方设计了一根皮带，堪堪收住纤细的腰肢。领口是荷叶领的，无袖的设计，裙摆微微撑开，像是一朵花苞，上面用蕾丝点缀出一朵又一朵的小花，能够看出来是精心设计且排列的。这一看就不是那种普通的衣裳，下了重工和心思，自然价格往上提一提。程毅原本以为他只是做的好玩，没想到居然这么认真。做好了？程毅问道。林清然点点头，高兴站起来，将衣裳举起来给程毅看。好看吗？程毅认真的看了一眼，的确漂亮。跟着程毅的身后，林清然慢慢开始学会了做衣裳，设计衣裳，现在手里拿着一件自己做出来的裙子，那种成就感不言而喻。程毅给予了最高肯定的夸奖。晴晴朗朗也在旁边吹着彩虹屁，他走过去，将林清然垂在耳边的头发抚到了耳后，道：广告拍好了，今晚播。林清然闻言愣了愣，惊喜抬头看着他：真的吗？今天晚上几点？江城电视台8点半的转场。他高兴的不行，赶紧起身将裙子放好，道：那我现在就去准备晚饭，今天晚上早点吃，吃完一起等。说着拉着晴晴朗朗去买菜了。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场。晚上7点半，原本要回去吃饭的大家伙儿全都没回去。小小的办公室里坐不下这么多人，程毅干脆喊林耀东将裁部的台清理出来，而后将电视机搬到了上面去。这时候还是用饭锅收信号的。林耀东爬上墙头，调了调方向，问道：师傅，能看清楚吗？江城电视台在江城本地当然是最清晰的。雪花点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清晰的画面，播放的是港台电视剧《射雕英雄传》。这部剧在如今这个时代可谓是大火特火，多少人守着看，前面的音乐一出来，身后乌压压的一片员工们都跟着唱起来。虽说看得没头没尾，但是很多剧情基本上已经烂熟于心，因此这一集也算是看得津津有味。随着片尾曲响起，所有人意识到这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当下全场上下100多号员工全都下意识地挺直了身子，盯着电视机屏幕上的画面。片尾曲落定，画面一转，广告开始。一缕阳光落进熟悉的院子，紧接着镜头给到院子里樟树，往下转场，落到了熟悉的林耀东脸上。少年眼眸热情如火，最是干净澄澈。他匆匆忙忙拉住一个员工，问道：
你这么急是去干什么呀？看着画面上出现的自己，该名员工当下忍不住笑着道：哈哈，我看着也太傻了吧，瞧着感觉不像我。哎，我也出来了，我也出来了。哎呀，我怎么胖了一圈？说这话的是个姑娘。紧接着就到了林耀东那极其魔性的3声大喊，这一下所有人都哈哈笑出了声，100多人的笑声着实是有些大。林耀东有些不好意思，当下也跟着抿唇笑了起来。师傅，这播出去不是整个江城人民都瞧见了？程毅点点头，是啊，全城人民都知道了，你红了东子。彼时的林耀东还不知道红了是什么意思，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的又笑了一下。最后是全场大合影，阳光很好，烈烈落肩头，整个寻林服装厂的员工们都出来合影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笑容，所有人的脸上都热情洋溢，而不是那种公式化的假笑。最后喊出口号的时候，程毅的视线不由自主的被林清然和晴晴朗朗吸引了过去，3人笑着隔着镜头看着自己，叫程毅的心都跟着轻轻颤了颤，鲜明又生动，就这样再次出现在自己的生命里，真好。广告播出后，那魔性的喊声几乎是席卷了整个江城，所有人都知道了寻林服饰的存在。大街上，小孩拿着风车呼呼的跑，边跑边笑，旁边有小孩拉住他，喊道：你跑这么快，去哪儿呀？我去寻林服装厂做衣裳呢。2小孩闻言再次哈哈笑了开。而此刻，寻林服饰专卖店门口人头涌动，看了广告之后，所有人都被广告词洗脑了。寻林服饰，他们江城自己的服饰。哎呀，这衣裳还真不错，新款的，拿下来我瞧瞧。这是啥？专卖店？意思就是只卖寻林服装厂里头的服装是吗？咱们江城自个儿的服装厂是要好好瞧瞧。人头攒动，此刻专卖店前铺了一层红毯，程毅站在红毯上，手里拿着无线话筒，正笑着极其富有耐心的和众人做宣传。对，这是咱们寻林服饰的专卖店，现在有不少服装厂都在抄袭我们的服装，大家请认准好我们的商标。他说着又挥了挥手，红牡丹模特队再次上场，穿的都是最近生产出来的最新款式服装。实际上之前陈章明抄袭那些旧款式衣裳，甚至大肆抢购原布料，这些程毅当然都看在眼里，但是也就仅仅如此了。服装跟风只能够捡人不要的剩饭，真的想要挣大钱，还是得靠自主设计。服装这个行业就是如此，老旧的款式只会被淘汰，而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够挣得最丰厚的酬金。第213章，陈章明蒙圈了。陈章明还在办公室里计算这一批布料能够做多少衣裳，带来多大利润的时候，办公室主任韩伟就大惊失色的推门冲了进来。陈总，陈总，不好了！陈章明脸色有些难看，做生意最忌讳就是这种大惊小怪，好运气都要被吓走了。什么事？好好说，这么大惊小怪像什么样子？韩伟反应过来，当下赶紧喘了口气，理了理衣裳，道：陈总，出事儿了，咱们的服装今天卖不出去了，那些顾客全都跑去寻林专卖店了。陈章明一愣，旋即猛地放下了手里的账目和计算器，问道：怎么回事？他霍地站了起来，道：这几天销量不是一直都好好的，订单也没减少，你从哪儿来的消息？别自己吓自己，这件事可千万不能马虎大意。陈章明整个人神经都紧绷着。韩伟擦了一把头上的汗，道：陈总，您没看广告呢？昨天晚上的广告，程毅那小子直接把广告打到咱们江城电视台了。啥广告？陈章明有些蒙圈。昨晚上他跟着自家媳妇儿吃饭去了，压根就没看电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怎么什么都不知道？韩伟于是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都说了一遍，包括那个广告。他昨晚上课时实实在在的守在了电视机前追电视剧的，可万万没想到就看见了这条广告。当时韩伟的心里头就咯噔了一下，有了一种十分不好的预感。这广告太有一种魔性洗脑的感觉了，就连自己都能跟着哼上几句。今天上午他不放心，跑到了专卖店去看，果然就发现程毅居然带着林耀东那些人一家接着一家专卖店做宣传。好家伙，林耀东那张脸简直就是活体招牌，走哪儿围着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不知不觉间，寻林服饰不知道什么时候推出了这么多款新衣裳。他远远的瞧了瞧，居然全都是自己没见过的款式。人头涌动，小姑娘们全都朝着里面涌进，好奇的四处逛，再加上优惠打折的促销活动，还有那漂亮的帆布袋作为赠送。乖乖，韩伟可是仔仔细细的看了，进去的小姑娘就没有空手出来的，那衣裳可真不便宜。
他混着人群进去看了一眼，基本上每件衣裳的价格都往上提升了20%，一件普普通通的衣裳居然卖200块，一套下来500元才能拿下，这分明就是虚假卖货，增高溢价。可是那些小姑娘偏偏喜欢的紧，愣是咬着牙买了一套又一套，甚至于一些小姑娘就为了集齐那不一样的帆布袋，不少衣裳狂买一通。韩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架势，他又惊讶又畏惧，当下赶紧跑回来，将这件事告诉给了陈章明。陈章明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嗡嗡作响，他扶着桌子缓了一下，旋即脸色难看道：“出去看看，他必须亲眼看见才行。”两人直奔专卖店，而这次来的刚好就是赵明的店。步行街丰南路这边，这里的人流量是最大的。三岔路口的位置，步行街对面，不少铺子都拉出了喇叭在叫卖。然而人群置若罔闻，齐刷刷朝着丰南路这边涌了过来。倒不是别的，是因为丰南路这里正在举办一场服装秀，江城红牡丹模特队正在走秀表演，整整12套衣裳出现在舞台上的瞬间，叫小姑娘们欢喜极了。寻灵服饰，你们瞧，他们身上都有寻灵服饰的标志，我瞧见了。哎呀，这商标设计的可真漂亮，这牌子都蛮好看，之前我可是在展销会上买了几套，回去穿了都说好看。那你最近小心点，可别买到假货。听说前段时间寻灵服饰火了之后，一场就照着做了不少类似的服装，价格比寻灵服饰便宜不少，但是是仿冒的，我就买到过一件。啊，这样啊，那咱们下次可得来专卖店来买才行。小姑娘们叽叽喳喳的，说完后又赶紧结伴进了专卖店。赵明第一次遇着这么多客人，当下忙得脚不沾地，还是林耀东带着他一步步熟悉具体流程。这里最好的衣裳要摆在这个位置才行，你看这里最显眼，灯光最好，客人一看就能看见。林耀东比划了一下，那便宜1-2块是没关系的，到时候上报账目的时候，我们会派人过来核对，一定范围内的波动都没有关系，要是因为这个而损失了顾客，那才是得不偿失。赵明点点头，做生意就是这样，说到底还是要让客人觉得占了便宜，这样才能招揽生意做下去。赵明学了不少，上手也很快，莫多大会儿的功夫就能够熟练的招呼好几个客人了。小姑娘们高高兴兴的进来，看了衣裳，选中自己喜欢的款式，当下就拿到试衣间去试一试。原本还有些犹豫价格，但是再一瞧，发现赠送的帆布袋居然也这么漂亮，当下立刻就掏钱购买了。而且卖衣裳之前，赵明和林耀东还特意将寻灵服饰的标签翻出来给他们看了一眼，这绝对是我们寻灵服饰的服装，如假包换。下次买衣裳请认准咱们的牌子，这可是咱们江城人自己的品牌，这衣裳款式那就是在阳城也买不到呢。小姑娘们高高兴兴的听了，心里头对于寻灵服饰的印象也再次深了不少。而此刻不远处，陈章明看着眼前这人群，差点一口牙齿没咬碎。他没看错吧？这么多人居然全都涌进了铺子里，而且还买了那么多衣裳，500块一套，这么贵，这是眼睛出问题了吗？还是钱多的没地方花？陈章明心乱如麻，他隐隐约约觉得危机朝着自己笼罩而来，但是却又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半晌，他咬牙沉默片刻，扭头看向韩伟道：“这些服装咱们都购买了没有？买了的话，现在就命令设计部打版出一模一样的来，晚上就开始生产。”第214章品牌效益。跟风总要抓住时机，不管诚意怎么做，只要自己跟风跟得够紧，照样挣钱。时间过得极快，眨眼到了3天后，一场的第一批跟风服装也出来了。陈章明信心满满，招呼着之前自己存下的一批老顾客来自己这里订购衣裳，大家也都十分给面子，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是开寻灵服装店的，这一批专卖店衣裳现在全都只供给给专卖店。他们前2天就去寻灵服装厂想要订购服装了，可惜碰了一鼻子灰。现在好了，一场仿制的服装出来了，他们刚好过来进货。哎呀，陈老板，你这衣服真是救星啊！现在那些个小姑娘天天念着要买什么寻灵服装厂的衣裳，那程一倒也硬气，之前我们断了订单，这次他干脆都不供货给我们了，说是只卖给寻灵专卖店，我们几个也是没法子。现在你们出了订单，我们总算是缓了一口气。就是，你是没瞧见，前2天我们去下订单，那个叫什么林耀东的是吧？真是狗眼看人低，偏偏把咱们堵在门口，说些难听的话，真就像是咱们求着他似的。就是，做生意哪这个道理？我还从来没见过卖家求买家的，不卖就不卖，咱也不稀罕。一个个都是和自己有很多年生意合作的伙伴，瞧见来下订单支持生意的越来越多，陈章明这几天乱七八糟的心态也终于稳定了下来。他笑道：
小年轻到底是小年轻，知道什么？狂妄自大，过段时间就知道了。真以为自己能在江城一家独大呢？陈章明笑了笑，年轻无畏。这话说完，大家也跟着哈哈笑了起来。然而，这些人说归说，但是这下订单的时候还是很聪明的，纷纷只订购了10来件，试一试水。谁也不是傻子。现在每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那寻林服装厂的广告就开始魔性洗脑，谁不会哼个几句？而且很多小姑娘一来铺子里，直接问的就是有没有寻林服装厂的衣裳，要有一样的帆布袋，还有标签的，这样穿出去才有面子，不会被人嘲笑穿假货。一个个心里都没底儿，买多了，万一卖不出去，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陈章明看着这几人一个个订单的数量，脸上的笑容差点挂不住。这帮老东西，他心里头暗暗骂了几句，但是脸上的笑容还是挂住了。韩伟脸色也不太好，当下带着几人去仓库里头拿衣裳了。陈章明坐在办公椅上，满脑子都是程一打的广告的事儿。他现在算是明白了，这家伙之所以能够一直挣钱，还次次都压着自己一头，就其根本是因为他能够每次极快的推出新衣裳。这小子到底是从哪儿找来的设计师？陈章明脸色黑沉，心里头也起了别的念头。或许他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不如直接将程毅的设计师挖过来，岂不是更好？可是和他打交道这么久，还从来没有见过程毅厂子里的设计师呢。到底是谁？陈章明的脑袋里简直是一团乱麻。他摇了摇头，决定不再去想，而是决定等这一波熬过去再说。事情的变化并没有和陈章明想象的那样。2天后，越来越多的订单没有出现，厂子里头反而接到了退单。先是只有1、2单，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之前卖出去的订单，这会儿居然全都来退货了。陈章明震惊又疑惑，到底是怎么回事？让韩伟一个个去问了，结果才发现自己厂子里生产出来的衣裳压根卖不出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陈章明又惊又怕，他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干脆自己跑到了丰南路蹲着。没多大会儿，就见着买了衣裳的小姑娘往这边走过来，他当下赶紧笑着迎过去。2个小姑娘吓了一跳，一脸如临大敌的看着陈章明。毕竟这走得好好的，忽然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拦住了路，谁不害怕？小姑娘吓得正要大喊，就见陈章明赶紧摆手喊道：“不是，小姑娘，我是有事儿想问问你。”陈章明赶紧陪笑。小姑娘脸色煞白，但是瞧着周围人多，当下也稍稍稳了稳情绪。你想问什么？她小声道：“赶紧问吧，我还有事儿呢。”她今天好不容易才来专卖店抢购的这衣裳，听说还是限定款，自己又是排队又是登记，总算是买到了，迫不及待回去和自己的小姐妹们炫耀呢。陈章明指了指他手里头拿着的衣裳，问道：“你这衣裳是寻林服饰买的吗？”他笑了笑道：“我女儿也想要寻林服饰的衣服，只是我总是排不上队，也不知道去哪里买，就去别的店铺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结果她非要和我闹，说不是一样的衣裳，我明明瞧了，是一模一样的呀。”陈章明说着叹口气，将手里的衣裳拿了出来，往前递了递。那小姑娘一听，当下也放下了戒备心，伸手接过来看了看，旋即笑了：“哎呀，叔叔，你这不是寻林服装厂出厂的正品衣裳吧？肯定是一厂的仿制品，这衣裳你女儿肯定不喜欢，这就是假货。”陈章明当下就愣住了，假货？那是什么意思？他迟疑了一下，道：“这是假货吗？可是不是一样的衣裳吗？你手里的衣裳多少钱？”小姑娘没想其他，举了举，有些骄傲：“这可是我蹲了好几天的正品衣裳，还是限量款的，一套2200。2200，乖乖！”陈章明听着这数字，差点没跳起来。他开服装厂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卖过这么贵的衣裳。这么贵，就1套以上，你居然也舍得花钱买？他惊讶问道。小姑娘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为什么舍不得？”他道：“更贵的衣裳我都买过呢，只要衣裳好看，买回来穿着，自己看着都开心，我爹也愿意付钱。”得，是个富二代。陈章明顿时沉默，他好像终于弄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他的衣裳销售不出去了。第215章，要离婚。陈章明的脑袋嗡嗡嗡的响。他走回一场的时候，门外围了不少人。怎么回事？他快步走过去问道。韩伟这会儿也在门口擦了一把头上的汗，道：“都是之前买了衣裳的人，现在来咱们门口闹，愣是说咱们卖假货，他们被骗了，要退钱。陈总，这下可咋办？”韩伟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架势？今天一大早，一场的外面就围了不少人，都是说自己受骗了，要过来退货的。这下倒好，一大堆衣裳就这么被扔在了门口，
厂子里不少员工都出来维护秩序了，动静很大，闹得简直没法看。陈章明一个头两个大，当下只能硬着头皮上。而此刻，不远处，林耀东拍了拍手，一脸的心满意足。没错，这些人当然是自己找过来的。当初陈章明这狗玩意儿抢了他们的生意，这个仇林耀东可还记得呢。之前一直想要报复，可师傅也说了，要懂得运用手段和时机。这不，这2天林耀东就找了一拨人，专门过来闹。这事儿啊，够他吃一壶了。整整10天过后，寻林服装厂就这么短10天，寻林服饰的专卖店已经增加到了22家，大大小小的专卖店开遍江城。而且这一次广告可不仅仅是江城省会城市的群众看见了，那下面的地级市、县级市可都不少人追着电视看的。这寻林服装厂，江城人民自己的服装厂的广告语简直是深入人心。于是，一些心思好的、有着长久眼光的，顿时就动了心思。这要是开个专卖店的话，岂不是也能挣一笔？于是，一个个全都朝着江城跑过来了。问了一路，很快就找到了寻林服装厂。林耀东现在责任重，忙活的不行，招待各个地方来的人，还要帮着讲解关于如何搞服装、加盟等等之类的规则。人群来了一波又一波。而就在下午3点的时候，林耀东正麻木地和来人讲解加盟的规则，还有考核条件。毕竟也不是谁都能想加盟就加盟的。结果话才说到一半，就听见那人兴奋地喊道：“嘿，东子，还真的是你！你现在可是咱们江城的大名人了。”林耀东一愣，旋即他抬头去看，顿时就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林耀东也露出了惊讶的笑脸，道：“栗子，咋是你？你咋来了？”栗子曾经也是跟着林耀东混过的，在元安县那块儿啥都干，只要是捞偏门能挣钱，栗子就跟着林耀东和胡子等人闷头做，做了2-3年，后来被他爹抓走了，那是实实在在的掐着脖子离开的，好大一顿打。也就是那时候，林耀东等人才知道，原来栗子家里头不穷，还蛮有钱，是在元安县所属的地级市里头做自来水的生意。栗子早些年在县城里头的奶奶家待着，从小就没人玩，后来见林耀东带着一群小弟威风，也照顾自己，于是栗子就跟着林耀东混了。后来他爹知道了，掐着脖子一顿揍，拽着就离开了元安县，回了地级市，后来2人就没见过了。栗子长大了，他爹给了一笔钱，交给自己这个儿子自个儿去闯荡。栗子看了电视，一眼就瞧见了那广告词，再一出门，栗子都能够听见满大街都在说这个所谓的寻林服饰。最重要的是，虽然和林耀东很多年没见，但是少年的轮廓基本上都定型了，这一眼他还是大致认出来了，那广告上的人不是林耀东还能是谁？于是这才急急忙忙的就找来了。这一瞧，还真是兄弟见面倒是分外感慨。林耀东也豁然站起了身，伸出手用力的抱了抱栗子，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先把这一批人处理完，就带你去见我师傅。”栗子点点头，当下就在一旁等着了。一直到晚上5点，林耀东终于做完了手里头的事儿，之后带着他去见了程毅。程毅正在办公室里算账，最近这段时间资金流汹涌进来，肖会计有些手忙脚乱，他必须得在一旁跟着帮忙。刚算完这2天的账，就听见林耀东兴奋的声音响起，他拉了一个人进来，朝着自己介绍：“师傅，这个我兄弟栗子。”林耀东兴奋的咧嘴笑。程毅对林耀东算是看重，他这人虽然鲁莽了些，但是对于自己绝对是忠诚，因此林耀东的面子他绝对给的。当下程毅站了起来，走出位置，笑着伸出手，主动和栗子握手：“你好，我是程毅，寻林服装厂的老板。”栗子当下眼睛猛地瞪大：“啥？寻林服装厂的老板是林耀东的师傅？”这一刹那，心里头压着的小骄傲就涌上来了。林耀东心满意足，笑着道：“这是我师傅，寻林服装厂就是他开的，我现在也跟着他干活呢。”林耀东这人臭屁起来没完没了，他当下拉着栗子，将自己当初怎么跟着程毅，怎么卖螺丝，怎么开服装店的全都说了一遍。栗子听完愣了半晌，总算是反应过来了：“那个在一中教书的程明生是程老板的哥哥吗？”林耀东一愣，没想到栗子忽然提这茬儿，他迟疑着扭头看了一眼程毅，却见后者大大方方的笑着点了点头：“对，他是我哥，怎么了？”栗子点头：“怪不得有点像。”他说着又道：“我今天早上来的，昨天是在我奶奶家里待着的，我奶奶家和程老板哥哥家很近，说话大点声都能听见。”他眉头皱着道：“程老板，程老师是真可怜，天天被他媳妇骂，昨天整栋楼都听见了，他要和程老师离婚呢。”程毅一愣：“离婚？离婚在这个年头不亚于一枚重磅炸弹，一对夫妻不到迫不得已，那是绝对不会离婚的。
尤其是在生了孩子的情况下。以前在村子里，不少妇女被家暴的体无完肤，即便如此都不会提离婚2个字。也就是时间先往后慢慢推，女性思想空前解放，离婚率也高涨起来了。第216章回原安县。好事坏事诚意不评定，但是起码在这个年头提及离婚，那一定就是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儿。他眉头皱着，脸色严肃起来。栗子，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他问道。栗子见程毅脸色严肃，当下也收了玩笑的脸色，尝试着开了口。那个程老板，我也是听我奶奶说的呀，具体是啥情况我也就是听个数，不当真。他当下将事情的大致都说了一遍。原来这事儿还得从赵娟说起。赵娟这2年来一直都心里愤愤不平，尤其是上次买衣裳的事儿，只觉得叫他狠狠扯下了这块遮羞布，难堪极了。这辈子他觉得自己条件也不差，也没有不如人的地方，可是为啥偏偏就没有落得一个好命呢？当年的闺蜜，玩得好的同伴，全都找到了有钱有势的，独独自己嫁了个瘸腿的，这叫赵娟简直是心里头憋屈极了。于是这后来的事情就很顺理成章了，她出轨了，找了个比她大20岁的有钱人，算得上是原安县里头的1号人物，人也不是真喜欢她，听说就喜欢这些有文化的知识女性，手里头养了10几个，一个月扔个180块，遇上节日买点金戒指金耳环，能有啥？而赵娟自从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后，整个人都变了。她终于明白，原来钱真的是这样好的一个东西，能买衣裳买吃食，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有钱的主对自己也算是好，甜言蜜语说着，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是好歹双腿是健全的，是个健康人，就单这点，不知道比程明生强多少。脸难看点有什么？说到底，有钱才是真正的快活日子。于是他简直是就像是鬼迷了心窍，铁了心的要和程明生离婚。用他的话说，就是这苦日子谁爱过就过，他反正是一天都忍不下去了。这话说出来就严重了。事情闹了好几天，天天都在家里头吵。程明生那脾气好的都没忍住动手，还是程兆根死死拉住了，这才没把事情闹大。栗子偷偷瞧了一眼程毅，发现他还是不说话，只是脸色黑如锅底。他原本还想说点什么，一旁的林耀东察觉到了不对劲儿，当下冲着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赶紧住口。栗子当下就明白了，赶紧闭了嘴，不再说话。2人离开办公室后，屋子里程毅沉默了很久，低头看了一眼账本。他让肖会计过来了一趟，对一下账本。程毅道。肖会计点点头，飞快对账。而方世贵等人这会儿也都过来了，他们都知道今天是算账的日子，这厂子里头这些天到底成交了多少交易额，到底走了多少单，都是他们激动好奇的。随着一笔笔账目出来，看着那上面飞速增长的数字，方世贵激动又惊喜。随着最后一个数字落下，这10天来全部的成交额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而这一刻，所有人都猛地倒抽了一口冷气。126万3千，这数字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而且这才是仅10天的成交额，现在他们才算是进入了快速增长扩张的巅峰期，每天都有人过来询问加盟店的事情。不仅仅是江城省会，甚至地级市、县级市全都过来询问。接下来的2个月一直到过年，都将会是他们寻灵服饰的高度发展期。这才仅10天，居然卖到了100多万。而且这次的成本更低廉，更多的都是服装牌子的溢价。程毅心里快速算计了一下成本，这一次刨除布料成本、人工成本，还有各种水电房租之类的，净利润能有90万。饶是淡定如程毅，这会儿也忍不住微微激动起来。他盯着那数字看了一会儿，旋即笑道：方厂长，明天去百货大楼按照咱们厂子里的人数买一份福利，粮食和油，还有猪肉。方世贵激动又高兴，赶紧拿着纸笔一一应下了。他是真的感动，这厂子里不少人都是早早就跟着自己在美云服装厂干活的，后来厂子解散，也是他一家家劝解，喊他们见好就收，拿了衣裳就走。再往后，不少人衣裳卖不出去，也是自己帮着卖。很多人，比如刚子，那是真的当成一家人处。如今瞧见大家终于跟对了人，还上了电视，他心里头是说不出的舒爽。晚上5点，程毅和林耀东交代了一下，将事情大致都说了一遍，准备第2天早上回原安县。江城的事情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他暂时不用天天盯着。而媳妇儿林清然和晴晴朗朗前几天就回去了，毕竟家里头还有2个铺子，完全交给别人也不放心，还得照看着。这一次程毅回去，一来是解决铺子的问题，他也是有私心的，毕竟他努力挣钱，不就是为了孩子和媳妇儿能够待在自己身边？铺子要是成了累赘，抢了自己的时间，那可就得不偿失了。二来他得去处理一下大哥程明生的事情，他这人感情淡，
可真要说死活不管，那也是无稽之谈。他爹妈和大哥想要从自己身上得到感情和时间，他做不到。可如果能够给条路子，让他们过上不缺钱的日子的话，他倒是无所谓。如今服装厂走进正轨，从今往后，他最不缺的怕就是钱了。林耀东点头应了下来。翌日一大早，程毅拎着行李箱就坐上了回程的大巴。2个小时后下了车站，程毅直奔寻林服装店。说实话，他这次出门很久没回来了，瞧着满大街热热闹闹的人群，还有重新装潢的店铺，一时之间居然有些陌生。门口的售货员都换了2个，瞧见程毅进来，还以为是顾客，当下高高兴兴地喊：“欢迎光临，请问想要买什么衣裳吗？这些都是我们寻林服饰最新款的，送媳妇儿、送爸妈、自己穿都很好。”直到屋子里，2个小家伙扭头看见了他，顿时高兴地飞奔过来：“爸爸，你回来了啦！”第217章，程毅来了。店员一愣，盯着程毅看了半晌，惊得瞪大眼，总算是缓了过来。这是老板。几个小店员顿时不说话了。程毅点点头，走进来，抱着2只小家伙，一抬头就看见了林清然。他正将衣裳从仓库里拿出来，见着程毅，嘴角扬起，脚步轻快地走过去，仰头看他：“你怎么回来了？”他道：“现在不是最忙的时候，你回来了，他们怎么办？难道养那么多人就是放着看的？”程毅一乐，伸手在他的鼻梁上轻轻一刮，柔声道：“放心吧，厂子里没事，我回来看看。”他说着压低了声音，眼神飞快在他柔软的嘴唇上过了一遍：“不回来还能怎么办？我想你了，媳妇儿。”他这话声音说得很低。林清然的脸色蓦地一红，他攥紧拳头，小小的在他的身上轻轻捶了一下：“这么多人说什么呢？”他只是笑，清清朗朗，这会儿也知道自己爹妈是在秀恩爱了，当下捂住小脸蛋，偷偷的看，笑得贼兮兮。“羞羞脸了，羞羞脸！”晴晴喊道。程毅将他放下地，又刮了一下他的小鼻子。“你们要去哪里？”他问道。“外面玩很危险，车子多。刚才自己一回来，2孩子就要往外面跑，看样子是想要去外面玩。去奶奶家玩。”朗朗比划了一下，爷爷说今天带我们去划船抓鱼，晚上有鱼吃。小孩子不知道大人之间的爱恨情仇，程毅也不打算让他们明白。小孩子最是敏感，而且天天在家里待着，倒不如去外面玩一玩。程毅想了想，弯下身子在2个小家伙的脑袋上揉了一把，道：“我和你们一起去。”林清然意识到应该是有事，不然按照程毅的性子不会去找他爸妈的。林清然没多问，喊住了程毅，转身回到店铺里，拿了2个帆布袋出来：“这是给爸妈的衣裳，之前就做好了，我一直没有时间送过去，你现在就刚好拿过去。”程毅也没拒绝，接了过来，当下牵着晴晴朗朗朝着教师家属楼走去。今天是周末，程明生没有上班，他在家里备课，他爹程兆根带着儿子等程毅的2个孩子过来玩。屋子里静悄悄的，没人说话，仿佛笼罩着一股子难以言说的气氛。程明生脸色不太好看，他低着头看了一眼自己面前的教案，旁边的纸张上还无意识地写着一些乱七八糟的词语。仔细一看，发现是妻子赵娟的名字，还有离婚、出轨等等字眼。是啊，这会儿家里头已经乱七八糟了，他哪儿还有心思备案？程明生只觉得头疼，他叹了口气，胡乱地揉了揉眉心。实际上，他当年也是真的喜欢过妻子赵娟的。那个姑娘年轻时候为了嫁给自己，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看着自己的时候，满心满眼都是喜欢。程明生不傻，或者说他心里头明白，他真的是想要和自己过一辈子。后来结婚，排除万难，一切都像是在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前进。可是后来怎么就变了呢？他慢慢的不满足于现状，想要更多。新衣裳、新首饰、新鞋子，之后发现自己的朋友们都嫁得比自己好后，他的心里就更加不平衡起来。再后来，程明生就不愿意再想了。一地鸡毛，当初喜欢的时候，山盟海誓是真的，他不怀疑。如今感情全无，说要离婚也是真的，他就放手。程明生叹了口气，拿出离婚协议书，想了想，在上面认认真真的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也是，与其互相折磨，不如放手，他也不想再继续折磨自己了。名字刚写完，就听见门外响起敲门声。程明生一愣，他以为是赵娟过来拿离婚协议书了，没想到一开门就看见了程毅带着2个孩子。程明生顿了顿，将离婚协议书放好，走出去：“你怎么有空来了？厂子不是很忙？”程毅如今多多少少算得上是元安县的名人了。寻林服装厂，这广告打遍全省。程明生家里头没有买电视机，是上班的时候自己的同事和自己说的。寻林服饰的广告，程毅在元安县开的2家服装店就是这个名字，再加上后来报纸也报道过了，
程毅的名字出现在上面，传遍整个元安县，甚至连县长都惊动了，来找了程明生，想要问问他能不能联系程毅，让他多多在元安县置办产业，带动经济发展业和就业。结果尴尬的是，程明生也不知道怎么联系程毅。程明生对于程毅的感情也复杂，自己的弟弟哪有不喜欢的？只是前几年程毅就像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每次来都是要钱，一两次的给程明生都给了，可是每次都来，而且态度越来越不好。他也渐渐明白程毅是自暴自弃了。再加上村子里隐隐约约有风声传来，说他对自己的妻儿都不管不顾，程明生失望至极。如今再见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之间，只剩下了尴尬和冗长的沉默。程毅却宛若丝毫没有注意到这种气氛，他走进来喊了声爸哥，程兆根应了一声，伸手将晴晴朗朗牵了过去。走，爷爷带你们去捉鱼，今天上午放的网，现在肯定有鱼。程兆根说着带着孩子们出门了。屋子里就剩下程毅和程明生，气氛越发沉默尴尬。程明生有些诧异，前段时间自己找程毅，两人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结果这会儿程毅倒是主动来找自己了。程明生猜测是不是有什么事，他迟疑了一下，盯着程毅看了一会儿，却发现程毅也在看着自己。怎么这么久没见，茶都不给我泡一杯？程毅道。程明生，他摸不准如今这个弟弟到底是什么想法。实际上程明生很早之前就发现程毅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不管是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亦或者是对自己对爹妈的态度，全都大变样。他甚至不再问自己要钱，在做生意唱歌跳舞方面也有着惊人的天赋。第218章发烧真相，这些都是程明生之前不知道的。这个弟弟陌生又叫他下意识畏惧。他给程毅倒了一杯茶，道：你放心，你做生意的事儿我不会再说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或许你是对的。赵娟不就是因为没钱才离开自己的吗？或许程毅比自己有出息多了，他自嘲地想。程毅端起水喝了一口，而后道：你和嫂子要离婚？程明生一愣，你怎么？话没说完，他又闭了嘴。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也是，总归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和赵娟吵架，整栋楼都能听见，大家都认识，看了笑话，免不了和别人说。他闹离婚的事情，估计如今整个义中全都知道了。县城里头认识的人看个热闹也不奇怪。程毅道：因为钱还是地位？他说这话的时候打量着屋子里的一切，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双职工家庭。要说多穷，那比在农村里好多了，但是要说富裕，那也是没有的。这个家看起来有些小而乱，但是温馨，起码能看得出来爹妈是真的在帮大哥好好操持这个家庭。程明生脸上有些挂不住，他顿了顿，小声道：离婚就离婚吧，日子过不下去也就算了，苦熬着还不如解脱。这话说的是真的。程毅点点头表示赞同。婚姻就是这样，与其苦熬着两败俱伤，倒不如放手。哥，他忽然喊了程明生一声，道：你还想继续当老师吗？程明生一愣，程毅却继续说道：我在县城有2个巡林服饰的铺子，现在准备走加盟店的形式，加盟费5000元，可以以后分期付款，卖衣裳不压货，全部的货物都是巡林服装厂提供，卖出去1件衣裳提成35元，你想不想接手？程明生愣住了，他有些懵。加盟店这个概念他之前是听过的，还是听周围人说的，大致是巡林服饰现在可以加盟了，付钱然后考察一下资产就行。但是他听见的加盟费可不是5000，那是足足15000，而且卖衣裳的提成也不是35元一件，而是30元，甚至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路上运费高的提成也就是25上下。可是现在，程明生只觉得一股子暖流从自己的胸口涌起，他沉默了一下，道：我还没想好。这话也是实话实说，他当老师实际上在体制内这条路脚不好，已经注定了他不会走得太远。而且现在因为和赵娟的事情闹的，整个学校都知道了，每次去学校上课都有不少人对着他的背后指指点点。他脸皮薄，即便面皮上火辣辣的，却还是要忍住。可是这几天流言甚嚣尘上，说他有个当大老板的弟弟，可是他这个当哥哥的身体不好，却还在教书。最重要的是，随着年纪增长，家里用钱的地方多了不少，孩子长大，父母老去，而他的腿也越来越不行了，站得久了，亦或者是刮风下雨，都会疼得厉害。他也去看过病，都说是当年发烧留下的后遗症，根治不了，只能开药缓解，亦或者是吃点补品，增强自身抵抗力等等。总而言之，都是要钱。他沉默了很久，又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程明生忽然想起了小时候，那年夏天，他是哥哥，比程毅大不了几岁，但是个头比程毅高，
因此瞧着成熟懂事不少。程一小，家里小一点的孩子，爹妈都宠着，并且将带弟弟的任务交给了他。那天午后极热，两兄弟在家里睡午觉，睡醒了之后发现爹妈都去地里干活了。程明生带着程毅在屋子里转悠，在树上抓知了。可是天气太热了，程毅打小皮实，热得满身大汗，闹着要去河里洗澡。程明生不愿意，可架不住程毅要去，于是只能带着他去了。村子里的河有深有浅，一道大坝冲下来，下面的水极深，再往远一点就是浅浅的水滩，里头都是鹅卵石。阳光落下，波光粼粼，十分漂亮。程明生在翻石头捉螃蟹的时候，忽然意识到程毅已经很久没说话了。他一扭头，就发现程毅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大坝那边跌落了下去，正在扑腾。水花越来越小，年轻又稚嫩的生命在飞快消失。程明生的脑袋一瞬间一片空白，几乎是凭着本能反应跳进水里救人。那是自己弟弟，亲弟弟。程毅的力气很大，溺水之人抱住希望，总是千方百计的想要爬上去的。程明生到现在也想不明白，明明比自己矮上不少，瘦弱不少的弟弟，那时候抓着自己的力气怎么会那么大？再后来，程明生拖着程毅上了岸，他没了力气，逐渐下沉。记忆的最后就是一片澄澈的河水，波光粼粼，他逐渐陷入巨大的深渊里。再往后，两兄弟似乎对于这段记忆都封闭了似的。程毅也昏了过去，醒来之后忘记了到底是谁救的他。村子里都说是村口放牛的郑大爷，程毅也上门感激的道了谢，甚至连爸妈也觉得是郑大爷救了他们兄弟俩。程毅呛得水手，很快就醒了。而程明生那会儿命悬一线，回来之后就开始发烧，烧了足足3天才醒，惊厥昏迷，又是掐人中，又是10根手指放血，最后好是好了，可是腿也坏了，心里怎么能不怨恨呢？但是后来又是释怀了，那是自己的亲弟弟，他跳下去救人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决定牺牲自己救他了。如今废了一条腿，但还是能走路，能念书，能够自由自在的活着，这就足够了。思绪回笼，程明生看着面前的程毅，忽然笑了笑。好，我和爸妈商量一下。程毅点点头，站起身来和程明生告别。走到门口的时候，程明生忽然喊住了他。小弟。程明生顿了顿，问道，今年过年回程家村吗？家里房子要修一修了，爹妈总惦记着回去，你一起吗？程毅回头看他。好。第219章结局。有时候亲情之间和解就是这么快而难以言喻的事情，原本就没有深仇大恨，反而还有至亲的血缘关系。程毅感情淡薄，能够给予这个家一条生路，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浪费更多的情感，想来是一笔划算的买卖。程明生是个聪明人，3天后就给了答复，他愿意试一试，递了辞呈，又和赵娟签了离婚同意书，再来服装店学习如何加盟等等。他原本就是个聪明好学的，再加上程兆根帮忙，很快就上手了。家里的事情和加盟店一起完美解决，简直是了却了程毅一大心病。这夜，程毅拨通了电台号码，主持人江庆听见程毅的声音，稍稍愣了愣，足足小半分钟才算是反应过来，这是程毅打过来的电话。程寻林，真的是你？江庆的声音显而易见的高兴。你这都多久没打电话过来了？电台的听众天天打电话到电台问你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江庆笑着问道，怎么样，现在咱们要不要接受观众的连线？程毅应了一声，没多久的功夫就有一个狂热的听众打电话过来了。你好，程寻林，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非常非常喜欢你。小姑娘年纪应该不大，说话的时候抑扬顿挫，青春热情洋溢。她高高兴兴地说了一大堆，还是江庆没忍住开口提醒时间快到了，姑娘这才恋恋不舍地收住了话头。那个程寻林，我最后想问你一件事情。小姑娘道。程毅应了一声，您说。那个咱们江城最近开了个寻林服饰专卖店，里头的衣裳很漂亮，老板宣传的时候我去看过，超帅超耀眼。最关键的是他的声音和你差不多，那个你和他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他也叫寻林服饰？小姑娘没敢将自己猜测说出口，毕竟这是公众平台，总不能直接张嘴就说。程毅笑了笑，倒也没隐瞒，这会儿时机也够了。他揶揄道，那个你有没有想过，这寻林服饰就是我开的呢？你看见的老板，要是没看错的话，应该是我吧？这几天宣传我倒是挺卖力的，也不知道这些衣裳你们喜欢不喜欢？小姑娘，要命！她原本就是随口一猜，没想到还真的被自己猜对了。寻林服饰居然就是程寻林的服装店铺，而且那天自己看见的人居然还真的是程寻林。小姑娘已经开始激动的语无伦次了，说话也有些气息不稳，最后说的更是偏离了音乐相关，甚至开始说起了那天自己看见程毅的情景。
你长得真的好好看，我那天瞧见了，还说是哪里来的大明星呢，又高又精神，我妈说比电视上的演员还要俊俏。小姑娘见到程毅的那天，应该是她第一次帮着专卖店做宣传的时候。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黑色挺刮西装裤，将她的一双腿衬托得笔直而瘦长。程毅的头发已经长了不少，细细碎碎的头发浅浅遮住额头，眉毛极浓，眼睛极锐，说话的当口，眼神见或游移，落在热闹的人群里，又变成了温柔的笑意。这种感觉，恐怕真的只有小姑娘才能懂了。这一通电话，几乎是让所有守在广播电台前的小姑娘们都兴奋了起来。寻林服饰居然就是程寻林的产业。那么那天在展销会，在专卖店门口的宣传台上，他们见着的人真的是他，一个个激动又高兴，甚至还有人立刻将自己买回来的衣裳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之前只是觉得是一件漂亮衣裳，但是这会儿再看，顿时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这件事第二天就上了报纸。江城省会日报的记者带着摄像机和记者，兴奋地找到了服装厂。请问程寻林在吗？林耀东这会儿正在裁衣裳，见有人来找，当下扭头就朝着程毅办公室跑。跑到一半，忽然想起什么来，又倏地停了下来，问道：你们来找我师傅是做采访的吗？记者笑着点点头，对，我们是江城电视台的记者，想要采访一下程老板，麻烦你通报一下。好家伙，林耀东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几乎是兴奋地对着几人摆摆手，道：好，你们等着，我现在就去。说完后朝着办公室方向飞奔。师傅，师傅，江城电视台记者要采访你，你要上电视了，要火了。火这个词儿林耀东还是从程毅那里学来的。那会儿两人上街吃饭，路上不少小姑娘都认出来了林耀东，当下围着他喊，一脸兴奋。这叫从来没被这么多小姑娘包围过的林耀东不适应极了，他有些扭捏，整个人下意识往程毅后面躲。而程毅那会儿就笑着说他火了，以后找媳妇儿不愁。林耀东琢磨了一会儿，心里大概明白火的意思应该就是受人欢迎，被很多人关注的意思，于是这一口气跑进来，大声喊，整个办公室都抬头盯着他。怎么了？程毅还在打板画图，他抬头看了一眼林耀东，无奈道：什么事了，这么咋咋呼呼？记者采访。林耀东上气不接下气，脸上是藏不住的兴奋。外面江城电视台的记者来了，说是要采访你呢。师傅，那可是咱们江城电视台最火的节目了，你要火了。程毅这小子学东西还挺快，他理了理衣服，起身和周围打了个招呼，而后走出了办公室。门外电视台记者正对着他露出笑脸。您好，请问可以做个采访吗？我们是江城电视台的记者，专门想要问问您关于寻林服装厂的事情，您看。程毅点头答应，免费宣传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拒之门外。2月后，程毅的服装行业越做越大，尤其是在名气的加持下，整个寻林服装厂蒸蒸日上，生意订单更是从全国四面八方如雪花片般飞了过来。第220章番外。3年后，这短短的2个月，程毅扩建了3个服装厂，全都挂上了寻林服饰的招牌。全国各地的订单像是雪花片一样涌来，厂子里的机器买了一波又一波。而林清然也喜欢上了设计，开始一步步设计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一经推广，大受欢迎。晴晴朗朗也上了幼儿园，古灵精怪，各有各的喜欢。番外。3年后，京都。自从生意一路做大做强之后，程毅的生意版图就一直在扩展。他在江城办了服装厂，又创办了自己的娱乐公司，写出很多歌曲，然后发掘了不少有名的歌手。每个歌手他都能够写出相对应匹配的歌，传唱度极高，更是挣得盆满钵满。而为了自己的娱乐帝国，他干脆带着全部身家举头蹦进京都娱乐圈里。90年代的京都各种势力混杂，什么金圈、户圈，就连导演也因为从哪儿来的划分出各个小范围。但是这一切程毅都不用在意了。在娱乐圈里，最强的永远不是那些站在聚光灯地下的明星，又或者是拿着摄像机拍摄的导演，真正能够站在娱乐圈顶端的是资本，最强资本。而程毅就是来京都短短2年，他就办了好几个投资公司，专门找导演拍摄剧本。而奇怪的是，程毅的眼光居然出奇的好，拍摄一部爆火一部，简直叫人难以相信。随着资本越滚越大，他开始炒房，购买各地的楼盘，慢慢又将视线发展到新的道路上，电商。总之，他心里有一个大致发展的历史，这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定义了他成功的基调。他有钱，试错成本再高也没关系，即便亏本，走错了小路，但是只要大致方向是对的，那就肯定能挣到钱。这几年他走得越快越好，而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家庭。这日，阳光烁金，程毅吃完早饭就要去公司上班。如今他们一家4口住在四合院里，是最古老也是保存的最好的四合院，里头添了一些新家具，更有烟火气，也更方便了。四处原本破落的院墙也全都修葺了一遍，院子里焕然一新。程毅吆喝了一声晴晴朗朗，可是喊了2声没动静，他干脆不再开口。今天是晴晴朗朗上学的日子，想来应该已经出门去了。林清然昨天晚上熬夜设计衣裳，今天也累坏了，这都7点半了还没起来。程毅当下也不喊他，让他继续睡。收拾好东西，走到门口的时候，程毅一拉门，忽然发现自院子的门被关了。他顿了顿，试探性喊了一声，然而下一刻一抬头就看见晴晴朗朗趴在肩头对着他乐呵的正开心。爸爸，你很久都没有和妈妈睡在一起了，今天你们不睡在一起，我就……晴晴似乎是被逼急了，当下小脸淡板着，咬着牙大声道，我就坐在门口哭哦，我会哭得很大声，要是街口的爷爷问我，我就说你揍我。街口的爷爷是晴晴朗朗来京都后第一次见到的爷爷，人很好，很慈祥，虽然喊爷爷，但是年纪不大，也就是60出头。老头很喜欢晴晴朗朗，再加上他兜里头有点钱，因此每次只要看见晴晴朗朗都会招呼过去给他们吃零食。后来马福梅来了一趟，和大爷对上眼了，两人就干脆在一起了。大爷家里头往上几辈是有钱的，在京都这边算是有一份势力，程毅对他很是尊重。一旁趴着的小家伙朗朗笑眯眯冲着程毅挥了挥手，爸爸，给晴晴朗朗生一个弟弟妹妹吧，我昨天问妈妈了，她答应我了。他说着又比了个加油的手势，爸爸加油，朗朗看好看你。说完拉着晴晴飞快消失不见了。程毅这下怎搞？他只能无奈掉头回去了。一推开门，林清然正在整理床铺，四目相对，他愣了愣，怎么了？什么东西没带吗？又回来了？这不是刚刚出门没多久，是不是东西没带？他说着下意识转身就想要给程毅找东西，钱包还是别的？我刚才整理床铺没有。媳妇儿，林清然话没说完，程毅就已经快步上前，伸手轻轻扼住了他的手腕。朗朗说要让我们给他生个弟弟妹妹，你答应了是吗？林清然，他的脸色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红了起来。那个我是……他急忙想要解释，我在做饭，朗朗总是缠着我说想要个弟弟妹妹，我以为小孩乱说的，所以就答应了，你别多想，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我是……程毅慢条斯理地看着他。重生以来，林清然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那些苦难和磨砺远离他，就像是一朵需要精心呵护的花朵，慢慢在他的滋润下开放绽放。他展现出了惊心动魄的美貌，即便是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他只要一出现就能够迅速成为全场焦点。程毅发现自己的视线越来越难从他的身上移开，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爱情如酒，越酿越醇厚。他眸光深沉，朝着他走去，伸出手轻轻握住了他柔软的小手，粗粝的掌心摩挲着，他眼里的笑意越来越深。林清然的脸色越发滚烫，面若3月桃花，绯红而诱人。晴晴朗朗大约是觉得无聊了，昨儿个瞧见巷子口有2个光屁股的小孩子，念叨着想要一个弟弟妹妹，刚好我也是这样想的，喜欢他就想要和他生孩子，只要他愿意，1个欢喜，2个更好，3个4个也不嫌多，总之只要是他和自己生的，程毅都喜欢。林清然眼里泛着细碎的水光，仰头看他，片刻后终于轻轻咬住了嘴唇，点了点头，那就再生一个吧，他轻声道。下一刻铺天盖地的吻朝着自己压了过来，他的理智迅速沉沦，而他们都明白这一辈子怕都要这样纠缠下去了。不过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呢？